2023年6月12日，武者中考，阳城武者高中第44号考试。吴凡正题比回答几道常识题。常识题一：武者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把灵气，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召唤出来。能将灵气召唤出来的人被称为武者。常识题二：武者的等级划分是：武者的基础是灵压，以灵压强弱将武者等级划分为100个等级。例如，1到10级为准武者，灵压范围在100-1000；11到20级为 F 阶武者，灵压范围1000-5000；21到30级为 E 阶武者，灵压范围5000-30000。吴凡转动着笔，略微思考后，他觉得这样回答还不够出彩，因为课本上只讲到 A 阶武者，想要拿高分的话，必须多展示一点课外知识，让阅卷官眼前一亮。于是他补充道：70级以上的武者被称为超 A 级武者。就在吴凡认真答题的时候，他的后背突然被人戳了一下。喂，前面的，给我抄一下。说话的是一个留着暗红色头发的男生，这个人吴凡认识，是阳城武者家族梅家的少爷梅杰。梅杰臭名昭著，仗着家里的势力在同学面前作威作福，如果是平时不喜欢惹麻烦的吴凡，也就侧个身子给他抄了。但现在可是武者中考，作为平民阶级的吴凡，只能通过这场考试来改变命运。这要是被带到帮助他人作弊，他梅杰倒是可以依靠背后的家族继续在武者高中念书，但吴凡就得进场打螺丝了。没有理会，吴凡继续答题。操，敢无视我，你这个贱民！梅杰在学校里一向是横着走的，看到吴凡敢不理他，直接一脚踹在吴凡的座椅上。安静！再违反考试纪律就取消考试资格。讲台上的监考官厉声说道：小子，我记住你了，等考完试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梅杰对着吴凡恶狠狠地说道，说完便趴在卷子上打起了瞌睡。听着身后发出的鼾声，吴凡握着笔的手指节苍白，黑色签字笔被捏得发出咔咔的声响。武者家族高高在上，不成为武者就会一辈子被这种人踩在脚下。晚上，吴凡家电视里正在播报新闻，最近在我国西南部发现大量邪教武者的踪迹，裁决所总部对此事高度重视。根据一位红衣裁决的部署，他们正在调派力量，计划对邪教武者进行一次雷霆打击。让我们将视线拉到东南沿海。据广府第20斩妖局发来的消息，位于幻海的超 A 级妖兽海龙王突然苏醒，其爆发的灵压将对东南沿海3个省区带来超强冲击。这已经是2023年第5次大妖冲击，专家命名为杜苏芮冲击。亚洲武者大赛将在苏杭举行，本次参赛的选手，电视里穿着西服的主持人念着正宗的播音腔，播报着来自全国的新闻。这是一个充满灵气的世界，人类可以通过吸收天地之间的灵气变强，其他生物也可以，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强大妖兽并不奇怪。儿子，你的脸怎么了？说话的是一名面色忧虑的中年男子，他是吴凡的父亲吴能。没事，被狗咬了而已。吴凡轻描淡写的说道。我听说你今天在学校得罪了梅家的小少爷梅杰是吗？该忍让的时候就得忍让，形势比人强，武者家族咱们得罪不起的。吴能的语气充满了无奈。爸，你别担心，我一定能成为武者。吴能叹了口气，语重心长的说道，咱们家没有武者的血统，天生就是当平民的命，有些东西在出生时没有，那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了。听到吴能的话，吴凡忽然抬头看向吴能，那个叫梅杰的，我从来没想过要招惹他。那你到底是那里得罪了别人？不然人家为什么要针对你？吴能气势一弱，小声反问道。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梅杰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对付吴凡，难道仅仅是因为不给他抄卷子吗？不，因为我们是平民，因为我们在这些武者贵族眼里就是可以随意欺辱的，被人恶意地踹了一脚，却还要我们自己反省自己有哪里做的不对，不觉得可笑吗？难道那些武者家族的老祖宗就不是从普通人觉醒而来的？血统，只有工人玩乐的宠物才讲血统。随后吴凡转过身朝着门外走去。我一定会成为武者，不是为了享受高高在上的特权，而是想让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平民不再被践踏尊严。无论会跌倒多少次，我都会爬起来，因为我喜欢看那些否定我的人被打脸的样子。所以爸，别让我瞧不起你。时间过得很快，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日子也来到了暑期，中小学已经全面放假。而在今天的阳城武者高中却人头攒动，因为今天是新生录取放榜的日子。虽然现在已经可以在网上查询自己的分数和录取信息，但学校的榜单要比网站早1个小时，所以等不及的学生和家长们纷纷来到现场看录取榜单。学校礼堂挂起了40多张大报，每张报上都写着一个大大的数字，下面按照分数排名写着考上武者高中学生的名字。哈哈，我女儿考上了525分，排名第132位。一位陪同孩子来看榜的家长，此时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兴奋地喊道，顿时迎来周围一片羡慕的眼神。考上武者高中后，国家会给予大量的资源，其中就包括提升灵压的灵石、免费的武技、各种补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开学可以拥有1次免费的灵气觉醒。儿子，你分在那个班啊？这里人山人海，全县的考生加起来得有个6000多人，不少人还是全家一起来的。吴能感觉自己的眼睛都要看花了。听到吴能，吴凡并没有回答，而是来来回回在榜单中寻找着什么。怎么了？吴能看着吴凡，表情严肃，似乎是有些不对。吴凡摇了摇头，再次从头到尾的扫过40多张榜单，直到看到最后一张榜单最后一个名字时，才表情凝重的说道，这上面没我的名字。真的没有？吴能来来回回将榜单看了3次，依然没有找到吴凡的名字。那你快在网上查查你的分数。吴凡拿出手机，输入了自己的准考证号，登录进去一看，顿时傻了眼，44分，这不可能！吴能一时间不敢相信，因为武者中考的满分是750，
吴凡平时的成绩都在630分以上，怎么可能只考40多分？会不会是你的答题卡涂错了？吴能有些懵。吴凡摇了摇头说道，如果只是答题卡涂错了，那还有计算题、简答题，不可能才这点分。此时已经有一些人注意到了吴凡这边的异常，因为其他人要么是考上了，要么是查到分数后得知自己落榜了，而只有吴凡他们在质疑自己的分数。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说是成绩出错了。一旁几个围观的家长在聊天。哎呦，我之前刷新闻看到好多呢，说是本来成绩很好，平时能考600分的孩子，结果高考只考了100多分，家长怀疑卷子被人换了，还跑去闹呢。结果呢，人家官方把卷子调出来，发现没人换过卷子，就只考了100多分。后来一问才知道，那个学生平时考试就抄同学的答案，所以分数才那么高，但一到高考没人敢给他抄，这下就原形毕露了呗。对，我也看过好多类似的新闻，结果都证明人家官方没有问题。要我说啊，也是那些家长自己的问题，自家的孩子是个什么水平，自己还没点数吗？听到那群家长的话，吴能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后涨得通红，脖子一梗，想要朝那群家长吼去，但嘴巴张了张，憋出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我儿子是最棒的，他不会骗我，我相信他。校长办公室前，同学，你们有什么事啊？几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学校保安将吴凡和吴能拦在外面。我中考成绩有问题，想找校长询问下情况。吴凡自己写的卷子，自己能不知道是什么水平吗？吴者中考的答案出来后，他就对了答案，简答题以最低分算，保守估计都在650分以上，怎么可能才考44分？而且学籍上也查不到任何信息，很明显是有人动了手脚，是吗？咱们校长不在，要不我去请示一下秦主任。一名保安拿出电话拨打了一个号码。喂，谁啊？手机里面传来一个不耐烦的肥腻声音。秦主任啊，我是保安小孙，冒昧打扰您了。这里有个学生来找校长，说是吴者中考的成绩有问题，您马上过来。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您见谅。保安挂断电话对吴凡说道，你在这里等一下，我们的总教导主任马上过来。吴凡应了一声。几分钟后，从楼下走来了一个满脸肥肉、身体大腹便便的胖子，若不是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灵压，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武者。你叫吴凡是吧？我刚查了你的成绩，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给你们30秒钟，从哪里来的滚回那里去，别浪费老子的时间，听懂了吗？这个胖子就是秦主任，他看向吴凡，脸色不善地说道。听到对方的话，吴能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但还是努力的用讲道理的方式说道，我儿子武者中考，呵呵，成绩出问题只是一个借口，我看你是想走后门吧。mwxbj.org。 秦主任打断了吴能的话，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因为国家每年拨给各地武者高中的教学资源非常庞大，所以每年武者中考完都会有一批像吴能这种想要走后门进武者高中的家长，识相的就赶紧滚，别没事找事，自己的废物儿子没考好就老老实实让他读普高去。这里的吵闹声引来了一些老师和家长注意，纷纷来看热闹。我们不是来走后门的，我儿子如果不是分数出了问题，肯定能考上武者高中的。吴能反驳道，可对方根本不信，他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但他只是一个平民，看着眼前趾高气扬的秦主任，没有任何办法。吴能羞愧地低下头说道，小凡，爸真没用。对方说吴凡的成绩没问题，他明知道对方在说谎，对方也知道自己在说谎，可他却无能为力。吴能还想说什么，吴凡却拉了一下吴能的肩膀，爸，咱们回家吧。可是这样下去的话，你会没有书读的。听到吴能的话，吴凡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那是他的准考证。随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吴凡一把撕成了碎片，随后朝天空一撒，然后指着秦主任说道，如果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像他这样的人，那这书我不念了。吴凡和吴能两人回到家，彼此沉默着不说话。最后还是吴凡先打破了沉寂的氛围，开口道，爸，没事，即使没考上武者高中，只要我努力修炼，慢慢提升灵压，也一定能觉醒灵气，成为武者的。武者觉醒灵气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升灵压，在灵压突破到100时，就有概率觉醒。这个概率对于父母不是武者的普通人来说，概率很小，可能连1/1000都不到。但对于武者家族的后代来说，这个概率无限接近99%，因为灵气的觉醒是有血脉传承的。如果人不能觉醒灵气，那他的身体是保存不了多余灵压的，最多达到99，也就是说勉强达到武者1级。要知道，武者的等级可是有100级的，而灵压的提升非常困难，因为提升灵压最基础的方式就是汲取空气中的灵气，所以一些能提升灵压的材料就非常珍贵。其中性价比最高、泛用性最广的材料叫做灵石。灵石中蕴含的灵气非常充足，可以直接被武者吸收，所以灵石也被拿来当做觉醒石使用。因为灵石作用巨大，所以全世界的灵石矿都被国家或者强大的势力占有，比如国内的一些地兵家族和远古宗派。底层平民是很难拥有灵石的，市面上最便宜的下品灵石都要卖到100万元。小凡，爸相信你，你一定能成为武者的。吴能站起身，看向吴凡的眼神带着复杂。爸有些累了，先去休息了。因为心里有事，吴凡并没有注意到吴能的神态。第二天一早，吴凡起床后发现吴能不在家。今天是周末，他人跑哪去了？吴凡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随后，吴凡在桌子上发现一张便签，上面写着一行字：吴凡，老爸有事出差一段时间，你一个人在家要照顾好自己。奇怪，以前怎么没见他出过差？整整1天都没有吴能的消息。就这样一直过了1周左右，依旧没有吴能的消息。吴凡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我这几天左眼皮怎么一直在跳？而就在这时，吴凡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等到吴凡接通后，对方的第一句话便是：是吴凡吗？你赶快来医院，你爸出事了。
我爸出什么事了？听到对方的话，吴凡心里咯噔一下。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还是快来医院吧。吴凡挂断电话，在楼下拦了个出租车，飞速赶到了阳城武者医院。是你打的电话？我爸在哪里？吴凡对面站着几个穿着黑色作战服的中年人，这个装扮表明对方的身份是猎武者，这让吴凡更加疑惑了。老爸一个普通人，怎么会跟一群猎武者在一起？武者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高？究其原因，还是人类处于一个妖兽肆虐的时代，各种各样强大的妖兽将人类逼迫到只能躲在开启了保护罩的城市中，且不时还会形成兽潮冲击城市。那拥有灵气的武者便成为斩妖的主力。猎杀妖兽不光有政府发的奖金，有时还能获得被妖兽杀害之人的亲属张贴的悬赏。而且妖兽的身体十分珍贵，可以做药材、做武器，甚至服饰和家具，有许多大型财团、跨国公司专门收购，在许多年前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所以就诞生了一个叫做猎武者的职业。顾名思义，专门以猎杀妖兽为生的自由武者。1周前，你爸说想赚点钱给孩子买个东西，正巧我们团队要出保护罩猎妖，刚好缺个不用战斗的后勤人员，因为我们选择的都是一些弱小的10级以下的妖兽，危险性不高，加上如果再雇个武者当后勤，那花销就变大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就把你爸带上了。那名中年猎武者说，猎妖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过程还算顺利，收入虽然比不了那些大型工会，但比起普通人来说也算是一笔巨富了。但就在我们结束猎妖返回城市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被一头 F 阶的狼妖偷袭了。经过一番战斗，虽然斩杀了狼妖，但我们有3名成员重伤，其中一个就有你父亲。我们第一时间将他送到医院抢救，目前还在手术中。我们还要去看望其他受伤的队员，就先走了。说着，这名猎武者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染血的布袋子，这就是你父亲跟着我们出门猎妖想要买给你的东西，你收好。对方将布袋子交给吴凡后，就带着人快步朝着另外一间抢救室走去。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吴凡打开那个袋子，一颗染了血、乒乓球大小、表面正散发着淡淡翠绿色光芒的石头缓缓躺在他的手心。这是一颗标准的下品灵石，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他终于知道无能消失这么多天是去干什么了。脑海里不断闪过无能那天对他说的话：小凡啊，爸没用。小凡，爸相信你，你一定能成为武者的。吴凡，老爸有事出差一段时间，你一个人在家要照顾好自己。一瞬间，吴凡只感觉自己的眼睛酸涩无比，一股无法名状的感觉直冲他的后脑，他只能用力地握紧手中的灵石，一拳砸在墙上。这时，抢救室的大门打开，一名穿着蓝绿手术服的医生走了出来。医生，手术情况如何？伤势很重，凭借我们医院的治疗水平，抢救回来的概率不大。李医生委婉地说道。一瞬间，吴凡如遭雷击，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吴凡盯着医生，声音艰涩地问道。虽然对你来说很难，但确实还有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请华西武者医院的高阶医武者出手。华西武者医院的医武者实力非常强，其主任医师最低都是 A 阶武者，说不定一个治疗武技就能把你父亲救回来。天府的华西武者医院和帝都的协和武者医院，吴凡是知道的，那是整个华夏最顶级的2家医院。整个川省、北疆、藏省、云省、贵省周围10多个省区的绝症病患，最后都会送到华西这边看能不能救治，是吗？那就快请啊！只要能救命，就算费用再高，我们也愿意给。但李医生在听到吴凡的话后，只是叹了口气说道：想要请华西的医武者过来做手术，申请者必须得是武者才行。而且，请医武者过来做飞刀属于私人援助，要自掏腰包的，光是出手费就要500万。先不说你还不是武者，单说像你父亲这样的伤势，手术费、生命维持费、康复费后期费用加起来，至少也要3000万以上。什么？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希望，而是给他一个可以看见的希望，他却够不到。忽然，吴凡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他举起手中的灵石，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他，如今的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武者。小伙子，你是想用你手里的那块下品灵石觉醒吗？李医生也是聪明人，瞬间明白了吴凡的想法。笔下文学，那我得提醒你，你父亲最多还能撑个7天。我知道了。吴凡点了点头，随后用力握着手中的灵石，大步朝着门外跑去。他清楚，他的机会只有一次。云雾山山顶，吴凡在这里坐了一晚上，露水打湿了他的衣服，一丝微光从东方升起，伴随着晨曦，浓郁的灵气在山顶蒸发。吴凡忽然睁开眼，四周淡淡的灵压粒子开始向他身体汇聚，体内的灵压已经达到了99，普通人的灵压到达100便是极限。那个时候也是灵气觉醒的关键时刻。灵气和人一样，也是有等级的，不同灵气爆发出来的灵压颜色不同，就像是抽卡游戏时稀有度不同，召唤的光效也不同一样。N 级灵气白色灵压，2级灵气蓝色灵压，S2级灵气紫色灵压，当然还有传说中的 SS2金色灵压，但那一般都是极道地兵家族才能觉醒出来的。此时吴凡别无他想，他只想觉醒成功去救老爸，哪怕只是一件白色的 N 级灵气他也愿意。灵力不断的进入体内，却在同时流失，灵压就像是灌水和放水速度一样的游泳池，永远卡在99，灵气的浓度还不够。不再迟疑，吴凡从怀里掏出那块下品灵石，一把捏碎，一股浓郁的灵气爆开。吴凡用尽全力吸收灵石里的灵力，在巨大的吸力下，灵石的能量开始化作点点灵压粒子钻入到了吴凡体内。灵压在灵石的帮助下疯狂提升，99、99、100。就在灵压到达100的那一刻，轰！吴凡感觉体内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一把长刀缓缓在他手中凝聚。而就在吴凡握住长刀的那一瞬间，整间山顶爆发出了一道血红色的灵压，血红色的灵压。吴凡错愕，但就在下一秒，血红色的光芒骤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灰茫茫的淡白色灵压。
一把破烂的长刀出现在吴凡的手中，刀长 1.2 米，宽约2指半，刀身笔直，只是刀面有不少锈迹，刀刃上还有浅浅的缺口。怎么回事？是我看错了吗？刚才为什么会有红光？但此刻吴凡不敢多想，伴随着长刀的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吴凡的身体，像是海浪一般不断冲击着。灵压在短时间里迅速爬升到了300，吴凡只能收敛心神，快速吸收这股力量。5级灵压最终停留在了535，吴凡成为了5级的准武者。同时伴随着长刀觉醒，他还获得了一项灵气自带的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每个武者在觉醒灵气后，都会有很小的概率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本命技能天地一刀斩。武技介绍：引爆体内全部灵压，给予对手全力一击，一刀天地符，一刀日月变。吴凡压下喜悦的心情，灵压外放，震开身上的露水。如今成为武者，那接下来只剩怎么凑齐请一武者出手的那500万了。回蓝大道阳城烈武者公会，人声嘈杂，各种身上穿着作战服、战术背包的成年武者穿梭其间。这一边有2位 C 阶武者坐在大落地玻璃前的沙发上聊天。老赵，听说你的队伍前段时间猎杀了一头地阶妖兽，赚了1300万。切，你快别说了，一阶队友死了3个，地阶的残了2个，光是抚恤金都倒贴了几千万进去，这半年算是白干喽。另外一边，几个充满汗臭味、血腥味的肌肉壮汉刚提交猎妖任务。兄弟们这次辛苦了，等奖金发下来，大哥请你们去好好爽一爽。在野外提心吊胆了2个月，咱们先去红道浴场搓个澡放松一下，然后去剑南大酒店好好吃一顿，等吃饱喝足，去鼎河做个全身精油 SPA， 最后再去世纪金座让兄弟们尝尝荤的。每人至少点2个妹子，要最顶级的。大哥英明。他们嘴里充满了兄弟、金钱、女人、实力，死亡和伤残在他们嘴里像是冰冷的数字，而对于享乐的追求则是达到了极限。人性炽烈的欲望和冰寒的冷漠交织在一起，或许这就是对于这群行走在刀尖上、徘徊在死亡边缘武者们最直接的体现。而现在，在这群人中出现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少年。我要注册成为猎武者。吴凡对工作台的工作人员说道。啊，小弟弟，你要注册？工作人员是一个年轻的妹子，身穿 OL 服、西装小短裙，整个大腿到小腿被薄薄的肉色丝袜包裹，匀称又修长，脚下还穿着一双7厘米的黑色圆尖小细高跟皮鞋。作为给武者服务的人员，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是这名工作小姐姐还没见过像吴凡这样年龄这么小就来工会注册的武者。哈哈，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有个小屁孩想来当猎武者。有来往的武者注意到了吴凡这边，随后像是发现了一件十分有乐子的事情一般凑了过来。小朋友，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还是回去好好待在象牙塔里念书吧。又是一个刚觉醒的小屁孩，还没见识过这世界的残酷，估计是动漫小说看多了，觉得自己有了灵气就可以轻松斩杀妖兽了。周围看热闹的成年武者非常多，毕竟是猎武者，都是乐子人。吵什么吵？就在这时，从内部电梯里走出来一个50多岁、肌肉虬结的中年男人。会长，这位同学，武者大人要注册成为猎武者。工作小姐姐马上站起来，恭敬地对中年男人说道。哦，中年男子叫做林燕，是阳城猎武者公会的会长，也是阳城为数不多的 B 阶武者顶级战力之一。小子，斩妖可不是开玩笑，你真的清楚吗？林燕看向吴凡提醒道。我很清楚。吴凡点了点头。哼，林燕从鼻子里喝出一团气，声音严厉起来。你清楚？我看你根本就一无所知。给他拿张去年猎武者的伤亡报表。工作小姐姐马上递给吴凡一份文件。林燕对着翻看文件的吴凡说道。你自己看看去年猎武者的伤亡率是多少？73%。听到这个数字，就连围观来看乐子的一众成年武者都沉默起来。娱乐只是他们的表象，夸张只是他们的掩饰，放纵只是他们的发泄，内心是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我知道了，帮我注册吧，我赶时间。吴凡看完手里的文件，表情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一下。你这小子真是，要不是看在你和我孙子年龄差不多大的份上，我才懒得说这么多。猎武者公会的会长可是很忙的，看你的样子应该刚觉醒是吧？好好去武者高中念书，然后考个好武大，将来去拥有 S 级保护罩的大城市工作，别让父母为你担心。说着，林燕便解开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身体上密密麻麻的不规则伤口。这是我当年还是1阶武者的时候和一只1阶妖兽战斗时留下的伤，当时除了脊椎还连着以外，肚子里面的肠子、胃等内脏都被撕烂了。我当时嘴里咬着续命的灵石，一晚上用双手爬了13公里才被救了回来。虽然武者的体质已经超越普通人，但像这样的伤能活着爬13公里，本身也是个人意志力坚韧的奇迹。经历过生死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势，正因为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所以也会格外让别人珍惜自己的生命。谢谢会长，只是我有必须要去的理由。林燕听完叹了口气说道。命是你自己的，随你吧。快速办理完猎武者注册，吴凡拿到了进出城市保护罩的通行证，一秒也没在大厅停留，光速朝着城市外奔去。而就在吴凡出城经过阳城武者高中大门口时，看到一群新生正在拿录取通知书，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和对未来美好校园生活的憧憬。没有驻足，没有停留，吴凡头也不回地朝着远方跑去。在同样的年纪，你步入学堂，我踏上战场。当少年决定出发的时，是那样的义无反顾。乌云密布，狂风呼啸，黑夜中，少年撑着一口气在森林里奔跑，剧烈的摩擦不断撕裂伤口，鲜血从衣服里渗出，滴滴洒落在地上。嗨呀！吴凡咳出一口血，他感觉到身体越来越沉重，眼皮越来越沉，前方的道路已经出现了模糊的重叠。好！身后传来一声恐怖的兽吼。砰！一头近4米高、7米长的虎妖一掌拍断面前2人合抱的大树，拦在了吴凡面前。
这是一头7级巅峰的妖兽，灵压接近800。他正兴奋地看着吴凡，眼中充斥嗜血的光芒。人类可以猎妖，妖兽也可以吃人，而且妖兽最喜欢的就是体内蕴含庞大灵气的武者，因为他们可以吸收武者体内的灵气变强。绝境，逃无可逃。唰！夜色中闪过一道寒芒，吴凡脚下一踩，双手握刀，身体前倾，在半秒之间便杀到了虎妖面前。轰！灵压爆发，气血翻涌，对着虎妖的下巴猛然一刺。好！虎啸山林，一股比吴凡更强的灵压从虎妖的身体上爆开。虎妖身体一侧，吃吃吃，长刀戳在了虎妖的肩膀上，刀刃像是遇到了空气墙一样，产生了切割金属一般的火花。不好！吴凡心下一沉，长刀紧紧刺入虎妖皮肤不到5厘米深，连骨骼都没伤到。他赶紧用左手撑地，拔出长刀，一脚蹬在虎妖的背上，快速拉开距离，却没想到虎妖直接一爪子将他拍飞，带起背部一大片血肉。轰！吴凡整个人凌空飞起10米远，狠狠砸在了一棵树干上，随后重重摔了下去。可吴凡喷出一大口血，感觉整个身体都快要被撕烂了。好！你死我活的战斗不允许敌人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虎妖趁着吴凡还没缓过神来之时，直接一个飞扑。吴凡看着越来越近的血盆大口，瞳孔剧烈收缩，他用尽身上最后一丝力气，没有选择逃跑，而是握紧了手里的长刀，朝着虎妖正面迎去。他还有最后一张底牌，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轰！吴凡身上的灵压爆开，笼罩全身，对着眼前的虎妖一刀斩下。砰！虎妖砸地，将吴凡压在身下，庞大的身体带着他沿途滑行了7、8米，撞断了2根大树。这一击之后，四周变得静悄悄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浑身沾满了泥土和鲜血的身影从虎妖的尸体下爬了出来。嗨嗨，刚从虎妖尸体下爬出，吴凡就侧面躺倒在地上，因为他已经没有丝毫力气再动一下了。如果仰面躺下，他会被自己胸腔内溢出的鲜血给呛到窒息。哗啦啦，吹了一晚上的狂风，终于将夏日的暴雨给刮了下来。豆粒般大小的雨水砸在了吴凡的身上，暴雨之中，隐约可以看见半昏迷的吴凡嘴唇在蠕动，似乎是在说着还不够。时代都会，这是阳城最繁华的商圈，因为这里有许多大型的武者机构，像裁决所分部、斩妖队之队、猎武者工会都在这一片区。现代办公高楼、商业餐饮店、娱乐电影院、短视频拍摄打卡地、装修精美的奶茶店比比皆是。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商区到处都是年轻人。夏天的到来让这群少年少女穿上了漂亮的吊带短裙和帅气衬衣9分裤，打扮得靓丽又俊美，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在其中一家奶茶店，喂，小萌真，你是说真的吗？你约到了今年刚考上武者一中的小哥哥。几名身材极好、容貌美丽的少女围在一起，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他们是阳城雨润中学的舞蹈艺术生。今天可是周六，我试着问了一下人家小哥哥，说要不要出来请他吃饭。被叫做小萌真的少女鼓着可爱的小脸说道，没想到小哥哥居然答应了，还说要带几个男同学过来。啊，你好讨厌，怎么不早点说？人家就只化了淡妆就出来了。周围几个小姐妹顿时发出不满声音。你们可要抓紧机会啊，如果能找到一个武者男朋友，那其他人得多羡慕你啊。隔壁班的小鹿不就是和一个武者小哥哥拍了一个情侣短视频吗？一夜之间就涨粉10多万。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奶茶店旁边，车门打开，从里面下来了一个浑身破烂、脏兮兮的少年。少年神情憔悴，头上、肩膀、后背、腹部、大腿全部缠着硬邦邦的褐色绷带，那是血液干涸后经过风干后的颜色。而在这些褐色的绷带上，还在不断渗出红色的鲜血。他转过身，满目赤红，庞佛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般。呀！这群可爱的小妹妹被吓了一跳，但这名少年没有理会他们，而是快步朝着远处跑去。还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被几个穿着武者一中校服的男生惊醒。刚才那个也是武者吧？看年龄好像和咱们差不多大爷。几名小女生先是回想了一下那个少年狼狈的样子，又看了看眼前这几名发型帅气、面容干净洁白、皮肤光滑、一身名牌的小哥哥，他们竟一时间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武者。吴凡走入猎武者大厅，顿时引来了不小的骚动。他快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一把将背包扔在桌子上，急切地喊道：“请快点给我结算，我赶时间。”笔下文学。好。工作人员差点被沉重背包砸在桌子上的动静给从椅子上震下来。听到吴凡的话后，他马上站起身给吴凡结算起来。7级虎妖78万3千元，6级狼妖61万7千元，8级狼蛛。在清点完不久后，吴凡的手机就收到了消息：您的银行卡已到账539万7212.78元，当前余额。看着吴凡惨白的脸，工作人员关切地说道：“你坚持一下，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10多分钟后，一辆救护车驶进了阳城武者医院。吴凡从车上跳了下来。“喂，这位伤者，你别跑啊！”后面跟车的医生连忙喊道，但吴凡已经跑没影了。而此时的重症监护室内，这患者真可怜啊，生命特征快要消失了。一名护士小声地说道：“不是说他儿子去凑钱了吗？凑钱？这都过去6天了，他儿子估计是怕给治疗费，早跑了。现在这个社会，你还不清楚吗？白眼狼可多了去了。”护士长用一副教育晚辈的口气说道：“也是，看他这样子，就算救回来了，也是一身残疾，事后倾家荡产一辈子，确实不值得。”而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医院里响起了警报声，有不明身份的危险武者闯入。监控画面中，只见一名浑身是血的武者正在医院里狂奔，这一幕把不明真相的路人吓得瑟瑟发抖。吴凡直接冲到李医生的办公室，对躲在角落的李医生说道：“500万我凑齐了，赶快请华西医院的医武者过来。”吴凡，李医生仔细一看，
眼前这人竟然是吴凡，我马上给你申请。李医生也不废话，让吴凡把钱一交，直接提交了申请。你放心，华西武者医院就在咱们的省会天府，距离这里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路程，你父亲应该没事了，下午就能做手术。听到李医生的话，吴凡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松了下来。而就在这时，吴凡感觉到几股强大的灵压正在靠近。下一秒，嗖，吴凡的面前出现了3名穿着黑色风衣制服的裁决所武者。他们穿着黑色的制服，证明他们只是编外人员，但即使只是裁决所的临时工，那也是货真价实的地阶武者。之后，吴凡被带到了裁决所的拘留室。姓名：吴凡，多大？15。坐在对面的裁决所武者叔叔声音高了半分。吴凡点了点头。看到吴凡点头，叔叔的眼神更加怪异了。吴凡从进城到猎武者工会结算前再到医院，一身行头就没换过，现在依然还是满身的绷带和渗血的伤口。这尼玛是15岁！你知道你今天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恐慌吗？作为武者，就在叔叔板着脸用严厉的口气对吴凡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吴凡长期高度集中的精神慢慢放松，肾上腺素消退，他只感觉身体越来越累，眼皮越来越沉，扑通一声直接栽倒在了桌子上。卧槽！这把对面的裁决所武者吓了一跳，他赶紧跑过去看吴凡的情况，感受到吴凡的灵压正在快速减弱，有休克的迹象。卧槽！小伙子，你要死也别死在我这里啊！裁决所作为拥有执法权的特权机构，虽然地位超然，但为了权力不滥用，内部审查机制很严格。今天吴凡要是在他手上出了事，不说别的，光是事件报告就要写上几10页。于是，刚被送到裁决所的吴凡又被送回了武者医院。救护车上的那名医生在看到昏迷的吴凡后，怒气不争地说了句：“年轻人，我都叫你不要跑了吧？疼，浑身都疼。”吴凡睁开眼，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这里是……吴凡意识还有点模糊。这里是医院，你已经昏迷了3天3夜了。旁边传来熟悉的声音，是无能的主治大夫李医生。身体感觉怎么样？李医生问道。没死就行。吴凡感觉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我父亲怎么样了？吴凡眼下最关心的还是无能的情况。你放心，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呼，李医生的话让吴凡心里的大石头彻底放下，终于能彻底的松一口气了。但这只是把命救回来了，你爸的伤会留下非常严重的残疾。华西的医武者已经将你爸转移到天府去治疗了，要彻底治好，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后续的治疗费用可不低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只要能治好，多少钱也无所谓。李医生点了点头，随后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我要去查房了。你好好养伤，武者在这里的治疗是免费的。等到李医生走后，房间彻底安静下来。吴凡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灵压，灵压有575了。我记得我刚觉醒时才535，在野外待的这7天就提升了40点。果然还是生死的历练才可以让人快速成长。老爸已经去了天府疗伤，我现在应该静下来好好修炼，想想自己的事了。吴凡思考了一下，他准备等伤养好了就去猎武者工会接点任务，在野外一边猎妖赚钱，一边修炼。而且武者高中那边我也要讨个说法，他的武者中考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距离吴凡觉醒已经过去了快2周了，他的那些同学肯定已经从学校那里获得了修炼资源和功法，这让吴凡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危机感。他现在是辍学状态，学籍没有进入武者高中，也就是说他以后连武者高考都不能参加，没办法去那些武者大学。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平民武者觉醒，进入武者大学修炼，产生了许多新时代强者，这就对一些传统的武者家族产生了冲击。但大环境如此，他们也只能选择接受，为了不被时代淘汰，纷纷将家里的孩子送到了武者学校学习。不过听说每年那些顶尖的武者大学会举行自主招生考试，说不定可以去试试。对于初3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个暑期过得很快，对于吴凡来说也同样如此。2个多月的时间，吴凡基本就是在猎武者工会和保护罩外2点一线。阳城是处于西南片区的一个小县城，是一个 B 级城市，城市等级是根据保护罩等级来划分的。而阳城的保护罩等级是 B 级，也就意味着阳城只能抵挡 B 阶以下妖兽的攻击。而猎武者工会这边，吴凡也算是混得比较熟了，也没有人再因为他的年龄而轻视他，甚至还有几个团队给吴凡发过邀请。但吴凡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自己一个人行动。喂，小子，今天是9月1号了吧？武者高中今天举行开学典礼，你应该是武者高中的学生吧？怎么不去啊？很热闹的。一个胡子拉碴的武者大叔醉醺醺地对吴凡喊道：“我这不是正准备去吗？”吴凡笑着回应道：“他今天收拾好自己的背包，就朝着门外走去。他今天要给阳城武者高中的那群人送一份大礼。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堵嗨嗨上学校。”吴凡啃着油条，唱着歌，心情格外的好。虽然之前发生的事情十分曲折，但现在总归是向着好的地方在发展。他沿着上学的路线不急不慢地走去，一路上看到许多穿着阳城武者高中校服的高一新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灵压，吴凡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样子觉醒了不少吗？没多久，吴凡便走到了校门口。阳城武者高中位于玉飞路2段，属于刚好在城中心的边缘，往来人流量很多。嘿，同学，你怎么没穿校服呢？就在这时，门口走过来一名帅气的男生。吴凡感觉到对方灵压的不一般，同样的，对方看吴凡也是一样的。武者在感知其他人灵压的时候，高阶武者一眼便知道低阶武者的灵压是多少，而只有实力接近的时候才互相看不透。我叫武凌霄，今年高一一班的学生，我看你挺面生的，之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名叫武凌霄的男生好奇地问道。高一一班，你是基地班的对吧？听到对方来自基地班，吴凡不由得重新打量起来。
这个叫做武凌霄的男生面庞帅气，身高1.8米，体格健壮，周围经过的女同学都在偷偷看他，似乎是在学校挺有名气。吴凡在猎武者公会也待了几个月，对于一些武者的常识也知道了不少。就拿阳城武者高中来说，一般有3个等级的班级：基地班、重点班和平行班。觉醒了 S2 级别灵气的学生会被分到基地班，阳城每年都会觉醒10多个 S2 级别灵气的武者，他们的目标是冲击顶级武者大学。而华夏最好的4所武大，前2是位于帝都的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排名3、4的2所武大是位于魔都的魔都武大和明珠武大。在阳城，每年全县武者高考前3名的学生，一般能考进魔都武大和明珠武大，但要进帝都的2所大学，基本是平均每隔3年才会有那么一个。能考进这些重点武大的，灵气基本都是 S2 的级别。2级灵气的学生，小部分进入重点武大，大部分则进入普通武大。而 N 级灵气的学生，基本只能进入武者大专，一部分人去当了军武者，还有一部分成了猎武者。当然，也不是说军武者和猎武者的实力弱，也有很多高等级的武者立志从军，以成为军武者而感到骄傲。当然，他们这些大部分后来都成了军官。猎武者也有很多实力强大的，那些强者喜欢自由的生活，出保护区猎妖，获得大量的金钱，然后过着豪车、美女、好酒好菜的潇洒生活。只能说，军武者和猎武者是武者数量最多的群体，实力强弱良莠不齐，不像武大的学生武者那样比较平均。我叫吴凡。吴凡也自我介绍道，很高兴认识你。武凌霄看起来没那么多力气，性格很随和，那你待会可能就高兴不起来了。吴凡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随后他便收起了微笑，打开了背包，从里面取出来2道横幅。中考落榜生吴凡独孤求败，单挑打不过我的都是菜鸡。随后一左一右插在校门口。吴凡这一系列操作直接惊呆了武凌霄的下巴。吴凡同学，你这是？吴凡指了指横幅上的字，也不说话，就直接坐在了学校的大门口。他说了，他今天是来给学校送大礼的。这个大礼就是堵门。之前中考成绩被动了手脚，校方居然默认了。那好，既然你们认为我吴凡没资格上你们阳城武者高中，那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有这资格。经过了一个暑假的猎妖生活，如今吴凡的灵压已经达到了1000，准武者的巅峰。快点叫学校的领导过来。守门的保安不敢上前阻拦，因为武者部有个规定，学生武者这种堵门的行为是被允许的。因为武者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而是靠着自己的拳头打出来的。武者想要强大，国家想要强大，需要武者拥有血性。如果一个劲的打压，就会抽掉武者的脊梁，变得畏首畏尾，如同丧家之犬一般。所以一般面对这种情况，都是被堵门的一方派出同年纪的学生，在老师确保不会出现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监督战斗。很快就有学校一方的领导赶到了现场，此时校门口已经围观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民信息时代，不少人还拿着手机在直播。你们快看，阳城武者高中被人堵门了。谁啊？这么勇？我记得已经快有10年没人这么干了吧。来到门口的领导很凑巧，正是之前吴凡见过的秦主任。吴凡，你这简直是胡闹，还不赶快把横幅撤了。秦主任一脸气急败坏地说道。废话少说，今天要么是你们学校的学生把我打趴下，要么今天别想走进去一个新生。见吴凡死活不让，被堵在门外的学生也是有脾气的，马上就有一个男生跳了出来。我叫陈浩，高一15班学生，灵气等级为 N 级，3级武者，请赐教。说完，名叫陈浩的男生就召唤出一对红色的拳套，身体爆发出强大的灵压，脚下一踩，飞速朝吴凡奔来。好快，这陈浩的步伐好稳健。嗖！陈浩将双拳集中在面部，脚下左右交替变换前进，似乎很有章法。笔下文学，小心了，我这一拳的力道可是有700斤的力量。而就在陈浩说出这句话下一秒，他整个人就倒飞而出5-6米，沿途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等周围人上去查看他的情况时，发现人已经昏迷了。全场鸦雀无声，他们甚至都没看清吴凡是怎么动手的，他甚至都没有召唤出灵气就秒杀了一个3级武者。秦主任脸色铁青，他意识到今天这事绝对不会轻易善了。一旁的武凌霄则拍起了手，叫好道：“这一击干脆凌厉简洁，真是漂亮。”而吴凡则是对着那些被堵在校门外的新生招了手，嘴里喊道：“下一个！”有了陈浩的前车之鉴，剩下的同学都变得谨慎起来。显然，他们发现吴凡并不好惹。不过，大家都是15、16岁的年轻人，谁还不是年轻气盛？当下就又有一个学生站了出来，高一4班杨超，请赐教。说完，他便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一根泛着金属光泽的长棍，砰！灵压爆开，自他身体周围掀起一股气浪。2级灵气，好强的灵压，是7级武者。吴凡也感受到了对方身上传来的压迫力，心里想到，不愧是重点班的学生，我的灵压提升的这么快，一来是临时的帮助，二来是暑假2个月在野外斩妖历练，而他们仅仅是凭借灵气自身的品级，修炼速度就比别人快。根据研究，品级越高的灵气，除了爆发出的力量比低级灵气强以外，还能提升武者的修炼速度。如果一个 N 级灵气的武者一天能提升10点灵压的话，2级灵气的武者就能提升20点 ，S2 级的武者会提升更多。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用同样的时间修炼，那差距就这样产生了。为什么不召唤灵气？杨超手持长棍，盯着吴凡说道：“我怕把你砍进医院。”这是吴凡的真心话。刀是利器，也是凶器，但他这话在杨超听来就是轻视，看不起他。呵！杨超低喝一声，身体前倾，手持长棍末端，双臂一推，长棍如枪，猛然点向吴凡的胸口。就在棍头要击中吴凡的时候，
吴凡仅仅只是右脚朝前走了一步，一个侧身便将这生猛一击躲了过去。杨超双手交错，紧握长棍，以前手作为力举，一记横扫，唰！长棍带着破风声擦过了吴凡的头发，2次攻击都被吴凡躲过。此时正是就力已去，心力未生之时。不好！杨超只觉得胸口被一道巨力击中，整个身体如同刚才的陈浩一般凌空飞出，狠狠砸在了5米开外的大路上。7级武者也败了，还败得这么快！不少人看向吴凡的眼神都变了，这家伙的灵气难道是 S2？ 不然实力怎么会这么强？呼！吴凡深吸了一口气，他刚才对付杨超的时候并不轻松，抵消对方的灵压都是不小的消耗。mwxbj.org。 但之所以看起来那么轻松，完全是这群学生武者今天才正式入学，还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虽然吴凡也没有修炼过任何基础的拳法、刀法、呼吸法，但与妖兽战斗的过程也累积了一些实战经验。接连打败2个人，其中一个还是重点班的，本来被堵在门外，还气愤无比叫嚣着要教训吴凡的人，此刻都不作声了。毕竟谁也不想在全校新生面前被丢脸的抬走，那不光是受不受伤的问题，那是直接丧失3年择偶权的问题。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秦主任看向一旁的武凌霄，虽然武者高中的人很多，但基地班的学生他还是认识的。武凌霄同学作为学校大力培养的尖子生，应该在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责无旁贷的出手。秦主任用大义凛然的语气说道。对此，武凌霄只是不在意的轻笑一声，然后缓缓朝吴凡走去。见到武凌霄走过来，吴凡的神情终于认真起来。吴凡同学，高一班，武凌霄，请赐教。说完，他眼神一变，霎时间充满战意，浑身忽然被火焰包围，灵压沸腾，一把长枪被他握在手中，灵压1000，10级武者。真不愧是基地班的学生，这才觉醒多久啊，就已经快要迈入 F 阶武者的行列了。不少围观的学生崇拜地看着武凌霄，但就在他们惊叹的时候，对面的吴凡身上也同样爆发出一道惊人的灵压，同样是1000。这是不少人已经呆住了。虽然之前猜测吴凡实力不弱，但没想到他也是准武者巅峰。这吴凡的灵气莫非也是 S2 级别的？你这不废话吗？肯定是啊，不然怎么可能修炼得这么快？本来众人以为有一场势均力敌的好戏看了，但在看到吴凡手里出现的那把生锈的长刀后，纷纷摇头。哎，我还以为是什么 S2 级的灵气，原来只是一把 N 级的破刀啊！那这吴凡还不得被武凌霄吊着打？N 级灵气的人生高光也就在前10级了，等到后面差距会越来越大。就在众人不看好吴凡时，武凌霄深吸一口气，单手握住枪尾，手臂一甩，脚下一踩，长枪像闪电一般扎向吴凡。啪！速度之快，空气摩擦产生了一道炸响。吴凡身体一扭，如同之前躲避杨超棍法一样。武凌霄反应迅速，将长枪收回，同时双手握枪前后摆动，长枪化作银色残影，寒芒微闪，枪出如龙。枪！吴凡被动以长刀抵挡，刀身在与枪尖接触时划出了剧烈的火星。小心了！武凌霄身若游龙，长枪在原地画了一个圆圈，随后以一个随机圆的角度朝吴凡刺去。两人瞬息间就交手了20多招，但可以看出吴凡根本没办法进武凌霄的身，一寸长一寸强，差距很明显了。在灵压一样的情况下，这吴凡不是被吊着打吗？就这点实力还敢来堵门？吴凡接连后退，接连挡下几枪后，握刀的虎口隐约有些发麻。听到那些围观同学的议论声，吴凡内心承认，如果只是2名学生武者之间的战斗，那吴凡必输无疑。但他吴凡不是武者兼得战斗，怎么能不见点血呢？下一秒，吴凡忽然抬起头，眼中露出狠厉的光芒。武凌霄忽然感觉到自己十分危险。噗嗤！吴凡不闪不避，长枪刺入了他的身体，鲜血飞溅。什么？武凌霄大吃一惊，在他的世界观里，还从没设想过有这样的战斗方式。等到他想将长枪抽回时，却发现吴凡已经借助身体锁住，左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长枪。撒手！可吴凡根本不给他机会，对着他一刀劈来。极度心慌和恐惧袭来，仿佛吴凡这一刀重若千钧。武技燎原千击！武凌霄身上忽然冒起火焰，长枪的温度快速升高，这是他觉醒长枪时自带的本命武技，威力之大，他不敢轻易乱用，但此刻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火焰的一小部分将吴凡小半个胳膊吞没，而武凌霄则被吴凡一刀劈中。轰！灵压对撞！武者高中大门前寂静一片，半晌没人说话。下一刻，武凌霄的身子直挺挺地倒地，而吴凡则依然站在场上。这一幕太过震撼，吴凡喘着粗气，拖着受伤的胳膊，一步步走到了阳城武者高中的大门口，再次坐了下去，随后昂起头看向不可置信的众人。很惊讶吗？觉得残酷吗？他眼睛扫过校门口的众人，缓缓说道：送你们这群没出过校园的小屁孩们一句话，温室里的花朵，它经不起风吹雨打。听到吴凡的话，众人沉默不语。但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呵呵，你算什么东西，还敢来教育我们？一个熟悉的暗红色头发男生不屑地说道。梅家的小少爷梅杰。听到他的话，一些围观的学生也是一愣。对啊，你吴凡这么一个只觉醒了一把破刀的废物，也就趁大家都刚觉醒的时候嚣张一下，怎么都轮不到你来教训人吧？武者高中95%以上父辈都是武者，梅杰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从平民觉醒而来的武者。他认为从武者家族出生的人和那些平民草根不一样，他们天生就流着高贵的血。别以为走狗屎运觉醒成武者就能翻身了，只要我动一根手指，分分钟玩死你。梅杰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吴凡身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不怕告诉你，你武者中考的成绩算到我头上了。原来是你。看着梅杰那得意洋洋的表情，吴凡愤然一笑，对着梅杰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说道：“你敢动手，我就宰了你！”听到吴凡的话，梅杰大怒，反了天了！你这贱民，我现在用一只手都能收拾你！梅杰看着腹部渗血、肩膀烧伤的吴凡，有恃无恐地说道：“那你来试试。”吴凡丝毫不怕，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唰！梅杰召唤出一把泛着寒光的手斧，2级灵气，9级武者。围观的学生纷纷摇头，觉得吴凡是嚣张过头了，不知天高地厚。你知道上次堵学校大门的那人怎么样吗？他被打得躺了半年的医院。梅杰一边说着，一边抡着斧头朝吴凡的头上砍来。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梅杰，吴凡只是静静地坐在原地。这人该不会被吓到腿软爬不起来了吧？这还不躲？不少人感觉吴凡快要完蛋了。就在梅杰的斧刃快要靠近吴凡不到半米时，吴凡依然没动。唰！斧刃在吴凡头皮5厘米处停了下来，头发被劲风吹得凌乱不已。梅杰握着斧头的手颤抖不止，怒骂道：“你他妈的疯了，怎么不躲？”吴凡嗤笑一声说道：“因为你不敢。”随后，吴凡右手握刀，猛然起身，唰！破空声响起，刀光快若闪电，噗嗤！梅杰身前出现一道半米长的伤口，血浪溅起3米多高。你梅杰瞬间倒地，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吴凡看着瞳孔不断涣散的梅杰，像你这种只会靠着家族势力作威作福的人，像你这样总是把贱名挂在嘴边肆意嘲讽的人，像你这些表面凶狠实则心里害怕的要命的人，才是真正的废物。全场哗然。完了，这吴凡彻底完了。那梅家可是咱们阳城的大家族啊，下手不知轻重，他这是自作孽不可活。看着躺在地上的梅杰，秦主任冷汗直流，他马上给急救中心打电话，给我叫人。梅杰嘴里叨念着什么，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了医院。这么重的伤，怕是没几个月别想下床了。吴凡，你赶快走吧。梅杰的二叔梅琛很护短的，他听说你打伤了他侄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有几个同学赶紧劝吴凡离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从街道两头开过来几十辆黑色汽车，将道路封住。从车上密密麻麻下来了上百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帮派青年。是谁打伤了我侄子？一个身材干瘦、头发梳得油光铮亮的30多岁男人踱步走了过来。他是梅杰的二叔梅琛，他身后还跟着4个手下，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恐怖的灵压。琛哥，您这是干嘛？这是在学校呢。秦主任觉得这事情要闹大，赶紧上前劝阻。啪！梅琛没有说话，他身后一个武者直接给了秦主任一个耳光。识相的就赶紧滚一边去，待会儿洗地的时候再叫你。琛哥走到了吴凡面前，用着和梅杰一模一样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道：“小子，就是你对吧？知不知道在阳城得罪了我们梅家是什么下场？”吴凡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哼，不知死活！轰！梅琛身上瞬间爆发出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力形成了肉眼可见的透明实质，将周围的空间都挤压变形了。这便是武者特有的力量——灵压。C 阶武者，灵压外放。高阶武者在对付低阶武者的时候，往往并不需要动手，仅仅是释放出自己的灵压，就能让低阶武者失去反抗能力，口吐白沫，瘫倒在地，然后大小便失禁。更严重的，还会压碎身体的骨头，让内脏器官破损。吴凡被梅琛强大的灵压震慑，半蹲在地上，只能拼命释放自己的灵压，艰难对抗着。对于武者来说，什么最重要？是实力吗？是灵气等级吗？是天赋吗？不，都不是。是尊严，是武道信念，是一颗面对强者依然敢勇于战斗的心。啊！吴凡嘶吼一声，身体全身骨头都发出清脆的响声，时刻处在碎裂的边缘。怎么？你不服？见到吴凡居然一点点的站了起来，梅琛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他和梅杰一样，不会被吴凡的这种顽强的精神触动，反而是越发恶心起来。轰！梅琛身上的灵压再次提升。砰！吴凡没有跪下，而是整个身体被压在了地上。像你这样的贱民，就应该一辈子被踩在脚下。梅琛傲慢地看着吴凡，嗤笑一声，他就喜欢看草根们这种紧咬着牙不肯认命，但又无能为力的样子。服不服？不服？在梅琛惊讶的目光中，吴凡居然一点点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不服？那就今天就打到你服为止。梅琛将灵压提升到了5000，这已经是 F 阶武者的巅峰了。砰！吴凡刚站起来一点的身子再次被压进泥土中，这次连同水泥地都裂开了好几道裂痕。服不服？不服！吴凡一点点地动着手指和脚趾，以更慢的速度爬起来。凭什么？凭什么就只允许你们武者家族的人顶替我的中考成绩？凭什么我就要被你们这样踩在脚下？老子不服！老子不服！老子就是不服！就算你把我的脑袋踩进泥里10次、100次、1000次，老子就是不服！就算你是 C 阶武者又怎么样？就算我只是一个准武者又怎么样？要我忍，要我咽下这口气？去他妈 ！mwxbj.org， 你们以为我今天来堵门是来装逼，是来出风头的？不，我告诉你们，我是来讨公道的。吴凡手中忽然出现一把长刀，吴凡嘶吼着，将全身的灵压集中到长刀之上，锈迹斑斑的长刀被浓烈的白色灵压笼罩。咚咚，吴凡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全身血液几乎快要停滞。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轰！吴凡整个身体的灵压直接爆开，化作一道冲天的光柱。咔！只听一道骨骼断裂的声音，吴凡直接从地上杀了上来。嗡！长刀发出一声嗡鸣，对着面前的梅琛一刀斩出。哼！梅琛从鼻子里发出一道不屑的声音：一个小小的准武者，居然敢对我出刀？
说着，迎向斩来的长刀伸出了一根手指，砰！长刀与手指碰撞在了一起，刀气透过梅琛的身体，将他身后的地面斩出了一道近10米的裂痕。气浪过后，吴凡啪的一声栽倒在地，浑身皮肤迸裂出许多道细密的伤口。哎，不少围观的人都叹了口气。准武者和 C 阶武者之间的差距，不是靠着个人意志可以弥补的。那一刀也是挺恐怖的，可惜连梅琛的护体灵压都破不了。这是当然的呀，他无反灵压1000，而 C 阶武者的灵压门槛至少都是10万起步，100倍的差距，他拿什么打？事实也是如此，梅琛连灵气都没召唤出来，仅仅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就挡下了吴凡的全力一击。然而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梅琛却面色阴沉。他将自己的手指拿到眼前，一道不足5毫米的伤口正在缓缓愈合，一丝毛细血管破裂的血迹浮现。他居然受伤了！这个小子！梅琛的脸色忽然变得扭曲起来。他堂堂 C 阶武者，居然被一个准武者的小家伙给砍伤了，不可思议。而就在这时，已经躺在地上的吴凡居然还在动弹。呼！吴凡的腿骨在刚才猛然站起来的时候已经裂了，但他却双手握住长刀的刀柄，将长刀插在地上，借着长刀的力，一点点的想要从地上爬起来。你是真的不知死活！梅琛这下是真的被激怒了。只见他手中渐渐凝聚出了一把泛着寒光的手斧，这就是之前说的家族传承，梅家的后代都能觉醒出这把灵气。但和梅姐不同的是，在梅琛的身后出现了4道散发着白色和黄色灵压的光环。第二星环，双斧狩猎。只见梅琛身后的第2个白色光环激活，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他手中的手斧。随后见他双手一分，2把一模一样的斧头出现。呵！梅琛身体向前扔出手中的双斧，2把斧头化作蓝色的能量状态，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在飞行的途中渐渐变成2米大小的巨斧，一左一右朝吴凡杀来。啊！不少女生都发出尖叫，因为吴凡即将被2把斧头斩成3段。有些人已经捂上了眼睛，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但在斧头就要交错的斩在吴凡身上时，一道身影挡在了吴凡身前。来人伸出一只手，随手一击便将灵力汇聚成的能量巨斧击散。梅琛眯起眼睛看向来人，神情凝重。严校长，一旁的秦主任认出了这人是谁。小辈之间的战斗，你一个大人跑来欺负人，不觉得丢脸吗？严庚尧语气严肃地质问道，身上虽然没有爆发出灵压，但依然给了梅琛很强的压力。一丝丝汗水从梅琛的额头滴下，眼前这人是阳城武者高中的校长，同时也是一名 B 阶武者，与猎武者工会的会长，同属阳城最高战力，实力深不可测，听说已经快要步入 A 阶了。梅琛看了看已经昏迷倒地的吴凡，不甘心地对着堵住2边街道的小弟们挥了挥手，咱们撤。很快，阳城武者高中的大门前就热闹了许多。没有理会离开的梅琛，严庚尧对着秦主任说道，还愣着干嘛？赶快救人啊！洁白的天花板，淡淡的消毒水味，小小的病床，空荡荡的房间。刚醒来的吴凡嘴角一扯，这种熟悉的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又进医院了呀？自从成为武者后，吴凡进医院的次数明显增加了许多。怎么样，感觉好些了没？就在吴凡自我吐槽时，严庚尧从病房外走了进来。你是严校长？吴凡在昏迷前知道了这位校长出手救下了自己。嗨，吴凡有些激动，牵动了体内受伤的内脏。你不要激动，好好躺着。严庚尧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听医生说了，你虽然伤得很重，但幸好都是可以恢复皮外伤的。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把伤养好。省会天府召集我们各地的武者高中校长开会，说是从今年开始要进行武者高考改革。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学校里好像出了很多事情。严庚尧虽然年纪不大，但头上已经有了一些白发，他好像是想到了一些麻烦事，还用手抓了几下。好了，既然你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严庚尧一拍大腿站起身，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说道，把这东西拿好。吴凡拿过来一看，是一张薄薄的纸，纸上面写着几个字，录取通知书。吴凡看着已经走到门口的严庚尧问道，这是给我的？严庚尧没有转身，而是说道，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说完这话，严庚尧渐渐远去。在对方走远后，吴凡的眼眶渐渐湿润。你说的对，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或许在其他人看来，认为吴凡的性格有些过于狠厉，甚至是冷血，但他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吴凡也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在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唯一能改变命运的一次武者中考，成绩被顶替，父亲一个普通人跑去猎妖重伤濒死，而他只是为了给儿子买一颗能觉醒的下品灵石，而自己仅仅是想讨个说法，却被那些武者贵族们疯狂羞辱。请问，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还幻想着有人给你主持公道的话，是不是太天真了？长大最无奈的便是成为老实的傻子。所以，为了不被宰着吃，必须要磨尖牙齿。这是每个出生在平民家庭、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mwxbj.org， 阳城这么小，我一定要走出去，去看一看华夏的日月山川，去会一会那些所谓的天骄，让他们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吴凡的人，然后告诉他们，这不只是他们的时代。他手里拿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死死地捏住。捏紧，少年壮志凌云愁，自诩人间第一流。吴凡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学校送来的教科书。这本叫做《武者进阶知识》的课本上，更加深入地讲述了武者的相关信息。武者吸收天地间的灵气，转换为自身的灵压。通俗的讲，灵压相当于游戏升级里的经验，而灵压到了某个等级上限后，武者就会自动升级。不过武者每升10级就会有一个大阶段，比如从10级升级到11级，20级升到21级就需要激活星环。读到这里，
吴凡想到了之前梅琛召唤灵气时背后那4道光环。C 阶武者是40多级，我记得当时梅琛的背后就有4道星环。星环是武者和灵气之间的纽带，武者每激活一个星环，自身就可以获得一个星环武技，而使用武技则需要自身的灵力相当于蓝条，而体内灵压是多少，那灵力值的上限就是多少。原来如此，吴凡认真地读着教科书，多读书真的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书上说激活星环需要灵核，这灵核是什么东西？吴凡一边做着笔记，一边往下看。妖兽在吸收天地间的灵气时，体内会凝聚出一团固体的灵能晶体，妖兽的灵压能量全部储存在其中，这种灵能晶体便被称作灵核，是妖兽的力量之源。看到这里，吴凡有些疑惑，他在野外猎了一个暑假的妖兽，怎么一颗灵核都没爆出来过？哦，这样啊。书上说，根据武者研究所的研究，实力在 F 阶以上的妖兽体内才会出现灵核，而灵核也是分等级的，等级不同的灵核，武者激活的星环强度也不同。如同人类灵气有 N 级、2级、S2 级一样，妖兽也是分等级。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妖兽被称为杂血妖兽，它们的灵核力量最弱，用这种妖兽激活的星环，其光环是白色的。而以此类推，稍微稀有一点的纯血妖兽激活的星环是黄色的，比较罕见的魔血凶兽激活的星环是紫色的，而新闻里那些能灭一座地级市的魔神大妖，其激活的星环是黑色的。当然还有传说中的大荒真种级别的妖兽，它们的灵核激活的星环是金色的。整个阳城周围都没有魔血凶兽以上的妖兽，这是吴凡在猎武者公会交任务事时听那些老猎武者说的。好像是80多年前，整个华夏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灭妖行动，将许多能危害人们生命的强大妖兽击杀，而击杀不了的妖兽则驱赶到了一些远离华夏城市保护罩的地方。那些强大妖兽聚集的地方被标注在华夏的地图上，注明为人类禁地。那次行动好像牺牲了许多军武者，连民间武者都自发参与了。不过正是因为这次活动，华夏成为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没有之一。华夏境内大妖进行，而时间来到了现在，还经常看见在国外有某只魔神大妖屠灭了一座城市，某只大荒真种踏平了一个小国。吃过午饭，外面的太阳很足，阳光明媚。吴凡活动了一下身体，感觉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便办理了出院手续，给学校打了个电话。学校那边通知他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趁着还有半天的时间，吴凡来到了郊区的湖边。城市的郊区一般没什么人，因为有许多妖兽徘徊在城市保护罩的边缘。而此前就发生过因为临时资源不足，城市保护罩失效，住在郊区的普通人被低级妖兽屠杀一空的事件。虽然听起来很扯，但现实就是这样。意外和明天不知道谁先到来。呵，吴凡双手握刀举过头顶，随后浑身灵压爆发，对着前方猛然劈下。速阵！砰！气血澎湃，灵压激荡，吴凡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水泵，通过汗水迸发的毛孔，全力吸收着天地间的灵气。使用灵气进行修炼是最基础的修炼方式，不需要任何功法，不需要任何技巧，和锻炼身体一样，这是一种只要你努力就能得到收获的行为。毕竟这世界上有许多就算你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也依然得不到任何回报的事情。而吴凡的拔刀修炼，仅仅只是比别人累一点，苦一点，汗流的多一点，出去玩的时间少一点而已。努力是为了让我得到我应该有的一切后，能说一句我呸，而不是在看着别人获得你所羡慕的一切后酸酸的说我呸。呵，吴凡斩出的每一刀都是使出全力的一刀，没有任何敷衍，因为这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3187 4213。夕阳西下，黄昏渐沉，吴凡全身无力地躺在湖边，浑身酸软，想要再站起来，但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在说不。没有人天生愿意吃苦，这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每一个挥洒汗水修炼的武者都是在对抗自己人类的天性。吴凡看着夕阳，很想喊出那句我不做人了，但就在这时，吴凡看到湖面上飘来一个东西，这是有人落水了。吴凡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扑通一声跳入水中。等到靠近后，吴凡发现这个落水的人还戴着一个白色的面具。吴凡右手勾住这人的脖子夹在腋下，另外一只手划水向岸边游去。等到把人救上岸，吴凡才发现这人的皮肤白皙雪腻，十分光滑，没有任何粗糙，身材单薄，腰肢纤细。不过在他的腰部似乎有伤，正在往外渗血。女的？没有想那么多，吴凡一把扯开少女脸上的面具，露出下面倾国倾城的脸，随后将双手按在少女胸口，上下来回使劲按压，然后对着嘴巴大口吹气。这是标准的溺水急救法，只是由于用力过猛，将胸前挤压的有些剧烈变形。在按了有5分钟之后，噗，嗨，少女从口中吐出一口血水，鼻子里也渐渐有了呼吸。呼，吴凡感觉本来无力的身体更加疲惫了。到这一步人算是救回来了，接下来就该处理别的伤口了。吴凡检查了一下他的全身，发现除了腹部那道贯穿伤以外，其他的都是小伤口。死了！吴凡直接撕开少女腹部的衣服，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几个武者专用的医疗止血绷带圈，这玩意可是吴凡的必备品，那段时间猎妖全靠着绷带续命。伤口没有腐肉，证明是不久前留下的。吴凡一边拉开绷带，在少女雪白纤细的腰肢上缠绕几圈，一边想着这少女的身份。这少女身上灵压不弱，应该是个武者，脸上还戴着面具，可能不是普通人。就在吴凡缠完绷带要打个结时，一把泛着寒光的长刀架在了吴凡的脖子上。正在包扎伤口的吴凡愣在原地，但他没有惧怕，而是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少女说道：你受伤溺水了，我救了你。少女眼神冰冷，看了看被拿开的白色面具，精致的脸上冰冷和不忍来回变换。最后她一咬牙，一把抓住吴凡的头发拉到他面前，凶狠地说道：就当你从来没有遇见过我 OK。 两人脸贴脸不到15厘米，少女银色的长发挠在吴凡的脸上，
有一丝嘶痒。吴凡被拽着头发，咧嘴一笑，比了一个手势，随后反手一刀架在了少女的脖子上。少女此时不敢乱动，因为吴凡的长刀已经割破了她的皮肤，鲜血顺着长刀丝丝流下。两人就这样僵持了10多分钟。我数3声，咱们一起后退。吴凡提议道。好，3、2、1。没人动，气氛有些尴尬。这次来真的。3声过后，两人同时收起长刀，往后退去。别再让我遇到你。少女眼神复杂地看着吴凡，戴上白色的诡异面具，随后转身朝远处的大树上一跃。喂！吴凡对远去的少女喊道。教你一件事，对待救你的人，不是要用武器威胁对方，而是要说一声谢谢，知道了吗？听到吴凡的话，少女的背影迟钝了一下，随后消失在黑暗中。阳城武者高中，高一一班。真不知道学校在搞什么，居然把那人分到我们班来了，这不是拖我们后腿吗？几个少年围在一起，正在大声抱怨着，其中最大声的便是一个叫做陈明阳的少年。喂，武凌霄，你也说句话，还不是因为你被那个吴凡打败，才让学校觉得我们基地班的人很弱吗？把我们一班的脸都丢尽了。听到这话，武凌霄只是笑了笑。今天他们刚收到消息，基地班要进来2名同学，一个是插班生，一个是转校生。这个插班生就是吴凡了。而他们在这里抱怨，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班级荣誉，而是怕万一有新人进来，把该分给他们的资源给分薄了。那个转校生就不说了，听说是省城来的高材生，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转过来的。但那个吴凡怎么说？他一个 N 级灵气的人，就算现在实力强又怎么样？论以后的成长，有我们高吗？就算是用同样的灵石修炼，我们吸收的速度和效率都比他高不知道多少倍。其实陈明阳这句话说的没错 ，S2 级灵气的武者在吸收灵气速度上是比 N 级灵气武者快不少，而灵石则是在不断散发着灵气的，这就导致了 N 级武者有很多没吸收到的灵气都消散在空气中了。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但正如这个世界上天生就有健康的人和残疾人，记忆力好的人和记忆力差的人，这是很现实的东西，注定没有绝对的公平。而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教室门被人推开了。吴凡背着单肩背包站在门口，正看着班里10多个跟他年纪一样的少年少女。唰！本来还有些热闹的教室，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吴凡挨个扫视了众人，随后走进了教室，走到靠着窗户的最后一排坐下。好几个靠近窗户的同学马上以吴凡为中心，各自把座位挪开了2、3米，让吴凡周围形成了一个真空状态。对此，吴凡并没有说什么，而是拿出一本武者历史学看了起来。随后，上课铃声敲响，一名秃头老师走上了讲台，开始上课。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古代人几个字。我想大家都知道，咱们地球上发现了不少远古时代的巨型生物化石，而最早的人类是在1965年在南云省发现的元谋人，距离我们有170万年。可是地球的年龄是46亿岁，170万年只占了地球年龄的 0.0369%， 甚至咱们人类的文明只有5000年，只占地球年龄的 0.0001%。所以在武者考古界一直流传着一个学说，那就是在距今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前存在着像我们今天一样文明高度发达的古代人。而且因为远古时代的灵气浓度和氧气浓度都非常高，产生了许多超巨型生物，那么推测中存在的古代人，他们武者的实力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一节课吴凡听得津津有味，像这种平淡又轻松的学习生活，只有在经历了生死拼杀后才会觉得无比珍贵。而就在这时，教室门再次被推开，噔噔噔，一个穿着一身黑色厚西装西裤，踩着强势的5厘米黑色高跟鞋，一脸严肃古板的40岁老女人走了进来。mwxbj.org， 她是高一班的班主任李敏。她先是用锐利的眼神扫了一下班级里的众人，着重在吴凡身上停留了几秒，眼中似乎带着警告的意味，像是在告诉吴凡，你最好别给我惹事。她清了清嗓子，对众人说道，有件事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班来了一名转校生。随后李敏对着教室门外喊了一声，请进。大大大，一阵清脆的小皮鞋声音传来，从门外走进来一位身高 1.68， 拥有完美身材的少女。少女有着一头银色的长发，上衣穿着洁白的 JK 衬衣，领口系着一个米格兰的蝴蝶结，下身穿着淡边的蓝白条纹百褶小短裙，一双修长的美腿穿着透肉的白色连裤丝袜，脚下还踩着一双黑色的薄底圆头小皮鞋。少女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双手拿着黑色手提包放在身前，一脸可爱灿烂笑容的对台下的同学说道，大家好，我叫孟洛熙，来自省会天府，请大家多多关照。哇！全班的男女同学都呆住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女生。陈明阳甚至都看吃了。砰砰砰！班主任李敏用力地敲了几下讲桌，一脸灭绝师太的语气说道，我警告你们，你们现在正是人生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作为尖子班的你们，不要浪费国家的栽培，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收起你们那些小心思，用心的修炼和读书，争取考一个全国排名前10的武大。孟洛熙同学，你现在选一个位置坐吧。李敏不愧是教学经验丰富的特级教师，3、2下就镇住了这群学生。孟洛熙点了点头，在班级里看了看，随后迈步朝吴凡那边走去。在全班同学惊讶、羡慕、嫉妒的目光中，孟洛熙走到吴凡前面靠窗的座位旁说道，请问我可以坐在这里吗？哦不，不少同学在内心怒吼。但就在这时，吴凡的嘴里却说出了一个令众人意想不到的话。不行，吴凡拒绝得很干脆。眼前这个叫做孟洛熙的银发女生，就是他之前在湖边救的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女生。此时的她一脸阳光开朗，和之前那冰冷的模样反差太大。现在的女生都喜欢这种反差感吗？表面是乖乖女，实则背后有另一副让人大吃一惊的面孔。吴凡认为在湖边的那个孟洛熙才是真实的她，而现在这个带着天真微笑的脸只是虚假的面具。那我请你喝奶茶吧。
说完，他不允许吴凡再次拒绝，便拉开了吴凡前面的座位。之后的一个下午，吴凡被各种各样不善的目光盯着，但吴凡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他父亲下个月的医疗费、修炼、新环、医疗费、转校生、学习、零食、武技、考试，而且梅家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是真的没时间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女生出去喝奶茶。时代都会商业区，不管任何时候，这里都十分热闹，街道上熙熙攘攘，经济繁荣。装修精致的奶茶店里，有什么事就快说。吴凡背靠在长条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隔着透明的大玻璃看着外面行走的路人。没事就不能约你了。孟洛熙面前泡着一杯浓郁的红茶，她身体前倾，右手撑住脸颊，靠在光滑的黑楠木桌上，一脸有趣地打量着吴凡。不用来试探我，我根本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吴凡说道。他不想追究对方的身份，因为他隐约有种感觉，如果知道了对方的身份，自己会有很大的麻烦。你是个聪明人。听到吴凡的话，孟洛熙脸上淡淡的笑意不见了。我转到你班上，只是一个巧合，咱们以后就当是普通的同班同学。孟洛熙神情放松下来，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女高中生一样。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吴凡将自己的空水瓶扔进了垃圾桶，转身就要离开。喂，孟洛熙冲着吴凡轻声喊道。我不叫喂，我叫吴凡。呵呵。孟洛熙手扶着额头，感觉吴凡的画风很奇特。还有什么事？那个，谢谢你。吴凡有些意外，但还是点了点头说道，不客气。你为什么要救我？孟洛熙看着吴凡，似乎想要从吴凡哪里得到什么特别的回答。举手之劳而已，如果落水的不是你，就算是其他人，我也同样会救。我经常听别人说，当你陷入泥里，没人会帮你，有的还会笑你、踩你。他们说那就是现实，但我很讨厌这样的话。所以在见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虽然不会拼上自己的性命，但也会力所能及的伸出手。听到吴凡的话，孟洛熙愣在座位上，憋了好一会儿，终于憋出来一句话：你可真是一个好人。吴凡眉头一挑，这话怎么听着像在骂人呢？孟洛熙忽然站起身，走到吴凡身前，凑在吴凡耳边说道：像你这样的好人可不多，你最好赶快离开阳城。孟洛熙说完，就头也不回的快步离开了，只留下吴凡一个人站在原地，神情惊疑不定。今天是一个阳光暴晒的天气，室外温度达到了40多度，这是在暑期3伏天才能出现的酷热温度。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所幸教室里开了空调，穿着一身青衫长袍，下巴效仿古人留了一把山羊胡的语文老师高红竹正在兴致盎然的讲课。吴凡转动着手里的笔，前面是一脸认真听讲的孟洛熙。自从那天之后，两人在学校就说了几句话，就如同孟洛熙所说那样，两人已经变成了普通的同班同学。赶快离开阳城。吴凡这几天反复想着这句话，但光凭这一句话就想让吴凡相信，有点太过了。但他不得不警惕起来，以免真的会发生什么大事，得赶紧提升实力才行。课间，就在众人舒服的待在冷气充足的教室里休息时，班主任李敏从门外走了进来。全班所有人3分钟内在楼下的操场集合。啊！看着窗外散发着扭曲蒸汽的操场，不少同学人都傻了。超时的人，本学期修炼资源减半。听到这话，众人纷纷往操场跑去。一到操场，火辣的太阳直接烤在众人身上。虽然大家都是武者，但都还是不到 F 阶的准武者。整个高一还没有人能激活第一个新环。作为武者，就要锤炼自己的身体，坚韧自己的精神。作为尖子班的学生，就要比其他班的同学更加努力，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天赋。李敏高声训话道：现在5人一排，排成4列，先在操场跑10圈。一般的同学听到要跑10圈，虽然感觉很辛苦，但作为武者，身体素质已经比普通人强了不少。跑个10圈虽然很累，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李敏接下来的话，就让他们脸色都变了。跑步过程中不许使用灵压，一旦发现，多跑5圈。死！一群人只感觉头皮发麻。这么热的天，不使用灵压跑10圈，不得累死。预备，开始跑！在李敏一声令下后，众人开始绕着操场跑起来。正常高中的操场是400米一圈，而武者高中的操场是1000米一圈。也就是说，众人要在这种40多度的高温下，不使用灵压跑10公里。1圈、2圈，前面的5圈，众人还能保持一致的步调，但越往后就有人开始掉队。特别是有几个女同学，已经快要落后半圈了。呼呼呼！第一批跑完10圈的同学直接趴在地上大口喘气，浑身被汗浸透。终于又过了10多分钟，剩下的几名女生跑到了终点。来不及休息，李敏朝着终点走来。王阳、梁峰、李锐，你们3人在跑步过程中使用了灵压，多加5圈。啊！被点到名字的几个同学一脸绝望，他们不是想偷懒，而是在跑步的后半段实在坚持不了，下意识释放了灵压。而且他们在释放了灵压后，马上就清醒过来，收回了灵压。随后李敏转头看向最后跑到的那几个女生，对着其中一个脸色苍白的女生说道：王舒月，你重新跑10圈。听到李敏的话，全班同学都惊讶地看过来。老师，舒月她身体不舒服。一名女生连忙解释道：她是王舒月的室友，知道对方今天来例假，所以才陪着王舒月跑在最后，其他几个跑在最后的女生也是如此。你当我没看到？把你手里的东西拿出来。李敏对着脸色苍白的王舒月说道。王舒月张开了手，满是汗的手心里捏着一些杂品零食粉末。你们以为把她围在中间，我就发现不了了？李敏脸色冰冷地说道。可是老师，舒月她是真的身体不舒服，笔下文学，不要找借口。李敏打断他们的话，你们是武者，以后是要上战场的，那些敌人，那些妖兽可不会管你的身体舒服不舒服。别找借口说你们年龄还小，越早知道这世界的残酷，对你们越有好处。等到你们真正面临生死关头的那一天，一切都晚了。别看现在你们会恨我，
等到你们真正懂事后，你们会感谢现在的我，也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李敏慷慨激昂地对众人喊道。听到李敏的话，本来心里还在抱怨的人都咬紧了牙。作为尖子班优等生的他们也有自己的骄傲，仅仅只是在烈日下跑10公里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看到众人的表情，李敏满意的点点头，他对自己的教育方法感到非常满意。被李敏点到名字的几个人挣扎着站起来，拖着疲惫的身体往跑道上挪去。呼！王书月脸色煞白，望着长长的跑道，眼前出现重影，在烈日的炙烤下，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过去。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拦在了他们的面前。吴凡，你在干什么？李敏看到吴凡扶住了快要晕倒的王书月，脸色一黑。李老师，我赞同你的观点，武者不只是一个身份，不仅仅是觉醒了灵气便可以高枕无忧。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武者，要在烈日下不停奔跑，要在暴雨中不断厮杀，和嗜血的妖兽战斗，和危险的武者交锋。我们在平时每多流一滴汗水，都会让我们在战场上少洒一滴鲜血。我相信老师，你是为了我们好，我也相信同学们能感受得到。可是，老师，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一蹴而就的。同学们10几年的人生经历和各自不同家庭环境塑造的信念想法，不是靠着一次填鸭式的说教就可以改变的。书上说知行合一，要将所学的知识付诸于实际行动，但却不能忽略客观的事实。这位女同学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而忽略她身体健康的事实，坚持让她跑完10圈，我相信这不仅会让她被送进医院，耽误学习，同时也会对老师你所教的东西产生抵触。吴凡的话让李敏一时哑口无言，周围的同学也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吴凡，他们真没想到吴凡这么能说。哼，你才念了几年书，就懂什么知行合一那种落后的思想。李敏似乎被吴凡说的有些下不来台。我在阳城武者高中教了20年的书，带过3届重点班，2届基地班，每年考上全国前15大的学生超过15个，我还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带学生。成年人的视角下，不会因为你说的有道理就承认你，他们不想轻易的认同你，也拿不出东西反驳你，拉不下脸来接受你，那就更不可能微笑着赞扬你。行，王书月的情况确实特殊，但既然你站出来替他说话，那你就替他跑吧。而且你顶撞老师，再罚你跑30圈，总共40圈。如果你跑不完，你和王书月本学期的修炼资源全部减半。吴凡听到李敏的话，把王书月交给他的室友，然后一句话都没说，直接开跑。烈日炎炎，不使用任何灵力，在1000米一圈的操场上跑40圈。都别看了，回教室上课。等到王阳、梁峰、李瑞3人跑完5圈后，李敏把众人赶回了教室。王书月被室友拖去了医务室，而孟洛熙则是深深地看了一眼在烈日下奔跑的吴凡，随后便跟着众人回到了教室。整个操场除了一班的学生顶着烈日跑过步以外，都没有其他人。此时有其他班级的同学课间休息的时候，朝窗外看了一眼。卧槽，这人还在跑，都跑了有2个多小时了吧？我去，真的爱，这么大的太阳也不怕中暑了。有好事者推开窗，对着操场上的吴凡喊道：喂，想出风头想疯了啦！听到这喊声，其他班级也推开窗对吴凡喊道：这么热的天你出来跑步，你怕不是个傻子吧？哈哈哈！一整栋楼顿时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呼呼！吴凡没有理会那些人，迈着沉重的步伐，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跑着。吴凡看着窗口上的那些人，让他想到了一句话：村口的狗叫了，其他的狗也开始跟着叫，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叫。操场旁的水管边，吴凡一边大口喘气，一边用凉水冲着身体。此刻他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在燃烧，脚底踩的不是地板，而是岩浆。而就在这时，前后两边忽然出现了10多个人。你小子就是吴凡对吧？一个染着头发的小黄毛朝前走了一步，斜着肩，抖着腿，不怀好意地看着吴凡。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吴凡扭紧了水龙头，警惕地看着将他前后包围的人。没别的事，就你前不久打伤了我们大哥的兄弟，咱们大哥讲义气，说要让你也进医院躺一躺。小黄毛一脸嚣张看向吴凡，他们可是专门挑着吴凡跑了一下午，体力耗尽时来堵他。医院？听到对方要把他送进医院，吴凡的表情有些奇怪。不过只见小黄毛一脚踢开眼前的一块砖头，周围10多个男生同时召唤出自己的灵气，N 级、2级的都有，基本都是7、8级的武者。10多个人的灵压同时释放，吴凡瞬间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上！就在小黄毛刚喊出这句话时，吴凡脚下一蹬，瞬间跃出3米远，身体凌空，对着小黄毛的胸口就是一记重踹。咚！小黄毛只感觉胸口像被一记重锤砸中，咔嚓一声，胸骨传来碎裂的声音，整个人倒飞而出，沿途撞在了2人身上，3人直接倒地，原地滚了3、4圈。枪！在踢飞小黄毛的瞬间，吴凡转身对着身后就是一刀，泛着蓝光的短棍和长刀拼杀在一起。呵！吴凡发出一声怒吼，身体前压，拿着短棍的男生只感觉对面像是一头猛虎，被压得连退好几步。撒手！吴凡将对方逼到墙角，长刀顺着短棍斩下，对面的男生吓得赶紧撒手，不然手指会被削掉。在打掉对方短棍的瞬间，吴凡侧踢一脚，将对方直接踹飞在了红砖墙上。砰！矮墙被直接撞穿，人带着一大片碎砖朝地上摔去。吴凡在踢飞对方的同时，后背忽然挨了一榔头，顿时身体一歪，朝着侧方倒去。身后的几人马上追击过来。吴凡看着眼前杀来的众人，眼神忽然变得冰冷无比。他左手撑地，蹭的一下翻滚起身，对着身前的几人就是一记大劈斩。长刀带着强大的灵压，破空声响起，无可匹敌。当！一把长剑挡住了吴凡的长刀，一个身高1米78、黑色短发的男生挡在了众人面前。老大！几人看着吴凡肃杀的表情，只感觉背后惊起一片冷汗。挡在吴凡身前的叫做黄志超，他和梅杰
高翔、文小平3个高一新生一起被称为4天王。没想到你挺能打的呀。黄志超嘴角挂起一抹笑容。但你再能打，今天也得躺着出去。就在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吴凡的身上忽然亮起了一道光柱，一道恐怖的灵压自他身上炸开。黄志超和他身后的同伙脸色骤变。唰！吴凡身影快若闪电，瞬息间出现在黄志超的身前。所有的过程我不想再说，明明都是你们主动惹的祸，却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找我的麻烦，是太坏还是太蠢？还是你日子过得太舒服？你们是真的没挨过毒打是吧？吴凡一刀朝着黄志超斩去，对方来不及反应，只能瞳孔一缩。住手！一道吼声传来，一个老师大喊着从旁边出现，瞬间挡在两人的面前。砰！长刀斩在老师的护体灵压上，发出剧烈的摩擦声。呼！哈！黄志超只感觉喉咙干涩，整个后背冷汗直流，头皮发麻，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可还没等他庆幸多久，只见吴凡忽然反转着手中的长刀，以刀刃为反面，刀背为正面，绕过了老师的护体灵压，猛然对着黄志超杀来。吴凡眼中带着冰寒，哪怕只是刀背又怎么样？用刀背也把你喉咙割开。黄志超的脖子出现了一道细细的血线。他捂着自己的脖子，脸上异样的血红，气口被液体堵住，已经说不出来话了。强烈的窒息感充斥在他大脑中，脸上充满绝望。你！那名年轻的男老师一脸怒容地看向吴凡，他没想到吴凡居然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动手，还下手这么狠。男老师赶紧释放自己的灵压，强大的灵压将黄志超的伤口压住，不让鲜血狂喷，随后拿出一颗杂品灵石捏碎，放入他的口中。灵气在黄志超喉咙处散开，鲜血渐渐止住。做完这些，黄志超的伤势算是稳住了，毕竟武者的身体素质比普通人强很多。一些在普通人身上的致命伤，可能在武者的身上只能算是重伤，甚至轻伤。正是因为如此，就出现了某些用来调侃武者伤势的话，比如区区致命伤而已。这边动静闹得有点大，从教学楼那边闪过来好几道身影。嗖！秦主任、一班班主任李敏，还有几个学校的老师都跑了过来。一到现场，他们就傻了眼。几个乱喷水的水管，一群倒地哀嚎的学生，还有一面被撞破的矮墙和一滩鲜红的血迹，总之就是一片混乱。先把伤者送医院，其他人跟我去办公室了解情况。秦主任眼皮直跳，因为他在现场看到了吴凡。而根据秦主任自己归纳的吴凡第一定律，在打架现场一旦有吴凡，那事情绝对小不了。学校小会议室，啪！3班的班主任江秀红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这个吴凡一定要开除他。阳城武者高中除了一班是基地班以外，2班到5班全部都是重点班，而被吴凡打成重伤的黄志超就是3班的学生。你这说的是什么？你也不看看是谁先动的手？听到江秀红的话，一班班主任李敏也蹭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虽然他不喜欢吴凡，但如果连自己带的学生都不维护，那他在学校里就不用混了。笑死我了！谁先动的手？你要不自己看看监控视频，是不是你的学生先出的那一脚？江秀红一点也不怵，他本来就在和李敏争今年的最佳教师，这下算是给他带到机会了。你定义的动手就是看谁先打人吗？那你被10多个释放了灵压和灵气的武者围着时，也要等他们先动手了。李敏觉得对方来者不善，也毫不示弱地说道：“李老师，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呀！你的学生都把我学生的胸骨踢碎了，医疗费都不说，武者免费治疗，可就是怕耽误人家孩子的学习啊！”小黄毛的班主任是13班的曾德树，他一听李敏把自己拉了进来，这可是要担责任的，所以立马就不干了。你们要是不服，咱们就把监控放给全校师生看，到时候大家一起评评理。李敏感觉到其他几个班的班主任都有点想把责任推在他身上，索性直接掀桌子。放就放啊，行，我们承认我们班上的学生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对，但武者之间哪会没有摩擦？没有血性还叫武者吗？每年打架的人还少了。可你看看这个吴凡，下手也太狠了，内脏破损、骨折骨裂都算是轻的，咱们就看最后那一刀，敢当着老师的面去抹同学的脖子，这是一个学生武者能干出来的事。要我说，这就是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可能基因里就带着坏种，说不定武者高中毕业后考不上武大就去加入邪教了。一提到邪教，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因为这里的邪教不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而是一个组织的名字。这个组织十分的庞大，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其潜藏的成员，他们的最高领导被称作圣徒，而已知的圣徒就有12位。邪教不是一个整体的组织，他们每一个圣徒都有自己的主张。比如在华夏的第7圣徒，他宣传的口号就是让所有人都能成为武者，让普通人不再受到武者贵族的欺压。这个口号听起来好像也挺正常的是吧？但第7圣徒为了实现这个口号，发明了2种黑科技：灵气移植技术和量产灵气技术。所谓灵气移植技术，就是将已经觉醒的武者灵气挖出来，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而为了确保成功率，被挖出灵气的武者必须是清醒和活体状态，其痛苦程度堪比最残忍的酷刑。而量产灵气技术则是给刚加入邪教的成员使用，让他们从普通人成为武者。但这种量产的灵气十分不稳定，在频繁使用到一定程度后会在体内爆炸，而唯一能解决这种状况的就是完成邪教内部的任务，用贡献值定期更换新的量产灵气，或者攒一大波贡献直接进行灵气移植。这还仅仅是身在华夏的第7圣徒的能力，更不要说那些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圣徒所拥有的实力和黑科技。而为什么华夏能进行灭妖活动却灭不掉邪教？因为人心是复杂的，灭不掉邪教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其中一个，虽然武者的后代觉醒的概率有99%，但总有那失败的1%。就如同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的头上是一座大山一般，
对于遇到这1%概率的人来说，这就是100%。那么，作为掌握了信息差、权力、资源、实力的武者贵族们，世世代代高高在上俯视着平民的他们，会看着自己的儿子、女儿和后代成为普通人吗？或许有，但绝对不是所有。所以，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闻，说是在武者高中失踪了一个平民出生的学生，而这名学生恰好在前几周做过全身体检。上述说的仅仅是万千种理由中的一个，甚至说，斩杀邪教武者也算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对吧？那要斩杀邪教武者，那总得有事吧？当然，这些事情一旦被发现，等待他们的便是裁决所的雷霆制裁，且绝不姑息。因为邪教具有鼓动性，所以只是在新闻里笼统的提到邪教，说他们是邪恶的组织，在某地又干了些什么坏事，但从来没有具体的说过邪教的特征。比如，邪教武者会根据内部身份地位的不同，戴不同颜色的面具，以隐藏自己在现实中的真实身份。最常见的就是白色的面具。高一一班吴凡因私自使用灵气战斗，打伤本校多名同学，影响极坏，性质恶劣，现经过教导处决定，给予其本人记大过处分一次。本学期修炼资源减半，每月的杂品零食由2颗变为1颗，取消一门 F 阶通用武技的学习资格，取消今年国家免费发放的 F 阶杂血妖兽灵盒。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秦主任在讲台上宣布了对吴凡的处罚。周围的同学都对吴凡投来了可怜、活该、遗憾、担心的目光。这个处罚不可谓不重，作为基地班的学生，每学期的修炼资源是普通班的3倍，其中就包括提升灵压的灵石、增强战斗力的武技，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最后那一个免费发放的 F 阶杂血妖兽灵盒，那可是能激活武者心环的东西。而在这个学期，重点班以上的同学灵压都能达到1000，进入准武者巅峰，到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免费的杂血灵盒激活第一个星环，成为 F 阶武者。其中高一上学期，基地班的学生都能激活第一个星环，然后在寒假期间，重点班的学生也会陆续激活星环，而普通班的学生在高一结束的那个暑假前，90%都能成为 F 阶武者。这是阳城武者高中之前几十年的规律，但现在直接取消了吴凡的第一个免费灵盒，这下直接卡住了吴凡的修炼进度。没记错的话，这吴凡灵压好像已经到1000了，真是自己作死。本来只要老老实实的念书，下个月就能进阶为 F 阶武者了。现在好了，挨了一个大处罚，估计今后这人就废了。哼，本来灵气就是 N 级，修炼速度就慢，这下资源减半，灵盒又没了，说不定下学期就被踢出基地班了。到时候说不定会从咱们重点班里递补一个人进去。校长办公室，这个处罚我是同意的。严庚尧对站在面前的吴凡说道。升旗仪式后，吴凡被叫到了这里。你不要对这个处理有怨言，因为这不光是在惩罚你，也是对你的保护。严庚尧认真的说道。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就是黄志超带人来堵你，想教训你，结果反被你教育了一顿。可能在你心里面觉得明明是他们的错，为什么只处罚你一个人？我们这群老师都没长眼睛，是吧？严庚尧看着一言不发的吴凡，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你如果在老师挡在你们2人中间时就收手，那么接受处罚的肯定是黄志超他们。但你后续的行为确实有点过了，已经是介于伤人和杀人之间了。而且你知道黄志超他们家里是干什么的吗？黄志超的父亲是阳城军武者部的部长，今年刚进阶为 B 阶武者。咱们阳城每年想成为军武者的年轻人都需要他的签字。而且你之前还得罪了梅家，那梅家比黄志超家里更不好惹，甚至都不用说他们2个，就你打的小黄毛那群人，他们的父母也都是阳城的武者，基本都在斩妖队、裁决所、政府工作，都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严庚尧苦口婆心地说道。吴凡，不光是你，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公平，有些人一出生就拥有别人一辈子也无法拥有的东西。你想要反抗，想要抗争，想要获得尊重，想要那些天生带着优越感的人收起他们的傲慢。可是这并不是你不计后果行事的借口和理由。严庚尧说着便站起身，对着前方一拳打出，拳浪发出破空声。你知道怎么出拳才会更有力量吗？严庚尧一边说着，一边将打出的拳头收回，一直收到身后，随后再一拳击出。砰！这一拳比之前那一拳更有力量，甚至产生了音爆声。争议时的长短虽然会让你在当时不吃亏，但在双方实力不对等时选择忍让，或许会让你的刀更锋利呢。你说是吧？吴凡认真的点点头。谢谢你，严校长。他知道黄志超和梅杰那群人背后的势力都让严庚尧给顶回去了，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吴感激，更不用说对方还真心的给他提建议。这一次的收拳是为了下一次更有力量的还击。这句话我记住了。国庆节一过，天气渐渐转凉，秋天已经到来。而自从上次事件后，吴凡也渐渐的低调下来，将自己的存在感降到了最低。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很多，他也淡出了众人的视野。星期天的下午，郊区的湖边，吴凡身上还带着昨天出门猎妖时留下的伤口。在每个周六的下午，学校放学后，吴凡会利用这个时间去城外猎妖，给父亲赚医疗费。这学期的每一周都是如此，风雨无阻。我成为 F 阶武者了。班级群里，王书月炫耀地发了一张自己的自拍照，一道紫色的星环出现在他的身后。紫色星环，这是魔血凶兽的灵盒啊！哇，书月你好棒啊！有室友小闺蜜羡慕地说道。哈哈，这是我爹地在猎武者公会那里给我预定的。暴富婆大腿，暴富婆大腿加1。嘻嘻，我家里给我买的灵盒也在路上了，等我也到了 F 阶，咱们在学校里切磋一下。吴凡背靠着大树，看着手机里的班级群聊天消息。本来这个群是没有他的，进入一班后也没人主动邀请他，后来是王书月把他拉了进去。当时的情况吴凡记得很清楚，本来热烈的聊天气氛，在他进群后瞬间冷了下来，除了孟洛西的一句欢迎，10多分钟都没人说一话。
所以在加了这个群之后，除了看看班长陈明阳发的学校通知，吴凡从来没有在这个群里说过话。不过今天的消息让吴凡感到心里有些沉重，因为这学期已经快到期末了，整个基地班基本都激活了第一个星环，成为了 F 阶武者，而剩下还没有进阶的也是在等路上的灵核。基地班里的这群精英是不会用学校里发的免费杂血灵核激活星环的，而吴凡因为被取消了免费杂血灵核的关系，这一大半学期灵压都卡在1000点，没有一点提升。如果当时没出黄志超那个意外，他才是班里第一个成为 F 阶武者的人。而现在要等的话，只能等到高2才能申请免费的杂血妖兽灵核了。可这样我就落后太多了，难道要我自己去猎杀一头 F 阶妖兽吗？想了想，吴凡摇摇头，准武者和 F 阶相差了一个大境界，基本上要5个以上的准武者才能去尝试，而且随着等级的升高，后面的大境界想要越阶击杀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是不可能。难道我也去买一个吗？一颗 F 阶杂血妖兽的灵核至少也要300万啊！无能长期治病要花钱，吴凡根本攒不到那么多的钱，选那条路都走不通啊！吴凡看着群里面的聊天记录，心情复杂，感觉心里有些郁闷。吴凡决定不再多想，猛地站起身，准备开始练刀。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心思转移的关系，吴凡注意到了一件事，我的灵压已经到了1000，按理来说应该和没觉醒一样，吸收多少灵气就要散去多少灵气，可为什么都已经过去大半个学期了，我的灵压依旧停留在1000，可灵气没有外泄呢？似乎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吴凡马上原地打坐，开始感受自己体内的灵压。湖边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吴凡感受着体内吸收的灵压化作微尘般大小的灵压粒子，跟着体内经脉游遍全身后，这些灵压粒子彷佛是宇宙中的星辰一般，在体内汇聚成了一团壮观的环状星团。笔下文学。而就在吴凡仔细地感受这团星辰时，他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是一缕新吸收的灵压粒子被体内这环状星团吸住，开始在最外围做逆时针旋转，而随着这些新的灵压粒子加入，让本来已经紧凑的星团更加凝实。吴凡甚至能感受到一些灵压粒子因为轨道拥挤而碰撞出来的强大能量。我记得武者物理课讲过，武者背后的光环为何被叫做星环，这是因为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观测到武者体内的灵压粒子是以环状形态聚集，像宇宙星辰一样在做天体运动。同时武者化学课上也讲过，灵压粒子就像是分子，总在不停的运动，但灵压粒子又拥有电子的特征，围绕着武者体内的灵气旋转着形成环状，组成一个个漩涡状的不稳定电子层，不符合红特规则。这个环状星团最后会在妖兽灵核的强大能量刺激下，形成粒子跃迁，凝结成一个稳定态的能量固体，这种稳定的固体能量环就是星环。之前吴凡对课本上的知识理解得很抽象，但现在结合自身，一瞬间就通透了。既然这样的话，吴凡一边思考，一边尝试控制并且压缩那环状星团。本来还散漫的星团被开始聚拢，游离的灵压粒子彼此碰撞频率增加，发出微亮的火花。吴凡只感觉体内正在被巨大的能量冲击，长刀开始发光发烫。只是凝聚了1/1000，吴凡就感觉承受不住了，赶紧停下来休息。而就是这1/1000的压缩，让吴凡的灵压从1000变为了999。但吴凡并没有感觉自己的力量变弱，甚至在一刀斩出后，灵压的调动、响应、恢复速度都快了那么一丝丝。这不会是心理作用吧？吴凡有些不确定。此时时间已经不早了，今天是星期天返校的日子。吴凡收拾收拾东西，直接朝学校的图书馆跑去。灵压的压缩，灵压与体积压强的关系。在上晚自习的时候，吴凡翻看着借来的相关书籍，在看了一晚上后，他终于弄懂了一些其中的原理。mwxbj.org， 这是一项被证明不可普及的修炼方法。武者将自身灵压压缩后，虽然力量总体不会改变，但因为其体内灵压粒子浓度太高，会导致自己吸收天地间灵气的速率下降。这就和你去捏一张作业纸，一开始捏成团时会很轻松，但是在捏到很小一团时，就基本捏不动了，是差不多的意思。这项研究在上个世纪就被放弃了，因为现在的地球空气中的灵气浓度不支持人类武者进行压缩灵压修炼。难怪我之前感觉吸收灵气的阻力增加了一点。吴凡思考了一下，从背包里拿出一颗学校发的杂品灵石，虽然杂品灵石里蕴含的灵气只有10点，但贵在精纯，浓郁的灵气被吴凡吸收。本来因为压缩灵压而变慢的吸收速度快速增加，其中的差别就像是没开会员的迅雷和开了会员的差别一样，下载速度一下子从20KB 每秒变为10兆每秒。但这种速度很快就没了，因为杂品灵石的灵力已经被吸收完，这就像是会员30秒体验卡一样，在诱惑着你赶紧去买下品灵石和中品灵石，体验更加持久的加速。虽然现在不是古生物时期，灵气浓度不够，但如果配合大量的灵石，也不是不能使用压缩灵压修炼法。随后吴凡便想到了那些控制着灵石矿的大势力和大家族，像那些大家族的年轻天骄，一定会压缩灵压修炼的吧。吴凡觉得那些人又不是傻子，压缩灵压唯一的坏处就是灵气不足，支撑不起后续的修炼，但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你普通灵压进阶为 F 阶武者，我压缩灵压成为 F 阶武者，这差距不是从最开始就拉开了吗？但吴凡是没有选择的，他被学校取消了国家免费发放的杂血妖兽灵核，还要熬过高以下学期到高2才能重新申请。看来在这之前，我只能进行压缩灵压修炼了。阳城保护罩外，一头7米高的9级猪妖倒在地上，小山般的身躯极具压迫感，其锋利的獠牙如果捅在同样大小的妖兽身上，肯定能捅个洞穿。此时一名少年正坐在大猪妖尸体旁的树下，拿着绷带一圈圈的缠绕胸口和胳膊上的伤口。等包扎好后，少年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本《武者生物学》。你被困在荒岛，急需恢复灵力游回海岸，可此时你的身边只有一只修炼了2年半会下蛋的鸡妖和几颗灵石。你现在有2种办法可以选择。第一种，你选择把灵石喂给鸡妖，让它下蕴含灵气的蛋给你吃，然后再吃掉鸡妖。
第二种，先吃掉零食，再吃掉鸡腰。吴凡想了想，果断选择了第二种，因为之前吴凡就在武者生物学学习到了关于灵力传递效率的知识。灵力如果在生产者和一级消费者之间再出现一个消费者，那将会损失部分灵力。果然没错，吴凡在看到练习册后面给的答案就是第二种后，脸上露出又顺利掌握一个知识的笑容。虽然此时是在充满低级妖兽的野外，让吴凡翻书学习的画面变得有些诡异，特别还是在旁边躺了一头巨大猪妖的情况下，但吴凡并没有受到影响。他本来就感觉修炼的时间不够多，现在只是趁着刚结束一场战斗，恢复体力和灵力的间歇，拿出书本学习一下而已。现在灵力恢复速度比以前快多了。吴凡感受着体内灵压的状态，经过1学期的压缩，他现在体内的灵压已经是之前的2倍。尽管这个过程十分的缓慢和艰难，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终于快要放寒假了，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多赚点钱，买一颗下品灵石和一门 F 阶武技。和其他同学期待放假的心情不同，吴凡对于放假的快乐来自于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外出猎妖。不过大家不要觉得猎妖很轻松，实际上吴凡每次的战斗都游走在死亡的边缘，但吴凡并不畏惧，毕竟像他这种情况，注定了选哪条路都不会好走，所以什么命他都不抗拒。天气渐渐寒冷起来，整个高一上半学期就要结束，这意味着寒假要来了。学校的假期安排已经下来了，下周就开始放假。听到李敏的话，台下的同学发出一阵欢呼。安静！李敏拍了拍桌子，马上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在放假之前，学校还有一次期末测试，而对于咱们重点班的学生来说，如果有人在这次的测试中没有及格的话，说到这里，李敏冷笑一声，将会成绩不合格的人将会被降级到重点班，甚至是平行班。李敏说这话的时候，将目光停留在了吴凡身上几秒钟。总之，我只是提醒你们不要掉以轻心，但如果是一整个学期都没有努力修炼的人，那临时抱佛脚是不现实的。李敏说完，就抱着一堆文件朝门外走去。教室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其他同学开始交谈起来。喂，你们听说了吗？在天一大学附近发现了一具尸体，王阳和梁峰几个人凑在一块聊天。自从上次他们被罚一起跑步后，就成了好朋友。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舅舅在重案组工作，每年都会侦办好多起凶杀案。李瑞在旁边插嘴道：“哎，这次可不一样，你们知道凶手是谁吗？”王阳一脸神秘兮兮地说道：“你别卖关子了，小心你的菊花。”王阳突然压低了声音说道：“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别告诉别人啊！放心，我守口如瓶小王子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听到众人的保证，王阳小声说道：“是一头妖兽啊！”听到王阳的话，众人大惊：“嘘，你们小声点，我老爸是阳城斩妖队的副组长，就因为这事，他都10多天没有回家了。”王阳赶紧让他们都安静点。其实这事我也听说了。一旁的梁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道：“我老爸是裁决所的，他说这事可能跟邪教有关。”听到他的话，王阳用一脸便秘的表情看着梁峰：“这事我也听我妈说了，他不是政府办的吗？他还说最近咱们阳城的保护罩可能要戒严一段时间，不允许随意进出城市。”李瑞也在旁边补充道：“好家伙，感情我才是那个最耿直的是吧？你这不能怪我啊，我答应我爸妈不说出去的，要不是看你们都知道了，我守口如瓶小王子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基地班里的这群学生基本上都是阳城上流武者家庭出身，非富即贵，获取信息的能力是一般人比不上的。实际上不光是王阳他们，班里其他人也都知道这件事。此时吴凡正在收拾自己的书包，看着前面空荡荡的座位。今天孟洛西又请假了。看着塞满课桌的情书，吴凡回忆了一下，这段时间孟洛西好像经常请假，外面又起雾了。这段时间阳城偶尔会出现大雾，因为吴凡坐在窗边的关系，所以能清楚地看到外界的变化。果然没过一会儿，雾气渐浓，可见度已经不足10米。保护罩里面居然能出现妖兽，这种事可要算进地方官的政绩考评里的。不知道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猎妖。无能的医疗费刚刚降低了一些，吴凡本以为经济会宽裕一点，可偏偏最近又发生了城里妖兽杀人事件。吴凡同学，就在吴凡看着窗外的大雾陷入沉思的时候，一旁有人打断了他的思绪。吴凡回头一看，是王书月。王同学，你有什么事吗？吴凡倒不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只是他在基地班这群武二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已。不过王书月、武凌霄、孟洛西这几人偶尔也会找他聊天。我不是说了吗？你可以叫我名字的，当然叫书月也是可以的。王书月在听到吴凡称呼他王同学后，有些不高兴。吴凡同学，你不是还没觉醒第一个星环吗？而且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王书月对吴凡在开学那次跑步事件中能站出来帮他说话的举动是很感激的。后来他想要感谢吴凡，但吴凡表示并不需要。我家里还有一颗纯血妖兽的灵核，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可以按同学间的有溢价卖给你。王书月没说直接给吴凡，而是很善解人意的说低价卖给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从很多小细节就能体会得到。谢谢，我还是不用了。吴凡拒绝道。一来吴凡目前还处在压缩灵压的最后阶段，二来就算再低价，他也买不起一颗纯血妖兽的灵核。如果实在太贵，我可以先给你用，然后等你进阶到 F 阶武者后再分期付给我也行的呀。看来这王书月不是一个小富婆，而是一个大富婆呀。吴凡内心里叹了口气，但对方越是这样，他就越不能接受。谢谢你的好意，我已经感受到了。吴凡冷峻的面庞微微一笑，随后便背着书包离开了教室。笔下文学。哎，你等一下。王书月恨恨地跺了跺脚，她一个大小姐好不容易主动跑过来示好，结果对方还不肯接受。书月，别理这种人了，好心当做驴肝肺。就是，像他那种平民出生的人，
能够和我们在一个班上课已经是撞大运了，不懂得主动维护好关系，还整天摆张臭脸，估计这次期末考试就会被踢出去。看到王舒月被拒绝，周围几个好闺蜜马上凑过来数落吴凡，顿时让她心里好受很多，毕竟她在家里也是备受宠爱的小公主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一回想起吴凡刚才拒绝她的那一笑，就觉得心脏砰砰在跳。吴凡走在回寝室的路上，大雾已经开始弥漫，可见度不到5米。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刚才拒绝王舒月帮助的事。吴凡当然能看出王舒月对他是有那么一些好感的，但吴凡并不想有进一步的发展。我现在只想斩妖赚钱搞事业，压缩灵压提升实力，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的武大。什么女朋友之类的东西，以后再说吧。毕竟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而就在吴凡快要走到寝室宿舍时，他突然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呼，迈入冬季的冷风吹过，让吴凡的皮肤感受到了一丝丝凉意。此时本应该是下午放学的时间，但周围都静悄悄的，异常诡异。吴凡站在原地，一股危机感自背后升起，这是他这半年来斩妖所形成的敏锐感知。扑通，只听一道重物砸落的声音，吴凡心中的弦已经绷到最紧，手中长刀紧握，随时准备一刀杀出。但过了半刻，那股浓郁的危机感渐渐消失。吴凡做了一个深呼吸，就刚才那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他握刀的手已经出汗了。可还没等吴凡彻底放松下来，面前浓郁的雾气忽然消散，露出前方熟悉的宿舍楼。但就在吴凡看到宿舍楼的那一刹那，他头皮顿时一麻。在宿舍楼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金色兽瞳，咔嚓，在兽瞳的周围，天空像是被受惊的玻璃一样开始皲裂碎裂。刚才吴凡听到的重物落地的声音，就是那一片片像镜子碎片一样的天空碎片落地的声音。咕噜，看着那比宿舍楼都大的眼睛，吴凡只觉得喉咙干涩。不过这一幕只出现了一瞬间，大片的浓雾吹来，巨大的金色瞳孔被浓雾遮盖，破碎的天空也瞬间恢复了正常。刚才那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此时吴凡的内心极度震撼，只是一只眼睛都比宿舍楼大，那隐藏在破碎空间后面的躯体得有多大？随后一个惊悚的想法出现在吴凡的脑海里，那该不会是一头妖兽吧？吴凡自己都被自己这个想法惊了一跳。不对，阳城是有 B 级能量保护罩的，除非那是一头 A 阶的魔神大妖。推测出这个结论的吴凡，只感觉脚下踩的这片土地随时都有可能被一张巨口吞下。他马上拿出电话打给了阳城斩妖队。喂，这里是阳城斩妖小队，我是阳城武者高中的学生，我刚才在我们学校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兽瞳，我怀疑有一头 A 阶以上的魔神大妖潜入了阳城。吴凡言简意赅地说道。啊，1阶魔神大妖。听到吴凡的话，对面接电话的值班武者人都傻了。如果真的是 A 阶的魔神大妖，不要说阳城一个 B 级县城，就算是拥有 A 级保护罩的地级市都有灭城的危险。小伙子，你没看错吧？我们这边的灵压检测所没有检测到高能灵压的反应啊。本来这名斩妖队的武者在听到吴凡的话后还惊了一下，结果调取灵压监控后发现根本没有高能灵压反应，这就证明阳城一点事都没有。不可能的，我绝对看见了。吴凡很肯定地说道。而且阳城最近不是有妖兽杀人事件吗？万一真有妖兽呢？听到吴凡谈起阳城妖兽事件，对面马上就不淡定了。那这样，你在学校里等着，我们马上去拿设备现场测量追踪。好。大约过了10多分钟，一辆特种车进入了学校，这一下子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围观。啊，这不是斩妖队的车吗？怎么来咱们学校了？听说是有人在学校里看到妖兽了。我靠，妖兽？真的假的？秦主任跟着几名斩妖队的队员，在吴凡所说的宿舍楼的楼顶架设了灵压监控装置，可不管他们怎么测，都显示没有高能灵压反应。这位同学，你没开玩笑吧？这里要是真有妖兽出现，至少也会残留一些高能灵压粒子的。斩妖队的武者看向吴凡，面色不善。吴凡没有质疑检测仪器，而是在思考为什么检测不出来。难道是空间碎片的原因？吴凡将巨大的眼睛和掉落空间碎片的场景描述了出来。小子，你没事拿我们斩妖队寻开心是吧？对方一听到吴凡的话，瞬间就怒了。你知道什么级别的妖兽会撕裂虚空吗？是超 A 级，你知道吗？我本来看你说的有模有样的，还以为真有什么 A 阶的魔神大妖，结果没想到你连超 A 级妖兽都给我整出来了，是嫌我们斩妖队不够忙吗？秦主任连忙在一旁说道。老李，这次麻烦你了。在送走了斩妖队的武者后，秦主任黑着脸对吴凡说道，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全校通报批评。几天后，学校食堂。哎，你们听说了吗？前几天咱们学校有人报假警。我知道，那天斩妖队来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几名学生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聊着八卦。那你们知道那人是谁吗？听说是高一一班，一个叫吴凡的。没错，就是他。其中一名男生对另外一名女生说道。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为什么啊？这名男生一脸笃定地说道。这个叫吴凡的人，在开学的时候就因为殴打同学，被学校处罚，减少修炼资源和免费零和。哦，这是我好像有印象。听说这个叫吴凡的不爱学习，身上经常带着伤，说是到处惹是生非，跟别人打架留下的。所以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进行期末考试了吗？根据他们同班同学爆料，说是这吴凡灵气只是 N 级，他们班除了他以外都进阶为 F 阶武者了，就他还卡在准武者巅峰。如果这次期末考试不合格，他就要被踢出基地班。哦，我知道了。所以他这次报假警就是为了制造恐慌，好让学校取消期末考试，提前放假。对，没错。哇，真是没想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人。就在他们聊得正嗨的时候，一名坐在他们旁边吃饭的少年站起身。吴凡走出食堂，他抬头看了看晴朗的天空。
我也希望是我看错了，但这是不可能的。等到上晚自习，李敏从门外走了进来。文化课的期末成绩已经出来了，下面我来念一下分数和排名。台下本来还悠闲的一众同学马上紧张起来。和武者中考不同，武者高考的文化课分数占比很低，不过一旦有涉及到排名的东西，都会吸引人的注意力。何浩57分，全校排名1572；周文78分，全校排名1519。整个阳城武者高中全校高一新生就1600人，这何浩和周文直接就是倒数前100。不过从他们脸上并没有看到多少失落，反而是一脸的骄傲，因为这证明他们平时都把时间用在了武道修炼上。而且在大多数武者的眼里，武者文化课成绩低，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王阳275分，全校排名1027；梁峰326分，全校排名926；李锐377分，全校排名825。李敏其实也不在乎这些文化课的成绩，每年武者高考文化课只占总成绩的 5%， 与其花费时间去做题，还不如把时间用在提升灵压、武技强度等方面。王书月535分，全校排名239。王书月开心地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虽然文化课占比很低，但他们家里对文化课还是挺重视的，并且还请了1对1的家教进行辅导。下面是全班的前3名，李敏是从最低名次往上念的。武凌霄558分，全校排名176。自从在开学输给吴凡后，武凌霄就变成了除吴凡以外最默默修炼和学习的那个人。孟若曦602分，全校排名37。哇，这个分数和排名让全班同学都发出惊呼，因为孟若曦的这成绩不只是在武者班里很高，就算是拿到那些普通高中也是很高的分数。602分，这还只是班级第2名，那第1名不得更高。有同学已经在提前倒吸一口凉气了。不过随后就有人反应过来，班里还有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没被念到。随后只见李敏将目光移向吴凡，然后说道：吴凡653分，全校排名第7。伴随着李敏的话，全班同学都侧头看向吴凡。653分，牛逼啊！有几个同学发出惊呼。哼，分高又怎么样？只是一个光会读书的秀才而已，咱们现在应该比的是武道修炼。陈明阳在一旁说道。本来他这次考了400多分，在以往的基地班里，这个分数已经很高了，但现在和吴凡一比，显得他像个学渣。笔下文学，没错，他现在灵压上不去，只能读书了。如果连书都读不好，那就别活了。文化课成绩下来，虽然有点骚动，但对班级的影响不大。你们做好准备，马上就要进行真正的期末测试了。我可不希望下学期见不到你们其中的某一位。几天后，武者训练室，吴凡，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武凌霄看着一个人坐在旁边的吴凡问道。今天是武者期末考试的日子，班上的同学都去集合了，我还有点事，你们先走吧。此时的吴凡闭着眼睛，浑身都在颤抖，像是在进行什么剧烈运动。再怎样临时抱佛脚都没有用的，快走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其他同学催促道，在他们看来，吴凡这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等这群同学走后，吴凡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等灵压恢复。还差一点。武者的考试当然不是做试卷，只见操场上每个班级站成2列，在他们前面的操场中央放置着一个巨大的铁块，铁块足有3米高，在它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超大的屏幕。而在操场远处的看台上，正有20多个大人物正在观看，他们中有校长严耕尧，还有猎武者工会的会长林燕，还有阳城的市长等。我叫张雷，是本次期末考试的主考官。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老师拿着名册说道。本次考试的项目很简单，大家都看到这块黑铁石了吧？你们要做的就是在不使用武技的情况下，使用灵气对这块黑铁石进行攻击。你们的攻击会被转换为评分，评分为 A 是优秀， B 是良好， D 是及格， E 是不及格。每名考生只有2次机会，评分会以最高的那次为最终成绩。现在从平行班开始上来进行考试。第一个，高一44班，王燕。张雷对着众考生喊道，他灵压很强，气血很足，即使不用大喇叭也能让全操场的人听清楚。加油，王燕，给我们44班争口气。在一众加油打气声中，王燕走到了黑铁石面前，只见他一脸坚定地召唤出一把小匕首，凝神屏气，调动全身的灵压，对着黑铁石一顿猛戳。枪，匕首在黑铁石上戳出一串火花。D，及格， D，及格。两边的大屏幕同时给出了评分。看到这分数，名叫王燕的女生连忙开心地跑下台。对于平行班的学生来说，能及格就已经很不错了。可恶，我的灵压比王燕还低一点，不知道能不能及格啊？如果能用武技就好了，我还专门练了1学期的莽牛拳。兄弟，你挺厉害的啊！莽牛拳在 F 阶武技里算是比较难的了。期末考核还在继续，人员交替的速度非常快。D，及格， C， 中等， E， 不及格。平行班的学生大多都是 D 级评价，少数是 E 级和 C 级。本来大家就对他们没什么期望，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考不上武大的。好，接下来是重点班的同学。重点班的学生平均水平在 C 左右，少数能达到 B 级评价。接下来就迎来了重头戏，基地班学生的期末考核。高一一班，陈明阳。作为一班第一个出场的人，陈明阳深吸了一口气，他缓缓踱步到了黑铁石前。此时的黑铁石虽然经历了上千名武者的攻击，但除了多了几道浅浅的划痕以外，依旧完好如初。只见他全身灵压绽放，手中出现了一把铁扇子，而在他的身后浮现了一道紫色的光环。F 阶武者，全场震惊，这是今天出现的第一个 F 阶武者，而且还是紫色的星环。不愧是咱们阳城的天骄，第一个星环就是紫色的，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有冲击帝都5大和华夏5大的实力。陈明阳身形飘逸，瞬息间出现在黑铁石面前，手中铁扇猛然展开，唰，黑铁石直接被切出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缺口。A 加，右翼，全场又是一阵惊叹。而此时的观看席上，老陈啊，你们家陈明阳很优秀啊，精气神内敛，举止也从容大气。一名在看台上的领导对另一名大人物说道：“哪里，还是你儿子优秀。”这群看台上的大人物基本都是基地班学生的家长，灵气拥有血脉传承，本身就拥有强大实力的父母，其后代只要正常培养，也会拥有强大的实力。这种模式只要世界不发生巨变，就会代代相传。A 加，右翼 ，A， 优秀。基地班的一众武者全部都是清一色的 F 阶武者，而且最差的都是纯血妖兽灵核激活的黄色星环，而这还只是单纯释放灵压使用灵气攻击。要知道，这群基地班的学生手里还捏着一个第一星环激活的武技。吴凡，吴凡呢？张雷看着名册上最后一个人，喊了好几声都没人回答。该不会是因为知道今天要丢人，所以躲起来了吧？隔壁重点班有人说道：“肯定是了，没有那个实力就别在尖子班待着，真是拧不。自己到底是什么水平？要我说，他吴凡也是够厉害，敢厚着脸皮待在基地班一学期。要是我肯定第一天就写换班申请书了。”听到旁人的议论，这让一群基地班的学生也不好受。哼，这个吴凡真是会给人找麻烦。陈明阳没好气地说道。而就在他抱怨时，远处出现了一道身影，这个人正是吴凡。一旁的李敏赶紧说道：“你跑哪儿去了？现在全校师生都在等你一个人，赶紧去测试。”吴凡的气息有点乱，看样子是飞奔过来的。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中走到了黑铁石面前，召唤出了自己的长刀。这灵压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一个学期了都还只是1000，这不他活该吗？谁叫他得罪咱杰哥和超哥？吴凡并没有理会那些声音，而是收敛了心神，对着前方的黑铁石就是一劈。不及格！看到大屏幕上的评分，全校都爆发出一阵笑声。哈哈，这废物真是要笑死我了！梅杰夸张的捂着肚子在笑。不行了，我笑岔气了。黄志超也在旁边大笑。大家本以为吴凡能拿个 D 或者 C， 没想到居然是不及格，这就证明吴凡虽然灵压高，但是体内灵气散漫，一碰就碎。散了吧，大家都散了吧。一些班级已经开始退场，返回教室了。而就在这时，吴凡却说道：“老师，我还有第2次机会。得了吧，就你这水平，就别蹦跶了，还再来一次。你是想笑死我，然后继承我的番茄会员吗？”张雷看了看吴凡，虽然脸上也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但还是说道：“那你调整状态，再试一次。”听到张雷的话，吴凡走到黑铁石面前，然后直接原地坐下。哇，我今天倒要看看这人还能整出些什么活。本来一些今天考得不是很好的考生，在看到吴凡后，心情也开始变好起来，因为起码他们不是最丢人的那个。啊，你们感觉到了吗？他的气势好像变了。有人忽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而就在这时，吴凡的身体忽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这让周围的同学都脸色一变。他明明只是一个准武者，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压？就在众人惊愕不已的时候，吴凡忽然握紧手中的长刀，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巨大的黑铁石面前，体内2倍的灵压瞬间爆发，一道肉眼可见的刀气与黑铁石碰撞在一起。轰！这一刀过后，整个操场寂静无声，只有大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大大的 S 级评分。有这种东西吗？这是假的吧？在短暂的沉寂过后，整个操场都炸开了锅。明明第一次测试是不合格，怎么休息了10多分钟就变成 S 级评价了？不少同学开始交头接耳，发出质疑声。老师，我们怀疑评分系统出问题了，重考！一些考试不及格的同学马上躁动起来。难道真的出问题了？张雷感觉这件事有些棘手，于是他召唤出自己的灵气，随手在黑铁石上面一击。评分 B， 良好。大屏幕上显示出评分。随后又有几名老师过来做测试，发现评分系统正常没有问题。那这事就玄乎了，既然不是评分系统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于是众人将视线放到了吴凡身上。我知道了，这吴凡肯定是作弊了。有一名重点班的同学突然喊道：“啊，这种事还能作弊？当然可以了。我跟你们说，在黑市上有专门卖在短时间里提升灵压的禁药，比如什么暴血丹、万灵液之类的。有些外国的武者在参加世界大赛的时候就会嗑这种药来短暂提升实力。真的吗？还有这种东西？对，我也听说过。裁决所把这些归类为禁药，吃了这些禁药，虽然会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但药效一过就会陷入长时间的虚弱，而且抽血化验和尿检都会检测出残留物质。一时间，关于吴凡嗑药参加期末测试的说法在同学间流传开来。难怪我看他的脸色不对劲，一般的武者都是面色红润，气息绵长，精气神饱满，而这吴凡脸色虚白，浑身灵压溢出，一点都不像是个正常的武者。他不是全场最后一个来参加测试的吗？他一定是躲在某个角落，先吃了什么暴血丹，然后等待药效发挥作用。他第一次不合格，一定是担心再不出现就取消考试资格，所以第一次没等药效起作用就进行测试了，然后第2次测试不是有段时间调整吗？他就是在等禁药发挥作用。众人越说越像真的，感觉事实一定是这样的。老师，我们强烈要求对吴凡进行血检和尿检。对，为了公平和公正，不然我们不服。学生们群情激愤，有些人用不屑的目光看向吴凡。什么是武者？就算是期末测试不及格，他们也绝对不会作弊，因为这是他们作为武者的傲气和底线。笔下文学。听到这些同学的话，吴凡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人内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你信誓旦旦的保证，在他们看来更像是在狡辩，会让他们更加的愤怒和鄙夷。而事实上，吴凡之所以第一次测试不合格，那是因为他刚完成2倍灵压的压缩，来不及调整状态就飞奔到操场上来了。当时他体内的灵压粒子还处在激昂状态，不断碰撞，同时体内的灵力还没有恢复，所以才得到了一个1级的评分。而第2次测试，他就趁着休息的时间调整了状态，稳定了灵压粒子，这才发挥出了原本的实力。吴凡，经过我们几个监考老师的商议，现在要请你配合一下，做几项检查。张雷一脸怀疑地对吴凡说道。没问题，我配合检查。吴凡并没有拒绝，而是冷静地说道，但我有个要求，就在这里当场出结果，我要所有人都能看见。行，就在这里。张雷也不多废话，给武者医院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医院就开过来一辆体检车，医生取下了吴凡1缕头发和3管血液，并对他做了尿检，而检查报告出来还要等一段时间。此时吴凡就闭着眼坐在黑铁石的旁，等待着结果出来。你看他装的还挺淡定的，不说人品的问题，就这心理素质还挺好的。呵呵，别看他表面这么平静，其实现在内心肯定慌得不行。哎，你们说，如果真检查出来他嗑了药，会不会被劝退啊？那是当然的啊，平民就是平民，一点远见和智慧都没有。他吃了基地班那么多资源，实力已经比很多重点班的同学强了，考试不及格又怎么样？最多就是降级嘛。现在搞得可能要被开除，啧，真是有够蠢的。今天对于这群高一的武者来说，这场面简直不要再有趣了。不过，一些家庭背景比较深的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我感觉吴凡不像是嗑了药，更像是在压缩灵压。压缩灵压？就他？不太可能吧？就是，也不是看不起他。我听说只有帝都、魔都、天府那些 S 级大城市的顶尖天骄才会去压缩灵压，他吴凡比得上人家吗？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支持吴凡的声音。我觉得吴凡同学他没有作弊啊，他平时很努力的，周末经常一个人出城去猎妖。由于比较关注吴凡的关系，王书月觉得吴凡有这个实力。书月，我看你真的是对吴凡这种人有滤镜了，你怎么这么傻？不过现在也好，等待会检查结果出来，你就能看清他了。有小闺蜜在一旁说道。洛西，你觉得呢？王书月看向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孟洛西。我也觉得吴凡没有作弊。哎，如果你有更好的资源，或许真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可惜了。孟洛西有些遗憾地看向吴凡，他没想到阳城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能有吴凡这么特殊的人存在。在众人的等候中，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毛发、血检、尿检都没有任何问题。医生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哗，全场都炸了。本来所有人都等着准备看吴凡被拆穿后的笑话了，结果你却说吴凡没有问题，这怎么可能？不可能，这检查结果有问题，你们绝对在包庇吴凡。现在的情况其实已经无关事实了，因为他们就是想看到吴凡被爆出有问题，不然他们刚才讨论了那么久，不就显得像个小丑了吗？呼！就在这时，吴凡忽然站起身，既然怎么样都说服不了你们，那这样如何？他站起身，缓缓走到黑铁石面前，随后深吸了一口气，从虚空中抽出一把破烂的长刀。吴凡双手握刀，就像平时在湖边修炼一样，闭上眼，将长刀慢慢举过头顶。在短暂的3秒钟过后，吴凡陡然睁开眼，轰！一道冲天的灵压亮起，吴凡的身上出现一道灵压光柱，强大的气势掀起阵阵风浪，像是狂风扫地，将操场上的草地吹得飞沙走石。2倍灵压，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长刀瞬间斩出，庞大的力量直接将黑铁石从中间劈开。恐怖的能量在劈开黑铁石后并没有消失，而是朝着操场上的看台一脚飞去。砰！10米高的看台楼顶上直接被削出了一道2米大小的缺口。吴凡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收起了长刀。之前他将所有人的议论都听在心里，可他并没有理会。不是说他没有脾气和血性去反驳，因为他只有一张嘴，而用嘴巴去解释的话只会淹没在众人的冷嘲热讽中，所以讲不出的话有很多，那么只能憋到用现实去反驳。吴凡看着操场上的众人说道，我知道我在学校里有很多不好的传闻，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那些都不是真的，所以你们不瞎的话就不要用耳朵去了解我。我宣布本次期末考试结束，综合成绩将在明天张榜公布。这场风波在严庚尧的话语中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第2天，高一一班教室，吴凡同学，你寒假期间有什么安排吗？教室中，孟洛西忽然转过身对吴凡说道，我准备收拾一下，去天府看望我老爸。这本来就是吴凡这个寒假的计划，但他现在还多了2个理由。第一个是孟洛西的警告，让他赶紧离开阳城；第二个就是那个在大雾中看到的巨大兽童。这2件事让他感觉现在的阳城可能十分危险，所以他决定一参加完期末考试就连夜扛着动车跑路。是吗？这就要走了？孟洛西有些遗憾地说道，像是在告别。不过随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神情又变得冷淡起来。就在吴凡收拾东西的时候，李敏出现在班级门口。吴凡，你给我出来一下。吴凡有些好奇，今天李敏对他的语气好像有点温柔。李老师，你叫我有什么事？李敏看吴凡的眼神有些奇怪，就像是在看年终奖金一样。吴凡，你这次的期末考试是全年级第1，根据学校规定，期末考试年级前35名都有奖学金。啊，还有钱拿？吴凡听到有奖学金，眼睛顿时一亮。我现在是来通知你，待会去校长办公室签字拿奖励。好的，我马上去。校长办公室，恭喜你啊，吴凡，你这学期的努力，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真的不容易。相比于其他学生，严庚尧更清楚吴凡的情况，但是我不得不给你浇盆冷水，你得尽快成为 F 阶武者。吴凡点了点头，他本来就准备寒假先去看望吴能，然
然后攒钱买一门 F 阶武技，就去尝试猎杀 F 阶妖兽。如果是原来的他，是绝对不敢去的，但现在有了2倍灵压，勉强有了与低级 F 阶妖兽的一战之力。你本次的奖学金为300万元，同时还有5颗下品灵石和1颗中品灵石，另外你还可以选择一门1阶武技。吴凡在听到这些奖励的时候有些震惊，那300万现金都是次要的，其中下品灵石市面上可是卖到100万一颗，而中品灵石更是昂贵，能卖到1000万一颗，更不要说还可以学习一门1阶武技。虽然每个武者通过觉醒星环能获得自带武技，但武者前辈们在长期的探索中也自创了很多可以通过修炼而习得的强大武技。一门1阶武技在市面上能卖到500万以上，那这次吴凡获得全校第1的奖励，折算下来足足有2300万。虽然吴凡上次在无能病危的时候6天赚到了500万，但那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奇迹，因为那是吴凡用命换回来的。如果再来一次，吴凡认为自己绝对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呵呵，这一点奖励就把你镇住了，那你以后考上了武大应该会更加吃惊，特别是全国顶尖的那10多所武大，他们拨给每个学生的修炼资源是你无法想象的。严耕尧笑着说道，可惜啊，我当年武者高考综合分数就差了3分，没考上全国前10的顶尖武大，毕业后只能来这个小县城当个校长。严耕尧的话让吴凡更加坚定自己要考武大的决心。校长，你放心，我一定给你考个状元回来。噗嗤，严耕尧刚喝下的茶水一口喷出，哈哈，年轻人就是有志气。可嗨嗨，严耕尧一脸的不信，但又不想打击他的自信，只好尬笑了几声。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你还是先把武技选了吧。严耕尧拿出一个平板电脑，在一个内部网站输入了账号和密码，平板上顿时弹出了一个像小说网站的界面，上面各种花里胡哨的武技封面在推荐位上挂着。武者小编强推，长生无敌功，简介 A 阶呼吸法，修炼此呼吸法将会获得比其他武者更长的寿命，活着终将无敌。斩神诀，简介 A 阶功法，配套心法和武技，修炼此武技上可斩神，下可斩妖，华夏境内神明进行。大力神功，简介 A 阶修炼法，此功法修炼到顶级可肉体成圣，力大无穷，可搬山填海，拳碎虚空，但此修炼法需要配套的大力药水，购买此功法附赠配方。看到这些武技的简介，吴凡眼花缭乱，就差把成年不做选择我都要写在脸上了。但随后吴凡想起来他还未满18岁，好像不能全都要的样子。哈哈，别看了，这些 A 阶武技打底都是10亿元以上，厉害的像斩神诀这种能卖到1000亿，有些还要贡献 A 阶魔神大妖的灵核，别说是你了，我最多都只能买个1页。笔下文学。严耕尧说完就在筛选，勾选了1阶武技的选项。1阶武技的数量比 A 阶武技多几十万倍，如果真要你自己选，你可能选半个月都选不出来，所以在你来之前我就帮你筛选出了几门武技，你自己看看想学哪个。吴凡先是感谢了一下严校长，然后就聚精会神地挑选起来。半月斩，引动体内的灵压，对外展出一道半月形的刀气，这个好像不错啊。吴凡在武者常识课上听老师讲过， F 阶武者的灵压不能外放，只能在体内流转，受到伤害只能局部减伤，而到了1阶，灵压可以在身体周围形成淡淡的透明保护罩，也就是常说的护体灵压。到了D阶之后，灵压强度已经足够高，可以瞬间离体，也就是到了可以斩出刀芒、剑气、枪影的程度。但这半月斩在1阶就可以做到外放离体，可以说是很特殊的武技了。不过吴凡并没有决定，他继续看下去。灵气盾聚集灵压形成护盾，可以护体灵压叠加使用，形成双重防御。防御类武技也挺实用，毕竟我的灵气是刀，攻击力足够，但经常受伤。有了这个武技，我以后猎妖的时候就能安全许多。严耕尧给吴凡挑选的武技都特别的实用，很符合他的状况，一看就是用心了的。疾风步，将灵压灌注在双腿，大幅增加移动速度，可以在打不过的时候逃跑。本来吴凡还说能学习一门1阶武技就已经很满足了，但现在他后悔了，为什么我只能学一门啊？饶是吴凡心性沉稳，此时也有些躁动。我要搞事业，我要搞钱，我要斩妖。他发誓，等他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下所有。就在吴凡纠结不知道要买哪一个的时候，他的目光移到了最后一门武技上。这是在看了这门武技的名字和介绍后，他直接指着平板电脑的屏幕说道：“就是它了。”严耕尧顺着吴凡的手指看过去，四象刀法，简介1阶武技，本武技根据 A 阶功法四灵诛邪阵简化而来。这四灵中，白虎为风，青龙为雷，朱雀为火，玄武为土。四象刀法将四灵简化为风、雷、火、土四象，单独一项的评级为 E， 而四项合一评级为 C。严耕尧有些意外，他没想到吴凡居然选中了这门武技。四象刀法是一门比较特殊的武技，首先他的介绍里就说了，它是另外一门 A 阶武技的简化版，而且它本身的评级其实是 C 阶武技，分类在1阶武技的原因只不过是它可以拆分。笔下文学，你不再考虑其他的？灵气盾、疾风步这些可都是很实用的武技。严耕尧让吴凡再考虑一下。不用考虑，就它了。吴凡很肯定地说道。能说说原因吗？严耕尧十分好奇。吴凡拿着平板电脑，然后指着四象刀法后面的价格说道，因为它最贵。严耕尧用手扶了扶额头，竟一时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吴凡的直觉是正确的。这个平台是教育系统内部搭建的，全国通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权威，所以在定价方面十分严格。贵就代表它很有价值。这样也行，反正你现在还没有学一门武技，学什么不是学？严耕尧反而觉得自己还没有吴凡看得开。不过这四项刀法要拆分购买，你现在只能选其中的一项。严耕尧提醒道。那就选。吴凡从学校财务室那里领取了300万奖学金的银行卡。
然后又去保管室领了1颗中品灵石和5颗下品灵石。随后吴凡一刻也没有停留，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发财了，发财了！吴凡看着面前的银行卡和灵石，有点小激动。1颗下品灵石蕴含的灵气有100点，1颗中品灵石蕴含的灵气有1000点，而 F 阶武者的灵压范围是1000到5000，到时候可以用这几颗灵石追赶落后的进度。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个人都有进取心，只是多少的问题。而武者就要比别人更多，因为你不强，就会被别人按在地上打。安置好灵石后，吴凡赶紧拿出贴身保存的 U 盘，这个 U 盘里面就装着4项刀法的修炼视频。随着科技的进步，纸质的修炼秘籍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网络网课教学更加效率。不过，纸质秘籍依然没有被淘汰，反而因为其具有保密性，让那些 A 阶以上的武技只有纸质档，没有电子版。吴凡打开电脑，点开 U 盘，输入了密码，就出现了一个视频文件。视频开头就是一个大大的雷字，3000雷刀。没错，吴凡选择了4项刀法中的雷刀，虽然本命武技的威力确实很大，可每次使用都要抽空体内所有的灵压，只能用来当做最后的底牌。所以吴凡想选一个效果差不多但能多次使用的武技，而3000雷刀恰好就符合这个条件。此雷刀非比雷刀，不是引煌煌天威，也不是灵压化雷霆，而是指刀势斩出，迅猛如雷，声震寰宇。吴凡认真地看着视频里的教学，这还是他第一次学习武技。星环自带的武技和这种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武技有本质的不同。人体内的经脉、血管、骨头、神经不知凡几，可以说现代医学也没弄清楚人体的详细构造。而要使用武技，就要激发体内的灵压粒子，而这些灵压粒子会根据不同的武技游走在不同的奇经八脉。星环觉醒的武技，武者天生就知道应该如何发力，如何引导这些灵压粒子在经脉里游走，最后用正确的方式使用出来。但通过学习而使用武技则不同，就像吴凡现在这样，要先弄懂这个武技的定义，然后再看一遍招式，等到招式熟悉后，就要学习如何让体内的灵压释放出来，形成武技。这个过程会根据武者的天赋不同而有所长有短，天赋高的人可能看一遍就会了，而天赋差的人修炼半年都还用得勉勉强强，有点意思啊。吴凡看着视频中的教学老师在使用3000雷刀的时候，气如虹，骨如钢，肌肉健壮如铁，步伐稳健，犹如大树扎根，奔跑起来又带着雷霆万钧的威势。吴凡敢肯定，视频里的这位老师应该是个 C 阶武者。看来我是赚到了。吴凡终于明白为什么一门1阶武技会卖得这么贵，因为这本来就是 A 阶武技的简化， C 阶武技的拆解。在观看这个教学视频的武者，不光可以学习到3000雷刀，还可以近距离观看 C 阶武者的战斗技巧。好强！尽管对方没有使用很强的灵压，但一招一式之间犹如铁画银钩，深深刻在吴凡的脑海里，看得他心潮澎湃，气血激荡。于是吴凡关掉了电脑，出门修炼。呵，吴凡裸着上半身，汗水从他身上滴落。虽然他的肉体强度不如教学老师，但因为长期的锻炼也充满力量。武者出汗在外人看来或许是艰苦修炼的成果，但在武道修炼中，出汗便是泄气，气出则体虚，肾水不固，目光浑浊。所以强大的武者一般一场战斗下来，虽然会疲累，但很少出汗。熟练度还差一些。吴凡已经修炼了有2天了，可以只掌握了形，这是因为在使用3000雷刀的一瞬间，体内的灵压释放的还不够顺畅。再来，尽管已经很累了，但吴凡依然没有休息，该用大脑的时候用大脑，该使力气的时候就使力气。现在是在训练武技释放的肌肉记忆，那就需要一次一次不停的练习。每一次的战斗都是在比谁各个方面都做到更好。如果在生死战斗中，吴凡出刀的速度慢了，或者因为不熟练武技而卡住了，那死的就是他。时间渐渐从清晨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再到深夜。此时已经进入冬季的寒假，不少同学现在正躺在温暖的家里玩手机。而如果有人偶然经过这个郊区湖边的话，就会听到一个少年正拿着长刀在不停的挥斩，嘴里还在说着最后一次。吴凡双手握住长刀，灵压从身体中爆发出来，随后对着湖面一刀斩去。3000雷刀，少年手中的长刀在夜空中划出一道惊雷。林有草深，云为雨，风为铃，于最沉寂处炸一声雷霆。喂，是吴凡同学吗？手机里传出来一道熟悉的女声。对，是我。吴凡拿起电话，发现对方是王书月。他本来在收拾行李，订了后天去天府的动车票，因为阳城是县级市的缘故，没有直达天府的动车，所以吴凡还得一大早坐半个小时汽车去地级市德城，然后在德城赶动车去天府。不过德城距离天府很近，动车只需要1个小时就到了。王书月同学，你有什么事吗？不知道为什么，吴凡越是不理王书月，对方就越是主动。是这样的，这不是放寒假了吗？同学们在班级群里讨论了一下，发现咱们班还没有举行过一次聚餐，所以计划明天晚上在市中心的金色湖畔聚一次餐，你看怎么样？还有，因为吴凡你平时不怎么和班上的同学交流，所以班里的同学都特别想你来参加聚餐。生怕吴凡拒绝，王书月马上补充道：如果是明天的话，那我有时间，只是班级聚餐而已，既然人家都主动邀请了，要是再拒绝就真的有点没趣了。挂断电话，吴凡继续收拾着行李，此时窗外边忽然暗了下来，阳城周围被团团的乌云包围住，希望明后2天不要下雨吧。第2天晚上，吴凡按照时间来到了金色湖畔，这是全阳城最好的餐厅，是剑南大酒店特意开设的私人高端餐厅，采取预约制，能在这里吃饭的人基本非富即贵，甚至实力还不低。法拉利、保时捷、迈巴赫，看着停车场里面的豪车，吴凡感叹阳城的有钱人还真多，随便一辆都是好几百万，足够买几颗下品灵石了。他在门口刷了武者证，然后跟着带路的服务员走到了比较靠里面的包间。推开门，里面是一群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年轻人，这让吴凡下意识一愣，以为走错了房间。还没等吴凡退出去，就有人看到他进来，
马上打招呼道：“哎，吴凡来了。”吴凡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间里的众人，发现都是高一班的同学，不过他们今天没有穿校服，而是穿着各种各样的名牌，让吴凡有些没认出来。来，快坐！王阳热情地招呼道。就差你一个人了。吴凡礼貌地对众人一笑，就在武凌霄旁边坐了下来。上菜，上菜！今天又修炼了一天，我都要饿死了。金色湖畔的服务水平确实很好，不到20分钟就把菜上齐了。这道菜叫黄金狮子头，是用一只13级的狮子妖兽为原材料，经过1天1夜的冷藏腌制，再刷上秘制调料。每上一门菜，服务员都要介绍一番。吴凡在听到这些菜都是用妖兽为原材料做的时候，有些吃惊。一头13级的 F 阶妖兽，不算零和的话，光是身体材料就能卖到200万元吧。而这仅仅只是现在餐桌上的一道菜，像黄金狮子头这样的妖兽菜还有20多道。不过做这些菜也没用到一整头妖兽，但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也价格不菲了。这道菜叫烈焰熊掌，是用一头15级熊妖的前掌，经过上千次的捶打，确保肉质劲道鲜嫩。俗话说，穷文富武，家里没点实力是修不起武道的。就算勉强修炼，最后不是默默无闻，就是气血两败。因为练武必定会大量消耗体内的精血和能量，平常的食物缺乏灵气，所以就需要通过食补将消耗的元气补回来。真正底蕴深厚的大家族，不仅是实力强、天赋强，他们还会在更多你不知道的细节上做到最好，比如拥有自己的农田，种植能够吸收天地灵气的稻米，然后每天用充满灵气的泉水灌溉。你说那些本来就天赋好的大家族子弟，每天吃着灵米和妖兽肉，你怎么和别人比？要不是学校给我发了300万奖学金，我估计连这顿饭钱都平摊不起。吴凡在内心感叹道。别看吴凡猎了一个学期的妖兽，但说句老实话，他连一口妖兽肉都没吃过，因为他把妖兽身上的材料全部都拿出去卖了，而那些卖出去的妖兽估计就和眼前的一样，被拿来做成美味佳肴了。吴凡吃了一口烈焰熊掌，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软糯，但一嚼起来却十分劲道不塞牙，像是在吃蹄筋，浇在上面的汤汁和肉完美结合，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一口吃下肚，吴凡感觉肚子里暖洋洋的，随后就有一股温和的火热感传遍全身，胃里开始出现一丝丝灵气。咱们放心吃，今晚的消费由赵公子买单。周文指着一个平时在班里存在感极低的男同学说道。在基地班中，除了吴凡，可能随便拉出来一个家庭背景都很厉害。吴凡同学之前多有得罪，但我认为大家都是武者，小事都不要往心里去。这杯我敬你，咱们今后在班级里好好相处。陈明阳拿着一杯酒对吴凡说道。没想到吴凡同学能够拿到全年级第1名，真的好厉害啊！自从吴凡在全校面前展示过实力后，班里的同学对他态度转变了不少，一切傲慢的轻视和不屑都会被实力的铁拳击得粉碎。因为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尊重不是靠别人施舍的，而是靠自己挣得。这个道理在武者中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你出身再高贵又怎样？你天赋再高又怎样？只要我比你强，你就得对我保持尊敬，不然我就会把你按在地上锤。这就是武者，比的就是谁拳头硬。对了，我最近听到一件有趣的事，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就在众人吃饭聊天的时候，李锐忽然在一旁说道，他一向消息很灵通。你说的该不会是有人在咱们阳城发现了一个古代人遗迹这件事吧？对，就是这件事。从省城来的考古学家一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几千年前的皇朝遗迹，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说是在遗迹里发现了5亿4千多年前的超古代生物。5亿多年前？我怎么感觉这么扯呢？就咱们阳城这种小地方还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个营销号又在搞炒作啊？拜托，这种事我真的见多了好吗？说不定关于古代人的发现是真的呢。一旁的孟洛熙突然开口说道。在1943年，美帝的科考船在南极大陆的冰川中找到了一处超古代遗迹，从里面得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在1945年的某一天，日岛的2个大城上空没有任何征兆的出现了2团高能磷压爆炸。之后的事你们也清楚，在那2场灾难中，日岛的2座大城直接湮灭，连废墟和灰尘都找不到，只留下2个直径几十公里的巨型大坑。孟洛熙说的是，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因为这件事或多或少都听大人们讲过，初中的历史书上也有记载。美帝也凭借着这件事，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国家，国际局势也变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虽然孟洛熙讲的是一件很大的事，但由于这种事情距离大家很远，就像是在听故事一样，所以也只是感叹了一下。我从儿童世界地理大全上看到过，南极大陆不是人类禁地吗？为什么美帝的科考船能进去？其他人不在意，但吴凡却很上心，他觉得孟洛熙不会无缘无故的讲这些。你知道南极大陆为什么会变成人类禁地吗？当初美帝发现那处古代人遗迹的时候，消息被间谍泄露，随后几十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绝巅级武者在南极大陆展开了一场大混战，直接将南极大陆的一角打沉了。听到孟洛熙的话，大家惊呼的同时也心生向往。绝巅级强者啊，那是90级以上的武者才有的称号。南极大陆的面积相当于咱们华夏的1.5倍，而绝巅级强者间的战斗竟然能打沉他的一角，简直太恐怖了。虽然在座的各位家庭背景都很好，但在什么平台就有什么样的格局，而阳城毕竟只是一座很小很小的县城。听到众人的话，孟洛熙只是摇了摇头。绝巅级武者并不是最强的，那些在南极大陆战斗的绝巅级武者，在打沉了冰山大陆的一角后，唤醒了一个更可怕的存在，最后只有5名武者逃了回来。而从那时起，南极大陆便成为了人类禁地。什么？几十名绝巅级强者，最后只活下来5个人？南极大陆是这样成为人类禁地的吗？孟洛熙刚才讲的故事简直颠覆了这群人的世界观。而最后逃回来的那5名武者分别来自5个国家，他们各自带回了一部分遗迹里的东西，但在不久后也都死了。听到孟洛熙的话，吴凡忽然想到了什么。难道说？孟洛熙点了点头说道，正是现在的联合国五常，
当年那5名武者中，有一位是来自华夏的绝巅级武者。所以，你是说，如果我们阳城真的发现了古代人的遗迹，这里也会变成一处绝巅战场？吴凡终于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了。或许不仅会变成绝巅战场，甚至会成为新的人类禁地。目前来说，只是发现了疑似遗迹的痕迹，具体的位置和情况还不清楚。孟洛西说道。孟洛西同学，你为什么会对古代人的事这么清楚啊？一向消息灵通的李锐疑惑地问道。因为我爸爸就是这次阳城考古队的带队教授啊，所以我才转学来的阳城呀。孟洛西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地瞄了吴凡一眼。原来如此，之前有些人还在疑惑，为什么像孟洛西这样优秀的女生不在天府那种超一线城市待着，偏偏要跑到阳城这个小地方来？我有点害怕。有女同学弱弱地说道。怕什么？就咱们阳城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有古代人遗迹？就算是有，估计也就和隔壁汉城挖出几千年前的三星堆一样。对啊，我也觉得不太可能。早上6点30，由于12月22日过后，太阳刚从南回归线往北移动，所以这个时间点的阳城天色是漆黑的。吴凡背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几颗零食和银行卡，还有2套换洗的衣服，就准备出门赶往天府了。孟洛西、古代人，这些到底有什么联系？吴凡一边走一边想着昨天晚上聚餐时的事。黑暗的街道上只有路灯亮着，除了环卫工以外，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而就在这时，吴凡的前方忽然走过来2道身影。由于长期在野外猎妖的关系，吴凡对灵压的感觉十分敏锐。很快，对面2道身影渐渐走近，借着微弱的灯光，吴凡看清了对方身上的装扮：斗笠，包裹住全身的黑色连帽斗篷。黑夜的掩护下，2人的面容隐藏在黑暗中，让人看不清楚。吴凡保持镇定，双方渐渐靠近。在擦肩而过的刹那，吴凡看似轻松，但全身肌肉已然绷紧，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因为他从迎面走来的2人身上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步2步，无事发生，对方似乎根本不在意吴凡，径直朝着远处走去。而走过街角的吴凡背后却惊起了一片冷汗。但最让吴凡感到惊奇的，不是对方奇怪的装扮和无形的压迫感，而是那2人的脸上戴着和孟洛西一模一样的诡异白色面具。吴凡加快了脚步，快速赶到汽车站，一屁股坐在后排靠窗的座位上愣愣发呆，一直等到汽车发车时才慢慢回过神来。为什么刚才在遇到那2个斗篷面具人的时候，我有种半只脚踏在悬崖边的错觉？窗外渐渐露出了晨曦，有了一丝光亮。此时开往德城的公交车上坐了大概有10个人。吴凡拿出手机准备搜白色面具是怎么回事，但搜了半天，网页的前几排都是电商网购平台的卖货链接，什么破浏览器？没办法，吴凡只能登录万能的聊天论坛，看看神奇的网友会不会知道些什么。而网友果然不负众望，只见一个帖子上的图和吴凡见过的白色面具一样。他马上点了进去，最开始的几个字就让吴凡表情严肃起来：邪教武者笔下文学。可就在这时，手机屏幕忽然切换，有人打电话过来。吴凡一看，是他老爸吴能。喂，小凡啊，你今天是不是要来天府啊？我现在已经在去德城的路上了，估计2个多小时就能到医院。那个我现在还有点事，待会儿给你打过来啊。吴凡迫切的想要知道白色面具和邪教武者的事情。啊，404。就在吴凡挂断电话，切换屏幕时，论坛上面已经显示该帖子已被删除。这么快？吴凡敏锐的察觉自己好像已经接触到了什么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东西。但没等吴凡再次搜索，整个小客车忽然一阵急刹，突然的刹车让没有准备的乘客直接飞了出去。饶是吴凡反应迅速，双手快速撑住前方的头枕，用力一推，身体也差点横飞了出去。操！差点咬到舌头。一名青年壮汉马上站起身，怒气冲冲地朝着司机的位置走去。师傅，你怎么开车的？青年问道。但此时的司机也是很懵逼，他脸色有些苍白，浑身肌肉都在不自觉地颤抖，像是受到了某种惊吓。这条路我明明已经开过了，为什么还会回来？司机是个中年大叔，平时健谈的他此时却有点连话都不会说了。你在说什么胡话？这时车里另外一名乘客说道，他是一个胖子，腰间的皮带还挂着 H， 一看就是一件奢侈品，估计是个做生意的小老板。由于妖兽横行的关系，人们在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一般都会选择动车。在动车的路线上有专门的保护罩，而且还有负责铁道安全的斩妖队来回巡逻。不过像阳城这样的小县城就没有动车，所以大家都是选择官方的客车。这种客车是特制的，一般能抵挡一阶妖兽的攻击。有时县城的斩妖队也会清理周围片区的小妖兽。除了前阵子传闻的妖兽杀人事件，阳城已经有将近30多年没有出过妖兽伤害普通人的案件了。出了什么事？吴凡也察觉到了不对，连忙走上前来询问。这条路我开了13年，就算是闭着眼睛开我都能开个来回，不可能出错的。司机大叔肯定地说道。不信的话，咱就继续往前开，你们待会注意看那个卖化肥的广告牌。司机大叔说着便启动了小客车，车子缓缓发动起来，朝前方行驶。这不是在动吗？没什么问题啊，你是不是眼花了？胖子乘客说道。而就在下一秒，他的脸色同样变得苍白，因为前方忽然就出现了那个熟悉的化肥广告牌。会不会是别人公司广告打得多，重复了？有人不信邪，这是遇到鬼打墙了？别乱说，咱们要相信科学。在其他乘客编鬼故事自己吓唬自己的时候，吴凡则是神情惊疑不定。刚才为什么会有灵压浮动？不知道为什么，吴凡忽然就想到那个能撕裂空间的金色兽瞳。古代人、邪教、兽瞳，一时间有些东西在吴凡脑海里连起来了。师傅，我们马上返回阳城。吴凡对司机大叔说道，现在情况未知，在野外很危险，毕竟阳城有 B 级保护罩，出了事还能撑一段时间。你瞎说什么啊？不能回去。
我还要去广府谈生意呢，这要是回去了，损失你赔给我啊。那个胖子听到吴凡说想回去，第一个反对。对啊，凭什么你说回去就回去？我们也是有急事的。其他乘客马上附和道。现在的年轻人胆子真小，一遇到点事就想着退缩，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师傅，再往前开一段呗，万一真是看错了呢？而就在众人劝说司机师傅的时候，在小客车的旁边忽然出现了一头巨大的鼠妖。滋滋，趴着的鼠妖接近5米，双眼猩红，看着车里的众人像是在看美味的食物。啊！不少乘客被吓得发出了尖叫。对于这群普通人来说，他们接触妖兽的途径就是看电视或者手机里的图片和视频，平时隔着屏幕感觉不到妖兽的危险，但现在光是鼠妖身上散发出来的灵压就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来气了。砰砰，鼠妖人力而起，对着车厢就是2爪子，车子被瞬间拍飞出去好几米。虽然小客车能抵挡一阶妖兽的攻击，但任何材料都是有极限的，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撑一段时间，然后等斩妖队的武者赶来。通讯设备失灵了。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就恐惧万分的乘客们直接绝望了。砰砰，鼠妖接连不断的攻击小客车，车厢在一次次攻击中变形。只见鼠妖举起锋利的爪子，对着车厢猛然一拍，枪！脆弱的铁皮被撕开，要死了！谁来救救我们？而就在车厢被切开的瞬间，一道人影忽然飞出，唰！只听破空声响起，长刀直接刺入了鼠妖的眼睛。滋滋，鼠妖发出凄厉的叫声，但吴凡不退反进，对着鼠妖的脖子就是一斩。咚！一颗硕大的鼠头砸落在地。太好了，我们得救了！见到鼠妖被击杀，一众乘客喜极而泣。你是武者？刚才还在数落吴凡的胖子老板惊讶地说道。我也只是一个准武者而已。吴凡没有炫耀，而是说道，这次遇到的妖兽不是很强，如果再遇到 F 阶甚至是1阶的妖兽，我们都得死在这里。吴凡看着鼠妖的尸体，此时他没时间去收拾，因为他感觉周围有许多股危险的气息正在靠近。好，咱们听这位武者大人的，赶快回阳城。刚才的鼠妖已经将他们吓得不轻，恨不得马上回到城市保护罩里。随后，只见一辆破破烂烂的小客车在水泥路上以赛车的速度朝阳城开去。市长办公室，怎么样？还是联系不上外面吗？市长韩磊问道。不行，彻底没有信号。而且什么？不要卖关子。此时的韩磊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了。根据派往外界的武者说，他们走不出阳城，咱们这片空间好像被人封锁了。韩磊听到这话，直接瘫坐在了椅子上，半晌才说道：我们现在只能等外界来救援了。咱们距离省城天府很近，省里的强者应该很快就能察觉，或许用不着多久，咱们就能脱离危险。可就在这时，阳城的斩妖队却传出警报！警报！发现高能灵压！一众武者被吓了一跳，这还是他们头一次听到这么紧急的警报。能级是多少？正在检测中。随后屏幕上出现了一长串数字：541、79921、1203712。那名盯着仪器的斩妖队队员一脸不可置信地喊道。可即使是到达了100万，仪表盘上面的数字还在不停地增长，周围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看向这边。就在数字快要突破1000万的时候，砰！检测仪器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灵压，直接炸开。在检测到超高能灵压后，阳城发布了红色警戒，请阳城所有的居民尽快前往附近的地下避难所避难。同一时间，社区工作人员包括军武者在内的机构全速运转起来。发生了什么事？不少人听到警报，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毕竟阳城这种西南内陆小城，不像东南沿海会经常受到海里妖兽的袭击，也不像北疆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有妖族部落。阳城的保护罩出现了问题，现在要关闭一段时间，让大家进入地下避难所，是为了保护普通居民不受到妖兽的伤害。这名社区工作人员解释道。城市保护罩出问题了。一听到这话，有反应快的人快速回家拿了一些床单被褥、食品和饮用水，然后就直接朝着避难所奔去，像什么现金、银行卡、玉器、黄金，看都不看一眼。当然，有看得清形势的，也有看不清形势的。在某个郊区的小村庄里，有几户人家正在门口观望。大妈，咱们快走吧，这里很不安全。几名年轻的军武者正在劝说老人离开房子，前往避难所。大惊小怪的，你大妈，我活了这大半辈子，遇到的突发情况比你吃的饭还多，这保护罩不是好好的吗？我走了，我家里的钱要是被偷了怎么办？一个大妈固执地坐在大门口，就是不走。听到这群军武者的话，另外一户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个老大爷，说不定又是什么全城演习，这是几十年前的全国灭妖行动经常搞。你大爷，我也是见怪不怪了，让城里那帮人应付就行了，咱也懒得去配合那群领导演戏。听到这里的动静，很快又有一群大爷大妈凑过来看热闹，似乎是一点都不把警戒当回事。这几名军武者是去年刚武者高中毕业的学生，因为实力低、天赋差，没考上武者大学，所以才去当了军武者，年龄比吴凡大不了多少。此时他们面对这群老大爷和老大妈，一时间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了，小伙子，你们也通知到了，可以回去交差了。说着，这名大爷就要回自己家里。可就在这时，在郊区不远处的山边，晴朗的天空中忽然裂开了一道缝隙，紧接着从这道缝隙中睁开了一巨大的金色兽瞳。那是什么？这一次没有浓雾，没有遮挡，整个阳城的人都看见了这个巨大的兽瞳。啊！有人在见到这个巨大的兽瞳时，恐惧的惊呼，更有甚者直接瘫坐在了地上。然后就在下一刻，从碎裂的虚空中拍出来一道巨大的利爪。咔！阳城的 B 级保护罩就像是气泡一样被轻易撕碎，利爪掀起狂风，无形的力量隔空撕开了远处的山峰，高耸的山顶被直接削平。天哪！看到这一幕，与保护罩一同被撕碎的
还有阳城53万人那脆弱的安全感。阳城某别墅，一名穿着白色科研大褂服装的男子看着窗外破碎的保护罩，脸上露出微笑。终于忍不住动手了吗？可惜已经晚了，献祭就差一点点了。说着，这名男子用手在脸上一抚，一道血红色的面具在他脸上出现，他的身上也套上了一件黑色连帽斗篷。这名男子正是邪教的第7圣徒贝斯科德，代号教授。只见戴着红色面具的第7圣徒对着天空打了一个响指，整个阳城瞬间乌云密布，该下雨了。他话语刚落，整个阳城忽然就下起了大雨，连片的雨幕似乎遮盖了金色兽童的视线。他不甘的嘶吼一声，随后渐渐地消失在了碎裂的空间中。mwxbj.org。 此时在别墅的大厅里还站着几十名戴着不同颜色面具的邪教舞者，其中金色面具的舞者最少，只有3名，白色面具的舞者最多。这种面具代表这些人在邪教中的实力和地位差距。红色面具代表着圣徒，金色面具代表着实力和地位仅在圣徒之下，被称作使徒，而紫色面具和蓝色面具次之，分别被称作门徒和信徒。白色面具是邪教最低的存在，被称为执事。当然，即使是最低级的白色执事，也是邪教的领导层。而真正在邪教最底层的舞者，戴着黑色的面具，实力一般在30级以下，是炮灰一般的存在。这些邪教炮灰原来都是没能觉醒灵气的普通人，但又渴望成为舞者，所以加入邪教，通过量产灵气技术觉醒，成为了舞者。走吧，裁决所那边很快就会察觉，咱们的时间不多了。没念声，阳城这边就交给你了。第7圣徒看着一名戴着蓝色面具的人说道：“是，圣徒大人。”这个叫做没念声的人是一名55级的 B 阶舞者，而他除了是邪教信徒以外，还是阳城舞者家族梅家的家主。当初替换吴凡中考成绩的梅杰就是他的儿子。第7圣徒说完，就单手撕开一道空间，带领其他邪教舞者离开了这里。我们留在这里的任务是吸引注意力，所以尽量把事情搞大一点。梅念生指挥道：“最近实验材料消耗很大，咱们这次正好可以多抓几个舞者，补充一下库存。梅琛，你带人去封锁出城的路，我带人去舞者高中。那群学生舞者的灵气质量很高，而且年轻身体好，不会在灵气移植的过程中死掉。”梅念生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出了最冰冷的话。阳城舞者中学地下避难所，因为每个避难所的规模和安全系数都不一样，舞者中学的避难所是整个阳城规格最高的，所以此时不光是舞者中学的学生，还有7、8万普通人一起涌入到了这里。呜，那只眼睛好可怕，我们会不会被妖兽吃掉？有小孩在依偎在母亲怀里不安的哭泣，不少人在保护罩破碎时太过惊慌，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拿就跑进了避难所。此时冬日的寒冷加上这场莫名的大雨，让不少人冻得瑟瑟发抖。大家不要慌张，保护罩破碎是一件大事，我们距离省城这么近，省里的强者一定会尽快赶来，我们要相信他们。或许是见气氛太沉闷，有人站出来激励道：“呵呵，你说的轻巧，你嘴里的那些强者，说不定正在享受美食和美女呢，哪有心情管我们的死活？呵呵，你这种人心里阴暗，别把别人想的那么不堪，天真的蠢货。”两人一来二去的就吵了起来。而就在这时，整个地下避难所忽然一颤，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撞击大门一样。是邪教舞者。看着外面几十名穿着黑色斗篷、戴着黑色面具的舞者，守门的军舞者和裁决所舞者惊呼道：“放心，咱们避难所这道门非常坚固，他们攻不进来的。”就在这名舞者话刚说完时，砰！大门突然被一道巨力打破，门口的10多名舞者连人带门一起飞了出去。大门被破，大量邪教舞者涌入，顶住，不能让他们进来。驻守在这里的军舞者、裁决所舞者纷纷召唤出自己的灵气，与门口的邪教舞者拼杀起来。但就在这时，大门外传来一道恐怖的灵压。什么？不少军舞者被直接镇压在地，裁决所的舞者稍微好一点，但战斗也受到了影响。他们满脸震惊地抬起头，看到一个戴着蓝色面具的邪教舞者正凌空悬浮在空中。B 阶舞者。如果说1阶舞者可以使用灵压形成保护罩，D 阶舞者可以瞬间将灵压爆发出体外形成刀芒，C 阶舞者可以长时间外放灵压震慑敌人，那灵压更加强大的 B 阶舞者就可以短暂的在空中飞行。所以但凡是 B 阶舞者，已经可以被称作是强者了。整个阳城实力最强的舞者也只不过是 B 阶而已。全部给我放下武器，不然赶尽杀绝！戴着蓝色面具的梅念生说道。呸！没门！一名军舞者坚强的想要从地上站起来。砰！没有任何话语，梅念生瞬间出现在这名军舞者头顶，一脚将他踩进了水泥地中。哼，要不是还要用你做灵气移植，不然你的头早就碎了。地下避难所实力最强的也只是一名裁决所的白衣裁决，是一名只有40多级的 C 阶舞者，在梅念生手下没挺过10招就被斩断了一只手，重伤昏迷。笔下文学。很快邪教舞者就将这里控制住，严登瑶估计很快就要来，那家伙不好对付，咱们快点把那些学生舞者活捉带走。梅念生对手下说道。一群邪教舞者开始在人群中搜寻，很快就有近100名年轻舞者被找到。他们也试过反抗，但这群邪教舞者基本都是20、30级的舞者，实力较弱的学生3、2下就被制服。信徒大人，我们发现有几名学生在我们和裁决所舞者战斗时逃跑了，不过他们有人受了伤跑不远。爸，我认识他们，他们是高一基地班的学生。梅杰戴着一个黑色面具站在一旁说道。哦，基地班，他们的灵气是 S2级的，那十分稀有啊。爸，这事就交给我，我带几个人去追。说完，梅杰就带着4个邪教舞者追了出去。而就在他出去没多久，邪教舞者还在避难所大肆搜罗之时，一道身影像闪电一样直接向梅念生杀来。武技手刃斩！
严耕尧暴喝一声，手掌化作长刀，对着梅念生的脖子就是一斩。砰！梅念生匆忙抵挡，但对方力量太大，他整个人倒飞而出，身体狠狠地撞在了避难所的墙壁上，炸起一片烟尘。第5星环，天崩地裂，不给任何喘息，严耕尧直接激活身后的黑色星环，一股强大的灵压在他脚上汇聚，随后只见他凌空一跃，朝着梅念生所在的地方一脚踩下。轰！正如他武继明所说，整个地下避难所瞬间地动山摇，以严耕尧为中心，半径50米，直接炸出10米高的地爆。周围好几十个邪教武者躲避不及，直接被炸成了血雾。嗨，梅念生口吐鲜血，此时他上衣被撕掉了一般，整个人十分狼狈，但不知道他脸上的面具是什么材料做的，居然一点事都没有。这家伙实力居然这么强！之前就有人说严耕尧快要进入 A 阶了，结果没想到传闻是真的，他真的就差一步了。梅念生不敢在熟人面前使用灵气，因为他和一般的邪教武者不同，有一部分邪教武者从始至终都是隐藏在暗中的，他们可以肆意的暴露自己的灵气甚至面貌。而像梅念生这种，他除了是邪教武者以外，表面上还是阳城梅家的家主，一旦暴露身份，整个家族基业都会被连根拔起。快撤！梅念生的任务就只是转移视线，来避难所抓人是想额外的一个大功，但现在他看严耕尧实力这么猛，决定直接开溜。哼，想逃？严耕尧脚下一踩，凌空飞奔，对着梅念生的后背就是一记炮拳。咔嚓！梅念生的护体灵压被直接击碎，嘴里吐出一口鲜血，虽然受伤，但他却借着这股力量径直朝大门口飞去。其他的邪教武者看到梅念生逃跑，也都朝着避难所的大门冲去。跟着我，杀出去！严耕尧大吼一声，带着一帮学校的老师追着杀了出去。呼！王书月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虽然作为一名武者，但在全力狂奔之下，体力也消耗得很快。不行，我跑不动了。另外一名女生说道。不要停下来，走！武凌霄一把抓住那名女生的胳膊，想要带着她一起跑。可就在这时，几道身影挡在了众人面前。哈哈哈！我看你们哪里跑！梅杰大笑着，带着4名邪教武者将几人包围了起来。你想干什么？武凌霄几人都是武者，马上召唤出灵气。S2级的灵气真是让人羡慕啊！梅杰看着武凌霄手上的烈焰长枪，眼中露出贪婪的神色。随后他就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一把淡蓝色的手斧。这灵气好眼熟，这声音也好熟悉，你是梅杰？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梅杰。这都能被认出来，看来这破面具也没什么用嘛。梅杰一边说着，一边取下了面具。真的是你？你居然是邪教武者！王书月惊讶地说道。梅杰的实力在阳城武者中学并不强，但他的修炼速度很快，同学们猜测可能是因为他家底丰厚，经常用灵石修炼，灵压才提升得非常快。行了，别说废话了。跟着梅杰而来的邪教武者不耐烦地说道。他是真的没想到梅杰这么蠢，居然在熟人的面前取下面具。哼，怕什么？他们已经是一群死人了。梅杰不在乎地说道。说话间，邪教武者出手，武凌霄举枪抵挡。当，一股巨力袭来，武凌霄整个人被击飞。哼，小小 F 阶武者也敢反抗？说话的这名邪教武者身后浮现出2道星环，显示着他一阶武者身份。呸！武凌霄吐出一口血说道。你这辈子也就是这个水平了。嘴硬！这名邪教武者在听到武凌霄的话后，像是被刺中了要害，整个人气急败坏，一脚将武凌霄踢飞了出去，随后压在他的身上，就要对着太阳穴轰去。不要！其他的同学想上来阻止，却被剩下的邪教武者拦住。住手！你不想要他的灵气了？梅杰忽然吼道。听到梅杰的话，这名邪教武者恨恨地收起了拳头，随手扇了武凌霄几记耳光。梅杰慢慢地走到躺在地上的武凌霄身边，从他包里掏出了一个电话。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你和吴凡那个杂碎是一个班的对吧？他一边说着，一边翻出了吴凡的电话，按下拨号键。我人生最大的耻辱，就是被吴凡那个贱民砍进了医院。刚才我在避难所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那个狗东西，今天我倒要看看这家伙究竟躲到哪里去了。而就在梅杰说话的时候，一道手机铃声在他背后响起。嘟，电话被接通。在电话和梅杰的身后同时传来一道声音。听说你在找我。听到背后传来的声音，梅杰整个人脊背一凉，头皮陡然炸开。他赶紧转过身，迎面来的是一抹寒光。啊！梅杰惨叫一声，他的胸前自肩膀到腰腹被斩出了一道巨大的伤口，鲜血溅起3米高，和他半年前在学校门口被吴凡打成重伤时的惨状一模一样。你不是在到处找我吗？我还以为你变得有多强，原来还是这样不堪一击。吴凡一刀斩出，闪身退后几米，不是怕其他邪教武者偷袭，而是他觉得梅杰的血很脏。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上啊！不然我爸不会饶了你们的。梅杰疼得在原地打滚，他的实力的确有增长，如果是在半年前，他早就昏死过去了。只能说武者的体质就是这么强。但梅杰话还没说完，就被人一脚踢了出去，身体在空中飞了5-6米远后，落在地上滚了几个圈才停下来。聒噪！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威胁我？一名邪教武者用不屑的声音说道。随后他转过身看向吴凡，眼里带着轻视。mwxbj.org， 一个 F 阶武者居然连一个准武者的一招都接不下，柯林石刻出来的灵压就是这样虚浮无力，只是个数字罢了。刷刷刷刷！4名邪教武者同时召唤出了一把黑色的镰刀，背后浮现出2道白色的光环。我们可不是那种只会嗑药的贵族武者，手上不知道沾过多少鲜血。邪教武者将吴凡包围，喋喋不休地讲着废话。吴凡刚才查看了一下武凌霄的伤势，发现伤得并不严重，
让王书月等人给他简单治疗一下，随后才将视线转移到邪教武者这边。人越没有什么，他就越想显摆什么。吴凡握紧手中的长刀，向身外一甩，地上被甩出了一道血线，长刀再次泛出寒光。显摆？你们这群天生就能觉醒灵气的小屁孩懂什么？你们享受的资源是我们这些平民做梦都得不到的东西。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却还要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你知不道你这样的表情，我每次看到都要恶心的吐出来啊！听到吴凡的话，邪教武者情绪有些激动，他大手一挥，想要用力的辩驳，将自己心中的不满全部发泄出来。我不想做无意义的辩驳，因为我也和你们一样，讨厌那些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获得一切的人。就比如他们常说，凭什么你20年的寒窗苦读就能比得上别人3代人的努力？我问你，你觉得这句话对吗？说着，吴凡长刀指向躺在不远处的梅杰。你觉得像他这样的武者贵族努力了吗？那凭什么他们有脸说出3代人的努力这种可笑的话？那些躲在城市保护罩里，只顾着享受，将自己吃得脑满肠肥，被美女和美酒把身体戳得千疮百孔的肥猪，能配称作武者？你所抨击的人，不正是你为之卖命的人吗？武者之所以受人尊敬，不是因为他们是武者，他们拥有远超普通人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会在妖兽袭城的时候用身躯挡在普通人的面前，是因为他们敢无惧生死，对你们这群危害他人生命的敌人亮剑。吴凡身体站得笔直，身如刀，形如刃，锋利的话语直接斩碎了这群邪教武者。心，住嘴！你真该死！一派胡言！4名邪教武者身上灵压浮动，举起手中的黑色镰刀，对着吴凡斩来。你们刚才还嘲笑梅杰的灵压虚浮，但在我看来，你们这群通过灵气复制觉醒的武者灵压更加脆弱。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砍出来的灵压。说话间，吴凡微微蹲下身体，身上的灵压陡然爆开，2倍灵压，3000雷刀，唰！远处的武凌霄等人只见吴凡身上炸开一道雷电，长刀犹如电芒一般斩出满月刀芒，轰隆，就像是忽然炸开的炸雷，包围吴凡的4名邪教武者护体灵压纷纷炸开，一刀秒杀4名异阶武者。这尼玛是准武者，这让一旁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也太强了吧！你是怎么做到的？有同学下意识问道。不是我太强，是他们太弱。邪教的炮灰欺负普通武者还行，遇到真正的硬货只会一碰就碎。不论是梅杰还是这群邪教武者，都验证了一个道理：武者的实力不是靠升级得来的，而是靠着自己的汗水和努力用拳头打出来的。听到吴凡的话，这群之前基地班的天之骄子纷纷低下头沉思，他们的家世背景天赋比吴凡不知道好多少，可仅仅只是过去了半年，吴凡就将差距拉得如此之大。吴凡，你想干什么？就在这时，本来还在装死的梅杰厉声喊道。只见吴凡提着长刀正在慢慢向他走来。对不起，吴凡，是我错了，我不该骂你贱民，我不该顶替你的中考成绩，都是我的错。看到吴凡那冰冷的表情，梅杰从来没想到过，在他们这样一个年纪，居然有人杀人能那么狠辣果断。我家里有很多灵石，有很多妖兽灵核，你要什么级别的都有，魔神大妖的我都给你弄来。梅杰一边说着，身体一边撑着地面往后缩。你知道你嘴里的贱民为了给儿子买一颗能觉醒的下品灵石，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你嘴里的贱民为了救他重伤垂死的父亲，能做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一个人在被逼到绝境时会发出怎样的怒吼吗？吴凡走到梅杰身边，解开了身上的衣服，露出了满是伤痕的身体。吴凡同学，王书月在看到吴凡身上的伤痕时，震惊地捂住了嘴巴。要怪就怪你得罪了惹不起的人，这是你们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别人时最爱说的话。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吴凡一脚踩在梅杰的背上，对着他的脖子一刀斩下。你们最强大的对手叫做一无所有。住手！就在吴凡要斩下的瞬间，忽然一道厉喝传来，远处一道身影出现，来人正是梅杰的二叔梅琛。但吴凡手起刀落，梅杰瞬间殒命。你真敢！梅琛满脸怒容，灵压瞬间锁定，径直朝吴凡杀来。mwxbj.org， 你们赶紧走！吴凡对着武凌霄和王书月他们喊道，随后转身朝反方向逃去。你逃不掉的。梅念生被严庚瑶击退后，见自己的儿子很久都没有回来，就让弟弟过来看一眼。没想到刚好就看到吴凡斩杀梅杰的那一幕。C 阶武者的灵压全部释放，将周围一片树林都震得簌簌作响。来得可真巧！吴凡看着身后追来的梅琛，用尽全力狂奔。砰！后面一道恐怖的能量巨斧杀来，沿途遮挡的树木全部被削成了树桩。就在巨斧快要杀到吴凡面前时，吴凡忽然向下一趴，巨斧擦着他的头发飞过，斩掉了几缕发丝。轰！灵压在吴凡面前炸开，强大的冲击波割开了他身上的衣服，脸上被飓风撕开了几道口子。好强！吴凡心中震惊，当下更不敢停留，头也不回地朝前方跑去。野外是他的主战场，阳城周围片区的地形他非常熟，只要拉开一段距离，他就有信心逃掉。哪里跑？梅琛怒不可遏，吴凡居然在他面前斩杀了梅杰，这下他没法和大哥交代了。武凌霄几人他已经没心思去管，今天必须要让吴凡付出代价。呵！吴凡身体一跃，3两下飞到了一棵10米高的大树上，随后借着树林的遮挡，在林间不停地穿梭。而梅琛脚踩着地面，每次跳跃都能飞过20多米的距离，两人的直线差距虽然在不断缩小，但就是抓不到吴凡。可恶的小子！但很快，吴凡就在一处悬崖边停了下来，身后传来恐怖的灵压。哈哈，这下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上次严庚瑶帮你躲过了一劫，这次你死定了。梅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多说，直接召唤出手斧，对着吴凡斩来。看着身后的悬崖和身前杀来的梅琛，
吴凡心中一横，直接从悬崖跃下。给我去死！梅琛对着跳下悬崖的吴凡，直接扔出了能量巨斧。身在半空中的吴凡避无可避，他只能握紧长刀，对着杀来的巨斧斩去。死了！恐怖的力量直接将吴凡的长刀击飞，长刀在半空中化作灵压粒子回到了吴凡身体里。巨斧剩余的能量疯狂地撕裂着他的身体。啊！剧烈的疼痛直接让吴凡在半空爆出了无数道血雾。扑通！伴随着重物落入水中的声音，吴凡在悬崖下方的大河中惊出一片血红色的浪花。哼！梅琛冷哼一声，虽然很多故事中的主角摔下悬崖都会死不了，但是梅琛却很自信，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还正面挨了我一斧头，就算当场不死，也会被水泡死。因为水流会加剧血液流失，人体一旦失去20%的血液就会休克，更何况是吴凡那样的情况了。这世界没那么多主角，你只是一个过客。梅琛再次望了一眼，就朝着来时的方向而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吴凡忽然恢复了知觉。疼！醒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浑身疼痛，然后第二个感受就是有人在给他包扎。吴凡睁开眼，瞬间脸色一变，他面前是一名戴着白色面具的邪教武者。唰！吴凡瞬间召唤出长刀，架在了对方的脖子上。是我！被长刀架住的邪教武者并没有惊慌，而是冷静地取下面具，露出一张吴凡十分熟悉的脸。孟洛熙。虽然很惊讶，但吴凡很快就平静下来。关于孟洛熙的身份，其实他已经猜到了，只是结合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才终于确认下来。你不是邪教武者吗？为什么要救我？邪教武者就不可以救人了吗？孟洛熙反问道。你认为这世界有绝对的黑和白吗？杀人的刀不也可以用来保护他人吗？吴凡沉默不语。我早就让你离开阳城，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之前听你说你要去天府，我还以为你已经到了。孟洛熙说着，手在吴凡的脸上一抚，灵压粒子化作白色的面具戴在了吴凡的脸上。这里到处都是邪教武者，很不安全。你先戴着我的面具，然后跟着我，不要乱跑。在戴上面具的那一刻，吴凡感觉到身体涌现出一股神秘的悸动。你这个面具怎么和梅杰他们的不同？吴凡问道。身份高的成员面具都是特制的，除了可以遮挡气息以外，还可以改变星环和灵气散发出来的颜色，甚至形状。孟洛熙说道。灵气移植技术、复制灵气技术，还有面具隐藏技术，邪教的黑科技怎么这么多？吴凡再次感受到了邪教的厉害。好了，你现在别说话，跟我走。孟洛熙带着吴凡往内部走去。吴凡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顺着河流飘到了一处地下断层。难道你们真的发现了传说中的古代人遗迹？吴凡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这些你不要多问了，知道的太多对你不好。就在这时，前面走来一队人，吴凡瞬间紧张起来，因为他感受到那群人的灵压非常强，比起梅琛来说只高不低。大人！让吴凡惊讶的是，这群高阶武者并没有诘问他们，反而是对着孟洛熙行礼。看到这一幕，虽然吴凡心中有疑问，但此时却不敢说话。之后，这群邪教武者在扫了吴凡一眼后就离开了。呼！吴凡内心松了一口气，刚才那种紧张的气氛让本来就是重伤的身体，伤口差点没绷住，再次渗血。邪教的特制面具这么好用的吗？居然没有察觉出我的问题。吴凡内心暗忖道。紧接着，吴凡跟着孟洛熙搭乘了一个地下电梯，这是专门用来考古用的。随着不断深入，两人来到了地下最核心的地方。就在吴凡一踏出电梯，他一抬头看到眼前的这一幕，瞬间呆在了原地。这是吴凡的眼前是一个空间巨大的空洞，足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头顶的空间有将近100米高。那是吴凡朝远处看去，在中央处有一个四面燃着蓝色火焰的祭台，在祭台中央摆放着一颗橄榄球大小的金色球体，一颗妖兽蛋。但更让吴凡震惊的是，在祭台的远方有一处被凿开的100米高石窟，石窟上有奇怪的壁画和神秘的符号，看起来像是文字。而在壁画之下露出了一小块琥珀色的晶体，似树脂又似金属，里面是半透明的。吴凡从这一角的琥珀晶体中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个被封在里面的人，没错，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年轻的黑发少女。琥珀晶体只露出了一角，只能看到少女上半身的身体。她穿着一件白色薄纱长袍，闭着眼睛，像是在沉睡。而在她的胸口还插着一把黑色的长剑，那就是传说中的古代人。没错，但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孟洛熙回答道，随后就带着吴凡朝地下边缘走去。你就待在这里，等圣徒大人把这个古代人从石壁里挖出来，你就安全了。孟洛熙将吴凡安排在地下空间的边缘，让他像其他的邪教武者一样装作守卫。随后他就走向了祭台中央，那里正站着几名邪教的高层。看着那群祭台中央的邪教武者，吴凡强烈的感知告诉他，那些人很危险，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吴凡站在角落，隐藏在黑袍下的伤口还在发出让人难以承受的剧痛，可现在的他只能硬撑着，紧咬着牙坚持不让人察觉出他的怪异表现。吴凡回想着不久前发生的一切，心中涌起一股难以遏抑的不甘。弱者在面对这些大势力、大人物时，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无力感让吴凡捏紧了拳头，但这种不甘和无力感并没有让他意志消沉，如同在没有成为武者前，越被轻视就越要成为武者一样，他胸中燃起了火焰。为了以后不再像今天一样成为可以被随意捏死的蝼蚁，我要变强，要踩不死，打不倒，锤不烂的一直往上走。无人看到吴凡此时隐藏在面具下的那坚毅的眼神。圣徒大人，这大荒真种的血脉真好用，预计再有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破开这诡异的壁画，把那个琥珀晶体挖出来了。一名戴着金色面具的邪教使徒说道。不愧是古代人，不知道多少亿年前的生物体，居然到现在还能检测出生命的迹象，只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技术。等把琥珀晶体带回去，
就可以好好研究研究那个被封在里面的生物了。圣徒大人一直在研究的古代人永生技术，可能就有突破了。戴着红色面具的第7圣徒贝斯科德站在巨大的壁画面前，远远地看着相隔不到50米的琥珀晶体。可他的手刚靠近一点点，只见从手指开始，一直到手掌，开始慢慢的腐化，变成白骨，最后化成齑粉，彻底消失。人类真的可以永生吗？贝斯科德将只剩手腕的手伸了回来，随后只见他风化消失的手被一阵蓝色的火焰灼烧，从祭台处的金色妖兽蛋上传来一丝丝生命能量，让他消失的手开始慢慢重生。不愧是大妖兽，不管受多重的伤，都可以瞬间超频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色的淡光芒越来越淡，而邪教众人可以靠近琥珀晶体的距离越来越近，只有不到10米。可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地下遗迹忽然颤抖了起来。吼！一道恐怖的兽吼声响起，只是一瞬间，一柱恐怖的能量光束贯穿了整个地下，有几个没反应过来的邪教使徒被直径100米的光束扫中，瞬间变为了飞灰。什么？在地下遗迹角落的吴凡，虽然很幸运的没有被这恐怖的光束扫中，但依然被镇住了，因为那几个被瞬间蒸发的邪教信徒是60多级的 A 阶武者。吃！地下近1000米的遗迹上空，被高能灵压光束撕开了一个圆柱形的天井，沿途断层处的岩石化作岩浆，散发着恐怖的热量，缓缓从高空滴落。热浪、气浪、蒸腾的灵气，将这一处地下遗迹变为了熔浆炼狱。从地下抬头遥望近1000米的高空，有一只金色的兽童。终于忍不住动手了吗？还差一点点，不能让你破坏了。第7圣徒整个人灵压爆发，背后竖着浮现了8个光环。这是？吴凡惊呼道。80级的灵界超 A。之前吴凡在武者中考时回答过，超过70级的武者被称为超 A 级武者，而80级以上则被称为灵界超 A。之所以被称为灵界，是因为一旦跨过这道坎，就能成为90级的绝巅级武者。第8个星环是金色的，一头大荒真种级的大妖，一名80级金色星环的灵界超 A 级武者。这两种平时只能在新闻和书本中看到的传说级存在，今天竟然在小小的阳城中出现了。只见第7圣徒身影撕破虚空，瞬间出现在几千米之上的高空，与那巨大的金色兽童持平。随后只见他手里出现了一根白色的拐杖，在脚下一点，同时背后的第8个金色的光环亮起。归刃。霎时间，他的背后出现了一个近万米高的圆形阵法，其中复杂的纹路流转，将近一半没入了大地之下，天地瞬间变为了暗金色。这里是？吴凡只感觉自己好像离开了原来的世界，来到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这是灵界超 A 级武者的力量，可以解放自己的灵气，临时剥离出一个空间，形成自己的领域。而在这里发生的战斗是不会影响到外界的。此时，孟洛西出现在吴凡的身后，只见他脸色苍白，浑身狼狈，右腿处还有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你没事吧？吴凡赶紧过去查看他的伤情。刚才我就在中央，大腿擦了一点大妖的灵压咆哮，没死已经算是运气好了。孟洛西的伤口还在不停的灼烧，一股强横的灵压抑制着他自身恢复。走，我背你出去。吴凡想趁着现在混乱，带孟洛西离开这里。没用的，被拉入了领域，除非主动解除，或者灵压不足以支撑，不然我们是逃不出的。孟洛西背靠在墙壁，说道：咱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祈祷圣徒大人能压制住那头大荒真种，不然不仅是我们2个，包括整个阳城的人在内，都得死。为什么救援的人还没来？市长韩磊飞在城市的上空，远远地看着阳城北边，那里正传来令人心悸的灵压波动。轰！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在遗迹深处响起，紧接而来的便是一股狂风。呼！飞沙走石，不少高楼被拦腰吹断，郊区的平房直接飞上天空。我们这里可是内地啊，为什么一个邪教的圣徒和一只大荒真种级别的妖兽能越过防线跑到这里来啊？韩磊心中充满了疑问。要知道，在阳城这样地处内地、背靠省城天府的城市当市长，是多美的肥差。这里不像东北有妖兽森林，不像漠北有死亡草原，不像北疆荒无人烟，也不像东南沿海被海妖袭扰。可以说，在阳城这样的城市，根本不需要考虑生存的问题，而且资源丰富，时常有各种聚会和酒席。很多没有关系或者有远大抱负的武者，都会选择去华夏的4方边境担任市长，那些都是一心为国为民、充满着热血的人。而父辈是武者贵族，拥有盘根错节关系网的人，就会去内地城市当官。韩磊本来以为可以安安稳稳度过几年，随后就调任去地级市得城，但他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市长，城市里涌入了大量的低级妖兽，我们的人手有限，加上还有邪教武者，我们只能被动防守。一旁的助理说道。哎，现在只能庆幸内地的妖兽级别低，不然像藏省和南云省边境那里的10万大山可是不止有一头超 A 级妖兽。而就在此时，阳城远处的天空中忽然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咔嚓，随后更大的碎裂声响起。开！只听一声响彻天地的声音，阳城被封锁的空间被撕出了一个大洞，从洞口处飞进来一个浑身被金色灵压包裹的武者。裁决所第9裁决，宗方明。被宗方明破开的空间缝隙开始缓慢愈合，但也有将近100名武者飞了进来。终于来了！韩磊看着那道飞在空中的金色人影，犹如看到了神明。而且别看只飞进来了近100名武者，但要知道只有 B 阶以上的武者才能飞行，也就是说增援的部队全是高阶武者。咱们有救了！助理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哽咽。是啊。办公室一众工作人员喜极而泣，在黑暗中等待未知的光明，压力太大了。但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他们发现那群救援的武者第一时间并没有往城区来，而是飞到了城北遗迹。武技贯穿之矛。宗方明手持一把金色的长矛，对着邪教圣徒展开的领域扔去。轰！在长矛离手的那一刻，
空气荡开了一道直径1000米的音爆。砰！长矛瞬间击碎了第7圣徒的领域。正在和大妖战斗的贝斯科德刚一回头，只见一道恐怖的长矛划破长空，仅仅不到0.001秒的时间就插在了他的胸口。轰！轰！轰！长矛带着第7圣徒的身体横飞出去，撞穿了好几道岩石层，炸出了一道蘑菇云。咔！第7圣徒的领域瞬间破碎，爆炸产生的恐怖能量冲击波席卷到了阳城小半个城市。阳城里的邪教武者、低阶妖兽、裁决所武者、斩妖队队员、军武者等全部被这股力量震慑在地。地下避难所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地震，甚至有些地方直接裂开。哇！不少孩子吓得哇哇直哭，眼泪止不住的流，就连一些大人都吓得丢了魂。地下深处，吴凡从一块大石头下爬出来，他身下是大腿受了重伤的孟洛西。此时的两人狼狈之极，此刻不管是邪教武者还是学生武者，在绝对的强者面前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杀！从天空中飞下来一群穿着金色和蓝色制服的裁决所武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奔着那个古代人遗迹去的。邪教高手和裁决所精锐片刻厮杀在了一起。原来你一直在暗中观察，嗨嗨！第7圣徒将身上的光芒捏碎，嘴角吐出鲜血。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第9裁决宗方明站在高空中，俯视着下方说道。那只巨大的金色兽童此时正隐藏在空间碎片中，它的本体不在此地，而是利用自身的强悍肉体撕裂虚空，隔着万里在战斗。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在进入华夏第1道防线时就会被拦下。此时他看着祭台上那颗气息越来越弱的蛋，瞳孔中露出滔天的杀意。好！只见一只巨大的妖兽轮廓开始挤压空间，像是本体要驾临一般。不好，赶快撤！宗方明脸色一变，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1000米之外。其他的邪教武者和裁决所精锐也都感觉到了危险，飞速离开此地。休想阻止！身体被贯穿的第7圣徒挡在了祭台面前，只见他身后的光环大亮，空间封锁。在大妖背后忽然出现了无数道锁链，用力的将快要冲破虚空的他往回拉。好！大妖不甘地发出怒吼，可身体却在一点点往后退。终于在几秒后，空间终于安静了下来，整个阳城北部再也没有掉落的空间碎片，天空一片安宁。就在众人以为大妖已经被彻底封锁时，孟洛西却脸色一变，对着吴凡大吼道：“快趴下！”轰！一道如最开始那般直径100米的巨大能量光束从大妖消失的地方射出，第7圣徒擦身而过，光束直接吞没了他半边胳膊。等一下！吴凡看着这道光束透过贝斯科德的身体后，径直飞去的方向是阳城。笔下文学，他来不及阻止，也没能力阻止。吴凡感觉这一刻的时间就像是暂停了一般。阳城完了！可就在此时，10几道身影忽然出现在这道恐怖的光束面前。严校长、林会长，还有一群吴凡不认识的武者。此时他们组成了人墙，挡在了城市的前方。在生与死的瞬间，有人有心无力，有人选择看戏，也有人挺身而出。狂风吹在严耕尧的脸上，这一刻他的内心无比平静。轰！一道强大的灵压自他身上爆开，卡在 B 阶巅峰许久的灵压终于松动，今日他终于迈入 A 阶。兄弟们，上！10多道强大的灵压汇聚在一起，冲向了那道恐怖的大妖光束。砰！仅仅只是1秒，他们便化为了飞灰，而那道恐怖的光束却硬生生的被打偏了1米。而正是这1米的偏差，让这道能夷平阳城的毁灭一击打在了远处的山上。轰！这一瞬间，地动山摇，沿途几十里，近10座山峰被从中间射出了一道横跨2座城市的巨大沟壑。巨大的能量潮汐引起了天气的变动，本来乌云密布的阳城更是形成了一道黑云漩涡。那头恐怖的妖兽被彻底隔绝，但他最后一次的攻击也击碎了这一片天地的封锁。咔咔咔！笼罩在整个城区和森林的空间罩子像玻璃碎片般裂开。赶快发通知！快撤！韩磊整个人都在打着哆嗦，双腿颤抖不止，但还是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或许是严耕尧等人最后那拼死抵挡的一幕带给了他不曾拥有的勇气，一股责任感从内心升起。他竟然回想起了自己曾经就职时的誓言：我发誓，我会守护一方土地。曾经他以为那只是口号，但此时此刻他想做点什么。走，快走！地下避难所从地上爬起来的军武者和斩妖队队员开始引导人群往外走。排好队，别急！浩浩荡荡的人群开始朝城外涌动。10多分钟后，各种大客车、小轿车，甚至是军用直升机开始大规模转移平民。从空中看去，阳城通往其他城市的道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滴滴，汽车不断发出的鸣笛声。但就在这时，又是一股庞大的灵压升起。哼，这下你跑不掉了！在刚才大妖攻击时，远远躲开的第9裁决宗方明忽然朝着受伤的邪教圣徒冲去。两者相撞的瞬间，彼此的护体灵压产生了剧烈的摩擦，形成了一股大型的冲击波。不好！吴凡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他背上无法行动的孟洛西也同样跟着飞了出去。咚！两人狠狠地撞在了倒塌的巨大断层石壁上。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地下遗迹，有的仅仅是一个阳光可以照射下来的大坑。3个顶级强者间的战斗直接改变了这里的地形。笔下文学，吴凡和孟洛西能活下来，只能庆幸自己不在正面战场，而遗迹处其他武者全部逃离，只剩下贝斯科德和宗方明2人。砰！第7圣徒再次被击飞，他本来就和那头妖兽大战一场，后又被宗方明偷袭，此时状况很不好，身上的黑色长袍已经破碎大半，但脸上的面具依然完好无损。好机会！宗方明不想过多缠斗，
他一个闪身飞到琥珀晶体面前，刚想触碰，却被一股庞大的力量给弹飞。轰！快躲开！看到宗方明飞来的方向，吴凡大吃一惊，赶紧拽住孟洛西，两人齐齐躲在一块塌方掉下来的巨大石块后面。砰！尘土飞扬，巨石滚落，宗方明将地底石壁撞出了一道100米大坑。嗨嗨嗨嗨！吴凡只感觉浑身都要散架了，肺部吸入了大量的粉尘，嘴里不断咳出鲜血。邪教的面具此时已经化作了灵压粒子，回到了孟洛西的身体中。你没事吧？吴凡赶紧看向孟洛西，发现他已经昏迷了过去。哗啦！就在吴凡准备背着孟洛西再次离开时，他的背后忽然响起了一阵落石声。一个浑身散发着金色灵压的武者出现在吴凡面前，方正的面容，威严的神情，强大的气势，还有那道没有掩饰的杀意。你背上的是一个邪教武者。宗方明的话虽然是疑问句，但吴凡知道这并不是询问。邪教武者，该杀！说着，宗方明对着吴凡，两人就是一矛。噗嗤！透明的能量长矛贯穿了吴凡的身体，猛然扎向背上的孟洛西，一股庞大的力量瞬间将两人钉在了不远处的墙壁上。这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作恶多端的人和善良的人都只有一条命。宗方明看着墙壁上的两人说道，随后就要转身离开。等等！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声音叫住了他。我有件事想要问你。吴凡抬起头，脸上没有宗方明想象中的对死亡的恐惧。刚才大妖攻击杨城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阻止？鲜血从吴凡被贯穿的胸口处滴落，他先是被梅琛重伤，随后又被大战波及，最后又被宗方明钉在墙壁上。吴凡的身体已然是风中残烛，可能在下一秒就会死掉。似乎是为了忌惮琥珀晶体的力量，又似乎是在等邪教破开禁制，宗方明没有再贸然行动。听到吴凡的话，他平淡地说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我的任务便是阻止邪教带走古代人的遗迹，所以我不能浪费任何不必要的力量。如果没有那些主动挡在杨城前面的武者，你是不是也会看着城里几十万人被碾成灰烬？吴凡死死盯着宗方明的眼睛，他想听听这个杨城一直盼望着的最强救援到底如何回答。这是时代的阵痛，必要的牺牲。生在这个妖兽横行的时代，所有人都要有随时赴死的决心，不只是这几十万人，就连我也是一样，需要我付出生命时，我定当义不容辞。宗方明说的是如此的大义凛然。而就在这时，从地下窜出来一股诡异的蓝色火焰，蓝火没有温度，却能附着在岩石上，周围但凡是靠近蓝色异火的武者尸体都被瞬间烧成了灰烬。哈哈哈！诡异的笑声传来，你愿意牺牲？3年前是谁夹着尾巴逃跑，让龙门山脉的妖兽席卷了半个川西高原？第7圣徒此时变了模样，被黑色斗篷包裹的身躯变为了一团诡异的蓝色火焰。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难道非要做无谓的牺牲吗？宗方明脸色不变，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哈哈，你倒是跑得快！上一任第9裁决拼着一条命挡住了5头超 A 级大妖，最后才勉强挡住了那次妖兽暴乱。我这个人最佩服的就是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人，能把蝇营狗苟的心思说得为国为民，问心无愧。哈哈哈！哼，你也就嘴上逞能，只要今天能在这里斩杀你，那就是大功一件。宗方明整个人忽然飞到几千米的高空，轰隆！只听一声巨响，随后阳城周围几十公里的灵气全部都朝宗方明身上汇聚。你想干什么？你这样做，难道就不管那群逃难的百姓了？看到宗方明的动作，贝斯科德火焰状的脸上也突然露出惊容。能把你斩杀在这里，就能拯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他们会理解的。噗嗤！在圣徒和裁决两人对战的时候，吴凡一点一点的将自己从金色长矛的末端拔了出来，长约3米的长矛被鲜血涂满，扑通！吴凡重重的跌在了地上。时代的阵痛，必要的牺牲。吴凡脑海里在不断的重复这2句话。凭什么？凭什么你就可以站在大义的制高点，让我们去死？邪恶的邪教，正义的裁决，关了灯，谁黑谁白？这辈子谁都只是只活这一次。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需要你们来定义。吴凡拖着满是鲜血的身体，一步一步爬到了祭台上，随后抱起那颗已经快要暗淡的金色妖兽蛋，用尽身体最后一丝力量，朝着那颗琥珀晶体奔去。啊！吴凡的身躯在跨入最后的3米禁地时，整个人开始风化，但是手中的妖兽蛋开始散发淡淡的光芒。咚！吴凡整个人撞在了琥珀晶体上，然后就在身体快要破碎的那一刻，他全身所有的力气抓住了那把插在古代人少女胸前的长剑，用力一拔，轰！这一瞬间，天地色变，吴凡的身躯在拔出黑色长剑的那一刻直接崩碎，轰！随后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将周围几百公里的灵气全部吸了过来，四面八方犹如北极极光般绚丽。宗方明只感觉下方传来了一股令人心悸的力量，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在苏醒。无数肉眼可见的灵气在吴凡身体崩碎的地方聚集，变为黑色的灵压粒子，随后构成了一道模糊的黑色人影。此刻的吴凡感觉自己像是随风飘散的流沙，又像是宇宙中游荡的星辰，身体周围还在不断溢散着黑色的灵压粒子。不好，快阻止他！此刻的第7圣徒再也没办法保持超然，身后的8道光环齐齐亮起。而就在刹那间，整片天地都开始变幻。贝斯科德和宗方明发现自己被拉入了一个陌生的空间，遥望天空，没有大气层，可以看见无垠的星空，好几颗像火星、木星的星球就那样近距离的漂浮在天空中，甚至能看到它们坑洼的表面和高速流动的气体风暴。脚下是一片荒芜的大地，大地上铺着一层光滑的灰色飞沙，此刻正在无风的吹动。他们眼里的吴凡此刻正站在高空中，手里拿着一把黑色长剑。这里是真实的空间。
贝斯科德和宗方明两人脸上都露出震惊的表情。如果说灵界超 A 能暂时撕出一道空间当做自己的领域，那比临时的领域更强的便是永恒的空间。不行，得赶紧逃！宗方明脸色巨变，就在他刚要有所行动时，吴凡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脚踢在了他的腹部。咔嚓！宗方明的护体灵压瞬间破碎，整个人如同煮熟的虾米一样弯下了腰。紧接着，吴凡便按着他的头用力一踩，轰！本来还在几千米高空的宗方明，整个人像一颗炮弹一样笔直的坠落，在无垠的流沙大地上炸出了一道近500米高的烟尘。第七圣徒背后光环浮动，想要利用空间力量逃跑，在他面前忽然撕开了一道虚空，他一刻也没有停留，直接钻了进去。唰！破碎的空间像是被分开的水流一样，很快又融合在一起，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吴凡一脚踩下宗方明后，刚好看到贝斯科德撕开空间远遁，哪里跑？吴凡在原地没有动，而是侧向伸出了左手，对着虚空一抓，咔嚓，空间破碎。随后，只见吴凡用力一扯，滋滋滋，左手就像是肉体抓住了高温热油一样，发出滋滋滋的声音。而此刻激荡的不是热油，而是疯狂逸散的灵压粒子。mwxbj.org， 放开我！在虚空中陡然出现了一个身影，是撕开虚空逃跑的第七圣徒。此刻，他背后的光环被吴凡的左手死死拽住。刚才那激荡的灵压，就是吴凡左手抓住光环所产生的剧烈反应。给我滚出来！吴凡身上的黑色灵压粒子陡然爆发，贝斯科德的身体被瞬间拽出。砰！吴凡一拳砸在贝斯科德的脸上。砰！拳劲透过第七圣徒的头穿透出去，击碎了远处一座巨大的岩石大山。贝斯科德的红色面具被打飞，露出了下面一张戴着厚边眼镜、白净沉稳的脸。如果在不知道此人是邪教圣徒的情况下，一定会认为他是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别太得寸进尺了，即使在沉稳的脸，在面对如此情况时，也会狰狞无比。贝斯科德整个人化作诡异的蓝色火焰，将吴凡全身焚烧，没有任何退缩，任凭火焰灼烧。吴凡的左手死死抓住贝斯科德背后的金色星环，然后举起手中的黑色长剑，对着那第8道星环用力一斩。咔嚓！在第7道星环和第8道星环之间，被吴凡斩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纹。什么？你想干什么？贝斯科德用力的挣扎，却被吴凡又一拳打中了右脸。随后，只见吴凡双手前后抓住那道金色光环，用力交错一扯，撕了。那道金色的光环被吴凡硬生生的扯了下来。不，第7圣徒就像是受到了什么重创一般，整个人背后的星环开始崩坏。星环是体内灵压星云被外部巨大能量刺激形成的粒子跃迁固体，其本质就是灵压粒子的具象化。而此刻，在被吴凡撕裂的地方，贝斯科德的第7道黑色星环正在不断溢出星辰状态的灵压粒子。把星环还给我！贝斯科德手中拐杖一点，就有几万道亮着红光的能量球体1080度的无差别的攻击吴凡。轰轰轰！巨大的能量潮汐直接将他们所处的这片领空及其下方的大地炸得万里无尘。但就在这股红色的巨型能量团遮天蔽日时，吴凡浑身一震，直接将周围的所有光球震碎。与此同时，他手中金色的光环变成了一个超高能的灵压团。吴凡感觉到自己体内第1道星云开始疯狂转动，随后他直接将这团超高能的灵压团往身体里一按。当这一个超高能灵压团与体内的星云接触的那一瞬间，砰！犹如宇宙大爆炸的原点被引爆一般，吴凡体内的星云直接坍缩，几亿颗微小的灵压粒子开始产生亿万级的能量跃迁。片刻后，一道金色的星环在吴凡的背后出现。什么？第7圣徒嵌在一个半球体的大坑中，他在看到吴凡身后出现金色光环的那一刻，目眦欲裂。我也不知道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或许下一秒就会消散。可能我这辈子也无法成为这种级别的强者，所以这也许是我此生仅有的机会，让我能斩杀一名灵界超 A 级的武者。所以，去死吧！吴凡飞升到万米高空，随后伸直了手，将长剑竖着悬在空中，随后轻轻一放，轰！黑色的长剑猛然下坠，在下坠的途中开始陡然变大，变成了近100米大小，整个剑身都产生了弧形的气流，周围有红蓝色的雷霆环绕，像是陨星一般光速坠落。第7圣徒想要逃，可天空中那股恐怖的压制力让他根本无法逃避，他只能选择正面面对这道从空中坠往他头顶的剑。而就在巨剑要降临在第7圣徒头顶上时，吴凡背后的金色光环激活。第1星环，激活星环，武者会瞬间掌握并且获得武技的信息。第1星环，破军星环，被动技能，惊天一击。简介：敌方灵压低于使用者时，无视任何护体灵压和能量盾防御；敌方灵压高于使用者时，攻击获得2倍穿透。从万米高空坠落之剑，在吴凡惊天一击的加持下，直接击碎了第7圣徒的护体灵压。轰！巨大的能量球体在下方升起，犹如核爆一般，高度几乎万米，大地不断颤抖，周围好几座巨型荒漠大山都开始断裂，灵压粒子形成的能量潮汐四处逸散，有的甚至朝太空中飞去。第7圣徒的灵压消失了，宗方明嘴角吐血，一只手握着长矛，艰难的单膝撑地，缓缓站起身。他看着空中吴凡那被黑色灵压粒子包裹的身影，眼中带着震惊和不可置信。这就是古代人的力量吗？那这么强大的古代人，在几亿年前是怎么灭绝的？此刻，宗方明不止被这股力量所震慑，更是因为古代人的灭绝所带来未知的恐惧，让他一瞬间从脊背到大脑都在战栗。就在他注视着空中的吴凡时，一场异变开始发生。吴凡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这是他感受到体内一股意志正在侵袭他的思想，而在宗方明的视角下，
看到的则是吴凡背后竖着的金色光环，开始慢慢的往头顶移动。黑色的长剑融入了吴凡的身体，一股未知的力量在他身上出现，那是比灵力更加强大、更加高维的力量。吴凡忽然看着远处的宗方明，大声的对他喊道：“快阻止我！”被吴凡这么一喊，宗方明浑身打了一个寒战，喉咙开始干涩起来，脚下居然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嗖！吴凡瞬间移动到了宗方明的面前，双手抓住他红衣裁决的制服。快动手啊！近在咫尺的距离，缓缓上升的光环，炸开的神秘能量，不断溢散的灵压粒子。宗方明瞳孔猛烈收缩，人当场愣在了哪里。吴凡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一股暴力的情绪涌现，抬手一拳就打在了宗方明的脸上。砰！这次宗方明整个人横飞出去，沿途撞穿了10多座巨大的灰色石山，最后在地上摩擦出了一道近1000米长的巨型划痕。嗨嗨！宗方明右边胸口被打出了一个洞穿，即使是强大的超 A 级武者，也无法短时间恢复，更何况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战斗的想法。逃！赶紧逃！一个声音在宗方明的内心响起，那个声音不停地告诉他，如果真的动手，他一定会死在这里。他用尽全力，灵压爆发，灌注在长矛之上，随后蓄力片刻，对着天空猛然一扔，咔嚓！无垠的空间被长矛穿透出一道螺旋碎裂的大洞。宗方明身影一闪，瞬移到长矛身边，然后抓住长矛，跟着他一起化作一道流光远遁。就在他以为成功逃出去时，只听当的一声，长矛被一道身影挡住。宗方明的脸色瞬间一变，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拦着我？笔下文学。坚毅的脸庞变得扭曲，正义的语气变得苍白。你之前不是说过，生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要有做出牺牲的准备吗？你不是说过也会义不容辞的吗？如果你现在不阻止我，这里可能变成第2个南极境地，牺牲你一人，能救亿万人，你会理解的吧？有人会无缘无故的看不起你、嘲讽你，有人不曾认识却会伸出手帮助你，有人坏的彻底，毫不掩饰自己，有人满口道德大义，其实那都是生意。要死你一个人去死，别拉着我！宗方明再也没有迟疑，对着吴凡就是一矛刺去。吃！金色长矛撞在了吴凡面前的护体灵压上，尖锐的矛头像是极力要破开一道透明的墙壁一般，将平面的墙戳出了一个3厘米的突刺状。不！巨大的反弹力量将宗方明击飞，此刻凭借他的力量，已经连吴凡的护体灵压都破不开了。咣！金色的光环就快要到达头顶，一股震撼心灵的力量直接从吴凡身上爆开。同一时间，天府、帝都、魔都、王府、美帝、日岛，全世界所有大型能量检测站同时发出警报！警报！警报！在华夏境内出现超高能量反应，预计峰值几乎会达到80年前南极冰川大陆那一次。什么？华夏人在干什么？想要毁了整个亚欧大陆吗？无垠的虚空，大地开始崩裂，大块的石头在逆着重力开始反向升起。吴凡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几乎不受控制。我为什么会去拔剑？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是生命快要走到终点时的不甘，还是不愿命运被大人物掌控？好像都有，但好像又都不是。相当救世主，没那么高尚；想毁灭世界，也没那么极端。或许仅仅是想那么做，便就这么做了。咔！吴凡僵硬地伸出手，从虚空中凝练出一把生锈的长刀。噗嗤！一刀透体。呲！长刀和身体构成的黑色灵压粒子不断的碰撞，发出切割金属般的火花。给我出来！吴凡单手握刀，另外一只手深入灵压粒子构成的体内，用力一把黑色的长剑缓缓地被拔了出来。铮！长剑发出嘶鸣，像是有生命一般，开始用力地往里面钻。啊呀！吴凡转动着刀身，将胸口撕开了一道更大的口子，随后用尽全身所有的力量用力一扯，撕了，就像是将某种东西的根须从土壤里全部拔出一样。黑色的长剑被吴凡死死捏在手中，哗！将整个古代人遗迹笼罩的无垠空间消失，露出了下方经过连番大战的遗迹本体。而此时在遗迹下方正有一个发光的琥珀晶体。嗖！吴凡瞬间失去了强大的力量，从空中掉落。但就这时，吴凡的身体猛然一转，对着原来插着黑剑的地方用力插了下去。就在黑剑要接触到琥珀晶体的那一刻，一直闭着沉睡的黑发少女睁开了眼睛。仅仅只是这一眼，吴凡便看到了亿万年的沧桑。枪！吴凡将长剑插在了少女胸口的琥珀晶石上，本来还大量溢散的恐怖能量开始疯狂地通过长剑涌入到琥珀晶体中。快走！吴凡的脑海里忽然响起一道声音，他抬头看向了被封在晶体里的少女，少女却再次沉睡了过去。但这次吴凡没有迟疑，从地上背起昏死过去的孟洛西，随后一手抄起那颗已经失去光芒的妖兽蛋，头也不回地朝阳城外奔去。此时经过刚才的一番大战，城市里面的平民基本都撤离了。吴凡在路边看到了一辆被气浪掀翻的小汽车。呵！吴凡气运丹田，全身灵压爆发，直接将这个侧翻的小汽车扳正了过来。砰！小汽车底盘在公路上弹了2下，浑身发出咔咔的声音，似乎多来几下就要报废了一样。吴凡一手一个将妖兽蛋和孟洛西扔在了汽车后排，随后扭动还插在方向盘上面的汽车钥匙。嗡！涡轮发出一阵嗡鸣，吴凡直接挂档，油门一踩，小车瞬间窜了出去。幸好这是一辆自动挡，猛踩油门的吴凡根本没意识到他这是第一次开车。不过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吴凡只感觉心中那股危机感越来越近。哗啦！就在吴凡离开不久后，宗方明从一大堆石块下面钻了出来，四周一片静悄悄，这片地区好像就只剩下他一个人。结束了。宗方明左右看看，终于确认这片遗迹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随后他就看向了那个琥珀晶体，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
古代人的遗迹是我的了。回想起刚才吴凡那毁天灭地的能力，宗方明眼中跳动着火光。他快步走到了石壁面前，就在他刚要伸手触摸的那一刻，唰！一股看不见的无形力量忽然从石壁上展开，以琥珀晶体为中心，半球体向外扩散。咔！距离这股无形力量最近的宗方明瞬间脸色一变，但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整个人身体就萎了下去。无力的身体在倒下过程中化为了燃烧后的灰烬那般，随后直接分化成尘埃，消散在天地间。再快一点！吴凡看着后视镜，虽然那股力量是无形的，但吴凡依然能感受一股巨大的恐怖正在靠近。轰！吴凡将油门踩到底，车速已经飙到了150码，这是家用小轿车的极限了。嗖！仅仅不到5分钟，吴凡就飙出了10几公里远，甚至依稀能看到前方撤离的大部队尾巴了。快跑！来不及解释，吴凡只能对着他们大吼一声。在他们来的路上，树叶沙沙作响，但仔细看去，却看到本来只有5、6高的小树陡然增高，霎时间就变为20、30米高的大树。而那些本来就几人合抱的大树，瞬间长成了100米高的巨树。一些重伤垂死的妖兽，伤口快速治愈，体内的灵核发亮，实力暴涨。嗷呜！吼！一阵阵妖兽咆哮的声音在城市和森林中响起，甚至有一只翼展超过500米的火红巨鸟站在城市最高的时代都会大厦上，俯视着一切。快跑啊！看到这一幕，一些本以为到了城市边缘，处于安全地带的平民，马上加足了马力朝远处奔去。哗哗哗！但依然有人落在了最后。只见一股无形的力量席卷了他们。我的手！这人话音未落，就变为了尘埃，风化消失在空气中。什么？这种诡异的画面，马上让所有人都不惜一切的开始逃命。不好！吴凡通过后视镜发现身后不到300米处，大树已经开始猛长。快一点！再快一点！就在不远处，就是一条宽100米的大河，那是长江支流的支流绵远河，而那就标志着走出阳城的地阶，进入德城的范围了。轰！发动机发出最后的嘶鸣，吴凡已经不管马路了，直接直线冲了过去。扑通！汽车一头扎入了水中，吴凡捞起孟洛西和妖兽蛋，朝着河对岸游去。这对于他一个 F 阶武者来说，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呼！吴凡爬到河对面，一边大口呼吸，一边看着来时的方向。那股神秘的力量似乎以这条大河为界限，封锁了整个阳城片区。好险，就差一点！在吴凡的后面也缓缓开过来几辆车，但车里面已经是无人驾驶了。90%的人应该撤出来了吧？吴凡觉得能在这种级别的灾害中活下来这么多人，已经算是一种奇迹了。随后，吴凡看着周围，寂静一片，似乎是外界的人已经得到了什么消息，不敢靠近这里。接着，他召唤出自己的长刀，一道璀璨的金色光环出现在他的背后。这是吴凡故意展现出来的，因为在不激活星环能力的时候，星环是可以隐藏的。随后，吴凡在检查了周围确实没人后，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红色的面具。这东西是用什么做的？连灵界超 A 级的武者都扛不住的力量，这个面具居然完好无损。没错，吴凡不光把孟洛西和妖兽蛋带了出来，还把邪教的圣徒面具带了出来。邪教的圣徒，裁决所的裁决，没什么区别。吴凡说完，就将这个红色的面具戴在了自己的脸上。唰！只见吴凡背后的金色星环瞬间变为了白色，片刻后，红色面具化为点点灵压粒子，融入到了吴凡体内。结束了这一切，吴凡将妖兽蛋放进背包里，然后抱着孟洛西站在大河的对岸，深深地看了阳城一眼，随后朝着德城走去。再走了大约有5公里左右，吴凡终于在前方见到了一个大型的难民安置处，几千名军武者在现场维持秩序。大灾发生时，首先是慌乱和逃命，而此刻暂时安顿下来后，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了劫后余生的迷茫。我们是阳城武者中学的学生。吴凡在进安置处前被邵卡拦下接受检查，他递上了自己的学生证。同学，你放心，你们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名带有军衔的军武者满脸温和地说道。将孟洛西送到附近的医院后，吴凡终于松了一口气，身心彻底放松了下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老爸应该会很担心，得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吴凡走到公用电话亭，这里人满为患，有给远方的亲戚报平安的，有走散给亲人打电话的，甚至还有打电话寻找过来的情侣当场相拥在一起的。吴凡在排了几十分钟队之后，终于拿起了电话，随后他拨通了吴能的号码。嘟！就在吴凡以为电话要接通时，对面忽然传来一个声音。吴凡！在吴凡对面传来王书月惊喜的声音，他转头看去，发现武凌霄等好几个熟悉的面孔。你们也逃出来了啊！在将近10万人的安置点，看到熟人确实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我们当时看见你被梅琛追杀，还以为你死定了。武凌霄头和上半身缠着绷带，看样子伤得不轻。王书月几名女生眼睛通红，看样子是哭过。没想到梅家这群混蛋居然是邪教的人。武凌霄提到梅家，也不再有之前的淡定，而是充满怒气。不过梅念生和梅琛等人已经被裁决所通缉了，他们现在不敢再随意出现在大众视野下。听到这个消息，吴凡算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斩杀了梅杰，不知道梅琛和梅念生会不会给他报仇。他们一个 C 阶武者，一个 B 阶武者，现阶段吴凡还对付不了。随后，吴凡先是给吴能报了个平安，便和王书月几人来到了医院附近的安置点帐篷。那今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吴凡自懂事起就发现他好像在阳城没什么亲戚，就像是吴能突然从外地搬到这里来一样。而且隐约间听老爸说，老妈在东南省区那边还有一个家族，前几年还有书信往来。我老爸在天府还有产业，我们准备举家搬往天府，而且家里已经给我联系好天府七中了，等到我高2就准备出国留学。王书月说道。可以啊，天府4、7、9中这3所武者高中
可是和福城武者中学齐名的顶级高中，基本上包揽了每年川省90%的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名额，甚至武者高考状元都轮流从他们里面产生。有同学羡慕地说道：“当然，他们也都知道王书月的家世，想要做到这些并不困难。川省的武者教育资源比较落后，所以需要很努力很卷，才能考上全国排名前2的那2所武大。所以之前阳城武者中学3年内能考出1名前2武大的武者，都已经可以敲锣打鼓了。这次受灾，阳城53万人逃出来了52万人，虽然这样说很不合适，但能逃出这么多人，真的已经算得上是幸运了。”武林霄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没有这次变故，我想我应该会参加武者高考，冲击全国排名前10的武大。”但是他语气忽然坚定起来：“现在，我想去报名今年的军武者，准备入伍。”几人都愣神地看向武林霄，他们没想到天赋这么高的他，居然想要从军。mwxbj.org， 我已经和家里沟通过了，他们很支持我的决定。吴凡看到武林霄脸上坚毅的表情，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阳城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我们接收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有限的。以前我们虽然是武者，但其实更多的是学生。但出了这个小城，你会发现，优秀的判定方式也不会再仅仅是成绩好就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优秀的方式有很多。希望你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武者。”武林霄用力的点了点头，说道：“我会的。”随后像是肯定一样，握紧拳头再次说道：“一定会。”出国的出国，参军的参军，剩下的同学有的选择就近去阳城的上级城市德城读书，也有的直接去了更远一点的福城，还有的选择去了天府或者外省，当真是个奔东西了。在互相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后，众人也都各自散去。经此一别，有些人或许会还能再见面，而有些人可能这就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呼！医院里，孟洛熙整个人都泡在罐子里，他的伤势表面上看起来不重，但医生还是下了病危通知书。在经过了3天3夜的观察后，孟洛熙终于度过了危险期。吴凡这3天基本守在医院，而就在孟洛熙醒来后的那天晚上，他人就从病床上消失了。在离开前，给吴凡留了一个小纸条，纸条上面写道：“过段时间我再来找你。”吴凡默默地看完，将小纸条烧掉，随后缓缓地吐出一口气：“这是都走了呀？”吴凡绝对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在第2天他就开始思考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随后心一横，手一拍，下了一个决心：去帝都。帝都作为华夏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说是整个世界的焦点都不为过。而且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想到更大的地方去打拼，而且帝都一定有最顶级的修炼资源和拼搏机会，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天才。想到这里，吴凡给吴能打了个电话：“爸，你想不想去帝都？”接到电话的吴能先是一愣，随后有些错愕地说道：“小凡啊，咱们去帝都干什么？哪里的房价很贵的，甚至传说有钱都买不到，什么人才引进都要积分。整个华夏总共有30多个省区和自治区，但是能够有 S 级保护照的只有10多座，比如川省的省会天府，粤省的广府，而帝都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听说拥有比 S 级更强的保护照。可以这样说，只要你住进了帝都，就不会再担心发生像阳城这样的事情。就算排除超级保护照，就说帝都那些老牌的极道帝兵家族，无数的超 A 级武者，简直不要太安全。但帝都只是一座城，华夏人又这么多，如果每个人都想去帝都，那帝都是绝对装不下的。高昂的房价，严格的积分落户制度，就算是武者，也需要花费几10年的积蓄，掏空父辈的钱包才能搬进帝都。连武者都这样艰难，普通人基本不用想了。能在帝都打工，已经是非常难得机会了。小凡啊，难道天府不好吗？怎么说也是 S 级城市，而且听说川省总督十分重视这次灾情，给我们阳城受灾的居民给予了买房30%的优惠。你现在又是武者，咱们很容易在天府安家的。吴能有点不愿意去帝都。爸，我在武者论坛上看到了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正在联合组织自主招生的消息。只要通过了他们的自主招生，不光武者高考可以降分录取，表现优异的考生还能成为推优生，进入2所大学下属的附属武者高中学习，资源丰厚，还可以给父母安排陪读的住处。吴凡说道。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随后说道：“小凡啊，你要想清楚了，那可是面向全国的考试，全国的天才都会去竞争，难度非常大的。不过你想要去的话，爸绝对支持你。”吴能在电话中说道：“爸，你放心，我一定会考上的。”就在吴凡说完这句话后，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笑声，噗嗤。吴凡转过身，发现身后站着一名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不好意思，我这人很严肃的，一般不会笑。中年男子脸上带着歉意，但嘴角依然在一扯一扯的。你笑什么？吴凡倒是没从他身上感受到蔑视，于是好奇地问道：“我刚才听你说，你想要去帝都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是吧？”中年男子拿出了一根烟，然后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缓缓说道：“放弃吧，你没戏的。”吴凡还以为他会说出什么令人意外的话，但没想到对方居然以此为笑点。你怎么就知道我考不上？随随便便就否定一个人，你不觉得更加可笑吗？吴凡说完，转身就要走。如果就你一个 N 级灵气的武者都能考上的话，那你也太小瞧整个华夏的天才了，更不要说你还只是一个刚进入 F 阶的小武者。中年男子侧着脸看向天空说道：“对方能一眼看透自己的灵气级别和灵压等级，这让吴凡十分惊讶，因为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对方是一名高阶武者。虽然您是一名高阶武者，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谁还能相信我呢？”吴凡不准备再聊下去，站起身就要离开。你这小子挺有自信的，这样的年轻人很少见了。中年男子用手指挪开了墨镜的一角，然后说道：“我叫何星星，现在是华夏武大的终身教授，你可以叫我何教授。我是德城人，你是阳城人，咱们也算半个老乡。如果你真的去了帝都，可以来找我。”何教授本来是趁着放假回家看望亲戚朋友，没想到隔壁阳城就出事了，他赶过来查看情况，没想到就在这里遇到了吴凡。华夏武大的教授，
吴凡一脸怀疑地看向对方说道：“武者还会秃头的吗？”他之前没仔细看，这下一瞧，发现何教授戴了一个挺时尚的鸭舌帽，但往里面一看，嚯，一个大光头！嘿，你这小子！何教授将嘴里的烟一扔，立马转身离去。脾气这么古怪，真的是华夏武大的教授吗？华夏关于一些重要的信息都不会放到网上，像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这2所武大老师的资料就属于保密级，网上搜不到的。吴凡决定不想这件事，收拾东西，准备前往天府。自主招生考试在年后的开春，他准备和老爸在天府过一个寒假。天府也是一座大城，而且是最近几年西南部人口虹吸最大的城市，仅2年，城市人口就从1000多万增长到3000多万。一方面是川省集中力量打造的结果，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城市被妖兽摧毁的人前往。在坐了1个小时的动车后，吴凡在天府东站下车了，直接去医院吧。经过半年的休养，老爸应该能下床了吧？毕竟无能的伤势还是挺严重的，普通人的体质也没武者那么强。天府武侯区华西武者医院高级私人豪华病房，来吃颗葡萄啊！2名少女手里拿着包好的葡萄，一左一右喂到吴能嘴边。少女穿着白色的低胸护士服，窄边白色小短裙，一双修长美腿，穿着透肉的白色长筒丝袜，脚下穿着白色的薄底小布鞋。小刘、小静，我跟你们说，我儿子可是武者，还是高材生，等他来了，我介绍给你们认识啊！刚走进门的吴凡便看到了这一幕。在他的幻想中，吴能应该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忧郁地望向窗外，盼望着自己的身体赶快恢复。但让吴凡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在医院里调戏人家小护士。可嗨！吴能看到吴凡进来，刚吃下去的葡萄直接卡住了喉咙，剧烈咳嗽起来。儿子，嗨，你来了，怎么不打个电话，老爸下来接你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吴凡面无表情地关上了门，然后快步走出医院。他刚到天府就赶来了医院，不过现在看到老爸生龙活虎的样子，也就不担心了，赶忙去做其他的事情去。因为阳城彻底被封锁的关系，吴凡的武者学籍必须尽快登记到另外一所学校。他之前就接到了通知，于是前往了当地政务部门。和阳城的政务大厅不同，天府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政府大楼，此时吴凡所在的就是新都区的办公大楼。人好多呀，这里有4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座10多层的大楼，而吴凡就站在中心。小伙子，在前面拿号排队，现在已经排到500多号了，你再不抓紧时间，人家下午5点就下班了。一名大叔出声说道。mwxbj.org。 好的。吴凡也来不及多想，直接去取号。不过等他将武者证一掏出来的时候，直接就有一名工作人员上前来询问，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我要办理学籍落户。好，请跟我来。这名工作人员把吴凡带到了专门的接待室，而那些还在排队的人则羡慕地看过来，但他们没办法抱怨，因为那就是武者的特权。5分钟后，您的学籍落户已经办理好，目前落在新都区第1武者中学。吴凡没有去管这个中学在哪里，年后他就要去帝都参加自主招生考试，一旦考上他的学籍，就会被转到帝都去。从政务大厅出来，吴凡又去华西武者医院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准备在这里住几个月。随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快没钱了，因为刚给吴能缴纳了最后一笔住院费，奖学金的300万就只剩下100多万了。虽然说还剩100多万，但对于武者来说，这点钱真的太少了，而且去帝都也要花钱，得攒点钱作为进京赶考的路费了。不过吴凡又发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事，那就是天府周围根本就没有妖兽，因为像天府这样的大城，周围根本没有妖兽的容身之地，这让吴凡原本想要继续斩妖赚钱的方法行不通了。这一下怎么办？吴凡稍微想了想，左手敲在右手手心上一拍，有了！就这样，在任何地方都不缺少喜欢近距离感受热血战斗的人，他们喜欢厮杀，喜欢刺激，喜欢拳拳到肉，喜欢真刀真枪的硝烟。家族武者自然有丰厚的资源供给，他们不会为了修炼发愁，而学生武者虽然也有国家发放的资源，但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但凡有点实力，家境又不丰厚的武者，都喜欢利用业余时间搞几个兼职赚点外快，比如吴凡之前的兼职就是猎武者。对了，就是这里了。吴凡搭乘地铁1号线，右转3号线，来到了内城区3环边上的一处极其繁荣的商业区。这里的人流量比起之前阳城的时代都会，简直翻了10倍不止，举目望去全是人头。大城市的年轻人穿的真是漂亮时尚，吴凡感叹道。而且每走10多米，就能看见几个拿着手机和自拍杆拍照、拍短视频的漂亮小姐姐，甚至还有不少武者在当街表演特技，比如飞檐走壁、1蹦5、6米高之类的。吴凡走到了一座叫做紫金天都大厦的地方，这个大厦是这个商圈最核心的几座建筑之一，足有40多层高。这里是天府一个非常有名的武者擂台举办地，除了周4以外，每天都有10多场武者擂台赛。来这里线下观赛的有武者也有普通人，因为这里和小县城不同，在小城市只要是武者就比普通人社会地位高，但是大城市的水太深了，没有背景的武者可能还真没人家一个手握资源和人脉的普通人强。而且看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武者们在擂台上战斗，不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吗？所以线下赛的观赛门票卖得非常好，黄牛票甚至能卖到1万1张。有些武者打出了名气，还会有后援的粉丝团，然后在网上运营一下，全网粉丝到几千万根本不是问题。而没有买到线下票的人，也可以通过付费网络直播观看。据说曾经有次2大网红顶流武者战队打生死战，直播热度达到了12多亿。你好，我想报名参赛。吴凡对前台小姐姐说道，和猎武者工会相比，在这里工作的女生更加漂亮，随便一个都能是校花级别的，不论是身材、颜值、学历还是情商，都是万中挑一的。武者大人，我们要登记一下您的信息哦。吴凡眼前的这名小姐姐
大约有20岁，有着一头柔顺的长发，性感的嘴唇抹着淡淡的口红。她穿着一件淡白色的低领无袖旗袍，双腿穿着肉色丝袜和亮银色的12厘米细高跟鞋，耳朵、脖子上还戴着档次不低的奢侈品耳环和吊坠。周围还有好多这样漂亮的美女工作人员。说实话，换其他人来可能会怯场，但吴凡却根本不怵。给吴凡拿出自己刚在政府大厅刷新过的舞者证 ，F 阶舞者。正在登记信息的小姐姐有点惊讶，本来她看吴凡的年纪，还以为是一名准舞者。按照正常的修炼进度，以前重点班的那些同学可能都还没到 F 阶，只有基地班那些资源丰厚且灵气级别高的天才才能到 F 阶。吴凡的修炼速度已经很快了。我们暂时没有和您一样同年龄的参赛者，年龄最近的是一名18岁、灵压在15级的舞者。旗袍小姐姐说道。别看年龄差距这么小，但人类的骨骼发育、力量增长要到20多、30多岁才会到巅峰，而且对方肯定也比吴凡多修炼1、2年的武技，实力对比很不均衡。15级吗？灵压大概在3000左右。吴凡思考了一下说道，我想先测试一下灵压可以吗？好的，请跟我来。旗袍小姐姐款款起身，优雅地踩着高跟鞋，带着吴凡前往测试区。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灵压测试室，您只要在这个房间释放出自己的灵压，就能检测到您的灵压水平。好，吴凡点了点头，然后走了进去。这个灵压测试室大概有一个教室那么大。吴凡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70%的灵压爆发了出来。滴滴滴，3分钟过后，检测结束。检测结果：灵压1557， 12级武者。看到这个数据，吴凡对站在一旁的旗袍小姐姐说道：“尽快帮我预约一下，我随时都可以参赛。”啊，您这是？小姐姐有点吃惊，15级和12级相差还是挺大的，武者间的战斗又十分危险，动不动就是重伤住院。而且像这种打擂台受伤的，国家也不会免费治疗，只有在对抗妖兽、在学校受伤或者大灾大难等一些情况，武者才会免费治疗。没事，帮我预约吧。吴凡自信地说道，这只是他70%的灵压，同时他也还在保持压缩灵压的修炼，虽然这样会让灵压的数字提升缓慢，但在这次阳城的危机中，压缩灵压带来的好处已经得到了体现，更扎实的力量，更快的恢复速度，更持久的战力。数字都是给别人看的，吴凡不在意灵压的数字，他只在乎质量。好吧，旗袍小姐姐有点担心地说道。几分钟后，对面传来了同意对战的消息。对了，吴凡大人，您是第一次参加武者擂台赛对吧？您要起一个昵称哦。昵称不能用本名吗？听到要取名，吴凡感觉头有点大，他连猎妖都不怕，但就怕取名字。是的，就像是打电子竞技的要取一个 ID， 写网文要有一个笔名一样。那这样，吴凡硬憋着想了想说道，用爱感化出胜队友，怎么样？这个可能不太好吧。那峡谷猎马人怎么样？出场口号我都想好了，比如不管怎么样，先把你马放我这里了。这个可能也不太行哦。小姐姐面露难色，她之前还感觉吴凡挺高冷的，怎么现在开始玩尬的了？不过她竟然觉得有种另类的有趣，这是怎么回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把吴凡给急坏了。算了，不用再纠结了。人不是因为他叫那个名字才那么荣耀尊贵，而是名字因为这个人做出的事迹而变得与众不同。想通了这一点，吴凡把心一横，对旗袍小姐姐说道，我决定了，名字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就叫树影吧。吴凡说道。注册成功，树影大人，您的比赛安排在明天晚上。旗袍小姐姐说道，到时候我通知您的，我叫做周丽。好的。吴凡存下了周丽的联系方式，就离开了。不知道对手是什么样的实力，吴凡并不准备长期打比赛，他的主业还是学习考武大，但既然是武者，就要时刻保持战斗状态，而不是待在家里死命的堆积灵压。那样做的话，就像是在健身房练出的死肌肉一样，虽然实力是有所增长，但和真正实战打出来的武者相比，差距还是蛮大的。这个寒假非常的关键，我不能有任何松懈。吴凡一边想着，一边在手机上寻找吃东西的地方。哎，这个地方好像不错啊。在某个餐饮 app 上，吴凡看到了一家名叫精英武者自助餐的店，只需要缴纳10万元就可以享受由妖兽材料做成的食物自助。吴凡看了下介绍，用富含灵气的泉水灌溉的稻米，还有准武者级的龙虾海鲜，某个大型养殖场培育的准武者级的大奖牛妖，菜品有100多种，能自助能烧烤，甚至还有 F 阶和1阶的限量食材。不过10万元确实有点贵了，因为吴凡自己经常卖妖兽材料，一般的准武者及妖兽体格庞大，基本都有4、5米高，但是他卖一头也才30多万，部分稀有的才能卖到50万。但在阳城根本就没有这种自助餐厅，全都是需要预定的高级餐厅。不得不说，还是大城市资源丰富。像以前吴凡在修炼过度时，气血亏空，没办法短时间恢复的时候，只能吃营养膏。虽然营养膏性价比高，效果好，吃下去睡一觉，第二天精气神就恢复许多，但那个口感就像牙膏一样，而且味道极其难吃。明天就要打比赛了，今天就大吃一顿，然后好好睡个觉。趁着卡里还有100来万，吴凡决定去试试。没有再挤地铁，吴凡直接叫了一个网约车就赶了过去。不得不说，天府的人是真的多，刚从紫金天都大厦离开，这又进入一个更大的商区。这旁边好像是天府武大。吴凡看着地图，发现隔壁就是全国排名第12的天府武大，这让吴凡想到了一个关于天府七中的笑话：你们再不努力，只能去隔壁天府武大上大学了。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天府武大很垃圾，随便考考就能上，但是后来才发现，人家曾经是全国排名前10的武大，不过后面由于管理层各种破事，导致口碑变坏，优秀的年轻武者都不愿意报考，所以排名逐年下降。欢迎光临！吴凡本来以为这个武者自助餐厅人应该会很少，但等走进去后才发现，就差一点就要排队了。
这里面除了社会武者外，还有不少武大的老师和学生。吴凡甚至还看见了好几个出来聚会的武大社团。天府武大的学生还真有钱啊！吴凡坐下后就去拿食物了。半米长的生蚝，2米长的大虾，500度火焰烧烤的牛排，灵气不仅让人类强大，就连动物的体型都变异了。一顿自助餐吃了3个小时，吴凡是走着进去，扶着墙出来的。自助餐总让人感觉什么都还没吃，肚子就饱了。一股股充沛的灵气在肚子里化开，吴凡感觉体内的气血在不停的翻涌。不行，这样憋着好难受。吴凡索性直接前往省体育馆，然后在那里疯狂锻炼，1000个引体向上，1000个俯卧撑，再跑10公里。吴凡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做完了一组又一组，最后精疲力竭回到家，洗了个澡，一头倒在床上，不到3秒就睡死了过去。第二天晚上，吴凡来到了紫金天都大厦。今晚是什么比赛？好像是一个新人打烈火箭，感觉没什么看头啊，都是 F 阶武者，而且烈火箭已经连胜9场了，为了拿下10连胜，估计那个新人会被打得很惨吧。听说那个烈火箭是某军武特种部队的，趁着这段时间休假来打几场，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战了，票还卖得挺快的。是吗？那得去看看了，一般的军武者武技太普通了，还是这些特种部队的有看头。吴凡走过大厅，发现好多人在讨论他今晚的这场战斗，不过都是不怎么看好他的。吴凡大人，您跟我来，我带你备战间。之前那名叫做周丽的旗袍小姐姐说道。很快，主持人就上场了，正在要介绍今晚对战的双方。一名留着短寸头的男生直接脚下一踩就跳上了擂台，尖叫声。烈火箭叫做杨坤，今年刚加入狼牙特战队，作为一名军武者，勇敢作战是他的信念，所以他的性格十分的张扬。看到对方上场，吴凡也决定不再待下去了，直接走上了擂台。小子，看你的年纪，应该还在读书吧？哥在这里奉劝你一句，你还得再练个1、2年。杨坤根本不认为吴凡能打赢自己，要不是我快要回部队了，不然不会接这场比赛，打一个菜鸡根本没什么意思。周围的观众也开始议论起来，这个叫树影的武者一点气势都没有啊，而且年龄还这么小，估计就是来体验一下的，今天估计要被打得很惨了。哎，不知道社会的残酷，能从这里学到一点东西也是好的，说不定能帮助他成长呢。你压了烈火箭多少？10万？10万？你疯了 ？mwxbj.org， 这还是买少了。你都不知道这杨坤的胜率有多高，我压10万，最多能赢个1000元回来。说的也是，我刚才也压了50万。整个武者比赛利润是非常大的，不光卖票和直播，还有广告收益、周边收益，甚至还有灰色收益。而这些灰色收益才占大头，有时候压的武者打输了，还会出现普通人线下单杀武者的事情。别以为武者就不怕热武器了 ，F 和1阶武者还是要躲子弹的。D 阶武者的护体灵压勉强可以挡住子弹，而 C 阶武者才能无视枪械，但高爆灵压弹和重火力机枪只有 B 阶武者才能对抗，而且 B 阶武者打不过还能飞走。在谈话间，杨坤便召唤出了自己的长剑，背后浮现出一个黄色的星环，这是他加入特战部队时的福利，一颗纯血妖兽的灵核。与此同时，吴凡手中也召唤出一把长刀。你的星环呢？亮出来，不然你在我手下撑不过3招。杨坤看见吴凡的背后并没有星环亮起，当下便觉得吴凡有点自大。听到他的话，吴凡摇了摇头，一脸淡定地对着杨坤说道：“跟你打，根本不需要武技，你这是在找死。”听到吴凡的话，杨坤直接怒了，他不再做样子，而是对着吴凡一剑杀来。轰！周围灵气激荡，可以看出这一剑的力量有多强。难道这么就要结束了吗？然后，现场的观众发出意外的声音，因为他们眼中必输的吴凡，居然一刀就劈飞了杨坤的长剑。什么？吴凡那随意的一刀，直接让杨坤傻眼了。明明对方的等级比自己低，怎么是自己的攻击被荡开？这小子有古怪。吴凡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对杨坤说道：“拿出你的真本事来，不然我连热身都做不到。” 长剑化作灵压粒子，最后又在杨坤手中凝结，再次握剑，他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认真起来，我自己都害怕。你待会可不要后悔。听说你是特种军武者，不要给你们的队伍丢脸。吴凡的话显然刺激到了杨坤，部队对于集体荣誉感是很看重，他今天可以输掉比赛，但绝对不能丢了部队的脸。砰！一股强大的灵压爆开，杨坤决定不再留手。第一星环，烈焰附着。蹭！在杨坤的长剑上忽然燃起了一道火焰。试试这一招。他朝前一脚踏出，熊熊火焰像一条火龙。看杨坤的气势，他绝对是上过战场，斩杀过妖兽的，的确和一般的武者不同。这一点吴凡感受到了，但还不够。只见吴凡身上灵压一震，将杨坤的火焰震散，随后一刀劈出，荡开杨坤的长剑，随后飞身一脚，直接将杨坤踢了飞了3米远。死！看见这一幕，全场哗然，有些下赌注的人已经开始慌了。上啊！烈焰剑，你在干什么呀？耍杂技吗？要不要给我们表演一个口吐烈火呀？卧槽，是不是在打假赛啊？对面实力比你弱，你居然被人一脚踢飞了！举报！我要举报！场下一些人已经红了眼睛，他们可是压了大价钱的。呸！杨坤从嘴里吐出一抹胃液，然后蹭的一下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的灵气是剑，具有很强的攻击力，但也不代表防御很弱。可是吴凡那一脚将他踢的，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嗜血狂暴，这是他所在部队的武技，可以在短时间里提升自己15%的整体实力，代价就是武技持续时间一过，血管就会变得极其脆弱，需要尽快休息。砰！灵压快速提升，杨坤的眼神全部锁定在吴凡身上。这一次，他再也不会把吴凡当作是可以随意揉捏的菜鸟了。
好，就这样，烈焰剑，给我狠狠的打！看到杨坤身上的气势陡然升起，不少人疯狂的喊道：他们现在就希望杨坤赢得这场比赛。军中的武技讲究的全是实战，干脆、简练、有效。不过吴凡之前都没给他这个机会。唰唰，长剑带着能将铁水融化的高温，不断朝着吴凡斩来。好，吴凡也终于认真起来，此时也不敢再拖大，而是连续后退，步伐灵活，然后抓住了对方一个漏洞，直接反手一刀劈去。不好！杨坤感觉到吴凡时机抓得太好，如果是平时的他，一定躲避不及，但现在是开启狂暴状态，速度和力量都有增强。mwxbj.org 当下强行用肌肉力量把身体扭转，诡异的躲过了吴凡的一刀后，长剑就要劈到吴凡的肋骨处。千钧一发之际，吴凡就像早就知晓了一般，身体斜向躲开的同时，对着杨坤的胸口就是一刀。唰！杨坤整个胸口被斩出一道大口子，随后整个人单手握剑插在地板上，缓缓蹲了下去。我认输。在迟缓片刻后，杨坤艰难的开口。他清楚吴凡最后的这一刀是手下留情了，不然他现在一定是被担架抬着走的。这一点两个当事人都清楚。你很有实力，如果遇到一般的 F 阶武者，你应该能击败，甚至零压5000的巅峰 F 阶武者，你也有一战之力。吴凡赞扬道。杨坤虽然输了，但吴凡从他身上看到了军武者应该有的精神面貌，而且基本功扎实，之前能赢下9场还是有2下子的。谢谢，你很强。杨坤说完这话就收起了长剑，慢慢走下了擂台。在大屏幕上显示这一场比赛是吴凡胜利了。卧槽，假赛，退钱！这群下注看比赛的人可不管两人的胜负和实力，他们只有输钱了的不甘。哇，吴凡大人，你好厉害啊！周丽用一脸崇拜的眼神看向吴凡，帮我结算一下本次的出场费。吴凡像是根本没经过战斗一样，但其实消耗还是蛮大的。5分钟后，吴凡接到银行的短信，您的银行卡到账52万元，当前余额。还行，打一场比赛有50多万元的收入，虽然比起猎妖来说赚的少了些，但胜在基本没有生命危险。吴凡对于这个价钱还是挺满意的。准武者级别的妖兽，完整的卖大概是30万到100万元。F 阶级别的妖兽能卖到100到500万元，这是根据他们的稀有度决定的。但是妖兽等级越高，危险度也越高。如果说准武者级的妖兽想要无伤的话，一般需要3名同级别的武者，而到了 F 阶，至少就得要5名以上了。其实这个价钱还算低了，像 C 阶武者和 B 阶武者的战斗，有时候一场分成能有几千万呢。周丽在一旁说道。而且一般来说 ，F 阶武者的战斗观赏性不高，基本是用来做赌注开盘用的。全国职业武者大赛最低都是 C 阶开始，而且像您这样很轻松赢下比赛的很少，大多数同级对战都要打得双方浑身是伤，光是医药费都要用掉收入的30%，还加上养伤的时间，基本上1周打一次都算是勤劳的武者了。大多数都是半个月甚至1个月打一次。说的也是，吴凡倒是没怎么意外。武者间的战斗如果没有见血，那和表演赛有什么区别？好撑！吴凡再次从武者自助餐店走出来。这半个月来，他基本上保持着1天比赛、1天修炼、1天吃妖兽大餐补充气血的状态。零压半个月时间提升了240多点，目前用尽全力的话，零压是2464点，算是迈入了15级。其实这个修炼速度已经很快了，如果没有压缩2倍零压的话，吴凡这半个月增长的零压足足达到500点。而在 F 阶武者的阶段，400零压就可以升1级，也就是说，吴凡短短半个月就达到了别的武者1个多月的量。金色的星环加快了我吸收灵气的速度，再加上这半个月持续食用妖兽食物，气血也很充足，这才能修炼的这么快。而吴凡手里还有5颗下品灵石和1颗中品灵石，他准备在 F 阶后期使用，因为压缩零压越到后期就越难，争取在去参加考试前修炼到接近 F 阶巅峰的程度。天府4中宿舍，杨武，你快过来！李阳对着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杨武说道。什么事啊？我刚约到一个高1的班花，别打扰我。杨武对着手机一阵戳。这里有个叫吴凡的 F 阶武者，已经6连胜了。李阳的笔记本电脑上正在直播吴凡的比赛，才6场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估计又是某个家族的小天才出来试炼吧，靠着家族资源堆积起来的实力。然后拥有比其他同年龄武者强的武技和基础，没什么好看的。杨武作为天府4中高2的刺头，进校的第1天就和老师打了一架，虽然被老师收拾了一顿，但却打出了名气。后来杨武被某家武者俱乐部看中，签约了青训队员，一时间成了学校的名人，网络上有了20多万的粉丝，其中有不少小迷妹，基本上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换个女朋友。不，这个吴凡不太像从家族里出来的，他身上没那种贵气。李阳说道。而且他打败的对手都很强，比如之前那个9连胜的特种军武，还有几个零压都在3000以上，他自己可能只有2000左右的零压。哦，这还有点意思。帮我约战他吧，明明都放寒假了，我们还要被拉到学校来特训，简直太无聊了。杨武说完就继续和他的新班花女朋友聊起来了。呵，吴凡沉稳的一刀劈出，这是最基本的刀术动作，简单的一记劈砍。但像这种最简单的招式，吴凡每天都要练习上千次，从来不会因为已经十分熟悉而轻视，因为这是一个武者最扎实的东西，就算是那些高阶武者，也要经常进行基础修炼。修炼结束的吴凡拿起手机，发现周丽小姐姐发来的消息 ，OM 俱乐部的青训队员找我约战。其实吴凡对于和谁战斗这件事没什么意见的。他只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些俱乐部都喜欢取一个英文字母的名字？可以，我接了。吴凡给周丽发了个消息，收到，时间定在周6晚8点哦。周丽这段时间作为吴凡的临时助理，赚了很多提成，服务也越发用心了，基本是做到了秒回。看完了这个消息，吴凡就不再想这个事，而是再次回到修炼室开始修炼。今天在这里流的每一滴汗，
打在对手的身上都能让对方掉一滴血。休闲、娱乐、女朋友，不存在的。很快就到了周六晚上，因为杨武是小有名气的武者，所以这场比赛安排在了黄金档，而且在大厦的高层可以俯瞰天府繁华的夜景。杨武大人加油！啊，杨武大人好帅！今天到场的不光是一些老韭菜，还有一些举着灯牌的小迷妹，全场坐了大概有将近1500人，规模基本上相当于普通学校的一次年级会议了。陛下文学，你们今天买谁啊？一个老韭菜有些犹豫地问道。那还用想，当然买杨武啊，人家可是天府4中基地班的学生，而且还是武者俱乐部签约的青训武者，之前还有一次20连胜的记录，实力也是到达了 F 阶巅峰，他无法拿什么赢啊。另外一名老韭菜分析的头头是道，可是咱们这几次压无凡输，结果赔得老惨了，怕什么？这次一定是杨武赢。此时主持人已经在热场子了，让我们欢迎青训大神，天府4中的王者，武者界未来的新星 YW。YW 是杨武的昵称，直接将名字用首字母缩写。杨武，杨武，杨武 ，YW。杨武穿着一身休闲装，下身还是一条紧身牛仔裤，脚上一双帆布鞋，这装扮不像是来战斗，更像是出来逛街聚餐的。对面那个，你搞快点上来，打完我还要给粉丝签名，然后和朋友去吃饭，时间很赶的。杨武察觉到吴凡的灵压比他弱不少，判定这场比赛又只是一场赚几十上百万的常规赛，算了，就当保持手感了。你的灵压确实很强。听到杨武的话，吴凡虽然有些不爽，但并没有感觉到很生气，因为如果他人随意的几句话就情绪起伏，那这种沉不住气的性格注定走不远。另外一方面，在感受到杨武的灵压后，吴凡还有点兴奋。他来打擂台赛，虽然是为了挣钱，但更多的还是想积累和武者间战斗的经验。他之前一直在野外猎妖，相当于 PV 人与妖兽战斗的刷怪。经过阳城那件事后，吴凡意识到人比妖兽更加可怕，所以 PVP 人与人战斗也得跟上。你这人该不会是傻子吧？看到吴凡一脸跃跃欲试的模样，杨武觉得这人该不会越级赢了几个普通水平的武者，就自信心爆棚了吧？我今天就来挫挫你的锐气，让你知道什么是年轻一代的强者。杨武说这话的时候，很熟练地对着直播设备和观众席说道：“我好喜欢杨武这种霸气的范儿，加油，把对面打趴下！”听着加油呐喊声，杨武露出了一脸享受的表情。你叫杨武是吧？就在这时，吴凡突然开口道：“说实话，你有点轻敌了。作为武者，即使对手的实力不如你，也要认真的应对。所以我就告诉你，你今天得躺着出去。”听到吴凡的话，杨武直接笑了：“你小子比我还嚣张啊！待会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因为这场比赛关注度比较高，此时网络上也有不少人在观看。这个吴凡垃圾话放得好狠啊！不过我好喜欢，话说的越狠，被打的就越惨，这是老规矩了。在弹幕说话间，裁判已经就位。呵，在战斗开始的一瞬间，杨武嘴角挂起一丝冷笑，趁着吴凡好像没反应过来，直接就奔袭过来，在快要冲到吴凡的面前时，一把金边长刀握在手中，对着吴凡的面门就是一刀。这就是战术上的差距。杨武作为半个职业武者，在一些擂台技巧上有一定优势，这种算是规则允许内的偷袭。当，让杨武没想到的是，吴凡就像是提前知道了一样，用一把生锈的长刀架住了杨武的攻击。当当当，一连串的金戈交错之声，双方瞬间拼杀了20多刀，两人对撞的灵压激荡，让现场观赛的观众热血沸腾。果然有两下子。杨武发现吴凡的招式并不套路，很像是军武者出身，简洁干脆，但和军武又有点不一样，有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吴凡招式卡壳，像故意收回去一样。mwxbj.org， 你也挺厉害的。杨武的感觉并没有错，吴凡在长期的猎妖战斗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战斗方式，那就是抓住一切能一刀宰了对方的机会。猎妖是生死之战，没有表演的大架招，没有制敌的留手，有的就只是朝要害处招呼。所以吴凡在和杨武的战斗中有2-3次可以一刀戳到要害的机会，但他都收了回去。不是吴凡手下留情，而这正是他的修炼方式。刀刀致命的打法虽然很凶猛，但太容易被人针对，所以要在和其他武者的战斗中摸索出更多的战斗方式。我要认真了。杨武主动拉开了距离，身上的灵压陡然爆升，他的背后浮现出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卧槽，黄色星环，牛逼啊！这是纯血妖兽的灵核才能激活的吧？至少也得上千万了。这个黄色星环炸出了一群看直播的网友。听说这是签约 OM 青训队的福利，如果能打到顶级联赛，听说还有魔血凶兽的灵核。去年顶级联赛的冠军奖励，其中一个就是魔神大妖的灵核。不止呢，还有上亿的现金、必接的武技。刀势凝聚，一旦武者亮星环，就代表彻底认真起来，整个人的眼神都不同了。杀！杨武脚下一踩，瞬间出现在吴凡的面前。砰！两人拼杀了一记，吴凡马上就感觉到了压力。这次仅仅只是对拼了7、8刀，吴凡的应对就变得很被动，这让那些压了吴凡赢的老九菜心都揪了起来。卧槽，人家亮星环，你也亮啊！他妈的，你会不会打？亮环啊！杀爆他！狗东西，装逼也不是你这样装的啊！老韭菜们恨不得化身为吴凡的星环，一个个原地炸气。到现在你也不亮星环，那就太看不起我了。杨武看着被逼到角落的吴凡，嘴角泛起一抹冷笑。第一星环，星爆斩！杨武背后的星环瞬间一亮，手中的长刀泛起一片璀璨的灵压粒子，犹如星光一般。杀！杨武大喝一声，对着吴凡的头一刀斩下。完了，快躲开啊！在现场和网络上无数人的惊呼中，吴凡不躲不避，
反而是朝着斩来的长刀主动迎了上去。只见吴凡浑身灵压爆发，隐藏在体内的灵压粒子聚集在吴凡的体表。他想干什么？不会吧？肉体挡武技！不少人都已经捂住了眼睛，不忍看见吴凡被一刀劈开的场面。想逼我收手？做梦！此时的杨武正是全力爆发的时候，如果强行收刀，肯定会受到反噬，灵压逆流，在身体乱窜，搞不好经脉都会受损。所以杨武心下一横，避开吴凡的头，朝着他的肩膀而去。反正现在的医疗这么发达，断肢重生也不过是1、2年的事。呵！就在长刀斩在吴凡肩膀上的那一刹那，当！杨武只感觉砍在了坚硬的特制钢铁上一样，一股巨大的反震力量直接将他握刀的手都震麻了。什么？杨武心中大骇，他死死地盯着斩在吴凡身上的长刀，丝丝鲜血顺着吴凡的肩膀流了下来。但是杨武的长刀只斩进了吴凡肩膀不到3厘米深。哗！全场哗然。杨武来不及反应，他只感觉腹部传来一阵剧痛，他赫然发现一把生锈的长刀捅进了他的肚子，一刀对穿。你唰！吴凡利落地抽出长刀，在鲜血都没来得及喷出，一脚将杨武踹飞。砰！杨武整个身体直接横飞出去，撞在了小型保护罩上。武者战斗的擂台都有一个透明的保护罩，是为了防止武者大战控制不了武技，而失手打死观众的情况出现。可哈！杨武捂着肚子，勉强地站了起来，他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向吴凡：“你居然敢用护体灵压？”没错，刚才吴凡抵挡住杨武的方法，正是使用了护体灵压。而护体灵压只有在一阶的时候才能离开身体，在武者周围10多厘米处形成一个半透明的保护罩。为什只有一阶才能形成？那是因为护体灵压需要灵压粒子高强度聚集，形成能量壁垒，原理和形成星环差不多，但没有发生能量跃迁。而 F 阶武者的灵压不足以形成灵压粒子外放，只能在体内流转。而吴凡刚才就是将灵压聚集在皮肤下，形成了体内的护体灵压。一般的 F 阶武者体内的护体灵压只能减伤，遇到其他攻击也只能受伤轻一点，而不能完全抵挡。杨武死死地盯着吴凡，他也不是没遇到过用护体灵压减伤的 F 阶武者，但像吴凡这样能减伤成近乎无伤的护体灵压，也太变态了吧！杨武还想再战，但却被裁判阻止了。让开！杨武不能败，至少不能输得这么难看，不然的话，他的职业武者之路就要断了。那些俱乐部会认为他实力不行，这些积累的粉丝也会离开。咚！在推开裁判后，他才刚走了2步，就扑通一声倒地。快！医生！很快，在现场待命的医生就冲上了台。只见一阵莹莹的绿光笼罩在杨武的腹部，这是武者医科大学毕业的医武者，他们有学习专门的治疗武技，可以快速止血、修复外伤等。好，在大屏幕上显示出了本次擂台赛的胜者是吴凡。一些买吴凡赢的老韭菜直接咸鱼翻身，疯狂的大吼：10倍的赔率啊！发财了！与这些赚钱的老咸鱼相比，那些输钱的老韭菜就跟家里出事了一样，双眼通红，有些人甚至朝着被担架抬走的杨武吐口水。呼！吴凡也接受了治疗，肩膀处的刀伤贴了疗伤药，随后他就看到了擂台下挤了一大群人。怎么那么多人？而且全是女生。这些女生穿着时尚，身材姣好，容貌漂亮，还很年轻。一看到吴凡注视过来，其中有一名女生马上就对吴凡喊道：“你为什么要对杨武哥哥下手那么狠？你明明可以赢，为什么还要把我家哥哥打成那个样子？我好心疼。”对啊，你知不知道把人打成重伤住医院，要耽误人家多少修炼时间？这群女生是杨武的小迷妹，她们在看到杨武最后还要拼命站起来的时候，心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听到这群小粉丝的话，吴凡面无表情地说道：“既然选择当武者，就不要怕受伤流血。你们是想看到自己喜欢的武者在面对对手时不惧伤痛，勇敢的浴血拼杀，还是想看到他们在战斗时害怕受伤而畏首畏尾，不敢拔刀向前？”听到吴凡的话，这群粉丝愤怒的声音瞬间小了许多。我们家杨武哥哥好样的，虽然很心疼他受伤，但是他勇敢战斗的样子真的感动到我了。我们赶紧去医院吧，哥哥输了比赛，现在一定很难受。有人带头，一大群粉丝浩浩荡荡的前往了医院。唉，吴凡失望的叹了口气，还以为是我的粉丝呢。就在吴凡感叹自己没有粉丝的时候，一位中年秃头的大叔忽然激动朝吴凡跑过来，然后抓住吴凡的手疯狂上下摇摆。吴凡小哥，不，吴凡大哥，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大哥。这位大叔太过热情，让吴凡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板，刚才我压您胜利赚了2个亿，以后你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找我，小弟我义不容辞。这位大叔说完递上了一张名片，但随后又跑过来几名大叔，还有一位中年姐姐。笔下文学，他们都是压吴凡胜利的人。这群人家里殷实，是有点闲钱的成功人士，平时就喜欢看武者擂台赛，顺带压点钱找些刺激。哦，谢谢。吴凡没想到自己居然真的有粉丝了，而且还是一群比较有钱的大叔大姐。好不容易脱离他们，吴凡回到了休息室。这时旗袍小姐姐周丽带着一个穿着得体的西装中年人走了进来。吴凡同学您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武者职业比赛天府大区的经理，我叫李想，我想和您聊聊，您看有时间吗？李想说道。你说。吴凡有点好奇，这职业比赛的人找他有什么事？是这样的，我们研究小组在看了您的比赛和资料后，认为您非常有潜力，想要培养您成为一名职业武者，您看怎么样？李想说道。职业武者？吴凡这段时间倒是有了解过，像裁决所、猎武者工会、斩妖队这些一样，职业武者也是一条很大的分支，有很多还在上学的年轻武者，在高中就辍学，进入了青训队，最后去打职业比赛。这些职业俱乐部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培养体系，包括修炼、战斗和商业包装，甚至还有演戏和商业代言。
像那些打出了名气、全网几千万上亿粉丝的职业舞者，赚的钱不知道几百上千亿。草根舞者直接改变人生命运，什么帝都、魔都的别墅随便买，每晚请几百个漂亮妹妹开泳池派对，丝袜高跟鞋聚会，豪车名表随便买。我们天府大区旗下有个特别知名的俱乐部，是顶级联赛16个俱乐部之一，资源丰富，管理专业，不是那些次级联赛俱乐部能比的。李想很自信地说道。实际上他也很有自信，只要不是那些舞者家族、官宦世家、影视宗派、武道圣地出身的舞者，能签约一个次级联赛的俱乐部，已经比那些挤舞者高考赛道的人有前途多了，更不要说他们这种顶级俱乐部了。每年他们给的名额都会让全西南片区乃至全华夏的年轻舞者抢破头。吴凡听到李想的话，思考了一下，因为这确实是他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但最后他还是站起身对李想说道：我知道这个名额十分珍贵，谢谢你们的欣赏，但我依然想去舞者大学读书。吴凡说道。哎，吴凡同学，说句老实话，每年有多少武大毕业的学生，就算是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的学生，混的都没有我们职业舞者好，舞者之间的竞争是很大的。李想可惜地说道。不过我有时间也会打几场擂台赛挣点学费。吴凡觉得去了帝都之后，可能也需要搞点赚钱的路子，大概也会在课余时间打几场。好，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帝都、魔都都有场馆，欢迎您随时联系。李想递给吴凡一张名片，随后握了握手，礼貌微笑地离开。吴凡大人，您真的不考虑一下吗？当职业舞者真的很赚钱的，不需要拼命厮杀就能挣几辈子的钱。周丽也觉得有些可惜。吴凡只是笑了笑，没有再说话。在天府修炼、战斗、休息沉淀的这段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寒假很快就过去。天府东站，吴能坐在轮椅上，背后2名漂亮的护士小妹妹推着他在月台上走着。小凡啊，爸真想跟你一起去帝都。吴能语气带着遗憾。你这次一定能考上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你站在这里不要走动，爸去给你买点橘子。吴凡连忙阻止了他，然后说道：你就在这里好好养伤，要照顾好自己。爸，我走了。吴凡说着，对着月台上的吴能挥了挥手，随后带着坚毅的眼神，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去帝都的动车。学富五车的状元进京赶考，不在意未来的结局是否会当个配角。来自底层的我会让奇迹发生，让你们为我呐喊的声音响彻整座京城。春日的太阳和煦明媚，从天府东站通往帝都的这条铁路上，有着和海底隧道一样构造的透明能量保护罩。亲爱的乘客，我们已经离开秦西省的省会长安市，下一站是豫州省的省会嬴政市。广播里传来列车员的声音，随后又用外语重复了一次。长安市和嬴政市都是各自省区的 S 级省会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风景。可惜这次没时间去看一眼。吴凡坐在动车上，看沿途的风景在快速的往后退去。虽然有能量罩保护，但每年动车也都会出现被妖兽袭击的新闻，伤亡挺大。特别是2010年，有次搭载了上千人的动车，遇到了一头超 A 级妖兽的袭击，保护罩被撕裂，动车全部脱轨，死伤近800多人。不过即使是这样，动车也比飞机安全多了。嗖！吴凡正想着，就看见保护罩外出现了一头10多米长的银色巨狼。啊！妖兽！银色巨狼的出现瞬间让不少人开始尖叫。各位乘客请不要惊慌，本次列车会有斩妖之队的武者大人们交叉巡逻，他们是来保护你们的，并不是妖兽攻击。在听到广播后，众人稍微冷静了一点，随后他们仔细一看，就发现其实在银狼背上还坐着一个穿着制式作战服的武者，他的胸口还挂着一个百字，是斩妖队的武者大人。和裁决所穿不同颜色的制服来划分等级一样，斩妖队的武者也有自己的标志，胸口挂着百字的勋章，证明这位斩妖队的武者战胜了超过100只与自身同阶或者以上的妖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了。这种级别的武者应该是地级市的小队长。只见银色巨狼在荒野上迈步奔跑，速度丝毫也不比动车慢。强大的武者可以自己饲养妖兽作为战宠，但是必须上报相关部门进行登记。这件事吴凡知道，但妖兽经过灵气的滋养也是有智慧的，野心非常大，要想驯服一头妖兽当战宠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即使再困难，只要有钱有权就能做到。在天府、帝都、长安、嬴政这些 S 级大城市中，就有专门卖妖兽蛋和幼年妖兽的店。很多武者家族的少爷小姐就喜欢养一些比较强大的妖兽，这些拿出来卖的妖兽蛋和幼崽都是猎武者们在野外获取的。因为生育期的妖兽都非常敏感暴躁的关系，所以相比于猎妖，去获取蛋和幼崽的行为更加危险，死亡率非常高，因此那些妖兽蛋十分昂贵。不过话又说回来，钱、零食、珍贵材料对于那些武者家族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你觉得天价的数字，说不定只是人家的零用钱。怎么最近往帝都跑的年轻人好多啊？在列车间，几个乘务员在聊天。你忘了吗？全国巡考要开始了。哦，对，帝都、魔都一些武大要开始自主招生了。自主招生作为学校吸纳特别优秀人才的方式，肯定不是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他们的特权，全国仅有的39所顶尖985级别的武大都有这个权利。不过我听说今年的自主招生考试好像有点变化。一名乘务员说道，他的级别有点高，应该是乘务长之类的角色。芳芳姐，这有什么变化？我怎么不知道？你家里肯定没有正在念武者高中的孩子，我家就有一个，所以特别关心这样方面的消息。吴凡刚上完厕所，就听到几位乘务员的话，停下来问道：这位姐姐，今年自主招生有什么变化吗？乘务长芳芳姐听到吴凡喊自己姐姐，当即脸上笑开了花。哎呀，你这小同学嘴巴可真甜，在学校一定泡到不少妹妹了吧？这去年不是说什么武者高考改革吗？有首长对现在的武者风气很不满，说是现在的年轻武者，不论是知识还是能力，都逐年下降。
所以命令教育部改变武者高考的模式。以前的武者高考重点考察灵压高低，现在不光要看灵压，在增加文化课分数占比的同时，也要增加野外猎妖和武者对战方面的项目。这武者高考一变，自主招生肯定也要变。而且据说这次自主招生考试会变成一个小型的全国武者高考，用改革后的武者高考项目来进行考试，相当于拿自主招生来做试验，看看效果。这位乘务长担忧地说道：“也不知道我儿子能不能考上。”吴凡回到座位，沿途他看见了不少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少年少女，应该全是前往帝都参加考试的竞争者。全国范围的新型自主招生吗？不知道为何，吴凡没有半点担忧，反而从腹部涌起了一股难以遏抑的悸动。他捏紧拳头，眼光灼灼地看向窗外，真是令人期待啊！开往帝都的动车从天府出发后，经过长安、嬴政，最后再经过冀州省的省会石门市，就到达帝都了。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在帝都西站下了动车。这么多武者，吴凡刚下车就感受到了无数道武者的凌压。果然不愧是帝都，在小县城十分少见的武者，在帝都随处可见。不过吴凡也表示理解，有能力的人谁不想来最大的舞台一展拳脚呢？只是吴凡还没来得及仔细感受帝都的宏伟，就脸色微微一变，因为在前方站着许多裁决所的武者，他们清一色的穿着白色制服 ，C 阶武者，至少200名白衣裁决站在一道巨大的检测大门旁边，注视着来往的乘客，而且在一旁还站着10多名 B 阶的蓝衣裁决，甚至在最里面还有一名隐藏的 A 阶金衣裁决。mwxbj.org， 这是在防止邪教武者和一些通缉武者混进帝都。吴凡神情不定，因为他现在体内就有一个邪教圣徒的红色面具，现在逃肯定不行，这仅仅是一个入口，周围还有10多个这样的检测口，光是金衣裁决就有10多个。就在吴凡思考时，忽然有一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惊讶道：“哎，怎么是你？”熟悉的光头，熟悉的大墨镜，正是之前吴凡在德城遇到的那个自称是华夏武大的何星星何教授。哟，我以为你是开玩笑，没想到你居然真来了。何教授在看到吴凡后也很意外，笔下文学，您还真是华夏武大的教授？吴凡当时没在意，以为何教授只是一个普通的高阶武者。几个月没见，你的实力增长有点快啊。何教授看着吴凡，随后说出了令他意外的话：当时见你才刚进入 F 阶，在2倍压缩灵压的情况下，这都快接近 F 阶巅峰了。说不定你还真能通过第1场和第2场考试。吴凡听到何教授的话，十分吃惊，因为不光是在阳城，甚至在天府都没有武者能看出他压缩了2倍灵压。但何教授不光看出来了，还能知道他真实的修为。这个人不简单，至少是一名 A 阶武者。吴凡做了一个大概的推测。走吧，既然遇到了，我就带你一程。吴凡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了监测站。在穿过检测站的那一瞬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吴凡心里暗自松了口气。果然和孟洛西说的一样，邪教特制的面具能隐藏一切气息。其实吴凡还是低估了圣徒面具的能力，因为那是连灵界超 A 级武者都察觉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圣徒能在世界各个国家隐匿身份最核心的原因。在帝都呢，虽然很安全，但很多时候就是不方便。何教授对一旁的吴凡说道。两人走出了帝都西站，吴凡算是正式进入帝都了。随后只见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两人面前。老板，我来接你了。车窗摇下来，驾驶座坐着一名比吴凡稍微大几岁的年轻男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带的学生，叫柯洁，华夏武大大3的学生。何教授说道。你好，我是今年来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我叫吴凡。吴凡能从柯洁身上感受到强大的灵压和充沛的气血，不过对方没有很张扬，没有随意释放出来压迫别人。哦，你是来参加考试的啊？我跟你说，你通过了以后一定要报咱们何教授的武者小组。柯洁是一个脸比较白皙，戴着眼镜的帅气青年，有点不太像武者。但吴凡知道，武者等级越高，受到的灵气滋养越充足，皮肤变好变帅是很正常的事。而且武大也不全是战斗型的武者，还有很多搞研究的，比如一些武技就需要研究体内灵压粒子的走向，然后创造或者改良。如果我能考上的话，会认真考虑的。吴凡这话才是说的真诚，不是表面的客套。一边说话，吴凡一边观察着帝都的构造，很快他就发现帝都和天府的不同，居然有6重保护罩。吴凡有些惊讶。帝都核心的区域总共分为6环，每个环都有一层单独的 S 级保护罩，在最核心的一环，保护罩是超越 S 级的。何教授在一旁说道。吴凡还能说什么呢？阳城的保护罩仅仅只是 B 级，而像天府、广府、长安这些省会城市只有一层 S 级保护罩，而帝都每个环都有一层 S 级保护罩。咱们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也仅仅只是在4环外5环内。那些帝都的武道家族基本都住在4环内，裁决所总部、斩妖总队、军武总部权力部门在3环内，而2环和1环内的信息就是秘密了，不能随便谈的。柯洁一边开车一边说道，凭借武者的反应力，就算是突然有一个人主动撞上来，他都能避开。在谈及到这些权力、家族、机构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个人很渺小的感觉。好了，我就只能把你送到校门口了，希望能在华夏武大看到你。何教授对吴凡说道。谢谢。虽然吴凡性格冷淡，但他绝对是一个懂礼貌的人。告别了何教授和柯洁之后，吴凡便背着包往华夏武大校门口走去。刚走没几步，吴凡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怎么这么多人在校门口？那些人和吴凡一样，都是来参加自主招生的各地考生，少说也有上万名。但此时他们有的站立观望，有的屁股坐在地上脸色苍白，还有的背靠着墙无力的闭上眼睛休息。同学，你们怎么不进去？吴凡问旁边一名少年，但那人根本就没有理会吴凡，反而是把他当作竞争对手一样，略带着敌意。吴凡也不自找没趣，
越过茫茫众人，往校门口走去。华夏武大的校门非常气派，少说也有120米以上，而且高度也将近30米，相当于5、6层楼那么高了。但此时在华夏武大校门口的空中，正盘腿坐着一个人。他大约20多岁，闭着眼，像是在打坐冥想。B 不 A 阶武者。吴凡本来以为对方是 B 阶武者，但看到对方悬浮于高空，像坐在平地一样坐在上面，只有 A 阶武者才能做到。而奇怪的是，这人坐在那里，就像是在几万名考生的面前画了一道无形的线一样，没人敢迈进华夏武大校门100米内。同学，你最好还是调整一下状态。就在吴凡要朝前走的时候，一个身材圆滚、皮肤白皙的小胖子阻止道：“为什么？”吴凡着实有些好奇，眼前这一幕实在是太奇怪了。因为这是自主招生的第一道考试，看到坐在空中的那名武者了吗？他是今年华夏武大的优秀毕业生，代表李小天，仅仅21岁就迈入了 A 阶。小胖子眼中带着崇拜和羡慕。每年来参加自主招试的武者特别多，光是第一天，咱们华夏武大这边就有几万人，更不要说帝都武大那边了。所以第一关就要淘汰90%以上的人。这第一关就是在李小天的灵压震慑下，大声报出自己的考号和名字，然后走进华夏武大的校园。小胖子有些艰难地咽了咽口水，这被称为第一关报名。原来如此，吴凡算是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脸色苍白无力地躺在地上了。看来有些人是尝试过了，但失败了。谢了，我叫吴凡。一个人的品性在某些时候可以侧面印证。吴凡之前问了好几个考生，一个个都事不关己地闭着嘴巴，巴不得吴凡跟他们一样，没有准备吃个大亏。我叫林小璐。小胖子对吴凡说道。第一关只有1万个名额，时间是3天，但只要满了1万人，第一场考试就结束。林小璐对吴凡说道。吴凡看着一旁的大屏幕，上面写着已通过3189人。而就在这时，林小璐忽然看向吴凡，惊道：“吴凡同学，你这是？”只见吴凡扣紧了自己的背包，系紧了自己的鞋带，然后浑身爆发出灵压，朝着前方一脚踏去。轰！好强的灵压！仅仅只是一步之遥，吴凡就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几倍重力的训练室一般，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吴凡尝试着想向前走，但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挪动了一步。A 阶武者的灵压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之前吴凡在学习武者常识的时候，就听说初级 A 阶武者的灵压都要在100万以上，当时听着感觉很夸张，但现在吴凡有点相信了。李小天仅仅只是闭着眼，悬浮在空中，根本没有用力。吴凡同学，你应该等一下啊！林小璐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冲在最前面的人受到的压迫力越大，你应该找几个人一起进行考试的，多几个人就可以分担压力。听到林小璐的话，许多正在驻足观望的考生对视一眼，随后纷纷跟在吴凡的身后。可就在他们刚进入的一瞬间，李小天身上的灵压陡然增强，扑通扑通，刚进入的几名考生瞬间被压倒在地，有实力弱一点的直接口吐鲜血。此时他们心中就一个想法：我尼玛这死胖子，真阴啊！这个考试，李小天会随着进入人数的多少，控制释放的灵压总量，保证每个人平摊下来的灵压是一样的。这几个考生没有心理准备，以为有吴凡在前面顶着，没有第一时间防备，瞬间失去反抗能力。嘿嘿，林小璐人畜无害地笑了2声，随后就跟在吴凡的身后，朝着华夏武大的校门走去。虽然他也行动缓慢，但却走得很稳，明显实力不弱。呼！吴凡没有管后方发生的事，而是全力释放自己的灵压，对抗着李小天的震慑。100米、90米、50米，吴凡只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骨头在强大的压力下发出咔咔的响声，似乎再多挪动一步就要折断一样。就在吴凡快要走到李小天面前时，他忽然睁开了眼睛，仅仅只是这一下，就让正在进行考试的众人感觉到呼吸一滞。欢迎参加华夏武大2024届自主招生考试，我是2020届的毕业生李小天。吴凡注视着李小天，面色凝重，在强大的灵压震慑下，实力弱小的直接就被压趴下了，稍微弱一点的都迈不开腿。而这第一门的考试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报出自己的考号和名字，不愧是整个华夏最顶尖的2所武大之一，第一关就这么难。吴凡心里想到，如果是年前的我，或许也能走到这里，但是绝对说不出话来。沉静了片刻，吴凡忽然猛地吸了口气，然后迎着李小天的震慑，爆发出全身最强的灵压，气血涌入丹田和腹腔，对着前方大声喊道：川省阳城武者高中，吴凡，前来报名！声音响亮，中气十足，隔着100米依然如同响雷贯耳，这让李小天稍微欣赏的点了点头。欢迎你，吴凡同学。随后吴凡一脚迈入华夏武大的校门，在进入学校的这一刻，身上的压力瞬间消失，还来不及适应的吴凡踉跄的往前走了2步。呼呼，吴凡大口喘气，他现在感觉飘在了云端，脚下踩的大地轻飘飘的，背后和脖子冒出了一小片热汗。就在他休息了不到10秒后，同样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晋西省太原五中林小璐，前来报名。随后只见一个圆滚滚的身体直接扑倒在吴凡不远处的地板上，大口喘气，浑身的汗水像是泄洪的闸门坏了一样，瞬间打湿了地面。真是要人老命了，林小璐大喘气般的说道。此时有大一的学长学姐正站在不远处看好戏。嘿嘿，看到他们这模样，我就想到了去年咱们也是这么狼狈。谁狼狈了？我可是正儿八经走进来的，不像你是爬进来的。谁爬进来的？我那是战术匍匐。这应该是武大学生为数不多可以暂停修炼前来围观的场面。走吧，先送你们这几个人去宿舍。有学校工作人员过来将吴凡等人带到一辆观光车面前。这是小白龙，由于校区面积很大，所以一般搭乘这个出行。不过这是外出历练归来的同学才乘坐的，在学校修炼的人一般都是甩火腿。工作人员介绍道。什么叫甩火腿啊？小胖子林小璐提问道。就是用腿跑的意思了。当然你要是 B 阶武者，
你也可以用飞的，毕竟跑步、飞行也是锤炼身体的一部分。卧槽，这么卷的吗？连走路都要修行，这也太变态了吧！笔下文学。工作人员没有说话，而是跑到一旁，把一名在地上躺尸的考生扛上了小白龙。卧槽，我以为我已经够惨了，没想到还有高手。林小璐看向那个躺在车上的人说道：你好，我叫张恒，名叫张恒的少年用虚弱的声音说道。他脸色惨败，毫无血色，一看就是被李小天的灵压震慑的太狠。你该不会是爬进来的吧？林小璐坏坏的说道。嗨，我是走进来的。张恒说一个字，要休息10秒钟。就你这个样子，能走进来？林小璐表示不信。我在距离大门口的地方趴了半个小时，然后走进来的。吴凡，这个林小璐，就连后排坐着的一个冷傲的少年，脸上都抽搐了2下。你还真他娘的是个人才！林小璐只能感叹，不愧是华夏武大，真是什么样的怪人都有。由于吴凡压缩灵压的关系，恢复能力很强，他之前消耗的灵压很快就恢复了过来。不过让他诧异的是，林小璐和那名冷傲少年也恢复得很快。不过他们的方式各有不同，林小璐是直接磕了一颗灵气丹，那种东西是用碎灵石做的，一颗就要几万元。而那名冷傲少年则是双腿盘坐在座位上，像是在运行什么功法。只有张恒像个咸鱼一样，一直在后排躺尸。好了，咱们到了。在穿过不知道多少栋学校的教学楼后，工作人员将几人带到了考生安置点。只是一下车，吴凡就呆住了，他指着前方说道：说，你确定就是这里？吴凡所指的地方是一片广袤的圆形大森林，里面的树木茂森，最矮的都有20、30米高，郁郁葱葱，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而且在这个圆形的大森林边缘，还有100米高的通电铁丝网，名牌上显示有高达10万伏特的电压。在铁丝网外围还有一道透明的能量保护罩，吴凡能感受到其蕴含的能量，至少是 A 级保护罩。哇，真的很难想象，在帝都这样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方，还有一片这么大的森林。林小璐也感叹道。而此时，在这个大森林的外围扎着上千顶帐篷，不少学生舞者正在里面活动。这就是你们本次考试的临时安置点。学校工作人员说道。你们4人分配一个帐篷，然后在这里等待第2场考试，通过的就留下等第3场，没通过的就可以离开了。工作人员从仓库里推来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帐篷和一些生活用品。确认了之后，吴凡也不再废话，抱着帐篷就往森林边缘处走去。我长这么大还没住过帐篷呢，这东西要怎么搭啊？林小璐跟在吴凡身后说道。帐篷其实很好搭，只是如果要住的舒适，就必须在地面下功夫。吴凡作为专业的野外猎妖工作者，对于野外求生方面的技能还是比较熟练的。很快，一个能容纳6人的帐篷就被吴凡搭了起来。卧槽，牛逼！林小璐在一旁很咸鱼的喊666，张恒则是虚弱的躺在地上，而那名冷峻的少年也不像是会干活的人。几人走进帐篷，发现脚下踩着十分舒服，一点也不膈应，就像躺在地毯上一样。这块草地比较均匀厚实，且石块很少，所以适合搭建帐篷。吴凡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帐篷里的灯。厉害，厉害！张恒也像个咸鱼一样对吴凡说道。第2场的考试是笔试，具体的科目是语文、数学、兽语，各150分，然后是理科和文科，理科是战斗物理、五 G 化学和妖兽生物课，文科是武者历史学、武者外交学和世界地理。在众人说话的时候，冷峻的少年拿着手机对众人说道：啊，还要考文科的？一听到要考文科，林小璐胖胖的小脸马上就垮了下来。同学，谢谢提醒，我叫吴凡。吴凡对冷峻少年说道。罗喉。少年不是一个多话的人，说完就拿着发下来的平板电脑开始复习起来。笔试只有3000个名额，也就是说只有30%的通过率。张恒看着手机发来的消息说道。在发下来的帐篷包里还有一些通知，比如考生群之类的，刚才罗喉就是加入了考生群，总结了里面发的通知。第2场考试就要从1万人里面刷下来7000人吗？吴凡感觉竞争有点大，随后他也拿出发放的平板电脑开始学习起来。好，而就在众人安心学习的时候，忽然从保护罩里面的森林深处传来一道恐怖的吼声。轰！就是这一声吼，让整个考生露营地直接哗然。妖兽！不少同学都从帐篷里跑了出来，他们浑身灵压爆发，气血激荡。能通过第1场考试的武者，灵压都是非常强的，这集体灵压爆发，瞬间就引得森林里传出更多的吼声。果然，这是个妖兽森林。吴凡并没有跑出去观看，因为没有必要。第3场考试绝对和这个妖兽森林有关。不过帐篷里不光吴凡很镇定，其他3人也非常的淡定。林小璐在睡觉，张恒在躺尸，罗喉在看手机，看来都不是一般人啊。吴凡没有过多的关注，拿着书继续看起来。虽然规定了第1场考试要持续3天，但实际上在第2天的下午，通过的人数就已经达到1万人了。第1场考试结束，我们将于明天早上9点在大会堂举行第2场考试，请各位考生准时参加。考生群发来消息，同时也有工作人员在营地喊道：明天要考试，今晚早点睡吧。吴凡说完这句话，倒头3秒后就进入了睡眠模式。卧槽，神迹啊！张恒惊讶地说道，他对于吴凡能3秒入睡感到震惊无比。确实，连一向不说话的罗喉都表示羡慕。第2天，大会堂好大。吴凡几人来到了第2场笔试的地点，是一个能容纳上万人考试的大会堂。几人按照座位号找到自己的位置，随后从大会堂外部飞进来上千名 B 阶舞者。这群 B 阶舞者飞在空中，在每一行每一列都有一名 B 阶舞者监考，做到了全方位无死角。随后10多名 A 阶舞者走上台前，为首的一人浑身肌肉虬结，皮肤黝黑，脸上还有一道伤疤，看起来很是凶狠。我叫方磊，是华夏武大2006届毕业生，
同时也是赣州省第29斩妖局的主任，受邀来担任本次考试的主考官。哗，斩妖局的主任，实力起码得是65级以上了吧 ？A 阶中级武者，是省区的斩妖局 A， 好强！斩妖总队在帝都，而每个省区最大的斩妖机构叫做斩妖局，比如广府就是第20斩妖局，赣州省就是第29斩妖局，而省区下面的地级市斩妖机构叫做斩妖支队，像阳城那样的小城市，最高的斩妖机构叫做斩妖分队，但是为了简便称呼，一般都称作斩妖队。而像方磊这样在省区斩妖局做到主任级别的，已经是仅次于局长和副局长的存在，是权力和实力都极大的高级官员了。吴凡比其他人观察的仔细，他在方磊的胸前发现了一个写着签字的勋章，而且勋章还刻着一个5的数字，5000斩。对比方磊的官职和实力，在吴凡看来，这个5000斩的勋章更有冲击力，这证明这个叫做方磊的斩妖局主任已经斩杀了5000只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妖兽。不过这个5000并不是指5000只 A 阶妖兽，而是从他加入斩妖队后，随着实力提升一点点积累的。比如他加入斩妖队时是 C 阶武者，那么斩杀一头 C 阶妖兽就算一个。考试开始，就在吴凡思考时，方磊宣布考试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分发试卷。而当吴凡在看到卷子上面的第一题后，就傻了眼，这题怎么这么厚？学校的工作人员在每个考生的桌子上都摆放了一本厚厚的书，这就是我们这次考试的卷子，这起码都1000页了吧？你跟我说这是卷子？饶是吴凡这种经常刷题的人，也感觉到了头皮发麻，离谱！这不是在耍人吗？有些沉不住气的考生马上就嚷嚷起来，能通过第一关的武者大多都是各地来的精英，很有些傲气。都给我闭嘴！方磊身上的灵压忽然爆发，整个大会堂1万人瞬间安静。你们把华夏武大当什么地方了？这里是整个华夏最优秀人才的聚集地，我们要选出真正的精英。作为武者，你们的神经阅读速度、反应能力还有肌肉强度，不说和普通人比，就是和同年龄的武者比，都要强上不少。普通人2个小时能做100道题，普通武者能做1000道，那你们这群未来的精英就能做1万道题。随后，方磊指着大会堂上面的电子屏幕，上面出现了倒计时，1点59分32秒。本次考试总共1万道题，每题1分，最后排名前3000者晋级下一轮。方磊的话让全场的考生都急了，2个小时做1万道题，相当于1.5秒就要做2道题。刷刷刷，瞬间没有人再废话，只听大会堂一片试卷翻页的声音。统领幻海4层的大妖是谁 ？A 黄叶统领 ，B 离火魔君 ，C 海煞帝海龙王。吴凡只扫了一眼，就光速的选择了 C。日岛排放磷矿废水，导致大规模污染形成的人类禁地叫什么名字 ？A 福岛死域 ，B 富士神社 ，C 800万神灵窟 ，D 碧落黄泉。还考实证的吗？吴凡有些惊讶，不过这也难不倒他，因为他还是比较关心时事的。他果断选择了 A。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是谁在决战中突破成为绝巅级武者，击退老牌绝巅级强者廉颇，击杀新晋绝巅赵拓，一举坑杀赵国40万士兵 ？A 钟离 ，B 甘雨 ，C 国府李白 ，D 白起。这题就更离谱了，但从来不玩游戏的吴凡一下子就选定了 D 选项。而就在吴凡奋笔疾书，开启头脑风暴的时候，也有不少武者正备受折磨。你麻麻的，硫酸铜融入水中是什么颜色？野外遇到高阶虎妖应该怎么做？滑铲还是撸它？当然是跑啊！谁会和高阶妖兽对视啊？这尼玛都是些什么题？笔下文学，做不完的，根本做不完的。时间在一点点过去，某些平时只注重武道修炼的考生急得抓耳挠腮。在大多数考生都在埋头写题的时候，一名戴着眼镜的男生手指交叉，手肘放在桌子上，一脸沉思。这场考试一定不会这么简单，2个小时写完1万道题只是表面而已，真正的考验是这名眼镜男脑海里忽然灵光一现，我懂了，难怪在进行第2场考试之前，要将几名同学分到一起，肯定是要大家提前熟悉各自的能力，然后每个人只做2000、3000题，最后再通过特殊的武技互相通知答案。眼镜男嘴角挂起一抹微笑，自信徜徉在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掌控了这场考试。武技，流光幻影。隔壁正在答题的黄毛武者眼前忽然浮现出一道光幕，你做前3000道题，我做后3000道题。卧槽，这个黄毛武者正是这名眼镜男生同一个帐篷的舍友，还能这样操作的吗？不愧是你。就在黄毛武者准备回应时，一名毕阶考官瞬间出现在眼镜男的面前，一脸无情地对他说道：732号考生考试作弊，取消考试资格。监考官不由分说，直接就将这名眼镜男带了出去。随后全场寂静，本来有些相同心思的考生都安分了下来。我提醒你们一句，武者考试不是动漫，不是可以靠投机取巧就能通过的。我们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要的是每日每夜都在努力奋斗的人，要的是能撑起华夏未来，撑起民族崛起的人。方磊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众人的心里，不少考生再次安静下来，开始埋头答题。滴答滴答，时间一点点过去，即使是武者超强的身体素质，不少考生也都是满头大汗，头眼昏花。糟糕，要没时间了。吴凡抬头看了一下最前面的倒计时，发现距离考试结束只剩下最后15分钟了，还剩下1000道题。砰！身边有个考生因为神经太过紧张，连灵压都控制不住了。他这一下子直接引起了连锁反应，周围几十名考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灵压。轰！一瞬间，本来就处于高压状态的考生直接进入了地狱模式。噗！一位考生被其他同学强大的灵压震慑得浑身颤抖，气血激荡，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当场晕倒。稳住啊！还有的考生连握笔的手都不稳了，半天写不了一个字，场面变得极其混乱。
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此时的林小璐嘴里不知道念着什么口诀，在最后的时间里1秒写10题。考试时间到，考试结束。方磊运起灵压，对全场考生喊道：“考官，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吧，还有200道题了。”不少考生开始央求道。方磊听着场下考生的话，居然没有第一时间要求收卷，而是忽然开口道：“本次考试还有最后一道考题，如果回答正确，那么就能加100分；如果回答错误……”方磊语气忽然一变，冷酷地说道：“那么你们不仅会被淘汰，同时永远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舞者高考。”嗡！听到方磊的话，全场哗然。他们没想到，在经历了2个小时的高强度做题后，还有一个这么刺激的事情在等着他们。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不想以后不能参加舞者高考的人，趁我还没有公布题目之前，主动退出本次的自主招生考试。方磊的话音一落，紧接着就是全场寂静。终于，有人承受不住这种煎熬，举手说道：“我退出。”有了第一个人，很快就有了第二个人。他们当中本来就有文化成绩不好的舞者，没必要为了100分而牺牲自己的舞者生涯。这只是一个自主招生而已，我还能参加舞者高考，大不了去读普通的武大嘛。想通了这一点，他们的脸上露出了释怀的笑容。过了大约5分钟左右，退场的人已经接近30%。方磊的神情看不出任何异常，只见他转过身，扯下大会堂前台上的一片幕布。现在我来公布最后一题。等到众人看到幕布下遮挡的东西后，纷纷发出了惊呼。幕布之下是一个方尖碑，在方尖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汉字。仔细看去的话，那些汉字都是人的名字。这是什么？不少考生在看到这座方尖碑时，忽然感觉到了一丝肃穆感。这是华夏武大2006届毕业生的名单，名字刻在这上面的人都已经牺牲了。2006届总共1300名毕业生，如今还活着的不超过300人。方磊的话像一记炸雷，击中了全场考生。在你们眼里，武者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是拥有权力和强大武力而享受特权的人吗？方磊问道。还是突破身体极限可以长生不老的人？武者确实可以享受特权，确实可以拥有比普通人更长久的寿命，但我告诉你们，从华夏武大走出去的武者，不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当年毕业，意气风发，互相鼓励，要做出一番事业。有人去了裁决所，和凶残的武者厮杀；有人去了斩妖队，在一线抵挡西城的受潮；有人去了军武，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守护边疆。高尚的不是职业，而是个人；享受特权的不是武者，而是贵族。有人躺在人民的身上吸血，那就有人替你们负重前行。所以，我这最后一道考题，那就是给这些无私奉献而牺牲的前辈鞠一躬。方磊的话一时间让众考生面色不一。有人在听到最后一个考试内容这么简单后松了一口气，有人则面色凝重，像是在思考什么，还有人则是红了眼眶，不知道带入了什么。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凭什么要给他们鞠躬啊？一群没有背景的草根武者，不去一线，不去边疆，凭什么比得过那些武者家族的后代？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有牺牲的准备，如果怕死，不去就行了呗，在内地某个小县城当个闲散公职人员不可以吗？说话的这名武者叫做孙国豪，他穿着得体，容貌俊朗，身姿挺拔，一看就是武者家族的出身。当他听到方磊说要他给这些草根武者鞠躬时，他忽然涌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别在这里搞煽情行不行？真他妈恶心！难道是我逼得这群人牺牲的吗？说到底，这些人还不都是为了自己吗？在危险的岗位立了功，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然后加快修炼，最后凭借功劳调任到内地当大官。像这样的人还少了吗？有考生听到孙国豪的话，不由得一惊。他们没想到，本来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应。国豪兄说得好，在下也不敢苟同。很快就有一些和孙国豪一样出自武者世家的考生站了出来，想要他们弯腰鞠躬，也不看什么身份。这是最后一道考题，我之前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现在放弃，以后将不能参加武者高考。方磊神情严肃地说道：不参加就不参加呗，你以为谁稀罕啊？我们家族的修炼资源和武技可比武大强多了，我们来参加只是来体验生活，也只有那些小地方的武者家族才会把进入武大当做珍贵的机会。孙国豪一脸不屑地说道。他根本不怕方磊，一个小小的斩妖局主任而已，他敢得罪武者家族吗？呵呵，孙国豪笑着就要从大会堂离开，而就在这时，一道人影挡在了他的面前。哟，哪里来的小愤青？觉得我说话难听就来堵我？孙国豪看着面前的少年，一脸不在乎地说道。吴凡没有说话，他在看到方尖碑的时候，就想到了那日迈入 A 阶的严耕尧和他的那群老兄弟，没有他们舍命抵挡大妖的攻击，几十万人就会灰飞烟灭。虽然我早就知道，无论在哪里都会遇到像你们这样的人，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你们真跳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想一拳轰在你们这些人鼻孔朝天的脸上。只听吴凡冷哼一声，猛然一拳轰出。然而孙国豪早有防备，作为武者家族的武者，他从小就接受精英教育，资源丰厚，灵压强大，武技熟练。砰！孙国豪倒飞而出，身体在空中飞了4米远，砸在了考试的长桌上。敢动手！一名家族考生看到孙国豪被击飞，瞬间朝着吴凡冲去。武技双冲拳！只见这名家族考生浑身灵压汇聚到双拳，下身猛然一扎，拳头对着吴凡的心脏而去。人类的心脏有一个振动频率，如果以相同的频率击打，那么有概率会造成心脏骤停，瞬间死亡。这是一个杀招。呵！吴凡不躲不避，身上2倍灵压也同样汇聚在右拳上，半步朝前一踩，猛然一拳打出。砰！单拳撞在了双拳上。咔嚓！只听一声脆骨断裂的声音，这名家族考生的双手瞬间像面条一样软了下来。
随后，吴凡正对着他的胸口一脚踢出，砰！身后3名赶来的考生撞在了飞出去的人身上，一起倒地。咚！就在此时，吴凡的背后挨了一拳，像是重锤砸在了闷骨上一般。吴凡只感觉内脏一阵晃荡，向前趔趄地走了2步。他没有转身，反手一记耳光扇了过去。只听啪的一声，一道惨叫传来。你敢打女人！这名女舞者还没来得及说第2句话，就被吴凡一记横扫撂翻在地，随后对着他的头就是一踩。舞者不分性别，只要是舞者，就要做好打人和挨打的准备。死战间的战斗不会因为性别的差异就手下留情，但人心是复杂的。有几个男生看到这名女家族舞者被打，就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兄弟，打得好！老子早看他们这群人不爽了。不光是有人站出来帮舞者家族的考生，也有人站出来挺吴凡。你们不是仗着有家族背景就觉得高人一等吗？那就打呀，谁怕谁啊！笔下文学，都给我住手！眼看就要发展成一个万人 PK 的大事件，方磊等一众华夏武大的老师和考官直接释放灵压震慑全场。吴凡被强大的灵压震慑在原地，但他的拳头却捏得很紧。明明是你说的要尊敬那些无私牺牲的前辈，明明是你说的华夏武大的武者不分贵贱，可为什么别人在侮辱你所珍视的东西时，却不见你出声反驳？听到吴凡的话，本来勉强站起身的孙国豪嗤笑一声：“就你这样还想逞英雄？下辈子吧。”但随后孙国豪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看到吴凡在众高阶武者的灵压震慑中，在万名考生的注视下，居然一点点的朝他走来。你想干什么？孙国豪瞬间就慌了，他想往后退，但同样被灵压震慑的不能移动。吴凡艰难的举起拳头，不屑的一笑，随后对准孙国豪的脸重重的落下。你说我是来当英雄的？不，我他妈是来揍你的！都住手！再动手的人直接取消考试资格。方磊就那样看着，从始至终都没有阻止任何人。片刻后冲突停止，监考员和老师都收起了灵压。噗！孙国豪撑着考试的桌角站了起来，从怀里掏出纸巾擦掉嘴角的鲜血，随后用不善的眼神看向吴凡。本少爷现在改主意了，我要继续参加后面的考试。听到他的话，吴凡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别以为你刚才用拳头打翻2-3个人，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武者真正的实力是灵气、心环和武技，后面有的是机会收拾你。听到这话，吴凡掏了掏耳朵，不在意的说道：“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放狠话谁不会？如果被几句威胁的话就吓到了，那还当什么武者？还有，你说你想参加后面的考试，那你先得文化课成绩过关啊！现在话说的这么自信，到时候连这场考试都没过，不是要笑死人？”吴凡说完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沿途的考生给他让了出了一条路。不知道为什么，孙国豪觉得吴凡的话比他的拳还狠，像刀子一般锋利，直插的心窝子疼。本次考试结束，方磊也不再多说，直接让工作人员开始收卷，考试成绩将在明天公布。他话说完，在看了一眼吴凡后，就离开了大会堂。此时，在众考生看不见的地方，坐着上百名华夏武大的教授和院系领导。这个叫吴凡的人挺不错的，很有血性，可惜就是灵气等级太低了，想要跟上其他有天赋的武者，需要花费好几倍的努力和资源，不太值得培养。再观察观察吧。有人在吴凡的头像下面打了一个问号，而在孙国豪等几个家族考生的头像下面打了一个叉。一晚上很快就过去，第2天早上，在森林外的帐篷前，已经有人开始修炼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考生在绕着森林跑步。吴凡当然也在其中。这森林有点古怪。吴凡绕着森林保护罩用最快的速度跑了一圈，大概花了2个小时。随后他判断这个森林的范围应该有小县城的3个城区那么大，但根据里面传来的妖兽吼声判断，这森林要比实际的大许多。吴凡这样判断的原因是，妖兽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地盘，他从妖兽吼声的大小推断出妖兽的密集程度。难道这森林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吴凡觉得很有可能，虽然撕裂虚空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但这里可是华夏武大，那也不奇怪了。吴凡回到帐篷，发现张衡正坐在一处空地上晒太阳，林小璐还在睡觉，罗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笔下文学，考试成绩出来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个考生的吼声，一时间打拳的人也不打了，跑步的人也不跑了，一个个拿出自己的手机，在上面查询自己的文化课成绩。吴凡内心也是有些小紧张，毕竟查分这种事情真的很刺激。身份证号510，准考证号2024。点下确定按钮后，系统没有照例崩溃，而是很快就出现了分数。姓名吴凡，分数8539，排名38。吴凡长呼一口气，这第2场考试他也通过了。卧槽，2598名。林小璐躺在帐篷中，兴奋地说道。随后他看向一旁的张衡，597名，厉害啊！运气好而已，后面2000多道题我都是乱选的，没想到基本上都对了，哈哈。张衡脸上浮现出波澜不惊的微笑。就在这时，罗侯也从外面回来了。罗同学，你考了多少名？112。罗侯一如既往的话少。随后众人的目光开始集体看向吴凡。吴凡笑了笑说道：“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嗨，38名，牛逼，真牛逼！”林小璐瞬间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果然厉害的人不光是武道修炼厉害，连文化课都这样牛逼。吴凡笑了笑没有说话，总不可能给他说，他甚至在野外斩妖的时候都在看书吧。这样来看，我们都进第3场考试了，再加把劲，说不定我们都能考进华夏武大的推优班。张衡说道。或许吧。罗侯看了看手机，然后朝操场走去。走吧，集合了，第3场考试要开始了。
随着考试成绩的公布，有人欢喜有人愁，通过考试的考生前往操场集合，而没有通过的考生则开始收拾行李回家。哼，武者就应该以灵压和武道实力为尊，什么破学校，居然还考文化课！制定这种考试的人，简直不知道扼杀了多少未来华夏的武道天才。哼，华夏武大也不过只是一所武者高校而已，我可是武者，能走的路还有很多，没必要因为一场考试的失利就自我怀疑，失去信心。有人垂头丧气，有人重拾信心，有人对未来迷茫，有人已经准备踏上新的征程。不知道这第3场考试是什么？吴凡等人站在操场上，等待着第3场考试的考官。就在众人等待的时候，一道火红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怎么还剩下这么多人？来人站立在空中，先是啧了一声，随后居高临下的看着众人，语气十分不满。我叫薛战，是你们第3场考试的考官。薛战身高足有2.1米，头发染成红色，穿着一身黑色短背心，手臂的肱二头肌比那些女模特2条腿并拢在一起都要粗。我不喜欢废话，你们有些人应该都猜到了，没错，第3场考试的题目是猎妖。虽然大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在听到猎妖的时候，还是发出了惊讶的声音。在距离你们扎帐篷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入口，你们待会就从那里进入。第3场考试的时限为3天，3天一到，你们就会被传送出来。妖兽森林里面实力最低的是 F 阶，最高的是 E 阶，一颗 F 阶妖兽的灵核是1分，E 阶是10分，到时候根据你们所持有的妖兽灵核数量来判定分数，划分排名。说到这里，薛战停顿了一下，随后他接下来说的话让一众考生瞬间变了脸色。本次考试只有排名前500的考生能进入下一轮。薛战的话就像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全场。前500，3000名考生，只有500人能通过，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饶是不少学生已经做好了残酷竞争的心理准备，但这个淘汰比例还是让人难以接受。哼，光是这一点就接受不了，那我劝你们还是退出考试吧。薛战十分强势的爆开灵压，丝毫不在意众人的质疑。还有，你们在进入妖兽森林之前得签免责声明。什么？还有免责声明？听到这话，一些考生开始意识到不对劲了。和妖兽战斗不是在开玩笑，我们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第3场考试是会死人的。这话一出，就意味着这场考试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在大家的认知中，只是一场选拔考试而已，怎么会牵扯到性命的问题呢？但薛战那认真的模样，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不过你们也不要过度担心，以你们的实力，只要不是见到妖兽就腿软，跑还是能跑得过的。薛战哈哈大笑道。但考生们没笑，因为他们笑不出来。在他们这样的年纪，有多少人有外出斩妖的经历？基本上都是埋头苦练灵压，然后其他时间用来学习文化课，基本没出过安全区，笔下文学。而且就算他们想出去，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自家的宝贝孩子将来是读书考武大的料子，怎么能出去和妖兽厮杀呢？万一受伤耽误学习怎么办？平时连早恋都不允许，更不要说残疾或者死亡了。怎么这就害怕了？我也不想用什么激将法，说你们怕死就放弃这场考试。灵气觉醒和修炼天赋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你们通过了前2轮考试，就证明你们已经是很优秀的学生。但武者是要战斗的，更是要受伤流血的，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颗战斗的心。华夏武大除了战斗学院以外，还有医学院、法学院、外交学院、工程学院等20多个学院。你们在本轮考试选择退出，将来6月份的武者高考报考华夏武大，除了战斗学院之外的学院都可以加20分。身为武者，在其他行业也能发光发热，我尊重你们每个人的选择。薛战行为举止大大咧咧，豪放不已，但他的思想深度和讲话水平却让人觉得此人不简单。不愧是华夏武大的考官。吴凡认为薛战说得很好，如果强行要求所有人都学习战斗，那才是最不负责的做法。此时的操场就和第2场考试最后的考题一样，陷入了沉默。有人脸上成竹在胸，有人脸上却稍显犹豫，但毕竟都是年轻人，谁都不愿意做那第一个放弃的人，因为放弃也需要勇气。我退出。终于有个戴眼镜的少女鼓起勇气举手示意，她是勇敢的。有了开头的人，很快就有第2个人。放弃考试的人陆陆续续的从操场离开，但这一次放弃的人不多，只有不到100个。能不远万里赴京赶考的学生，在自己所在的学校都是最精英、最优秀、最有傲气的那批人。已经走到这里了，怎么能放弃？我以后可是要加入斩妖队的，害怕妖兽？不可能的。还在操场的考生眼中都带着坚定的光，吴凡也受到感染，握紧了拳头。诚然，吴凡遇到过像梅杰、孙国豪这样目中无人、恃强凌弱、踩在其他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年轻人，但也有许多像他一样摆脱沉重的枷锁、渗人的寒气、大步朝前走的年轻人。毕竟华夏有10多亿人，你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奇怪。遇到不对付的人就打，遇到相谈甚欢的就交朋友。你看，如此简单而已。接下来我宣布详细规则。薛战从天空中跳下来，落在地上却没有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不知道是他对于灵压控制的精妙，还是被罚过钱。大概是前者吧。我们会根据上一场文化考试的排名，每100名分为一个小组，排名前100的第一批进入妖兽森林，排名101到200的在第一批进入的1个小时后才能进入，以此类推。啊，听到这个规则，文化成绩排在前面的还好说，但排在后面的考生心里顿时一凉。卧槽，我考了2485名，岂不是我和第一批进入的考生差了1天的时间？我去，我1271名，12个小时。前面进去的不仅有时间优势，肯定也有选择弱小妖兽的权利啊，这还怎么考？听到某些考生的话，薛战再次大笑。这正是证明你们实力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某些人的心思，觉得武者应该以实力为主，那些文化课只是辅助。那好，
这次考试就是一个证明你们的机会。如果你们是真的在武道修炼上强过那些文化课成绩高的同学，那你们一定能抹平时间带来的差距。而且，说到这里，薛战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本次考试允许抢夺其他人的灵核。薛战语不惊人死不休，先前是有死亡率，现在还有武者对战。好耶！本来以为剩下的这些考生在听到要对战时会害怕、会惊讶，但没想到他们脸上露出的是兴奋和勃发的战意。然后一个个看着周围的考生，露出了侵略性的微笑。工作人员给考生发了免责声明。等到众人签下名字后，薛战对着前方大手一挥：“现在，考试开始！” 文化课成绩排名在前100的考生，在操场画的起跑线上像利箭一样射出，犹如百舸争渡，狂风过境，掀起一片草地。兄弟们，我们先走了！有一名短发青年对着操场上还在读秒等出发的其他考生大喊道：“操！老子记住你了，等我进去第一个就干你！”有脾气暴躁的直接撂狠话。哈哈，没有办法，哥就是这么牛逼。这短发青年一点也不收敛，疯狂刺激着众人，不知道他的武技是不是嘲讽，总之效果非常好。吴凡作为文化课考试的第38名，也是第一批出发的考生。吴凡是吧？你给我等着！孙国豪一眼就看到了100人之中的吴凡，他本次的成绩是927名。其实不难承认，家族武者在对核心后代的培育过程中，一定是使用精英教育，灵石、灵药、灵气食物都不缺的情况下，对于学识的培养也非常严格。但有一句话叫做，考试只能过滤学渣，不能过滤人渣，成绩的高低和人品的优劣是没有关系的。在妖兽森林钢丝围栏前，其他人一马当先的冲进了妖兽森林，丝毫不敢浪费1分1秒，而吴凡则是一个人站门口，不急不躁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周围的树木高几10米，遮天蔽日，甚至还能听到虫鸣鸟叫的声音。呼，这感觉就像回家了一样。哈，吭哧，一名少年正在急速狂奔，在他的身后紧跟着一头7、8米高的斑纹蜘蛛。吱吱吱，只见斑纹蜘蛛从口中喷出一道污浊的白色蛛网。不好！少年躲闪不及，被蛛网挂住了脚踝。只见沾上蛛网的鞋子和裤腿瞬间被腐蚀出了一个大洞。啊！少年痛苦地发出嚎叫，他快速地用自己的战术匕首割掉了脚上已经发黑腐烂的坏肉。怎么会是一头22级的一阶妖兽？少年名叫范兴，是第一批进入妖兽森林的考生，他的灵压只有4100，只是一名18级的 F 阶武者。他知道他的灵压在本次考试中不算高，所以他计划在森林外围猎杀一些低级的 F 阶妖兽，最好是兔子或者老鼠什么的。但他没想到，在边缘地区也能遇到一阶妖兽。F 级武技突木桩。范兴拖着自己受伤的小腿，双手按在地上，灵压涌入地面。嗖，在斑纹蜘蛛下方的土地中，瞬间出现了4、5个尖刺木桩。如果是一般的武者或妖兽，猝不及防之下，一定会被捅个对穿，就像穿刺弓一样，死了。可是突木桩在撞上斑纹蜘蛛腹部的一瞬间，像被冲压机压过一般，直接变成了木屑。什么？范兴瞪大了双眼，他的攻击连对方的护体灵压都破不了。吱吱吱，斑纹蜘蛛身体下压，然后瞬间弹跳20多米高，空中猪腿像长矛一样对着范兴扎了下来。第一星环，吱！范兴还没来得及使用星环武技，就被一道恐怖的音波震慑，大脑宕机了1秒。噗嗤！范兴在最后一刻避开了要害，猪腿穿透了他的腹部，那里是2乙结肠和左肾的位置。滴答，猪妖的粘液滴在了他的脸上。嗤！他的皮肤发出被浓硫酸泼洒后碳化的声音。啊！范兴发出痛苦的喊叫，理智失控，双腿乱蹬，想要脱离险境，但却激怒了猪妖。猪妖扬起前爪，猛然对着范兴的脑袋刺去。我要死了吗？下一秒，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刀光一闪，咔嚓！长刀与猪妖的护体灵压在短短一瞬间发生剧烈的碰撞，但仅仅是瞬息间，一只猪腿和半张猪脸便飞向了空中。吼！猪妖发出痛苦的声音，凄厉渗人，让人散直狂掉。吴凡脚刚落地，便借着下坠的力量向下一踩，身体半蹲，右腿一蹬，瞬间杀向受伤的猪妖。砰！枪！猪妖感受到了危险，连忙用另外的猪毛抵挡。片刻间，只见长刀与猪毛对拼了10多下，金属碰撞的声音带起点点火星。果然，一阶妖兽要强上许多，要是 F 阶妖兽根本扛不住我这几刀。吴凡偷袭得手后，连番的攻击下，自己却倒退了好几步。尽管有2倍灵压，但想要以 F 阶斩杀一阶还远远不够。当下，吴凡眼神瞬间一变，背后忽然浮现出一道光环，在圣徒面具的伪装下，此时光环呈现白色的光芒。破军星环，惊天一击！嗡！虽然吴凡身上的灵压没有发生变化，但气势忽然变得凌厉起来。呵！他浑身灵压爆发，正面对着一阶猪妖冲去。吱吱吱！猪妖张开剩下的猪腿，嘶吼着想要撕碎吴凡。就在吴凡要接近猪妖的一瞬间，他忽然脚下一踩，凌空跃起，在空中翻转了360度后，对着猪妖最坚硬的背部甲靠一刀劈下，2倍灵压加2倍穿透，咔！就像是用菜刀一刀斩在蒸熟的螃蟹壳上一般。猪妖强大的护体灵压和甲靠没有起到丝毫作用，被吴凡一刀斩破。轰！巨大的猪妖尸体从中间分开，轰然倒向两边。好强！范兴在一旁已经看傻了。吴凡稍作调息，走到了猪妖尸体旁，然后熟练地在他的腺体内掏了起来。哦！范兴看着那沾满粘液的软组织腺体，恶心的差点吐出来。没过几秒，吴凡就从里面掏出来一颗指甲盖大小的透明灵核晶体，像水晶又像宝石，在空气中散发着莹莹的黄色光芒。
居然是一头纯血妖兽，难怪这么难对付。杂血妖兽的灵核是白色，纯血妖兽的灵核是黄色的，魔血凶兽的灵核是紫色的，以此类推。吴凡用灵压阵开灵核上的污秽，扔进了自己的背包中。怎么样，能走吗？做完以上这一切，吴凡才转身看向范兴。谢谢你出手相救，勉强还行。范兴感激地看向吴凡，随后艰难地朝着考试门口走去。受到这么重的伤，没办法继续考试了，他必须马上接受正规的治疗。动作快一点的话，说不定在第3天的时候，他还能再杀回来。不用谢。吴凡脸上露出真诚的微笑。他是不会告诉范兴，他从一开始就蹲在树上，看着他被揍了好几分钟的。这次考试肯定有达到了1阶的考生，我现在的灵压快到5000了，得尽快找一颗高血脉妖兽的灵核。自从不需要给无能付医疗费后，吴凡的经济情况好了不少，看有没有机会自己去猎一头1阶的魔血妖兽，钱还是用来买武器和零食比较好。吴凡一边往深处走，一边规划着以后的安排。随后他就走到了一处废弃的庭院前。妖兽森林怎么会有废弃的庭院？而就在这时，在吴凡的背后忽然出现了一道人影。谁？察觉到气息，吴凡猛然转身看向背后。低渗啊！范兴捂着自己的左腹部，一瘸一拐地沿着铁丝网的边缘走着。真是倒霉，居然在外围就遇到了一头纯血的1阶妖兽。唉，斩妖晋级是不可能了，估计得靠抢了。范兴一边走着，忽然发现前方出现几名考生。同学，你是前面一批进入的考生吗？其中一名戴着帽子的考生问道。看你受伤这么严重，里面的妖兽这么厉害的。唉，你们要小心点，外围都有1阶妖兽。范兴朝着对方走去。是吗？我这里有外敷的药，先给你用着。这名戴着帽子的考生说道。那真是太谢谢你。就在双方靠近的那一瞬间，一把尖刺直接插进了范兴的心窝。罗侯。吴凡转过身，发现是那个不爱说话的临时舍友罗侯。这人能走到他背后才被察觉，有点不简单。算算时间，现在应该是第12批的人进入了。吴凡看了看没有信号的手机，稍微往后退了几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是临时舍友，但也才认识几天而已，尽量不要太过信任对方。孙国豪召集了一群家族武者，想要在妖兽森林堵你。罗侯难得说这么多话。哦，吴凡知道孙国豪肯定要来堵他，但让他意外的是，罗侯居然会过来给他报信。你如果在斩妖的过程中被他们偷袭，后果很严重，所以你应该先下手为强。罗侯的眼中射出狠厉的幽芒。动机、目的、结果、好处，吴凡从不轻易相信别人，他需要完整的理由。我是皖州省武道家族罗家的庶子，这次和孙国豪一起的人里面有个叫罗宾的女人，她是罗家的嫡系后代，我想教训她。罗侯语气平静地说道。这个理由够吗？你具体想怎么做？虽然他的语气平静，但吴凡依然听出了森寒的冷意，像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一般。前面有个龙兽栖息的峡谷，我过去告诉他们你在那里，然后我们同时出手制服他们，把他们身上的灵核抢了。行，那你负责联系他们。龙兽峡谷，一线天。所谓龙兽其实是外来入侵物种，原产地在西方，但由于全球信息化和商业化，龙兽这种巨型妖兽也传到了华夏这边，而且跟非洲大蜗牛一样，没有天敌。所幸龙兽的繁殖率不高，数量才没有增长得很快。此时吴凡正巧进入龙兽峡谷，背后就传来了动静。吴凡，这次你跑不掉了。孙国豪带人从森林里窜了出来，在他的身后跟着5、6名气质华贵的少男少女，罗侯就跟在其中一名美语傲气的少女身后。就凭你们几个也敢来堵我？打不过的话，会不会回家告家长啊？然后老爸出手，最后老祖出手。应对这种场面，吴凡已经有点经验了。呵呵，你也就现在还能嘴硬2句，待会我要把你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孙国豪一想到自己在上万人面前被吴凡揍趴下的画面，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出来吧！孙国豪对着吴凡身后的峡谷喊道。随后在峡谷后面又走出来5个人，将吴凡堵在了中间。像你们这种草根出身的平民，真是有够蠢的，居然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了别人。罗侯身前那名叫做罗宾的少女轻声嗤笑道。想要在大家族里生存，可不比你在外头拼杀要来的容易。这个叔叔要害你，那个姑姑嫉妒你，什么表弟啊表姐的，都巴不得头上那些天赋高的核心弟子死掉，然后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倾斜。罗宾说着，一巴掌扇在罗侯的脸上。啪！结结实实，不闪不避。罗侯的脸上出现了一道鲜红的掌印。像这种庶子，家里不知道有多少个，想要往上爬，不得跟对主人，你说是不是？罗宾捏着手指笑道。没有我，他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吃泡菜拌饭呢。表姐说的对，您是咱们罗家最优秀的人，跟着您才有光明的未来。挨了一巴掌的罗侯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愤怒的表情，恭恭敬敬说道。可就在这时，吴凡出声打断道。别演了，怪恶心的。他的话刚说完，孙国豪等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罗侯猛然暴起，眼中冷漠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血红。噗嗤，一把泛着寒光的匕首捅进了罗宾的背后。你！罗宾眼中满是震惊，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罗侯，但就在下一秒，罗侯眼前的罗宾却化作了一道黑烟消散。与此同时，罗侯只感觉背后传来一阵凉意，同样一把泛着寒光的匕首抹向了他的脖子。你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罗宾背后浮现出2道紫色光环，一阶武者。唰！寒光一闪，罗侯紧急躲避，但喉咙依然被割出了一道2厘米的口子，鲜血飞洒。而罗宾的速度极快，趁着罗侯还没落地时，便又出现在他的身侧，一匕首捅在了罗侯的大腿处。罗侯的身体瞬间失去了支撑，被罗宾一脚踢飞，撞在了不远处的大树上。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敢跟本小姐动手。罗宾冷笑一声，转头看向被围在中间的吴凡。果然，
废物只会和废物做朋友，像你们这种人，估计还以为自己修炼到 F 阶巅峰，已经算是天才了吧？可笑、可悲、可叹，简直就是井底之蛙。你们还在那里沾沾自喜的时候，殊不知真正的天才早就把你们甩在了身后。罗宾说话时，身后的2道紫色光环十分显眼，仿佛在印证他说的话一般。本来以为你还有多少后手，没想到就靠这一个家族废物反水。孙国豪召唤出自己的灵气，一把狼牙大锤，同样身后浮现出2道紫色星环，刷刷刷，前后包围的10来个家族考生全部召唤出了灵气，亮出了星环，全是2道紫色星环的一阶武者。但让他们奇怪的是，吴凡的脸上并没有恐惧和不安，反而是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说道：“一阶武者很厉害吗？”一把长刀瞬间出现在吴凡手中，背后亮起一道白色的光环。我又不是没杀过，哈哈哈，这小子该不会是魔怔了吧？还说自己杀过一阶武者，连星环都是白色的，没钱的穷逼是这样的，估计用的还是武者高中免费发的杂血灵盒吧。就在谈笑间，不过一眨眼，唰，孙国豪瞳孔一缩，吴凡就出现在他的身后。噗嗤，他胸前飙起一道3米高的血浪，随后身边的背景板渐渐变白，整片天空都变得虚幻起来。这不可能！他声音戛然而止，就那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一阶武者被 F 阶武者一刀击碎护体灵压，瞬间破防。这人是怎么做到的 ？mwxbj.org 天赋天才，你们是吗？吴凡将长刀一甩，血水洒在地上。你们这些人一出生就有其他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资源，一出生就有别人得不到的高阶灵气。那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的金钱和灵石是自己赚的吗？你们背后的紫色星环是你们自己杀魔血妖兽获得的吗？你们只是仗着有优质的资源，才修炼的比别人快那么一点而已，然后就敢嘲笑别人拼尽全力才达到的实力，假装天才。吴凡用长刀指着这群看似天才的人说道：“你们那里来的天赋？狂妄！”罗宾等人听到吴凡的话，直接破防。作为家族武者，他们最讨厌别人说他们的成功是靠家族得来的。你凭什么认为我们就没有努力，没有付出？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因为家族的资源，而我们的失败又全部是因为我们自己废物。你们以为没有资源修炼就是不公？你们以为没有高阶灵气就是痛苦？不，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罗宾等人虽然被叫做嫡系，但他们并不是家族里最核心培养的人物，就像是没有继承权的次女、次子。虽然资源丰厚，但必须出来闯荡，来参加自主招生就是他们的常事。想要获得武者高校的资源，但又因为来自家族，自视甚高。一想到身份高贵的自己要和这群平民草根竞争，他们就感觉到屈辱。你们凭什么跟我们在一个赛道？在听到罗宾的话后，吴凡的眼神忽然变了，黑色的瞳孔上移，背上半眼皮挡住了一半。砰！他身上的灵压忽然暴走，脚下一踩，瞬间出现在罗宾面前，长刀猛然劈下，咔嚓！护体灵压瞬间破碎。果然，有了孙国豪的前车之鉴，罗宾反应很快，他身影马上化作一阵黑雾，消失在原地。不过这根本没有用。吴凡在斩出第一刀的同时，左手朝前方一抓，啊！一道人影被吴凡拽着头发从黑雾中扯了出来。紧接着，吴凡右手猛然一送，长刀刺进罗宾的腹部，噗嗤！寒刃入体，一股剧痛袭来。知道我听到你说的那些话时是什么感受吗？吴凡半目明暗，死死盯着罗宾，是愤怒，因为真正什么都不懂的人是你们。但我知道，就算我拼命的想要用语言来告诉你们是错的，你们也不会相信，就如同你现在根本不知道为何如此愤怒的一样。所以，吴凡抓着罗宾的头发，猛然拉向自己，被穿刺的腹部沿着长刀滑行，身后透出半米长的血刃。当刀插进你们的身体时，你们再不信，那也得信。不服，不服就给我憋到起！吴凡拔出长刀，一脚侧踢，将罗宾踢飞。他的灵气是刀，攻击力很强，但防御很弱。一起上，其他的武者家族考生见到吴凡连续秒了他们2个人后，也不敢再掉以轻心。什么武界，什么星环，真正武者间的战斗就是这样，生死胜负就在一瞬间，用不出来那就永远别想用出来。第一星环，地裂斩，一级武技，穿心刺。第二星环，锋刃。一瞬间，7、8道身影出现在吴凡面前，强大的灵压，迅猛的武技，四面八方朝吴凡而来。呼！吴凡深吸一口气，鼻腔醒气，声若闷雷嗡鸣。一级武技，3000雷刀。轰隆！犹如炸雷爆响，刀光在渐晚的夜色下拉出一条不规则的亮蓝痕迹，就像是空中雷霆落下时那般曲折。3000雷刀与地裂斩撞在了一起，砰！强大的力量透过吴凡的身体，在他的身后地面破开了一道5米长的深坑，深坑由细到宽，爆起一片烟尘。死了！吴凡的上衣直接被震碎，露出满是陈旧伤痕的结实身体，激起的碎石打在吴凡身上，发出啪啪的响声，就像是撞在花岗岩上一般。他硬抗了一记地裂斩，顺势一刀劈翻了对方，但侧面忽然杀来一道冷刺，噗嗤！吴凡的腹部被利爪刺中，深入肉里，但他没有哼声，而是反转刀口，对着旁边的人斩去。那人想要抽身离开，但他发现自己的利爪居然拔不出来了。吴凡腹部肌肉收紧，用力夹住他的手，唰！一刀斩下，这人的手臂直接被斩断。来不及收拾伤口，吴凡迅速朝旁边一滚，几道无形的锋刃斩在他原来的地方，把地面砍出4、5道长约4米的口子。但对方攻击太密集，吴凡依然被锋刃擦中了一丝，小腿和手臂瞬间被割出巨大的口子。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有人举刀斩来。吴凡还没起身，只能单手举刀抵挡。枪！
双刀拼在一起，而侧方再次杀来两人，对着吴凡就是一脚。砰！吴凡被两刀巨力击中，身体快速向后飞去，但他很快调整身形，在半空中用力将长刀插在地面，借着长刀的阻力，双手握刀，以单膝跪地的姿势向后滑行了10多米，膝盖和脚面被磨破，鲜血和碎肉混杂在沿途的泥土中。这小子真难对付，他们这么多一阶武者同时攻击，居然没能把吴凡秒了。继续上，他撑不了多久。就在他们一个个朝着吴凡杀来时，吴凡只是忽然一笑：既然打不过你们一群人，那我为什么不跑呢？话音刚落，一道幽影出现在众人的背后，一级武技幽冥破，半米长的能量刃捅穿了一名家族考生的身体。噗！这名家族考生不可置信的回头，他只看到一张肃杀的脸，以及他背后的2道紫色光环。罗侯，你刷刷刷！罗侯抽出短刃，又补了3刀。突然的变化让在场的家族考生来不及思考，吴凡就已经举起长刀向他们杀来。我说了，就凭你们也敢来堵我？今天一个都别想跑！一阵厮杀过后，罗侯浑身是伤的躺在地上，在他的周围躺着7、8名家族考生，他们有的在哀嚎，有的双手抱头趴在地上，而吴凡则是在一个个的从他们身上掏东西，2个 F 接零盒，3个 F 接，1个 F 接零盒。等到他搜完，脸上突然露出愤然的表情。血亏，这一群人加起来就9个 F 接零盒，连个1阶都没有。吴凡的脸上瞬间戴起了痛苦面具，此时他很想问问1000年7月等于几。而就在吴凡感叹的时候，遥远的森林深处忽然传来一阵动静，吴凡的神情立马就严肃了起来。他马上跳到最高的树上，朝着远方看去。等到他看仔细后，脸上的表情忽然一变，对着还在躺尸的罗侯喊道：快跑！发生了什么事？罗侯连忙问道。但片刻后，大地便颤抖起来，他脸色一变，瞬间知晓发生了什么。受潮！再也不管身上的伤势，罗侯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朝着侧面奔去。吴凡的神情比罗侯还要严肃，因为在他的视角来看，从左到右，目测千里范围都扬起了尘烟。也就是说，横着逃根本逃不出去，只能跟妖兽比速度了。吴凡一咬牙，忍着伤痛，踩着树干连续跳跃，朝着大门口跑去。这是最后一批进入的考生了。在妖兽森林大门口，一群监考员聊天道：是啊，最开始进去的那几批考生，估计已经将大部分妖兽清理了，他们这群人进去后只能靠抢了。最激烈的环节要开始了。这狩猎妖兽是大1、大2学生期末考试的科目，没想到这次用在了自主招生上。这不是武者高考改革吗？我觉得是件好事，能提前让他们成长起来。不过每年期末考试，那群武大学生为了抢排名都要打得头破血流，这次估计也会这样吧，提前适应大学生活吗？此时在妖兽森林的一处山谷内正聚集着10几个人，返魂箱已经布置完毕，森林深处的妖兽已经形成兽巢，这次华夏人的年轻精英必将损失殆尽。一名黄皮肤黑发黑眼的年轻人用纯熟的华语说道，他叫做陈恩，来自某个境外势力，组织培养了我们3年，为的就是今天杀光这群华夏人。下面一群人跟着喊道，杀光他们。随后只见他们从背包中掏出熟悉的黑色斗篷，然后将白色或者黑色的面具戴在脸上。记住，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邪教武者，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了。扼杀萌芽计划现在开始。这个世界并不和平，你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在充满妖兽的世界，普通人的生命根本不算什么，但华夏在保障国民生命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比如几10年前那场灭妖活动一样，尽管它内部依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依然值得肯定。吴凡穿梭在森林中，与身后兽巢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周围也渐渐出现了几名和他一同跑路的考生，他们的脸上带着恐慌，因为身后就是几千头妖兽，稍微一失误就会被兽巢碾成碎肉。啊！在吴凡的前方，一名男生在落下的瞬间，脚下的树枝一断，整个人失去了重心掉了下去。不要！我不想死！身后的兽巢快速逼近，本来他那个距离还能站起来再跑的，但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全身颤抖，腿根本使不上劲。就在这时，后方一道身影站在了他面前，朝着他的脸就是一耳光。啪！这一巴掌瞬间把男生打懵逼了。醒了没？醒了就赶紧跑！吴凡话都没说完就转头溜了。这名男生回过神了，看着不足300米距离的兽巢，双手一撑，从地上爬了起来，朝着吴凡追去，一边跑还一边喊道：兄弟，谢谢啊！而就在这时，正在奔跑的吴凡忽然停了下来，随后快速朝一旁闪去。啪！一柄大锤从头顶砸了下来，瞬间击断了吴凡踩的那根2人合抱粗的大树枝干。在木屑纷飞的瞬间，吴凡看见了来人的模样，黑色连帽斗篷，诡异的白面具，邪教武者。吴凡十分吃惊，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邪教武者？但来不及多想，对方就已经朝他杀来。你疯了！后面就是兽巢，你不想逃？吴凡朝对方喊道，但对方根本没理会，依然朝着他杀来。当！吴凡将长刀挡在胸前，借着巨锤的力量反向朝远处奔去。可就在后方，却出现了另外一名戴着白色面具的邪教武者，对方拿着一把双手大剑，凌空一跃，对着半空中的吴凡劈来。一级武技，凌空暴击！双手大剑忽然灌注灵压，本来接近3米长的剑刃，外端覆盖的灵压让它达到了5米长。好强的灵压，好准的时机！同为有过实战经验的人，吴凡一下就感觉到对方的强大，至少比刚才那些家族考生强许多。砰！吴凡被迫在半空中与对方的巨剑拼杀了一记，随后整个身体就被从空中砸到了地面。轰！轰！大地颤抖，背后的兽巢已然接近，
2名攻击吴凡的邪教武者想要离开，但哪有那么容易？给我留下来！吴凡脚下一踩，左手抓住迎面来的大象妖兽象牙，单手拉单杠一样，身体一摆，跳到了另外一根象牙上，随后踩着象牙一路奔向象妖的头顶，对着那2名邪教武者杀去。什么 ？What？ 2人都发出了惊叹，其中一人的话让吴凡眼中升起疑惑。枪！吴凡一刀斩向那名手持双手大剑的邪教武者，2人在空中对拼一刀，太慢了，对方的攻击力量很大，但灵活度和速度不够。吴凡趁着攻击间隙，第2刀刺向了敌方的要害。第1星环，圣光护体，一道金色的光芒笼罩在邪教武者的身上，然后一刀飙血。哦，法克！这名邪教武者用不可置信的语气喊道，他的圣光和护体灵压被吴凡一刀捅穿了，心脏被狠狠地刺了一刀。唰！吴凡抽刀，鲜血像水压泵一样从大剑武者的左胸射出。好！吴凡落地的地方正是一头10米巨熊的位置。啪！吴凡直接一脚踹了过去，这头巨熊的头瞬间一歪，而那名大剑武者嘴里念着什么祷告词，正在流血的伤口迅速愈合，取而代之的便是对方皮肤变得像过敏一般，出现了密集的红疹，点点灵压粒子开始透出皮肤。3人已经完全被兽潮吞没，沿途的树木近半被推倒，他们只能在妖兽群中一边对付妖兽，一边战斗。笔下文学。此时3人正站在2棵巨大的树上对视着。我说，你们不是邪教武者吧？吴凡抹了抹嘴角溢出的鲜血说道。我们就是邪教武者。吴凡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然后忽然说道，那我问你们，宫廷玉液酒下一句是什么？听到吴凡的话，对面2人居然沉默了下来，愣在了原地。看到2人的表现，吴凡哈哈大笑，哈哈，你们甚至连华夏人都不是。随后吴凡缓缓站直了身体，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他左手抚在脸上，一道血红色灵压粒子构成的面具出现。你们根本不是邪教武者，因为我才是。一张血红的面具将吴凡整张脸覆盖，而在戴上面具后，全身被灵压粒子浮现的黑色连帽斗篷所包裹。Oh God， 上帝 ，Are you kidding？ 你在开玩笑吧？2名境外势力的武者在见到吴凡化身成邪教圣徒后，直接傻了。华夏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让真的邪教武者进入帝都的？血红色的面具，我的上帝，那不是邪教圣徒才能佩戴的吗？举着大锤的武者反应最快，他收起了灵气，直接朝远处逃去。现在朝华夏官方求救的话，说不定还能活，但如果被留下的话，绝对活不了。现在想走，晚了。戴上面具的吴凡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展现最强的状态。他背后的星环从白色变为了金色，璀璨无比。淡淡的金色灵压粒子从光环边缘飘散淡化，像是星云一般，一股澎湃的力量涌入身体。轰！吴凡脚下一踩，原本所站立的5人合抱的大树瞬间被强大的冲劲撞断，只是眨眼功夫便出现已经逃跑的大锤武者面前。No！ 没能做任何反抗，大锤武者惊恐地喊了一声，伴随着吴凡一刀劈下。砰！他的白色面具一分为2，强壮的身躯被直接斩成2半。激活状态下的破军星环所附加的破防穿透能力，根本不是他所能抗衡的。长刀没有劈出刀芒，但是其强大的力量在劈断大锤武者的身躯后，依然将地面斩出了一道长长的刀痕。这一刀没有任何技巧，全是力量。仁慈的主，双手大剑武者知道自己逃不掉，嘴里再次祷告起来。但这次他再也没有机会将唱词说完。你们的教义中，上帝说过，自杀的人上不了天堂，所以我送你去见他。吴凡单手一斩，大剑武者的头颅瞬间飞了起来。2次出手，间隔时间都不到1分钟。轰轰轰！大地颤抖，四面八方的妖兽被血腥味所吸引，纷纷看向吴凡这边。举目望去，以吴凡为中心，天空中、地面上，甚至在地下，里3层外3层，围满了妖兽。甚至在最远处的黑暗中，还有无数双猩红的眼睛在注视着他。妖兽的灵核能帮助武者进阶，而武者的身体也是妖兽最好的食物。吴凡背后的金色光环像是黑夜中的明灯，吸引了无数扑火的飞蛾。只要吞掉吴凡，吃掉他的金色光，他们的血脉就能升级，不说提升到大荒真种的级别，最低也是个魔神大妖。我很喜欢你们的眼神，因为和我很像。吴凡站在被踢断的大树桩上，看着这群饥渴的妖兽，就像看到了那个在无数个日夜拔刀斩妖的自己。血色面具下的吴凡毫无畏惧，既然已经无法回避，那就勇敢的面对。如果是死，那就睡个痛快；如果是生，那就杀出一条血路。吴凡紧握手中的长刀，一头扎进面前的兽海之中。与此同时，紧急事件！华夏5大巨大的会议室中，突然有人喊道：“妖兽森林出事了！”在座的一众高阶武者马上神情一变，出什么事了？负责本次自主招生考试的副校长刘江华晨马上问道。就在刚才，监考第3场考试的考官忽然看到几名带伤的考生从里面逃出来。据他们所说，森林里的妖兽不知道因为什么突然暴走，形成了兽潮。此话一出，这些高阶武者顿时嘈杂起来。还愣着干嘛？赶紧去救人啊！只是兽潮而已，我们在座的各位谁没经历过？这点困难就大惊小怪的。有一部分人想要终止考试去营救考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继续考试。他们只是进入了最低级的妖兽森林，里面只有 F 阶和 E 阶妖兽，而且血脉最高只是纯血，连魔血凶兽都没有。要是这样的兽潮都坚持不下来，那他们以后怎么去面对北疆的妖族、西南大山的妖族和东南沿海的海族？到那个时候，他们面对的可是连绵山脉的妖兽和整个海岸线的妖兽群。更何况每年大1、大2期末考试的时候，不也会出现兽潮吗？说话的是一名鹰钩鼻的老者，他
他的眼神锐利，语气强硬。可他们毕竟不是武大的学生，现在还只是在参加自主招生而已。既然考试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就要做好死的觉悟，事后学校会给他们的家庭进行巨额赔偿。沈旭，你个老混蛋，你家里儿子孙子都战死在前线，所以你现在心里不平衡是不是？这时，一名老教授站了出来，他指着叫做沈旭的鹰钩鼻老者吼道：“笔下文学。”哼，胡说八道，都给我闭嘴！副校长刘江华一拍桌子，强大的灵压释放让全场安静下来。既然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就折中一下，现在开始倒计1个小时，等1个小时后，我们就把考生传送出来。这既让他们见识了受潮，又能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退一步说，如果连1个小时的受潮都坚持不了，他们也注定成为不了一名合格的武者。刘江华说道：“我同意，同意。”很快，在场的几百名高阶武者都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在一块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倒计时：59比48， 59比47，快跑！森林中几十道身影快速地穿过了铁丝网，跑出了妖兽森林。他们基本上都是最后几批进入森林的考生，在察觉到不对劲后，马上就逃了出来。紧接着，后面越来越多身上带伤的考生冲了出来，活下来了。不少人心有余悸地看向身后的树林，隐约间还能听见妖兽的嘶吼。现在还在里面的人肯定凶多吉少了。呼！吴凡喘着沉重的粗气，一边躲避攻击，一边在妖兽海洋中拼杀。但眼前的妖兽海洋无穷无尽，看不到任何缺口。鲜血打湿了身上的黑袍，他已经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妖兽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杀出去！吴凡将长刀举在空中，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轰！一道冲天的灵压自他身上升起，恐怖的能量直接震退了周围20米的妖兽。随后，他对着前方猛然劈下，这一刀要劈开一条生死路。一股神秘的空间力量将妖兽森林折叠起来。嗖！还在森林里的考生感觉自己眼前一花，一眨眼间就回到了第3场考试最开始出发时的操场上。而就在这，吴凡一刀劈在某个考生的脸上，在距离对方鼻尖不到3厘米的时候，瞬间收住了刀。唰！长刀上的鲜血洒了这名考生一脸。这人双目瞳孔紧缩，呆若木鸡，在原地夹在了10多秒才缓过神。在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后，顿时情绪失控的大哭起来。让人不知道他哭泣是因为从受潮中活了下来，还是因为被吴凡这一刀吓的。呼！被抽干了灵压的吴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脸上的面具和黑袍早在传送的时候就消散了。而此时的他就像是被从血池里捞出来的一样，从上到下都刻着几个字：生人勿近。我活下来了，医生，我受伤了。紧接着，操场上此起彼伏的喊声响起，场面也变得十分混乱。有人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有人大声呼叫着医生。而那些没有被传送出来的是灵压已经消失的武者，他们永远的留在了妖兽森林。因为若一个武者没有了呼吸和脉搏，还不能确定他已经死了，说不定抢救一下还能救回来。但一个武者失去了灵压，那证明已经死透了。而就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几十名裁决者正押着几个考生离开，他们正是这次捣乱的境外武者。他们本来有10多个人，但被吴凡宰了2个，在受潮中也死了几个，剩下的还没来得及逃，就被集体传送到裁决所武者的面前。随后，一道火红的身影出现在操场上，主考官薛战看着刚经历了一番大战的众人，脸上露出认真的神色。经过这次考试，我想你们应该稍微了解目前华夏武者的现状。华夏拥有接近1000万的陆地面积和300万的海洋面积，在内从边疆到海岸每一处都遭受着妖兽的袭击，而在外则有表面维持和平的敌人。每年因为对抗妖兽和境外武者而牺牲的华夏武者不计其数，其中大部分都是军武和全国武大毕业的学生。我们华夏武大的学生在大1、大2的时候就有外出斩妖和缉捕犯罪武者的历练，危险程度比你们今天遇到的这场受潮要高许多倍。所以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自己是否能吃得下这个苦。学校不是家族，不会因为血缘关系就大力的培养你，想要得到什么，那必然是要付出什么。mwxbj.org。 好在学校只是要求你保家卫国，而不是像家族、邪恶组织培养手下那样，为了某些肮脏的交易而当死士。对此吴凡并不反感，因为他看得清楚，如果没有武大的资源，像他这样的草根武者，哪怕斩妖一辈子都无法超越那些世家大族的天骄。现在开始提交灵盒，验收完毕的灵盒你们可以自己拿走，如果后续入选乾隆班的考生，可以将灵盒兑换成学分。说完以上的话，薛战便组织学校其他考官开始验收考生的灵盒。一张长100米的桌子坐着50多名工作人员，考生们自觉地排队，挨个拿出自己的灵盒。张长林1颗 F 阶灵盒1分，孙顺志没有灵盒，李立群2颗 F 阶灵盒2分。一名普通的武者想要对付一头同阶妖兽是很困难的，特别还是一群没有斩过妖的学生。不过大多数考生还是斩杀了将近3头左右，这其实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像吴凡当初挣500万医药费的时候，也是平均一天斩杀一头准武者级的妖兽。就在大多数人只是几颗 F 阶灵盒时，一道惊呼传来：张恒2颗1阶灵盒7颗 F 阶灵盒27分。这下周围的考生都齐齐转过头来，27分已经是目前很高的分数了。牛逼啊，运气好而已，刚好碰到2头1阶妖兽，打得2败俱伤。张恒一脸人畜无害的微笑着，他身上甚至连血迹都没有。林小璐3颗1阶灵盒1颗 F 阶灵盒31分。林小璐身上虽然没有血迹，但身上破破烂烂的，还沾满了泥。罗侯3颗1阶灵盒5颗 F 阶灵盒35分。考官将一个个分数录进电脑里，我以为我7分已经算很高的了，没想到破10分的都有那么多。
有考生在一旁看着，虽然没有大屏幕排名，但根据现场的数据来看，这一次没有10分，别想进前500名。就在众人上交灵盒时，一道浑身浴血的身影走了过来。看到吴凡的模样，沿途的人都自觉地让开一条路。我靠，伤得这么重还能活下来，应该有不少灵盒吧？看他的眼神和气势，是个狠角色，感觉他好像有点眼熟，是不是之前揍家族考生的那个人？吴凡走到考官面前，请拿出你的灵盒。考官也有些错愕，他往年也见过不少浴血杀妖兽的学生，但像吴凡这样惨烈的还是头一次见。听到考官的话，吴凡没有从口袋里掏出灵盒，而是伸出一只捏紧的手，将里面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吴凡的造型很吸引人注目，周围的考生也都凑过来，想看看吴凡到底能拿出多少颗灵盒。等看清桌子上的那颗灵盒后，众人的表情十分怪异。什么啊？半颗灵盒？不少人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们还以为吴凡能抓出一把灵盒，亮瞎他们的眼睛。结果逼格摆得这么高，最后却只拿出来半颗灵盒。半个灵盒算不算分哦？有考生好奇地问道。不知道啊，我觉得应该不算吧，毕竟已经是损坏状态了，也激活不了星环啊。我觉得还是算的吧，要不给一半的分数。周围的同学议论纷纷，他们就没想到过还有人能拿出半颗灵盒来的。就在同学们互相讨论值几分的时候，考官的表情忽然严肃了起来。这是他在仔细研究了这半颗灵盒后，忽然抬头看向吴凡，惊呼道：这是一颗地级灵盒！考官的话让全场哗然，不光周围的考生，就连薛战都走了过来。不会吧？不是说考试的森林里只有 F 阶和 E 阶的妖兽吗？难道学校在骗我们？你在说什么？学校不至于那样做。难道是这个吴凡自己带进来的？很有可能。随后周围的考生都看向吴凡，但吴凡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做任何争辩。薛战拿起桌子上那半颗灵盒，仔细端详了一番，随后说出了更加惊人的话。这不仅是一颗地阶灵盒，还是一头魔血凶兽的地阶灵盒。如果说之前众人还怀疑的话，现在就是确定了。地阶的魔血凶兽，这人连1阶武者都不是，10个他加起来也不行吧？我以为来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同学都是骄傲的、自信的，不屑于作弊，没想到还真有。之前在大会堂，我还觉得这人挺有骨气的，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锤那些家族武者，没想到刚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考生情绪十分不稳定，他们现在认定吴凡是自己携带的地阶灵盒，所以语气十分不善。如果能自己带灵盒进来，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命去拼去搏？有人越说情绪越激动，因为他在之前的那场受潮中差一点就死掉了。就在众人即将声讨吴凡的时候，薛战忽然喊道：都闭嘴！强大的灵压震慑全场，所有人瞬间安静下来。这颗灵盒是新鲜的，而且是一只血脉和实力只进阶到一半的妖兽留下来的。薛战看着那半颗灵盒说道，随后他激活了这颗残破的灵盒，黄色和紫色的灵压粒子交错溢出。听到他的话，一众考生也都冷静下来，随后他们想到了一种可能，这是一只巅峰1阶妖兽在进阶的时候被斩杀后留下来的灵盒。卧槽，不会吧？还真有可能。这下所有人都用复杂的眼光看向吴凡，疑惑、羡慕和看怪物的一般。F 阶巅峰斩杀地阶不可能，但斩杀1阶巅峰是有可能的。尽管薛战的话已经基本确认，吴凡这颗灵盒就是从妖兽森林中得到的，但依然有人质疑吴凡的实力。可考试规则就是这样，不管你是杀妖获得、抢夺其他考生获得，还是路上捡的，只要是在妖兽森林里获得的，都算成绩。只是这半颗灵盒怎么算分了？有人马上就关心起分数来。怪了，这事还真没遇到过。说句实话，虽然华夏武大也建立将近100年了，但进妖兽森林斩妖的考试也才进行了不到20年，所以真的是巧了。吴凡的半颗灵盒，他们确实是第一次遇见。我觉得成绩应该不算吧，毕竟这颗灵盒已经废了，和普通的石头没什么区别，最多当个装饰品。有考官说道。但考试的重点是实战，不管这名同学是怎么获得这颗灵盒的，但可以肯定他绝对是经历了一番大战，这点可以从他身上的伤势判断出来。有其他考官觉得应该给吴凡分数，我觉得给一半比较好。薛战捏着手中的半颗灵盒，又看了看一脸平静的吴凡，随后大手一挥，指着那群考官说道：你们这些文职人员是不是在学校里待得太舒服了？武者用热血和伤口换来的成果，凭什么不算？真该建议学校采用轮换制度，让你们也去前线斩妖。薛战的话让一众考官纷纷闭嘴，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学校的工作多舒服，朝9晚5，周末双休，还有寒暑假，而且还在帝都，他们可不想离开。一颗地阶灵盒算100分，但这颗不是纯正的地阶灵盒。我刚才估算了一下其中的灵力，大概有正常地阶灵盒的70%，算你70分，没有问题吧？薛战看着吴凡说道，眼中带着欣赏。作为实战型武者，他就特别喜欢吴凡这种敢打的。我没意见。吴凡在兽海的包围下，根本不可能掏妖兽的灵盒，甚至连背包都丢了。这半颗魔血凶兽的地阶灵盒是一头尖雀妖的，他在暗中偷袭了吴凡，吃掉了他部分的血肉，然后沾染了金色星环的能量，卡在1阶巅峰的实力和纯血妖兽的血脉，当场晋级。只不过在进阶的过程中，被吴凡的本命武技给斩了。薛战在处理了吴凡这件事后，对着众考生说道：本次成绩将在3天后公布，排名前500的考生可以进入最后一轮考试，而没进入前500的考生，你们在今年的武者高考中报考华夏武大其他院系可以加70分，报考战斗学院可以加20分。听到他的话，一些本来在第3场考试中成绩不佳的考生心里松了口气，他们很怕用性命参加的考试，最后却什么都得不到。薛战考官，能不能延长一点时间？下一场考试的间隔只有3天，我身上的伤可能还没恢复。有一名胳膊被斩断的少年说道，像他这样的情况，断肢重生至少都需要1个月。
在这个世界中，医疗技术是很强的，因为有专门学习医疗武技的医武者，他们等级越高，治疗效果就越强，甚至出现过一个治疗武技把一群濒死的人拉回满血状态的事情发生。mwxbj.org。 而排除医武者的存在，各种依靠灵力建立起来的医疗仪器效果也很强，什么断肢重生、癌症，轻轻松松的就能治好。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有钱。不过武者可以不用考虑这些，像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就属于免费治疗范围，根本不需要花钱。这场考试是一个整体，考验的是你的综合实力。你在第3场考试受伤越轻，证明你综合实力越强，那么自然在最后的考试中就有优势。唉，听到薛战的话，这名考生只能遗憾地叹了口气。吴凡录入了成绩后，就被救护车拉进了医院，随后整个身体都泡在了医疗罐子里，治疗药水里面富含水氧，水中的氧气可以直接通过肺部换气，不需要呼吸。这人伤得好严重啊，他是怎么清醒地坚持来到医院的？有小护士看着吴凡身上的伤口惊呼道：是啊，像他这样的伤，一般的武者早就昏死过去了。听说下一场考试就在3天后，看他这样基本上没有希望了。不同的白色天花板，相同的消毒水味道。吴凡正躺在病床上看手机。孙菲菲自曝曾经遭受娱乐圈霸凌，你知道明星的腋下管理吗？唉，怎么全是娱乐新闻啊？吴凡刚想关掉手机，却看见上面弹出来一条消息：华夏出现新的人类禁地，全球排名第28。吴凡心有所感地点了进去。去年在川省某个小县城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可惜事关绝密，网上不允许流传。而那个小县城也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将名字打出来。但是根据可靠消息，那片地区已经被国际武者组织定性为新的人类禁地，而且根据其危险程度，在全世界100大人类禁地排行榜中占第28位。看到这条消息，吴凡有些愣神。而就在这片刻的功夫，这条消息就没了，变成人类禁地了吗？吴凡想到了那把黑色的长剑和诡异壁画，还有那被封在琥珀水晶中的少女。那不是我现在能触碰的东西，尽管那种力量真的很强，可那不是我的。吴凡不想沉迷在那种一剑斩灵界超 A 的虚幻状态中，就像当初和4名异阶邪教武者战斗时一样，那种不是自己一点点修炼出来的力量，和泡沫没什么区别，只是昙花一现罢了。靠外力只能用一时，而不能用一世，只有靠自己才是最稳的。吴凡捏着拳头说道。而就在这时，手机里临时考试群忽然发出通知，第3场考试的排名出来了。这条消息很快就炸出了一群潜水的人。哈哈，我491名，操，我729名。不管是什么级别的武者，总有爱水群的，超 A 级的水群龙王其实也不少，群里很快就变成了999加。而吴凡则是快速的登录界面，第9名。看到这个数字，吴凡有些惊讶，但又有些失望。如果背包不掉就好了，应该能冲击前3名。虽然吴凡不知道前面几场考试的排名有什么用，但他清楚，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强者，那永远都要有一颗去争夺第1名的心。进入最终考试的500名考生，请你们在1个小时内到达学校的2号操场。在排名公布后，吴凡很快就接到了最后一场考试的短信和电话。唉，你在干嘛呢？你的伤还没好啊，小心伤口崩裂。一名照看病床的小护士看到吴凡正在下床，连忙出声阻止道：没事的，小伤而已。你这人真是，一个自主招生考试而已，有那么重要吗？吴凡换下了自己的病服，穿上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转过身对护士小姐姐说道：对于其他人来说我不知道，但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你这还绑着绷带呢，我给你整理一下。护士小姐姐叹了口气，上来帮吴凡整理绷带伤口。在之前的考试中，有同学穿着特制的作战服，作战服可以很好的抵挡妖兽的攻击，让被攻击者受伤很轻，但保命的东西一向很贵，一套 F 阶的作战服都要几百万，吴凡根本买不起。我一定会考上华夏武大的。吴凡给自己打气，因为一旦能成为华夏武大的推优生，充足的零食，稀有的补充气血的食物，保命的作战服，强大的武技就都会有的。武者就是要去争，去拼，去抢。很快吴凡就来到了2号操场，此时这里已经有200多人了。吴凡同学。就在吴凡刚进入操场时，就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他回头一看，发现是林小璐。你也进最后的考试了？吴凡发现林小璐根本没受什么伤，而且在他的外衣下面，吴凡还看见了黑色的作战服。呵呵，不光我进了，张恒和罗侯也进了，而且张恒那家伙运气真的太好了，27分，刚好排在第500名，真的牛逼。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远处的张恒走了过来。真的只是运气好了，不过最后这场考试我肯定就不行了。张恒一脸无欲无求地说道。而罗侯则是站在远处，微微和吴凡对了一下眼神，就把头转向了另外一边。嗖嗖嗖！这时有10多道身影瞬间出现在2号操场的空中。瞬移！许多考生用羡慕和崇拜的眼光看向站在空中的那10多名华夏武大的考官。B 阶武者可以短时间飞行，初入 A 阶的武者可以长时间站立在空中，超 A 级武者能瞬间撕裂虚空，横跨千里。那资深的高级 A 阶和半步超 A 的武者就能短距离的瞬移。此时站在空中的考官一定不是普通的考官，绝对是华夏武大各大学院的院长、终身教授和副校长。吴凡在空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一个光头教授。这时为首的一名中年武者开口说道：我是本次自主招生考试的负责人，副校长刘江华。首先祝贺各位考生经过重重的选拔，来到了最后一场考试。现在的你们已经可以自豪地对别人说自己是年轻一辈中很优秀的那批人了。我相信不管你们今天是否能获得推优生资格，在以后你们都能成为华夏的中流砥柱。好了，我话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最后一场考试。
10多名高阶武者全力爆发凌压，死了！只听一声空间破碎的声音，在他们的合力之下，整个2号操场的人全部被拉入了虚空之中。场景一变，众人来到了一处山顶，这里是沧州的天柱山。有来自冀州省的考生马上震惊地喊道 ：“mwxbj.org！” 短短一瞬间，他们居然从帝都来到了冀州省。虽然冀州省就包裹着帝都，但这足足跨越了将近500公里。你们最后一场考试就是从这里出发，跑回华夏武大，前25名跑到华夏武大校门者获得推优生资格，25个名额。在场的考生在听到这个数字后，紧张、激动、澎湃的战意全部都被激发了出来，因为这就是最后一场战役，没人会想倒在终点前。最后一场考试是比速度、耐力、恢复、毅力吗？虽然比起上一场考试少了生命的威胁，但却最符合最后一场考试的风格。就在不少考生这样想的时候，刘江华忽然开口对众考生说道：“在考试开始之前，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则。”不少考生忽然感觉有些不妙。果然，在听到刘江华嘴里说出的话后，每个考生的脸上都露出了完全不同的表情。只见刘江华抬手一挥，在整个天柱山的平面山顶出现了许多道凌压粒子画出的横线，这些横线每格之间间隔有50米。现在请所有的考生都站在第一条横线上。说完后，只见刘江华浑身光芒大盛，一面散发着恐怖凌压的镜子出现在他的手中。开！刘江华将手中的镜子扔到空中，镜面对准山顶的所有考生。在正式开始考试之前，你们要在这面镜子的监督下回答6个问题。如果符合问题的条件，就可以向前走一条横线，而每一条横线则代表着10公里。也就是说，你们符合的条件越多，出发时离终点的距离就越近。听到刘江华的话，一众考生瞬间紧张了起来。每前进一条横线，就能缩短10公里。要知道，起点的沧州天柱山和终点的帝都华夏武大只隔了500公里。要是6个问题都符合，那岂不是直接领先了60公里？不少考生都抬头看向刘江华，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样的问题。要知道，在场的500名考生已经是优中选优，这是一群真正经历过残酷试炼的优秀武者。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小的优势都可能换来最后的胜势。好了，现在请听我说。刘江华站在空中，用浑厚的声音说道：“第一道题，你的父母其中一人是 B 阶武者或以上的同学，请朝前走一步。”刘江华这个问题一出，在场的考生瞬间露出了不同的表情，有惊喜的，有遗憾的，还有愤懑的。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我们来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走到现在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为什么第一题却是在问父母的实力？这不公平！听到这名同学的话，不少没有满足条件的考生也出言附和，全靠你们自己，不公平！刘江华站在空中对在场的考生问道：“你们能走到这里，真的只是全靠你们自己吗？如果你的父母本来就是武者，那你生来就是武者，你还有资格说全靠自己吗？你知道有多少人，他们连觉醒的资格都没有吗？你的家庭若是富裕，那么你从小的教育，还有吃的食物、用的零食都不用你操心，各方面的条件累积，才让你此时有资格站在这里对这场考试提出疑问。就比如这场自主招生考试，如果不是家在地级市以上的学生，恐怕连有没有这场考试都不知道。说都是靠你们自己，说不公平，我只能说你再好好想想。”刘江华的话让这群不忿的考生都安静了下来。随后只见大约300多名考生脸上带着既高兴又不想表现出来的表情，朝前方的横线走去。第二道题，家里住在帝都、魔都、天府、广府等50多座 S 级大城，并且超过100年的，请朝前走一步。哗！这第二题出来，瞬间又是一阵嘈杂。这道题虽然表面是说住在大城市的事情，但背后其实是考验考生们的家庭综合实力。要知道，一个没落的武者家庭是没办法长期在 S 级大城待下去的，能坚持100年以上，其家族势力在当地肯定盘根错杂。刷刷！第二道题出来，第一条横线和第二条横线各有100来人朝前走去。嗡！就在这时，空中的镜子忽然发出一道光束，照在了某个考生的身上。你不符合条件，请退回去。全场考生只提醒这一次，下次再有抱有侥幸心理的人，直接淘汰。刘江华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2道题已经过去，此时的吴凡还站在原地。他望向周围的同学，已经不到50个，而最前面的考生已经有到达第3条横线的人了。mwxbj.org 父母的天赋和家庭的条件，很遗憾，吴凡这2项都不满足。旁边有同学叹了口气，他此时的神情有些黯然。本来还在同一起跑线的，现在已经有人开局领先20公里了。在前面那群人不时回头看过来的眼神中，这名同学心中涌起了一种颓然的情绪。第3道题，你们自身觉醒的灵气等级是2级及其以上的，朝前走一步。刚才还在吴凡旁边叹气的少年，听到第3题，脸上马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他一刻也不想等待，直接跑向前方的第2条横线。在脱离第1道横线的那一刻，他仿佛觉得自己有种脱离底层的爽快感。等他再望向后方时，眼中已经带有隐隐的优越。经过这3道题，有人已经来到了第4条横线，而有人依然站在原地。不过此时还在原地的人已经只有10多个了，而剩下的这10多个考生，除了吴凡以外，一个个都低埋着头，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但拳头已经捏得很紧。第4道题，你们的凌压实力已经达到了1阶武者或者以上的，可以朝前走一步。刷刷！全场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员移动，其中有70%的人都朝着前方迈了一步，而留在原地的只剩下3个人了，其中就有吴凡。第5题，你们自身掌握了至少2门1级武技或者1门地级武技及其以上的考生，上前一步。呼！听到这第5道题，
吴凡身边2名考生用力地把拳一捏，激动地放在自己的面前上下摇晃。他们作为小县城来的考生，别看县再掉在最后，但他们可是在他们的学校里最优秀的存在。小县城如果5年内有考入华夏武大或者帝都武大的学生，那都可以拉横幅庆祝了。所以作为全校的希望，他们得到了学校最大资源的培养，其中自然也包括几门一级武技和地级武技，不然的话，他们也不可能在第3场考试中杀进前500名。而就在他们朝前迈进第2条横线后，此时全场唯一没有动过的人，只剩下吴凡。所有人在关心下一道考题的同时，都用复杂的眼神看向他。不光是其他考生，就连这些考官都奇怪地看向吴凡，他们都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一步都没有前进过的人能进入这最后一轮考试。好了，都注意了。刘江华拍了拍手，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随后对众人说道：这最后一道题，这最后一个问题便是这个。刘江华从怀里拿出了一枚普通的1元硬币，待会我扔出这枚硬币，你们需要猜正反面，如果猜对了就可以上前一步。猜硬币，这最后一题让人出乎意料，不再是武者、武道、零压，反而是最普通的概率。我倒数10秒，10、9。吴凡看着刘江华手中的硬币，说实话，这一道题反而是他最有可能与别人拉近差距的一道题。正面还是反面？其实选哪一面都可以，因为都是50%的概率，那就选正面吧。嗡！刘江华用指甲盖顶着硬币向上一抛，硬币在空中连续做反转运动，正反面不断切换，然后在全场人的目光中掉落在了地上。反面，是反面，我猜中了！操！为什么不是正面啊？猜中的考生高兴地朝前迈了一步，而没猜中的考生则开始大声抗议起来。这最后一个问题实在是太儿戏了，重来，再扔一次，换一个硬币。刘江华随手一抓，隔空将地面上的硬币捏在了手里，他缓缓擦拭着上面的泥土，然后缓缓说道：在开跑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被大家认可的武道天骄？没等众人回答，他便又继续说道：在这6道问题中，第一题，父母的基因决定了你们的基础天赋，如果你们的父母优秀，那他们对后代的教育大概率也很优秀。第二题，你们的家庭或者家族如果是强大且富裕的，那么你修炼的资源、人脉、见识、历练都会比其他同龄人更有优势。而第三题，你们自身的灵气级别，不同灵气的级别有不同的修炼速度，表现出来的实力也会不一样，这也是武者间最无法回避、最赤裸的差距，不管你承不承认，它都摆在那里。说着，刘江华举起一根手指，比作1。以上3点归纳在一起，叫做先天条件，是指一个人出生时就拥有的东西，且无法改变。随后，刘江华继续说道：而第4题和第5题分别是自身的实力和学习的武技。一方面，你的天赋决定了你成长的速度，但如果你能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那么你依然能成为比大多数人都优秀的武者。提升灵压是这样，学习武技也是这样。刘江华伸出第2根手指，然后说道：以上2点叫做后天努力。说完以上话语后，刘江华捏着手里的硬币，拿在面前，让所有人都能看见。最后一题的答案，没有谁可以决定，或许你们可以说是风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是地面的影响，但不论是哪一种影响，其实都不能让诸位知道最终的正反面是什么，这是绝对的运气。所有的猜测在结果出来之前都是未知的，就如同你们的未来一样。说着，副校长刘江华伸出了第3根手指，这是我认为的第3个点，运气。此刻，所有考生都停止了喧闹，认真的听着刘江华的话。所以，我问大家，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武道天骄？那么我通过这最后一场考试告诉你，武道天骄等于先天条件加后天努力加运气。我们华夏武大的推优生就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的自主招生考试中，最后脱颖而出的武道天骄。刘江华的一番话，将所有的考生都镇住了。呼，不愧是华夏武大的副校长。一些考生开始望向排在更前方的考生，那些人便是此时符合学校选出的武道天骄。随着众人望去，站在第7条线上的人总共有15人，而他们的身上也确实有着非常恐怖的灵压，不论是基因、家世、自身灵气级别，还是实力和武技，他们在这500名考生中是最顶尖的存在。当然，在第6条线上的部分考生却带着不服的意味，他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比前面的那15人差，只是少了一点运气而已。从头部到尾端，层层递进，人数越来越多，但到了最底层时，众人却发现还剩下一个人，吴凡。怎么还有人待在原地啊？真的就没有一项条件符合吗？连扔硬币都没猜中，这运气也太衰了吧！但他们只是用淡淡的目光扫了吴凡一眼，随后便根本不在意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吴凡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威胁的存在。你们可以在奔跑的过程随意展开战斗，但不能使用零食等身外物品。刘江华一边说道，一边与其他考官合力撕开了虚空。第7道的考生过来传送，排在最前面的那15人进入了撕开的虚空，随后被传送到了天柱山外60公里的地方。紧接着是第6道、第5道，直到第2道线上的考生离开后，整个起跑线的考生只剩下了吴凡一人。考官、副校长、教授都齐齐看向吴凡，这位同学，你尽力就好。有学院院长鼓励道，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不认为吴凡有取得推优生名额的机会，所以只要尽力就好。但就在这时，吴凡却开口说道：刘校长，我认为你说的很有道理。吴凡并没有反驳刘江华的话，相反还很认同。可是笔下文学，为什么我这么认同你的道理，但当他真的应用在我身上的时候，就这么的让我不服呢？吴凡抬起头，毫不害怕地看着刘江华说道：是的，我是没有好的出身，没有富裕的家庭，没有高阶的灵气，没有高级的武技，甚至没有运气。但你又凭什么让我认命？难道没有那些东西？
我就成为不了你嘴里那些所谓的武道天骄了吗？你刚才也看到了吧，他们在看我的眼神，你告诉我，那是什么眼神？是看弱者的眼神。武道天骄。此时的吴凡一个人站在天柱山的顶峰，俯首望向山下奔跑的众人说道：你们记住，从此刻起，天骄的入场券由我来定。有志气可以，但说大话可不行。刘江华听到吴凡的话，摇了摇头，认为眼前的年轻人实在是有些自大了。我知道你现在还年轻，认为自己可以无视任何困难。少年们总是认为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像你一样充满着热血的家伙，一个个嘴里喊着此生不坠青云志，但等他们进入武大，进入社会后，就会在一次次的战斗和困难中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因为总有人比他们更聪明、更强、更有实力。刘江华说完后，就把头转到了另一边，他看了看计时器，然后说道：各个赛道的考生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倒计时30秒。吴凡戴上了最后一场考试用的手环，手环有电子地图，可以显示前往华夏武大的路线，确保大家不会走错路。在一声声的倒计时中，吴凡来到了天柱山的边缘。喂，小子，下山的环山路在对面，你跑悬崖边上来干什么？这时，一个光头教授走到吴凡身边说道：何教授，我不是一个盲目自大的人，我也知道我的综合条件确实没有其他考生好，但你在德城遇到我的时候，会想到我可以进入最后一轮的选拔吗？何星星闭口不言，他在去年寒假的时候就断定吴凡通过不了第一轮考试，在帝都动车西站判定吴凡最多晋级第2轮。吴凡指着手环说道：这条直线是距离华夏武大最近的地方，我一定会得到推优生资格。吴凡手指着前方的陡坡悬崖，悬崖下方甚至还飘着淡淡的白云，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跳下去不也是鹏程万里吗？在吴凡说完这句话时，最后一轮选拔的倒计时刚好结束，考试开始。刘江华大声喊道。吴凡眼中没有任何迟疑，纵身一跃，对着前方的陡坡悬崖跳了下去。你疯了，从这里跳下去？你以为你是邓艾吗？这么高的悬崖，一个不小心就会死的。何教授站在原地，耳边只留下吴凡最后的回答：没伞的孩子要用命跑，别挡道。一名考生手提长剑对着前方的人刺去，枪！前方的人转过身和他对拼了一记，两人瞬间速度降了下来，被身后的几个人超了过去。真是搞不懂，明明在第4梯队就要开始战斗。小胖子林小璐灵活地沿着定城的保护罩边缘跑去。其实这次考试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沧州和帝都之间最短的直线距离，其实是一片自然保护区，路面并不平坦，高低落差极大，说不定你原地爬山还没到顶，别人已经领先你几百米远了。而且虽然帝都周围没有妖兽森林，但自然保护区里却依然有人工放养的低阶妖兽，因为帝都武者繁多，每天消耗的妖兽食材非常多。如果光是靠周边省区输送，一来不新鲜，灵力流失严重，二来成本也很高。林小璐看着周围不断跳跃的人影，心里有些无奈。人可真多呀！参加最后一轮选拔的考生，基本上都选择了绕着自然保护区走，而保护区旁边的定城则就成为了必经之路。从定城过去，再经过望城，就到帝都的6环外了，这应该是最优的路线。林小璐看向旁边的自然森林，心里想到，应该不会有人选择穿越自然保护区吧？虽然直线距离最短，但过程不可预知的风险太大了。尽管沿途都有战斗的人，但大多数考生都在急速前进，真正激烈的战斗只会在最后冲刺阶段的帝都打响。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官方直播间，我是小兵。就在考生们全力奔跑的时候，在定城的高空中飞着一名看起来20多岁，但实际上已经30岁的女主持人。她叫做王冰，是一名 B 阶武者，毕业于吉省武大的传媒学院，现在是官方新闻的主持人。在她的身后还有几名同样飞在空中扛着摄像机的大哥。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今年华夏武大自主招生最后一场考试的画面。哇，我们看到啊，虽然这些考生们年龄很小，但灵压非常强大，都是未来的强者苗子。正如第3场考试中薛战说的那样，并不是所有武者都擅长战斗，所以也有很多武者从事其他职业。哎，羡慕啊！要是我家孩子也能像他们一样就好了。不愧是华夏年轻一代的精英，这实力比我一个中年人都要强了。虽然平时娱乐新闻占据头条，但一旦有关于武者的消息，会瞬间被顶上热搜。此时直播间的观看热度已经快要达到1个亿了。不过直播热度不等于观看人数，而是由观看人数、弹幕数量还有礼物多少综合决定的。不过官方直播间一般不收礼物。关于本次比赛，我们请来了帝都武大的教授孔庆东老师，欢迎。镜头中出现了一名中年短发男子，他板着脸说道：这就是进入华夏武大最后一轮考试的武者吗？实力一般般啊，没什么出彩的地方。这句话瞬间就点燃了火药。要知道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作为竞争对手，100年来一直在争夺第一武大的称号，但由于两所武大的实力太过接近，这就导致了今年你华夏武大第一，明年我帝都武大第一的局面经常发生。所以两所武大的学生、老师、教授在各种正式场合都不太对付。不过至于私下里听说两所武大的情侣还蛮多的。哦，孔老师，去年的全国武道大赛你们好像是输给了华夏武大。王斌作为专业的主持人，拱火能力嗨嗨，找话题能力一流。呵呵，今年的全国第一一定是我们帝都武大。孔庆东自信地说道。说得好，我支持帝都武大。帝都武大都是废物，我支持华夏武大。由于主持人带了一波节奏，现在直播间支持两所学校的野生粉丝已经战斗起来了，直播间热度瞬间上涨到了2个亿。在关注最后一场考试的不只是官方和网友，华夏武大自己内部网也有很多学长学姐在看。我比较看好罗显、CM 和以他目前的表现来看，他的灵压估计超过1万了，
这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一名叫做吃瓜的咸鱼的华夏武大学生说道：“我反而比较看好徐十一，他的灵压虽然隐藏得很好，但依然能看出他一点都不弱于罗显赫，而且他的身法很强，这点非常重要。哇，你们不觉得张之白很帅吗？而且不是那种小鲜肉的帅，他的长发有种波澜不惊的出尘感。学姐我爱了，我觉得许风霜学妹也很有机会。哦，人家还没入学你就叫上学妹了？以她的实力，肯定能进华夏武大的嘛，现在叫学妹没什么问题吧？说的也是。官方的直播间不止一个，跑在第一批次的几名同学都有特写，其中最人关注的就是罗显赫、徐十一、张之白、许风霜4人，因为他们4个是第1名的有力竞争者，今年新生的水平都挺强的。可是我听说帝都武大那边出现了几个妖孽级的天才，我感觉今年的全国武道大赛比较悬。几名华夏武大的老师凑在一起说道：“光听说有什么用？咱们都见过多少个台下叫渣渣，台上软脚虾的天才了，天不天才，妖孽不妖孽，那要打过才知道，光靠嘴巴吹出来的有什么用？”确实，罗显赫这几个人的实力真不弱，一般的一阶武者的速度在20米每秒，1小时能跑72公里，而普通人世界短跑冠军跑100米也要9秒多，接近10秒。而这才过了4个多小时，500公里的路程，他们已经快要接近帝都6环了。这几人爆发速度是一般一阶武者的2倍，而且全程坚持了4个小时，这灵压的浑厚程度和持久能力应该是2倍灵压没错了。能在2倍压缩的情况下将灵压修炼到1万以上，确实可以算天骄了。这实力应该比得上那些帝兵家族和武道圣地的核心弟子了吧？话题忽然从学校武者聊到了帝兵家族和武道圣地，几名学校老师就有点难以开口了。有些话题虽然不是禁忌，但如果层次不够高是接触不到的。比如现在问你所在本省的大佬是谁？最有钱的家族是谁？你如果身处底层，不要说长相，你连人家叫什么名字，甚至什么势力都不知道。在高阶武者圈子流传着一句话：仙门9天，圣宗10地。9天10地说的就是分布在全国各个省区最著名的19个武道圣地。这些自古传承下来的武道圣地十分强大，如果不是有各省的帝兵家族和总督镇着，估计早就搞事情了。不过近些年来，各地的帝兵家族也出现了和武道圣地联手的情况，有些省区的总督不是被架空，就是忽然被爆出劣迹，然后引起民愤，最后被迫调离。所以这两者联手带来的危害可能比邪教还大。没可比性的，我们华夏武大的资源并不弱于那些武道圣地和帝兵家族，可是他们每一代才培养几个甚至一个绝世天才，而我们的资源要培养几千名武者。要知道我们华夏武大可是最顶级的武大，资源比普通武大多不知道多少倍，就这样都养不起更多的武者。确实，估计只有那些入选国家 S 级绝密超武计划的学生，才能和武道圣地、帝兵家族出来的核心弟子拼一拼。国家创建华夏武大、帝都武大等上百所公办武大，已经是开历史的先河了。你们难道想回到古代，让那些武道圣地和帝兵家族把控所有资源，让咱们这些草根武者根本没有一点翻身的机会吗？这就是自主招生考试要考文化课的原因，要让这群新时代的武者知道，在几百年前，他们不要说修炼武技，就连天地间的灵气都是被那些大势力控制的。你想提升灵压，根本不可能。冲！来到了第2赛段的望城后，林小璐果断发力，一瞬间提速，超越了第3梯队，来到了第2梯队。哪里来的死胖子？一名2梯队的考生直接对着林小璐就是一拳，但他的拳头刚挥出，面前的林小璐就闪身到他身侧，一双泛着紫色的拳套套在林小璐的手上。林小璐伸出手抓住对面的胳膊一拉，然后再反向一推。不好！这名考生瞬间失去重心。林小璐借着这个机会，前腿往前一迈，斜向插入到对方的裆部，然后身体一矮，双拳上下交叠，肩膀对着这人的胸口一撞。武技铁山靠！砰！一股巨力将这名考生撞飞，沿途飞行了20多米，撞断了2棵大树，最后狠狠撞在了大石块上，身体上下弹起1米高。噗！虽然这种伤并没有让他昏迷或者丧失行动能力，但这名考生显然已经失去了争夺推优生的资格。另外一边，张衡看似悠然，但却很快速地往第2梯队赶。他手里忽然出现了一把长弓，张衡拉动弓弦，手中瞬间凝聚起了一根能量箭矢，折射箭。嗖！只见箭矢射出时，化作直径1厘米的流光，拉出100米的弧线，快速朝着前方几人飞去。噗！能量箭矢在撞到前方第1个考生的护体灵压后，随后又折射飞向了第2名考生，箭矢的速度飞快，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之间。前方几名考生被阻挠，纷纷降低了速度，张衡一下就跃进了第2梯队。嗖！在众人看不见的下方，一道雾化的暗影正在光速前进，罗侯已经离开第2梯队，前往第1梯队。看来我们的推优生名额就在第1梯队和第2梯队中产生了。有观看考试的华夏武大学生说道 ：“mwxbj.org， 没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了。”一名同学赞同道。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砰！在横贯整个定城和望城的自然保护区中，忽然爆起一路20、30米高的滚滚烟尘，这股异动就像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在快速接近。卧槽！你们快看那是什么？随着这一声喊，只见在望城的自然保护区出口忽然炸开，在滚滚烟尘中冲出来一道浑身是伤的人影。此时吴凡的身上早已是破烂不堪，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在冲出保护区的这一刻，吴凡只说了3个字：“我来了。”此生若竹千里至，追风亦可到天涯。居然真的有人从自然保护区跑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里面道路那么曲折，还有放养的妖兽。
哇，这也太拼了吧！虽然从定城到望城，最后到帝都这条路线是90%以上考生的选择，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选择挤这条赛道。比如有个别考生灵气、武技擅长水路的，他们的路线就是从定城的下方入海，然后从侧面的金海进入帝都。这个路线要跑200公里，海里游400公里。虽然不能说这个路线是否是正确的，但每个考生都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方法。你现在的排名278。跳出保护区的吴凡没有一刻停留，他看了一眼手环上面的实时排名，随后脚下猛然一蹬，砰！大地再次被踩出一团烟尘，随后像一颗炮弹一样射出，周围卷起了狂风，飞沙走石。这考生居然也是2倍灵压。正在观看实况转播的华夏武大教授有些意外地说道：“难怪他能进入最后一轮考试，这基础够扎实的。确实，而且他的灵气还只是 N 级，修炼速度比其他高级灵气的武者慢很多，能修炼到 F 阶武者的巅峰已经很厉害了。”不少教授都对吴凡的实力表示认可，但是前面的考生已经进入帝都6环了，距离武大的校门只有不到100公里，他应该是进入不了前100的。有教授分析道：“可惜了，像他这样的考生很少见。不过以他的实力，就算进入不了推优班，参加今年的武者高考，也有机会进入咱们华夏武大。”另外一名教授略带惋惜地说道：“不一样的，推优班和普通班资源差距很大，他如果没办法进入推优生班，今后几年就会被拉开差距，最后泯然众人。”周围的教授都点头同意，没人会无理由的培养一个各方面天赋都很差的武者，因为花费的资源比其他有天赋的武者多太多了。所以吴凡想要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争，争得过就继续和那些同年龄的天才竞争，争不过那就从此掉队。其他人有家庭和天赋兜底，允许犯几次错，走几次歪路，允许累了休息一下。但吴凡不行，因为他没有容错的机会，他不能失败，哪怕只是一次。我倒是觉得吴凡有机会。就在这时，旁边窜出来一个光头：“你们这些老家伙，人还没老，心气儿就没了。”何教授一边说着，一边朝着他们这边凑了过来。“我们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没有看不起这名考生的意思，相反，我们还很欣赏他。”一名教授斜着眼睛瞟了光头教授一眼，稍微挪远了一下位置。“既然这样，要不我们就来打个赌吧。要是吴凡能进入前25名，你们就一人给我3颗上品灵石。要是你输了怎么办？一颗上品灵石的学校特供价可是1000万，你还赌3颗？一颗下品灵石的灵气是100点，中品灵石是1000点，而上品灵石蕴含的灵气是1万点。作为华夏武大的教授兼高阶武者，对于他们来说，3颗上品灵石虽然不算贵，但也不是随手就能拿出来的。”何教授摸了摸自己的光头，然后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声音洪亮地说道：“我要是输了，我他妈直播吃翔！好，有气魄，我赌了，我也跟了。”听到何教授中气十足的赌约，几名教授先是浑身一震，然后纷纷同意。当然，对于这群教授们的赌约，考生们是不知道的。长时间的冲刺让他们的体力和灵压都消耗巨大。武者不是超人，他们也是有极限的，特别还是在这种竞争对抗的比赛中，持续爆发奔跑4个小时，除了个别人以外，没人能坚持下来。这就像是你跑100米和1万米的区别，你不可能一直用冲击100米的速度去跑1万米。所以在最后进入帝都的这第3段赛道，已经有很多人把速度降了下来，忽要跟不上了。一名女武者忽然感觉体内的灵压消耗殆尽，然后就被后面的许多考生超越。哦，快看，徐世一超过罗显河了！在帝都6环的入口，专门开设了一条通往华夏武大的赛道，从进入帝都开始，就是只能在这条赛道上奔跑。而第一梯队的几人在进入帝都后，全部都加快了速度。这时，徐世一忽然身上紫色灵压大爆，双手出现了一对金属拳爪，随后只见他双手交叉，做出十字形，背后的紫色星环亮起，先锋开路，唰！地面上出现了一道横跨1000米的紫色光路。徐世一踩在这条紫色光路后，整个人的奔跑速度增加了1小节，直接越过了排名第1的罗显河。休想超过我！罗显河大喝一声，也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一双金黄色的护臂。他身上灵压爆开，身后亮起2道紫色的星环，然后对着正在远去的徐世一凌空抓去。武界擒龙功！吼！一声虚幻的龙吟，只见在罗显河的前方出现了一道半径30米的扇形引力场，而刚跑远的徐实一直感觉身形一滞，整个人被一股巨力往后拉去。呵！看着被拽回来的徐世一，罗显河直接大喝一声，对着徐世一就是一记炮拳，拳头带着护臂，尖锐的破空声响起。别以为我怕了你！徐世一丝毫不避让，手里的拳爪也同样杀出，拳爪对护臂，在相撞的瞬间产生了一股近乎实质的波纹。跌！传出的震荡波让赛道外停靠的一排排汽车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对拼了一拳后，徐世一和罗显河2人光速分开，因为后方的张之白已经趁着他们互打的时候冲到了第1，同时许风霜也紧随其后冲到了第2。此时的他们已经到了帝都5环，几乎可以看见华夏武大的校门了，那里便是终点。整个帝都内的赛段都临时架设了和动车轨道一样的保护罩，为的就是确保考生之间的战斗不会给城市造成过大的破坏。而在距离终点处还有3公里的地方，已经站满了围观的路人和看戏的武者，毕竟对于他们来说，看热闹才是最重要的。看来这第1名是我的了。张之白自信的一笑，速度陡然提升。就在他距离华夏武大校门终点还有不到100米时，他的背后传来一道声音：“你高兴得太早了。”张之白回头一看，许风霜背后出现了4道金属短刃，像是翅膀一样对称着排在星环两边。武界给予嗖！许风霜背后的金属短刃像是飞剑一样杀向张之白。张之白看着近在咫尺的终点线，
心里一横，召唤出一把古琴背在身后，然后丝毫不管飞来的羽刃，径直朝着华夏武大的大门口冲去。叮叮叮叮，羽刃打在张之白背后的古琴上，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随后，张之白的护体灵压破碎，羽刃插穿张之白的古琴，嵌入背后10多厘米深。噗嗤！张之白口中顿时喷出一口鲜血。灵气的硬度和武者自身的实力有关，如果灵气受到伤害，那武者本人也会受到反噬。而受损的灵气看破损程度，轻的就吸收天地灵气缓缓恢复，就和人类养伤一样，重的就当场毁灭，武者可能会死亡。所以张之白选择用古琴抵挡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会受重伤的心理准备。哇，这人不要命了！赛道外围观的武者纷纷倒吸一口凉气。武技凌波微波，借着许风双羽刃的威力，张之白整个人朝前一飞，身体在原地留下一个残影，下一秒出现在100米之外。扑通！冲过终点线的张之白瞬间昏迷倒下。虽然同为武者，但灵气不同，修炼的侧重点也有不同。比如觉醒盾牌、拳套、战柱、铠甲等灵气的武者，其成长方向大多都是防御系，身体异常高大强壮，护体灵压也会坚韧许多。像刀、剑、枪之类的强攻击灵气，这类型的武者一般都是攻击类武技和星环，防御力一般。而像张之白这种觉醒的琴、气等本身不具备正面战斗能力的灵气，其武技和星环大多都是功能类或者技能释放类的，那么他们的护体灵压和本身的肉体防御力就更弱了，俗称脆皮。所以张之白在挨了许风霜几道羽刃后才会重伤昏迷。其实他完全可以用武技躲避的，但羽刃已经封死了去终点的道路，他只能往侧面闪，但那样的话他就会被许风霜超过。不论第1名还是第2名都可以获得推优生名额，为了这个没有任何奖励的第1名，值得吗？不少正在围观的社会武者心里想到，要是他们在张之白那个位置，索性就把第1名让给许风霜了。mwxbj.org 叮，自主招生考试第1名张之白，第2名许风霜，第3名罗显和，第4名徐世一，第5名。此刻在所有考生的手环上忽然响起了一连串的提示音。什么？已经有人到达终点了？不少考生神情瞬间慌乱起来，名额已经减少，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而现在头部的考生已经进入了帝都，稍微后面一点的还在望城，也就是说大家的差距非常小。都别打了，直接冲！有人大吼一声，随后众人就像是达成了共识一样，本来还在互相阻拦的众考生开始有序的一起朝前方奔去。哈哈，老何，现在前7名的考生已经到终点了，你压的那个吴凡还在哪里？根本没有机会啊！老何，看来你是吃定了，到时候我去你的直播间给你刷礼物。老何，你要什么味道的，或者什么品种的？毕阶妖兽的你要不要？周围几名教授围着何星星，一脸的不怀好意。急什么？我和教授说到做到，说吃就吃。不过，你们看这是什么？何教授将手机画面放出来给众人看。你还在挣扎什么？等等，这是……只见画面中一道身影正在以雷霆般的速度前进。砰！吴凡越过一名考生的头顶，在他肩膀上一踩，这名考生瞬间被踩进地里，将地面给砸碎。借着这股力量，吴凡再次朝前冲去。卧槽，这是什么速度？比张之白他们还快。画面中的吴凡上一秒还在100米外，下一秒便冲向了更远处。这小子有点东西啊！叮，你的排名为127，你的排名为119，你的排名……吴凡的耳边不断传来手环的声音，提醒着他超越了多少人。不够，还不够。此时的吴凡已经看到了帝都6环的入口，而排名还没有到前100，这样下去是进不了前25名的。这一刻，吴凡的神情变了，他亮出了自己的星环，在众人眼中淡白色的光环发出微弱的光芒。本来还在加速的吴凡身体陡然2次加速，就像是飞车开了助推器一样，身后竟然产生了空气涡流。轰！吴凡进入帝都城内的赛道，周围直接刮起风暴。刚才那是什么？我感觉有个东西从我面前跑过去了。一个正在赛道处围观的平民说道。罗侯挨了一记重锤，整个身体摔进了终点线，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了下来。罗侯第14名。听到这个排名，罗侯在地上挣扎了半天，终于还是没站起来，他只能仰面躺在地上，不停地大口呼吸。累，太累了。在罗侯之后，林小璐也冲过了终点线，不过他不像罗侯那样是被锤进来的，而是整个身体滚进来的。林小璐第17名，张恒第20名。在通往终点的最后1000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混战。本来就拥挤的赛道，瞬间出现了几十名一阶武者，而且这些一阶武者的实力都不弱，基本都是可以打同阶好几个的存在。此时的他们，为了争夺最后5个名额，已经疯魔了。百裂脚、排山掌、寒冰剑、天雷刀，大地颤抖，碎石乱飞，地面铺满了寒冰，随时还有雷霆降临。无论是谁，但凡是跑在最前面的，身后都要挨上几十道武技。如果是1、2个还好，但几十道武技，不论是谁都承受不了，所以只能后退暂避锋芒。金钟罩，一名考生浑身能量金钟罩护体，在一路挨了几十道武技后，差点死在终点线前，但他最后还是冲进了华夏武大的大门。而就在他进入大门的那一刻，所有人的手环上面都出现了一个提示：推优生名额还剩最后1人，最后一个名额是我的，你们敢跟我抢？周瑞阳双眼通红，为了走到这里，他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怎么可能让给你们？他脚上穿着一双灵靴，凌空一跃，腿边在空中拉出一道残影，猛烈的罡风带着呼啸斩在一名试图冲刺的考生身上。砰！这名考生双手交叉格挡，但腿边力量太强，将那名考生瞬间踢飞出去，
双手格挡的地方撕出一道10厘米的口子。吃我一刀！黄科双手持着一把斩马刀，左手握住刀柄末端，右手抓住前端，拖在地上，摩擦出阵阵声响。随后他猛然加速，朝着周瑞阳奔去。唰！从下到上，咔嚓！周瑞阳的护体灵压瞬间破碎，胸口被斩出了一道40厘米的伤口。呵！在黄科斩向周瑞阳的那一刻，钟灵从旁边杀来，一把短刺猛然插向黄科的脖子。砰！砰！砰！像这样混乱的战斗，几十人同时在上演。华夏武大宽阔的门口变成了武道擂台，只要有人敢朝着大门口前进，势必会引来所有人的围攻。这就是武者间的战斗吗？怎么这么的暴烈？此时在校门口围观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平时很少接触到真正的战斗。而在网上，因为有特殊原因，很多血腥暴力的场面都不能放出来，他们所了解到的武者战斗基本都是职业武者的比赛，对，就是吴凡之前在天府打的那种。但那些战斗很多都是剧本或者假赛，专门用来开盘割韭菜用的。而就在这时，情况变得糟糕起来，因为身后有更多的考生抵达。华夏武大门口即将上演一场100人大战，看着眼前的景象，想要偷偷溜进去是不可能了。唰！吴凡从虚空中抽出自己的长刀，如果无法走进去，那我就杀进去。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惧怕正面的战斗。吴凡提着长刀踏入了战场，给我退回去！刚迈入一步，就有人杀来。杨毅背后一道黄色光环和一道紫色光环闪动，武界分光剑。只见杨毅的长剑一画二，二画三，分光错影，变幻万千的朝吴凡而来。吴凡屏气一凝，眼神不动，瞬间抽刀，枪！杨毅的分光剑被荡飞，吴凡趁势一拳轰出，砰！这一拳打在了杨毅的护体灵压上。一阶武者，体外护体灵压 ，F 阶武者就别有什么幻想了。杨毅看到吴凡背后那孤零零的白色星环，顿时心中大定，认为吴凡的攻击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御。然后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杨毅的护体灵压被吴凡一拳轰碎，刚猛的一拳直接砸在他的鼻梁上，鼻中隔被打歪，鼻骨瞬间凹下去一截。啊！杨毅带着凄厉的惨叫，朝着一边横飞而去。而就在吴凡攻击杨毅的一瞬间，从斜方刺来一枪，噗嗤！吴凡的躲避不及，腹部被扎出一个血洞，长枪上还附带着血槽，伤口撕裂处喷涌出大量的鲜血。3000雷刀，面对长兵器，吴凡不能再留手，刀光带着雷霆之声朝对方斩去。当！钱红长枪一挑，用枪头拍在刀身上。吴凡感觉手中的长刀落点一歪，就要朝另外一个地方斩去。休想得逞！吴凡战斗经验极其丰富，当下马上前腿一迈，手腕刀刃朝下，反手一割。不好！钱红想要后退，但却晚了。唰！钱红的颈部被吴凡一刀割开，他长枪挡住吴凡的长刀，不退反进。武界血影丹心，从钱红身上传来一股猛烈的灵压，吴凡瞬间被无死角的灵能攻击笼罩。噗嗤！无数道伤口在吴凡身上崩裂开。好强！对方的武技很强，吴凡根本挡不住，只能飞起一脚将他踢飞。钱红身体一飞，直接撞在了保护罩上。连斩2名一阶武者后，吴凡也感觉到消耗很大，因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一阶武者，而是真正的精英武者。吴凡能越阶挑战，完全是2倍灵压和金色星环的加持。但此刻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一旦稍作休息，那最后一个名额就会被其他人夺走。干掉2人后，吴凡已经深入到了团战的中心。当！吴凡一刀劈飞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冰刺，又连忙侧身躲开一道铁鞭，铁鞭抽打在地上，直接打出了一道长5米宽、30厘米的浅沟。陈露手持长鞭，回身一拉，鞭尾发出空响，随后缠在了吴凡的长刀上。武界电刑，一股猛烈的电流顺着长鞭传递到了吴凡的身上。不好！吴凡感觉握刀的手瞬间失去了控制，随后全身传来了猛烈的电击，就像是被无数道铁拳砸中一样。吴凡的护体灵压直接被撕碎。陈露将手中的长鞭一扯，吴凡的长刀被抽飞，他瞬间靠近吴凡，长鞭卷在吴凡的脖子上，然后想要越过吴凡的后背，使用背部裸绞。背部裸绞是一种擒拿技分支，一旦形成，便根本无法挣脱。吴凡大吼一声，强行扭动身体，体内传来肌肉和经络碎裂的声音，身上的被钱红打出的伤口直接崩开，鲜血打湿了长鞭，液体减少摩擦。吴凡将自己的脖子从绞杀中拉了出来，因为勒得太紧，甚至撕掉了一层皮。吴凡猛然转过身，对着陈露就是一吼，杀！他一把抓住陈露长鞭，用力一扯，然后在他靠近的瞬间，一记头锤撞在他的脸上。砰！吴凡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而陈露则是被撞得满脸是血。再来！他再次拉住长鞭，2人瞬间靠近，再次撞在了一起。啊！陈露发出一声惨叫，但吴凡在他惨叫的瞬间抱住他的头，往下一按，膝盖用力一顶，砰！陈露的右颧骨直接碎裂。连续和3名精英一阶武者战斗，吴凡已然是精疲力竭。而就在此时，只听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我进不去，你们也别想进去。”说话的人身体瞬间发出一阵亮光，一股恐怖的灵压自他身体里引爆。卧槽！快闪！周围有离得近的考生脸色骤变，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轰！只听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在华夏武大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道微型核爆，恐怖的能量席卷了在场的所有人。啊！肉眼可见的灵压粒子撞在保护罩上，保护罩竟然出现了丝丝摇晃，吓得周围几万名看热闹的观众疯狂往后退。爆炸过后，华夏武大的医武者下场把生命垂危的考生抬走，
包括那名自爆后却还没死的考生，尽管他们只剩下一口气了，但却没有生命危险，最多在医院躺几个月。可嗨，吴凡艰难地睁开眼，此时的他除了眼睛还能动以外，其他部位已经失去了知觉，感觉已经不行了啊！难道就要这样放弃吗？吴凡努力地抬起头，看向100米外的华夏武大校门。他不甘心，一路上付出了这么多，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放弃？终点就在眼前。吴凡忽然扭动脖子，抬起头，用下巴用力往前一滑，整个身躯朝华夏武大的大门移去。如果无法杀进去，就算是爬，我也要爬进去。在爆炸过后，现场还留下几十名考生。在吴凡一点点朝大门口爬行的时候，周围其他的考生也渐渐恢复了意识。动啊，动起来啊！周瑞阳同样距离华夏武大的大门口不远，但他和吴凡一样，在经历了一番大战后，身体也失去了知觉。爸妈爷爷，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黄科的脑海里离家的一幕幕画面浮现。明州钟家，我们当初是被赶出来的，现在为什么要回去？为了我的前途，我不需要。钟灵意识虚幻，脑袋嗡鸣，已经出现了幻听。最后一个名额一定是我的。本来已经毫无力气的周瑞阳，在看到吴凡在一点点往校门口爬的时候，他也艰难地伸出手，手腕和手肘无法弯曲，他只能用5根手指死死抓住地面，然后弯曲手指缓慢爬行。和他一样的还有10多个勉强能动的考生，他们在争取着最后的希望。此时的保护罩外再次围满了路人，他们在看到这群年轻舞者为了一个名额而拼命的时候，心中涌现出了一股莫名的情绪。加油！有一个小女生忽然喊道。有了第一个声音，周围数万围观群众陆陆续续喊道：别放弃啊，终点就在前面了。吴凡用下巴一点点的摩擦地面，灵压早就耗空，没有护体灵压的保护，吴凡爬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血路。70米60米，他已经听到周围传来的动静，其他考生正在后面追赶。砰！只见后面有人一个跃身，瞬间超过了吴凡，随后又见一人用一把小刀一下一下的扎在地上，身体缓缓超过了吴凡。而此时距离华夏武大的大门只剩下不到30米，但吴凡已经落在7、8名开外，他意识也开始模糊，脑海里也渐渐出现了走马灯。这人不行的，灵气级别太低了，天赋太差，修炼一辈子估计也只是个低阶武者。建明，我有修炼资源，你有吗？就算成为武者又能怎样？还不是要被我们踩在脚下？哈哈，以他这样的条件走到这里，已经可以说是虽败犹荣了。一瞬间，无数面孔在吴凡脑海里闪过，他想起了自己还没有成为武者时对吴能说的那句话。想到这里，吴凡的手中出现了一把长刀，他拄着长刀，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缓缓地站了起来。这世界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就是在你以为我要放弃的时候，我却站了起来。吴凡站直了身体，抽出了地上的长刀，迈着沉重的步伐，抬着头，挺着胸，一步一步地朝着华夏武大的大门走去。然后在其他考生不可置信的目光中，他一脚踩在了华夏武大的大门口上。我吴凡是堂堂正正走进来的。就在这一刻，所有考生的手环上都发一道提示音：考试结束。在听到考试结束的瞬间，吴凡只感觉眼前一黑，整个人昏迷了过去。帝都协和武者医院7楼豪华单间特护病房。吴凡睁开眼，看见的是医院洁白的天花板，这让他有种自己在游戏复活点复活了的感觉。这次没有医疗罐子，旁边是心跳血压监测仪，全身上下还扎着输液的针，7、8个灌满了灵气的营养液在缓缓滴落。一看这个架势，吴凡就知道自己少说昏迷了5天以上，毕竟已经快要总结出经验了。13号病房的病人醒了。一名穿着白丝的护士小姐姐走进门，看到吴凡醒了后，有些激动地说道。很快就有几个医生进来给吴凡做了检查，全身10多处骨折，脑震荡，皮肤撕裂，灵压枯竭。虽然你身体正在恢复，但还要半个月才能痊愈，这半个月尽量不要进行高强度的武者战斗，不然伤会好得很慢。医生一边写病历，一边对吴凡说道。我知道了。吴凡刚才稍微活动了几下，仅仅只是走动了2步，就感觉身体传来了不适。就在他和医生聊天的时候，一群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在他们身后，医院的副院长还陪在旁边。吴凡倒是认识他们，华夏武大的副校长刘江华、光头教授何星星和一名20多岁的女武者。吴凡，恭喜你取得退优生资格。刘江华用复杂的眼神看向吴凡，他是真没想到吴凡在落后第1、第2梯队伍时60公里的情况下，还能跑进前25名。小子，你差点就害我吃了。何教授脸上喜气洋洋，不知道赢了多少。什么吃了？吴凡露出疑惑的表情。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何教授摆了摆手，然后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吴凡，这是给你的礼物，祝贺你进入华夏武大。谢谢。吴凡从刘江华和何教授2人的身上感受到了和善与关切。mwxbj.org，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子双沈老师，他是我们华夏武大2018年的优秀毕业生，毕业之后在外历练了5年，然后今年回学校任教，是你们推优生即将进入的乾隆班的班主任。沈子双容貌年轻，虽然已经毕业5、6年，但看起来甚至还不到22岁。因为武者被灵气滋润的原因，很多高阶武者在没有战斗之前容貌都很不错。沈子双身高 1.75 左右，有着一头长发，微微遮住左眼，双唇抹着一点淡红色的口红，上身穿着一件纯白色的短领衬衣，双峰深邃，一双修长的美腿，穿着灰色的莱密丝袜，脚上踩着一双7、8厘米的黑色7量高跟鞋。此时不光是吴凡在打量沈子双，沈子双也在打量着吴凡。吴凡同学，这是你的入学通知书和华夏武大学生证，你收好。
沈子双从手提公文包中拿出2样东西交给吴凡。接下来你有什么事就和沈老师交流就行了，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刘江华说完就和何教授一起离开了。此时病房就剩下吴凡和沈子双2人，房间瞬间安静下来。而就在这时，沈子双忽然对吴凡说道：吴凡同学，虽然我知道在你刚考入华夏武大的时候说一些提醒的话有些不太合适，但我还是想跟你说。沈子双一脸认真的说道，没考上武大前，很多人都在说进入武大的好处，仿佛只要进入了武大就可以一劳永逸，成为人上人了。但我告诉你，这是错的，进入武大只是一个开始，之后的竞争会更加残酷。特别是在华夏武大这种汇聚了全国顶尖天才的地方，堕落和逆袭的人太多了。有大一入校时排名前3的武者，在经过1年的修炼后被赶到100名开外，也有吊车尾进华夏武大，在1年后冲上年级前10的。所以，作为你未来的班主任兼学姐，我有义务对你和其他乾隆班的学生负责。听到沈子双的话，吴凡点了点头，多谢提醒，我不会松懈的。不论是刘江华校长，还是光头和教授，还是眼前的学姐班主任，都没有因为吴凡天赋低而有所看轻，甚至还善意的提醒吴凡不要因为取得了1点成绩就自满。和阳城武者高中的氛围完全不同。事实证明，越好的学校，其老师的水平、学校的风气、周围同学的素质就越高。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吴凡不选择加入某个工会当猎武者的原因。因为某些时候，环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当然，你压力也不要太大，乾隆班的资源是非常好的，只要你能跟得上教学进度，你一定会觉得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沈子双笑着说道。乾隆班的学生在入学后，每个月会有3颗基础的中品灵石，而且这还是最基础的，会随着你的排名增高而增加。3颗？还至少？吴凡在听到沈子双的话后，着实震惊了一下。中品灵石蕴含1000点灵力，黑市上能卖到1000万啊！学校每个月给每个学生都发这么多。沈子双在吴凡床边的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转头对吴凡说道：中品灵石本身值不了这么多钱，也只能在黑市上卖到那么高罢了，大多都是一些没有渠道的人买的。像武大、裁决所、斩妖队、政府机构手里握着灵石矿资源的组织，灵石非常充足，在他们内部，中品灵石的流通价也就100万。虽然这些信息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吴凡也是第一次知道，而信息的获取也是他迈入更高平台的证明。而且不光是灵石，华夏武大还有2到5倍灵压训练室，普通学生需要用学分兑换进入灵压训练室的时间，但你们乾隆班的学生每个月都有10个小时的额度。我看过你在自主招生考试时的表现，你现在是2倍灵压对吧？但我要告诉你，在华夏武大厉害的人有很多，压缩3倍、4倍的都不在少数。3倍和4倍，这么厉害？吴凡压缩过灵压，他深知其中的困难。第三，还有武技，你入学后可以去武道图书馆学习武技，乾隆班的学生每学年可以免费学一门 C 级以下的武技，想要多学就得用学分兑换了。沈子双交叠着一双穿着灰色丝袜的双腿，优雅地翘着女士2郎腿说道。那个学分是什么？吴凡之前在听到修炼室的时候就对这个学分感兴趣了。想要兑换学校里的东西只能用学分，每个月学校会根据全校排名发放不同的学分，不过最常见的还是学校任务，学生完成学校发布的任务可以获得学分，这点和猎武者的妖兽悬赏差不多。不过我们学校的任务除了斩妖之外，还有帮助裁决所追捕邪教武者，帮助斩妖队守城之类的官方任务。笔下文学，沈子双说的这些东西，吴凡也猜到了一部分。武大作为培养优秀武者的地方，肯定会和官方组织打交道，更不用说作为顶级学府的华夏武大了。说到裁决所和斩妖队，其实每年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安排优秀学生去省级以上的裁决所和斩妖队实习。有些在实习过程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在大1、大2的时候就被收入编制了，等到他们毕业，就可以直接去省级机关报到了。沈子双拿出了手机，加了吴凡的好友，然后传给他一张表格，表格上面写着关于乾隆班学生的资源福利。吴凡在上面看到了10多个序列号，包括沈子双之前提到过的灵石、灵压修炼室和省级裁决所实习。4特殊补贴，给予每名乾隆班学生每个月50万元生活费。5.1全套1阶武者作战服，每年可换新一次。6解决帝都户口，如果有子女，自动获得帝都户籍。7给学生父母分配一套帝都6环内的房子，且拥有10年居住权。8见当地执政官。9看到表格上这些丰厚的资源和福利，即使吴凡早有准备，也有点被镇住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之前拼命换来的推优生资格一点都没有白费？沈子双微笑着说道。其实当年我在看这张清单的时候，比你还要惊讶。不过你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等级，所有的25名推优生中，只有你是 F 阶巅峰武者，而张之白他们几人已经快要到1阶巅峰了。少了一个星环的情况下，你的修炼速度会比他们慢很多。沈子双看问题非常清楚，一眼就找准了吴凡当下最大的问题，那就是灵压等级。F 阶巅峰武者的灵压是5000，而1阶巅峰的灵压是3万，两者相差了6倍。在你们都是2倍压缩的情况下，除非你拥有逆天的星环或者超强的 A 级武技，不然很难与他们抗衡。而且你不要以为进入乾隆班就能整个大学期间都能享受这样的资源，在每年期末考试的时候，会根据期末考试的排名重新分配修炼资源。沈子双是一个很负责的班主任，他和吴凡聊了2个小时，很详细的给吴凡讲解一些华夏武大的常识和乾隆班的事。时间不早了，我就先走了。说着，沈子双站起身，和吴凡说了再见后，踩着他的高跟鞋哒哒哒的离开了。等到沈子双走后，吴凡将入学通知书和学生证收好，然后就打开了何教授送的盒子。上品灵石。当盒子一打开，一颗有乒乓球大小、晶莹剔透的灵石正躺在里面，正在散发着浅蓝淡绿的光，吴凡能从其中感受到澎湃的灵气，这属实是有点贵重了。吴凡不明白何教授为什么送给他一颗上品灵石，
但隐约间似乎又猜到了什么，因为何教授的表情很像之前在天府打比赛时他遇到的那些赢钱的韭菜。本来是准备去用魔血凶兽的灵核激活星环，成为一阶武者的，但现在计划的变一下了。华夏武大给的资源里面，B 阶以下的推优生晋级可以免费提供魔血凶兽的灵核，但现在有了这颗上品灵石，他进阶的事还可以再往后放一放。吴凡捏着这颗上品灵石，做出了一个决定，身体还没痊愈，就先压缩3倍灵压吧。F 阶巅峰是5000灵压，而上品灵石的灵力是1万，考虑到压缩时会有灵力浪费，应该是能成功的。压缩灵压之所以困难且没多少人愿意去做，就是因为存在灵力浪费的问题。如果是没有压缩灵压的武者，用这颗上品灵石应该能提升8000甚至9000的灵压，足以让一阶武者一次性升好几级。但用来压缩，消散在空气中的灵压粒子会非常多，造成大量的浪费，得不偿失。目前吴凡在医院的治疗费都是华夏武大在报销，所以他打算在出院前完成3倍灵压的压缩。吴凡坐在床上，手里握着灵石，强大的灵气涌入吴凡的身体。不愧是上品灵石，这灵气传输速度比下品灵石快多了，就像是充电线 USB 3.0 和 1.0 的区别。在慢慢养伤的时候，吴凡也会在医院外进行跑步训练，因为长期卧床会导致气血不畅，血液流动缓慢。啊，你也在这里啊，真巧啊！就在这时，身边传来张恒的声音，应该是学校把考试受伤的人都安排在这里了。吴凡一边跑一边和张恒说道：“确实，我昨天还在门口看到了张之白，他身体恢复的蛮快的，已经出院了。”张恒脸不红气不喘，看不出他哪里受伤了，该不会是在白嫖吧？对了，听说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乾隆班会进行暑期特训。暑期特训？这个吴凡倒是没有听说。对啊，这是张之白给我说的，说是正在拟定计划，在确定后，沈学姐会把我们拉进一个群里详细说明的。吴凡心里盘算了一下，差不多就是伤势痊愈后没多久。他本来还想出一次远门，斩妖挣点钱的，但现在时间应该是不够了，看来只能去做点兼职了。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华夏武大，但有时间还是得利用起来，不能出远门斩妖。而且现在这个身体也打不了职业比赛，该去找什么兼职呢？帝都3环某别墅区，能够在3环这种地方居住的人，基本上非富即贵。喂，你好，我已经到了。吴凡对着电话里说道。随后，别墅大门前的小门就被打开了。你从哪里进来吧？手机里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吴凡从大门走进去后，发现里面更加宽阔，旁边是一间3层楼高的佣人小洋楼，而在前方则是一座5层楼高的豪华别墅，就连进大门都要爬几10道阶梯。是华夏武大的学生对吧？一名管家模样的中年人对吴凡说道。是我。吴凡想了一下，最后在帝都武者协会接了一个家教的活，内容是陪一个武者高中生练习实战。对方薪资开得很高，但是要求更高，必须要帝都武大或者华夏武大的尖子生来教。吴凡在亮出自己华夏武大推优生的学生证后，就接到了这个兼职。随后，管家将吴凡领到了一个花园阳光房内，此时几名贵妇正在喝下午茶。你是华夏武大的推优生？其中一名妇人对吴凡说道。吴凡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妇人皱了皱眉头，对吴凡的态度不是很满意，转头语气有些冷地对管家说道：验过身份了吧？确实是华夏武大的学生。管家躬身低头回答道：那行，我儿子最近刚到一届，你给他练练手，去把少爷叫过来。妇人对管家说道。笔下文学。不一会儿，一名年纪和吴凡差不多大的少年从楼上走下来，他表情很不爽地说道：妈，我今天已经修炼2个小时了，你怎么还要我修炼啊？2个小时的修炼，你这话都能说得出口？你要知道，比你勤奋的武者，有时候好几个月都是不休息的。你这孩子，那些人修炼时间再多又能怎么样？我修炼1小时，比他们修炼1天提升的灵压还多。少年说着便看向吴凡。你就是我妈给我找来的陪练。先说好，我这人下手很重，你要是被打成重伤，那是你自己实力不行，跟我没关系。少年挑衅地看着吴凡，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听到对方的话，吴凡并没有任何情绪变化。对战室就在不远处，少年换好了一整套一阶作战服，然后召唤出一把长剑，指着吴凡说道：希望你待会能撑过10招。吴凡没有回应，而是直接站在对战室中间，连长刀都没有召唤出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小瞧我？少年看着吴凡，不仅不召唤灵气，甚至连防具没有穿，顿时感觉受到了轻视。没事，你尽管动手。吴凡对着少年招了招手。哼，你这招没用，别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我手中长剑早就见过血了。少年说着，身上灵压爆发，快速冲来，对着吴凡猛然斩下。吴凡没有躲避，而是一脚踢出，随后只听砰的一声，少年直接倒飞而出，身体在空中飞了10多米远，最后狠狠地撞在了对战室的墙壁上。啊好！妇人在看到自己儿子被击飞后，马上激动地站了起来，快速跑到少年身边，发现少年已经昏了过去。我是让你来陪练的，你怎么能把我儿子打成这样？妇人对着吴凡喊道。听到妇人的话，吴凡只能叹了口气说道：你这钱我赚不了，因为对方连1招都接不住。吴凡的这个理由很蹩脚，没错，他就是故意的。从他一进门就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尊重，反而是傲慢和无礼。吴凡这人很纯粹，你敬他1尺，他肯定会还你1丈，但若是打心眼里轻视他，他必不可能忍着。当初他还只是一名准武者的时候，就敢对着灵压高他100倍的 C 阶武者没抻拔刀。今天这是放在以前，吴凡会想到严校长那句收拳积蓄力量的话，但如今吴凡已经是 F 阶巅峰武者，华夏武大的推优生，身前是拳头和长刀，身后是国家和武大，他吴凡已经不再是一个毫无背景的草根了。如果我的努力和奋斗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现状，那我为何还要拼了命一样的去战斗？变强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和他人。
也是为了可以在被欺负和轻视时狠狠抽对方的脸。帝都协和武者医院，吴凡同学，你不是出去做兼职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张恒在医院的楼下进行光合作用，准确的说是在晒太阳。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吴凡一屁股坐在张恒旁边，像条咸鱼一样说道：“要不是马上就要参加暑期集训了，不然我已经回雍城了。”之前在帐篷里，张恒说过自己是秦西省雍城人，雍城和德城一样，是一个 A 级地级市。林小璐倒是有钱，前天打了一个飞的就回去了。mwxbj.org， 飞机不是很危险吗？吴凡疑惑道。空中的大妖可比地面上的大妖猛多了，在地面上至少还有斩妖队和保护罩，可是空中是没有的。你说的这些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开飞机的机长和副机长至少都是2名65级以上的 A 阶武者，他们在遇到大妖之后，可以启动飞机的储存灵石，连续的进行空间跳跃。而且雷达上面的高能灵压检测器可以检测到超 A 级大妖的灵压，飞机完全可以在超 A 级大妖展开领域之前，使用空间跳跃逃走。张恒给吴凡科普道，还能这样的？资深 A 阶武者虽然没有超 A 级武者那样随手撕开空间，横跨千里的力量，但确实已经掌握了空间瞬移的能力。对啊，不过这样下来，飞机票很贵就是了。多少钱一张？吴凡好奇地问道。只是普通的经济舱都要200万吧？吴凡换算了一下，是2颗中品灵石的价钱。而且林小璐坐的还是头等舱，比经济舱贵好几倍。林小璐这么有钱？吴凡知道林小璐有钱，之前从她身上穿的整套作战服就能看出来了。她家是晋西省的，家里有矿。张恒觉得自己没说清楚，便又补充道：“是灵石矿。”吴凡就在2人聊天的时候，吴凡和张恒被同时拉入了一个群，群的名字叫做乾隆班属7级训群，群主就是沈子双。群主沈子双，请各位同学注意，请你们1周后在华夏武大的1号操场集合，我们将开始暑期集训，请各位同学准时到场。南无阿弥迦特林菩萨，收到。不可以色色，收到+1。群主沈子双，请各位同学把群昵称改成自己的名字。在众人修改名字的时候，吴凡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转头看向旁边的张恒，发现他依然在开心的水群。张恒，你没发现一件事吗？吴凡表情有些奇怪的说道。什么事？张恒正水的开心，听到吴凡的声音也没有转过头。咱们退优生不是只有25人吗？你点开群资料，看看包括沈学姐在内，一共有多少个人？听到吴凡的话，张恒点开群人数一看，淡然的表情也瞬间凝固了。怎么会有51个人？这时群里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徐十一、子双姐，为什么群里有这么多人？很快沈子双就回复道，群主沈子双，除了你们25名退优生以外，参加集训的还有25名特招生。群主沈子双，而且本次集训采用淘汰制，最后留下来的人有机会获得全国新生高校武道大赛小队长的资格。等到通知过后，沈子双就开启了全体禁言，而且互相不能添加好友，这样就显得那突然出现的25名特招生更加神秘了。特招生，全国高校武道大赛小队长。吴凡嘴里念叨着这几个词，看来这次的暑期集训应该不会无聊了。吴凡已经开始期待这次的暑期特训了。你知道这个特招生全国新生高校武道大赛是怎么回事吗？张恒看向吴凡问道。武道大赛我知道，前几届我还看过直播。华夏官方每年都会在各武大新生入学后举办一个全国规模的比赛，这个比赛所有高校都可以参加，每个学校会派最优秀的几名学生上擂台打比赛，最后依据排名基于武大综合评分。吴凡说道。综合评分的排名就是这一年全国武大的排名，而综合评分的获取方式有很多，比如本届培养出的武者整体水平，完成多少官方派给学校的任务，但各种项目给予的综合评分不一样。而像全国新生高校武道大赛这样的全国比赛，分数就会特别多，可以说是每年各大武者高校必争的项目。而这些武大中间又以华夏武大、帝都武大、明珠武大、魔都武大、南疆武大等全国排名前10的武大竞争最为激烈。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大赛好像有点不同。吴凡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在看到那个小队长的时候，觉得今年的全国大赛可能有变数。难道会像武者高考改革那样？我的妈耶，怎么我们这一届什么都遇上了？张恒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即将踏入另外一个深渊。其实不用太担心，只要刀快、拳硬、灵压强，不管赛制怎么变，实力强的人都能杀出来。至于特招生，这个我是真不知道。不过在这次的暑期集训中，我一定不会输给任何人的。吴凡握了握拳头，自信地说道。呼！吴凡倒立在病房内，双手撑地做慢动作俯卧撑。999、1000。在喊到1000后，吴凡双手下压，随后一个挺身，后背一跃，双腿稳稳地站立在地上。此时的吴凡浑身气血翻涌，精神状态达到了最好。他马上拿出灵石开始修炼，灵压粒子疯狂地涌入吴凡经脉，最后进入体内星海。吃，这些灵压粒子由于彼此之间更加靠近的关系，摩擦出了更爆炸的能量。呼！吴凡只感觉体内有一个小太阳正在进行核聚变，仿佛要将它灼烧殆尽的样子。忍住！吴凡之前压缩2倍灵压的时候，就预测到压缩3倍灵压时的困难程度，不只是增加1倍那么简单。以我目前身体的强度，3倍就是极限了。吴凡心里好奇，那些能压缩4倍的武者，身体强度该有多好？不过，其实吴凡并不知道，沈子双说的那些压缩3、4倍灵压的武者，大多都是 C 阶武者或者 B 阶武者，强大的实力配合天地灵药的滋养才能做到。这个世界能吸收灵气的不光有人类和妖兽，植物也能，所以在野外产生了许多珍贵的灵药。而有一些猎武者，他们就不以斩妖为生，而是专门去野外采摘这些灵药。甚至有些武道家族还专门大面积养殖灵药，
然后卖给医院和药铺，像市面上一些超级制药公司，就是某些家族的产业。F 阶武者的身体强度不够，强行压缩3倍灵压，轻则经脉破损，重则被狂暴的灵压粒子烧成灰。但吴凡有金色星环的帮助，勉强能承受住3倍灵压的强度。4917、4952，吴凡感受着自己体内灵压的能级，最后在手里这个上品灵石的灵气快要消耗殆尽时，灵压终于到了5000，成功了！压缩3倍灵压的吴凡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同样的一拳打出，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不止，甚至还出现了音爆声。能在 F 阶就能压缩3倍灵压的人，整个华夏不说没有，但也绝对不是这些武大学生能做到的。但是还不够。之前沈学姐说过，许风霜和罗显和他们已经快要接近1阶巅峰了，而且他们是2倍灵压，在灵压等级上，我甚至还比他们稍弱一些。想要真正干过他们，必须还得变强。于是吴凡拿出电话打给沈子双：“喂，吴凡同学，你有什么事吗？”电话对面可以听出沈子双在开会。我想要学习一门 C 级武技，不知道可不可以？虽然吴凡的推优生资源中有说每年可以免费学习一门 C 级武技，但现在还没入学，所以吴凡得问一下。可以，你刷学生证直接去领吧。好，谢谢学姐。虽然沈子双作为乾隆班的班主任，但是大家都喜欢叫她学姐而不是老师，毕竟她看起来真的很年轻。挂断了电话，吴凡洗了个澡，就打车前往华夏武大。此时的华夏武大门口熙熙攘攘，因为快要到暑期了，全国的小学都已经放假有段时间了。现在在武大门口，全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小学生组成的夏令营。大家排好队，咱们有序的进入。吴凡忽然在大门口喊了一句：“爱你孤身走暗巷。”随后马上就有一片爱你不跪的模样的声音传来。吴凡在校门口刷了自己的武者证，进入了华夏武大，然后乘坐小白龙观光车去到了图书馆。如今时代在变化，武道秘籍已经数字化，不用去问管理员，直接在电脑上搜索就行了。不知道华夏武大有没有4项刀法的完整版？吴凡之前思考了一下，认为自己目前最大的提升就是学习武技，而4项刀法其完整版就是 C 阶武技，所以他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将剩下的风、火、土学完。请出示你的学生证。工作人员是一名40多岁的阿姨，她打量了一下吴凡，觉得有些眼生。爹，推优生卡。在听到吴凡是推优生后，这名阿姨眼神也是一变。小伙子，你挺优秀的呀。随后他看了看吴凡要学习的功法，4项刀法，眼光不错呀。别看这门武技被拆分成4个一阶，但如果你把4项都学会，那爆发出来的力量不容小觑。不过这武技很难练，因为涉及到4门修炼方法，但又因为只是1阶武技，所以性价比不高。因为有这时间修炼4项的话，其他武者早就修炼出2门 C 级武技了。所以说学习这门武技有得有失，你要考虑清楚。吴凡心里佩服，不愧是华夏武大，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都能随口说出一门武技的优缺点。谢谢提醒，我还是选择4项刀法。看来你对自己很有信心。阿姨扫描了一个 U 盘，将4项刀法拷贝了进去。U 盘有虹膜锁定系统，只能由你一个人观看，而且不能将武技传播出去，违者将追究责任。我知道了。吴凡点头说道。随后他拿着 U 盘回到了医院，反正过几天就集训了，这又是个豪华病房，他也懒得去临时租房子了。将 U 盘插入电脑，随后屏幕上就出现了4门武技。时间有限，我不可能在几天内就学会3门武技，只能从里面选择1门。风、火、土，就它了。1周后，吴凡背着自己的背包来到了华夏武大的1号操场。此时在操场上，除了有几十名学生之外，还有5架大型直升飞机。穿着一身劲装的沈子双看了看时间，然后拿起手中的花名册说道：“现在开始点名。1号张之白到，2号文人优越。”吴凡看到一名穿着素雅纱裙的女子出声应答，看样子应该是特招生了。3号许风霜，4号莫清武，50号吴凡。名字一直念到了第50号，才念到了吴凡的名字。好，所有人按照学号，每10人一个小组进入直升机，咱们去集训的地点。随后直升机起飞，带着众人离开了华夏武大，朝着南边飞去，一直飞了大概3个小时左右。此时已经远离帝都，来到了一片陌生的深山郊区。笔下文学。而就在这时，沈子双忽然凌空飞出，然后对着直升机中的众学生喊道：“同学们，从现在起，咱们的集训开始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学生们所乘坐的大型直升机直接在空中炸开。什么？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吴凡等人猝不及防，强烈的失重感传来，众人直接朝地面落下。尼玛的，居然都是 B 阶武者假扮的！有人抬头朝空中望去，发现那些直升机驾驶员一个个都在空中飞着。羽刃，许风霜在空中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金属羽刃在背后展开，随后他的身体被一股强大的灵压托起，在空中静静的悬浮着。千机伞，武技，悬空术，星环。从空中坠落的50名乾隆班学生开始各展神通，有人的灵气就可以直接御空飞行，有人的武技则是可以在空中悬浮，但还是有大部分的同学没有应对的方法，身体快速的朝着地面落下。大家不要慌，高度只有200多米，只要展开护体灵压就没事。就在这时，那名叫做文人优越的特招生少女对大家喊道，她的白粉色裙摆在空中被吹得随风舞动，像是谪仙一般飘逸出尘。唰！听到她的话，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还在下坠的同学都展开了自己的护体灵压，而那个没能展开护体灵压的人就是吴凡。整个乾隆班除了吴凡，其他人全部都是1阶武者，而1阶武者已经可以在体外展开护体灵压了。糟糕，有人掉下去了！别看高度只有200多米，但实际上换算成高楼得有40多层楼高了。虽然吴凡是 F 阶巅峰的武者，身体强度很高，
但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一落地就得被抬走，创造最快离开集训的记录。有没有人去捞一下他？有同学在空中喊道。但此时吴凡并没有惊慌，他在空中调整身体，做出跳伞俯冲的姿态，双眼迎着狂风，盯着越来越近的地面。30米，10米，在与地面接触的那一瞬间，吴凡挺直了身体，双腿用力地踩向地面。砰！大地发出一阵轻微的震动，地面爆开了一道10多米高的尘烟。在吴凡落地后没几秒，其他用护体灵压着地的人纷纷朝吴凡这里奔来，快救人！然而就在他们靠近的时候，一道强横的灵压在烟雾当中爆开，瞬间将扬起的烟尘震散。众人看去，吴凡竟然完好无损地半蹲在一个凹陷的大坑中。卧槽，这都没事，牛逼！纵使作为乾隆班的精英，此时也不由得震惊地爆粗口。同学，你是学过什么横练武技吗？怎么肉体强度这么高？饶是他们用护体灵压降落的，砸在地上时也感觉体内气血一阵翻涌，可吴凡这样肉体着落的，却跟个没事人一样。还行吧，吴凡谦虚道，他总不可能把他压缩了3倍灵压的事随口说出去吧，只能低调的应付过去。噔！随后10多秒，在空中悬浮飞行的同学也落了下来。这时，众人才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他们所在的中心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大概有4、5个足球场那么大。而在这个中间，有一座7层楼高的现代化高楼。而在这片空地的外围，则是连绵不绝的高山和森林，隐约间可以听到妖兽的吼叫。这里是妖兽区，有同学反应了过来。人类有自己居住的城市，而在城市之外，妖兽也有自己的聚居地，而且离 S 级大城越远，妖兽区就越大。妖兽区空地，一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怎么看怎么怪异，好吧？这不是集训吗？这是要干什么？野外求生吗？而就在这时，沈子双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他站在空中对众人说道：你们是从许多名年轻武者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为了让你们将天赋兑换成实力，我们专门建造了这座特殊的暑期集训基地。沈子双一步一步的像踩楼梯一样在空中走着，充分彰显了他 A 阶武者的实力。你们所看到的这座大楼，从上到下总共有8层，每个楼层的灵气浓度、室内装修、生活资源、餐饮条件，还有居住环境都不相同。在最顶层，你们可以享受到空间移植的飘雪天然温泉，特级厨师制作的高阶妖兽美食，修炼1天顶别人1个月的高浓度灵气修炼室，甚至还有私人定制的舒缓精油推拿 SPA。而这些待遇会随着楼层的降低而减少。你们要在这里度过2个月的暑期，所以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全靠你们自己的实力。听到沈子双的话，在场的所有考生都认真了起来。有人想要得到高浓度修炼室，有人想要享受高阶妖兽美食，还有人想要在炎暑的夏季待在满是风雪的环境泡一个舒服的温泉。虽然想要的东西不同，但欲望是一样的。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在整个集训期间，你们每天都要消耗1点学分。你们现在在群里下载一个内部 app， 输入身份信息后，初始可以获得10点学分。还有之后特训中消耗和获取的学分都在这里面显示。吴凡打开手机，果然看到群文件里面有个神秘的 app， 而且还是提前预下载好的，根本不需要流量。吴凡点开 app， 输入身份信息后，就出现了一个界面和支付软件一样的扫码功能。学号50，姓名吴凡，学分10，二维码扫一扫。你们想要得到各种各样的资源，都需要付出相应的学分。学分可以通过在集训时、对战、荒野试炼和公派任务等获取。只要你的学分够多，你们就能获得比那些地兵家族、武道圣地还多的资源。所以那些嘴里喊着要把圣地天骄打趴下的人，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沈子双说到这里，神情忽然严肃起来。最后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如果你的学分不足以支付每天的消耗，那么你将离开这个集训。听到这句话，所有同学的脸上都渐渐凝重起来。他们知道这场集训所能得到的资源一定会超级丰厚，能不能一步跨入顶级天骄的行列，就看这一次了。所以没人想被淘汰。关于本次暑期集训的前期规则，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听清楚了。听到众人的回答后，沈子双点了点头，随后在即将结束讲话时，脸上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对了，我提醒你们一件事，学分是可以借出去的哦。听到沈子双的话，不少参加过自主招生考试的推优生迅速联想到了他们的第3场考试。如果学分可以借出去的话，随后某些人便看向了其他同学，脸上露出了怪异的表情。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是不是觉得可以私下里抢学分？沈子双伸出食指摇了摇说道，虽然你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我想要你们记住，咱们不是邪教，也不是什么危险组织，你们现在是一个班的同学，所以不允许私下发生争斗。本次集训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让你们互相了解，相互合作。唉，听到沈子双的话，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你们不要担心，后面有你们互相战斗的环节。随后沈子双拍了拍手，好了，闲话不多说，现在根据你们的学号依次进入大楼。第一个，张之白。在众目睽睽下，穿着一身华服长衫的张之白朝着大厦走去。一个一个进去，这是要干什么啊？一名背着重剑的男生说道。此人的造型很独特，面色黝黑粗糙，不似灵压润泽过的那般光滑，身上披着一件棕色的熊皮，身下穿着兽靴，而且作为灵气的重剑不收在体内，而是就那样背在身后。mwxbj.org， 整个重剑长约 1.8 米，刃宽足有30厘米，看起来非常古朴，但却又蕴含着恐怖的力量。7号，秦少商。在沈子双念到第7个名字时，这名背着重剑的少年抬腿朝着前方走去，他步履稳健，一点也不沉重，看起来十分平常。但吴凡却察觉出一丝不对，这人竟然将灵压灌注在脚底，难怪他的身体看起来并不迟缓。将灵压灌注在脚底可以减轻自身的重量，同时在遇到偷袭时可以很快的启动身法，在遭遇战时可以有奇效。
但这种方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弊端就是太消耗灵压，没有浑厚的灵压做支撑，完全就是找死。学号是7，这人应该很强。吴凡的学号是50，也就是说他是全场最后一个进入的人。这样也好，我反而可以观察所有人。渐渐的，吴凡发现了一些规律，像他这样参加自主招生进来的推优生，一眼就能看出是正规武者高中出来的，身上有种学生气。而那些特招生，一个个都很有特点，但却没有那种学院的风格。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强，相反，吴凡隐隐感觉这些特招生都不简单。好嘛，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随后吴凡身边就凑过来一个人。你好，认识一下，我叫关元，是今年华夏武大的特招生。和吴凡说话的是一名绑着蓝色头巾的少年，少年身材瘦小，大概只有1.7米左右，但眼神十分锐利，像猛虎又像鹰。你好，我叫吴凡，是今年的推优生。吴凡也回应道。推优生？我听说你们推优生考试好像很惨烈，是不是真的？关元一脸好奇地问道。如果和普通的武者高考比，那确实很惨烈。不过我也很好奇，你们特招生是怎么进入乾隆班的？和其他人一样，吴凡其实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关元听到吴凡的话后，脸上露出自信又不羁的笑容。其他特招生我不知道，但我能获得特招生资格，是因为我是今年全国个人武道大赛青少年组的冠军。听到这个，不光是吴凡，周围也有几人投来了惊讶的目光。全国个人武道大赛冠军，这个含金量可不低啊。听到关元的话，一旁又有一名特招生开口说道。此人身材高大，足有2米，但一点也不臃肿，爆炸般的肌肉给人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吴凡还以为是看到了华夏武大第3场考试的主考官薛战。我叫王烨，是今年全国武者运动锦标赛少年组的第2名。那你也挺厉害的吗？关元听到后眼神一亮，这次集训有机会的话，咱们一定要较量一下。原来如此，这些特招生都是在某些赛事或者领域已经取得过成绩的人，难怪和我们这些参加自主招生的学院武者有种疏离感。关元和王烨两人说着话，虽然没有刻意的把吴凡晾在一旁，但吴凡能体会到一种隔离感。可能在这群特招生眼里，我们这些学院派的武者就像是养在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场外的同学逐渐减少，直到就剩吴凡一人站在原地。吴凡，吴凡！就在这时，沈子双忽然大声喊道：“你在想什么呢？该你了！”听到沈子双的话，吴凡缓缓抬起头：“学姐，你知道我在取得推优生资格后突然害怕起来，你知道我在怕什么吗？”沈子双看着吴凡，他感觉吴凡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没等沈子双回答，吴凡就开口说道：“之前你在医院对我说，让我进入华夏武大要继续努力。当时我说我不会松懈的，但其实，在潜移默化之间，我已经有些满足了。华夏武大给了我丰富的资源，提升了我的社会地位，会让别人在得知我是华夏武大推优生时高看我一眼。但其实我很怕，我怕我会因为取得这样一个小小的成绩后，失去以前的那股冲劲。我怕我会就此满足，把跨入华夏武大当作是人生成功后的标志。但现在，我忽然明白，华夏武大不是终点，它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基石。所以从此以后，我要踏着这块基石，一步一步往上走，然后走到更高的地方。”沈子双一愣，他从吴凡的眼神中看到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就像是当初参加自主招生考试那样，身上涌现出一种别样的光彩。那请你加油吧，吴凡同学。学姐，我也很想知道，你到底能走到那一步。随后，吴凡不再说话，迈步走进了集训基地。进入基地后，出现在吴凡眼前的不是宽阔的大厅，而是一个狭窄的通道，在通道两旁各有一道大门。而此时，在2道门中间，正站着一名裁决所的红衣裁决。看到眼前的红衣裁决，吴凡心中微动，但他表面没有任何惊慌。他所认识的红衣裁决只有一个，那就是之前支援杨城的宗方明，其强大的实力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红衣裁决和圣徒一样，都是灵界超 A 级武者，所以吴凡有点担心自己身上的圣徒面具会不会被感应到。你好，我叫白焕生，是帝都裁决所总部的代理红衣裁决。名叫白焕生的红衣裁决说道，他表面上看起来有20多岁，但真实的年龄吴凡就不清楚了，因为很多顶级武者在灵气的滋养下可以气血不败，甚至返老还童。即使是代理红衣裁决，实力也不说达到灵界，至少也是个超 A 级武者吧。吴凡心里想到。你不要紧张，我是华夏武大的毕业生，这次是受邀前来参加你们暑期集训的。不得不说，今年你们这一届是我近10年来见过的实力天赋最强的一届了，和前几届比差不多，可以说是断层级。白焕生和吴凡说话的语气很平和，这让吴凡放心的同时，也感叹圣徒面具的隐藏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不过也是，如果圣徒的面具不强，怎么能在华夏这么多的高手中藏匿呢？只是不知道之前的第7圣徒贝斯科德死了后，邪教有没有派新的圣徒来华夏？当然，这种事还不是吴凡能够操心的。好的，咱们现在就开始你的集训第一课。白焕生说着，他指着左右两边的门说道：“吴凡同学，你认为在成为顶级强者的路上，是家庭背景重要，还是修炼天赋重要？如果你选择家庭背景，请走你左边的大门进入；如果你选择修炼天赋，请走你右边的大门进入。”听到白焕生的话，吴凡陷入了思索。他此时终于知道，为什么每个人进来这里都会花费一些的时间。不同的选项会有不同的评价吗？吴凡问道。我不知道。白焕生微笑着说道，我只能说，希望你根据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去判断。吴凡在原地想了一会儿，对白焕生说道，我认为家庭背景和修炼天赋对于一个武者来说都很重要。现实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一个出生在武者贵族家庭的武者，即使他从来不修炼，不出门厮杀，依然也可以用海量的资源堆成高阶武者。虽然这样成长起来的武者犹如虚胖的瘸子，
会被那些真正在战场上拼杀过的武者随意秒杀，但这却是建立在同阶或者零压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而当双方实力十分不对等时，一个绝世天才的 F 阶武者依然会被一名废物 C 阶武者随意碾压。不知道为什么，白幻生感觉吴凡身上有种特别的吸引力，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所以对他有点关注。当他在听到吴凡的话后，笑着说道：“所以你是想要选择家庭背景了？”吴凡摇摇头，并不是，家庭所给予的资源只能决定一个人的下限。如果他本身就是一名天资平庸之辈，那就算家族再怎么对资源，最后也只能成为一名普通的强者。而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顶尖武者，我认为修炼天赋、家庭背景。说着，吴凡就朝着右边的大门走去。在吴凡走入大门的最后一刻，他对白幻生问道：“代理裁决阁下，如果让你选，你会选择哪一个？”然后不等白幻生回答，吴凡就朝着前方走去。白幻生愣了一下，随后知晓了吴凡不等他回答就离开的原因。是笃定我也会选择同样的答案吗？如果要我选的话，我确实会选修炼天赋，不过那是因为我根本不缺修炼资源。随后白幻生朝吴凡离开的方向望去，但在两者都没有的情况下，还能选修炼天赋的，这个小子还真有自信。不一会儿，吴凡就进入到了第二间狭窄的过道，眼前出现了和之前相同的场景，两道大门和一名壮年武者。不过这名武者不再是穿着红衣裁决的制服，而是胸前挂了一个亮黑色的勋章，勋章上面刻着一个字“万”字，斩妖队的万斩勋章。吴凡如同看见红衣裁决时一样的惊讶，而且在这个万斩勋章上面还有一个 X3 的字样，证明这位斩妖队的武者至少斩了3万头和自己实力差不多的妖兽。你好，我是帝都斩妖总队下属第7分局的副局长，我叫霍殿阁。霍殿阁的表情很凶，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吴凡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尸山血海的气息，这是真正从妖兽海洋里爬出来的男人。吴凡那些斩妖经验跟他比起来就如同婴儿一般。mwxbj.org， 既然你选择了修炼天赋，那么接下来和之前一样。霍殿阁指着左右两道大门说道：“在你左边这扇门代表着选择，在你右边的这扇门代表着努力。你认为那个重要，你就走那个门进去。”霍殿阁和白幻生不同，没多少交谈的欲望。可是过了好几分钟，吴凡依然没有做出选择。怎么了？还没决定？霍殿阁不耐烦地说道。呼，吴凡缓缓吐了口气。万斩阁下，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一名 F 阶武者对吧？那你认为我是凭着什么才能获得推优生资格的？霍殿阁挑了挑眉毛，没有说话。但吴凡并不在意，而是对着他说道：“我能走到这里，靠的是不怕死的勇气，是比普通人稍强一点的天赋，是说不清的运气，是绝不认命的信念，是持之以恒的努力。所以我在想，如果让我来回答这道题，我会选择我认为正确的道路，然后并为之努力终身。”霍殿阁在听到吴凡的话后，一直冷漠的表情有点松动，也不再惜字如金，开口说道：“那如果你所认为正确的道路是错误的呢？如果是错误的，我会选择从头出发。”但吴凡的语气却变得十分坚定。如果在以后证明我的道路是错误的，可那也是我在当时做出选择时认为的最正确的道路。所以即使是从头再来，那以后也绝不后悔。霍殿阁的眼神一亮，但语气依然冷漠地说道：“所以你的选择是？”吴凡不再迟疑，随后迈步朝着其中一扇门走去。吴凡走向了选择的大门。在选择和努力中，我认为选择远大于努力，因为如果连努力的方向都错了，那之前的那些努力就会转变为回头路上的障碍，之前努力的越狠，阻碍就会越大。而如果将4个选项拉通排名，在4个条件都没有的情况下，我认为最合理的是家庭背景大于等于修炼天赋，选择努力。但即使是这样，我依然认为天赋选择是最重要的。霍殿阁看着离去的吴凡，忽然问道：“那为什么不选努力呢？”吴凡脚步一缓，随后头也不回地说道：“为什么不选？因为那已经是我此生必不可少的东西了。”吴凡通过大门进入到了一个类似于篮球馆的房间，而此时在这个房间里正站着将近10个人，他们一个个用眼神打量着刚进来的吴凡。哟，你也进这个房间了？对吴凡说话的是之前在荒地上和吴凡聊天的官员，而在他旁边还有一个2米高的巨汉，也是之前聊过天的王爷。吴凡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而就在吴凡进入集训基地没多久，众人房间内的超大屏幕上就亮了起来，画面中一块场地被十字交叉划分为了4个区域象限。我们这里是第4小组。官员看着门牌上面贴着一个数字4。在这个画面播放完毕后，沈子双出现在大屏幕中。各位集训的同学，此时的你们已经根据自己心中的想法选好了你们所在的临时小组。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本次集训的第一个正式项目。在沈子双说话的时候，大屏幕跳出了一个大标题：计时追击战。待会你们各自的房间会打开一道通往外界的门，而你们的任务是在华夏武大大一的学长学姐追杀中保护好你们将要戴上的手环。大屏幕中显示了各房间手环放置的位置。此时是7、8月的暑期，吴凡他们这一批的学生要等到9月才会入学，然后和今年刚武者高考完的同学一起入学成为大一新生，而到时候追击他们的这批大一的学长学姐才会升学到大2。你们要记住，在本次的追击战中，你们并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一个整体。当有人被成功拦截时，他手环的计时器就会停止计时。最后的成绩只有4个小组的排名，而排名的计算方式便是同小组所有成员计时器加起来的时间来排名，时间越长，排名越高，最后获得的奖励就越高。在听到沈子双说的话后，众人纷纷看向周围同房间的同学。靠，有没有搞错？居然还这样弄！一名身材健壮但浑身散发着煞气的男生极度不满地说道。
他叫做方天迅，成为特招生前是一名边境雇佣兵。妈的，我警告你们，千万别拖老子后腿！方天迅作为一名边境独狼，最怕的就是猪队友。哼，我也想对你说这句话，来这里的谁不是有点东西？谁拖谁后腿还不一定呢。在方天迅说话的时候，一名皮肤白皙、说话娘娘腔的瘦高男生开口道。虽然他语气很娘，但内容却很刚，而且他还留了一头乌黑长发，黑发中间夹杂着几缕白毛。好了，别集训任务还没开始就起内讧了。有人劝阻道，像这样的小纠纷在4个小组内都有发生，请各位同学戴上手环，追击战即将开始，你们待会都给我机灵点，别一开始就被人解决了。方天迅戴上手环，对着全场扫了一眼，最后对着吴凡说道，特别是你只是一个 F 阶武者，不奢求你能躲多久，但别做第一个被抓的就可以了。吴凡没有说话，回答他的是一记炮拳，拳风来势很猛，方天迅瞳孔一缩，同样一拳打出，砰，两人的铁拳在半空碰撞，爆开的气浪将周围吹得七零八落。蹭，吴凡原地不动，方天迅后退半步。你这小子！方天迅心中惊讶，虽然吴凡占了先攻的机会，但能在对拳中逼退他半步，证明对方也是个狠角色。大家的核心目的是一样，都是为了取得好名次，获得更多的奖励。吴凡气势消退得很快，就像是从来没有动过手一般，这种进退自如的状态让众人不得不重视起吴凡来。我看大家身上都是有点东西的，那既然都是天骄，关于本次的追击战我倒是有个方法，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吴凡看向众人说道。哼，你先说说看。方天迅常年在边境厮杀，脾气确实很差，但面对有实力的人也会极为重视，如果不是这种处事方式，估计活不到现在。那你们听我说。吴凡将自己的计划讲了出来，而众人在听到他的建议后，眼睛瞬间一亮。而就在这时，吴凡他们所在的房间墙壁忽然往下一缩，刷刷刷，分在4个小组的50名乾隆班的学生全都可以看见不同区域的对方。现在在你们4个小组的身后各有一个通往妖兽森林的通道，这几个通道并不相通，杜绝了互相捣乱的可能。追击小队将在你们出发10分钟后起身追击，希望你们能多坚持一些时间。沈子双所在的大屏幕出现了一个10分钟的倒计时。最后提醒你们一句，在这一轮追击战中，各小组表现最好的2位将会角逐正式小组队长的位置。听到他的话后，在场的众人纷纷化作一道残影，朝着后方的妖兽森林跑去。嗖，好几名穿着华夏武大特制作战服的1阶武者快速在林间穿梭。这个工作真好，既可以赚到学分，又可以揍这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学弟学妹。说话的这名学长叫做冯磊，是一名灵压25400，等级28级的1阶武者。不要掉以轻心啊，他们都是推优生和特招生，听说全部都是1阶武者，和咱们的实力差不多。在冯磊旁边的一名学姐说道。怕什么？前几届这个学长学姐追击环节，哪一次不是把那群还没入学的新生揍得死去活来？不要妄自菲薄。难道我们在华夏武大这一年白学了？说的也是。而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在他们的前方忽然出现了一道人影。此时吴凡手中正握着一把长刀，他抬起头，脸上不带一点慌乱的对着这几名学长学姐说道，我等好半天了，你们终于来了。集训基地。此时沈子双正站在一个满是中控台的房间里。奇怪，这都过去1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有人被淘汰？他走到第4小组的监控台旁，对一名工作人员说道，帮我调一下监控，我要看看发生了什么。刷，监控画面一转，5戒镇魂枪。方天迅手持长枪，浑身爆发出幽律般的灵压粒子，整体气血大涨，对着眼前一名学长猛然杀去。当，大一学长手中长剑一挡，可他马上就感觉不对。什么？一股巨力袭来，他手中的长剑竟然直接被崩飞。而灵气脱手并不是最致命的，在长剑被击飞的一瞬间，他只感觉一股强大的灵压袭来，整个人被这股灵压震得头晕眼花，直到2秒后才脱离眩晕状态。可当他摆脱眩晕睁眼的瞬间，方天迅已经一脚踢来，砰！1阶武者的护体灵压抵挡了大量的伤害，可强大的穿透力依然将他击飞，整个人凌空飞起3米高。随后方天迅原地转身，扭动胯部，右腿高抬飞过头部，凌空一脚踢在大一学长的背部。轰！这名大一的学长就像被击中的羽毛球一样，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平直的杀球线。卧槽！刚转过来就是这样一副劲爆的场面，操作台旁的工作人员直接惊呼出声。这是集训学员把追击学长给干了。他们这话还没说完，监控画面中出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一幕。毕阳将手中的双刀刀柄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一把上面正刃下面逆刃的长柄武器。星环谕令罚。在他握住武器中间的一瞬间，他对着前方一名学姐凌空一指。这名学姐原本想要使用的武技瞬间一滞，禁魔武技。这武技被断，学姐的动作当场卡壳，毕阳趁机旋转手中的正反双刃，螺旋着朝学姐扔去。死了！学姐来不及格挡，用护体灵压硬扛了一击，随后双刃撕开了她的护体灵压，将她的作战服斩碎。砰！作战服就像是挨了一颗子弹的防弹服，巨大的扇面冲击，学姐只感觉胸前被一颗炮弹击中，胸腔不受控制般的喷出一口鲜血。武技仙灯。砰！官员瘦小的身体被浓郁的灵压粒子包裹，整个人犹如战神一样朝着2名学长杀去。小学弟，你别太嚣张了！这2名大一的学长同样全身灵压爆发，虽然他们不是推优生和特招生，但同样也是参加普通全国武者高考，击败了同省无数武者进入华夏武大的。官员敢一人打他们2人，简直就是不自量力。武技重圆斩。武技封神腿。轰！在官员和2名学长碰在一起的瞬间，从官员身体里猛然爆出一股更强劲的灵压。只见他手中探出2只拳爪，
对着大地猛然砸下，三人所在空间出现了肉眼可见的震荡。砰！什么？两名学长只感觉一股巨力袭来，双脚失去了踩在地上的重力感，全身被澎湃的灵压击中。武技空手入白刃。两名学长的武技打在官员身上的时候，官员身上出现了10多道白紫色的能量刀刃，将迎来的重圆斩和封神腿击溃。一股巨大的能量反噬让两名学长被震在了原地，随后在官员爆炸般的能量冲击中齐齐倒飞而出。与此同时，在战场的另外一边，身高2米的王爷手持一把3米长的蛇矛，手中大开大合，与3名学长学姐站在了一起。武技！战意怒吼！武技！巨力挥舞！王爷长臂一展，将手中的长矛抡出一个横扫。看着巨大横扫而来的长矛，面前3名武者只能一同抵挡。砰！只听一声沉闷的巨响，3名学长学姐纷纷向后退了7、8步。好！王爷口中发出一阵怒吼，巨大的声浪掀起了风暴，地面卷起狂风，3名学长学姐还没来得及站稳的身体，护体灵压被直接吼碎。呵！王爷脚下一踩，凌空跃起8米远，他在空中挥舞着3米长矛，再次横扫。啪！啪！啪！这下3人再无力抵挡，集体口吐鲜血倒飞而出。死！正在观看战斗画面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倒吸一口冷气。这群乾隆班的推优生和特招生也太变态了吧！在同样都是一阶武者的情况下，居然能一打多干翻他们的学长学姐。要知道这些学长学姐可不是普通的一阶武者，他们是华夏武大的精英，平时在和外面的普通一阶武者战斗时也是能一打多的存在，而如今却是成为了被一打多的存在。出现在第4组最后一个画面中的是一名手持长刀的少年，他静静地站在原地，拦在了5名学长学姐的面前。学弟有胆子，居然敢主动拦我们！冯磊看着吴凡，嘴角上扬。以往每一届都有不少像你这样的刺头，他们觉得自己很强，觉得自己很屌。只是冯磊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他们后来都被教育得很惨。冯磊一边说着，一边灵压上涨。今天就让学长来给你上进入大学的第一课。嗖！就在冯磊说话的时候，他就感觉身边有风流动，一道身影瞬息出现在他的身侧。学长，说完了吗？没说完的话，也不用说了。吴凡侧着脸，眼睛威胁，不知何时举起的长刀向下一斩。冯磊只感觉周围的时间变得很慢，他看着越来越近的长刀，肌肉记忆般的迅速后退。轰！吴凡一刀斩出，冯磊原来所在的地面被直接斩出了一道3米长的刀痕。冯磊在千钧一发之际躲开了吴凡的攻击，但在沉寂不到1秒钟后，肩膀到胸口直接飙出血浪。这怎么可能啊？为什么一个 F 阶巅峰的武者能斩破28级一阶武者的护体灵压？就在冯磊怀疑人生的时候，磊哥，小心！后面有人想冲过来替冯磊解围，但话音一落，一把长刀就捅穿了冯磊的身体。长刀一挑，冯磊身体被举起，吴凡抬腿一个侧踢，砰！吴凡踢在冯磊胸口上的一瞬间，只听咔嚓一声，冯磊的胸骨传来了破碎的声音。物体剧烈的形变会产生强大的弹力，冯磊整个身体从长刀上滑出，像一颗子弹撞断了沿途好几棵大树，最后在远处砸出了一道巨大的深坑。什么？这群学长学姐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而就在这时，他们的耳边传来一道声音：武技！长刀化作流刃的残火，周围100米内温度陡然升高。吴凡站在几名学长学姐中间，将残火之刃往地上一戳，武技一刀焚天。话音落下，以长刀为中心，瞬间升腾起20米高的巨大火刃，就像是一把火焰凝结出的巨刀，从地底捅穿地面，直插云霄一般。在火刀出现的一瞬间，赤亮的火光将周围映衬出短暂的黑暗。正结束战斗的方天训看向吴凡所在的方向，脸上露出了十分震撼的表情。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整个第4小组的乾隆班同学都朝着火刀那边望去。吃吃，此时周围100米都被高温炙烤，焦黑中带着红光的地面岩浆变为焦炭，还有高温残留的大树正在发出吃吃吃的背景音乐。砰！吴凡身上爆开一股强横的灵压，将周围燃烧树木的火焰震散。4名学长学姐浑身焦黑倒在地上，身上穿着的特制作战服已经残破不堪。这一届的新生这么恐怖的吗？冯磊捂着肚子，艰难地从大坑中爬了起来。相比于挨了吴凡一刀焚天的其他几人，稍远处的冯磊反而还是伤得最轻的那个，区区对穿伤而已，不到2天就康复了。认输，我们认输。冯磊看着把他围在中间的方天训、毕阳、官员、王爷等人说道。他们追击小队人数是第4小组的2倍多，而且还都是快要到一阶巅峰的武者，没想到却被打了一个团灭。此时的冯磊已经不是考虑要不要追击的问题了，而在想会不会被揍成猪头的问题。集训基地监控室气氛有些古怪，把第1、第2、第3小组的都切出来。沈子双心情复杂地说道。很快，工作人员就把其他3个小组的画面转了过来。在第1组的画面中，好几个学长浑身插满了雨刃，口吐鲜血地躺在地上，生死不知。而文人优越则穿梭在林间，身上的灵气丝带正把一个个学姐双手交叉成 W 状，反绑在身后高高吊起，修长的双腿分4道并拢捆紧，脚踝反弓拉到身后，与背部的丝带相连，将他们绑成4马攒蹄的模样。随后文人优越再用一根丝带穿过空中的树干，一把拉起，将学姐们吊在了空中。他们的嘴巴也被堵住，用一根丝带勒过绑在脑后，以防止里面的东西被舌头顶出来。这样几名学姐便只能在空中无助的扭动挣扎，发出不甘的呜呜声。下一组，沈子双扶着额头对着工作人员说道。在第2组画面中，来继续。2组的乾隆班成员正围成了一个圈，
在圈里躺着20多个追击的学长学姐。而此时，退优生罗显和正在和特招生秦少商在战斗。只见罗显和身上灵压大盛，5戒一以贯之，周围无数灵压粒子汇集在罗显和的护臂上，有种一拳通神的架势。看到如此情形，秦少商眼前一亮，他猛地一抽背上的重剑，同样一股强大的灵压汇集在身上。5戒剑荡八荒，下一秒，两人对撞在了一起。围观的第二组同学被强大的能量冲击后，都纷纷后退了几步，而监视第二组的摄像头直接碎了。吱吱吱，集训基地内，工作人员面前第二组的画面已经变为了一团黑白屏。沈子双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呼，下一组，第三组的画面中，轰！一名穿着紫色异域短裙的少女赤足站在地上，脚踝上还带着一条细细的金色铰链，她手里提着一柄精致的不规则木棍，而在木棍的顶端缀着一个和足球大小差不多的紫色玲珑花灯。5戒命骨鬼渊，莫清武身上紫色幽光浮动，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穿着长袍的巨大傀儡和一名长着翅膀的灵体小人。而在最后方，张之白盘腿坐在大树下，手指抚琴，悠扬的琴音传出，随着他单手往前一推，唰，树上飘落的叶子被无形的利刃斩成了2截。笔下文学，诸位，且请听我一曲《高山流水》。唰唰唰，在张之白弹指演奏中，20几名追击的学长学姐身上的护体灵压被击碎，然后在无形的刀刃中缓缓倒下。一曲还未终了，张之白忽然对着摄像头微微一笑，咔！沈子双关掉了所有的监视器，对着房间里其他几人说道：“诸位怎么看？”在沈子双对面坐着5人，其中就有吴凡之前遇见过的代理红衣裁决白焕生、帝都斩妖队分局副局长万斩勋章霍殿阁。除了这2人外，还有3人。他们分别是穿着军武者高级将领制服，面容坚毅，方块脸，大约40多岁的杜云剑，帝都武者协会副会长，一身唐装，鹤发童颜，气色圆润饱满的陈廷华，还有一名梳着中式双丸子头，穿着黑色鎏金旗袍，黑色长筒袜，黑色红底高跟鞋的华夏武大副校长木兰锦。这几人身上虽然没有散发出灵压，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华夏的顶级武者。你看，我就说吧，你们这一届的学员和前几届比起来，水平是断层式的高。代理裁决白焕生一脸我说的对吧的表情。老朽看到这群孩子这么有活力，真是开心啊！少年强则国强，哈哈哈！武者协会副会长陈廷华笑呵呵地说道：“继续考核已经没有意义了，把人都叫回来吧。”木兰锦微微扬起头，挑动着尖尖的下巴，轻声说道。听到众人的话，沈子双走到监控台旁的大喇叭跟前，请各位集训的同学注意，本次追击战提前结束，请各位同学在半个小时内回到集训基地的1楼大厅集合。再通知一次。大喇叭的声音传遍了森林四周，正在休息的、对战的、弹琴的、跳舞的，全部都停了下来。看样子，其他队的实力也不弱呀。张之白双手抚琴，停下了弹奏。再有50招，你必定输给我。罗显和一脸自信地说道。100招内，你我也不分胜负。秦少商将重剑背到背后。那100招之后呢？罗显和收回了护臂。听到这话，秦少商一手指向天空。那只有天知道。哈哈哈！半个小时后，所有人都回到了基地，而沈子双则是真人瞬移到众人面前的台上。不得不说，你们还真是出乎意料。沈子双一个个打量着台下的众人。由于你们4个小组都反见了追击的学长学姐，所以你们每人都可以获得满额的奖励20点学分。吼吼吼！有比较开朗的同学顿时欢呼起来。在众人欢呼过后，沈子双再次开口：“之前我说过，在本次追击战中，每个小组表现最好的2名同学可以获得争夺小队队长的资格。现在排名已经发到了你们的手环上。”沈子双话音一落，众人的手环就收到了各自所在小组内的排名。我才第3，我是第8名。哎，而此时吴凡看向自己的手环，上面出现的排名是第1名。吴凡的手环上出现了一个数字1，这表示他在之前的那场追击战中是整个第4小组里表现最好的那人。现在请各小组获得前2名的同学走上来。等众人都确认排名后，沈子双对着台下的众人说道：“第1小组走出的2人是许风霜和文人优越，第2小组走出的是罗显和和秦少商，第3小组的是张之白和莫清武，第4小组是吴凡和关元。8个人往台上一站，整个大厅的氛围就变了。本次集训总共有4个正式小队，你们8人将采用2-2对战的方式决出1名小队的队长。在这轮对战过后，决出的队长要从剩下的46人中选出自己队伍的8名队员，而没有被选择的人将直接淘汰。”沈子双的话瞬间激起了千层浪。这也就是说，在本次队长选拔中，一定会被淘汰14人。我不服，凭什么我的命运要握在别人的手上？明明我在追击战中表现得很好，为什么才第9名？这群人都是天才，没有脾气是不可能的。沈老师，在追击战时，我跟罗显和和秦少商是同一组的，他们的实力我认为完全配得上去争夺队长。2组中，一名叫做何浩的同学站了出来，他指着吴凡说道：“但这个人在推优生考试中明明是压线进来的，学号也是最底端的50号，以他的实力，怎么能拿得起追击战前2名的成绩？”其他同学也纷纷点头。何浩说的话正是他们心中所想的。而就在沈子双要开口说话的时候，枪！吴凡直接从虚空中拔出一把长刀，然后用力将长刀插在地上，随后抬起头对台下的众人说道：“你们不服的话，那就上来试试。”吴凡的行为瞬间点燃了台下同学的战意。这么嚣张，来就来，谁怕你了？何浩当下就想跳上去和吴凡战一场。
而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灵压笼罩全场，都给我安静！神子双 A 阶武者的实力第一次正式展开，给所有人带来了非常强大的压迫感。你们所质疑的这个排名，是由代理红衣裁决、斩妖队万斩武者、军武将军、帝都武者协会副会长和咱们华夏武大副校长5人共同商议排出来的。如果有人对这个排名不满，那就请你告诉我，你的实力是否已经超过了超 A 级？如果不是，那就都给我闭嘴！之前神子双一直都是温柔的学姐模样，这还是他第一次展露出强者姿态。不过乾隆班毕竟是乾隆班，来这里的人绝不会因老师的强势而选择退缩。沈老师，我这人就是这个性格，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那即便是再权威的东西，我也不信。何浩很是头铁地对沈子双说道：“学姐，就让我和他打一场吧，我靠实力拿到的名次，不怕任何质疑。”沈子双看着全场众人，随后点头说道：“好，就让你们两人打一场。”听到他的话，吴凡对着台下的何浩说道：“我已经取得了队长的资格，而你并没有。那么你向我发起战斗，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你若赢了，争夺队长的资格给你；你若输了，就把所有的学分给我，然后马上离开本次集训。你敢答应吗？”听到吴凡的话，何浩想都没想就直接同意了。随后，两人来到了集训基地的战斗室。你们说这场比试谁会赢啊？有一旁观看的同学问道。不好说，既然是几名超 A 级武者选出来的队长候选人，那实力应该还是有的。这个何浩是咱们2组的第3名哦。如果不是罗显和秦少商实力太强，他是有实力争夺这个队长候选的。确实，4个小组都是靠回答问题分配的，可能有的小组综合实力比较差。这何浩如果一开始就分配到第4小组，或许就能拿到资格了。就在这群同学讨论的时候，旁边传来了一道嗤笑声。哈哈，我特么没死在战场上，反倒是要被你们这群傻逼笑死。方天训一脸看笑话的模样看着他们，你骂谁呢？你们4组的实力是不强啊，不然怎么让一个 F 阶武者拿到资格了？有其他临时小组的成员说道。就你们这种眼光，是怎么进入到乾隆班的？搞得我都不想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方天训根本不想讲道理，直接化身嘴臭仙人，对这些同学进行嘴臭攻击。我就告诉你们了，不要说是第3名的何浩，就是其他组的队长候选人，遇到我凡哥也得被按在地上打。方天训眼前浮现出一道巨大的赤红刀影，以及站在那巨大火刀中的吴凡。在场外疯狂友好互动的时候，场内两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何浩手中出现了一根长2米的赤红铁棍，他单手握住中间，侧着身体站在吴凡面前，而吴凡则是手持长刀，顺手放在身侧。沈子双朝着双方各看一眼，然后大声喊道：“战斗开始！”在话音刚落的一瞬间，何浩便手持长棍朝着吴凡小跳而去，随后在半空中单臂伸直，长棍的头部像一柄铁枪，猛然朝吴凡的腹部点去。此时两人的间距足有3米，吴凡长刀根本无法斩到何浩，他怎么不避？围观的少许同学疑惑地说道。而就在长棍点在吴凡腹部的瞬间，只听当的一声，何浩只感觉一股巨大的阻力传来，棍子顶端没击退吴凡，反而从对面传来的力量让他持棍的手一松，身体往前一倾，胸口差点撞在长棍末端上。仅仅这一下，何浩的心中就升起一个不好的念头，他不再迟疑，直接开环，2道紫色的星环瞬间亮起。5戒学员杀棍，何浩猛然跳起，手中的长棍化作万千实体棍影，一瞬间遮蔽了整个对战室的天空。何浩在空中猛扭腰身，手中的长棍对着吴凡铺天盖地的砸下。这一招威力极大，范围极广，吴凡根本没有任何躲避的空间。轰轰轰！只见漫天的棍影像大扫帚一般疯狂拍打着吴凡所站立的地方，大地被抽得剧烈颤抖。而此时的吴凡早已被这恐怖的棍影所吞没，这吴凡没戏了。有观战的同学说道，他们自忖遇到这种强势的攻击也无法全身而退，那就更别说等级比他们还低的吴凡了。不过秦少商等人却饶有兴趣地看向场内，有点意思。徐十一安静地坐在角落，他所在的第1小组竞争非常激烈，许风霜和文人优越直接把他挤到了第3名，从而丧失了争夺队长的资格。有趣。他本来也想挑战吴凡的，但现在他的脸上只剩下玩味的笑容。应该差不多了。张之白和莫清武并肩站在一起，犹如神仙画卷里走出来的一般。随着他话音一落，只见漫天棍影中忽然出现了一抹刀光，就像是黑夜中出现的一道闪电。斩！铺天盖地的赤红长棍忽然停止了抽打，整个对战室再次变为原来宽阔的模样。残影消失，吴凡依然站在原地，长刀垂在身侧，仿佛完全没动过一般。可如果仔细看去，就能看见吴凡略带缺口的破刀刃上正在滴血。扑通！何浩忽然感觉身体一轻，然后膝盖一软，只能双手撑地的半跪在地上。哦！他刚想说话，嘴巴和腹部忽然喷出大量的鲜血。吴凡手提长刀走到何浩身边，语气不带任何嘲讽，平淡的说道：“你的学分归我了。”说完，吴凡手中的长刀便化为点点的灵压粒子，回到了他的体内。就在吴凡要转身离开对战室的时候，他的脚忽然被人抓住了。可还没有认输。何浩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但因为伤势太重，根本站不起来。看着何浩那倔强的眼神，吴凡驻足转身：“你如果能在10秒内靠自己站起来，我就给你留5个学分，让你继续留在集训基地5天。”沈子双之前说过，在集训基地每天要消耗1点学分，而5天对于重伤的何浩来说，算是保留了最后一丝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听到吴凡的话，何浩放开了抓住吴凡的脚，双手撑地，拼命的想要从地上站起来。10、9，何浩双手垂地，双目赤红，浑身灵压爆发，几乎产生了乱流。就在吴凡快要数到1的时候，何浩猛然用力，竟然真的从地上站了起来。1，吴凡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何浩的肩膀，
随后转身离开了对战室。而此刻，在场外看见了整个过程的乾隆班同学，在望向吴凡的时候，眼神也彻底变了。承认、佩服、认可、欣赏、重视，没有人再站出来吆喝吴凡的实力不配成为队长候选。无聊。许风霜抱着双臂，背靠在墙壁的一角。他有着绝对的时间概念，刚才吴凡念最后1秒时停顿了一下，所以实际上何浩站起来的时间其实是11秒。这种分不清大小王的家伙，还让他继续留下来干嘛？许风霜觉得何浩就是自找的，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察觉到和吴凡的差距，该淘汰就淘汰呗。许风霜性情十分孤傲，在他看来，别人的事跟他有何关系？而就在这时，许风霜耳边忽然出现了一道声音：武者修炼资源有限，就和饥饿的人抢饭吃一样，要用命才行。许风霜猛然转头，发现吴凡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但我这人一向不喜欢抢那些弱者的饭。吴凡双眼直视许风霜说道：所以谁多我就抢谁。哼！许风霜听到吴凡的话后，本来傲雪般的俏脸顿时布满风霜。唰！4把金属羽刃出现在许风霜的背后，他目光灼灼地看向吴凡说道：你的意思，队长资格争夺战，你是要和我争吗？吴凡和许风霜两人针锋相对，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就在众人以为吴凡要下战书时，吴凡却摇头说道：你好像没有听明白，我说谁抢我抢谁。很可惜，你不是最强的那个。哗！在场所有人听到吴凡的话，都感觉头皮发麻，特别是那些临时一组的同学，他们亲眼见到过许风霜在干掉那些追击的学长时下手有多狠，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而还没等许风霜发作，吴凡就目光直视着远方的张之白。张之白，可敢一战！轰！听到吴凡的话，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真的没想到，在惹了许风霜后，吴凡居然敢挑战张之白。你选其他人可能还有赢的希望，但选我，你没有一点机会，不再考虑一下吗？张之白和煦地说道，但仔细看的话，他的眼中渐渐燃起了战意。没打过之前，谁知道胜负？我宁愿选个排名最靠前的，光荣的输掉这次比赛，也不想选个弱的保送者，让谁都不期待。吴凡的话铿锵有力，张之白陡然站起身，身上爆发出澎湃的灵压。好，你的腰斩，我接了。沈子双刚处理完何浩的事，就看到吴凡和张之白又约战了起来。吴凡同学，流程不是这样的，但吴凡和张之白已经走进了对战室。mwxbj.org。哈哈，罗显和忽然大笑一声，对着秦少商说道：兄弟，走。秦少商听到罗显和的话，欣然起身，两人进入到了另外一间对战室。许风霜被吴凡一阵撩拨，此时感觉怒气已经达到了巅峰，他扭头看向官员说道：敢不敢和我一战？有何不敢？官员作为全国个人武道大赛的冠军，根本不怕许风霜。而剩下的莫清武和文人优越则是对视一眼，两女虽然装扮十分典雅淑女，像古装中弱柳扶墙的娇俏少女，但在望向彼此的眼神中也都带着火花。好吧，既然你们自己选择了对手，那就尊重自己的决定。沈子双摸了摸额头，发现一群有个性的天才是真不好带。而此时，在吴凡和张之白所在的对战室中，张之白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古琴，此时古琴上霞光流转，灵气氤氲，一眼就能看出此物的不凡。吴凡同学，为了表达我对你的尊重，我会用全力和你战斗。张之白说着，手指轻轻地在琴弦上一拨，一道悠长的琴声传来。而在琴声撩动的瞬间，不光对战室，整个训练基地都被一股强大的灵压笼罩。且听我一曲化神霄，好恐怖的灵压，即使隔着保护罩，也能让我感到刺入皮肤般的压迫感。在对战室外观战的同学惊叹道：张之白一阶武者的灵压，像无形的海浪拍打着吴凡的身体。武者一般只有在 C 阶的时候，释放出的灵压才能对低阶武者造成实质的压迫感。而如今张之白虽然达不到那种程度，但已经很离谱了。砰！张之白全力释放的灵压产生了巨大的推力，让吴凡双脚在地上摩擦着，缓缓朝后平移。与此同时，吴凡体内的灵压也全力展开，虽然无法释放出体外，但他犹如大海中迎击无边海浪的礁石一般，双脚止住了后退的趋势，死死扎根在地上。杀！吴凡看准时机，脚下一踩，地面经不起这股力量，顿时向后裂开，身体刀光在一瞬间化为一道残影，飞速杀到张之白身边。斩！吴凡一刀劈下，张之白不闪避，将古琴竖起，双手用力拉动着琴弦，随后一放，嗡！一股透明的气浪自古琴爆开，形成一道球体冲击波。长刀与冲击波撞在一起的瞬间，张之白手指快速捻动，弓伤脚止语，一连串的琴弦音浪传出，张之白背后的紫色星环亮起。阳关三叠，伴随着灵压的升高，琴弦上飞出了一连串灵压粒子凝聚的锋刃。唰唰唰！此时的吴凡正处于被冲击波阻挡的瞬间，根本来不及躲避。阳关三叠的无形锋刃直接打在了他的身上，扑哧扑哧，死了！吴凡身上的衣服被斩碎，身体上被割出大量的细长伤口。我去，这都没事！场外观看战斗的临时3组同学纷纷瞪大了眼睛，他们可是看见过张之白锋刃斩学长的，那恐怖的锋刃在弹指一瞬间就击破了那些20多级一阶武者的护体灵压，而吴凡仅仅只是皮肤被割破了，他体内的灵压质量非常高，虽然不能外放形成保护罩，但减伤效果很明显。没有任何战斗的徐十一充当起了临时解说员，因为也只有他才能看明白一些东西。吴凡硬吃了张之白的阳关三叠，对于身体上的轻伤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手中雷光闪现，武技3000雷刀，近战打脆皮法师，先要破掉他的护体灵压，然后就一直追着他打就可以了。但张之白也知道这个道理，在吴凡雷刀斩下的那一刻，脚步往前一踏，
身体在原地留下一个能量残影。武技，凌波微步。只是一个眨眼，张之白就出现在距离吴凡100米外的地方。吴凡的3000雷刀斩在了残影上，瞬间将残影劈成2半。我靠，躲开了！吴凡那一刀之快，肉眼根本无法捕捉，而且声威浩大，声若雷霆，极恐怖的灵压鱼刀刃，一看就是强大的单体破防武技。可张之白不但躲过去了，还拉开了身位。不对，徐十一眼神尖锐起来。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咔嚓，张之白的护体灵压发出一道清脆的声音，一丝裂痕在护体灵压的边角出现，随后裂变不断变大，不到1秒，张之白的护体灵压便破碎了一半。死！围观的众人倒吸一口冷气。张之白那么强大的灵压所形成的护体盾是很厚的，可在躲避那么及时的情况下，依然被吴凡的雷刀斩碎了一角。这吴凡的刀破防能力好强，我看他都没用过星环武技，该不会他的星环是被动技能，效果是破防吧？众人看着吴凡背后的白色光环说道。而此时场内的战斗并未停歇，吴凡不可能给张之白恢复护体灵压的机会，他身体一闪，快速朝着张之白的方向奔去。唰唰，张之白弹动着琴弦，瞬息10多道锋刃朝吴凡斩去，但吴凡根本无惧，手中长刀连砍带劈，顿时就有7、8道锋刃被击溃，剩下的锋刃掠过吴凡的身体，朝着对战士的保护罩而去。啪啪！本来看吴凡还轻松应对的锋刃，在砍向保护罩的瞬间，恐怖的力量将保护罩打得砰砰作响，看来威力还是不够。张之白背后星环大亮，星环广灵散诀。张之白单手一挥，全身被五彩的灵压冲刷，各种元素灵压粒子浮现。张之白手抚着琴弦，再一捻，嗡！霎时间，锋刃、火球、冰锥铺天盖地的朝着吴凡砸去。砰！吴凡一刀斩碎冰锥，下一秒锋刃袭来，将他身体打了一个趔趄，随后10多道灵压构成的强化火球砸来。轰轰轰！吴凡被恐怖的力量连番击中，整个人止住了攻势，瞬间停在了原地。好强！围观张之白他们这一组的同学人数是最多的，此时纷纷感叹张之白身后的灵压和恐怖的输出能力。虽然这种持续性武技的消耗很低，但能做到这么连贯和迅速，简直太强了。恐怕我在他手下撑不到50招。这吴凡的实力其实也很强，可惜他的等级没有张之白高，武技也没有张之白强。如果两人等级接近的情况下，可能还有点机会，可惜了。虽然战斗才进行到一半，但已经有人模拟出了几十招之后的结局了。而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从巨大火团中跳出来一道身影。吴凡的皮肤上、身体上到处都是锋刃割开的伤口，冰锥扎出来的血洞，还有火球炸出来的焦黑。你没有机会的。张之白在广灵散诀的加持下，阳关三叠附着了大量的元素伤害，不要说是吴凡没有护体灵压，就算是有，在这样的拉扯中根本近不了身。吴凡一边格挡闪避，一边朝着张之白靠近，而就在即将靠近的瞬间，凌波微步，张之白再次化作一道残影，出现在100米之外，继续对着吴凡狂轰乱炸。作为 F 阶武者，你能抗下这么多攻击，已经出乎我的预料了。不过你我之间的差距可不是 F 阶和 E 阶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张之白手指连动，双手交错，暴雨连珠，不打到最后怎么能知道胜负呢？吴凡在等到广灵散诀效果消失的瞬间，而就在挨了3分钟的毒打后，张之白身上的五彩灵压缓缓消失。就是现在！吴凡看准时机，不再迟疑，直接朝着张之白冲去，手中长刀举起。可就在这时，只见张之白一只脚站在地上，另一只脚盘腿搭在站立的大腿上，随后将古琴盘起来平放在身前。而后他的身上忽然爆出一道恐怖的气息。C 级武技百鸟朝凤。只听一声清脆的凤鸣，张之白双手一推，琴弦忽然爆出一团冲天的火焰，火焰朝着前方迅速飞去，在半空中形成了一只10米长的火焰凤凰。炽热的高温几乎点燃了周围的空气，火凤红中带着金色，沿途席卷而过。不好！吴凡脸色一变，张之白这道火凤灵压强度已经超过了他身体承受的上限，被这道武技击中的话，这场战斗就结束了。但火凤袭来的速度极快，几乎就是一眨眼便杀到跟前。既然这样，吴凡身上同样爆发出强大的灵压，周围本来就炽热的温度直接爆表。他将长刀插在地上，一股火焰猛然升起。4象刀法，一刀焚天。一把20米高的火焰巨刃从地上直插云霄，金色凤和暗红色火刀撞在了一起，巨刃直接捅穿了火凤的身体。随后火凤就像是被焚烧了一般，化作一团火光消散。什么？此刻观战的乾隆班同学都露出惊容，本以为吴凡难以抵挡，但没想到他居然以火刀斩掉了火凤。而张之白也是第一次露出了诧异的神色。唰，在熊熊火焰中，一道人影杀出。我说了，不到最后一刻，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吴凡眼神凶狠，与张之白飘逸出尘的模样相比，他此刻全身都是战斗留下的伤痕，狼狈无比。可是再狼狈，只要能赢下战斗，那都是值得的。过程无所谓，我最后要的就是我站着，你躺下。吴凡不再留手，用尽全力朝着张之白肩膀一刀劈下。凌波微步呢？短时间内不能连续使用吧？护体灵压也还没恢复，这张之白要输了吗？其他同学感觉今天要吃大瓜了，全班排名第1的张之白居然会输。可就在长刀要斩在张之白身体上时，张之白淡然一笑，武技寒冰护体。咔！张之白整个身体自上到下被寒冰冻住，犹如在原地绽放了一朵万年不化的冰花。吴凡一刀劈在冰面上，居然只斩出了一道浅浅的刀痕。卧槽，还有后手！反转来得太快，其他同学感觉还没来得及开吃，大瓜就瞬间飞走了。吴凡不迟疑，背后光环一亮，手中雷刀一闪，
2倍穿透，3000雷刀，当！出乎意料，长刀仅仅直斩进去半米深，距离张之白依然还有10多厘米的距离。好硬！这还是吴凡第一次在3倍凌压、2倍穿透加上破防雷刀全面施展的情况下，还没有破防的情况。而在3秒后，张之白的冰封状态解除，他再次一个凌波微步和吴凡拉开了100米远的距离。能把我逼到这种程度，不得不承认你真的很强。张之白周身还有点碎冰飘散，在灯光的照射下，十分俊美闪亮，根本不像是经历了一番大战一般。呼！吴凡深吸一口气，快速调整状态，这绝对是他迄今为止和同龄人打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此时的张之白也不再攻击吴凡，而是站在原地调息。别看他表面无恙，其实灵力的消耗也非常大。两人都深知接下来的战斗即将进入鏖战环节，不再是谁的武技强就能秒杀对方。可就在张之白正在调息的时候，吴凡却忽然拔刀杀来。这么快！张之白错愕，他本以为自己和吴凡都是2倍凌压，恢复速度应该一样快，可他没想到自己才恢复了不到30%，吴凡就已经快要恢复好了。这一瞬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眼中爆发出金光。难怪你能以 F 阶的实力和我战成这样，原来你是压缩了3倍的凌压。张之白在刚成为1阶武者的时候，也曾想过压缩3倍凌压，可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那巨大的力量，如果强行压缩，可能会让自己的凌压粒子坍缩，形成能量黑洞，把自己碾碎。他没有那个勇气压缩到底，他没办法赌自己体内不会发生粒子坍缩，所以张之白打算成为D阶武者后再压缩3倍凌压。可他没想到，吴凡居然在 F 阶就能压缩出3倍凌压，是该说你有勇气呢，还是该说你拿命在赌呢？但结果就是吴凡成功了，所以他获得了与1阶天骄战斗的资格。看向杀来的吴凡，张之白第一次被动的防守起来，没有使用凌波微步，而是一边撤退一边使用阳关三叠。砰！吴凡一刀劈碎眼前的锋刃，随后瞬间出现在张之白的面前，一刀斩在他的面前。长刀在张之白面前10多厘米处被隔空挡下了 0.3秒。随后只听咔嚓一声，刚恢复的护体灵压再次出现裂痕，吴凡一个空中转体，一记侧踢，砰！张之白护体灵压直接被踢碎，身体被一股巨力击中倒飞而出，狠狠地撞在了对战士的保护罩上。哇！张之白华丽的模样第一次变得凌乱，鲜血喷洒在他精美的长袍上。没等他喘息过来，吴凡就继续杀来，好窒息的节奏。徐十一看向吴凡丝毫不停歇的攻击频率，即使是在一旁观看，也感觉到有些不能呼吸。砰！只见张之白又挨了吴凡一拳，身体飞出10多米，随后沿着地面翻滚了好几圈。张之白真的要输了，他被吴凡这种近战武者黏着打，没有还手的可能性。吴凡看着倒地的张之白，决定不再给他任何机会，起身一个大跳，凌空对着张之白斩去。这一招吴凡平时根本不用，因为跳斩的威力虽大，可在破绽却很多。不过此时战斗已经要结束了，就在吴凡的长刀要斩在张之白身上的时候，只见张之白忽然从骨琴里抽出了一把长剑，武技剑胆清心。我靠！围观的同学直接傻眼了，这场战斗真是反转，反转再反转。他们根本没想到，看似失去抵抗能力的张之白，居然还藏着一手。长剑散发出强大的凌压，和空中的吴凡对拼在一起。我本来是想把这一招留在全国大赛的，可惜了。张之白嘴角一血，但眼睛却散发着必胜的光彩，因为吴凡逼出了他的底牌，而在底牌出现的这一刻，他已经不会输了。而听到这话，吴凡仅仅只是回了2个字：是吗？只见吴凡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张之白的长发，随后猛地一拉。什么？张之白的头瞬间朝后仰去，吴凡趁着这个机会，直接一刀捅进张之白的腹部，噗嗤，鲜血溅了他一身。随后吴凡拔出长刀，又补了几刀，张之白缓缓倒地。啊！本来还准备看刀剑大战的同学，气氛都没渲染起来，这战斗就已经结束了。吴凡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最好用的招式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不愧是脆皮，捅起来手感都不一样。吴凡手持滴血的长刀站在张之白身边。卧槽，他要干什么？在其他同学惊叹声中，吴凡直接一刀割掉了张之白的长发。嗨嗨，我的头发！本来输掉比赛的张之白脸色还没有变化，可就在吴凡割掉了他的头发后，他忽然难受的像条蛆一样，整个人在地上扭来扭去。吴凡一手抓着张之白的长发，一边对他说道：告诉你一件事，武者头发越短越牛批。吴凡的行为让周围观赛的同学感到一阵恶寒。这人是魔鬼吧？杀人诛心，这是杀人诛心啊！太狠了，我以后绝对不和他对战。一名女武者摸着自己的秀发，浑身颤抖地说道。吴凡居然战胜了张之白，事情发展超过了沈子双的预期，不过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战胜了就是战胜了，没有其他好说的，随即安排医武者给2人治疗。呼，真不容易。放松下来的吴凡眼前差点一黑，他背靠着墙站立，在接受了临时治疗后，基本就没什么大碍了。而另一边被担架抬走的张之白手里攥着一摞头发，嘴里不断念叨着知耻而后勇，知耻而后勇。不一会儿，缓过来的吴凡将目光转到了其他对战士。开山拳、力劈、游龙盘打。罗显和双拳刚猛挥出，打出了无数道拳印，而秦少商则手持大剑大开大合的左右劈砍，拳拳到肉，2人将对战时的地面打出了无数个大坑。吴凡估计这2人没有个几百招是分不出胜负的。随后他将目光转到了第3对战士。骤雨狂澜。许风霜灵活的身影在天空地上到处乱窜，一会儿残影一会儿实体，无数把雨刃带着破空声疯狂地朝着官员打去。不过官员站在原地，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道暗紫色领域，
这些飞过来的羽刃全部被挡了下来。空手入白刃，官员大喝一声，羽刃攻击被反噬，许风霜整个人被从空中反震了下来。好机会！官员眼前一亮，直接朝着许风霜杀去。而就在快要接近的一瞬间，许风霜身上暗金色的灵压粒子忽然飞舞起来。五戒离弦三顾，许风霜化作3道身影，手中的羽刃化作弩箭，一双金色能量羽翼扑打着翅膀，瞬间化为3道流光射出。3道流光在空中合一，直接贯穿了官员的胸口。噗嗤！官员口吐鲜血，双手用力往地上一砸。五戒萧果！砰！官员背后的光环忽然转动起来，一把把能量刀刃沿着光环出现，在不停的旋转中形成了一个绞杀之轮。许风霜只感觉身体一沉，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按在地上无法行动。官员无视了身上所有的伤痛，直接朝着许风霜杀来。死了！许风霜的胸口被官员直接撕开，剧痛和强烈的虚弱感袭来。许风霜还想挪动身体，却被官员将拳爪刺入体内。嗨嗨，这样下去要说。许风霜心中一横，他本来不想用这一招的，但奈何官员实在是太强了。只见许风霜背后羽刃归位，光速延展成一双巨大的能量双翼，然后官员武技所带来的定身减速和虚弱全部无视。嗖！他脚下一踩，整个人飞到空中，居高临下的看着官员。随后他左手凝结出一把羽刃长弓，右手拉开无弦的能量箭矢。本命无忌，星河落魄。唰！一道巨大的流光箭矢像星海落九天一般从天而降，箭矢落在官员头顶，直接炸开了一团璀璨的灵压风暴。啊！官员的暗黑重力领域被瞬间撕碎，浑身衣服爆开，全身被割出了几百道伤口，鲜血从身体各处流出。扑通！官员全身经脉被阻断，无法再爬起来。许风霜胜！在听到自己获胜的声音后，许风霜也是直接从空中坠落，狠狠地砸在了地板上，胸前被官员撕开的部位已经可以看见跳动的心脏。都没事，这种伤不到1周就痊愈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医武者在看过两人的伤势后这样说道：这应该是最后一场了。吴凡将视线转移到莫清武和文人优越这边。灵犀三关，莫清武手里凝着一团紫色火焰，随后在全场跑动的过程中不断朝文人优越砸去。笔下文学，这股看似火焰的能量球其实是高聚能的灵压粒子，原理和张之白的阳关三叠差不多。而此时的文人优越正在和一个体型巨大的木人傀儡战斗。呵！文人优越娇喝一声，手中粉色丝带一抽，傀儡瞬间被抽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痕。随后他将丝带挂在脖子之间，缠在2只手臂上，在空中旋转了1080度，2根泛着荧光的丝带像钢鞭一般来回抽打着眼前的傀儡。巨大的傀儡被丝带抽的直接横飞出去。而就在这时，一道紫光射来，砰！文人优越瞬间被击退2步，不过他的护体灵压很强，除了气血有些震荡之外，身体并没有受伤。在片刻间，巨人傀儡再次站了起来，两人已经这样来回拉扯好久了。五戒花剑！而就在这时，文人优越忽然抓住一个时机，手中丝带瞬间拉长，朝着莫清武飞去。莫清武只感觉双臂一紧，2只手臂被丝带紧紧缠住，然后迅速收紧。过来！文人优越用力一拉，莫清武整个身体朝着他那边飞去。在快要接近的一瞬间，文人优越迅速飞身过去，一记飞脚，莫清武被踢飞出去。五戒飘血！抓住这个时机，文人优越对莫清武进行一连串的攻击。最后，莫清武的护体灵压被击碎，他也不恋战，直接认输。这边的战斗结束后，罗显和秦少商依然没分出胜负，于是两人用猜拳决定谁是队长。最后是罗显和赢得了队长的资格。恭喜吴凡、罗显和、许风霜和文人优越成为队长。沈子双看着台上站着的4人，终于松了口。随后他对着众人说道：现在休息3天，你们可以利用这3天的时间自己用学分兑换想要的修炼环境和资源。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一旦没有被队长选择，你们将离开本次集训。所以你们用学分买名额也好，还是全部用来自己修炼也好，只要不违背原则都是可以的。听到沈子双的话，压力一下子来到了众学员这边。经历了追击战和队长争夺战，你们应该很累了，但我要提醒你们，武者的修行不仅包括拼命修炼，放松休息也是修炼。你们都已经是资深的武者了，这一点并不需要我来说明，对吧？人体不是机器，即便是武者也一样，身体在修炼过后产生的疲劳，而如果不把它们消除掉，修炼效率反而会降低。所以选择不同的放松方式也是武者的一门必修课。集训基地顶层7楼，舒缓的音乐让人心情放松，珍贵的凝神香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龙涎凝神香是从深海大金妖体内取出的珍贵材料，光是鹌鹑蛋大小就要1000万，而在集训基地这里仅仅只需要3点学分。渺渺青烟中，一名穿着丝绸旗袍的小姐姐素手点起一抹植物混合精油，双手合十，快速摩擦生热，然后轻轻抚在少女洁白如玉的背上。许风霜只感觉背部一阵温热，旗袍小姐姐双手交替，以太极水缸画圈的手法将背部的精油抹匀。许小姐，您的皮肤很好呢。小姐姐在许风霜耳边轻声呢喃道，犹如在做 ASMR 一般。是吗？最近连番的战斗让我憔悴了好多，身上还留下了好多伤疤。没事的，您用的这款价值5学分的草本精油修复液是从地兵家族精品培育的植物妖兽花瓣中提炼出来的，可以抹平您战斗时留下的创伤，而且还能让您的身体散发出迷人的体香。五戒八卦32掌。旗袍小姐姐一边说着，一边手指比作指刀，食指和中指并拢，对着许风霜的背部快速戳点。许风霜被剑指戳得连番娇叫，有一股精纯的灵压透过指尖传递到体内。植物精油在热力和指力的连番按压下，
精华被一点点的戳进了许风霜的身体里。呼，在一阵疾风骤雨的点压中，许风霜只感觉本来被官员撕开隐隐作痛的内脏被一股清凉滋润，隐痛感渐渐消失。许小姐，我的八卦掌力道如何？旗袍小姐姐是国家一级治疗师，擅长各种推拿和按压。许风霜在放松期间花费了2点学分，选择了精油推拿，力量再大一点。旗袍小姐姐也是微微吃惊，许小姐您的忍耐力还挺强啊，有些男同学被我这么一戳就受不了了，疼得嗷嗷大叫。没关系姐，您尽管使力，我能得住。听到许风霜的话，旗袍小姐姐深吸一口气，身上灵压浮动，对着许风霜的背部用力一戳。八卦64掌，噗，啪啪啪啪啪，手指比之前更猛的节奏点在许风霜的背上。许风霜拼命咬紧下唇，趴着的2只手用力的抓住床单。哦，集训基地3楼游戏厅，吃我一招葵花3式。薛风，小百合折。罗显和左手搓动着摇杆，右手不停的按键，操作的人物打出了一套完美的组合技。呵呵，看我炸气，反跳，爆气，下下又加爱，吃我大招，荒咬。秦少商操控的草剃精在残血的时候瞬间炸气接爆气，一个超必杀直接把罗显和的8神给秒了。我日，这能被翻的？罗显和情绪激动，把摇杆都掰断了。莫清武穿着洁白的舞裙，头上插着几只华美的金步摇，手中拿着一把洁白的羽扇，平躺在一张桌子上。伴随着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莫清武单手撑着桌子，并拢双腿，展开白色羽扇半遮住面庞。月光不解风情，一丝一扣朦胧的倒影。翩翩君子悠然抚琴，绝美佳人起舞弄清影。这一片美好的场景，要是这位君子能把帽子摘下来就更好了。集训基地地下1楼，这里有个撕碎空间移植过来的野生水库。你到底打窝了没？怎么半天都没动静呢？官员一会儿捞起鱼竿看一眼，又过了几分钟又看一眼。空间传送，每小时2学分的。钓鱼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了，放下浮躁，也是武道修炼的一种。王爷2米多高的巨大身体，此时正坐在一个钓鱼佬专用的小马扎上，闭着眼安静的等待着。卧槽，这都多久了？不要说鱼了，我连个水泡都没见到过。就在官员说话的时候，王爷闭着的双眼忽然睁开。来了吗？官员瞬间来了精神，朝着王爷的鱼竿看去。只见王爷气沉丹田，肌肉紧绷，浑身气血激荡，灵压爆开。呵，他双手抓住鱼竿末尾，用力一拉，哗啦，只听一道巨大的出水声响起。那是官员看着被拉上来的鱼钩，上面什么都没有。靠！我还以为你钓到魔血凶兽了。一个空军佬，姿势摆得那么好看干嘛？王爷默默穿上被咬光的鱼饵，再次坐在小马扎上，逼格很高的说道：钓鱼佬绝不空军。集训基地5楼，一间装修豪华的日式房间内正摆满了美味的海鲜大餐，各种大鳌蟹、锦绣大虾比比皆是。而房间里正坐着吴凡、罗侯、张衡几人。今天我请客，大家随便吃。林小璐对众人说道：咱们之前也是一个帐篷的，现在大家也都进了乾隆班，这是什么？这就是缘分，为缘分干杯。在其他人倒酒的时候，吴凡默默地倒了一杯冰可乐。呼，林小璐一杯酒干下肚，整张脸瞬间红了起来。随后他借着酒劲儿对着吴凡说道：凡哥，咱们也算是熟人了，我知道你是了解我的，只要你让我加入你的队伍，我林小璐绝对冲在最前面。敌人想要见到你，必须要跨过我的尸体。吴凡稳稳地喝了一口冰可乐，然后将头转向张衡这边。张衡脸上有点不好意思，只听他对吴凡说道：凡哥，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人运气有那么一点好，如果你让我加入你的队伍，以后肯定不会遇到危险妖兽的。吴凡冷静地喝了一口冰可乐，将头转到了罗侯身上。罗侯二话不说，直接召唤出一把短刀，用力地插在桌子上说道：凡哥，你是了解我的，如果让我加入你的队伍，那么我保证不会有敌人能活着走到你面前。吴凡淡定地将杯中的冰可乐喝了个干净，然后点点头说道：我算是听出来了，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武者要以实力说话。吴凡认真地说道：这里的同学不管天赋如何，家庭背景如何，想要进入乾隆班，不付出努力是不行的。我会公开招募队员，到时候欢迎你们来报名。吴凡站起身说道：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强者，就不要怕竞争。听到吴凡的话，林小璐不再装醉，张衡眯起了眼睛，罗侯收起了短刀。不一会儿，整个集训基地的大喇叭就传来了吴凡的声音：我是吴凡，想要加入我队伍的同学，请在基地前集合。所有正在休息修炼的同学都听到了他的话。3带1，王炸！方天训扔下一对王，掐灭嘴里叼着的雪茄，拿起外套套在自己身上，然后朝着基地外走去。呼！碧阳结束一个莲花式的瑜伽动作，嘴里吐出一团白气，双眼发出金光。很快，在集训基地前就集合了10多人。靠！你不是说你不来吗？有吗？你听错了吧？吴凡看了看时间，然后对众人说道：休息时间有限，我就长话短说。想要加入我的队伍，很简单，用实力说话。队伍只有8个名额，所以我在后方的妖兽森林藏了8颗我做过记号的杂品灵石。谁能在1个小时内将灵石拿回来，便获得队员资格。吴凡选人的方式很简单，也很公平，众人纷纷点头。允许1个人拿多颗灵石吗？有人问道。每人只能拿1颗灵石，这只是一个竞争性质的比赛，不是资源争夺战。不过，吴凡提醒道，如果在1个小时内不到8人收集到了灵石，那剩下的名额我就不要了。随着他话一出，基地前一时安静了下来。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在吴凡准备宣布开始时，有一道人影从基地中走了出来。看到他的出现，众人纷纷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因为来人正是张之白。吴凡同学，我能参加吗？张之白扯下帽子，
像是在炫耀一般，一头飘逸的长发滑落。他用1学分兑换了科技生发水，被吴凡割掉的头发再次长出。可以，只要是愿意来的都可以参加。吴凡确实有点意外，他以为张之白会去其他队伍。看到张之白的加入，其他同学的压力剧增。现在倒计时1个小时，3、2、1开始。吴凡一掐表，基地外就瞬间射出10多道身影。只来了10多人的话，看来其他队长也在行动。此时对战室内，谁能在我或者秦少商手下撑过30招，谁就能进咱们的队伍。罗显和对着台下10多人说道，其中大部分还是原来临时3组的成员。另外一边，两对战，最后剩下的8个人进入我的队伍。许风霜对着众人说道。而最后一组的文人优越，你们待会和我一对战，谁能击碎我的护体灵压，谁就能进入我的队伍。文人优越柔柔地说道。妖兽森林中，找到了，笔下文学。方天迅拨开一处草丛，发现藏在里面的杂品灵石。吴凡用杂品灵石进行选拔，而不是下品或者中品，是因为杂品灵石的灵气弱，很难被发现，能考验队员的感知能力，绝对不是因为怕高级灵石被妖兽刨坑叼走。你找到了，也不一定是你的。一道声音在方天迅背后响起，说话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男生，他叫做王祖杰，是一名21级的一阶武者，在推优生考试中排名第17，实力很强。如果是在擂台上，你可能还有机会，但这里可是森林。方天迅话音刚落，在王祖杰所在地面忽然杀出一把长枪。就这，王祖杰也不惊慌，直接往后一退，长枪扎空。你以为就这些？方天迅将灵石放入口袋，提着长枪向王祖杰杀来。我知道你有野外战斗的经验，但你凭什么认为我就没有呢？两人快速的在林间穿梭战斗，难分上下。你的实力和你嘴巴说的可不太一样。王祖杰一拳击飞了方天迅。呸，运气可真不好。方天迅嘴里冒出莫名其妙的话，随后再次向王祖杰杀去。这种程度的攻击对我是没用的。就在王祖杰说话的时候，方天迅身上灵压大涨，终于来了。方天迅背后的星环闪动，唰！王祖杰护体灵压直接破碎，被方天迅一枪挑翻。你的灵压瞬间暴涨了2-3倍，可嗨，你是怎么做到的？方天迅没有回答，抽出长枪将王祖杰一脚踢飞。王祖杰的伤势并不重，只是暂时失去了追击能力。方天迅明白此刻取得队员资格更重要，随后他便快速地朝着集训基地跑去。另外一边，一道长虹击穿了10多棵大树，将一只体型10多米的黑熊妖钉在了石壁上。张衡手持长弓，再次搭箭，武界折射箭，嗖，能量长剑从左到右在周围穿了一个270度的弧线，每头狼妖的头部从侧面被穿透。随后，张衡捡起地上的灵石，快速朝着集训基地而去。林小璐拿着灵石回到集训基地的时候，这里已经有5个人了。这才过了30多分钟，怎么都这么快？运气好而已，刚好碰到了妖兽，把灵石叼出来。张衡笑着说道。而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从林子里又跳出来几人。第7名，还行。碧阳也不多说，直接将杂品灵石交到吴凡手上。老子绝对是第1名。方天迅冲出森林，对着前方大喊道：“恭喜你，你是老8。”碧阳站在一旁说道：“我操，我就只是打了一场，怎么就变成最后1名了？”方天迅感到不可思议。吴凡查看了方天迅手中的灵石后，便开口说道：“学姐，我的小队成员已经选拔完毕。”在虚空中瞬间出现了一道身影。第1小队，队长吴凡，队员张之白、关元、王烨、罗侯、张衡、林小璐、碧阳、方天迅。沈子双在一边在平板电脑上面点着，一边对吴凡说道：“吴凡同学，你确定是这样吗？”吴凡点了点头说道：“我确定。”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方天迅看了看队伍成员说道：“为什么我们这个队一个女生都没有？”这个确实难崩。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不久后，从对战室走出来一群人。你们这边也结束了？秦少商昂首阔步的朝吴凡他们这边走来。吴凡同学，你们这一组的实力有点强啊。文人优越挽着莫清武的手臂说道，两人看起来如同亲姐妹一般。而许风霜就站在不远处，但他用冷淡的眼神看了看吴凡，表示并不愿意凑过来。4个小队的成员已经确认完毕，没有被选择的同学，请在今晚将学分兑换完后，收拾行李离开集训基地。听到沈子双的话，有人面无表情，转身回房间收拾东西，有人不甘心地捶着墙壁。笔下文学。傍晚，集训基地的空地上停了一架大型武装直升飞机，被淘汰的同学打包好兑换的资源，收拾好行李，登上了直升机。别垂头丧气的，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你们只是在这一阶段被淘汰了而已，你们未来的路还长。我希望你们记住这次的失败，然后争取在下一次的竞争中把今天失去的都夺回来。听到沈子双的话，被淘汰的乾隆班同学一个个都紧握着拳头，心中涌起一股力量。毕竟这个世界上，就算不是主角，也没有人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失败。看到这群学生脸上的表情，沈子双微微一笑，对即将离去的同学说道：“同学们，咱们开学再见。”直升机缓缓起飞，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学校不是家族，资源不是独享的。你们既然留下来了，那么就要带着他们的那份继续前进。别以为你们现在的实力就是同龄人中那批最强的了。今年各大高校都出现了妖孽般的天才，别到时候连全国8强都进不了。沈子双说的并不是假话。由于武者高考改革，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综合实力逆天的天才和鬼才。有些武大为了抓住这个机会，直接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招揽这些学生，想争取在今年的全国武道大赛上一鸣惊人。甚至那些武大的口号都喊出来了，
什么打破帝都五大和华夏五大的资源垄断，拳打魔都五大，脚踢明珠五大。你们的队伍刚成立，我会给你们1周的时间进行磨合，你们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用学分兑换资源修炼，增强实力。我想这休息的3天，你们也感受到了，在顶层修炼1天，相当于平时修炼1周。如果再加上顶级的妖兽食材和药浴等方法，你们的修炼速度会像火箭一样往上窜。听到沈子双的话，吴凡暗自点头。短短3天的修炼时间，他感觉周围的同学灵压明显提升了很多。如果一直这样修炼下去，就算有3倍灵压、金色星环，他也绝对打不过其他人，得赶快进阶到1阶了。吴凡手上还捏着80点学分，10分是初始的，20分是追击战得到的，还有50分是队长资格战得到的。1000学分可以兑换一个魔神大妖的黑色灵盒。吴凡之前在翻阅兑换 AB 时翻到过这个东西，当时他有点震惊，随后感叹不愧是华夏五大，连魔神大妖的灵盒都有。本来吴凡是打算自己出门猎杀一头魔血凶兽的，而如果猎杀不到合适的，他再去申请学校的免费灵盒。不过现在似乎有了更好的选择，今年的全国武道大赛，每个武大都卯足了劲儿，到时候会出现很多天才，似乎会变得很热闹的样子。想到这里，吴凡就朝着训练室走去，要赶紧把4项刀法的第3刀修炼出来。东南沿海，由于长期受到海妖攻击的原因，猎武者、斩妖局、军武部队大量驻扎在这里。你们有没有感觉最近风浪好像变大了？一个军武者说道。怕什么？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风浪越大，鱼越贵，咱们卖的海妖材料也越贵。另外一名军武者开心地说道。等我攒够了钱，就带我妈和我媳妇去苏杭居住。就你攒的那点钱，还想去 S 级大城？你说 A 级城市还差不多。哈哈哈，这群刚换岗下来的军武者，每天的日常就是这样。咱们是赶上好日子了，上一次的禁海行动才刚过去3年，整个东南沿海妖兽消停了不少，咱们也能坐在这里吹吹牛皮。禁海行动不是每10年一次吗？听说上次牺牲了不少人。哎，是牺牲了不少，整个大陆海岸线 1.8万公里，跨越期8个省区，武者和妖兽的血把海洋都染成赤了，处理了1年多才恢复。这么惨烈？一名新兵模样的军武者被惊到了。我也是听那些已经退伍的老兵们说的，而且这事你们千万别让黄旭教官听到了，不然你们得挨削。为啥？虽然黄旭教官很严厉，但人还不错呀。新兵好奇地问道。在上一次的禁海行动中，黄旭教官所在的团遭遇了海妖主力的攻击，为了坚守阵地，几千个人打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这名老兵说话的时候，周围人都闭上了嘴巴。老兵只感觉一阵凉意从背后升起，他缓缓转头，一名戴着军帽遮住了大半张脸，浑身肌肉结实、背挺得笔直的军武教官正站在他身后。教官好。休息室内10多名军武者齐齐起身，对着黄旭敬礼道。还有功夫聊天，那就沿着咱们团布防的海岸线去巡逻几圈。黄旭语言简练地说道。是。军武者纪律性很强，教官下达了任务就要去完成。看着离开的众人，黄旭眼神看向了风浪越来越大的远方，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深夜，在距离华夏海岸线几千里外的地方，宁静的海面忽然浮现莹莹蓝光，这道蓝光非常耀眼，就像是核辐射一般。而如果从空中看去，这耀眼的蓝光形成一条直线，足有500多米长。嗡嗡，蓝光像是有呼吸一般，随着海水的波动，一下消失，一下出现，而每次出现就已经在1000米之外了。就在这道巨大的蓝光前行时，前方深海忽然浮现出一道1000米高的黑色巨影，而就在黑色巨影出现的瞬间，海中的蓝光也爆开了。警报！警报！东南沿海发现超高能灵压反应。刺耳的警报声直接给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整懵逼了。能级是多少？工作人员声音颤抖地说道。100万、500万、1000万。在听到破千万的时候，整个监测站所有人都愣住了。灵压还在涨，而就在监测仪器上的灵压数据涨到3000万后，只听砰的一声，仪器直接炸掉了。快通知总督，有一只临界超 A 级的大妖正在向华夏靠近。就在监测站的站长要给这省总督打电话的时候，只听那名监测的工作人员失神般的说道：不是一只，是2只。这省 A 级城市宁海州。现在为您插播一条新闻，据本省第4斩妖局发来的消息，在我国东南沿海部发现了2只超 A 级大妖，妖兽研究学的专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苏拉和海葵。而不久后，他们所爆发的灵压将对我国沿海5个省区造成双重冲击，其中以我省、闽省和赣省最为严重，请各位居民暂时不要出安全区。在昨日晚上9时许，这省总督李慕云签署第13号总督令，要求第4斩妖局、第58军武集团军、第7裁决所等官方组织在我省海岸线展开全面布防。此外，除保障基本民生的特殊岗位外，所有工厂企业将全面停工停产，中小学延长暑假。好耶，不用去学校参加军训了。一名初中生欢呼一声，随后扔掉暑假作业，开心地拿起手机，点开一个图标，某某启动。而正在一旁看新闻的中年男人则皱起了眉头，说道：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这次官方的动静有点大，该不会是要发生什么大事吧？2头超 A 级妖兽呢，阵仗能不大吗？不过咱也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不是有斩妖队和军武者在吗？沿海每年都会发生好几次大妖冲击，但除了刮点台风，还从没有妖兽攻破城市的事情发生。男人的妻子一边洗碗一边说道：要相信保护我们的武者，相信国家。说的也是，不过停工停产对经济的损害太大了，今年大环境的形势不太好，这下底层百姓要过得更辛苦了。我们这省是很富裕的省区，可今年都这么艰难，那就别提其他发展不好的省区了。所以我希望这次冲击后，咱们是稳经济、稳就业，而不是稳舆论、稳功绩。中年男子叹了口气说道：
你又不是当大官的，轮得到你在这里指点江山吗？妻子嫌弃地说道。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底层人民过得不好的话，他们是会加入邪教的。这省总督府情况怎么样？这省总督李慕云此时正站在3D 投影仪前问道。已经能够确认2头大妖均为灵界超 A 级的大妖，其中这头名叫海葵皮的大妖是我们东海的本土妖兽，它本体是一头刺胞动物，因为体型巨大，所以不喜欢移动，平时就趴在远海的2级大陆架2万米的深处，很少活动。其等级是83级，灵压大概在5100万到5300万左右。正在做汇报的是这省第4斩妖局的局长吕天成，他是一名78级的超 A 级武者，灵压能级为1700万。另外一头大妖呢？李慕云眼神深邃，不怒自威。作为一名85级的灵界超 A 级武者，他的身上带着一股强者特有的气势。根据监测部门逆向追踪，我们发现这头名叫苏拉夫的大妖来自日岛。日岛？李慕云神情一下子就锐利起来。日岛的大妖怎么会跑到咱们华夏的海域来？难道说……李慕云似乎想到了什么。您想的没错，根据我们的分析部门推测，苏拉大妖原来的栖息地应该在日岛最大的岛屿本州岛东北部的海域，而那个位置现在正是日岛刚形成的人类禁地福岛死域。吕天成的话让在场参加会议的众武者都沉默起来。日岛的那个人类禁地真恐怖，连灵界大妖都要逃离。说话的是驻这省第7裁决所的第7裁决方汉尧，他和这省总督李慕云一样，都是灵界超 A 级武者。不过好消息是，海葵和苏拉这2头大妖已经在远海打起来了，而且两者实力接近，估计会拼个两败俱伤。斩妖局局长吕天成说道。听到这个消息，与会的气氛瞬间好了许多，几百来个在后面听会议的 A 阶武者都松了一口气。每头大妖都有自己的领地，苏拉从日岛来华夏，势必会引起本土大妖的攻击。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主动出击，一举斩杀2头大妖，平定这省及周边海域的妖兽威胁。吕天成看着众人说道。我认为还是静观其变比较好。如果到时候2头大妖联合起来攻击华夏沿海，那就必然会造成天级灾害。有其他部门的武者说道。华夏的灾害等级分为仙、神、天、地、玄、黄。黄级灾害可以威胁甚至负面像阳城那种 B 级小县城。玄级灾害意味着会对德城、宁海州这种 A 级地级市产生极大的危害。地级灾害会对各省区的省会或者其他 S 级的大城产生威胁。天级灾害能让整个省区都陷入危险之中。神级灾害会让一个像美帝那样的大国有灭国的风险。当然还有更高一级的仙级灾害，不过那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因为一旦发生仙级灾害，整个地球都有湮灭的可能。我认为可以联系周边省区的武者，大家一起协商出战。还协商个屁啊，这么好的机会就不该坐在这里开会，直接去打啊。一名头发短寸花白的老人拍着桌子说道，他叫做黄汉生，是统领这省第58军的将军，同时也是一名75级的超 A 级武者。可那毕竟是2头灵界大妖，我们防守有余，但主动出击就会有风险。参加会议的还有这省本地地兵家族、武道圣地、顶级猎武者工会的代表。像地兵家族和武道圣地认为，一旦主动开战，自己所在的势力也会被要求参加。万一总督李慕云趁着这个机会削弱他们的实力怎么办？比如让他们的顶尖战力在与大妖的战斗中牺牲或者重伤。笔下文学。而顶级猎武者工会主要做的是商业，如果这省发生了天级灾害，那一整个省区都无法做生意，损失可就大了去了。所以他们要的不是冒险，而是经济稳定。是啊，主动出击的风险太大了。这省作为华夏经济排名第4的大省，需要考虑的东西非常多。作为总督，李慕云需要协调好各方势力的利益和冲突和方方面面的事情，并不是靠着拳头就能解决一切。那就这样，就在李慕云刚想说话的时候，一道紧急消息忽然传来。你说什么？苏拉的灵压消失了？第4斩妖局局长吕天成惊讶地说道。他的话瞬间让安静的会议室喧闹起来，不少人开始和旁边的同僚交流起来。好，我知道了。吕天成挂断电话，脸上带着喜悦的神色对众人说道。监测站刚才发来消息，说是在监测图像中，海葵和苏拉2团高能灵压碰撞在一起后，苏拉的灵压被海葵撕碎了。消息确定吗？李慕云波澜不惊的脸上也露出一丝动容。十分确定，他们怕监测仪器出现问题，还联系了明省和赣州省的省级监测机构，他们也都确认了。吕天成兴奋地说道。而且不光苏拉的灵压被撕碎，大妖海葵的灵压也在缓缓降低，推测受伤不轻。好啊！在场不少高阶武者都露出了高兴的表情。这个消息说明2头大妖在远海爆发了战斗，大妖海葵把从日岛死域来的大妖苏拉给击杀了。本以为2头大妖会对沿海造成巨大的冲击，可没想到麻烦自己就消失了。让监测站那边再持续观察，千万不能松懈。李慕云也稍稍松了口气，之前他联想到最坏的情况便是2头大妖一起攻击这省或者明省，现在这个顾虑也打消了。不要以为妖兽是一个整体，其实它们只是许多个种族的统称。比如食草的妖兽要吃植物型妖兽，而食肉类妖兽要吃弱于它们的动物妖兽。就连人类之间不也是分为不同的国家互相征伐吗？所以现实中2头大妖打架，打到最后一死一伤的情况太常见了。此时这省监测站内，站长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之前2个高达几千万灵压的红色图谱把他吓得不轻。小王，你还盯着监测画面干嘛呢？站长看着还在检测仪器前的工作人员问道。站长，我感觉这张图有点不对。小王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苏拉和海葵相撞的监控画面。有什么不对的？站长刚安稳下来的情绪马上又紧张起来，他快速走到小王身边。站长，你看，海葵的灵压虽然下降了，但依然很强，证明他只是受伤了。可苏拉的灵压就有点怪异了。小王将图谱放大了1000倍，你看，
以海葵为中心，周围分布了几千上万个属于苏拉的微小灵压粒子。小王疑惑地说道：“站长，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苏拉并没有死，又或者这些细小的灵压粒子全部都是苏拉呢？”站长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随后一巴掌拍在小王的背上：“你小子，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这不明摆着的吗？海葵把苏拉轰成渣了，大妖之间的战斗是很恐怖的，随便一个大妖的咆哮过来，万米高的山都要被轰成尘埃。这苏拉估计是被海葵一个妖兽咆哮给干掉的，这些灵压粒子不久后就会消散的。”大家精神都很紧张，你小子就别给大家添堵了。站长不满地说道，随后就离开了。真的是这样吗？小王坐在工位上纠结了好久，终于一咬牙将自己的猜想总结成报告，然后越过站长，直接发给了总督办。如果苏拉的灵压明天就消失的话，那证明是我想多了。但如果没有消失的话，在远离海岸线几千公里的大海上，一头体型庞大的刺胞生物正浮在海面上。如果来人感受不到它恐怖的灵压，应该会把它当成是一座巨型的海岛。海葵大妖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头部、身躯、手和脚，它只有一团类似于水母、章鱼等生物的块状主体和无数巨大的针刺触手，而它随意一根触手末端都比一架合载几百人的波音747机体宽。由此可见，它的身躯有多么巨大。不过此时，海葵大妖全身多处流出了红色的鲜血和透明的组织液，许多只触手都被扯断，而大妖特有的肢体超频再生也没有发挥作用，因为仔细看伤口处正沾染了许多散发着蓝光的银亮放射性物质。更加恐怖的是，以海葵为中心，周围几千米范围的海面上正漂浮着无数苏拉的细胞组织，而这些细胞组织正散发着强烈的蓝绿色光芒，将海面照射的如同开了灯一般。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撕裂空间而来，随后站在虚空中。这人被一件连帽黑袍遮住了全身，连海面照射出来的光都无法将黑袍里的人影照亮。而此时，如果有认识邪教面具的人经过，一定会认出此人的身份，因为他的脸上正戴着一个血红色的面具。只要能制造起这场灾害，我就能从候补圣徒变为新的第7圣徒。面具之下的声音忽然清晰起来，一道充满魅惑的女声说道：“我千羽灵的名字必将响彻世界。”他说着，身上的灵压忽然暴涨，只见他对着海面一跺脚，轰！沉寂的海面忽然掀起了万米高的水幕。随后他单手一拍，将这道直扑天际的海浪用力往前一推，霎时间，海水倒灌天地，席卷着大妖海葵的身体和数不清的苏拉细胞组织，朝着华夏的海岸线奔去。好，有一头被席卷的碧阶大白鲨妖兽，身躯在接触到苏拉细胞后，瞬间扭曲膨胀起来，原本20多米的躯体陡然变为30多米，双目变为白眼，身上传来暴力的气息。而另外一头只有2米多长的 C 阶海毛虫，被苏拉细胞沾染后，红色的皮肤渐渐变为了紫红色，身躯也变成了5米多长。随着海浪不断的朝前奔去，海水中数不清的变异妖兽被裹挟着朝着华夏而去。呼！吴凡收起手中的长刀，4象刀法的第3刀终于练成了。而就在这时，他收到了神子双的集合通知。不一会儿，集训基地4个队伍都在大门口集合。7天的磨合时间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将开启下一个集训项目。学姐，搞快点吧，我的大刀早就饥渴难耐了。这段时间，他们都尝到了学分兑换资源的甜头。除了吴凡以外，所有同学的等级都往上涨了2、3级，而像张之白、许风霜等人已经到1阶巅峰了。你们下一阶段的任务是以各自小队为中心展开的，而本次的任务就是去军区，防线驻守15天。沈子双开口说道：“学校方面已经和当地的军区取得联系，你们将和驻地的军武者一同训练和作战。”听到沈子双的话，众人的脸上没有露出不满，相反还有点期待。学姐，我们要去的军区驻地在什么地方？有同学好奇地问道。沈子双从旁边拿过来一个平板电脑，指着屏幕上面沿海的一个地级市说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副省级城市宁海州。”武装直升机飞过连绵的高山和森林后，一片茫茫无边际的大海出现在吴凡等人眼前。这就是大海吗？蔚蓝的天空，碧蓝的海水，空气中吹来咸湿的气味，远方有白鸥在飞行。吴凡作为内陆人，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海洋。这里就是宁海州军区第358师的驻地了。沈子双的声音在众人的骨传导耳机里响起。在我们后面150公里左右，就是宁海州的主城区了。随后，他又指着另外一块巨大的半岛说道：“在我们驻地的上面，就是这省的另外一个地级市，有着东海鱼仓之称的千岛市。这 A 级城市宁海州就下辖10个区县，相当于10个羊城。而这省像宁海州这样的 A 级城市还有11个。”吴凡在空中瞭望着大地，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海的辽阔和华夏疆域的广袤。武装直升机飞进了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中。我是358师的政委赵刚，我代表全师欢迎华夏武大的同学来我军驻地战斗和学习。一名肤色不算白皙的帅气中年男人对众人说道，他肩膀上扛着2道杠加4个星的肩章。大校高 A 武者。吴凡从赵刚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比沈子双还要强大的灵压。赵政委您好，希望我们的到来不会打乱你们的战略部署。沈子双微笑着和赵刚握了握手。从沈子双和赵刚的身上就能看出学院派的武者和军武者之间的差别。沈子双不到30岁便已经成为 A 阶武者，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半步超 A 或者真正的超 A 级武者。而且由于沈子双常年专注修炼，又在安全区从事教育工作，没有腰手撕裂伤，所以他的皮肤白皙细腻，容貌靓丽青春，看起来就和20岁的小姑娘一般。而军武大校赵刚虽然灵压比沈子双强，但他已经年过40，虽然是军校出身，修炼资源也很充足，但常年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和海边的妖兽厮杀，所以任凭灵压滋润，也没学院派武者那么精致。当然，听从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才是一名军武者应该有的精神面貌。而且不论是学院派还是军武派，
其实都有各自的贡献。武大每年都会培养许多实力强大的武者，这些人就是华夏未来的中流砥柱。而军武者虽然整体天赋没有武大学生那么高，但他们用血肉身躯抵挡妖兽的冲击，用青春和热血换来华夏的安全和稳定。你们有4个小队，我把他们分别安排在了不同的营中。赵刚对着身后喊道：“王冲、张宇、孟非、李航，到！”后方4名穿着军装的青年武者齐齐朝前跨步，大声敬礼回应。15天后我来接他们。沈子双说着就搭着武装直升机离开了。等到他一走，吴凡等人也被带到了临时宿舍小楼安置了下来。mwxbj.org， 我是一营的营长，我叫做王冲，咱们营总共有350名战士，接下来这段时间由我来带你们。王冲是一名面色黝黑的青年，大概有26.7岁左右。吴凡仔细感受了一下对方身上的灵压，大约有 C 阶左右。王冲看吴凡在打量他，于是开口对吴凡说道：“你作为队长，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汇报。”“是，长官。”吴凡声音洪亮的答道。“不错，你还适应的挺快的。”王冲饶有兴致的看了看吴凡，不过这又不是在搞演习，不用这么紧张。王冲摆了摆手说道：“我还有其他任务，今天你们先适应一下，明天再跟着其他战士一起训练。”随后他就离开了。吴凡等人观察了一下房间，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大通铺，一间能住10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我怎么感觉这群军武者对我们的态度有些不对呢？张恒眯着眼睛说道。我还以为只有我感觉到了。听到张恒的话，林小璐跟着附和道。此时背靠墙壁的方天训忽然冷哼一声，只怕他们是把我们当成是来镀金的少爷了。啊！官员一脸疑问的说道。我们不是来训练和战斗的吗？怎么变成镀金的了？你是特招生，我是推优生，但你知不知道，除了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之外，还有一种学生叫做保送生。罗侯双手抱头躺在床上说道。保送生？那是什么东西？官员有些不解。所谓保送生，就是不用参加任何考试，武者高中一毕业就直接进入武大的学生。罗侯语气有些森冷。那些保送生的身份很不一般，基本都是来自一些刚崛起的新兴官员家族或者势力。近30年，从武大走出去了很多强者，他们有的在省级裁决所身居高位，有的在斩妖局工作，有的在总督府任职。很多人瞧不上武大，认为武大的修炼资源没有地兵家族和武道圣地充足，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那些新兴家族，他们作为从武大受益的人，自然知晓怎么把握新时代的机遇。方天训接着罗侯的话补充道：“他们这些人实力、天赋不是最顶级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而他们在武大的时候，会经常参加各种优质项目，比如某年暑假实习，在某军武者驻地随军战斗半个月；某年寒假随斩妖队出保护区猎妖，然后将这些经历写在简历上，到时候可以凭借优秀的履历，直接进入父辈所在的机关单位工作。之后，他们就可以继续生活在 S 级大城，拥有武者特权的同时，又没有生命危险，当个地头蛇，一辈子过得舒舒服服。可是去军武驻地战斗，跟着斩妖队出保护招猎妖，不是挺好的吗？王爷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毛病。呵呵，你以为这些履历都是真的吗？而且这些家庭能量巨大，你敢让他们真正的去冒险吗？大多都是走个过场而已。方天训话音刚落，就在这时，吴凡站起身朝门外走去。众人好奇地看向吴凡，问道：“凡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吴凡没有转身，而是背对着众人说道：“我们不是来镀金的，这点你我都知道。但如果只是嘴上说说的话，毫无作用。想要打破别人对你的质疑，只能用行动说话。你们这是？”王冲刚要出去，就被吴凡等人拦住了。王营长，我们不用休息一整天，你现在就给我们安排任务吧。王冲看着他们认真的表情，想了想说道：“那这样吧，我马上要出去巡海，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先学习一下。”好。其实吴凡他们也不是想逞能，要求独立出海展示自己有多么能干，他们只是想真正参与到军武的作战中。一来他们没有出海的经验，盲目的行动就是鲁莽和找死；二来是要考虑到王冲等人的顾虑，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2个小时后，茫茫的大海中，海面波涛汹涌，在一艘荷载350人的小型巡洋舰上，吴凡等人正在学习如何开船。对，就是这样，手要稳。现在风力只有5级，你都把船开成这个样子，是想我们都游回去吗？吴凡抓着船舷的白色栏杆，身体被颠得左右摇摆，都快要左手画龙，右手画彩虹了。报告营长，前方10公里处发现低能灵压反应，能级在5000灵压左右。一名海军战士看着眼前的监测画面说道。画面上，一个指针雷达正在顺时针旋转，而在其右上角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小点，一头一阶巅峰级的妖兽。王冲指挥着船只朝着发现妖兽的方向而去。5公里、3公里，灵能鱼雷弹发射！就在距离海妖还有3公里远时，小型巡洋舰发射出了10多道水下鱼雷。好快！吴凡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捕捉不到这些鱼雷了。这些灵能鱼雷起码有100米每秒的速度，甚至更快。之前在自主招生考试的时候，张之白、徐十一他们这些接近1阶巅峰的武者，最快速度也只有40米每秒。而即使现在到了1阶巅峰，恐怕也超不过50米每秒。也就是说，这灵能鱼雷的速度是顶级巅峰1阶武者的2倍。就在30秒过后，几公里外炸出10多道巨型水花，监控雷达上面的绿色小点消失。报告，目标灵压消失。王冲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对吴凡等人说道：“虽然你们以后会成为比我强大的高阶武者，但我想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小看高科技热武器。这还仅仅只是普通的灵能鱼雷，更强的穿甲弹、集束弹、高能灵压弹威力更强大。这些大国利器在付出巨大代价下，连超 A 级武者都可以斩杀。厉害！
这一次的集训让吴凡意识到，科技配合灵气研制出来的热武器，威力可能超乎他的想象。巡海了一圈，也没再发现其他入侵华夏近海的妖兽。王冲准备再巡逻一圈就返航。你们选择这个时间点来集训，其实是有一点轻松的。王冲对众人说道。为什么这样说？毕阳捋了捋头发问道。海风把他的长发吹得有些凌乱。你们之前应该在野外集训，还不知道东海这边发生的事。mwxbj.org 就在前几天，在远海地区有2头灵界超 A 级妖兽打起来了。王冲把之前的事给大家大概讲了一遍。听到他的话后，众人表情不一。我靠，灵界超 A 啊！这种大妖别说遇到，就是看都没看到过。林小璐兴奋地说道。其实他说的没错，所有人对于灵界大妖的认知，全是书本上的文字或者好几张被大众熟知的图片。那些流传出来的图片，都是一些热爱冒险的高阶武者摄影师用命拍出来的。等人们找到他时，只在现场发现了一部照相机，从里面发现了这些大妖照片。这并不是一个段子，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人类可以用妖兽的灵核进阶，妖兽也可以吞噬人类来进化，这是一件很互补的事情。那就是说，现在整个东南沿海很安全了。王冲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总督办，一名工作人员点开邮箱，这是他看到了监测站小王发来的报告。大妖海葵周围有苏拉灵压粒子，怀疑苏拉并没有死。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身上忽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紧接着，他点开了剩下的几封邮件。第2天，苏拉灵压粒子分布。第3天，苏拉灵压粒子和海葵的灵压神秘消失。他看着看着，猛然感觉到不对，怎么海葵的灵压也消失了？而且在消失前，还是朝着华夏而来的。这东西有点细思恐极。不管对不对，总之先通知李慕云总督再说。总督李慕云正在看省会苏杭市举办亚洲武者运动会的相关材料，而就在这时，他接到了秘书长的电话。苏拉的灵压粒子第3天才消失，海葵的灵压也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说让你们随时关注情况的吗？李慕云刚一发火，第4斩妖局局长吕天成就打来了电话。总督，不好了，我们在近海发现了海葵和苏拉的灵压。什么？如果说刚才的消息是点燃火星的爆竹，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就是洒满汽油的炸药，瞬间爆炸！快通知所有人，咱们这里要发生大事了！李慕云话音留在原地，人直接撕开空间，朝着近海奔去。他现在要去拦截海葵和苏拉的登陆。而就在他瞬息千里之时，一道声音自虚空中传来：李总督，你这是想到哪里去啊？千羽灵身披黑袍，脸上戴着血红色的圣徒面具，手指一捏，将空间暂时封锁。李慕云停下身影，待看清对方的装扮后，脸色一沉。邪教圣徒，这才下午3点，怎么天都变黑了？是不是要来暴风雨了？正准备返航的吴凡等人忽然发现天快黑了。不对，吴凡敏锐地看向远处的海平面，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而就在他看向远方之时，舰载传呼系统忽然发来警报：正在外出执行巡海任务的单位，请注意。在接到此警报后，请立马返回就近的城市。请立马返回。在接到这个警报的瞬间，坐在监测雷达旁的海军战士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是他所在的雷达画面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高能灵压红点。这是妖兽潮吗？一个年轻的战士不确定地说道。因为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就像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地震和巨型海啸的人一样，他无法正确判断眼前的形势。但王冲在看到监控雷达上面的情况后，马上对着巡洋舰的大副喊道：快加速转向！短暂的慌乱后，所有的军武者都快速行动起来。马力30节，30节大约是55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已经是普通军舰最快的速度了。看着雷达上面越来越多的红色小点，众人明显感觉到了压力。还不够，启动灵能加速。驾驶室的船员听到这话，敲开一个红色按钮，拉出一根主推杆，用力往前一推，轰！整个小型巡洋舰尾部喷出近10米长的灵压粒子，船体直接在海上冲刺了起来。卧槽！吴凡等人没经历过这种阵仗，差点被巨大的推力给甩出去。抓紧了，小伙子们，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了。只见大副将脸上的墨镜一摘，似乎在宣布着封印解除。嗡！在强大的推背感下，船体2次加速，整个船头像赛模一样，前端直接翘了起来。我靠，那是什么？本来以为这么快的速度，后面的妖兽跟不上来，但吴凡忽然看见后方千米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背鳍。好，一头巨型鲨鱼妖兽破开水面，以更快的速度朝他们冲来。灵压45万，52级的 B 阶妖兽。听到这话，众人瞬间头皮发麻。就在这时，迎头一道大浪打来，船体被抬高，在越过大浪后，直接在空中飞了起来。不要慌！控船的大副心不乱，手不抖。砰！军舰从空中下落，拍在海面上的时候，像是扔在水上漂的石片，还在原地弹了2下。牛逼！不过还没等他们，新多久，前方就又出现了一个巨型礁石，要撞上去了。右舵熄火，左舵灵能功率开到最大。大副对旁边的2副喊道：呼！随后，整个军舰像月省赛龙舟一样，头部和尾部来了一个神龙摆尾，一个水道270度转角的大漂移，完美的沿着大礁石拉出了一道白色的弧线。虽然吴凡没有做过游乐园的空中大摆锤，但他保证这绝对比那个刺激10倍。师傅，我想学开船。林小璐一脸诚恳地说道。哼，和我们月省的龙舟赛相比，这都是小意思了。如果能拿到冠军，那可是能写进族谱里面的哦。大副一嘴粤式普通话说道。弯道快，那才是真的快。而就在他们以为摆脱了后方妖兽追击时，一道山崩地裂的声音传来。只见巨型礁石轰然碎裂，一头30多米长的鲨鱼妖兽越空而来。嗖！
只听一道破空声，王冲身上灵压暴涨，一根长棍挥出，五戒力贯千钧，砰！长棍与妖兽撞在了一起，王冲瞬间倒飞而回，将合金甲板撞出了一个大洞。而大白鲨妖兽的身躯则是一掷，落在了距离军舰不到20米的海中。营长，有战士赶快将王冲抬了出来。噗，我没事。王冲口吐鲜血，以 C 阶武者抵挡 B 阶妖兽，属于是舍命一击了。而开船的大副则趁着这个机会，再次启动右舷的灵能推进器。轰！船尾喷出高能灵压粒子，船体再次加速。可就在这时，众人只感觉脚下一颤，船体原地停止前进。巨大的惯性让甲板上的所有人都朝前飞了出去。什么？众人回过头，发现鲨鱼妖兽正张开巨齿，用力地咬在船尾处。一起上！生死存亡之际，也不管自己是否是 B 阶妖兽的对手，吴凡提着长刀就杀了上去。五戒3000雷刀，而一旁的同学也跟着一起上了。张之白捻动琴弦，身后光环亮起，百鸟朝放，萧果巨力挥击，10多道强大的武技打在了巨齿大白鲨的身上。砰砰砰！除了吴凡斩碎了几道护体灵压，其他人的攻击连防御都没有破。这就是 B 阶妖兽吗？本来众人以为自己已经是年轻人中的强者，可现在他们发现，所谓的年轻天骄在 B 阶妖兽面前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灵能加速，超负荷启动。大副这样的话，咱们储存的临时能源坚持不到我们登岸啊！现在不启动，我们现在就得死。大副果断说道。轰！动力炉发出轰鸣，整个涡轮机已经隐隐发红。砰！被巨齿大白鲨咬住的尾部忽然喷出恐怖的灵压粒子。吼！大白鲨发出恐怖的吼叫，根本不管自己的头部被灵压粒子洞穿，发疯一样的撕咬着船体。他这是疯了！妖兽是遵循动物本能的，更别说高阶妖兽已经有了智慧。如果是平时被灵压粒子灼伤的大白鲨已经松口了，可现在却死咬着它们不放。它的身上怎么有蓝绿色的荧光 ？mwxbj.org。但这不是重点，他们现在想的是应该怎样摆脱妖兽的攻击。而就在这个时候，吴凡握紧手中的长刀，深吸了一口气，眼神忽然变得凌厉起来。轰！一道冲天的光柱自他身上亮起，他单手将长刀举向空中，众人被他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灵压逼得后退好几米。这是还没来得及看清，吴凡便一刀斩下，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轰！巨大的刀光带着3倍灵压和破军星环2倍的破防，瞬间斩在了 B 阶妖兽的护体灵压上。两者在接触的一瞬间，发出了恐怖的金属切割声，灵压粒子激烈的碰撞。而就在刀光要被护体灵压挡住时，只听一声脆响，刀光撕开了护体灵压，斩在了大白鲨的牙齿上。咔！大白鲨嵌入船尾的牙齿被瞬间斩断，船体陡然一松。就现在，冲！大副趁着这个机会，一把将功率拉到最大。嗖！巡洋舰像一颗子弹一般撕开海面，迅速消失在远处。营长，咱们的能源不够了。果然，在几分钟后，光速行进的小型巡洋舰变回了30阶的速度。不要紧，我们距离海岸线不远了，登岸后就是我们的主战场。王冲对大家说道。而此时的吴凡手里握着一块中品灵石，闭着眼睛坐在原地休息。他在使用了天地一刀斩后，他就进入了空蓝状态，此时正争取快速恢复状态，没有心思去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王营长，你不是说现在很安全吗？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妖兽？方天迅心有余悸，他在边境大多都是和一些地方势力战斗，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潮水一样扑来的海妖。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肯定是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目前接到的任务就是撤到附近的城市保护罩，在整边待命。王冲说话间就已经能看到陆地了。走！尽管王冲身上还是伤，但他依然站在甲板上指挥大家登陆。终于上岸了，脚踩在地上还真是踏实。官员跺了跺脚，地面发出砰砰的厚实声，让人心安。王营长，海妖会不会冲上陆地？王冲点了点头说道，海洋中有许多海陆两栖的妖兽，为了防止被妖兽追上，我们得尽快进入保护区。等大副将巡洋舰停在临时内港后，众人起身朝最近的 A 级城市宁海州赶去。而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一只浑身散发着荧光的海妖从水里游到了岸上，然后是第2只、第3只。宁海州金沙体育馆，这里成为了一个临时避难所，同时也是军武驻扎地。文人优越，吴凡他们刚到，就看见一群熟悉的身影，正是文人优越他们小队。许风霜和罗显和他们呢？他们应该在千岛市那边吧？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比你们早来一点，大概知道了一些情况。文人优越小声地说道。你们应该知道远海有2头大妖打起来了吧？吴凡点点头说道。待我们的王营长说，2头大妖一死一伤。看着文人优越的脸色不对，吴凡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问道，难道情报有误？文人优越招了招手，示意大家凑近点，然后表情严肃地说道，事情确实出了一些变化。我听说从日岛来的妖兽苏拉身体不光产生了变异，而且还带着放射性很强的灵能污染。虽然妖兽苏拉死没死我不清楚，但我知道现在小半个近海都漂浮着它的污染物，而且根据裁决所推测，这背后可能还有邪教在推波助澜。听到邪教，吴凡心里一惊，他没想到经历了阳城那么大的事故，邪教居然这么快又有行动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继续完成集训任务，跟着军武他们一起待命，还是联系沈学姐离开这里？林小璐脸上带着担忧的神色，毕竟这涉及到临界超 A 级大妖。当然是离开这里了，刚才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连 B 阶妖兽的护体灵压都破不了，现在留下来是要去送死吗？方天迅一点也不想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停留。现在城市保护罩已经展开，除非危机解除，不然我们根本出不去。毕阳指着头顶上的光幕说道。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众人可以通过露天体育馆看到一个半球体的淡蓝色透明保护罩。那咱们就在这里等着，什么也不做。就在众人说话的时候，整个宁海州市内忽然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有紧急情况发生，请各裁决所、斩妖队、军武做好应战准备。伴随着这声通知，刚才还是淡蓝色的能量保护罩，一瞬间变为了红色。砰！一头近100米高的巨型妖兽踩在了大地上，它模样似蛙又似鱼，看起来很怪异，但身上散发出来的灵压极其恐怖，是一头能级高达300多万的 A 阶魔神大妖。只见它张开嘴巴，周围无数灵压粒子在它嘴里凝聚成一颗能量光球。好，一道恐怖的能量光束径直朝着宁海州的保护罩射来。笔下文学。轰！在碰撞的一瞬间，整个宁海州城区发生了剧烈的地震。啊！金沙体育馆顿时爆发出无数惊恐的叫声。妖兽咆哮大约持续了5秒，虽然没能击破宁海州的 A 级保护罩，但溢散的恐怖灵压粒子直接将保护罩外的土地推平了几十米。好恐怖的攻击！官员瞪大了眼睛，只感觉浑身僵硬，气血都有点不通畅了。妖兽没有武技和灵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妖兽不强，相反，因为体内有灵核的关系，他们在瞬间爆发出来的能量是同阶人类武者的10倍以上。此时华夏武大的这群人，除了吴凡以外，所有人的反应都和官员差不多。刚才这头魔神大妖的攻击足以灭掉一座小县城，在这种恐怖的力量面前，很少有人能做到处变不惊。而吴凡之所以面不改色，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独特，只是因为他见过更恐怖的妖兽咆哮。请各位不要惊慌，我们将尽全力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体育馆内的广播不断播放着，渐渐起到了一些作用。而在城市上空的1000米处，吴凡看到了近100名凌空飞起的武者，其中气息最强大的有10多人，他们是宁海州的市长、斩妖支队的队长、猎武者工会的会长、军分区将军、宁海州武者协会会长等。宁海州不仅仅是一个 A 级的地级市，它还是一个副省级城市，总人口有960多万。其最强的战力不是普通的 A 阶武者，而是一名半步超 A。这股力量不说是一头 A 阶妖兽，就算是来5头也照样能斩杀。可此时他们却面色凝重，因为从空中的视角望去，一道足有1000米高的巨型海浪正遮天蔽日而来。如果让这道海浪拍在宁海州的保护罩上，整个宁海州的陆地水位至少要上涨15米以上，到时候4楼以下的房屋全部会被海水淹没。可这还不是最恐怖的，真正让宁海州这群高阶武者面色凝重的是，这道海浪后面还漂浮着一头身躯超过1000米的恐怖刺胞妖兽，而它正是临界超 A 级大妖海葵。这熟悉的感觉。吴凡脚踩着旁边的栏杆，左右跳跃，最后来到体育馆的顶层，举目望去。然而他还没看清楚局势，就看到一条恐怖的巨型透明触手从几千米外的大海中拍来。砰！不是妖兽咆哮，不是巨力一击，仅仅只是凌空一抽，只听咔嚓一声，就见能硬抗 A 阶魔神大妖的红色保护罩瞬间出现裂痕。而不光如此，触手巨大的力量透过保护罩形成强大的内压，瞬间让无数普通人感觉胸口一闷，差点喘不上气来。好恐怖的力量！不要说普通人，就连吴凡他们这些低阶武者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总督大人呢？第7裁决大人呢？其他超 A 级武者呢？宁海州市长潘伯涛看着出现一丝裂痕的保护罩，脸色凝重无比。他虽然是一名半步超 A 级武者，完全可以撕开空间瞬移逃跑，临界大妖不张开领域的情况下根本拦不住他。可他是市长，身后是近1000万人民，他不能逃。打开保护罩，让城市内的居民往内地撤离。什么？不行啊！现在打开保护罩，那些登岸的海妖会追杀上来的，到时候伤亡会特别大。有人被市长的决策给惊到了。我们的保护罩挡不住海葵的攻击，如果强行将市民留在保护罩内，这里将不是安全区，而是海葬场。让军武者掩护平民撤退，让斩妖队拦截追击的海妖，让裁决所维持秩序，谨防有非法武者趁机作乱。潘伯涛挨个点了在场的部门负责人，事后所有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是，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便不再迟疑。紧急通知，我们将在1分钟后关闭城市保护罩，请各位市民不要惊慌，届时军武部队会组织大家转移。嗡嗡，一架架大型的军用直升机、大型运输车往各大避难所开去。此时宁海州所有的官方组织都行动了起来，尽管如此，情况依然很复杂。这里最安全，我不走。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头固执地说道，任凭怎么劝就是不走。我家里还有东西没拿，能等我一下吗？有一位大妈忧心忡忡地说道。为什么要关闭保护罩？如果海妖攻进来，我刚贷款50年买的房子怎么办？一个年轻人绝望地喊道。这场灾难就算他能活下来，他不仅会流离失所，失去房子的同时还要还50年的贷款，人生一辈子就在无尽的债务中度过。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比妖兽更加可怕。裁决所干什么吃的？斩妖队这群人拿着我们的税金，享受着特权，吸着我们的血，就是这样保护老百姓的吗？而就在各大避难所撤离的时候，在空军机场，好几架空客 A308 飞机正在启动，请出示身份信息。军武拦下了一辆豪车，啪，一张机票拍在了军武战士的脸上。你敢拦我？我家钟老爷子可是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给姑奶奶看清楚了，别耽误了我撤离的时间。车里的女子大约18、19岁，容貌清丽，颜值很高，衣服和首饰也很高档，但语气嚣张，毫无礼貌。你态度好一点。这名军武者刚想说话，却被一名老战士拦了下来。放行。很快，这名年轻女子就登上了飞机。几分钟后，飞机尾部喷出灵压粒子，海量的灵石消耗，飞机瞬间进入空间移动状态，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下一秒出现在距离宁海州几千米外的高空。呼，好险，差点死在华夏。这个暑假我就该待在澳洲不回来，真是穷山恶水的地方。
听到中性女子的话，旁边一名女生也翻着白眼，用夸张美式语言说道：“哦 ，Selina， 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我的 professor 之前叫我拿永久绿卡，我爸妈非不让，真是 unbelievable。”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不到半个小时，就从宁海州飞到了华夏的第2座世界级城市魔都。魔都和帝都一样，有许多重 S 级保护罩，他们算是彻底安全了。金沙体育馆避难所现场，将近10万人正在杂乱，但有序的撤离。一连跟着第一批撤离的人先走，2连20分钟后跟上。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海岸线凌空飞来，狠狠地砸穿了体育馆的墙壁，在地上滑行了100多米后才停了下来。嗨嗨！这名 B 阶舞者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的右腿被海妖扯断了。武技，金属构造。一名义舞者马上上前治疗，用周围的金属给断裂的骨头接上，形成一个临时的义肢。随后，这名 B 阶舞者脚下一踩，再次凌空跃起，朝着海岸线杀去。吴凡、文人优越，你们2个小队跟着我和张宇的营队一起掩护撤离。王冲和另外一名叫做张宇的营长说道。好。吴凡从虚空中抽出一把长刀，组织着小队跟随军武大部队往城外走。此时的海水已经蔓延上来了，大约有小腿高，周围随时会有海妖出来袭击。众人两分组，站在不同的卡车头顶，时刻关注着周围的情况。就在他们行进到一座大桥时，前方似乎是发生了车祸，堵了起来。滴，草泥马，快让开啊！无数汽车的喇叭声和骂声传来。现在正是逃命的时候，焦虑和不安充斥在每个人的心里，任何一件小事都能让人心态崩溃。车祸堵了1分钟左右，前方大部队开始缓缓行进起来。可就在这时，一条10多米长的巨型海蛇从大桥下方的海水中窜了出来，它张开嘴巴想要吞掉一辆小汽车。唰！一抹刀光将巨蛇斩成了2段。吴凡灵压一震，双脚凌空一踢，将妖兽喷洒出来的血液和尸体踢到了大桥下。警戒！吴凡斩杀的巨蛇是一头 F 阶妖兽，但此时有更多的低阶妖兽正顺着跨海大桥下方的水域聚集过来，密密麻麻，至少上万头海妖。和此时的情形相比，吴凡之前在自主招生考试时，在妖兽森林所面对的妖兽群，简直就像是过家家一样。看着眼前的场面，王冲把军帽往下一拉，遮住半张脸，随后转过身对吴凡说道：“你和你的同学带着撤退的市民们先走，我们来帮你们断后。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我也不再多说废话。”吴凡一甩长刀上的兽血，转身朝着离开大桥的车队而去。只是在离开前，他对着王冲等人说道：“希望以后能听到你们还活着的消息。”看着吴凡带着20多名队员离开，有年轻的战士忍不住说道：“他们实力那么强，如果留下来的话，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压力。而现在只靠我们的话，会牺牲很多战友。为什么让他们离开？”听到这名战士的话，王冲拉下自己的军帽，看向远处说道：“因为他们是华夏武大的学生，他们以后会成为高阶武者，他们会斩杀更多更强的高阶妖兽，可以保护更多的人，所以不能让他们牺牲在这里。”王冲拍了拍还隐约有点疼的胸口，那是之前抵挡 B 阶巨齿大白鲨所留下的伤口。随后他手中召唤出了武器，对着爬上大桥的妖兽杀去。领域空间，李慕云一脚将千羽灵从空中踩到地上，大地裂开了1000米的缝隙。两人虽然才交手几分钟，但千羽灵的封锁空间已经摇摇欲坠。只是李慕云一心想要速战速决，可千羽灵却只想拖延时间，根本不和他打。就在这时，一道1000米长的剑气横空斩下，将千羽灵的空间封锁撕了个粉碎。李总督，我来对付邪教圣徒，你赶紧去宁海州阻止灵界大妖。来人是第7裁决方汉瑶，只见他浑身灵压暴涨，朝着千羽灵杀去。在空间封锁撕开的瞬间，李慕云面前出现了一个空间裂缝，他一下跨入，随后下一秒，眼前便出现了一头恐怖的巨大怪兽。轰！两者的灵压在云天之下对撞，霎时间，大海方圆千里的海水直接化作水滴，开始缓缓上升。无数武者、海妖被恐怖的灵压震慑得浑身颤抖。海葵大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嘶叫，音波混合着灵压，形成了10多道大小不一的波纹圆圈。随后，这些声波圆圈像射线一样排成一条直线，朝着李慕云压去。李慕云单手举在身前，强大的护体直接硬抗海葵的攻击。不听劝，那我今日便斩你！李慕云有85级，而海葵只有83级，别看只相差了2级，但两者的灵压差了足足1400万。这也是越到高阶越难以越级战斗的原因，每一能级的跨越便是几百万灵压的差距。李慕云背后的星环亮起，随后单手一扯，直接隔空100米以罡风撕碎了海葵大妖的几道护体灵压。妖兽和武者在一阶时就能有体外的护体灵压，而越是高阶的存在，其护体灵压越厚，几十层上百层的重叠在一起。所以对付高阶武者或妖兽，人海战术根本没用，因为你连人家一层护体灵压都破不了。海葵抽动着带软刺的触手，对着李慕云拍去，这触手威力巨大，每一下都带着能击碎 A 级保护罩的力量。李慕云没有躲避，而是直奔着海葵本体而去。给我退！李慕云一拳轰在海葵的巨大肉体上，砰砰，两道灵压持续对抗，互不相让。但李慕云攻势不减凌空发力，把海葵从1000米的高空往海洋深处按去。轰轰轰！大海被巨大的力量分出了类似于摩西分海一样的场景，海水朝两边荡开，露出了深深的海床陆地。李慕云就按着海葵不断往更远的地方而去，海葵的身体将平整的海泥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就在海葵被李慕云往远海带的时候，它透明的本体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闪耀着金色的灵核。只见灵核光芒一闪，周围空间灵压粒子瞬间坍缩，领域展开。李慕云手中忽然出现了一对金色的雷霆大戟，滋滋滋，以雷霆大戟为中心，周围空间被剥离，
李慕云和海葵瞬间来到了一处独立空间。领域中，天空乌云密布，无数金色雷霆落下。李慕云背后金色的星环亮起，他挥舞着手中的雷电戟往海葵的脑袋上一插。第8星环，十方闪电，轰隆隆，雷霆大戟裂开了10道千丈金色雷霆，以顺时针的方向横扫虚空。好，海葵巨大的身躯被金色的雷霆笼罩，让他巨大的身躯一阵抽搐。可尽管如此，他体内的灵核依然发出了灼眼的光芒。宁海州陆地和海洋的战场，此时无数武者正看着远海方向。而忽然，在某个空间节点，猛然射出了一道100米粗的能量光束。光束没有落在宁海州以及陆地上，而是落在了距离城市1000米处的海洋大陆架上。轰！地动山摇，只听咔嚓一声，和宁海州一样，同样是几百万人居住 A 级千岛市，它所在半岛下的大陆架被光束产生的地震摇碎，整片大陆顺着海洋开始飘荡起来。在移动了近1000米后，千岛市所在的半岛直接和原来的陆地隔海相望，形成了一座真正的超大型岛屿。吴凡一刀斩在妖兽的头颅上，20多米高的巨型海兽瞬间倒地，鲜血滴落在地上，发出嗤嗤的声音，将地面腐蚀出了一个半米深的大洞。吴凡诧异地发现自己的长刀上面沾染了点点的荧光物质，他用力一甩，居然还甩不掉。可还没等他继续观察，从宁海州方向忽然传来了一道巨响，随后天地一暗，紧接着就是猛烈的地震，这震感不低于西南那次的里氏 8.0 级。正在快速前进的车队，好几辆车被颠簸的直接侧翻。短暂的地震过后，还没来得及回过神，众人就看见一道近1000米高的巨浪朝大的拍了下来。快躲到高处去！和这么高的海浪比速度是不可能的，现在唯有找到一处地势高的地方躲避。就在话落之间，从跨海大桥侧面而来的海水就打了过来，直接将低于10米高的树木淹没。吴凡小队带领着几千名普通人躲在一个小山上，但海水一来，小山也被淹没了一大半。不等众人喘口气，伴随着海水而来的无数头海妖，四面八方朝吴凡他们杀来。阳关三叠，灵犀三管，飘血。20多名小队成员分开站立，各自守在一处地方，但这群海妖就像是疯了一般，一个个不要命般的冲上来。尽管他们都是华夏武大的精英武者，可也架不住这么猛烈的攻势，防守圈在不停的缩小。噗嗤！方天迅被一只海兽洞穿了身体，口吐鲜血向后飞去。另外一边，张之白的手指已经磨出了细密的伤痕，身上的灵压也接近枯竭。此时，唯有吴凡因为3倍灵压的关系，恢复速度比得上消耗速度，可他因为没有护体灵压的关系，被多只妖兽包围后，身上已挂满了伤痕。武技点将！正在厮杀的吴凡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一轻，流血的伤口开始愈合，消耗的体力和灵压也恢复了一截。他回头一看，只见文人优越身上正散发着清脆的绿色光芒，将素手抬在胸前，给所有人施展治疗。有了他的治疗加持，众人再次将压缩的包围圈反杀了回去。武技4象刀法。随后没有了顾虑的吴凡紧握手中的长刀，身上爆开强大的气浪，一股强风吹来。剑刃风暴，他借风起势，身体跃向半空，灵压如同狂风一般，形成了一道100米大的风暴漩涡，席卷八方。无数灵压粒子形成的锋刃迅速扩散向外围杀去，沿途碰到锋刃的低阶妖兽被尽皆撕碎。纵有疾风拔地起，我欲乘风破万里。狂风怒嚎，灵压激荡。吴凡眼前的陆地此刻已经是一片汪洋，他举目望去，有许多妖兽的尸体正泡在水中，赤色的鲜血染红了海水。嗨呀！周围传来咳嗽声，方天迅正抱着长枪，背靠在一块小石头上半昏迷，莫清武则在给张之白的手指缠绕绷带。武技扶风，一股清新淡雅的柔风吹拂在吴凡的身上，就像是空山新雨，让他本来昏昏沉沉的脑袋瞬间清醒，只感觉长久以来斩妖厮杀的血腥味都被这股柔风给吹散了不少。笔下文学。呼！吴凡深吸一口气，眼神看向远方，即使隔着很远，在这个小山上依然可以看见海面上正发生的大战。砰！只听一声巨响，一头巨型妖兽从虚空中砸到海面上，海葵的触手基本断了，巨大的刺包本体也被斩掉了一大截，他浑身被李慕云的雷电戟给电得焦黑无比，很像烧焦的铁板鱿鱼。而李慕云同样浑身是伤的站在空中，他模样凄惨，手臂都断了一截。可是这场战斗终究是他胜利了。李慕云看向倒在海水中已经不再动弹的海葵大妖，此刻他身上依然还有微弱的灵压，生命力真顽强啊！别看李慕云现在还能行动，但他先是和邪教圣徒交手一番，后来又和大妖大战一场，此时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再动手了。杀！沿海的武者怒吼着，振奋着朝妖兽杀去。尽管李慕云无法再出手，可他站在哪里就能让所有人受到鼓舞。无数武者在踩在漂浮物上和海中的妖兽搏杀，一时间妖兽被杀得节节败退，被淹没的陆地也在渐渐退潮，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但真的是这样吗？就在这时，李慕云忽然捂着自己的胸口，他脸上的画面一下子变成了黑白线条，就像是突然遭遇了什么巨大的变故一般。这是李慕云发现自己身上沾染了许多荧光色的物质，起先他还沉浸在大战后的休憩之中，根本没有注意这些荧光物质，而等他注意到时，这些荧光物质就像是活了一般，开始往他的体内钻。是刚才和海葵战斗时，他体内血液溅射到我身上的东西。不对，李慕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名字，苏拉。难道苏拉并没有死？这些荧光物质全部都是苏拉的活体细胞，给我滚出去！李慕云身上灵压爆发，想把苏拉的细胞全部震飞出去。可就在这时，本来已经濒死的海葵用仅剩的断肢触手拍向了李慕云，躲闪不及的李慕云被直接拍进了深海之中。与此同时，那些还在进攻陆地的海妖忽然虚弱地趴在了海水中，
无数荧光色的物质开始离开他们的身体，进而向着坠入深海的李慕云而去。荧光物质离开妖兽身体后，那些妖兽以极快的速度死去，就像是被抽干了生命本源一般，灵压消散，彻底失去了生机。这到底发生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还在前线战斗的武者们傻了眼。砰！下一秒，深海忽然爆发出一道冲霄的雷霆，无数荧光物质被恐怖的雷电力量打成了飞灰。想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你真是小看我了。尽管李慕云连番大战，可依然不是苏拉能偷袭秒杀掉的。于是海葵、苏拉、李慕云就这样僵持下来。但在另外一边，哦，吴凡忽然吐出一口鲜血，红色的液体居然散发着荧光物质。吴凡，你怎么了？文人优越和一众同学马上围了过来。别靠近我！吴凡身上灵压爆开，远超一名 F 阶巅峰武者的力量，一众同学被逼得连连后退。你们快看！在张之白的惊呼声中，众人身上的海水中死掉妖兽的荧光物质全部朝着吴凡飞去。武技，惜春，点将。文人优越身上一片清脆柔和的光芒洒在吴凡的身上，让他不断被神秘力量崩坏的身体能快速恢复。我的天，你们快看！官员瞪大了双眼，此时他们所处的小山周围已经被无数的荧光物质包围。可嗨嗨！吴凡再次咳出一大口鲜血，吃，鲜血滴落在地上，发出了类似浓硫酸的声音。地面上的草很快就焦黑碳化。不行，不能待在这里。一点点荧光物质他还能承受，但如果这些全部涌入了他的身体，最后只怕是凶多吉少。于是他猛然站起身，一个大跳，跃起10多米远，脚踩在了海面上的妖兽尸体上，朝着远处奔去。哗！这些荧光物质就像是有生命一般，看着吴凡离开，转身朝着他追去。嗖！吴凡脚踩妖兽尸体，在宁海州城郊外不断跳动。这难道就是之前说的灵界大妖苏拉的污染物质？怎么感觉有生命一样？而就在这时，吴凡忽然身体一顿，因为他感觉到那些恐怖的荧光物质居然正在入侵他体内的金色星环。金色星环的本质是一团发生高能灵压跃迁的聚合态星云，里面有无数灵压粒子在散发着恐怖的能量。这些荧光物质在碰触到金环的一瞬间，被直接烧成了飞灰。有效果！吴凡大喜过望，他本来以为毫无反制的手段，却没想到金色星环能克制这些荧光物质。可就在下一秒，吴凡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在第一团荧光物质触碰到他金色星环的那一瞬间，整片海洋都沸腾起来了。哗！从遥远的海边，从无尽的海妖身上，几万海里的区域，所有的荧光物质就像是同时接收到了信号一般，开始集体朝着宁海州内陆一处背海。水淹没的城尖来。所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来了。一名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拿着数据报告说道：这团荧光物质不是苏拉的本体，而是他的灵核细胞。灵核细胞？没错，苏拉大妖已经确实死亡，但由于他体内的灵核与日岛的人类境地接触产生了变异，导致他体内的灵核有了类似于细胞的功能。等等，你是说现在遍布所有海洋区域的荧光物质其实就是苏拉的灵核？海葵大妖疯狂拍打着海面，整个宁海州的天空被黑云笼罩。李慕云体内遭受着苏拉细胞的疯狂侵蚀，另一边还要和海葵展开最后的殊死战斗。砰！他的身体被海葵的触手拍飞，凌空倒飞出去几千米，最后狠狠撞在了宁海州的城市中，砸出剧烈的地震。此时的宁海州已经被海水淹没，平均水位达到了恐怖的20米。轰！10多栋高楼被撞塌，周围好几名 B 阶武者想飞过去看看情况，却只听身后一道恐怖的声浪传来。灵压混合着音浪，直接震碎了靠近海边的几百栋房屋，数不清的瓦砾石块混杂着灵压粒子四散飞出，像爆开的手榴弹碎片，将周围几百名武者打得遍体鳞伤。此时，不论是濒死的妖兽，还是中低阶武者，被海葵大妖这一吼，瞬间死伤大片。而距离声浪最核心的生物，骨头和肉体在刹那间分离，变为一阵腥风血雨，混杂在漫天的尘埃中。孟非、高天强，有人呼喊这些人的名字，但他们已经无法听到了。哈哈！此时空间封锁中，一名戴着血红色面具的女子浑身是伤的走了出来。一省的总督居然守护不力，导致沿海7、8个地级市被海妖袭击破城，低阶、中阶武者死伤无数，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直接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我的任务已经快要完成了。千羽灵捂着嘴巴大笑道，但因为面具有隐蔽作用，导致他的声音很像动漫里那些反派特效的重叠音，只能大概听出是个女人，但更详细的就不知道了。陛下文学，你别高兴得太早，其他省区的强者已经赶来了，你蹦跶不了多久。第7裁决方汉瑶一剑斩来，剑光直冲云霄，将黑云遮蔽的天空展出了一片朗朗晴天。阳光透过这道天坑照射进来，仿佛希望的曙光一般。这省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但没有周围的强者来帮忙，不是因为其他省区的强者坐视不理，而是他们各自的省区也有恐怖的大妖和强大的类似于邪教的组织。一旦擅自离开镇守地，导致自己所在的省区出现问题，那麻烦就更大了。可哈！李慕云艰难地站起身，他现在面临的其实是2头大妖的攻击。他看着远处的海葵，随后一咬牙，双手握住自己的雷电戟，眼中厉色一闪，随后猛地插进自己的胸口。雷霆招来！轰！一道金色的闪电破开云层，径直劈向李慕云。啊！李慕云发出一声怒吼，敞开护体灵压，只身迎接雷霆。滋！在雷霆贯体的那一刹那，他体内的苏拉细胞瞬间化为飞灰。哗！本来水面上还有一堆荧光物质，在雷霆导电的原理下，以李慕云为中心，整个宁海州的水面无数雷霆在跳动。呼！李慕云整个身躯已经是一片残破，
虽然还有个人形，但体内的经脉、血管、骨头都已经脆化，终于解决掉一个麻烦了。李慕云身体被灵压拖住，缓缓地升到了空中。随后，他用颤抖的手握住雷电戟，径直朝着正在肆虐的海葵大妖杀去。李总督，刚才的这一幕被许多武者都看到了，其中就包括吴凡。李慕云的雷霆不仅帮他自己清除了体内的苏拉细胞，也帮吴凡缓解了巨大的压力。吃吃，吴凡体内的苏拉细胞被金色的雷霆烧成了飞灰，可这些荧光物质就像是认准了吴凡一般，随即又涌入过来，即使被金色星环灼烧殆尽，也没有停止。金色星环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吴凡的身躯被不断涌入的荧光物质破坏，手臂、胸口的皮肤已经开始了核裂变反应，而远处似乎有更多看不到边际的荧光物质正朝着他而来。这样下去撑不住的。吴凡感觉到意识正在渐渐模糊，脸部也开始了核裂变反应。与其等死，还不如拼死一搏。一个星环不够的话，那两个呢？吴凡话音一落，他展开了体内第二个伞状星云。苏拉的灵核细胞一下子就撞在了流动的星云上，瞬间产生了恐怖的爆炸。这团荧光物质的本体其实就是苏拉的灵核，只是分成了无数个小点而已。武者想要激活星环，必须是在超高的能量激化下，让灵压粒子产生能级跃迁。而此刻就是在发生这项反应。坚持住！吴凡感觉体内有亿万颗燃烧的星辰在爆炸跳动，而每次在吴凡身体快要承受不住之时，第一道金色的破军星环就会将能量牵引到另外一边。嗡！吴凡的背后陡然亮起一道金色的光环，而在第一道光环后，隐约间可见第二道光环正在虚空中凝结。不过此时的吴凡已经是极限了，根本无法阻止星环亮出它本来的等级。吴凡只好将手放在脸上，一道血红色的灵压粒子浮现。唰！邪教的圣徒面具被吴凡召唤了出来，随后由灵压粒子构成的黑色斗篷将他浑身遮盖。轰！只见海葵大妖体内灵核一闪，一道恐怖的光束穿透了李慕云的左胸。噗！李慕云的心脏被高能灵压瞬间烧成了空气。可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停下攻击。只见他体内的灵压粒子流动，不断给身体输送能量。虽然这种续命的方式不持久，但对于顶级武者来说，只要有充足的灵力做支撑，坚持几个月都不是问题。可是李慕云经历了连番的大战，体内早已是灯枯油尽，他脸色苍白，经脉锯断，骨头被雷霆击碎后又开始战斗，现在已经化为了齑粉。就在双方鏖战之时，海葵的身躯忽然发生了变化，本来是一团水母状的透明主体，突然从中间裂开了一张嘴。随后，海葵在无数武者的注视下，一口吞掉了李慕云。之后，本来已经残破不堪的海葵体内猛然爆开一道恐怖的灵压，随后身躯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他浮在空中的主体下方，竟然长出了一双巨大的人腿。宁海州市长潘伯涛此时正愣愣地站在原地，在李慕云被吃掉的那一刻，他的大脑已经停止思考了，只是嘴里喃喃念叨着：这大妖海葵要进化了。这对人类来说是一幅无比绝望的画面。但就在海葵大妖正在海洋里进化的同时，与之相对的陆地上忽然爆开一道所有人都能看见的金色光束。那是什么？妖兽苏拉。有人看向宁海州城内出现的那道金色光束，不对，有道人影。血红色的面具，灵压构成的黑袍，手中依稀提着一把被灵压粒子环绕的模糊长刀，背后两道一虚一实的金色光环，身上还不断散发着蓝绿色的荧光，空气中还有雷电环绕。邪教圣徒。在看到李慕云被海葵吞噬后，许多人就已经精神崩溃了，而现在居然还出现了一名邪教圣徒。完了，不光是宁海州，半个这省都要没了。而就在所有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只见那名金光环绕的邪教圣徒凌空一跃，横跨千里，瞬间来到了海葵大妖的面前。砰！两者的护体灵压瞬间撞在了一起，海面顿时下压，形成了一道气体真空。吴凡身上的苏拉灵核被瞬间消耗了一丝能量，尽管他的力量被李慕云消耗了一些，然后又被吴凡用来激活第二道星环，但其强大的力量依然不是吴凡能吃得下的。死！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吴凡体内的苏拉灵核细胞在察觉到海葵开始进化的那一瞬间，便不再侵蚀吴凡的身体，反而开始提供纯粹的能量。砰！吴凡身体陡然爆发出惊人的灵压，背后第二道虚幻的光环也开始加速凝结。你想要复仇？似乎是心灵感应，吴凡从苏拉细胞中读出了这道信息。为了躲避日岛的人类境地，被迫来到华夏，却被远海的大妖斩杀。虽然苏拉已经死掉，但其变异的灵核却依然带着对海葵的巨大恨意。吴凡深吸了一口气，手中长刀忽然吸收了周身的金色雷霆。武技3000雷刀。轰隆！这一次的雷刀和以前的完全不同，只听一声响彻天地的炸雷，吸收了李慕云金色雷霆的长刀，在苏拉庞大的灵压加持下，瞬间展出了几千道巨大的金色雷霆刀芒。轰隆隆！破军惊天一击！海葵的几百道护体灵压被一层层的击碎。虽然苏拉的力量比海葵弱，但有吴凡强大的攻击穿透，他再厚的盾也不好使。恐怖的金色雷霆刀芒破开无数道护体灵压，最后直接斩到了本体。好！海葵不再发出吱吱吱的尖锐声，而触发出了类似人类一般的吼叫。嗡！海葵大妖透明的本体内，灵核瞬间闪耀，超高能灵压正在汇聚。砰！一道数值的能量光柱在吴凡所在的空中原地升起，恐怖的爆炸能量将周围几百米范围内的物质都泯灭了。撤退！快撤退！虽然潘伯涛不明白为什么邪教圣徒要和海葵大妖打起来，但如今这种局面已经不是他们这些不到超 A 级的武者能左右得了的。现在继续留在这里也是徒增伤亡。潘伯涛立马组织所有人开始撤离沿海。轰！在他们撤离的时候，只见邪教圣徒一刀劈开了光束，同时飞出一脚将海葵踢飞了几千米远。此刻的潘伯涛很迷茫，
因为他不知道是希望邪教圣徒能斩杀大妖海葵，还是大妖海葵打败邪教圣徒。在承受了海葵的能量爆破后，吴凡体内的苏拉灵压消耗了一大截，身上的荧光物质也开始失去了光芒，在一闪一闪的跳动着。这样下去，就算是苏拉的灵压彻底消耗完，都无法将海葵击杀。吴凡盯着海葵本体中那颗闪烁的金色灵核，心中了然，只能速战速决了。海葵发出狂暴的吼声，本来在进化的身躯也因为吴凡的攻击而暂时停止。而就在这时，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身上光滑透明的皮肤居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尖刺。吴凡体内的苏拉灵压光速燃烧，背后第二道光环闪耀出璀璨的金光。嗖！吴凡脚下一踩，身体朝着海葵大妖俯冲而去，因为速度太快，在空中拉出了一道笔直的金色闪光。好！苏拉发出疯狂的叫声，他迅速将所有的灵压收缩，5000多万的超高能灵压团凝聚成一个小点。在吴凡靠近的那一刹那，压缩的灵压团发生坍缩，随后犹如宇宙大爆炸一般，在100万分之一的时间里变成了足以吞噬所有的黑暗球体。轰！咔！巨大的黑暗能量球迅速膨胀，吞没了海葵和吴凡周围几千米的范围。宁海州的半个城市也被波及，高楼大厦和地面迅速变为尘埃，就像是在沙滩上堆积出来的城堡被涨潮时巨浪拍散时的那样。轰！因为这场连番的大战，宁海州附近千里的海域地形已经改变，本来只有3000多米深的海床，现在直接变成了上万米。大陆架也被打出了裂痕，不少岛屿被巨浪吞没，彻底消失。邪教圣徒死了吗？这下没人能阻止海葵大妖了。黑暗能量球在几秒钟后消失，而吴凡本来完整的身体，现在只剩上半身躯和一只握刀右手。好，好！海葵大妖发出兴奋的声音，他本体张开了大口，准备将吴凡也吞噬。可就在这时，吴凡背后的第二道星环彻底激活。第二星环，量子重构。第二星环，天煞。被动技能，量子重构。简介：使用灵压粒子让身体光速重构。在吴凡第二星环的影响下，苏拉的灵核细胞瞬间化为最纯粹的灵压粒子，光速填补在吴凡已经被毁灭的身躯周围。刹那间，吴凡残破的身躯就重新变为完整的状态。轰！吴凡一刀劈在了海葵伸来的大嘴上，但海葵看似透明柔软的皮肤却和钢铁一样坚硬，长刀与其碰撞后发出了剧烈的火花。噗嗤！从海葵的皮肤下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如同长枪一般的尖刺，这些尖刺将吴凡的身体捅成了马蜂窝，鲜血顺着尖刺流下。虽然身受重伤，但吴凡丝毫没有停手的打算，他双眼死死地盯着海葵体内那颗金色的灵核，眼中金光一闪。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轰！一瞬间，整个东海都能看见一道冲天的光束升起。吴凡将体内所有苏拉的灵压全部汇聚在长刀上，随后对着海葵那颗正在闪烁的灵核一刀斩下。恐怖的刀气穿透海葵的身体，沿途奔着远洋一路而去。从宇宙中远望，再滑下到美帝中间，一半的太平洋上，连云图都被斩成了2截。时间犹如静止了一般，声音也消失了。海葵巨大的身体停止攻击，像是一个奇观雕像一般，静静地立在那里。但这一切都只是瞬间发生的事情。下一秒，吱！海葵发出凄厉的声音，巨大的身体从中间裂成2半，随后像疲软的橡皮泥一般缓缓倒在了宁海州近海的海水中。砰！就在海葵大妖倒下的同时，他的皮肤、他的本体、他身体每一寸的地方都爆开了巨大的血球。哗啦！本来一颗篮球大小的细胞组织，在它爆开后，忽然就产生了一个篮球馆那么大的血团。海葵本体有1000米高，这下死亡后爆开的血海直接产生了无边的血河，朝着宁海州、千岛市、其他的海岛、近海、远海四面八方蔓延而去。有在天空中飞翔的海鸥忽然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扑打着翅膀从空中摔了下来，翅膀被血色海洋包裹，像是涂上了厚重的沥青，无法挣脱，最后淹死在血海里。有正在游动的东星斑忽然像是窒息了一般往海面上浮去，但在这个过程中尾鳍不再摆动，最后鱼肚白朝上浮在了水面上。不光是这些生物，就连一些海妖也同样如此。与他们相比，人类就要幸运得多，少数在宁海州城市内的武者和普通人爬上了没有被海水淹没的大楼，躲过了一劫。一物死，而万物生。海葵大妖爆出的巨量血水其实并不是什么有毒物质，相反里面蕴含超级浓郁的灵力，只是其浓郁程度连普通的或者低阶的生物都承受不住。那些死掉的海鸟、海鱼、海妖不是被毒死的，而是被强大的灵气灌死的，这种就和人类吸入过量的氧气产生醉氧状态是相似的。有些世家大族用秘法药浴给后辈添浇洗精法水，所泡的药液其中就有海葵大妖爆出来的这种浓郁精血，而且这还是最顶级的那种。这最后的血海究竟是谁的灾难，又或者是谁的机遇呢？吴凡并没有阻止这血海的蔓延，一来他体内的力量正在快速消退，他阻止不了；二来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虽然会有人承受不了这血海的庞大能量而死掉，但也有普通人沾染了这浓郁的血海，身体脱胎换骨，百病不侵，说不定还能觉醒灵气，成为武者。看着不断染红的海水，隔海相望的千岛市，大半城市变为废墟的宁海州，倾斜的大陆架变为万米深的海沟，以及无数正在死去和挣扎求生的生物。吴凡戴着血红的圣徒面具，浑身被黑袍包裹，背后浮现2道金色的星环。我曾仰望星空，脚下却是一片死地。此刻的他犹如人间神灵一般。医院，复活点，不对，是病房内。吴凡睁开了眼睛，熟悉，真是太熟悉了。滴滴，他胸口贴了7、8个贴片，旁边连着的是心电图检测仪。吴凡，你终于醒了，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眼前凑过来一个熟悉的面孔，一股馨香传入鼻腔，神子双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学姐，你放心，我没事。吴凡在力量消退后，就直接晕倒在宁海州某个高楼的顶楼上，
因为他身上有苏拉和海葵残留的气息，没有任何妖兽敢靠近他。没事就好。医生说你只是灵压严重透支，休养1周就好，但你却昏迷了大半个月，真是吓死我了。见到吴凡真的没事，沈子双如释重负，因为这次集训是他安排的，如果真出了什么事，他会内疚不安的。其他同学都没事吧？吴凡问道。其他人都没事，文人优越和张之白他们在等到海水退潮后，还在到处找你。许风霜和秦少商他们待在千岛市，除了遭受了大妖的灵压冲击外，也没有受伤。沈子双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电视机。由于海葵和苏拉的影响，在本次大妖冲击中，包括宁海州、千岛市在内的近10座地级市受到波及，遇难35827人，失踪15721人。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宁海州及其周边海域被宣布成为高危地带。这省总督李慕云被大妖重创，因需长期治疗，由副总督李瑞暂代总督之职。面对这次重灾，帝都中央高度重视，将派核心领导小组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主持灾后重建工作，重新建立新的安全区，确保人民不会受到2次伤害。新闻方方面面地介绍了本次大妖冲击后发生的事情。本以为这次和以前一样，就只是一场普通的大妖冲击，结果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沈子双叹了一口气说道：“别看死亡人数只是一串数字，背后牵扯的可是无数个家庭。”吴凡拿出手机翻看了一下热点信息，前10基本上都是这省的这次双大妖冲击。听说还有邪教圣徒的参与。沈子双点了点头说道：“没错，之前的第7圣徒死在了华夏某个人类禁地里，这次来的是一个叫做千羽灵的候补圣徒。事后根据裁决所的调查，这个千羽灵本名叫做千羽灵子，是日岛人。”日岛人？吴凡有些略微吃惊，但随后他反应过来，苏拉是从日岛来的，那么这次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他策划的。沈子双摇了摇头说道：“这涉及到更高层的信息了，我们接触不到的。”吴凡拿着手机沉思道：“如果只是将逃离日岛的苏拉引向华夏，那还勉强可以接受，但如果事情从日岛主动产生人类禁地这件事上开始，他就有参与的话，那这个候补圣徒的危险等级会非常的高。”是啊，沈子双点头认同道。不过这次事件有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听之前在现场的武者说，他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邪教圣徒，最后好像是他斩杀了进化的海葵大妖，不然这次死亡的人数得有现在的10倍以上，经济损失可能难以估计。事后根据裁决所那边的分析，他们推测另外一个邪教武者应该也是一名候补圣徒，他之所以斩杀海葵大妖，不是为了保护这省，而是他正在和千羽灵抢正式的圣徒名额。吴凡在听到沈子双的话后，脸上忽然浮现出奇怪的表情，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说了一个字：啊，怎么？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看到吴凡的表情，沈子双担心的问道。没有，我只是觉得裁决所他们的分析，很有道理的样子。吴凡一脸认同的点点头。哎，虽然我知道这样说不太好，但这次如果没有另外一个邪教圣徒出手，这省这场大妖冲击后果不堪设想。沈子双下意识说道，随后他脸色又变了变，捏紧拳头说道：但如果没有候补圣徒千羽灵搞事，事情也不可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这次大妖事件不仅对华夏沿海造成了冲击，半个太平洋海域的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但你知道现在国际上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吗？说到这里，沈子双怒气冲冲地拿出手机，连上了 VPN， 登录上了外网。网友漂泊的东北大袋鼠留言：华夏的兄弟姐妹们真是太离谱了，你们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漂泊的东北大袋鼠，我的枫叶国室友居然质问我，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排放零核污水？漂泊的东北大袋鼠，各位同胞，我知道你们肯定和我一样，在听到这句话后会满脸问号，因为我以为全世界都知道那是日岛排放的。漂泊的东北大袋鼠，但是我在学校问了一圈，居然有 30% 的同学认为那是我们华夏排放的，还有 50% 的同学认为不光日岛、华夏和美帝，还有好几个大国都在排放。漂泊的东北大袋鼠，然后他们就说，这次的大妖事件是因为我们这边造成了污染，让本土大妖海葵生存不下去，才选择攻击这省的，还说我们给周围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要我们进行国际援助。漂泊的东北大袋鼠，兄弟姐妹们，哇，真是离了个大谱啊！这是吴凡本来心情还挺平静的，因为他觉得能在这次事件中活下来，已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了。结果没想到，就看了这一段话，血压就控制不住了。这种东西真的有人信啊？沈子双叹了口气，说道：别人国家主流媒体允许的版本，他们本国的人民为什么不信呢？比如华夏官方新闻报道一件事，你信还是不信？你获取信息的手段都是经过加工的，无论你是华夏人、日岛人、美帝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美帝，他号称言论自由，但你在他们的网上谈论肤色问题、环保问题或者素食主义问题，你试试删不删你评论，封不封你账号？你知道前1年日岛前首相被日岛第一男枪刺杀身亡的事吧？那你知道死亡的前首相，他的外公也是日岛的首相吗？美帝有控国的资本，难道华夏就没有1000年的世家吗？听到沈子双的话，吴凡从鼻孔里深吸了一口气，随后缓缓呼出。这些道理他何尝不知道呢？他吴凡为什么要成为武者？不就是想要更多的人不被像梅杰那样的武者贵族欺压吗？可为什么在经历了黑暗后，他吴凡依然还选择所谓的光明？只是因为他依然选择相信，仍然保有热血罢了。但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抱有幻想，那么他就会彻底戴上圣徒的面具，提刀北望。学姐，那现在我们的暑假集训怎么办？还开不开了？抛开这省发生的事情不说，吴凡还是比较关心修炼资源的。我感觉你身上的气息好像有点变化，你进阶到1阶了。沈子双等级比吴凡高太多，仔细感受了一下，他发现吴凡的气息确实变强了许多。吴凡也不废话，直接亮出了自己的星环，一白一黑，黑色的。
这下轮到神子双吃惊了。大海上到处都是妖兽的尸体，我碰巧找到一头魔神大妖的灵核，然后进阶到了一阶。吴凡也考虑过把天煞星环染成紫色，但他后来权衡了一下，以后想要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势必要表现得强势一点。如果2个星环只是一白一紫，那么即使有3倍灵压的说法，也可能会被人怀疑。所以把第2个星环染成黑色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刚好有这次大妖事件，大海上确实有很多高阶妖兽的尸体，每年在战场上获得高级星环的武者也不少，所以这个说法很容易被人接受。虽然黑色的魔神大妖灵核很珍贵，但比起大荒真种的金色灵核来说，还不是那么离谱。吴凡心里想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本来你先天灵气等级不高，可能和那些天骄有差距，但你又是3倍压缩，又是得到黑色星环，或许在更远的以后，你依然会被那些有天赋的武者甩在身后。笔下文学，但至少在一阶甚至地阶，你还是有和他们一战的能力。说实话，神子双其实并不看好吴凡，每年像他这样的低阶武者，在等级低的时候，可能也会压那些灵气等级高的天才一头。这是因为武者在等级低的时候，决定胜负的条件有很多，比如战斗经验、心理素质，或者一门强大的武技、轻敌程度等。但大家等级起来后，就像海葵大妖那样，几百层超级厚的护体灵压摆在哪里，你连人家护体灵压都打不破，你还怎么战斗？就像玩对抗游戏，你身上只有1个出门装，对面是6神装，就算你操作再好有什么用？已经是纯粹的数值碾压了。但吴凡不同，他从自主招生开始，就连续的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追赶他和其他人的差距。那全国大赛你可要加油了，如果能获得冠军的话，最低也能获得一个魔神大妖的灵核，你还能在 C 阶和那些天骄碰一碰。最低一个魔神大妖的灵核，吴凡觉得这句话值得推求。别想那么多，我只是想给你一个目标而已，希望你不要好高骛远，等到真正获得冠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说着，神子双就站起身。现在才8月初，我们的集训还会继续开展1个月，等你身体恢复了，就可以马上回到集训基地参与训练，是吗？吴凡现在刚进阶到1阶，急需大量的修炼资源提升自己。之前张之白、许风霜他们就在10多天的集训中修炼到了1阶巅峰。我手里攒了80学分，本来想攒够1000点换魔神大妖的灵核进阶的，但现在情况有变，全国大赛的冠军至少都是黑色灵核，那就不用攒学分了，先把灵压提升上去，去争取那个全国冠军。至于为什么吴凡不担心地阶晋级的灵核，因为在吴凡进阶到1阶后，他体内的圣徒面具忽然产生了某些变化，识海内忽然出现了一个空间立方体，这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在前任第7圣徒贝斯科德的血红色面具里面，居然藏着一个保险柜大小的独立空间，而此时一颗金色的灵核正静静地躺在里面，它缓缓地散发出金光的灵压粒子，像颗太阳一般照亮了独立空间的内部。没错，这颗金色的灵核正是大妖海葵的灵核。吴凡之所以放弃海葵爆开的灵气血海，一方面确实是他没办法收集，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得到了海葵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当吴凡斩出最后一刀后，海葵的灵核便被他拽了出来，这之后海葵才化作了血海。而当时从血海中还浮出了一个浑身残破不堪的人影，那个人正是这省总督李慕云。他当时的情况很糟糕，因为海葵进化出了双腿，所以李慕云的下半身体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吴凡再晚一点出手，那李慕云整个身体都会被海葵消化。妖兽吞噬进化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应该和人类利用灵核激活星环的速度差不多。而且吴凡有预感，像这种被妖兽吞噬进化而损失的身体，可能不是那么好修复。李慕云的武道晋升之路大概率就此中断了。不过能保住一条命，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但值得说的是，如果只是海葵一头大妖，李慕云完全有能力斩掉他。可惜他先是被候补圣徒牵制，为了强行突破封锁，消耗了一些力量，之后又被苏拉细胞侵蚀了一波，前后2次和海葵大战一场，最后才被海葵出其不意的吞噬。而且李慕云所代表的官方势力只占这省总势力的1/4，如果海葵真的敢侵入这省内部，危害到那些地兵家族和武道圣地，还有顶级猎武者工会，只怕会被3家联合起来斩杀。没了李慕云的牵制，这省的其他势力就要开始扩张了。之前新闻里有说，帝都中央派了核心领导小组过来，这里面绝对有灵界超 A 级的强者，他们表面上是来防止有其他大妖趁虚而入，其实应该也有镇守这些不安分势力的想法在里面。想到这里，吴凡又仔细看了看识海里的独立空间，这个独立空间应该一直都在，只是我之前的实力不够，开启不了，因为这涉及到空间的力量，那都是资深 A 阶武者才能掌握的。至于吴凡实力还不到 A 阶就能开启，估计还是苏拉强大的灵压帮助，再加上2道金色星环，确实是有点东西。完整的独立空间应该很大，这应该是其中的一角。不过就算只是一角，他还是在里面发现了一些贝斯科德留下来的东西，几颗灵力十分充沛的灵石，但吴凡不敢拿出来，因为这里是医院，周围有人有监控。不过因为之前光头和教授送过他一颗上品灵石，所以吴凡能感受得出来，这个独立空间里的这几颗灵石里面蕴含的灵力比上品灵石浓郁许多倍，所以他心里有个猜测，这应该是极品灵石了。不愧是邪教圣徒，连私人空间里摆放的灵石都这么的不简单。光是这几颗极品灵石，吴凡在1阶压缩灵压就不用愁了。如果升级到地阶之后，还能在面具里发现更多东西的话，再加上学校给的资源，说不定可以冲击一下4倍甚至5倍灵压的压缩。mwxbj.org。 想到这里，吴凡马上从病床上跳了下来，活动了一下全身的筋骨。因为有量子重构的关系，他的伤其实好得很快，只是他现在为了不引人注目，特意放缓了恢复速度罢了。这段时间必须沉下心来修炼，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其实吴凡的实力，不说和地兵家族、圣地天骄相比，就在明面上这些世间天才中，他身具2道金色星环，已经是超出1截了。但吴凡告诉自己，
永远不要夜郎自大，不要做井底之蛙。我只是一个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武者，我能知道现在就一定强过所有的同龄人吗？吴凡不清楚，因为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眼界有限。即使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华夏武大，算是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平台，但上面的阶层到底有多少？最上面的那批人实力究竟如何，底蕴如何，他是真的不知道。所以他必须在目前这个阶段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眼前所见没有跑在你前面的人，你还会不会加速冲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能确定真的没有人跑在你的前面了吗？或许人家已经跑到你看不到后背的程度了呢，甚至他们的起跑线就是你所认为的终点线呢。吴凡很庆幸自己能经历2次超级灾难而不死，还获得了天大的机遇和成长。虽然很遗憾在那2次大灾中都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但吴凡自认为他已经做到了极限，因为他没有系统，没有那些逆天的外挂，但他依然拼上了性命，所以他问心无愧，他对得起所有人。曾经孟洛熙问他为什么要救他，或许他还有一句潜台词：如果她不是一个女生，如果她不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女生，他吴凡还就不救。对此吴凡并不想解释，因为当初他跳下水救人时就根本没有想过是男是女的问题，而且在他把人救上来之前，孟洛熙是戴着面具的。正如吴凡对孟洛熙说的那样，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他人。而在经历了几次生死后，事实证明吴凡依然还是那个吴凡，他还是那个充满热血和冲劲的少年，他没有因实力的增长膨胀，没有因地位的提升而改变。如果一个人曾经经历了黑暗，经历了不公，经历了挫折，就吵着闹着要加入反派，要黑化，要不择手段，要报复一切，那他永远只配当个弱者，因为真正的强者心灵哪有这么脆弱？如果没有坚韧的内心，强大的信念，永不言弃的精神，那么那些所谓的主角配当主角吗？屠龙者终成恶龙。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成了恶龙，那我不需要别人来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斩了。暑假8月6日，集训基地，吴凡从武装直升机上跳了下来。啊，吴凡，你不是在住院吗？这么快就回来了？罗显和秦少商正带着自己小队的成员在森林里跑步。我再不回来修炼，和你们的差距会被拉得越来越大。吴凡微笑着说道。时间不会因你一个人而停止。同样的，吴凡在进阶为1阶武者的同时，罗显和他们也在变强。此刻吴凡从他们身上感觉到的灵压比之前强了许多。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修炼了，就你现在的实力，但凡对战，你一定会输给我。罗显和眼中带着强大的自信，声音浑厚，底气十足。要不现在就来试试？如果是其他人，可能会客套2句，说下一次一定试试。但吴凡不会憋着，既然你罗显和这样说，那现在便战一场。吴凡的话正合他心意，罗显和二话不说，全身灵压激荡，脚下一踩，便朝着吴凡冲来。虽然没有召唤灵气和亮环，但罗显和形如猛虎，烈如罡风，在距离吴凡还有10米远的地方，猛然一拳轰出。灵压化作7、8米长的实质拳影，拳头的能量虚影比吴凡整个身躯还大。这一刻的罗显和犹如金刚罗汉，将士神魔，地阶武者，灵压外放。看到罗显和打来的巨拳，吴凡心中略微吃惊，因为不借助灵气，不使用武技，就能将体内的灵压化作能量攻击，这被叫做灵压外放，是只有地阶武者才能拥有的能力。进入地阶后，用拳的武者能打出10米长的拳浪，用刀的武者能劈出10多米长的巨大刀芒，用剑的武者能斩出10多米的剑气。因为根据武者协会的划分， F 阶和 E 阶的武者被称为低阶武者， D 阶和 C 阶被称为中阶武者， B 阶和 A 阶被称作高阶武者。所以此时的罗显和在面对吴凡的时候，纸面上是拥有着绝对的压制力。所以一般来说，一个武者迈入地阶就已经可以算是一名强者了。厉害！吴凡惊叹一声，罗显和的拳浪仅仅是眨眼功夫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如果是进阶前的我，估计会被这一拳直接秒杀。只见吴凡眼神开始变得认真起来，他右腿向后迈了一步，将身体侧面迎敌，左手身前微举，右手往后一拉，随后凝聚全身的灵压一拳轰出，和罗显和巨大的拳影撞在了一起。轰！只听一声巨响，巨大的拳影被瞬间轰散，恐怖的灵压四散飞出，地面被卷出半米深的小坑，周围几10米外的树木的枝桠尽皆折断。笔下文学。是！罗显和一个翻身落地，而吴凡则原地后退，滑出了半米远。罗队长好强啊，他这还仅仅只是普通的一拳，这一拳的威力只怕一般的地阶武者都接不下。是啊，而且他还没有用灵气和武技，全力施展下，估计和普通的 C 阶武者都有一战之力了。不过这个吴凡也是真的牛逼，居然能接下罗队长这一拳。虽然他后退了半步，但罗队长的灵压可是有3、4万，高他7、8倍了。吴凡也没想到自己会后退半步，他看着罗显和说道：“你开始压缩3倍灵压了。”压缩灵压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瞬间，但大概是有2个节点。比如刚进阶时就开始压缩，还有一种就是先修炼到当前阶段的极限，然后再开始压缩。对于吴凡的话，罗显和不置可否。你真的很强。他捏了捏自己的拳头，虽然吴凡被他击退了半步，可他是利用了地阶武者的特性才做到的，而吴凡却能接下他这一拳，真的令人出乎意料。我、秦少商、许风霜还有徐11他们，在之前这场的大妖冲击中，幸运的找到了几头魔血凶兽的灵核，然后利用他们进阶了。看样子你也应该是进阶了，星环的级别还不低的样子。这次看似简单的交手，表面上看是罗显和赢了，但大家都知道这一波是吴凡胜了。你恢复的不错嘛？沈子双坐在临时办公室里，饶有兴致地看着吴凡道：“我还以为你会被罗显和打得节节败退的。”学姐，闲话就不用说了，我想尽快开始修炼。吴凡直接说道：“咱们集训基地下一阶段的任务是什么？”知道这群修炼狂人的想法，沈子双也不废话，直接说道：“
咱们暑期集训呢，只剩下最后一个项目了。不过这个项目要等到8月底才开始进行。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利用学分兑换资源，然后自由修炼。对于这个日程安排，吴凡是非常满意的。他现在刚进阶，需要沉下来一段时间，专心提升灵压。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由于你们在这次的这省危机中配合军武部队驻守，在撤离中又击杀了许多海妖，保护了几千名普通人的生命安全。政府和学校给咱们乾隆班每个同学都发了300点的学分，然后队长额外还有200点。啊！听到这话，吴凡马上拿出自己的手机，点开 app 查询自己的学分，果然有580点。你们这一届的学生真是富得流油啊！想当年我们那一届的集训最多的就200点学分。沈子双没好气地说道：“真是没赶上好时候。对了，学分你不要乱用，这不是集训才独有的。等你入学，这些学分是通用的。我们华夏武大的老师都是全国最顶尖的。别看你现在战斗经验挺丰富的，但我很直白地说，你的战斗技巧很一般。”沈子双一针见血地说道：“你的战斗方式非常的简单有效，我承认这是最好的战斗方法，但你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非常粗糙，比如你的发力技巧、对人体关节的认知，还有呼吸吐纳的方式都需要加强。入学后，你可以用这些学分兑换资源、兑换武技，但同时，我希望你可以多报一些课程，像一些传统武学、八卦掌、八极拳、形意拳、戳脚、截棍，都是传承千年的基础武学，基本只要2到5个学分就能学到。你的队员林小璐你知道吧？他之前在战斗中就使用过一门叫做铁山靠的武技，而铁山靠和顶心肘正是八极拳中2大顶级的杀招。开学之后，过不了多久就是全国新生武道大赛了，时间还是挺紧张的。学姐，我会抓紧时间修炼的。”从沈子双那里获取了一些信息后，吴凡就离开了他的临时办公室，直接来到了7楼最顶层。这里的灵气果然好浓郁。这栋集训大楼不是一般的大楼，里面的空间和外面所看到的不一样。头顶是价值100万的水晶吊灯，脚下是珍贵的妖兽绒毯，有居住区、休息区、修炼区等10多个区域。第一，学生卡。吴凡在715号房刷了一个房间，房间整体比5星级总统套房大，有客厅、主卧和次卧等。不过最让人注目的还是那一面巨大的落地窗，透过窗户还能看见碧蓝的天空和海水。投屏？不对，吴凡仔细看了一下说明后发现，这面镜子居然是用空间材料做成的，而且他还利用了空间材料和海市蜃楼结合的技术，可以将全世界大多数公共空间的画面进行光学反射，转到大落地窗上来。灵力结合科技还真是蛮神奇的。华夏武大那些理学院、工学院的武者应该研究的就是这类东西吧？不知道后面会不会造出什么大陆架震荡器、月球位面灵压光束炮那些东西了。虽然吴凡平时修炼很勤奋，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脱离时代、脱离社会的人。像一些玄幻小说、科幻小说他也是会看的，特别是那些描写宇宙怪兽的文章，他很喜欢看。因为他认为宇宙这么大，虽然不确定是否存在像地球人一样的宇宙人，但宇宙生命是绝对存在的。地球上的生物，不管是动物、植物、微生物，其本质都是碳基生物。那茫茫宇宙中，是不是还存在着硅基生物呢？这是吴凡在看一本机械生命体小说时想到的。碳元素和硅元素都是元素周期表里第4主族的元素，不过硅拥有要比碳更加不稳定的结构，所以拥有真实生命的机械生物可能是存在的，但概率不清楚。这是学习所带来的思考。如果他吴凡只是一个会修炼、会打架的武夫，是绝对不会想到这些的。别认为这些联想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一种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种修炼后的放松。吴凡检查了一下周围没有监控后，从圣徒面具里面取出来了一颗极品灵石。本以为上品灵石已经够纯粹了，但和极品灵石一比，简直就是云泥之别。所有的灵石都是乒乓球大小，但如果用翡翠玉石来形容，那极品灵石所蕴含的光泽就是玻璃种帝王绿的级别。不过极品灵石好像也碰瓷不了玻璃种帝王绿的翡翠，经过雕琢加工的极品翡翠曾经卖出过2亿的高价，比极品灵石还贵1倍。所以千万不要惊讶最顶层那批人所拥有的财富，金钱在他们眼里真的就是个数字。你所感叹好几亿时的样子，和古代农夫幻想皇帝扛着金锄头在种田时一样，只是你不自知罢了。一颗极品灵石所蕴含的灵力大约是10万，而一阶武者的巅峰是3万灵压。但我的灵气是 N 级，传递效率可能只有 50%， 再加上压缩灵压所带来的消耗，一颗极品灵石应该只够压缩1倍。现在吴凡手上只有5颗极品灵石，但配合上集训基地顶层的灵气浓度，3倍压缩修炼到一阶巅峰还是绰绰有余的。修炼室内，吴凡一边练习着基础刀法，一边吸收着天地间的灵力。不过由于灵气太充足，导致整个房间的灵压粒子像漂浮的雾霾一样，可见度不足1米。呼，灵气氤氲，吴凡感觉体内的气血像汛期奔腾的河流，带着无数从外界吸收来的灵压粒子，沿着血液的体循环和肺循环不断冲刷着体内的细胞，滋润着身体的每一丝每一寸。经过灵气滋润的血管会变得柔韧无比，不会老化，不会脆化，因为战斗堵塞所形成的血栓、血梗阻全部被捋顺，通畅无比。初阶武者就是强筋健骨，中级武者就是脱胎换骨，造血重生，高阶武者可以不依靠内脏器官，用灵力支撑就可以。不论是低阶武者还是高阶武者，其实最大的弱点还是内脏，只是等级越高，应付的手段就越多而已，但终究还是有影响的。不过吴凡不用担心这点，因为有了量子重构，只要不被瞬间消灭全身，那就能光速恢复。灵压6381。吴凡看了看房间里自带的灵压测试仪，感觉灵压粒子已经点涣散了，今天只能提升这么多了。这就和学习状态有上限，体力锻炼有时限一样，短时间内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能吸收的灵压粒子有限。吴凡将极品灵石收了起来，然后穿上训练服走出了寝室。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压力室，
这个地方的全名是灵压压缩压力室，是科学家经过缜密的研究，根据正电子和负电子理论发明出来的。哎，你们也在啊？一进门，吴凡就直接前往了3倍压力区，结果在2倍区碰到了好多熟人。凡哥，你回来了。林小璐穿着作战紧身衣，将她圆滚有致的身材勾勒了出来。凡哥，其他人在2倍压力的情况下还勉强站着，但张恒就直接躺在地上了。这段时间你们的进步也很大啊。吴凡看了看，加上他的队员，整个2倍区足有20多人。在2倍压力下，有人行动受阻，但表情自然，甚至还在做简单的行走，而有些人则面色苍白，冷汗直流，浑身颤抖，摇摇欲坠。吴凡挨个和他们打过招呼后，闲庭信步地往3倍区走去。哟，都是老熟人，张之白、许风霜、莫清武、文人优越等8个同学正在这里修炼。刚一进入3倍区，吴凡就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体内的灵压粒子开始疯狂的压缩。在压力区的同学都穿着短背心、短衬衫的修炼服，比如文人优越就穿了一件类似于肚兜的蓝花色布衣，许风霜则是像腰围里面的艾露莎一样缠了一圈绷带抹胸。不过由于修炼的压力实在很大，很多人无法开口说话，只是朝着吴凡默默的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吴凡径直走了进来，他们本来以为吴凡也和他们一样会被3倍区的压力所影响，张之白还朝旁边挪了挪，给吴凡腾了一个位置。结果接下来他们就看见了惊人的一幕，徐十一甚至脱口道：“你这是要干嘛？”在其他人都行动艰难的时候，吴凡居然在3倍区做起了俯卧撑，双手略微与肩同宽，收紧放在胸口外的两侧。关键他不仅动作标准，做的特么的还是2指俯卧撑。1、2。本来大家在压力室内的比拼是看谁坚持的久，毕竟压缩灵压的过程是非常艰难和枯燥的，对武者的身体和心理的考验都很大。但吴凡进来后，这里的氛围就变了。好，开始卷了是吧？许风霜看了一眼吴凡，随后脸色不变，波澜不惊地站起身，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单杠面前，稳稳一跳，正手大肩距抓住头上的铁杆，然后背部和手臂用力，直接来了一个双立臂。另外一边，徐十一走到了跑步机面前，稳稳地点了一个速度9档。因为大家都在压缩灵压的关系，在进行这些锻炼时都无法使用灵压，而且因为身处3倍区，剧烈运动让身体所承担的负荷比在正常区域大许多倍。就你会逞能是吧？看看待会谁先撑不住。然后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吴凡先是做了几百个俯卧撑，又拉了上百次的单杠，随后走到徐十一旁边的跑步机，点开了12档的速度。卧槽，要不要这样？徐十一直觉得嘴里发苦，然后也将速度调到了12档。其实吴凡的这群同学身体素质并不弱，他们在3倍区的修炼之所以这么困难，其实有2点原因。第一个就是在这之前，吴凡就已经是3倍灵压，对于3倍压力的适应能力要比许风霜他们这些2倍转3倍的要轻松许多。第二个就是吴凡的灵压比他们低一些，像文人优越这种地阶武者，灵压少说都是3、4万，所以承担的负荷要大很多。不过虽然吴凡要比他们轻松一些，但也轻松不到哪里去。在经过10多分钟的锻炼后，他的身体也已经微微发汗了。吴凡停下了锻炼，原地做了一个深呼吸。看着他停了下来，其他正在运动的人也都停了下来。我还以为你不会累呢，再不停下来我就要撑不住了。许风霜内心疯狂的吐槽，但表面上还是稳如老狗的样子。不仅如此，他还在空中做了一个太空漫步。众人以为吴凡会休息一会儿时，他却开口说道：“热身结束了。”随后3倍区的压力对他来说就像是不存在一样，他直接朝着4倍压力区走了过去。众人在吴凡进入4倍区后，浮躁的众人反而是平静下来了，因为他们现在终于知道，人家吴凡从头到尾就没想着和他们比什么，人家仅仅只是来热个身而已。全国武道大赛就要开始了，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竞争那个新生代表。许风霜一咬牙，也进入了4倍区。只是他刚一进入，体内的灵压粒子就开始坍缩，他只能用尽全力维持在3倍的状态。没错，虽然在4倍区，但依然可以压缩3倍灵压，这样做可以让压缩3倍的速度更快。呼，许风霜的喘息声逐渐沉重起来，此时他整个身体都承受着十分恐怖的强压。灵压不能随意压缩，一开始在2倍的时候，或许普通武者还能成功，但3倍、4倍这些更多的倍数，就对身体素质有很高的要求了。你要么是修炼了强大的炼体功法，经脉和血管无比坚韧，要么就是用秘法泡过药浴，用大妖的灵血和灵药扩展身体强度，或者是像吴凡一样，体内有2道金色的星环。不然强行压缩的话，轻一点会导致血管爆裂，严重一点灵气都会报废。好强的压力！在许风霜之后，张之白、文人优越等人也进入了4倍区域，他们也和许风霜一样，利用4倍的压力来压缩3倍的灵压。几人相视一眼，随后默默地背靠着墙开始修炼。3个小时后，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应该能在开学前修炼到27、8级左右。吴凡睁开眼睛，准备起身离开4倍区，结果他刚走到门口，就发现地上躺了一堆人。喂，醒醒！吴凡连忙走过去，抓着许风霜的肩膀，把他整个人搬了过来，用手拍了拍他的脸。有心跳，气息很稳，灵压也很强，这是晕过去了，真是有够拼的。吴凡着实有点佩服。佩服归佩服，人体长期待在高压状态是不行的。吴凡按下了停止压力的按钮，整个房间瞬间恢复到了正常的压力。随后，吴凡蹲下身，左手拉着许风霜的右手，右手拉着文人优越的左手，他站在中间，一左一右的将他们2人拖出了压力室。之后，他用同样的方法把张之白、徐十一、莫清武、关元等人也拖了出去。几人的身体在光滑的地面上摩擦。傍晚，露天大浴池，舒服。吴凡、林小璐、张恒等人心满意足地泡在池子中，富含矿物质和灵力的温泉水
升腾的雾气，还有暗黄色的竹林以及假山大石，这样一个环境让高压修炼了一天的众人缓缓地将积累的压力释放了出来。吃，吴凡在池子边放了一个盘子，盘子里装着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可乐。咕噜，此时的吴凡全身被热热的温泉泡得滚烫，脸色微红，浑身疲软，身心放松，伴随着一口冰可乐的下肚，整个人瞬间神清气爽。然后放下冰可乐，整个人除了头颅在外面以外，再继续泡下去，整个人又回到微热放松的状态。不久后，吴凡感觉时间差不多了，他从灵力天然矿物质温泉里站起了身，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而就在他前脚走出温泉池，后脚隔壁女生温泉就传来了声音：哇，风霜，我还以为你是 A， 没想到你居然是 D， 你这用绷带缠得也太狠了吧。幽月，你这都有意了呀？你是吃什么长大的？告诉我好不好？啊，女色狼啊！随后他们那边就传来了嬉笑打闹的声音，听得一众男同学气血激荡。不过这已经和吴凡没关系了，此时的他正平静地躺在床上。这次集训的条件确实很好，明天我要继续努力的修炼。随后他就发动了他的被动神技，3秒入睡。呵！吴凡大喝一声，对着面前的灵压测试器一拳轰出。砰！只听一声爆响，差不多和篮球架一样大小的特制测试器直接后退了30米。不错，灵压已经有15000了。这些天他每天都在修炼、泡温泉、睡觉这3.1线中度过的，吃的也全是高级的妖兽食材和灵气蔬菜。虽然学分花销很大，但对于灵压提升的速度，吴凡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枯燥是枯燥了一点，但每天都看着自己的数据在增加，那种收获的喜悦是非常激励人的。今天是8月16日，距离开学只剩下半个月了，不知道这次集训的最终任务是什么。而且学姐说，开学以后还有全校排位赛，之后还有全国新生武道大赛，时间真紧，事情真不是一般的多。结束了测试，吴凡往训练室走去。啊，今天只有你在这里吗？吴凡望去，只见一名穿着紫色轻薄纱衣的少女正在修炼一门身法武技。少女戴着一面透明纱巾，隐约间可见美丽的面容，她赤足在宽阔的空间来回跃动，仿佛飘飞的仙女。这是，虽然她很漂亮，但吴凡的注意力全在莫清武的身法上，能在空中2次跳跃，还能短暂的停留，这有点厉害啊。他的这种身法武技虽然平时看起来没多大用，但在拉扯和牵制敌人时会有非常大的作用。莫清武同学，要不要和我切磋一场？听到吴凡的话，莫清武柳眉微蹙，一脸小心又警惕地看向吴凡，随后紧张地摸着自己的长发。你不会割我头发吧？吴凡剃张之白头的那一幕，对于莫清武来说，简直和看恐怖片没什么区别。切磋而已，点到为止，你不要多想。吴凡挤出一个看似和善的笑容。莫清武狐疑地看着吴凡说道：那咱们打定时战，时间为5分钟，怎么样？可以。随后两人就进入了对战室。傀儡、鬼渊、命骨、无梦。莫清武召唤出自己的灵气，随后语气轻柔地亮起了自己的星环。一个体格3米的巨型傀儡和一只和足球大小差不多的灵体娃娃出现在莫清武的面前。3、2、1，战斗开始！吴凡单手提刀，瞬间提速，眨眼间便杀到了莫清武的面前。武技破梦！莫清武素手一招，吴凡脚下便出现了一道紫色的光圈。砰！下一秒，一股强大的灵能爆破出现，巨大的力量混杂着强大的推力，直接让吴凡身形一滞。这一击莫清武并没有拖大，而是直接运用了地阶武者的特性和灵压。这是吴凡身形一顿，还没来得及脱离，紫色光圈就发生了2连爆，直接把他炸到了空中，护体灵压都被挤压的变形了。砰砰！在吴凡浮空的时候，那个灵体娃娃手中不断发出小型的灵压弹，密集的砸在护体灵压上。有点东西。吴凡刚想凌空调整，结果发现莫清武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了。而就在这时，他的耳边出现了破空声，咔咔咚！巨大的傀儡一拳朝吴凡砸来，吴凡反手就是一刀，枪！傀儡的拳头和长刀撞在一起，居然发出了金属交割的声音。而且不光是这样，还有护体灵压。吴凡没有想到莫清武的这个傀儡也有护体灵压。既然这样，3000雷刀！瞬息间的雷霆一闪，傀儡的护体灵压直接破碎，身体也从中间断成了2截。吴凡的破防一刀直接给他秒了。但就在傀儡倒地之前，他居然用上半身抱住了吴凡，随后身体发出了光亮。轰！对战室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恐怖的能量冲击直接炸出了一道深3米的大坑。手段真多啊！刚才的爆炸产生的能级只怕有5万灵压了吧？感觉你还收手了，不然爆开的能量可能会更大。爆炸产生后，吴凡从深坑中跳了出来。令人意外的是，在刚才近距离那么强大的爆炸下，他连护体灵压都没有破。说话间，吴凡便再次朝莫清武杀去，但莫清武依然挥动着手中的提灯，一道梦幻紫烟浮现。武技长风散魂！梦幻紫烟化作一道龙卷风，朝着吴凡席卷而来。吴凡的表情很认真，因为看似朦胧的风，只怕会是摧魂蚀骨的。之前他以火刀斩火凤，今天他就以风刀散龙卷。一道劲风袭来，吴凡周围形成强大的烈风龙卷，借助这股力量，他暂时凌空跃起。4象刀法，剑刃风暴，狂风呼啸，以身化为风龙卷，朝着莫清武杀去。因为这是切磋，两人基本都把实力控制在3、4层左右，不然就这种密集的能量对冲，对战士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但就在吴凡绞杀紫色龙卷快要接近莫清武的时候，只见他脚下一踩，身形天然一跃，在空中轻点几下，犹如月下探花，身姿轻盈。只是瞬息间便和吴凡拉开了几10米的距离。等到吴凡继续去追杀时，他却再次跃向更远的地方，根本摸不到啊！光论正面硬刚的实力，吴凡可能要小胜一丝，但如果论拉扯和身法，
莫清武根本没给吴凡机会。时间到，吴凡没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他甚至感觉一刀没出，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呼！莫清武轻轻拍了拍自己高高的胸脯，庆幸自己的长发在吴凡手下躲过一劫。之前的战斗虽然他看似轻松，但拜托家人们，心理压力真的超大的。谢谢，通过和你切磋，我找到了目前一些不足的地方。吴凡认真的说道。不用客气的，我也在这场战斗中锻炼了一下抗压的能力。莫清武捂着嘴，侧着身子微微一笑。两人告辞后，吴凡一边走一边回顾刚才的战斗。之前遇到的敌人基本都是以刚正面为主，很少遇到像莫清武这样远程加上身法拉扯的。虽然吴凡认为在动真格的情况下自己也能打败莫清武，就像上次打张之白那样，可短板就是短板，这是不能忽视的。所以现在我必须花学分去学习一门身法类的武技。回到房间的吴凡拿出手机，点开了校园网的内置 APP， 输入学号和密码登录了上去。好热闹，每个武大都有自己的内置校园网，里面有很多板块，比如新闻、修炼、交易、风花雪月等板块，其中浏览量最大的是武大风云这个板块。本校准大三学长刘晨光为了保卫家乡，于8月上旬怒斩3头 C 阶巅峰的魔血妖兽，在濒死中突破 B 阶，成功杀入全国武大学生排名前1万。体育学院大4的学姐刘超群在8月天府举办的世界大学生武者运动会上获得了女子南拳和太祖长拳2块金牌。在武大风云里面，都是优秀的学姐学长在各行各业取得好成绩的帖子。而热度排名第2的，居然是讲情感纠纷、风花雪月板块的帖子。帝都武大男生冒充华夏武大的学生，同时和华夏武大3个艺术院的女同学交往，事发后被3名女同学联手打进医院。华夏武大某医学院大3女生和相处10年的青梅竹马分手，据悉新男朋友是医学院同班同学，其家族背景极大，预计可实现阶级跨越。原来大家都这么喜欢吃瓜呀！吴凡随意的翻了几个帖子，他发现有关学长学姐们的乐子还挺多，还是先看看身法类的武技吧。吴凡点开了功法类的板块，随后熟悉的一幕就出现了，强烈推荐。一大片功法封面图片映入眼帘，给吴凡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过和之前不同的是，主页面推荐的功法换了一批。吴凡知道封面上这些功法他学不起，于是直接点进了身法类，将武技等级锁定在 C 级。不过就算是这样，界面里依然还是有上万种武技。凌波微步简介 C 级身法，使用后身体化作残影，快速出现在远处。本身法适合音波类、弓箭远程类武者，售价75点学分。凌波微步这个武技张之白使用过，实用性很大，售价也不贵。吴凡也是兑换过武技的人 ，C 级武技的价格他是知道的，一般在1500万到5000万之间，而在华夏武大里兑换，最高也不会超过100学分。低费学习武技，这也是华夏武大所给予的资源。移形换影简介 C 级身法，利用灵压锁定自身范围内的某一处地点，并标记为锚点，然后利用锚点的吸引力迅速飞往锚点，售价80学分。这个好像也不太合适。虽然都是很好用的身法，可基本上全部是拉扯和躲避的。吴凡最主要想找一门可以近身的身法武技。疾风斩，这个好像还可以的样子。疾风斩简介 C 级武技，向远处的敌人发起冲锋，在接近敌人后，以刚猛的灵压震击敌人，并依据自身和敌人之间的灵压差距，暂时定身和打断敌人的灵压释放。售价85学分。吴凡观看了录像，只见武技演示中，一名手持战斧的武者大喝一声，将手中的战斧高举，身体化作一道看不清的残影，瞬间就杀到了敌人面前。有突进，有杀伤力，如果自身灵压强的话，还能定身和打断敌方武技，是一门很全面的武技了。只是吴凡看了一下，这个武技只能对单体使用，且短时间内不能连续释放。先加入收藏栏吧。他看了看页数，还有几千门武技没看。洛河游龙身法，四蛇四龙，捉摸不定。不行，太软了。三才步，八卦乾坤步演化而来，修炼精妙，可3-3得9，脚踏归一。这个也不行，是在一个类似于八卦阵的范围内走动腾挪，局限性太大。腾云跃，传说中一名猴类大妖，一个筋斗能翻越10万8千里，修炼此功法，一个筋斗能翻越上百米。这个也不太行，在战斗中，空中跳跃是大忌，除非拥有绝对的压制，不然会吃大亏。吴凡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深知在战斗中大跳是一种非常强势的攻击方式，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攻击力提升许多。但攻击性增强的同时，防御力也会降低，身体根本无法在空中转向和躲避。不过以上的战斗经验全是针对 B 阶以下的，武者进入 B 阶后就能在空中飞行，到那个时候攻守之势就会发生改变。还是再看看吧。吴凡只感觉眼睛都要看花了，也不知道当初严校长是怎么在那么多的一阶武技中选出那几本适合我的功法。就在吴凡缅怀严校长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一本武技踏前斩简介 C 级武技，在自身一定范围内通过牵引敌人体内的灵压实现快速突袭，针对同一敌人时短时间内只能用一次，但可对多人使用，售价100学分。看到这技能介绍，吴凡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马上点开展示视频。只见画面中一名手持长刀的武者身体忽然前踏，然后瞬息一闪就朝着100米外的敌人杀去，速度之快就像是一阵疾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长刀武者就出现在敌人的面前。但让吴凡中意这门武技的不只是这快速的突进，而是刷刷刷。在画面中，长刀武者在突进到第一个敌人的面前后，身体再次踏前，快速朝着另外一名武者杀去。紧接着第3名、第4名，长刀武者在几十名敌人面前来回穿梭，身如疾风，掠过一道道残影。虽然这门武技的威力不大，但机动性超强，即使面对几十人的围攻，也能进攻和防守。而且看着视频中来回穿梭的武者，吴凡觉得他好快乐。踏前斩就他了。随后他算了算自己的学分，顶层修炼室
压力是妖兽大餐，这10天总共花费了215点学分，我还剩下365点，再加上买武技的100，剩下的学分刚好够集训结束。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开学后没有学分，但吴凡暂时不会考虑这些，学分没了，大不了到时候再赚。吴凡计算了一下，发现没问题后，便兑换了 C 级武技踏前斩。随后校园网内部发来了一份网盘链接，本武技可以在线学习，但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线检测是否是本人在学习，是否有录像设备或者录屏软件。吴凡在签署了保密协议后，就直接开始学习起来。宽敞的训练室里摆放着几个带有灵压的假人，踏前斩。吴凡长刀横空，一步踏出，瞬间出现在假人的身后。他反手一刀斩掉假人的头颅后，再次踏出。嗖！吴凡的身影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五芒星，不到3秒就把训练室里的假人全部消灭，还算流畅。长刀化作点点灵压粒子消散在空中，随后没入吴凡的体内。视频中演示这门武技的武者，其动作行云流水，不带一丝多余，每次突进几乎看不出停顿。因为踏前斩不是激活星环觉醒的武技，所以需要长期大量的练习来提升熟练度。吴凡刚开始学习这门武技的时候，他2次踏前斩的衔接都在3秒以上。不过经过这10多天的练习，我算是已经初步掌握这门武技了。如果现在再和张之白、莫清武切磋一样，吴凡应该就不会像之前那样那么被动了。笔下文学，可惜我的学分不够，不然闪避类的身法武技也得学一个。战斗的形式是多样的，他现在还是在学校，在校园打的基本都是擂台战和切磋战，而野外的遭遇战和突袭战，我不一定能保证遇到的对手都是能够战胜的。有时候打不过就跑也是一种战术，打不过还硬刚，那就是愣头青、铁头娃，属于是修炼武道把脑子给练没了。可惜时间不够，没办法把4项刀法补全了。目前吴凡已经学会雷刀、火刀、风刀，就差一个土刀了。他算了算时间，开学后距离全国武道大赛还有一段时间，应该来得及把土刀练出来。收刀之后，他来到了灵压检测仪器前，猛然一拳轰出，叮！检测仪器很快报出了数字，灵压20753点，20700多点，等级换算下来是26级。这速度看起来还行，不过距离修炼到1阶巅峰还需要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今天已经是8月31日了，在2个金色星环、极品灵石、学分兑换顶级资源，并且全身心投入修炼的情况下，吴凡1个月提升的灵压和实力，相当于普通人修炼好几年了。造成这样巨大的差距，是因为其他人没有这么多的修炼资源，毕竟吴凡所经历的事件，还有他所处的平台和其他人不一样，而且很多东西也不是有钱就能买的。比如，虽然猎武者斩妖获得的金钱多，但想要购买一颗下品灵石，不还是得要100万元吗？而下品灵石放在武大这种机构，学生价只要10万就能买到，甚至还不用给钱，用学分就能兑换。一方面，武大是官方组织，优先掌握全国资源的分配；另外一方面，也是国家给予了武大学生很大的补贴。学分只剩3点了，5颗极品灵石也用了4颗。吴凡算了算最近的花费，发现自己又要变成穷光蛋了。不过，他目前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底牌，那就是他压缩的其实是4倍灵压。这1个月，许风霜、文人优越、秦少商他们也都在4倍压力去修炼，不过他们是以4倍压力高效率压缩3倍灵压，而且他们以为吴凡也是这样的，殊不知吴凡其实是在压缩4倍灵压。这应该算是一种厚积薄发，正是因为在准武者 F 阶打好了基础，才能在这段时间里飞速成长。这一点吴凡心里是清楚的，等到了D阶后，他会将修炼速度降下来，好好再沉淀一段时间。结束了修炼，吴凡洗了一个热水澡，将排出体外的无机盐、尿素和汗液等代谢垃圾全部清洗掉，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来到了集训中心的会议室。凡哥，来这里坐。一看到吴凡进来，林小璐马上站起身给吴凡让座位。不用这么客气。吴凡走到了他的后排坐了下来。凡哥，我每隔几天再看到你，都感觉你变得更强了。林小璐转过身对吴凡说道。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潜心修炼，其实都变强了不少。吴凡环顾四周，发现有不少人正在看他。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沈子双踩着高跟鞋走进了会议室。让大家来会议室集合，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说。我们的暑期集训到今天为止就算是结束了，但是在集训结束之前，你们将要完成最后一个任务。随着沈子双的话音落下，几个工作人员抬着一个抽签的箱子走了进来。沈子双一边指着箱子，一边开启身后的大屏幕说道：这个箱子里装着50个序号1到50的小球，每个小球对应一项任务。咱们华夏武大的新生开学时间是9月10日，我要求你们在10号之前完成任务，并回到华夏武大参加入学典礼。听到沈子双的话，乾隆班的同学们互相小声交流起来。其实他们并不意外，因为早在1个月之前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现在只是对任务比较好奇罢了。我念到名字的同学就上来抽任务。沈子双拿着一份新打印的名单念道：李秋雨。一名脸蛋胖胖的女生站了起来，她是许风霜小队的成员。李秋雨快步走上台，在箱子里面一摸，32号。随后在大屏幕上就显示了他本次集训的最终任务：晋西省的 A 级大同市所下辖的 B 级城市丘陵县被一处灵石矿被一伙猎狗妖兽袭扰，当地的斩妖队想要剿灭这群妖兽，但因人手不足无法展开。你的任务就是协助当地政府和斩妖队完成剿灭计划。这个任务在大屏幕上，众人都能看见。这是实习任务吧？徐十一摸着下巴说道。沈子双点点头说道：你们是华夏武大的推优生和特招生，实力比一般的大一新生强很多，所以学校方面决定让你们提前接触这种协助官方组织的任务。紧接着，沈子双又念道：方天训。方天训摇摇晃晃走上台，随手一抽，17号。随后大屏幕上显示了他的任务：
从天府开往山城的动车线路上出现了一群雀妖，因为其飞行速度极快，经常撞到保护罩上，导致保护罩能量损耗过大。你的任务就是跟着斩妖队巡逻铁路线，驱赶这群雀妖。吼吼，能去野外飙车了！方天训在看到这个任务后，脸上直接乐开了花，因为巡逻铁道的斩妖队成员是会配备顶级越野车的，由于野外根本没有行人的关系，他们基本都把汽车当成飞机来开。沈子双在念到还剩下15名同学时，忽然停了下来。随后，他让工作人员拿来了另外一个稍小一点的箱子。相信你们也发现了，这次抽任务的名单和进入集训前的有所不同。这份新名单是根据你们在本次集训中的表现、实力和成长重新排名的。我是按照倒数排名开始念的，现在还剩下15位同学没有上来抽任务，也就是说，他们这15人是目前班级里排名前15名的强者。这份名单和2个月前的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你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成长的。或许在2个月前，他的实力不如你，但2个月后，他也许就会超过你，甚至把你远远的甩在后面。沈子双说着，就走到小箱子面前，伸手在里面摸出一个数字为7的小球，随后在大屏幕上亮出了序号7的任务。近期，在南云省的边境发现了大量的偷渡武者，南云省的裁决所认为其背后有境外组织正在进行跨国的非法行为。你的任务是协助当地的裁决所武者巡边，并且阻止武者偷渡，以及必要时斩杀能带来危险的武者。看到这个任务，众人的脸色瞬间认真起来。这个任务和之前的不同，前面的同学抽到的都是斩妖队的任务，而后面15名同学抽到的，看起来大概率是裁决所的任务了。王爷，沈子双喊了王爷的名字，随后王爷2米高的健壮身躯充满压迫力的走上台。9号，赣州省 A 级地级市信州市下辖 B 级城市千山县发生了一起武者高中学生走失案件，当地警方组织1000人搜寻20余天，并未搜寻到，后经当地裁决所发现，学生失踪的地方有邪教的踪迹。你的任务，协助当地裁决所抓捕邪教成员。死！众人在看到这个任务后，顿时就感觉这强度就上来了。难的不是和邪教武者战斗，而是要在10天内完成。因为沈子双说过，要在9月10号前回来参加开学典礼。mwxbj.org， 而今天就是31号了，时间特别紧。接下来抽任务的是官员徐十一、秦少商、文人优越和许风霜他们。文人优越的任务算是最轻松的，他的任务是去武者监狱当医武者。不过虽然听起来轻松，但他所去的是关押重度犯人的女子监狱，基本上人均几条人命的那种。上一个医武者就是被一名囚犯给打成重伤了。优越，你可要小心一点，有些武者功法奇特，就算是把手脚捆住、嘴巴堵住，他都能用眼神杀死别人。莫清武挽着文人优越的手说道：“呵呵，不用担心，听说监狱里面的刑具很多，可以蒙眼、堵嘴，还有特制的镣铐和拘束衣。”文人优越捂着嘴，眼睛弯成了月牙形状。而官员是最惨的，他居然抽到了去北疆的任务，说是有反动势力在北疆搞事，当地军武、裁决所、斩妖队要联合行动，急需人手。你就庆幸去的是北疆，而不是南疆吧？南疆地广人稀，那些犯了事的武者基本都在潜藏在那里。方天训抱着双手说道。当张之白抽到自己的任务后，就剩下最后一人没有抽了。吴凡，上来抽任务。众人用复杂的眼神看向吴凡，因为他们清楚地记得，在2个月前，所有人刚来集训基地的时候，吴凡的学号还是最后一名。4号，吴凡摸出了一个4号小球，随后在大屏幕上就出现了相关的任务。秦西省 A 级城市陈仓市，在半个月前，陈仓市的斩妖队武者发现了一处非法售卖妖兽蛋的窝点。等他们打掉这个窝点后，顺着线索居然搜到了邪教武者的踪迹。由于这伙邪教武者十分狡猾，他们能认出本地的斩妖队和裁决所武者，所以急需一名外地陌生相貌的武者前来支援。建议支援的武者最好是武大的学生，因为本任务有一定的危险。沈子双看到这个任务后，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怎么是个地级市的任务？不是有 A 阶武者坐镇吗？不得不说，吴凡的运气有点好，其他人要么抽到荒郊野外危险的监狱，要么抽到县城和矿区，只有他抽到了很繁华的地级市。这个任务有一定的难度，能在 A 级城市扎根的邪教武者一定不简单。如果真遇到了生命危险，别管任务，优先考虑你自己的安全，必要时可以放弃任务。沈子双走到吴凡身边，小声地对他说道：“谢谢学姐，我会注意的。”吴凡笑着点了点头，示意他放心，因为他看得出沈子双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抽完任务后的众人回房间收拾行李，然后坐上武装直升机前往最近的动车站。凡哥，我动车来了，先走了。官员一脸悲催地登上了去北疆的动车，他光是坐车都要坐将近1天。随后，其他同学也各自离开了。就在吴凡也要登上去陈仓市的动车时，一个人忽然在背后对吴凡说道：“吴凡同学，之前的事，谢谢你了。”吴凡转过头一看，发现是之前队长挑战赛时使用烈火棍的何浩。两人本来约定何浩输了的话就要离开集训基地，但最后吴凡还是给了他10秒钟的机会。你去哪里做任务？吴凡对何浩没什么意见，毕竟他曾经暴打过人家。在北凉省下辖的一个 B 级自治县巴彦卓尔盟。何浩说道：“去大草原啊，听说那里的牧民都很好客的，你去了一定请你吃烤全羊。我接的是斩妖队的任务，说是牧民家里有只羊，吸收了灵气后，忽然就变成羊妖了，直接带领几万只羊冲破了栏杆，去大草原上驰骋了。而且这头羊妖下的崽也是妖兽，大草原又大，为了给牧民挽回损失，斩妖队的武者连腿都要跑断了，最后被逼无奈才发布的紧急任务。我现在就怕10天都完不成任务，哪里有时间吃烤全羊哦？”何浩一脸痛苦地说道。说话间，开往秦西省陈仓市的动车开始检票了。吴凡没有再聊天，起身朝着站台走去，他背对着何浩挥了挥手：“开学再见。”秦西省
陈仓市人可真多呀。吴凡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感叹道。陈仓作为一个拥有32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虽然比不上宁海州那样拥有1000万级人口的沿海副省级城市，但它在内陆也算是经济繁荣的地区了。mwxbj.org， 而且它还是一座拥有历史底蕴的城市，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成语“暗度陈仓”就是出自这里。你好，我是吴凡，我已经到达陈仓了。吴凡拨通了一个电话，随后对面就传来了加密的声音。好的，吴凡，现在我们无法与你直接见面，因为邪教可能会得到消息，以后我们就用手机联系。吴凡没想到对方一上来就搞得这么谨慎，但他也瞬间进入了状态，毕竟他现在可不是在演电影，面对的敌人也不是普通人，而是一群非常危险的邪教武者。好的，那我怎么称呼你？吴凡一边轻松地走在路边，一边暗中观察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对方沉默了一下，你就叫我贺强吧。好的，贺强，详细情况我已经在来的路上看过了，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吴凡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将这个任务的大概了解了一下。曹斌这个人你知道吧？贺强在电话对面说道。我知道。曹斌，男，27岁 ，F 街舞者，是本次非法售卖妖兽蛋安康兽宠店的店长。此人无劣迹，但裁决所怀疑他这批妖兽蛋是来自于邪教武者，该人物目前正在被监视中。吴凡在走动时尽量和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能够不让别人听清他说了什么。不错，看来你做过功课。贺强比较满意的说道。之前我们本地的斩妖队上门检查了他的门店，让他有了一丝防备，所以我们最近都不敢露面。据我们推测，这个曹斌本人应该不是邪教武者，但他确实是在和邪教武者接触，所以我们需要你扮演一名购买妖兽蛋的顾客，将他背后的人引出来。啊！听到这里，吴凡愣了一下，别人警惕性那么高，我要怎么演？这个你不用担心，曹斌这人还是有点野心的，他赚的钱基本都用来买零食和武器了，所以你只要装出瞧不上他店里的那些妖兽蛋，愿意花大价钱买血脉高一点、凶残一点的，他应该会上钩。等到他背后的邪教武者给他送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动手抓人了。虽然这个计划很简单，但吴凡相信越简单的计划越有效。不过这其中的难点就是看他要怎么发挥了。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临时身份，你现在是陈仓市武者高中高3、7班的学生。你现在去学校报到，先熟悉一下环境，争取在交流的时候不会被曹斌识破。等下你会接到银行发来的短信，我们给你打了一笔钱作为你的启动资金，但记住这笔钱最多使用3000万。贺强说完后就挂断了电话。启动资金能有多少？就在吴凡好奇的时候，手机就忽然接到了一条短信。您尾号 XXX1827 的账户已到账100000000.00元，整整1亿元，这笔钱都能买一本 B 级武技了。当然了，这笔钱对于吴凡来说是公款，不能随意挪用的，而且对方还加了限制，最多使用3000万，只有10天的时间，任务时间比较紧急啊。不过既然是能放给他来做的任务，危险是有，但应该不大。随后吴凡打了一辆出租车到武者高中报到，政府这边应该和校长沟通过了，很快就给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你好，吴凡同学，我是你的班主任马燕。说话的是一名30多岁的青年女性。你好。虽然只是走个过场，但吴凡还是很有礼貌的说道。咱们学校是陈仓市的重点学校。在走向教室的过程中，马燕一直在给吴凡介绍学校和班级的情况。等两人走到高3、7班的时候，吴凡比马燕先一只脚踏进去，而就在他迈出这一步时，他的眼神瞬间就变了。嘶！一道细微但凶残的嘶鸣声传来，一条大约有筷子那么大的蛇从吴凡头的顶上落了下来，他张开花生那么大的嘴朝吴凡的脖子咬来。砰！只听一道闷响，筷子大小的小蛇直接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了教室末尾的黑板上。小美女，我的小美女！只见一个短寸头男生惊叫出声，迅速朝着小蛇冲去。嘶！小蛇被男生轻轻放在手中，缓缓输入灵力。放心，他死不了。吴凡是来完成任务的，他并不想惹事。如果是在平时，这条小蛇妖敢这么偷袭他的话，根本活不了。你为什么要打他？男生大声地质问道。他叫李帅，家里比较有钱，平时没怎么吃过亏，所以性情十分简单。是这条蛇妖先攻击我的。吴凡直接用事实说话。但不讲理的人，不管你再怎么有理，在他眼里你都是强词夺理。我家小美女最温顺最听话了，她怎么可能攻击你？绝对是你吓到她了。听到这话，吴凡直接闭嘴，然后他走到李帅面前，语气冰冷地说道：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把这条蛇妖给宰了。你虽然吴凡没有释放一丝灵压，但李帅却感觉身体一阵冰寒。不知道为何，他十分肯定，如果他真的再敢多说一句话，吴凡一定会动手。好了，都少说两句。李帅把你的蛇妖收起来，学校里不准带宠物妖兽进来。班主任马燕说道。切！李帅愤愤地将小蛇妖收了起来。而就在他收起蛇妖的时候，吴凡却看到那条蛇妖正对着自己发出仇视的眼神。对，没错，是仇视。那眼神一点也不像一只刚出生的小妖兽，有点奇怪。吴凡也算是见过许多妖兽了，但他总感觉这条蛇妖有什么不对，可是他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希望不要和这次的任务有关吧。陈仓区东大街金茂大厦，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裁决所武者贺强正在和吴凡通话。还行，本来就不是去读书的，吴凡对此没什么评价。老师和同学的名字我都记住了，学生证也拿到了，我现在正在去安康兽宠店的路上。吴凡看了下路标说道。我们在你的书包里安放了定位监听器，能随时监测你的位置和对话，有什么危险我们会第一时间出手，你不要担心。贺强说道。好的，就快要到了，我先挂了。吴凡体内灵压流转，随时准备启动第2星环的量子重构。
虽然这次抓捕邪教武者的是公事，他相信裁决所不会故意坑他或者使绊子，但万一真遇到危险，他却不敢赌裁决所能第一时间把他救下来。曹彬的受宠店开在一所小学的巷道里，来来往往有很多小学生。这个小店除了卖一些低血脉的受宠以外，还兼职卖一些玩具、模型和手办，所以生意还算不错。同学，想买点什么？看你的年纪，应该不太喜欢四驱车和战斗陀螺，应该是来买手办的对吧？我这里有雷神的 JK 黑丝学生装手办哦。如果你不喜欢学生装的，我这里还有奶香一刀的。吴凡刚一进店，就有一名27、8岁的年轻男子凑上前来介绍道：“你是彬哥，是吧？”吴凡没有刻意伪装自己的性格，而是很平常的说道：“我想要买受宠蛋。”听吴凡说想买受宠蛋，曹彬有些警惕的看向吴凡说道：“你想买什么种类的？”吴凡小声的说道：“魔血凶兽以上的。”魔血凶兽。听到这话，本来还带着笑意的曹彬脸色马上就变了，因为根据妖兽管理条例，在原则上城市里是不准养妖兽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强大武者在野外历练时，收服了不少野生的妖兽当做自己的坐骑、受宠或者战斗伙伴，所以这项规定也慢慢的变了。现在的规定是，凡是要在城市里售卖和饲养的宠物妖兽，必须经过斩妖队下属的兽虫管理局来统一鉴定妖兽的种类、血脉浓度、成长天赋。像狮子、老虎这种基因里带有强大攻击性的妖兽，原则上是不准饲养的。然后血脉的话，纯血凶兽以上的妖兽是不准饲养和售卖的。而成长天赋则是需要武者自己去申请，饲养受宠的武者，其实力必须高于受宠。这个规定是确保妖兽在失控的情况下，饲主能掌控住局面。我听说彬哥你神通广大，能搞来很厉害的妖兽。吴凡小声地对曹彬说道：“你这是听谁说的？”曹彬忽然抬起头看向吴凡，似乎想看出他这人有没有问题。裁决所那边给的借口是一个叫做老王的人告诉吴凡的，那个老王是陈仓市一个比较出名混黑白道的商人。但此时看着曹彬的眼神，吴凡临时改口说道：“我是听我同学说的，他前不久在你这里买了一个蛇妖蛋。你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李帅。听到这个名字，曹彬的神情立马放松下来，他对吴凡说道：“既然是李公子介绍来的，那应该是没问题，你跟我来。”随后曹彬就带着吴凡进入了店铺的后院，随后打开了一个地窖，两人走了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吴凡一直保持着戒备。地窖内有一排恒温保存箱，里面放着好几颗妖兽蛋。这是斑纹猎豹，是一颗纯血妖兽的蛋，售价500万。这是大地山龟，也是一颗纯血妖兽的蛋，售价450万。曹彬给吴凡介绍道。但吴凡看都没有看，直接摇头道：“血脉都太低了，我至少都要魔血妖兽的。同学，魔血妖兽的蛋很难搞的呀。”曹彬为难的说道。吴凡也不说话，直接拿出了一颗下品灵石。这是定金，能不能搞到？这个曹彬还是一脸为难。得加钱是吧？吴凡说着又拿出了一颗中品灵石。行，试试。曹彬在看向中品灵石的时候，眼中带着贪婪。吴凡猜想他应该是不想错过这笔生意。等曹彬收下2颗灵石后，吴凡故意展露出 F 阶武者的实力说道：“你要是敢骗我定金关店跑路的话，我是不会饶了你的。”在察觉到吴凡的灵压后，曹彬心里最后一点疑虑都打消了。此刻在他眼里，吴凡就只是一个跟他同级别的武者高中的学生而已。你放心，这事应该能成，3天之内等我电话。好。吴凡和曹彬交换了电话后，就离开了宠物店，然后将发生的事告诉了裁决所的贺强。我现在建议先控制李帅，防止他那边露馅。吴凡对电话里的贺强说道：“我们现在马上组织人手，你这边也要时刻保持关注。”好。2天后，正在上课的吴凡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一看来电显示是曹彬的。吴凡故意拖延了一会儿，朝着教室外走去，然后按下了接通键。你怎么这么久没接电话？曹彬的语气明显有些着急。我刚才在上课，现在正在往人少的操场走。听到吴凡的解释，曹彬明显松了口气，他说道：“你要我找的魔血凶兽蛋，我找到了，但弄不进保护罩。我朋友把交易地点设在了郊区，你先到我的店铺，待会我来接你。还有，记得准备好5000万，现金、银行卡都行。”好。吴凡挂断了电话，马上和裁决所那边联系。你和曹彬通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来人是邪教武者，我们会当场抓人。贺强说道。随后，吴凡来到了安康受宠店，坐上了曹彬的车。待会和你交易的是我的朋友，他的身份有些特殊，你千万不要惊讶，交易时不要多说话，到时候听我安排就行。吴凡点了点头。车子出了保护罩，又开了大约半个小时，两人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大楼前。此时在大楼的楼顶，已经有一个穿着黑袍的人在这里等了。表哥，买东西的人来了。曹彬对那名黑袍人说道。听到曹彬的话，黑袍人转过身，而就在他转身之时，吴凡看到他脸上正戴着一个黑色的面具，果然是邪教武者。吴凡表面上装作惊讶的样子，但暗地里已经在凝聚灵压了。在邪教里面，黑色面具是最低等的炮灰，但眼前这人的灵压还行，大概有28级的样子。一阶武者吗？虽然表面上看来吴凡只有26级，比对方还低2级，但真打起来的话，他甚至都不需要亮环就能把这名邪教武者给按在地上锤。这是你要的魔血凶兽的妖兽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方拿出了一颗橄榄球大小的妖兽蛋，说话瓮声瓮气的，大概是伪装过的。那个，你等一下，我要缓一缓。吴凡一边拿出银行卡拖延时间，一边暗中联系裁决所的人。而就在3人正在交易的时候，一道强大的灵压忽然出现。怪不得研究所这段时间少了几颗报废的妖兽蛋，原来被你拿出来卖了。吴凡抬起头，发现废弃大楼的上方又来了一名戴着黑色面具的邪教武者。mwxbj.org 地阶武者。虽然对方的灵压比自己高，
但吴凡也能依稀察觉出来对方的等级。小头目大人，看到来人，正在交易的邪教武者瞬间慌了，马上跪在地上求饶。我也是一时财迷心窍，您就大发慈悲放过我吧，我愿意把这次卖妖兽蛋的钱全部交给您。裁决所的人呢？怎么还不出现？吴凡的任务就是引出邪教武者，之后的逮捕、追踪邪教基地就不是他的事了。可现在连小头目都出现了，却还不见裁决所的影子。饶了你？可以啊，你先把这两人杀了再说。邪教小头目指着吴凡和曹兵说道。听到这话，曹兵顿时吓得亡魂一冒，撒腿就往大楼外跑。死亡裁决，可他一个 F 阶武者，怎么跑得过一阶武者？只见一把黑色镰刀化作残影，朝着曹兵的脖子割去。不，看着即将收割他生命的死亡镰刀，曹兵瞳孔一缩，整个人瘫在了地上。下一秒，吴凡的身影出现在邪教武者的头顶，飞身一脚踩在对方的背部，咔嚓！邪教武者的护体灵压就像泡沫一样直接碎掉。啊！吴凡这一脚力量十足，他只感觉一股巨力袭来，整个身体狠狠朝着地面砸去。砰！砰！砰！一连传来了3道重物击穿楼板的声音。这名邪教武者被吴凡一脚从废弃大楼的4楼给踩到了1楼。有高手！邪教小头目看向吴凡，手中也出现了一把黑色镰刀，这是量产灵器的标配。轰！强大的灵压从小头目的身上出现，他抓着长镰，身体化作虚影，消失在原地。嗖！仅仅只是刹那间，他便出现在吴凡的身后，镰刀猛然斩下。枪！一把长刀架住了他的攻击。一个1阶武者居然能挡住我的攻击！小头目感觉吴凡不简单，随后他背后的白色星环一亮。死亡裁决，和之前那名1阶邪教武者一样的招式，但因为实力不同，威力也不同。吴凡侧身一闪，轰！一道10米长的月牙刀光瞬息斩出，整栋废弃大楼从中间开始被斜向斩成2半，随后在重力的影响下开始快速坍塌。动静都闹得这么大了，怎么裁决所的人还没来？就在吴凡跳到远处躲避时，小头目在大楼坍塌的烟尘中一刀割断了同伙的喉咙。你知道你偷卖废品妖兽蛋给我们惹了多大的麻烦吗？现在整个研究所都得迁移，放过你，下辈子吧。这名小头目很狡猾，尽管在他看来吴凡只是一名1阶武者，但他从来都没想过和吴凡硬刚。解决掉你，我就该撤了。就在小头目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抹雷霆刀光从烟尘中杀来，3000雷刀，强大的灵压震开了周围的烟尘。吴凡手持长刀猛地斩来，区1阶武者，噗嗤，一刀透体。我的护体灵压怎么会？小头目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向吴凡，在他还处在惊讶之中时，吴凡直接一拳轰来，砰！拳头带着猛烈的罡风，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咔嚓！劣质的邪教面具被直接打裂了，露出下面苍白而又惊恐的面孔。我的面具！在面具被打裂的那一刹那，邪教小头目忽然发出凄厉的喊叫，仿佛见光死的昆虫属父一般。此时他再也顾不得和吴凡战斗，直接朝着远处逃去。妈的！裁决所的人在干什么？怎么现在还没来？吴凡从4楼的残垣断壁处跳下，看了一眼和他交易的邪教武者，下手真狠，已经断气了。吴凡又看了一眼曹兵，他正躲在墙角瑟瑟发抖。吴凡走过去，一把扯住他的衣领，说道：“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这是一个便携式追踪器，上面有我的踪迹。待会裁决所的人来了，你把这东西交给他们。刚才你也看见了邪教武者有多残忍，这是你唯一的机会，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曹兵疯狂的点头。随后，吴凡便提着长刀朝邪教小头目逃跑的方向追去。他穿过密集的树林，追踪着血迹，感觉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就在前面了。他脚下用力一踩，迅速撞开前面的树枝，对着敌人就是一刀斩去。执事大人救我！小头目忽然朝前方大喊一声，紧接着就有一道身影出现在吴凡的面前。来人同样斩出一刀，和吴凡对拼在了一起。仓促间，吴凡只看见对方戴着一个白色的面具，C 阶武者。随后，吴凡整个人便飞了出去，沿着地面滑行了20多米。执事大人，快杀了他！他是裁决所的人。邪教小头目指着吴凡说道：“他被看到了真容，如果不杀掉吴凡，他就会被裁决所发通缉令，以后只能像条老鼠一样提心吊胆的生活在黑暗之中。D 阶武者，我还能交手一番，但 C 阶武者……”吴凡手握长刀，就在他准备使用本命武技的时候，只见那名戴着白色面具的邪教执事一刀捅进了小头目的心脏。执事大人，你……小头目满脸的震惊，他不明白为什么执事大人要对他出手。唰，长刀抽出，鲜血飙射，小头目失去生机，身体缓缓倒地。这发生了什么？就在吴凡还没搞清楚眼前的状况时，邪教执事忽然摘下了他的白色面具，随后用好久不见的语气说道：“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呢，吴凡同学。”看着眼前熟悉的面容，吴凡也是一愣。孟洛熙，你怎么会在这里？一开始吴凡还有点错愕，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因为虽然孟洛熙是邪教武者，但两人之间是有互相救命的交情在的。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孟洛熙穿着邪教武者的黑袍，遮住了玲珑凹凸的身躯。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后面有邪教武者在追杀我。孟洛熙玉手在明媚的脸上一抚，点点灵压粒子就化作白色的面具遮在他的脸上。邪教武者在追杀孟洛熙，吴凡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同为邪教成员的他会被追杀。而就在这时，5道身影出现，四散包围了两人。终于追到你了，这下看你还能往哪里跑，赶紧把妖兽觉醒计划的核心数据交出来。
为首的一名戴着白色面具的邪教武者说道：“妖兽觉醒计划，那是什么东西？”虽然吴凡很好奇，但眼前的事情更加棘手，因为包围他和孟洛熙的5人都是邪教的执事，换句话说，就是5个 C 阶武者。在邪教内部，戴着白色面具的成员被称作执事，是邪教的正式成员，实力是40级以上的 C 阶武者。当初在阳城，吴凡第一次见到孟洛熙，对方就戴着白色的面具，由此可知，在当时他就是一名 C 阶武者了，而吴凡还只是一名准武者。他救了重伤落水的孟洛熙，揭开了他的面具，看到了他的真容，而邪教武者的真面目是不允许被看到的，不然被人上报到裁决所，就会被全面通缉。孟洛熙本应该选择杀人灭口，但他最终没有对吴凡下手。现在来看，孟洛熙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十分的大胆，近乎于把身家性命都压在吴凡的身上了。前代圣徒大人刚死，你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拿着礼物向新主人摇尾巴了。孟洛熙脸色冰寒，不似之前学校里那般可爱甜美，言语间露出杀伐之意。大家都加入邪教了，做事当然以利益为主。实话告诉你，像你这样被前圣徒收养的孤儿，已经有10多个人投靠千羽灵大人了。现在千羽灵大人对前代第7圣徒最新研究的妖兽觉醒技术很感兴趣，我们也不逼你，你只要投靠千羽灵大人，把核心数据交出来，一定能得到大人的重用。或许是怕孟洛熙有什么销毁数据的手段，几名邪教执事尝试劝说道：“以你们做事的风格，我要是交出了核心数据，那还能活吗？”孟洛熙说话间，手中一刀斩出，地级武技血月华斩。孟洛熙手中的长刀化作一把冰刃，5道恐怖的寒冰刀气斩向了为首的邪教武者。什么？咔！虽然那名邪教武者早有准备，但他还是没想到孟洛熙的武技根本不击穿他的护体灵压，而是直接将他整个人冰封在了原地。紧接着几道寒冰刀芒斩下，砰！冰封被斩碎，白茫茫的冰雾混杂着血色晶体飘散在空中，周围的温度瞬间降低到了冰点，树上、地上也都染上了白霜。他不是一般的 C 阶武者，一起上别给他逐个击破的机会。眼看孟洛熙起手就秒了一个同阶的武者，剩下的4人选择一起出手，3000雷刀。就在这时，一直被忽视的吴凡忽然出刀，破烂的长刀斩在 C 阶武者的护体灵压上，直接斩出了裂痕。虽然没有破盾，但被吴凡攻击的这名邪教执事还是心头一跳。如果这小子实力再强一点，是不是就能斩破我的护体灵压了？随后一阵后怕袭来，他隔着面具的眼神冷冷地看向吴凡。小1阶武者还敢对 C 阶武者出手，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这人的灵气是一把金背大砍刀，他本想先围攻孟洛熙，再来收拾吴凡，可这时吴凡居然丝毫不怕的再次拔刀而来，咔！护体灵压被再次斩出裂痕，而且这次吴凡还不停手，猛地一拳轰来，咚！两者的灵压对撞，吴凡被强大的反震力击飞，而这名邪教执事居然也原地退了好几步。我12万的灵压，居然会被一个几万灵压的小武者给击退，一刀破防，一拳击退，这直接给人整不会了。既然你想先上路，那我就成全你。此时孟洛熙正和其他3名 C 阶武者交战，一时落入下风，所以他决定先解决吴凡。跪下！只听他大喝一声，身上灵压爆开，无形的压力将吴凡全身笼罩。轰！C 阶武者的特性，灵压外放。砰！吴凡脚下的地面被强大的灵压震碎，身体下陷了将近20多厘米。吴凡只感觉自己像孙悟空一样，背上压着一块巨大的山峰。这种感觉，我已经好久没体验过了。让这名邪教执事意外的是，吴凡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样被震慑的跪下，而是身体挺得笔直的望向他。在1年之前，同样是面对 C 阶武者的灵压震慑，当时的我只能像个小强一样，只能一边挣扎着，一边嘴上说着不服。吴凡单手握着长刀，硬顶着邪教执事的灵压，一步步的朝他走来。而现在，在面对 C 阶武者时，我已经不需要再用言语来表达内心的不屈和抗争，因为我已经可以用行动来证明了。吴凡的身影在强大的灵压震慑下，居然在原地拉出一道残影朝对手而去，踏前斩，迅捷如风，猛然突击。看样子你也应该不是普通的1阶武者，但那又怎样？等级的差距可不是一点底牌就能抹平的。武技虎啸斩。就在吴凡要靠近的瞬间，这名邪教执事举起手中的金背大刀，狠狠朝吴凡斩去。在大刀斩下的瞬间，一道直径2米的横向黑色龙卷杀出，同时伴随着刀气和虎啸，沿途席卷了无数沙尘。横向龙卷刀芒瞬间将吴凡吞噬，鲜血、碎肉和骨头四溅而飞。哈哈，就算是钢铁，也会被我这一刀虎啸斩给绞碎。稍微有点东西就敢越级挑战，真是不知死活。而就在这名邪教只是想掉头加入另外一边的战斗时，后方传来了吴凡的声音：“量子重构，一刀焚天。”下一秒，一把巨大的漆黑烈火长刀从地面破土而出，砰！剧烈的冲击波荡开，郊区直径1000米范围内的树木全部折断。虚空中2道人影来回交手，砰砰！一人身穿紫色裁决制服，一人脸上戴着紫色的邪教面具，裁决所的紫衣裁决和邪教的门徒，这赫然是2名 A 阶强者。贺强，我已经在陈仓市待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你为什么要揪着我不放呢？邪教门徒隔着面具用伪装过的声音说道：“孔军，我真的没想到，作为实验所所长的你，居然是邪教武者。”名叫贺强的紫衣裁决，正是和吴凡通话的那名裁决所武者。难怪你们会认识本地裁决所和斩妖队的武者，是邪教武者又能怎么样呢？不是又怎样？孔军也不再隐藏，直接摘掉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其气质和曾经的第7圣徒很像。如果穿上的不是黑袍，
而是科研人员的白大褂，一定不会有人认为他是邪教武者。从小学开始到我博士毕业，整整寒窗苦读23年，最后还不是要在郊区里待着？我的工资连陈仓市的房子都买不起，还要我贷款30年才能还清。难道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还清所有债务的吗？在孔军说话的时候，贺强身影一闪 ，A 阶武者的空间瞬移，瞬间杀到孔军面前。就仅仅是因为钱，你就加入了邪教？难道你就不能亲手去挣吗？砰！两人拳对拳，脚对脚，再次交手起来。我每天待在研究所里做那些实验，你就认为我不是在亲手挣钱了？孔军沈笑一声，你也上过武大，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比如你擅长刑侦和战斗，我擅长科研和理论。难道你要我像猎武者一样，每天出安全区去斩妖吗？既然斩妖赚钱，那所有的科研就都别做了，咱们一起去斩妖好不好？更激烈的话，孔军不想再说，因为他知道说出来也没用。作为地级市裁决所最高领导的贺强，心里比他更清楚。只是贺强绝对不会因为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就去砸掉自己的饭碗，说一些认同他的话。多说无益，你今天是走不掉了，现在束手就擒，我可以给你算一个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贺强召唤出自己的灵气，对孔军说道：是吗？你人还怪好的嘞，虽然我不擅长战斗，但你想拿下我，不付出点代价可不行。嗨嗨！手持金杯大刀的邪教执事颤巍巍地从火海中走了出来，他全身焦黑，身上的衣服破烂，护体灵压直接破碎，整个人狼狈无比。我居然被一个1阶武者打成这个样子，开什么玩笑？虽然对方根本无法威胁到他的生命，但这样的委屈他不能接受。小子，你成功激怒我了！没等他发飙，吴凡就是一记飞天大草，砰！邪教执事被一脚踢在胸口，整个人凌空飞了出去。吴凡深知和人战斗的时候，如果没有可以反制敌人的手段，就不要说废话。于是他丝毫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迎着对方强大的灵压，一连斩出了10多斗。砰！邪教执事在挨了一顿猛砍后，灵压一阵将吴凡逼退。你那边怎么回事？连一个1阶武者都收拾不了。此时另外一边，孟洛希一人居然压着对面3个人在打。此时邪教武者3人都已经浑身挂彩，身上、衣服上到处都是冻伤。星环，万类霜天。就在这时，孟洛希背后一道黑色的星环亮起，唰！一道冰霜猛然爆开，随后以他为中心，直径200米内，泥土地面忽然变为寒冰，而踩在寒冰上的3名邪教执事身体瞬间变为冰雕。1秒后，冰霜消散，而被冻为冰雕的3人则一同化为了冰晶尘埃。卧槽！看到刚才还和自己说话的同伙瞬间变成了空气，和吴凡战斗的邪教执事瞳孔一缩，然后他就头也不回地朝远处奔逃而去。哪里跑？只见孟洛希伸出一只手，雪花般的灵压粒子汇聚成了一根巨大的长矛，嗖！冰锥长矛划破长空，直接穿透了那名逃跑的 C 阶武者身体。没有流血，也没有惨叫，冰锥长矛化作一道冰封灵幕，将这名逃跑的邪教执事当场斩杀。好强！吴凡惊叹道。孟洛希的年龄和他差不多大，甚至比他还小一点，可实力却已经超过他一大截。可可哈！就在吴凡走到孟洛希的身边时，却看见他脸上毫无血色，整个身体如同冻在冰窖中一般，浑身冰雪不化。你怎么了？吴凡感觉到孟洛希的灵压有点奇怪。你别过来！孟洛希想阻止吴凡靠近他，但还是晚了。咔！一道彻骨的寒意钻入吴凡的身体内，仅仅不到1秒，他的身体就僵硬得无法动弹了。眼看就要变为冰雕，吴凡赶紧催动体内的双晶环运转，剧烈的灵压粒子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驱散了体内的寒气。他不退反进，抓住孟洛希的胳膊问道：你这是什么情况？但此时孟洛希已经蜷缩成一团，好似想要拼命取暖一般。没事，这是我灵气的副作用，寒气也会影响我自己，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孟洛希被冻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吴凡看着他的样子，就像是冰雪天被丢弃在大雪中的幼兽一般。看着他可怜的模样，吴凡一咬牙，体内双环开始剧烈运转，笔下文学。然后他直接将蜷缩在地上的孟洛希抱在怀里，体内双晶环产生的巨大热量和孟洛希身上传来的极致冰寒，直接让吴凡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我靠，冒烟了！就在吴凡想要松开一点时，他发现孟洛希居然死死地将他抱住，一个劲地想往他身上蹭。你别乱动啊！大概过去了30多秒，孟洛希身上的冷气开始渐渐消散。你现在什么感觉？吴凡抖了抖身体问道。孟洛希就像是八爪鱼一样缠在他身上，怎么也扒不开，就像是冬天的暖气，被窝里的热水袋贴在内衣上的暖宝宝。孟洛希说道：我是问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不是在问你感觉我怎么样啊，姑娘。听到吴凡的话，孟洛希叹了口气，然后一脸不舍地从吴凡的身上爬了起来。刚才只是力量透支了而已，我身体已经没事了。孟洛希脸上的气色渐渐恢复，灵压也趋于稳定，只是他脚步刚一迈动，身体就一软，差点栽倒在地上。算了，上来吧。吴凡转过身，示意他跳上来。你还是先走吧，我不想给你惹麻烦，毕竟我是邪教武者。孟洛希拒绝了吴凡的好意。邪教武者，谁还不是呢？听到孟洛希的话，吴凡心里这样想到。不过这只是他的自我调侃而已，毕竟吴凡只是有邪教圣徒的面具而已，不能算是真正的邪教武者。但正如他之前的经历那般，裁决武者、邪教武者又如何呢？终究都是人，只是身份不同罢了，充其量就是邪教的坏人比例比较高而已。难道裁决所的坏人比例低就没有坏人了吗？不要盲目崇拜，好和坏不能以身上穿的那层皮来决定。裁决所的人就要来了，你如果被他们抓住，忍受不了拷问，最后交代我和你认识，岂不是更糟糕？废话少说，上来！吴凡态度强硬，语气说一不二。孟洛希被这样子的吴凡给镇住了，
他迟疑了一下，随后抓着吴凡的肩膀，直接跳到了他的背上，抓紧了。吴凡双手分开，把孟洛熙的大腿一抬，直接朝陈仓室跑去。只要到了保护罩内，我就有办法离开。孟洛熙将脸贴在吴凡的左耳说道。因为跑动的速度很快，孟洛熙被颠的只能死死抱住吴凡的脖子，导致此刻两人的脸贴得很近。随后，吴凡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清幽馨香，孟洛熙的银色发丝也随风吹拂，一缕缕挠在吴凡的脸颊、脖子和耳垂上。之前听那些邪教执事说，你是前任第7圣徒收养的弃婴是吧？既然贝斯科德已经死了，你又不是自愿加入邪教的，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脱离呢？吴凡一边奔跑一边说道。你该不会是想替前任圣徒报仇吧？当初吴凡在斩杀贝斯科德的时候，孟洛熙已经昏迷过去了，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是吴凡杀了前任第7圣徒。不过在听到吴凡的话后，孟洛熙只是发出了一声冷笑。报仇？你以为他收养了我，我们之间就有感情了？我只是运气好，恰好是他所收养的弃婴里面天赋最好、模样最漂亮的那个人罢了。在邪教，表现不好、不听话或者条件不达标的孩子会被直接拉去做灵气移植，轻则残疾，重则当场死亡。换句话说，如果我不是最优秀的那个，你在阳城救的那人就不是我了。吴凡从孟洛熙的语气里听出了渗人的恐怖。表现不好就要被剥离灵气？那前任圣徒收养你们，只是把你们当做工具人吗？哼，不当工具人，难道还是当亲人吗？或许对于我的话，再长大一点，被当做情人也说不定哦。毕竟前任圣徒可是经常夸我长得好看的。但既然前任圣徒已经死了，要不要便宜你呢，吴凡哥哥？呼，孟洛熙在吴凡的耳边吹了一口气，气息温热。吴凡感觉他的情绪转变得很快，一会儿杀伐高冷，一会儿可爱粘人。他推测，这应该是他长期处于巨大压力之中的关系。毕竟他的年龄比吴凡还小，而邪教那种地方，明面上要天天演戏，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被裁决所发现，而暗地里又要经历更加恐怖的训练和淘汰，不知道哪天就要被拉去剖开身体，取出灵气。既然这样，你更应该脱离邪教才对。孟洛熙只是摇了摇头。你是出生在阳光下的人，即使身处黑暗，也能心向光明，而我做不到。我已经适应了生活在黑暗中，适应了用不同的面孔生活，所以即使再戴上一张所谓邪教武者的面具，对我又能有什么影响？吴凡，我知道你在离开阳城后，也在努力的修炼，拼命的战斗，但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孟洛熙一缕银色的发丝，语气沉稳的说道。虽然我的处境不好，或许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很可怜、很不幸的人，但我就是我，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安慰，因为我也想成为一名强者。吴凡同学，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但一起加油，好吗？听到孟洛熙的话，吴凡不再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他只能紧紧地抓住孟洛熙的大腿，用力地扣紧。我会把你安全地送出去的。砰！孔军被贺强一根鱼竿抽在身上，由灵压粒子组成的丝线将孔军的护体灵压割得粉碎。嗖嗖嗖！两人战斗的动静很大，直接引来了陈仓市其他的 A 阶武者，其中有斩妖支队的队长、军武部的部长、武者工会的会长，还有几个大型猎武者工会的团长。一瞬间，6、7名 A 阶武者把孔军包围在中间。毕竟陈仓市好歹也是一个地级市，半步超 A 的武者或许没有，但能常驻的 A 阶武者至少也有15个以上。哈哈，你们以为我逃不掉？我就是在等你们。看到陈仓市一半的顶端战力都出现在这里，孔军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随后他从虚空中拿出一个按钮，直接按下。不好，我在这里牵制他，你们赶紧回陈仓市市区。贺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孔军的语气和行为明显不对劲，绝对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我打不赢你们，但把你们留在这里10多分钟还是能做到的。砰！就在有人想要瞬移出去时，却发现空间裂缝愈合速度变得特别快，根本无法进行空间穿梭。我提前布置了空间封锁，即使杀了我也没有用。不过我劝你们还是把力气留在提前突破空间封锁上吧，不然等你们出去只能看到一片废墟了。就在一群 A 阶武者被封在陈仓市的郊区时，一头巨大的妖兽忽然从地底出现，紧接着是第2头、第3头。而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妖兽的背后居然浮现出一道巨型的能量光环。那是什么？正在郊区森林里奔跑的吴凡在看到那些背后闪着光环的妖兽后，忽然停了下来。这是什么情况？那是星环吗？吴凡有些难以置信，他从来没听说过妖兽还可以觉醒星环。毕竟人类在觉醒灵气和武技的情况下，在和妖兽的战斗中依然处于劣势。这下如果连妖兽也觉醒了星环，那人类的生存圈就再次要缩小了。那不是星环，在吴凡背上的孟洛熙说道，准确来说应该是灵核星环化。你刚才应该听到那些邪教执事说妖兽觉醒计划了是吧？这个计划总共分为3期，第1期就是将妖兽体内的灵核激活成星环的样子。吴凡一边躲避着妖兽，一边朝市区跑去。那将灵核激活成星环有什么用吗？吴凡不解地问道。灵核激活的目的其实是为第2期服务的。孟洛熙说道。你有想过妖兽会觉醒灵气吗？啊！虽然吴凡的脑洞很大，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猜想，但真从孟洛熙嘴里听到的时候，也是悚然一惊。妖兽真的能觉醒灵气？吴凡感觉邪教的这群人真的是疯子，一开始弄出了什么灵气移植、灵气量产，现在又在搞神。妖兽灵气觉醒，怎么黑科技一套接一套的？那研究成功了吗？吴凡关切地问道。如果这项研究成功，那对于整个人类和妖兽的格局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成功了，也可以说没有。贝斯科德总共提出了3期理论，而第1期的理论已经成功了，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而第2期也算是成功了，但却只有核心数据，还不足以稳定量产。而第3期的理论，我只是听说过，但具体的内容只有前任圣徒才知道。不过他现在已经死了，
所以第3期的理论已经没人知道了。孟洛希说道。而第2期的核心数据就在我的手上。卧槽！本来吴凡觉得孟洛希手里的东西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科研数据，但经过这么一解释，他发现那东西就是个核弹。这个科研实验室很隐蔽，千羽林根本不知道我藏在这里，但因为前代圣徒的死导致内部出现了些问题。前段时间用来做实验的妖兽废弹莫名其妙的少了好几个，当时我就隐约察觉到可能要出问题，我提前拷贝了数据想要离开，但没想到变化来得这么快。砰！就在这时，只见那头最先出现的巨型妖兽，它背后的紫色星环忽然发出璀璨的亮光，无数灵压粒子汇聚在它的爪子上。好，它这次没有使用妖兽咆哮，而是用2道恐怖的双爪用力朝着 A 级保护罩拍下。呲呲呲！巨爪的爪尖和保护罩狠狠地碰撞，发出电焊一样的火光。住手！城市中几道身影出现，他们是留守在保护罩里的 A 阶武者。好！妖兽就像是听得懂话一般，抬起头看向他们，嘴巴一张，一道妖兽咆哮射出。轰！几名 A 阶武者战斗经验丰富，集体瞬移躲开，但恐怖的能量倾泻在保护罩上，再次把保护罩打得剧烈摇晃。不过这毕竟是 A 级保护罩，只要灵石的数量够，哪怕你是 A 阶妖兽，嘴巴喷出火了，也绝对破不开防御。大家分开上。出现在陈仓市的 A 阶妖兽总共有3头，平均3名 A 阶武者对付1名 A 阶妖兽，而且这些妖兽全都只是魔血凶兽，本身的血脉实力并不强，根本无法对保护罩产生威胁。就在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只见3头妖兽背后的星环居然同时亮起，随后恐怖的灵压爆开，3道超高能灵压光束共同击打在同一个保护罩的节点上。砰！一瞬间，保护罩承载不了这么高的灵压，直接裂开了一道口子。嗡！因为剧烈使用灵压的关系，3头妖兽背后的星环瞬间暗淡下去，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战斗力了。mwxbj.org 妖兽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即使没有灵压，他们依然可以靠着强大的肉体力量战斗。好，在保护罩裂开的口子处，涌入了10多头 B 阶和 C 阶的妖兽。杀！斩妖队和军武的武者早就堵在哪里了，看到奔涌进来的妖兽，直接就冲了上去，把他们全部堵在这里，一头都别漏了。能量保护罩只是安全区的第1道屏障，而第2道屏障就是这群官方组织的武者。趁着双方交战的时候，吴凡和孟洛希回到了城里，到这里基本就安全了。在一处地铁站，吴凡把孟洛希放了下来。谢谢你，吴凡同学，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孟洛希朝吴凡挥了挥手，随后就走进了地铁站。送走了孟洛希，吴凡感觉身体一阵疲惫。之前在交易的时候，他就和邪教小头目打了一场，随后又牵制了1名 C 阶武者。别看他在和邪教执事交手的时候，始终压着对方打，一来那是对方不了解他的特性，单纯的认为1阶武者无法破 C 阶武者的护体灵压，但如果他早知道吴凡有4倍灵压加金色的破防星环，一定不会给吴凡出手的机会。而且那道虎啸斩威力确实很大，即使是地阶武者也扛不住。二来对方也不知道吴凡身上还有一个神技，那就是量子重构，本来已经被撕碎的身体直接用灵压粒子恢复原状，可惜就是消耗太大了，不能经常用。无论是3000雷刀还是一刀焚天，都没有用到吴凡2成的灵力，恰恰是量子重构直接就用掉了7成。呼！吴凡休息了片刻，恢复了一下体力，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拔出长刀，快速朝着保护罩的裂口而去，和斩妖队、军武的武者一起抵挡入城的妖兽。不久后，被困在郊区的7、8名 A 阶武者联手将孔军擒拿，随后快速朝城市奔来，在10多名 A 阶武者合力围剿下，终于平息了这次的风波。李帅的家里，小美女，你看爸爸多爱你，给你买了这多牛蛙和老鼠，你要赶快长大，然后给我好好的教训那个叫吴凡的家伙。说完，李帅便回到房间睡觉了。而就在不久后，一道细长的影子忽然沿着地面开始安静的爬行，他渐渐地爬到了李帅的床上。只见本来只有筷子大小的小蛇，身躯开始慢慢变大，一直变到和李帅差不多长的样子后，他也不像普通的蛇那样盘着身体，而是将全身伸直靠近李帅，似乎是在丈量自己的身躯和李帅的身高。等到他确定自己的身体已经长得比李帅长时，他忽然眼中发出一阵红光，背后出现了一道残破的星环。随后他张开嘴巴，一口将李帅的头颅吞下。啊！放开我！熟睡中的李帅被瞬间惊醒，他拼命的想要逃脱蛇口，但蛇妖的力量比他大很多，眼看着他就要被活吞之时，从窗外忽然杀进来一名穿着白色制服的裁决所武者。唰！只见寒光一闪，这头蛇妖就被斩成了好几截。呼！哈！李帅把自己从蛇口中拔了出来，然后拼命的喘气。报告支部，被监视的蛇妖已经消灭，是否还要继续观察？这名裁决所武者正是之前吴凡要求贺强他们派过来监视李帅的，没想到恰好救了他一命。上面要求我们将妖兽的尸体回收，然后送往帝都妖兽研究所。耳机里传来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的声音。明白。挂断了电话，白衣裁决对李帅说道：“你先去做个体检，然后麻烦你跟我们去裁决所做个笔录。”陈仓市裁决所支部此时正是一片欢腾。这次我们不仅拔掉了一个长期潜伏在本市的邪教实验室，同时也抓住了一名邪教高级成员。mwxbj.org 简直就是大功一件啊！裁决所的贺强大人和斩妖队的队长要升迁了。是啊，此时吴凡正坐在贺强的办公室里。吴凡同学，谢谢你的帮忙，我会把你在这次行动中的优异表现写进你的档案里的。等你以后从华夏武大毕业，参加裁决所武者招聘公考时，能在折算笔试和面试的分数后综合再加5分。贺强看着吴凡，一脸笑意的说道：“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内部的庆功宴，在本市的润之轩大酒店，希望你能来参加。”与贺强相比，吴凡脸上不喜不悲，
对他来说，裁决所考试加5分的奖励可有可无，他只是来完成华夏武大布置的任务的。不好意思，贺强裁决，今天已经是9月6号了，武道修炼的任务繁重，开学典礼也马上就要举行，所以我订了下午的动车，想早点赶回帝都报道，可能参加不了你们的庆功宴了。吴凡略表歉意地说道。这些人的庆功宴，就算没有参加过，他也能想到是个什么样的场景。二手烟到处缭绕，你倒一瓶酱香白酒，我吹一瓶珍藏老窖，人家给你敬酒，你不喝就是不给对方面子，一个个都想把自己的关系弄得更浑浊。不愧是华夏武大的学生，对待修炼一点也不懈怠。要是我家里那个混账有你一半的优秀，我做梦都能笑醒。贺强叹了口气说道。那我就先走了。和裁决所这边对接了任务后，吴凡就背着包离开了陈仓室。咔咔咔咔，坐在动车上，吴凡在整理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前第7圣徒的妖兽实验，孟洛西说第3期只有贝斯科德知道，那会不会在那个面具空间里？吴凡识海里出现了一个独立空间，此时这个空间里除了一颗散发着金光的灵核和一个极品灵石，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惜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够，能拓展的空间只有这么大。不过吴凡也并没有过分想要依赖前代圣徒的遗产，毕竟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还都是未知的。如果将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上面，最后什么都没有，那不是害了自己？我这边的任务只用了不到1周，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吴凡拿出手机，准备登录进校园网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全国新生武道大赛预选资格赛即将开始，根据武协透露，本次大赛的赛制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个帖子下面的留言是最多的，已经快要有5000条回复了。听说今年乾隆班的第1名灵气只有 N 级，虽然我知道他能以 N 级力压其他同学，或许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但我真的不看好本届的新生。哎，我也不看好，看来今年只能当第2名了。哟吼，你们还沉浸在幻想中呢？你们不知道吗？今年其他武大的天才有多强？我本人是滨城的，人家滨城武大今年有10多个新生，已经是地阶武者了。我靠，滨城武大这么厉害！我记得他们去年不是全国16强吗？感觉今年能冲击4强啊！呵，滨城武大算什么？我们华夏武大照样碾压他们。楼上的简直就是盲目自大。据我了解，我们的新生也只有15个左右进阶到了地阶，照这样下去，打去年的16强都很艰难。我表哥在金陵武大读书，你们知道的，这省前不久才遭遇了一次双海妖冲击，虽然受损严重，但斩杀的妖兽也有很多，高级灵核，妖兽材料十分充足。他们去年就是4强，今年真不好对付。评论区里一片唱衰的声音，偶尔也有几个表示支持的，但也都淹没在大量的评论之中。其实很久以前不是这样的，毕竟进入华夏武大的武者都是骄傲的，带有血性的。但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每年都会交替成为冠军，不管双方学校的新生再拼命，也都无法打破这个魔咒。久而久之，大家就默认了，我们今年一定会蝉联冠军宝座的。吴凡在评论区里发了一条这样的评论后，就关掉了校园网。之后过了3个小时左右，吴凡坐的动车就到站了。亲爱的乘客，天府站已经到了。没错，是天府站。9月10日入学典礼，现在才9月6号。吴凡利用这段错开的时间返回了天府华西医院康复中心。吴能在2名护士小姐姐的搀扶下开始缓慢的走动，虽然命就回来了，但脊椎一直都有点问题，因为他不是武者的关系，只能慢慢恢复。吴能叔叔，你好棒啊！其中一名护士小姐姐鼓励道。加油哟，比上个月好多了呢。另外一名护士小姐姐也说道。小凡啊，看来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彻底康复了。吴能对一旁的吴凡说道，虽然他走几步就满头大汗，但脸上带着止不住的笑容。自从吴凡告诉他他已经考入华夏武大后，吴能就感觉自己身上的压力彻底消失了。老爸，我这次是提前完成任务，才有一点时间回天府，但学校就要开学了，我得马上回学校报道。吴凡站起身对吴能说道，我会每个月给你打10万块钱，这钱你放心用，对我来说9牛1毛。笔下文学，等你身体痊愈后，也不用再出去打工了，想在天府住或者想去帝都都行。吴凡在加入乾隆班后，学校的福利会给家属分配一套帝都的5、6环外的房子居住，而且学校每个月都会给他打50万的现金。之所以不给吴能更多的钱，一来他怕吴能乱用，沾染上了不好的习惯，二来怕钱太多被一些坏人骗钱又骗感情。好，吴能一连说了3个好字。吴凡跟吴能告别后，离开了华西的康复医院，来到了他在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前临时住的房子里。拉开案板，他打开一道上锁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一颗鸵鸟蛋大小的石头，居然已经萎缩成这个样子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救。没错，这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之前从阳城禁地带出来的那颗超级大妖的蛋。吴凡最早看见他的时候，他还在泛着淡淡的金光，拥有抵御禁地力量的能力，而如今却变得死气沉沉，根本不像拥有生命的样子。毕竟你也算救过我的命，希望你还活着吧。吴凡叹了一口气，其实与这颗蛋相比，至少吴凡还是幸运的。他将蛋从保险柜里抱了出来，然后红光一闪，直接收进了圣徒面具中。进入华夏武大后，还是辅修一下关于妖兽方面的知识吧，不管是为了这颗超级大妖的蛋，还是为了前任圣徒的黑科技，都是有帮助的。吴凡一边想着，一边离开了房间。只是他没注意的是，当吴凡把妖兽蛋放进圣徒面具的那一刻，他居然动了一下，随后他就像是有生命一般，缓缓地滚到了唯一剩下的那颗极品灵石旁。极品灵石在接触到蛋壳边缘的瞬间，被直接吸了进去。嗡！本来还是石头模样的大妖蛋，渐渐出现了点点光泽，衰败的模样顿时好了许多。帝都华夏武大，翻山越岭，坐了10个小时动车的吴凡，终于回到了华夏武大。不过这次和他上次来参加自主招生考试不同，他发现华夏武大的校区里多了很多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长辈。华清池，来，小哥，能不能帮我们全家拍张照？一位红光满面的大叔拉着吴凡说道。行，
吴凡还是蛮有人情味的，不是脑子里光想着修炼，别人一耽搁就觉得不耐烦的那种人。咔嚓，照片里出现了新生，新生父母、爷爷奶奶好多人。谢谢你啊，同学。大叔带着笑容说道：“敏敏啊，以后进入华夏武大也要加油哦。”吴凡朝着被叫做敏敏的新生看去，发现她容貌美，肤色白皙，虽然灵压等级有21级，是个1阶初级武者，在华夏武大的新生中也算是厉害的，可却不像个能战斗的人。学长，我是医学院的陈瑞敏，今年的大一新生，您是那个学院的？陈瑞敏看向吴凡，发现对方的灵压比他强大许多，下意识便认为他是学长。我不是学长，我也是今年的大一新生，战斗学院的。吴凡指着不远处的小白龙说道：“你们如果要游览校园的话，可以搭乘那个。”啊，好。在听到吴凡也是大一新生后，陈瑞敏心中很是震惊。要知道他可是今年山城的武者高考第5名。别看山城名字上只是一个城，但可别小瞧他，因为他和帝都、魔都、荆门这3个城市一起都是中央直辖的超级城市。天府作为 S 级大城，人口也才2100多万，而山城则是有3200多万人。所以能在山城考到全省第5名的，不说是绝世天骄，那也算得上是小凤凰了。今年武者高考成绩出来后，陈瑞敏整整被人羡慕夸赞了2个多月。可没想到刚来报道的第一天，还是在学校门口就遇到了一个比他强很多也低调许多的同年级男同学。考上大学就应该高兴，没必要压抑自己。吴凡的眼神就像是尖刀，一下子就看出了对方在想什么。医学院出来的医武者能治病救人，很了不起的。虽然当初华西医院的 A 阶医武者要了吴凡500万元的飞刀手术费，但如果没有他的话，吴能或许早就死了。所以吴凡只能说希望学医的优秀武者能再多一点。好，谢谢。等到吴凡走后，陈瑞敏才反应过来，啊，他不是和我一样都是新生吗？怎么说话这么的像我老师啊？沈子双的办公室，真没想到在陈仓市还有一个邪教的科研基地，而且还有一名 A 阶的邪教使徒和多名 B 阶、C 阶的邪教武者。我在看到这个消息后就怕你出事。沈子双穿着白色透肉的衬衣，黑色套筒窄裙，一双修长的大腿套着5D厚的黑色丝袜，脚上穿着一双脚尖嵌着方形水钻的高跟鞋。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吴凡，发现没有缺胳膊少腿后，拍了拍高耸的胸脯说道：“还活着，真好。”吴凡不想说别的话。你的宿舍已经分配下来了，家具、家电、被套都是完善的，你直接拧包入住就行。临近开学，沈子双桌上有一大堆文件，手机上的工作群不断的跳出信息，而且隔3差5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忙得不得了，能停下来和吴凡说话，已经算是忙里偷闲了。那我就先走了。就在吴凡要离开沈子双办公室的时候，沈子双忽然叫住了他：“吴凡，那个，你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哦。”吴凡被他这句话弄得一头雾水，但他可不是随便就能糊弄过去的小白，直接转头问道：“明天开学仪式有什么问题吗？”不过这一次，一向是有话直说的沈子双也选择当起了谜语人，他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说道：“你明天就知道了。”吴凡乘坐小白龙来到了学校给自己分配的宿舍，让他比较意外的是，住宿的地方是一片联排别墅，四周都是修剪过的大树和绿植，光是一层的套内面积就有140多平米，还附带一个地下室、冥想室、修炼室，还有坐北朝南的采光客厅，这待遇还真好。吴凡之前还在想，华夏武大给他分配的宿舍会不会像高中那样好几个人住一间。就在他进入房间放下行李，准备去吃晚饭的时候，遇到了从隔壁别墅出来的林小璐和张恒。哟，凡哥！林小璐和张恒热情地跟吴凡打了声招呼，随后3人就朝着食堂走去。凡哥，听说你在陈仓市遇到 A 阶妖兽和邪教的高阶武者了？林小璐好奇地问道。有是有，但没正面交手。虽然吴凡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但面对稍微弱一点邪教的 C 阶武者都还是问题，就别提 A 阶武者了。那也很厉害了。林小璐惊叹道。咱们小队的人都回来了吗？吴凡觉得自己这个队长当得有点不称职，不过他一点也没有在好好反思的样子。不得不说，讲的就是一个清静无为、自由成长。官员那边好像在回来的动车上了，估计明天能在开学典礼时赶回来。张之白和碧阳前天就回来了，王爷那边还在找那个失踪的高中生，估计是回来不了。罗侯和方天迅在做任务时受了伤，不过带伤参加开学典礼应该是可以的。林小璐挨个给吴凡说道，信息详细的同时又说得十分清楚，听得吴凡连连点头。罗侯和方天迅的伤不碍事吧？罗侯是在做任务时，为了保护斩妖队队员受的伤，斩妖队那边直接给他送去了当地最好的医院，伤势没什么大碍。但是方天迅就……说起方天迅，林小璐和张恒的表情就有点古怪了。他怎么了？吴凡想了一下，他的任务不是驱赶动车道路上的雀妖吗？这么简单的任务，他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吧？吴凡有点想象不到，一群雀妖能把方天迅伤成什么样子。他倒是没有被妖兽打伤，他受伤是因为自己飙车，然后因为速度太快翻车了，自己把自己摔成重伤的。我去，这也可以。3人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聊着天。不得不说，华夏武大的食堂还是有点东西的。全校总共7个食堂，他们现在所在的就是第5个食堂大楼，这里有金钱区、学分区，还有零食区。金钱区的食物比较普通，从3块钱的3荤一素到10万元的国宴。学分区就比较厉害了，用料基本都是人工养殖的妖兽和大棚培育的灵气蔬菜。零食区就离谱了，食材全部都是野生的妖兽、野生的灵药和蔬菜，主打一个纯天然，无任何饲料和添加剂。凡哥，今天这顿饭我来请客。林小璐带着吴凡和张恒直接就去了零食区，3颗中品零食和6颗下品零食，谢谢惠顾。看着林小璐眉头都不皱一下的掏出零食卡一刷，吴凡只能感叹不愧是家里有矿的土豪。
许风霜和罗显和他们那些其他的队伍情况要比我们好很多，除了1-2个正在回帝都的人以外，其他队员基本都在学校里了。张恒在一边补充道：“我回来的时候去见过沈学姐了，她暗示我说明天的开学典礼有问题。”吴凡若有所思地说道：“应该是开学考试之类的东西吧？我打听到了，去年新生入学是爬塔，就是塔的层数越高，开学的排名就越高，获得的学分也就越多。”林小璐打听信息的能力很强，她连去年的开学典礼发生的事都打听到了。其实我也猜测是这样，只是不知道具体实施的形式罢了。吴凡肯定的点点头。如果真是这样，那咱们一个小队的一定要抱团行动。林小璐看着吴凡说道：“相比于新生，我们提前认识了2个月，相互之间还是比较了解的，只怕学校也会想到这些，应该不会让我们捡漏。”张恒眯着眼睛说道：“那像学姐说的那样，今晚好好休息吧。”吴凡一边啃着一条酱汁大牛腿，一边说道。第二天一早，吴凡穿好乾隆班发放的全套一阶作战服，外边套着一件休闲衣就出门了。所谓作战服，不是那种臃肿的铠甲，而是像 EVA、新世纪福音战士或者杀戮都市里面那样超薄、超贴身的。这种作战服，如果女生身材超级棒的话，可以完美的展示出她凹凸玲珑的曲线。作战服内置有超级复杂的灵能回路，可以有效抵挡外部的伤害，就算是冲锋枪打在身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当然，任何材料都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值是材料学上的，不是游戏里那种数值化的血条。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原子、分子结构，它们之间的化学键能承受一定强度的冲击，而当外部冲击太大时，它们就会断裂，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值。人真多呀！9月的天气很好，道路两旁都是绽放的树花，虽然不是丹桂飘香，但随风而飘荡的红花，味道也很棒，一片一片的煞是好看。这个叫做风信花，是一种能净化空气的灵植。文人优越素手一招，接住一朵飘落下来的红花，轻轻地戴在自己的发髻上。和煦的阳光，淡淡的花香，把它衬托得十分美丽。吴凡仔细打量了一下文人优越，发现她今天没有穿汉服纱裙，而是穿着一件黑色 JK 制服，短裙下没有穿丝袜，而是露出了一双笔直白皙的匀称小腿，脚下穿着洁白的泡泡短袜和小皮鞋。似乎是吴凡打量她穿着的时间有点长，文人优越双手捂着脸，只感觉霞飞双颊，有点害羞。你怎么了？吴凡看文人优越的表情有些不对，随口问道。没什么，只是你的眼神有点太锋利了，是我今天的穿搭有问题吗？文人优越前后看了看，又四处扯了扯自己的小短裙。吴凡把手放在自己的下巴上，很认真地说道：“整体穿搭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十分的漂亮。只是你这一身好看是好看，但不经打呀。”吴凡又看了看他的只能遮住大腿25厘米的小短裙，说道：“而且你这也不是反重力裙子，和人战斗的时候会走光的吧？”啊！文人优越听到吴凡的话，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他没想到吴凡的角度会这么的清奇。女孩子想要在开学典礼上穿得漂亮一点，又怎么样了吗？真的是文人优越内心疯狂的吐槽。走吧，开学典礼就要开始了，别发呆了。哦，好。虽说是开学典礼，但其实地点却在1期的操场，乾隆班的位置在讲台下方的最中央，沈子双早就等在那里了。今年的新生有点多啊，看这样子应该有5000、6000人了。碧阳看到吴凡过来，和他聊天说道：“是啊，听说以前每年只招收不到4000人的，看来近几年觉醒的武者多了，全国各地的武大都开始扩招了。”因为吴凡自己是平民武者出身，所以对这方面的信息还是有所关注。就在众人还在聊天的时候，讲台上忽然撕开了一道超大的空间裂缝，唰唰唰，仅仅只是一瞬间，空旷的讲台上就出现了30多道身影。好强的灵压！为首之人梳着中年领导的发型，不张扬，很沉稳，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而之前主持自主招生的刘江华副校长，暑期集训的木兰锦副校长都站在他的旁边。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华夏武大的校长，我叫做郑强。没有话筒，没有扩音器，仅仅只是随意讲出的话，都能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华夏武大自建立以来，已经经历了100年的风雨，从这所学校中走出过无数的强者，他们或主政一方，或镇守一隅，成为了我华夏大地的中流砥柱。我今天讲话的主题，不是赞美盛世，也不是传播苦难。你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不可否认，你们在之前的修炼生涯中，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和汗水，才能打败无数同龄人来到这里。但是，我想说，在你们之中，有95%以上的人，拥有着其他人无法企及的资源和天赋。所以，我希望你们能认真的思考，在拥有这些资源和天赋后，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是高高在上的，还是受人尊敬的？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我希望你们能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顶尖学府的校长，我希望你们能成为能为学校争光、以学校为荣的人；作为修炼道路上的前辈，我希望你们能成为不怕挫折、不惧困难的人。最后，作为一个华夏人，我希望你们能成为一个爱国的人。郑强的话语不尖锐、不强势，但内容十分厚重，富有情感，让在场每个进入华夏武大的新生都从心里感觉到一种正向的力量。郑强讲话的时间不长，不像那些喜欢打官腔，说是讲2句，结果一讲就是1-2个小时来找存在感的、喜欢钻营的人。等他讲话一结束，旁边的木兰锦就站了出来，她的打扮依然和在集训基地时没什么变化，穿着大片黑色打底，带白色兰花花纹的旗袍，配上黑色长筒丝袜高跟鞋，整个人十分的飒气。现在请乾隆班的学生上台来。木兰锦看着吴凡他们所在的方向，示意他们上去。啊，为什么要我们上去？好几个乾隆班的成员都有点懵，根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不过既然副校长说了，他们也就走了上去。作为武大的学生，不能没有战意和血性。我们在每年开学典礼的时候，都会举行一次集体的战斗考试。木兰锦指着站在台上的乾隆班众人说道：“他们是乾隆班的成员，和你们一样都是今年的新生。
他们有的是参加自主招生选拔出来的，有的是全国竞赛的冠军。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的实力比你们这些参加普通武者高考进来的学生强不止10倍。哗！听到木兰锦的话，在场几千名新生集体哗然，随后纷纷露出怀疑、不服、质疑的表情。卧槽！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这是不是在给我们拉仇恨？方天训杵着一根拐杖，左手绑着绷带挂在脖子上，语气不安地说道：“校长，你说他们现在比我们强，我或许还认可，但你要说强我10倍，这不是把人看扁了吗？”对啊，校长，你说他们比我们强，难道就真的比我们强吗？武者的强弱可不是靠感觉的，总得交手后才知道啊！操！老子不服！什么破乾隆班，老子要把他们打成卧虫班！一时间，操场上群情激愤，一个个摩拳擦掌，想要上来和乾隆班的同学较量一番。这时，另外一名副校长刘江华站出来说道：“我们华夏武大总共有东南西北4个校门，而乾隆班也分为4个小队。待会乾隆班4个小队的队长会带领他们的小队镇守在每个大门，而你们在台下的新生要在规定时内选择一道大门进行突破，进入大门者算入学考试成功，每人奖励50点学分。而乾隆班的成员在时间结束后，自己所镇守的大门外还剩多少名新生，则每个人投算10点学分。”卧槽！我的天！听到这个规则，不论是乾隆班的学生还是台下的新生，全部都惊呆了。台下的新生，50点学分啊！我听说1点学分就能换一颗中品灵石，50学分能换一门比较好的地级武技了。而台上的乾隆班学生，我靠，这台下这么多人，要是都拦住，岂不是要发大财了？台上和台下双方学生互相对视，皆在对方脸上看到了载肥羊的表情。在正式开始之前，让乾隆班4个小队的队长抽镇守大门的签，然后分别展示自己队伍的情况。刘江华对吴凡等人说道。随后，吴凡、许风霜、罗显和、文人优越就走到中央，开始抽签。我要从南门进，毕竟南门可是学校的正大门，华夏武大4个字在哪里摆着呢？呵呵，我也要从南门进，我要光明正大的走进去。在全国所有的大学校园布局中，南门都是校园的正大门，就是最宽、最大、最有排面的那个。在台下嘈杂的讨论声中，4人已经抽签完毕。随后，他们几人走到台前，向众人展示抽签的情况。我叫许风霜，是32级地阶武者，镇守的是东门，灵气是4把羽刃。许风霜背后浮现4把像钢铁翅膀的羽刃。我叫罗显和，31级地阶武者，镇守的是北门，灵气是一对护臂。罗显和挥动双拳，土黄色的拳套出现在他手中。我叫文人优越，33级地阶武者，镇守的是西门，灵气是一根缎带。文人优越原地转动身姿，一根类似混天绫一般的粉色绸带挽在他的脖子和双臂间。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集体看向了吴凡，笔下文学。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吴凡从虚空里抽出了一把生锈的长刀，随着对着台下的众人说道：“我叫吴凡，27级一阶武者，灵气是一把长刀，镇守的是南门，华夏武大的正大门。乾隆班的队长是一阶武者，才27级。”台下的新生在听到吴凡的自我介绍后都很诧异，如果这种实力都能当队长，那我也可以啊！台下有战斗学院的新生喊道。每个武大都是综合性大学，有很多学院，其中最擅长战斗的便是战斗学院。而今年进入华夏武大战斗学院的新生中，有60%都是一阶武者。虽然他们没有参加自主招生或者成为特招生，但他们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不然华夏武大也不配成为最顶级的学府了。早知道乾隆班这么好进，当初我就不该去帝都武大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结果被一群变态给刷下来了。说话的是一名身材强壮的男生，他身上毫不掩饰地散发出一阶武者的凌压，用充满侵略性的目光看向吴凡。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知道，他们这些参加全国武者高考的学生，有很多都是参加过各大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就在台下大部分人对吴凡指指点点的时候，吴凡忽然开口说道：“你们这么会说，难道灵气是嘴巴吗？然后靠着嘴遁打倒对手？”仅仅就这一句话，就挑动了台下所有人的怒火。这么嚣张，看我今天不把南门给打穿！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走其他的路，这南门就交给我了。看到群情激愤的场景，吴凡倒是面不改色，但他身后的队员脸上则是挂上了痛苦面具。我靠，副校长给我们拉仇恨就算了，凡哥你这直接就是火上浇油啊！况且咱们小队的人手不够，还有2个受伤的，这不得被打成猪头？林小璐面色发苦地看向台下几千名充满战意的新生。陆哥，不要急。张恒淡定地说道。林小璐还以为他有什么妙计，结果只听张恒说，大不了放弃抵抗，躺平认草。林小璐在介绍完自己后，乾隆班的4个小队在各自队长的带领下，前往了各自镇守的大门。南门，华夏武大的正大门，此刻正被淡淡的蓝色屏障所阻隔。吴凡、张之白、毕阳、罗侯、林小璐、张恒、方天训7人站在巨大的大门口。小子，你可真勇啊！旁边好几个华夏武大的资深教授站在南大门的旁边，他们是安全员，任务是在关键时刻出手救人，防止开学考试出现人命的。这群安全员中，其中一个就有吴凡非常熟悉的光头和教授。我跟你说，守不住呢就不要硬守，虽然学分很诱人，但聪明人要懂得取舍。何教授语重心长地说道。吴凡就只回了一个简单的N字，就盘腿坐在地上闭目养神了。等何教授走回到其他教授的身边时，有教授问道：“这次赌多少？”何教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然后自信地说道：“我赌半个小时，3颗上品灵石。”哦，这么久？我感觉用不到10分钟，我赌2颗。10分钟也太少了。虽然吴凡等级低，但他恢复能力很强，只要不被控死围攻，靠拉扯也能有个20分钟吧。况且张之白的实力也很强，我赌一本地级武技。
几个教授在一个叫做韭菜的 App 上开始了下注。像其他3个门，虽然选项也有赌坚持多少时间被攻破大门，但也有猜能阻挡多少人的。可情况转到南门这边就不一样了，清一色的选项全部是猜吴凡他们能坚持多少时间。就在众人等待的时候，新生已经选择好进攻的校门，然后开始行动了。东门，许风霜所在的小队，吴凡那个家伙这次要翻车了。许风霜一想到吴凡即将被新生揍成猪头的样子，冰寒的俏脸上就露出一抹微笑。大姐大，你在笑什么呢？一名队员好奇地问道。我在笑有些人不自量力，呵呵。而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脚步声。许风霜略带笑意的表情马上收敛，浑身灵压浮动，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其他队员也都站好位，做好心理准备，将要迎来一场硬仗。笔下文学。1分钟后，他们的面前出现了50多人。你们是先头部队前来打头阵的吗？徐十一作为许风霜小队的副队长，还是有点话语权的。听到徐十一的话，这50多人左右看了看，其中一人说道：来东门的就我们这些人了。什么？许风霜小队的队员包括许风霜在内都大感意外，因为今年的新生可是有5000多人，就算平均分配下来，他们这里也应该有1000多人才对，可是现在这里才50多人。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西门和北门，文人优越和罗显和他们面对的新生加起来也才150人不到。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剩下的那几千名新生去哪里了呢？华夏武大南门，轰隆！本来还晴空万里的天气忽然被一片阴云遮挡，一道惊雷从天边炸响。凡哥，你快看！林小璐飞速凑到正在闭目养神的吴凡身边，疯狂摇晃他的肩膀，并且手指向远处。哒哒哒，乌压压的人群，密集的脚步声，几千名身上带着不弱灵压的年轻武者，正缓缓朝着大门处走来。呼！风吹动地面上的尘烟，卷动所有人的衣摆，营造出了一种大战前肃杀的氛围，同时也给吴凡小队平添了一份凄凉的底色。咔嚓！几名大3的学长学姐正浮空在更远处的空中，他们是学生会的干部，本次前来是想拍摄入学考试的素材，发到校内新闻上的。一开始，几人还抱着一般般看戏的心态，因为看一群低阶武者战斗，对他们的武道修炼没什么帮助。但现在不同了，看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和镇守南门那孤零零的几人，他们将自己带入了一下。华夏武大史上最绝望的入学考试事件要发生了。他们一边拍照，一边把本次校刊的标题都想好了。几千名新生分散走着，第一排大约就有上百人，而在他们的身后是看不清的人头。等他们走到距离大门还剩下100米时，一名为首的一阶武者开口说道：你们就这点人，还不如干脆点，直接投。可他话还没说完，好！林小璐对着他直接一拳轰出，没有任何修饰，很质朴的一拳，隐约间伴有龙吟之声。说话的这名一阶新生反应也很快，马上双手交叉进行格挡。砰！拳头打在了他的护体灵压上，产生了凹陷的同时，居然出现了螺旋状的锋痕，拳头处传来了内劲，一股巨力袭来。不好！只听一声骨头的脆响，十字交叉的手腕被打成了面条状。这名新生只感觉身体一轻，口吐鲜血，整个人身体凌空向后飞去，一连撞飞10多个人。就在林小璐出手的同时，方天迅单手握着长枪，脚下一踩，像无畏先锋一般，直接冲向人群。当！他一枪荡开4、5个人的灵气，随后长枪一扫，身体一阵盘旋，脚踢八方，一时间无人近身。折射箭！张衡拈弓搭箭，箭矢射出后，犹如钢丝一般，在空中拉出一道金属流光。扑哧！扑哧！一瞬间，10多名新生被折射箭击中。穿透箭！在射出折射箭后，张衡忽然左脚用力往前一踏，地面被踩出一道浅浅的凹痕。随后他弓腰马步，右手取出一根特制的合金弓箭。轰！随后张衡浑身爆开一道惊人的灵压，伴随着灵压的出现，他所在的空气都在颤抖，整个箭矢被一圈圈的灵压风暴缠绕。蓄力1秒、2秒，就在第3秒的时候，张衡右手手指一松，强大的反震力直接让他整个人往后飞去，但他左手在地上一撑，右脚画圈，整个身体原地翻滚了半米，完美化解了这道强大的反震之力。而另外一边射出的箭矢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龙卷，凡是经过他周围的物体都会被撕成碎片。咔嚓咔嚓！身在前方的新生还知道紧急躲避，而在后面的新生被这道贯穿龙卷风直接搅飞了一片。嗖！正在围观的华夏武大教授马上瞬移到场上，将重伤的学生进行空间转移。这有点猛啊！好几个教授吃惊地看着校门口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想到吴凡小队的这几个学生，每一人都能压着10多个人打。呸！一名新生从嘴巴里吐出一颗牙齿，虽然经过医武者治疗后会再长出来，但疼也是真的疼。半月斩、冰轮斩、妖鬼盾、回天术，这群新生也不是弱者，当然不可能站在哪里挨打。冲在最前面的林小璐一瞬间挨了几10个武技，噗！林小璐的护体灵压瞬间就碎了，浑身上下出现了几10道深浅不一的伤口，一道长5米的数值能量剑气直接将他的左手给斩了下来。林小璐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但他却紧咬着牙，背后星环闪动，沉肩分胯，单阳挂脚，铁山靠。他脚步往前一踩，身体直接超前一撞，砰！犹如巨神撞天山，正面挨了林小璐这一撞的新生是一名 F 阶的工学院同学，他刚才使用了防御性的武技妖鬼盾，周围有3道带着鬼面的能量小盾护着他，能抗住一阶武者的3次攻击。这个武技多次帮他抗下致命一击，然后反杀对手。可是今天，轰！鬼面盾直接破碎，这名工学院的新生口吐鲜血，身体直接横飞出去，强大的冲击力甚至撞飞了好几名后排的同学。可林小璐实力再强，也双拳难敌4手。地面忽然飞来5道冰轮，
锋利的刀刃一旦切在林小璐的身上，最少2条腿是保不住的。而就在这时，只听一道琴声响起，当，无形的锋刃和冰轮撞在一起，瞬间化作漫天的冰晶。张之白盘腿坐在南门的中央，手指抚琴，快速拨动，飞流雨瀑，高山流水，哗啦啦。他身上的灵压混合着琴音，犹如奔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瞬间席卷了方圆100米的范围，一时间将集火在林小璐、方天训2人身上的武技全部震散。卧槽！靠近华夏武大大门口最前的几百人，被强大的灵压震慑的倒退了10多步。阳关3叠，唰！一名 F 阶新生的胸口在无影无形之间展开了半米长的伤口，而其他拥有护体灵压的1阶新生身上的屏障陡然炸碎。我尼玛！D 阶武者！众人将目光集体看向张之白，他们本以为吴凡小队等级最高的是吴凡，但他们没想到居然还隐藏了一个 D 阶武者，而且看样子这名 D 阶武者的实力还不是一般的强。尼玛的，真假队长？此刻看向犹如法术炮台的张之白，新生们觉得自己上当了，这个小队真正的队长居然一开始就隐藏起来了。冲锤火花！一名手持巨大铁锤的新生武者脚下一踩，在身体被切割了10多道锋刃后，凭借着体重的优势，一锤砸到了张之白头上。凌波微波！张之白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身影再次出现，已经是100米以外。他手指翻飞，瞬间一道巨型锋刃朝着大锤新生杀去。啪！何教授一个瞬移出现在巨锤新生面前，他一把抓住巨锤武者的肩膀，瞬间带离了战场。巨锤武者被直接淘汰。很明显，刚才何教授判断张之白的锋刃会直接将人给秒杀，而没了阻挡的巨型锋刃，形散而能量不散，直接将远处一排武者斩成了重伤。呼叫增援！呼叫增援！别看几名教授都是能空间移动的 A 阶强者，但吴凡小队的人实在是太猛了，一个不留神就会是躺尸一片。当然，比起新生，吴凡小队的队员要更惨一点。本来绑着绷带方天训，现在浑身都是鲜血，伤口更是深可见骨。呵！但方天训单手持枪，长枪忽然爆发出恐怖的力量，3倍暴击，枪尖刺穿了一名1阶新生的身体，随后像是穿葫芦一样，一连穿了4个人。哈哈！方天训就像是铝烧烤串一般，一脚踢在最前面那人的腹部，被刺穿的4人顿时倒地不起。而此时，在远方忽然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凤鸣，百鸟朝凤。只见一只巨大的金色火凤从张之白的琴弦上飞出，金的火焰蔓延全场，霎时间，华夏武大的校门口被烧出了一道真空地带。我的天，这也太强了吧！我怎么感觉这个张之白才是华夏武大新生的第一人啊？笔下文学。此时，不光是学生会的学长学姐，就连自律会、心理会等校内势力的学长学姐也都跑到南门来看热闹了。可惜他们的人手不够，现在只是灵压充沛的情况下能做到压制，而等到灵力用尽时，他们就挡不住了。一名学长说道：“林小璐、方天训、张恒几人都是2倍灵压的1阶武者，我们那年最强的地阶也才压缩了2倍，而这个叫张之白的居然压缩了3倍，属实是有点离谱了。”事情也如学长学姐所料，选择突破南门的新生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击退的人数甚至还不到350人，体内的灵力就已经消耗大半。林小璐和方天训更是已经被淹没在人海之中。吴凡，你的队员都在拼杀，你却躲在后面，简直弱爆了！看我来斩你！有人突破了封锁，径直朝着吴凡杀去。而就在他快要杀到距离吴凡只剩10米时，恐怖的灵压爆开，2道人影从天而降。咚！那名杀向吴凡的新生，只在刹那间看到了一双如饿狼般的眼神，随后一道利爪撕开了他的身体，噗嗤！他身体倒飞而出，在飞行的过程中，双眼一闭就昏死了过去。而另外一边，一个身高2米、体格彪悍的年轻人一脚踩在地面，砸出了一道大坑，随后用力挥动手中的长矛，直接扫翻了围攻上来的10多个人。官员、王爷，正被围攻的林小璐顿时感觉压力骤减，他回头看去，只见2道熟悉的人影正一左一右的朝新生冲杀而去。靠！要不是抽到去北疆的任务，我早3天就回来了。官员身上的灵压爆开，强横的实力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什么地阶武者？然而让人更吃惊的还在后面，王爷手持长矛，背后星环亮起足足3道光环，这人也是个地阶武者。在吴凡的队伍中，除了张之白以外，官员和王爷是实力排第3和第4的人，他们在经过了一个暑假的集训后，纷纷突破到了地阶。好家伙，今年的新生基本都在这里了吧？是觉得我们这一队的人好欺负吗？官员双手上扬，将绑在自己头上的方巾在脑后拉紧。那今天你们就别进校门了，进医院吧。轰！官员和王爷一样，直接亮环。武技萧国，以官员为中心，周围10多米的范围内产生了恐怖的引力场，凡是踏入这个引力场的敌人，移动速度和行动能力都将下降90%以上。刷刷！官员将双拳交错，2道拳爪十字杀出，在空中拉出了一道10多米长的血色十字，犹如兽人加鲁鲁的凯塞瑞爪，巨型的能量爪刃直接掀翻了前排20多人。武技战意怒吼，巨力挥舞。王爷双手握着长矛，用力朝前一扫，又脚猛地跺在地上，随后从嘴里发出了一道惊人的巨吼。吼！声浪夹杂着灵压粒子，爆发出层层淡红色光幕。卧槽！本来被王爷扫飞的新生刚调整好身体，结果耳边就传来了晴天炸雷。噗嗤！实力弱的 F 阶武者瞬间脸色惨白，大脑嗡鸣，直接宕机了。而实力稍强的1阶新生身上的护体灵压也出现了大面积的裂痕。然而，王爷的战意怒吼并不是一道攻击武技，而是一项提高自己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的增益武技。砰！
王爷身躯暴涨了一圈，手中的长矛发出恐怖的力量，他每一次的横扫都能拉出4、5米长的半月斩。此时的他像个战神一般，在这群新生中无人可挡，围攻他的人像被割的麦子一样，一扫就倒下一片，鲜血化作雨幕洒向长空。峰回路转，令人意想不到，精彩精彩！远处一名学长手中拿着一牙西瓜，直接啃在了中间最甜的那部分。我本来还以为他们是最拉胯的一届乾隆班，不过现在来看勉强还算可以吧，但如果没有更加亮眼的表现，在入学后的全校排名战中一定会被刷下来不少。一名戴眼镜的文科院学姐说道。确实，周围的学长学姐点头认同道。由于官员和王爷的加入，华夏武大大门口蜂拥的突围新生被集体往后推回了30多米。嗖嗖嗖！作为安全员的教授们不停的空间瞬移，将重伤濒死的学生送到华夏武大的医学院。参与救治的医务者都是华夏武大医学院的学生。这次的入学战斗不仅是在考验新生们的实力，同时也在锻炼其他学院的学生。呸！丁聪华将嘴里的口香糖吐了出去。他是今年华夏武大战斗学院的大一新生，参与几千人的围殴，这种事情他没兴趣，所以从一开始他就站在最后面，根本没有出手的打算。不愧是乾隆班的高手，实力真强啊！丁聪华一边走着，一边召唤出自己的灵气。虽然我不是退优生和特招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实力啊！砰！强大的灵压爆开，28级一阶武者。在丁聪华爆开灵压的同时，其他一直没有参战的新生高手也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上百名一阶武者的灵压并在一起，顿时让整个战场都为之一惊。这群人终于出手了，看来战斗也快结束了。学生会的学长开口说道，虽然表面上来看，官员、王爷、张之白他们能压着几百人打，但那些学弟学妹都是工学院、理学院的新生，战斗力要弱不少。其实来南门的新生就算只有1000多人，也不是一个10人小队能够对付的，要不是为了今年的全国大赛，新生的开学大战也不会用这样一种形式。一旁自律委员会的学姐说道。当战斗学院的新生加入战斗的这一刻，整个战场的画风就开始变了。林小璐和方天迅的眼中露出了决一死战的表情，而官员、王爷、张之白等人也神情肃穆决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凭借自己几人就能阻挡几千名新生武者。虽然新生们的实力比不上自己，但他们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不可能像宰咸鱼一样乱杀的。就算是之前像被割麦子一样推平的新生，他们在理学、工学方面的知识也不是吴凡小队的人能比得上的。邪教的黑科技也全是靠着理工科等学科研究出来的，包括现在用来防御妖兽的保护罩，也是武者科学的产物。呼！崔子熙单手提着长剑，身上散发着强大的灵压，在距离官员还有50米的时候，他脚下一踩，身体陡然加速，朝着官员杀去。枪！官员的拳爪和长剑在空中瞬间拼杀了10多招，而就在双方战斗时，从旁边又杀来2人。砰！官员左拳砸开一人，右爪荡开一枪，随后胸口就被踢了一脚。好！他大喝一声，身上灵压爆开，踢中他的那人连护体灵压都没有破，直接被顶飞了出去。mwxbj.org 第几武技天荡剑气。崔子熙趁着官员迎敌的时候，手中长剑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一道恐怖的剑气斩在官员的肩膀。咔嚓！官员的护体灵压瞬间被斩出了一道极大的缺口。砰！在崔子熙一剑将官员护体灵压斩出缺口时，官员也一爪撕开了崔子熙的小腹。撕了！肚皮发出了破布般的声音，柔软的皮肤直接裂开，里面的内脏被强大的灵压捣碎。噗嗤！以一阶武者的实力破开地阶武者的防御，虽然硬实力有差距，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赶快救人！此时南大门处已经增援了近40名 A 阶武者。武技碎骨脚！砰！官员单臂格挡，却被强大的力量踹飞了出去，手臂传来钻心的疼痛。即使地阶武者又能怎样？面对几十名实战经验丰富、灵压强大的一阶武者，那也得吃扁。在官员受挫之时，另外一边的王爷也好不到哪里去。呵！迎面杀来5、6把长枪，大戟！王爷将长矛横向举到空中格挡。然而对面所有人同时冲击下压，王爷被逼得连连后退，长矛的铁杆都在贴在他的胸口了。杀！王爷大吼一声，身体侧移，将抵在脖子处的敌兵牵引向别处，随后长矛扎地，双腿腾空猛然一踹。啪啪啪！前方3名新生强者被踢飞了出去，但战斗中最忌讳就是飞身，其余人在王爷踢飞同伴时猛然攻击王爷的要害。断魂枪！挑斩！砰砰！王爷的护体灵压被瞬间戳得千疮百孔，残破不堪。都给我退！王爷也是猛人一个，此时的他根本没有防御，而是单手抓住长矛的末端，然后举向空中，像甩鞭子一样直接抡了起来。快3米长的长矛如直升飞机的扇叶一般转成圆盘时，出现了无数道残影。随后王爷一踩地面，悍然朝着围攻而来的人冲去。噗噗！王爷像人形坦克一般，合围而来的新生强者顿时倒了5、6个，其他人见势不妙，脚下踩着身法四处躲闪。就在王爷大开大合、大杀四方之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道破空声。咻！10多道眉羽箭笔直地朝着王爷的眼睛射去。当！王爷扫动着长矛，10几根长剑连5米的范围都没有进，就直接折断。快让！就在远程弓箭也拿王爷没有办法时，远处传来了一声暴喝。嗖！比任何弓箭传来的破空声都要响亮，一根布满了灵压的长矛自高空中落下。就在刚才，吴兆斌在2名新生的助推下，脚踩另外1名同伴的肩膀，跃向10多米的高空，随后猛地将自己手中的长矛扔出。砰！这根长矛威力超强，王爷被削弱的像张纸一样的护体灵压根本不堪一击，在破碎的瞬间，长矛直接插进了王爷的身体。噗嗤！
王爷被长矛巨大的力量贯穿，死死地定在了地上。干得漂亮！在百名战斗学院的新生对付官员、王爷2名地阶武者时，其他学院的同学继续朝着大门口杀去。大门口的倒计时还剩下1个小时18分钟。杀！他们快撑不住了。南大门的门口被淡淡的屏障阻挡，新生想要完成突破，就必须击败镇守大门小队的所有成员。队员还在浴血奋战，吴凡却依然紧闭着双眼，似乎身前根本没有发生战斗一般。妈的，这小子真装！说真的，要换我在他那个位置，我估计早就慌了。由于现场观战的学长学姐太多，他们又各自呼唤自己的朋友、闺蜜，导致现在南大门两边的高楼大厦、商铺、民居、楼顶、天空都站满了人。仅凭借不到10人，能挡住这么多人30多分钟，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惜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无法守住，人数悬殊太大了。你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参战，如果是游击战，估计还有点说法。可现在是阵地战，吴凡的这个小队没有一点机会。在现场，不光有人评论，还有艺术院的学姐架好了支架，拿出了画板，开始在房顶做起画来。砰！官员从地上爬起来，但还没站稳1秒，脸上就挨了一记重锤，整个人被锤到了地里。不得不说，你很强，但已经结束了。拿锤的新生强者举起手中的铁锤，就在他快要一锤砸下时，噗嗤！从天边飞来一道金属羽刃，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什么？他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他震惊的不是羽刃能破他的防御，而是震惊这攻击他根本没反应过来。扑通！巨大的身体倒地，这名武者被安全员瞬间挪出了战场。而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那道漂浮在空中的人影。啧，果然啊！全校的新生都跑到南大门这边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从天上传来：“许风霜！”官员挣扎着再次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望向空中问道：“你怎么来了？”许风霜昂着骄傲的头说道：“我想来就来，没有理由。虽然我想看你们队长被揍成猪头的样子，但我看不惯投机取巧拿学分的人。”许风霜心里清楚，学分也只能算是一种货币。华夏武大的资源虽然多，但再多的东西也有一个总量。如果一个新生成功突破，那他就能获得50点学分。而如果吴凡的小队崩盘快，导致大量的新生获得学分，修炼资源势必会被分薄。虽然华夏武大不会出现赖账的情况，但可以预见的是，学分持有量增多，那某一项珍贵的修炼资源必定会长期限量，甚至断货。许风霜是一个将利益看得很清楚、很理性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解决了突围东门的那200多人后，选择跑到南大门这里来帮助吴凡。不过说是来帮助吴凡，其本质也是在帮自己。而且许风霜还不是一个人来的，除了徐11这个地阶武者以外，他手下的小队成员全部都来了。我靠，还能这样的！本来在战斗学院的新生强者加入战场后，眼看就要突围了，可他们没想到镇守东门的小队居然也过来了。不要急，即使再多来几个人又能怎样？我们的人数完全碾压他们。mwxbj.org。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又有2道携带着恐怖灵压的身影砸在了南大门的大地上。听说这边有架打，我和秦少商就迫不及待地赶过来了。罗显和双拳对撞，一脸兴奋地说道。砰！秦少商将背上的重剑取下，脚下悬浮的灵压也渐渐消失。吴凡兄，这次战斗结束后要给我们分辛苦费啊！哈哈哈。而就在罗显和秦少商到场后没多久，点将几道翠绿的光芒洒在了重伤的林小璐、方天训、官员和王爷的身上。一时间，深可见骨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快速恢复。伴随着这翠绿光芒而来的，还有一名穿着黑色制服短裙的少女。文人优越。文人优越和莫清武兵分2路，所以他是带着自己小队一半的人过来的。6名地阶武者，9名一阶巅峰武者。看到来增援的阵容，不光是突围的新生震惊，就连观战的高年级学长学姐都颇感意外。因为历年来华夏武大大一的新生实力都普遍在 S 阶，稍微强一点能达到1阶初期。大2的学生一般是1阶，大3基本上能修炼到地阶，而大4的学生要成为 C 阶武者才能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如果华夏武大大4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实力达不到 C 阶，那就会面临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只能拿毕业证，没有学位证；第二个选择就是降级，再重读一个大4。而没有学位证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从武大毕业后，想要进入大型武者机构工作的同学，必须要双证齐全。比如像裁决所、斩妖队、武者央企、武者国企、各大政府机关这些官方的部门，甚至95%的武者家族开设的大型民营企业，都需要经过报名、笔试、资格复审、面试、体检、政审这些繁琐的步骤。而如果武大毕业生只有毕业证，那你在报名这一关就被刷下去了。正因为国家、社会、武大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裁决所职位最低的白衣裁决都是 C 阶武者。毕竟是战斗学院的武者，他们的实力比其他学院的同学强，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而且他们还是乾隆班的学生，属于是在战斗学院中都是最顶尖的那批人了。况且他们还有暑期集训，在提前2个月吃了一大波修炼资源的情况下，如果还达不到1阶巅峰和地阶，那才是有问题吧？一名文学院的学长说道。话是这样说没错了，总之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罗显和全身灵压暴涨，他在原地做了一个深蹲，随后双腿猛然发力，一个凌空大跳，杀入了人群之中。当当当，无数武技和灵气打在他的身上，可他的护体灵压就像是铜墙铁壁一般，将杀来的武技和灵气全部挡住了。轰！在他砸地的一瞬间，地面直接凹陷了下去，随后以罗显河为中心范围20米内的敌人全部被震飞。擒龙功！罗显河伸出左手，在前方虚空一抓，前方瞬间出现了一道近50米的扇形能量场。什么？10多名身处能量场的新生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被无形的大手捏住一般，丝毫没有反抗能力的被拉向罗显河。而就在这时，罗显河右手五指捏拳，
大量的灵压粒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汇集。武技开山拳，砰！至强、至刚、至猛的一拳瞬间打出，虎啸龙吟，气势磅礴。拳劲形成了一道巨型冲击波，加上地阶武者灵压外放的特性，这一道拳浪足有30多米长。咚咚咚，拳浪狠狠砸在那些新生强者的身上，对方的护体灵压仅仅抵挡了片刻，就变成了一堆碎片。随后，他们就像是遭受了超恐怖的压力一般，身体产生了巨大的形变，像高速飞行的棒球被球棒瞬间击中，半个身体都凹陷了下去。砰砰砰！这群人四散而飞，沿途撞在了后面的大部队上，巨大的冲击力让前排倒了一大片。重剑不攻，咚！秦少商双手握住重剑的剑柄，以平行的姿态弓步凝视前方。虽然没有像罗显河那样打得惊天动地，但若此时仔细观察他身体的周围，就可以看到强大的灵压已经让空气都出现了光影折射。快阻止他！有人顿感不妙，想要抽身上前阻止。寒冰剑，多重剑。有灵气是弓箭的新生武者连忙使用自己的武技，一时间散发着蓝色、红色、金色的几十道箭矢射向秦少商。叮叮！然而惊人的一幕的出现了，这些箭矢连秦少商的护体灵压都没碰到，竟直接被无形的剑气给震碎了。秦少商站在原地蓄势待发，就在他的剑气挡下箭矢后的那一刻，他挥动手中的巨型重剑，用力的斩下。mwxbj.org 星环破空斩，长约2米的重剑斩下，而随着重剑斩下的还有虚空中一道40米长的巨型蓝色剑气。砰！秦少商面前南大门的空地开始发生连环爆炸，一时间尘土飞扬，20多名战斗学院的新生强者被秦少商一道破空斩给直接送出去了。而就在罗显河和秦少商2个人形核弹在炸场子的时候，漂浮在空中的许风霜牵动羽刃，双手捏指，灵压汇聚。武技骤雨狂澜，金属羽刃1化作2，2化作3，三生无穷，一时间变为万千道，在南大门的空地上下起了铁刀子雨。唰唰唰，羽刃像夏季暴雨般的雨点一样重重落下，没有护体灵压保护的 F 阶新生被戳得千疮百孔。强，真的是太强了，简直跟怪物一样。本来吴凡小队看起来似乎快要崩盘的局面，在许风霜等人的参战后，形势直接逆转了。许风霜、罗显河、秦少商这几人的灵压太强了，该不会是3倍灵压吧？绝对是啊，不然不可能这么变态吧？我去，3倍灵压，这得消耗多少修炼资源啊！不愧是乾隆班，真是羡慕。呵呵，你以为3倍灵压是那么容易压缩的？灵气等级、武道信念、自身实力、灵芝吸髓经脉这些东西缺少一个都有可能导致压缩失败。轻则体内的血管经脉爆裂，成为一个废人；重则体内星云坍缩，让你当场爆炸。在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时，星环彩翼，文人优越双手一抬，地面上形成了一道直径为50米的淡绿色光圈，一只由灵压粒子勾勒而成的能量蝴蝶若隐若现。呼，我感觉好多了。林小璐在伤势恢复后，疼痛感也减弱了，连我车祸受的伤都治好了。之前的方天训都是用单手作战，在彩翼光圈里待了一会儿后，他发现2只手都能动了。我靠，这治疗能力，这是从哪里找的医武者？这个群体治疗也太顶了吧！把一群重伤的人都给抬起来了。看到如此情形，几名学生会的成员正在疯狂地修改稿子，而此时一名学长忽然说道：靠，改什么改？这标题有错吗？华夏武大历史上最绝望的事件，说的不就是这群正在突围的新生吗？几千个人打不赢人家几十个人，这下不仅学分没了，还会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我就问问你们，还有比这更绝望的事情吗？你们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学生会众人的背后响起，他们回头一看，发现身后站着一名身穿金丝长袍的黑发少年。黑发少年脸上洋溢着和蔼的笑容，凡是看到他这张脸的人都会感觉如沐春风一般。崇明会长，没错，来人正是华夏武大学生会的会长王崇明。虽然他只是一名大4的学生，而年龄只有22岁，但却是一名货真价实的61级 A 阶强者。校园里流传着许多他的传说，比如4年前，正是他带队打赢了帝都武大，夺得了那一年的全国新生武道大赛冠军。mwxbj.org 比如在他还是大2的时候，就获得了帝都才决所总部、斩妖队总局、全国10大猎武者工会的入职邀请，什么同阶1打10，什么 B 阶斩 A 阶。王崇明身上的这些故事简直不要太多，毕竟每一届都有很多近乎妖孽般的存在。会长，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认为他们会守不住吗？一名学生会的学姐用小迷妹般的眼神看向王崇明。今年这些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实力真的很强啊。王崇明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伸出手指向了突围新生中的某个人。就一个1阶武者而已，看样子还不是战斗学院的。学长，你指他干嘛？有人不解地问道。你们看下去就知道了。王崇明笑了笑，没有再说话，而是转身离开了南大门的战场。被王崇明指着的新生名叫做常征明，此时的他正戴着一副红色的眼镜，这眼镜正是他的灵气。在前方正在大战的时候，常征明却闭着双眼，盘腿坐在地上，大脑在不停地思考。我方的近战、远程、空中的许风霜，护体灵压异常浑厚的罗显赫。我方 F 阶武者还剩下3218名，E 阶武者还剩516名。没有任何人看见，在常征明的脑中世界中，他正化身为一个半身巨人，俯瞰下方这场数千人的战斗。忽然，他仿佛像是看穿了一切一般，数条成功突围华夏武大南大门的路线被他找到。他紧闭的双眼猛地睁开，然后背后的光环亮起。武技，心灵链接。嗖嗖嗖，数道羽刃落下，一名 F 阶武者避无可避，眼看即将要被淘汰之时，一道声音在他的内心响起：
左进3步，右退2步。几乎是下意识的，这名 F 阶舞者就照着心里的话去做了。他先是左脚踏出3步，第一道雨刃贴着他的后背划过，划出一道20多厘米长的伤口。而后他又朝右走了2步，2道雨刃打在了他的肩膀和脚趾，瞬间切出几道血花。这名 F 阶新生大为震惊，因为在他眼里躲避不了的攻击，被内心的那道声音提醒后，仅仅只是受了点轻伤。另外一边，丁聪华即将一刀斩在罗显和的身上，他没打算正面击败罗显和，而是存着以命换伤的想法。而就在这时，他的心里却出现一道声音：不要攻击，尽量躲避或硬挨这一拳。丁聪华即将落下的长刀忽然朝旁边一避，落在了罗显和脚边，随后罗显和一拳轰来，砰！丁聪华只感觉五脏六腑都要碎了，口中不由自主地吐出一口鲜血，身体横飞出去20多米远，最后连续在地上翻滚了7、8圈才停了下来。嗨，噗嗤！不光是血，丁聪华的眼泪和鼻涕都被打出来了。他一个28级的一阶武者，在罗显和的手下居然走不过一招，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啊，不对啊！随后他忽然反应过来，他挨了罗显和的一拳武技，居然没被秒杀。我靠，厉害啊！渐渐的，战场上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突围的新生忽然变得进退有序起来，再也不像之前那般像在校园打群架一样抡着武器就冲了上去。砰！剑荡八荒，秦少商挥舞着重剑，大杀四方，剑气纵横，所向披靡。但等他收剑后，脸色却变得无比凝重，因为刚才的攻击仅仅只淘汰了4、5名敌人，连受伤的都很少，大多数人都成功的避开了。我怎么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我们一样？官员对一旁的王爷说道：“医学院的同学，请从前方退下来。盾牌、护臂等防御类灵器的同学，请站在前方。长枪、长矛、大戟类灵器的同学，在盾牌后面架着。”常征明双眼通红，整个人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他的灵压不支持他计算这么大的一场战斗，此刻他能做的就是将阵型拉好，听我指挥。前排武者使用控制类武技。常征明声音嘶哑，人已经进入虚幻状态，除了意识还坚韧之外，身体已经开始发出剧烈的颤抖了。前排几百名防御类的武者在听到常征明的话后，朝着罗显和、秦少商、王爷、官员等人集体使用武技。盾击、战争践踏、雷霆震击。一瞬间，大地颤抖，几百道武技同时横空而来，狠狠地砸在了罗显和等人的身上。砰砰砰！罗显和刚想离开，却发现全身麻痹，根本动不了。另外一边的几人也是如此。远程抛射。常征明在传达出这句话后，毫无征兆地喷出了一口鲜血，体内的灵压粒子直接溢散，灵压永久性地下降了100多点。剑雨风暴，枪林弹雨，月光碎片。看着空中铺天盖地而来的剑雨、枪炮，官员一脸悲壮地站在华夏武大的大门口，他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呼，来吧！只见他全身灵压爆开，星环开始做逆时针旋转，恐怖的能量场域展开，在他的能量场中可以无视所有的攻击。砰砰轰！连绵不绝的武技一连轰炸了有半分钟，尘土飘飞，灵压粒子形成了恐怖的潮汐。当硝烟散开之时，只见官员、王爷等将近20多人全部被钉在了华夏武大那淡淡的蓝色屏障上，随后被安全员教授送了出去。近战武者，杀！常征明在说完这句话后，他脸上的眼镜发出了一声脆响，随后直接从中间裂开，他整个人瞬间昏死了过去。而远方2000多名近战武者在听到常征明的话后，集体发出了一声怒吼，杀！铺天盖地的灵压浩浩荡荡朝罗显和和秦少商等人压来。靠，挡不住了！罗显和的作战服被撕烂，护体灵压被击碎，整个人浑身上下出现了几百道正在流血的伤口。而秦少商和许风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双手握住剑柄，单膝跪地喘着粗气，另外一个扶着渗血的肩膀，脸色无比的惨白。而此时2000多名近战武者势如破竹地朝他们杀来，隐约间还出现了好几道熟悉的面孔：周瑞阳、杨毅、钱红、杨璐。没想到你们在自主招生考试被淘汰后，通过武者高考又考上了华夏武大。周瑞阳脚上灵血闪动，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他在距离许风霜还有20多米时高高跃起，随后一记腿鞭猛地落下。就算没考上推优生又能怎样？参加全国武者高考，我周瑞阳照样能杀进来。就在他迅猛的腿鞭即将落在许风霜的头上时，一直端坐在华夏武大牌匾正中央的吴凡睁开了眼睛。没人看清吴凡的动作，当他睁开眼的下一秒，他便出现在了许风霜的面前。什么？周瑞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感觉脖子被人捏住，整个身体被人提了起来，双脚悬空，随后腹部传来一股剧痛，噗嗤，一刀透体。你还没等周瑞阳把话说完，吴凡捏住他的脖子，将半截染血的长刀拔出，随后像扔货物一样扔到了旁边。睁眼、瞬移、抽刀、斩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任何震撼的场面，没有一丝爆开的灵压，有的仅仅只是秒杀一个一阶武者的那般风轻云淡。解决周瑞阳不过眨眼间，吴凡并没有停下，转身便出现在了杨毅、钱红、陈露的面前。横劈、斜撩、侧踢，杨毅和钱红两人瞬间呆立当场，两人胸前飙出了大量的鲜血，随后身体缓缓倒地，失去了作战能力。陈露反应最快，他将长鞭护在胸前，但根本没用。只听一道清晰的胸骨断裂声传来，陈露整个人凌空倒飞而出100米。砰！本来还结成队形的近战武者被陈露撞出了一道10多人宽的巨大缝隙，而后这群人像是被击飞的保龄球一般，被巨大的冲击波打得七零八碎。嗨嗨！陈露嘴里吐出一大口鲜血，混杂着内脏的碎末，整个人根本爬不起来。只是他内心的震撼完全压过了身体上的痛苦。这才过去一个暑假，为什么他就变强了这么多？
陈露对吴凡的印象很深，因为正是他在自主招生的考试中重伤了他。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吴凡被他的长鞭勒住脖子，在即将窒息的那一刻，他居然挣扎着撕掉了自己脖子上的一大层皮，最后用2记头锤反杀了他。推优生乾隆吧，如果当初再拼一点，现在的结局会不会不同呢？陈露的意识渐渐模糊，随后昏死了过去。而在另外一边，吴凡手持长刀在战场上飞驰，最前方是许多防御类灵气的武者。只见他手起刀落，长刀斩在好几名武者的灵气上，一时间，众人只能看见一道白色的光线，那是刀光留下的残影。这不可能！在一人惊骇的声音中，一面巨大的盾牌被横向从中间展开，抽刀断木，切口光滑无比。噗嗤，灵气受损，其宿主本身将受到极大的反噬。被吴凡斩碎灵气的这群武者，一个个面如金纸，随后脸色潮红，浑身灵压不由自主地激荡起来，像是体内的星云要开始爆炸了一般。卧槽！赶紧救人！看到这一幕，和教授的大光头直接冒出了冷汗。这要是救援不及时，很有可能出大事故。然而吴凡并没有停下，一人一刀杀入敌阵，于数千人的包围中闪转腾挪，一时间肢体和灵气的碎片齐飞，残阳和赤血一色。不要慌，大家不要慌，他就只是一个人，灵力有限，绝对不敢使用武技。所有人都围过去，不要给他闪避的空间和喘息游走的机会，我们耗也能耗死他。有人在后面喊道。听到这话，顿时就有50多人朝着吴凡杀去。而就在这时，他们看到吴凡将长刀插入了地面，随后有人顿感不妙，想要后退，但为时已晚。4象刀法，一刀焚天。一把巨大的火焰刀刃从地面破土而出，黑红色的灵压粒子像喷射的火焰喷枪一般直插云霄，周围的空气瞬间被高温炙烤的产生了扭曲。啊！只听巨大的火刀中发出一声声惨叫，随后便没了动静。这一时间，场面有些安静下来，以吴凡为中心散开了一大圈，他们生怕这人再来个武技把他们给一锅端了。一武者，赶快治疗！在短暂的震惊后，有部分新生终于反应了过来，整个乾隆班最强的不是张之白，不是许风霜，不是文人优越，而是这个叫做吴凡的人。他们从最开始就选择了一道最难突围的大门。不要气馁，就算他是本届华夏5大最强的新生，那又怎样？他也是人，他会累会疼，他的灵力也会有上限。我们可是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那批人，现在就畏首畏尾，难道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挫折吗？这样的人还配称作武者吗？一名手持双斧的魁梧新生对着众人喊道，随后在众人踟蹰不前时，他一马当先的朝着吴凡杀去。左山行背后的星环亮起，他手持双斧对着吴凡发出了一声怒吼，一团浑厚的灵压将他的身体笼罩。星环，战争嘲讽。这道星环武技可以在10秒内将他的护体灵压厚度提升9倍。在左山行冲出之后，又有几名实力强大的一阶武者跟上。当，吴凡一刀斩在左山行的盾上，居然没有一刀破防。呵呀！左山行抓住这个机会，双斧猛斩。当当当！吴凡接连挡下了10多道攻击。就在左山行不要命一样对吴凡发起进攻时，其他人便趁着这个机会从侧面突袭，不给吴凡任何喘息的机会。武技，截拳！咚！吴凡感觉背后被狠狠地捶了一拳，这人拳尖捏指，将他的护体灵压打出了阵阵涟漪。怎么这么硬？背后出拳的武者有些错愕，以往他这一拳能直接破掉一阶武者的护体灵压，可现在打在吴凡的身上，就只是荡起一阵涟漪。可是交战时不允许有太多的思考，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被吴凡一刀砍翻。呵呀！就在吴凡反手一刀解决身后之人时，左山行居然猛地朝他扑了过来，双手死死地抱住吴凡的腰部，他想用身体控制住吴凡。砰！吴凡一刀斩破了左山行大半护体灵压，随后接连几刀，终于将左山行的护体灵压击碎。噗嗤！笔下文学。吴凡一刀捅进了左山行的身体，鲜血溅了他一身。唰唰！远处传来了大片的绿色荧光，那是几百名医武者在对左山行使用医疗武技。本来已经重伤咳血的左山行，瞬间从濒死恢复到了满血。护体罗生镯，金刚护体！一时间，又有10多个不要命的新生武者朝吴凡冲过来，然后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身体。别管我们，快攻击！因为吴凡的攻击实在霸道，刀刀破防，护体灵压在他面前跟空气没什么区别，所以之前根本无法对他形成有效的攻击。但现在，左山行和一群新生强者在几百名医武者的帮助下，死死地把吴凡按在原地。虽然大家都只是刚入学校的新生，彼此都不认识，可当他们在看到左山行等人不顾一切地拖住吴凡时，眼睛瞬间就红了。兄弟，我要是进了大门，50点学分，我分你一半。说话间，在远处的新生武者们纷纷使出了自己最强的武技。下一秒，吴凡所在的位置被无数道恐怖的武技轰成了一片废土，恐怖的灵压粒子像海水一般，形成了一道又一道的能量潮汐，澎湃的力量将周围的保护罩拍得不断震荡。啊，我没事。那几名抱住吴凡的新生武者本来都做好躺医院的准备了，结果睁开眼却发现自己正完好无损地站在一处空地。在最后的那一刻，副校长刘江华出手了。半步超 A 的他没有像 A 阶武者那样亲自瞬移救人，而是撕开了空间，将左山行等人拉出了核心区域。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左山行等人会当场殒命。成功了吗？这么庞大的能量爆破，不知道这吴凡能不能撑住？不会尸骨无存了吧？不少人都在等能量潮汐散去，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如何。哗啦，从远处吹来一阵凉风，灵压粒子像退潮的海水那样逐渐变为透明状态，再次融入到天地之间。我的天！等到能量潮汐散去，众人朝着华夏5大的大门口看去，只见一道人影缓缓浮现。呼！
吴凡右手杵着长刀，左臂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像面条一样无力的垂下，全套的一阶作战服变成了飞灰，露出了他身体上成百上千道伤口。此时这些伤口还在不停地冒出鲜血，皮肤上有烧焦的炭黑，有冰冻的紫红，还有不少深可见骨的贯穿伤。都这模样了，还能继续战斗吗？就在不少人都带着这样的疑惑时，唰！吴凡的背后忽然浮现出了2道光环，本来已经十分微弱的灵压再次变强，周围淡淡的灵压粒子在他身上汇聚。渐渐的，伤口停止了流血，骨折的左臂也恢复了行动力。弱化版的量子重构，吴凡为了不引起注意，将恢复的速度放慢了100倍。但即使是这样，他身体的恢复速度也让在场的众人为之一惊。强大的武技，无解的破防能力，4倍灵压压缩，还有恐怖的恢复星环。我们除了耗光他的灵力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本来是来看菜鸡互啄的学长学姐们也都被这场战斗给吸引，本以为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碾压战，结果中间的过程是反转又反转。今年的新生真得好强，去年的爬塔试炼我也看了，只能说双方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搞不好今年真的有机会蝉联冠军啊。mwxbj.org。 哎，每次夺冠的下一年，总有人说今年是最有可能蝉联冠军的一年，结果呢，还不是被人家帝都武大给断了。许风霜、罗显和、文人优越等人已经在刚才抵挡能量潮汐的时候，就已经由于体内的灵气耗尽，被刘江华给捞出去了。此刻这场战斗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鏖战状态，双方基本上是明牌了。究竟是新生大军这边耗死吴凡冲进大门，还是吴凡一人顶住千军万马成功拖到时间结束？大多数人还是不看好吴凡，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超 A 级武者打一群 F 阶武者。虽然吴凡的实力已经得到认可，但事实就是事实，就算再怎么坚信也改变不了最后的结局。可吴凡的行为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众人以为吴凡会采用防守姿态拖时间时，他却单手提着长刀，背后星环大亮，逆向朝着前面的数千人杀去。见到此情此景，一名文学院的学长忽然感叹道：鬼魅无形者，不庆于前故意之也，若无通天之能，又怎能瞧见我百般神态？他体内不由得也升起一股豪情热血，想要在千人万人面前上演一幕虽一人我独往矣的场面。武技叠浪刀法，吴凡的护体灵压已经被击碎，对方一刀斩在他的身上，刀气透着暗劲，将吴凡的背部斩出一道巨大的伤痕。吴凡没有惨叫，也没有怒吼，而是反手一刀将对方劈飞，背上的伤痕在星环的帮助下开始缓缓愈合。在吴凡所有的灵力消耗中，量子重构是占比最大的，每次使用几乎都要抽掉他70%以上的灵力。不过量子重构虽然消耗大，但效果却是最逆天的，因为理论上讲，只要吴凡体内的灵力充足，然后不被敌人瞬间秒杀，那么即使是在面对超 A 级武者时，也不是不可以战上一场。十字冲拳，百裂脚，吴凡的脸挨了一拳，半个眼眶瞬间充血，鼻骨和颧骨近乎骨裂，而另外一边的胸口挨了几脚。此时四面八方都是人，想要完全不挨打那是不可能的，吴凡也只能凭着一口气强撑，现在拼的就是他还能撑多久。吃我一套乾坤10连！一名手部绑着腕带的少年冲到了吴凡面前，先是一记劈挂掌拍在吴凡的肩膀上，随后一记推手加冲拳捶在吴凡的胸口，然后前腿一迈身侧手肘一顶，狠狠击在了吴凡的心窝。这一套连招狠辣无比，要是普通武者挨上一套，一定会被打得筋骨开裂。但就在他打到第5招时，只见刀光一闪，他的双手被削掉一截。吴凡打断了此人的攻击，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身上又挨了几拳几脚，身上又中了10多颗子弹和箭矢，长枪扎出的血窟窿还没愈合，另外一边的拳爪又刺入了身体，带起一片血肉。他们小队已经淘汰了1000多人了，赚了1万学分应该够多了吧？一个人的实力终究有限，看他这狼狈的样子，就算有恢复能力又怎么样？疼痛感是不会消失的，继续坚持下去有什么意义？你放人家进去，人家可以拿50点学分，而你阻挡别人进去，自己只能获得10点学分，做人真的不能太贪心了。就在这群学长学姐说话的时候，吴凡整个人凌空飞了出去，后背狠狠地撞在了淡蓝色的屏障上。伴随着吴凡的倒下，华夏武大南大门的屏障消失了。看到消失的屏障和毫无遮挡的大门，突围的新生们爆发出巨大的欢呼：我们赢了！别发呆了，赶快冲啊！在短暂的错愕后，3000多人开始拼命地朝华夏武大的大门口冲去。可就在他们即将要冲破大门口时，本来还倒在地上的吴凡竟然双手撑着长刀，膝盖半跪着从地上缓缓地站了起来。不过伴随着他站起身的还有3道钟声，当当当。随后校长郑强那浑厚的声音瞬间传遍了全校：时间到，本次战斗结束。什么？结束了？听到校长的话，这群正朝着华夏武大校门口冲刺的新生顿时像失去了灵魂一般，缓缓地停下了脚步。不可能，我感觉才过了不到1个小时，怎么时间就到了？这次的突围战，学校规定的时间是2个小时，每个大门口都安放有显示倒计时的大屏幕，大家都能监督，所以不存在任何暗箱操作。扑通！一名新生忽然双膝跪地，身体朝前一弯，就趴在了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埋头痛哭起来。50点学分就这样没了，对他们这些平民家庭出身的草根武者来说，那可是一大笔修炼资源。但如果仅仅只是失去这些修炼资源的话，还不足以让他如此的悲愤。此刻他更多的还是懊悔、埋怨和自责。明明我们有5000多人，明明我们有巨大的优势，明明我们有2个小时的时间，明明就差最后那几步了。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希望就在眼前时，你却看着它瞬间消失。在这场战斗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并没有用尽全力，他们基本都待在后面观战，然后等前面的人击败吴凡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几千人围攻几个人这种事简直不要太离谱。他们也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精英，就算比不上乾隆班的那些顶级强者，
但放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天才，心中怎能没有傲气？但后来事情的发展超乎了他们的预料，吴凡小队的人意外的顽强，实力也确实超过他们一大截，更不要提其他乾隆班小队前来支援了。等他们渐渐意识到不对劲时，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了。而导致他们失败的最关键的人就是吴凡，他一个人硬生生抵挡了3000多人将近40分钟的时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用尽全力的去战斗。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嗨，吴凡咳出了几口血，随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好几名医学院的学姐跑过来给他治疗，他们双手发出翠绿色的光芒，隔着10多厘米散发出淡淡的磷压粒子。好严重的伤！这时一名学姐惊呼道。吴凡身上的伤口愈合得非常缓慢，有些地方甚至还在恶化。见状不妙，又有7、8名学姐跑过来围在吴凡身边使用医疗技能。咔嚓咔嚓。此时一名新闻学专业的学长正对着吴凡连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他将图片制作成动态视频，在几个流量平台上一发。视频的标题竟然是震惊，华夏武大某男同学大战10名护士学姐。这个视频一经发布，点击量瞬间暴涨，但等人点进去后才发现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然后感觉被欺骗了流量的愤怒网友对着发帖的楼主就是一顿乱骂。不过这名新闻学的学长对这些问候他全家是否还安全的评论一点都不在乎，因为这些骂他的评论又给他的视频增加了一大波热度，脸都要笑歪了好吧。在南大门现场还是刚结束大战的一片死寂时，华夏武大校园网内已经嗨翻天了。武大风云板块10个帖子有9个都在谈论这场战斗。我靠，不是吧，还真的守住了？你确定不是在骗点击？等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吴凡他们真的成功守住了南大门后，评论从最开始的淡然变为怀疑，再变为震惊。不过在一群学长学姐震惊的评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言论。怎么说呢？虽然我觉得吴凡他们能成功守下南门确实很厉害，但不得不说这是做的有些不地道。人家突围的学弟学妹进入大门能获得50学分，这50学分能兑换的修炼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好多弯路，这下倒好，直接没了。有位学姐在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学校制定这样的规则就是目光短浅，认为吴凡他们将所有同学挡在门外的行为就是没有格局。哇，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妖怪？果然天赋是天赋，人性是人性，华夏武大里面也不全是正常人啊。人家乾隆班的同学每成功阻挡一名新生，可是能获得10点学分的。修炼本来就是个人的事，凭什么就因为你能获得50点学分，而我只能获得10点学分，我就要让着你啊？再说了，5000多人都没打下来，说出去都丢人。有暴躁老哥在看到这名学姐发表的奇葩帖子后，怒对了他好几条评论。平时大家修炼积攒的压力很大，而武者对比普通人在实力、金钱、特权等方面都是不对等的。加上武者本身气血和精力又旺盛，所以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释放压力，很容易出现原则性的问题，比如金钱、女人、某些禁药，或者好勇斗狠把人打伤打残，甚至嗜血等。那这样一对比，这群只是在网上释放情绪的武者，是不是要比那些在现实里释放压力的武者要温和许多呢？我操你妈！哪里来的圣母？这里是华夏，滚回你的巴黎圣母院去！再敢逼逼我，直接日你仙人！一名战斗学院大3的学姐这样回复道。然而面对无数暴躁老哥、暴躁老姐，这名发帖的楼主并没有隐身，而是继续发帖说道：你们的评论暴露出你们的视野实在是太窄了，考虑到你们大概率是一群只会修炼不会思考的肌肉猩猩，我已经决定原谅你们了。随后他继续发帖说道：虽然我们在武大的这几年中是同学，是竞争者，为了自己的武道之路能走得更高更远，要拼命的去争夺那些有限的修炼资源，但是请大家想一想，学校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段经历，当我们走出武大的校园后，有人会奔赴战场，有人会镇守边疆，有人会去斩妖，有人会去缉捕危险的犯罪武者，而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战斗，更多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国家。那这样来看，我们整体的实力是不是越强越好呢？所以我说吴凡他们这样的行为是鼠目寸光，是毫无格局，是自私自利，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偏颇？鼠目寸光，自私自利，你在说什么笑话？你说的某些东西我承认很有道理，我们武大毕业的武者是要去边疆，是要去斩妖，如果能提升整体的实力，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认为你搞错了一件事，培养一批高级武者和培养一个顶级武者哪个更重要？如果我们不优先把资源集中在那些天赋好、实力强的人身上，那么邪教圣徒你来阻挡吗？大荒真众你来斩杀吗？你以为你标新立异的话能让你显得格外不同，让人觉得你很有远见卓识？不，我认为你只是妄想用一些正确的例子来让他人认同你所谓的正确，但其实是错误的观点。这一番话下来，之前那名指责学校和吴凡的学姐好半天都没有发帖子，就像是被干沉默了一样。说得好，正义爆杀！呼，心里瞬间通透了许多。这老哥简直就是我的互联网嘴替啊，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说实话，如果这番言论放在其他某些地方，或许真的会有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但不好意思，这里是华夏武大的校园网，这其中有90%以上的同学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真知灼见才能获得认可。另外一边，校长办公室，估计现在有很多新生都在记恨我呢。郑强坐在真皮沙发上，拿起黑楠木桌子上的水杯，扭开杯口，喝了一口普洱茶。为什么要制定这种规则？为什么时间不延长一点？为什么要给乾隆班的同学加学分？郑强模仿着一些学生的语气，开玩笑一般说道。听到他的话，办公室里其他的几人都笑出了声，环境和气氛十分轻松。不得不说，这一次的战斗设计真的好有深意，一群天才和一群天骄之间的战斗，天才战胜天骄，那么所谓的天骄便不是天骄，
也就证明这一届的大部分新生才是值得我们培养的。但现在的结果是，乾隆班的天骄证明了自己，那这一届的所有资源就会朝乾隆班的同学倾斜了。刘江华有些佩服地说道：“或许在大众的眼中，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入学战斗，互相打一打，让强者出风头，让弱者认清自己。但其真正的核心却是资源倾斜之争。新生们不知道，吴凡他们也不知道，而恰恰就是在这种看似不重要的考验中，才能展现出一些潜在的东西。郑校长的这次考验还有另外一层作用。”另外一边的木兰锦也补充道：“她穿着细高跟鞋，翘着黑丝二郎腿，旗袍裙摆开插到大腿根部，雪白的皮肤十分惹人注目。这次校门突围战是为了全国新生武道大赛提前打预防针。”办公室里其他人在听到木兰锦的话后，纷纷看向了郑强，这其中透露出一个意思：你想争今年全国新生武道大赛的冠军？佩服佩服。刘江华本以为自己设计的自主招生考试已经很优秀了，没想到郑校长比他更老道。今年这届乾隆班的新生实力非常强，或许真的是最有希望蝉联冠军的一年。木兰锦作为暑期集训的负责人，是沈子双的直系领导，所以他对于乾隆班的情况十分了解。那今年就再冲一把，冲冲冲！吴凡在一众学姐的治疗下，身体终于是缓缓恢复了。谢谢。吴凡给几位为了给他治疗几乎将灵力耗光的学姐道了声谢后，勉强的站起身，朝着前方走去。他走动的比较慢，甚至有些蹒跚，因为虽然表面上的伤被治好了，但更深层次的伤还需要去医院做正规的治疗。mwxbj.org 许多新生已经接受了失败的事实，此时的南大门已经没有了阻挡他们进入的屏障，但他们依然久久不愿离开。当看到吴凡正走过他们身边时，新生们都用复杂的眼神看向他。正是因为这个人最后的抵挡，让他们在这次的突围战中惨败。可以预见到的是，这次的事件将会变成笑谈，永久的在华夏武大流传下去。比如，你们知道吗？以前发生过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5000多个新生打20多个新生，2个小时居然没打过，你们敢信？成为笑谈的他们，应该恨吴凡吗？或许心胸狭隘的人会，家庭条件不好、修炼资源短缺的人会，但恨过后，有人会将这份恨意化作前进的动力，期待有朝一日能将失去的东西拿回来，这才是作为华夏武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而在恨意之外，他们还有敬佩，因为吴凡他们这群乾隆班的同学做到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从一开始就很认真的在对待这场战斗。什么是差距？这便是差距。这次的开学战斗其实还有第3层的意义，那就是给这群刚上武大的新生们上了一课。他们每个人在来的时候都是意气风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那批人，骄傲容易让人自大和自满。而这次的失利正好给这群浮躁的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让他们可以静下来好好的审视自己。在吴凡往学校里走的时候，新生们纷纷给他让开了一条道路，随后他们就这样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离开。而就在吴凡快要走远之时，他忽然转过身，用眼神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等将几千名新生的表情看清楚后，他开口说道：或许现在的我在你们眼中是一个夺走你们学分、抢走你们宝贵修炼资源的敌人，但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对手，而是站在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对抗学校之外的敌人，到那时你们就会发现，曾经最恨的对手变成了最强的队友。当吴凡说出这句话时，在场的所有人内心都为之一颤。你们今天失去的学分，我会在全国武道大赛上给你们抢回来。华夏武大校医院因为新生大战的关系，这2天把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给忙惨了，将近1300名伤者被抬了进来。住院部13楼07号房间，护士小姐姐看着吴凡的各项身体数据，一脸诧异地说道：你这恢复能力也太强了吧，有些伤势比你亲的同学还在泡罐子呢，应该是当时给我治疗的医学院学姐太给力了吧。吴凡之所以恢复得这么快，是因为他在住院的时候偷偷用量子重构修复身体，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还特意放缓了恢复速度。换上一身休闲装，吴凡一边看手机一边朝医院外走去。而就在这时，沈子双打来了电话：吴凡，你今天就出院了？对啊，学姐，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吴凡有些好奇。医院那边告诉我的，毕竟你现在不光是乾隆班的学生，还是学校重点照顾的对象嘛。沈子双说道：你现在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来找我，我有事跟你说。虽然已经开学了，但华夏武大是没有军训这种东西的，或者可以把新生突围大战当作是军训。而开学后的9月10号到9月25号这2周的时间，学校会留给新生伤势较重的可以继续养伤，伤势较轻的或者完全没有受伤的新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自由的修炼。然后在9月25号之后，学校会给每个新生都发放100点学分，大一的新生可以选择用学分购买课程，或者直接购买零食、修炼室时间、武技等进行自由修炼。那我马上过去。吴凡挂断电话后，没有乘坐小白龙，而是选择自己跑过去。10多分钟后，办公大楼里，学姐，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一路跑来，吴凡脸部红气不喘，就像是散步一般。看到他进来，沈子双站起身，双手朝上伸了个懒腰，将胸前雄伟的山峰展露了出来。这枯燥的工作啊，就连我这个高阶武者都感觉身体要生锈了，真羡慕那些毕业后能在外面工作的同学。沈子双很凡尔赛地说道，因为他这份留校任教的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如果他不是华夏武大的优秀毕业生，这工作他连投简历的资格都没有。吴凡啊，吴凡，你还真是厉害。沈子双走到吴凡身边，上下打量着他。你住院的这几天，校内校外、线下网上都在疯狂讨论你们的事情，被过多的关注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是吴凡的真实想法，如果不是为了学分，他是不会那么出风头的。鸟一旦冒头就会被猎人发现，人一旦冒头，那就会被人拿着放大镜研究。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的。沈子双点头认同吴凡的观点。这次叫你来，主要是有3件事跟你说。沈子双回到自己的座位，
拿出一张表交给吴凡。交流赛。吴凡拿过表格，他看到上面写着关于与华夏武大进行交流赛的申请名单：天府武大、东山武大、西北武大。这是什么意思啊？吴凡看到上面有许多武大的名字，而且这些武大最低都是211级别的高校，综合实力非常强劲。这是老传统了，我们华夏武大作为全国顶尖的武大，培养的学生肯定是最优秀的。所以每年在全国新生武道大赛举行前，各个武大都会向我们递交申请，要我们的新生和他们的新生进行一次赛前切磋。不知道为什么，吴凡隐约看到沈子双的嘴角挂起了一丝笑意，甚至还有跃跃欲试的打算。学姐，你在想什么呢？吴凡好奇地问道。没什么，只是想起了学生时代有趣的往事。沈子双捂着嘴巴轻笑道，我当年入学的时候也代表学校打了几场交流赛，那些其他学校的新生实力要比我们要差一截，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单方面的殴打他们，所以这个交流赛被我们内部戏称为装逼赛。我知道了。吴凡算是明白为什么沈子双会跃跃欲试了，因为这种在人前显圣的感觉确实很爽。那你是打算推荐我去参加这个切磋赛了？沈子双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给他看这个，这波属于荆轲献笔，图穷匕见了。今年咱们学校准备派出5个小队进行全国巡战，乾隆班4个小队，然后再从新生中选出1个小队。沈子双说道，让你带1支小队，你没问题吧？没问题。吴凡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他也不想拒绝，毕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实战机会，可以和全国各地的武大顶级天才战斗。那什么时候出发？他甚至都有点迫不及待了。9月25号以后到11月全国新生武道大赛开始前，除了放国庆节以外，每1-2周都有一场交流赛。沈子双拿出日程表，粗略的看了一眼，说道：“时间衔接的还挺紧凑的嘛，不过也刚刚好。趁着还有一段时间，他可以提升一下实力。具体的安排等项目敲定了再详说。虽然出门打比赛会影响你们正常的学习和修炼，但学校也是有利的。交流赛前，双方的学校都会拿出一些修炼资源，然后这些资源将在比赛后全部发放给获胜的一方。这个资源量还是挺大的，只要能一直胜利，获得的修炼资源可能比暑期集训还要多。”沈子双说道：“华夏武大正常大4毕业生是 C 阶武者，而战斗学院和尖子班的毕业生基本是 B 阶。不过有件事你是知道的，每年华夏武大的优秀毕业生全部都是 A 阶武者。去年的优秀毕业生李小天你还有印象吧？就是你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时第1个考试首关报名的那个，他就是吃了暑期集训、交流赛这些资源才修炼到 A 阶的。外界一直对武大有个误解，他们认为学校只能培养出优秀武者，而不能培养出顶尖武者。”沈子双神情认真的说道：“其实这个说法是片面的，像李小天和我这种大4毕业就能成为 A 阶武者的，即使放在帝兵家族、武道圣地，那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只要你在大学期间努力修炼，能获得的资源并不一定会比那些武道圣地差。”吴凡沉思了一下，随后对沈子双说道：“我会把那些交流赛的武大给打趴下的。”很好，看来你理解得很透彻。沈子双眼中带着欣赏，他对吴凡的归纳总结能力和抓重点的能力很是满意。第2件事情就是庆功宴，不过因为乾隆班其他同学还在住院，所以只能等他们伤好以后再举行了。但这个其实也不是最主要的。沈子双话锋一转就说道：“我今天叫你来是让你领取这次开学大战的奖励。”哦，听到这个，吴凡立马就来了兴趣。之前校长可是说过，每阻挡1名新生能获得10点学分，因为涉及到的学分数额巨大，所以需要你来面对面亲自确认。沈子双打开一个网页，给吴凡发送了一个链接。叮，吴凡收到了一条短信。当他点进链接后，是一个类似于支付跳转的页面。这是吴凡在看到链接后，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依然被里面的数字吓了一跳。52680点学分，这能兑换多少修炼资源啊？暑期集训的时候，吴凡就看过兑换表，100点学分能兑换一本 C 级身法武技踏前斩，而1万点学分都能换一颗魔神大妖的灵核了。这是你们小队镇守南门得到的所有奖励，因为你是小队的队长，所以怎么分配你自己和队员们商量。沈子双饶有深意的看向吴凡。听到这话，吴凡也反应了过来，这52680点学分确实不是他一个人的学分，他得和队员们分。而利益分配问题一直都是一项难题，但同时也是一项锻炼，能考验和看清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本质。吴凡并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不会独吞这5万多的学分，但怎么分配需要好好想一想。学姐，给我一点时间思考一下，然后我在庆功宴上宣布，你看怎么样？你点了确认，学分是直接打在你的校园卡上的，上面有转账、红包等功能，到时候你直接转给其他同学就行了。吴凡拿出手机，发现学分果然已经到账，姓名吴凡，学分52685，转账扫一扫，发现校园圈。之前暑期集训挣的学分，吴凡花的只剩下5点了。本来他还打算入学后就去学校任务栏接一些任务，挣些学分，但现在看来短时间内应该是不用了。那学姐，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虽然距离全国巡游还有14天，但吴凡依然感觉修炼的时间有点不够，他想要快速进行闭关修炼。有了这笔学分，我就能很快修炼到30级了，然后利用大妖海葵的灵核进阶到地阶，然后迈入中阶武者的行列。金色星环的效果真的很霸道。目前为止，如果吴凡没有金色星环，有些事情是根本做不到的。不过破军、天煞这2道星环对应的都是凶星，希望第3道星环来个福星。就在吴凡一边规划接下来的修炼步骤，一边走回别墅时，学校道路上居然出现了白茫茫的大雾。这片大雾很快就将吴凡包围，可是距离不要说看见远处的大楼，连1米外都看不见。这道大雾来得毫无理由，吴凡眼神一凛，在原地站定，仔细地感受着周围发生的情况，没有任何灵压波动。不对，渐渐的，吴凡感觉周围的灵力也被阻隔了。天地间本来是随处充斥着灵气，武者可以随时补充，
但现在的情况是，这场大雾像灵气绝缘体，隔绝了天地间的灵气。吴凡抽出长刀，快速朝前奔去。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大雾中杀出，飒！破空声袭来，对方速度之快，吴凡只来得及举起左臂格挡。砰！护体灵鸦发出一声脆响，吴凡感觉从左臂传来一股巨力，身体沿着地面滑行了20多米。反应不错嘛！从大雾中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随后只听又是一阵爆响，一个身穿短袖长裤运动鞋的男生就出现在吴凡面前。他身上灵鸦爆发，对着吴凡一拳轰出。地阶武者感受到对方的灵鸦比自己强许多，吴凡没有后退，反而是举起长刀斩了过去。不愧是新生第1名，实力确实很强。不过这名男生似乎是知道吴凡的破防能力很强一般，在长刀即将要砍到身体时，脚步略微一顿，然后再超前加速。这瞬间的节奏变换错开了吴凡的攻击，随后他一拳直扑吴凡的面门。但吴凡的战斗经验和其丰富，长刀斩空后他没有收刀，而是借着挥刀出去的力量，身体逆时针旋转，在靠近陌生男子的一瞬间，右手手肘一抬，直接朝对方的脸部顶去。哼！吴凡的手肘要比男生的快，对方轻哼一声，放弃了攻击，反身朝后退去。但吴凡哪里会让对方走得这么轻松？哪里走？踏前斩！本来拉开些许距离的两人再次靠近，吴凡一刀斩在对方的护体灵鸦上，直接将对方的屏障砍出了丝丝裂缝。不好！显然对方是知道吴凡能力的，知道如果再挨上一次攻击，护体灵鸦多半会碎掉，所以他身上陡然升起强大的灵鸦。武技排云掌！可他武技刚施展出来的瞬间，吴凡就一个下盘扫，将陌生男子扫得失去了平衡。砰砰砰！地面被一道10多米的巨大手掌拍出了深半米的掌印，这完全就是如来神掌的翻版。吴凡借着对方被凌空扫飞的空档，抬起一脚就把人踢飞出去10多米远。吃吃！陌生男子在地面滑行了2秒钟后，手掌不顾地面摩擦强行撑地，将身体翻转了过来，随后后退了4、5步才稳住了身形。呼！大风吹来，浓雾消失，吴凡紧握长刀，眨眼便出现在男生面前，准备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一刀砍翻。等一下！陌生男子见状马上大喊一声，随后从包里掏出一个学生证。吴凡看向对方的证件上写着姓名和年级，王震，华夏武大大2的，笔下文学。吴凡对王震的身份并不惊讶，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杀气，进攻时也没有召唤出灵气，正是判断出这一点，吴凡才给了他说话的机会。学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吴凡收起了长刀，盯着王震说道。嗨呀！此时的王震有些不好意思，他勉强露出尴尬的微笑说道，我是学生会的，这次来，我们想要邀请你当学生会的干部。王震向吴凡表明了来意，邀请我当干部。吴凡本以为他们是要打自己学分的主意，结果没想到是这样。那你为什么攻击我？这是不是你临时编的理由？吴凡用狐疑的眼神看向王震。王震只感觉背后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连忙解释道，学生会的干部和普通成员不同，可以代替学校行使很多权利，所以我就想试探试探你的实力。我对加入学生会没什么兴趣，你让他们把这个职位留给别人吧。学生会里面大多都是社交属性拉满的人，吴凡认为自己这种一心修炼的武者，还是少跟他们接触比较好。听到吴凡不愿意加入，王震劝说道，加入学生会能认识很多优秀的武者，很多边疆的镇守使、裁决所领导、斩妖队队长都是学生会出来的。吴凡没有再理会王震，而是留下一句话，我不想主动的去认识别人，我要别人主动来认识我。等吴凡走了以后，王震撇了撇嘴说道，这小子还真够狂的。庆功宴在吴凡出院的第3天举行，沈子双将地点定在了帝都饭店烟雨阁。时间接近12点时，吴凡来到了饭店的豪华包厢，还没等他进去，里面就已经传来了嘈杂的嬉笑声。凡哥来了，来，快坐。林小璐连忙迎了上来，张恒给吴凡递上了热毛巾，罗侯给他引路，官员拉开了座位的椅子，王爷摆上了餐具，服务周到又细致。凡哥抽烟不？碧阳递来一根香烟。笔下文学。凡哥喝酒不？方天训拿来一瓶酒。不用了，谢谢。吴凡拒绝道，他不喜欢抽烟，也不喜欢喝酒。好了，人已经到齐了，咱们先来张合影吧。沈子双提议道，在武大合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特别是新生刚入学时的集体大合照特别珍贵，因为伴随着时间的推进，每过1年合照上面的人都会减少几个。来，所有人都看向我这边。穿着白玉兰旗袍的服务员小姐姐拿着单反相机连拍了好几张。乾隆班的正式同学总共有36人，此时正坐在一张超大的豪华圆桌上，放菜的玻璃桌正在缓缓的逆时针转动。服务员，上菜。桌子上正摆着灵气浇灌出来的白马关西瓜、玉泉白囊火龙果、火焰小番茄，除了果盘以外，还有专门养殖的妖兽黑骨白羽鸡腰做成的红油凤爪，灵玉山椒炒黑猪腰肉，东海无污染水域的锦绣大龙虾。鸿运当头，食材来自一头 C 阶魔血妖兽。一盘盘带着浓郁能量的大菜、硬菜被端了上来，其中蕴含的灵力最少都是1阶以上。随着武者实力的提升，想要通过食物来获取灵力，那食物的材料也得跟上武者的修炼等级，不然就没有效果。鸡汤来了，菜都上齐了，吃啊！你们怎么都不吃啊？沈子双说话一股鸡汤味，作为 A 阶武者的他，丝毫也不在意这些食材灵力的弱小，吃得可香了。在吃饭前，咱们把开学大战的学分分一下吧。吴凡算是看出来了，今天不把学分的事情说了，这饭大家都吃不下去。本次奖励的学分总共有52680点。首先，我的小队作为镇守南校门的主力，我认为应该拿30%的学分，也就是15804点。听到吴凡的话，官员、王爷、林小璐等人都有些吃惊，他们没想到吴凡居然分给了他们30%。然后我将这15804点学分分成9份，
每份1756点学分，张之白占2份，也就是3512点学分，而关原、王爷、毕阳、罗侯等7人分剩下的7份，也就是每人1756点学分。张之白在听到自己占2份的时候，感觉有些意外，3500多学分比他在暑期集训的时候多了几10倍。吴凡，那我们的呢？许风霜也不客气，直接开口问道。他今天没有穿作战服，而是穿着一件雪纺半透明衬衣，一条淡蓝色的热裤，露出洁白光滑又匀称的修长美腿，脚下穿着船袜和一双潮牌休闲鞋。如果这次没有其他3个小队的帮助，我们很难将时间拖到结束，所以这次的战斗肯定有他们的功劳。吴凡遗憾地看了看许风霜双腿，随后开口说道：我会分给3个小队，每小队10%的学分，也就是5268点学分。这5000多的学分我会给各自小队的队长许风霜、文人优越和罗显和。至于小队内部怎么分配，你们3个小队的成员自行讨论。听到吴凡分给他们10%的学分，文人优越几人点了点头，他们对这个分配方式表示认同，因为他们镇守其他大门也获得了几百点学分，所以加上吴凡分给他们的这10%，总体收益也很大。剩下的40%学分，我自己拿30%，然后其余的10%就作为大家的进步奖，实力每提升1级就能获得10点学分。吴凡说完后，对全场的人问道：有没有人对我这个分配方案有异议的？乾隆班的同学都互相看了看，并没有人提出异议，甚至有人还觉得吴凡自己那份有点少了。凡哥，我建议剩下的40%你全拿了吧，毕竟你可是一个人就牵制了3000多人45分钟，如果没有你，就算我们人数再多1倍也守不住。官员一边吃着蒜蓉生蚝肠粉，一边说道。听到官员的话后，吴凡只是摇了摇头说道：修炼资源太多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想要走得更远，就要保持饥饿感。在确定没有异议后，吴凡通过校园内置 APP 把学分都赚了出去。随后，庆功宴在一股浓重的喜庆氛围中度过。晚上，吴凡回到寝室，还有10天的时间，我要静下心来修炼了。吴凡准备利用这个时间将灵压等级从27级修炼到28级，因为热闹过后的寂寞是修炼时最好的乐章。而正当吴凡准备拿出面具空间里面剩下的那颗极品灵石时，他却惊讶地发现空间里面除了海葵灵核和妖兽蛋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吴凡下意识地惊呼道：我灵石呢？在吴凡的面前，左边是金色的灵核，右边是大妖的蛋。此时他左右各看一眼，然后问道：谁干的？没有任何反应。你们当中有一个绝对有问题。吴凡也不墨迹，直接拿出一颗中品灵石放在两者中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只见如化石一般的妖兽蛋瞬间浮现出淡金色的光芒，中品灵石被无形的力量抬起，直接融进了蛋壳中。哈哈，果然是你。其实极品灵石消失，吴凡就怀疑是妖兽蛋干的，但这东西得亲眼见过一次才行，捉贼拿赃，要抓现行的。可还没等吴凡采取措施，只听呸的一声，那颗被吞进去的中品灵石被嫌弃的吐了出来。卧槽，吃了我的极品灵石，中品灵石你还嫌弃上了？吴凡将掉在地上的中品灵石收了起来。妖兽蛋嫌弃，他可不嫌弃，他还准备之后修炼的时候用呢。不愧是大荒真种级别的妖兽，生命力可真强。吴凡本以为他已经成为一颗死蛋了，结果感受到他刚才散发出来的灵压，至少都是地阶，证明人家还活得好好的呢。这可是个大麻烦啊！吴凡还记得那只巨大的兽童，那头大妖为了找寻这颗妖兽蛋，直接身跨虚空追踪到了阳城。那头大妖会不会找上门啊？吴凡再次看向那颗妖兽蛋，此的他在吴凡眼里就是一颗不定时的核弹。算了，你也算是救了我一命。吴凡从包里拿出了一颗上品灵石，喂到妖兽蛋旁边。嗡！妖兽蛋再次发出光华，很是艰难地将上品灵石吞了下去。这幅场景让吴凡想到了那些被强迫吃蔬菜的小孩，不情不愿但又迫不得已，十分的委屈，连蛋壳的光泽都暗淡了。好家伙，莫非只有极品灵石你不嫌弃？随后，吴凡打开了校园网 APP， 里面可以用学分购买任何物品。一颗极品灵石是200点学分，我这次分到了15804点学分，先换10个来试试。吴凡忍痛下单了10颗极品灵石。第二天上午，学校的工作人员就送货上门了。一名戴着墨镜的黑衣西装男子递给吴凡一个箱子，在经过学生证、身份证、虹膜认证等6种验证后，吴凡终于成功签单了。手续真繁琐呀！吴凡小声吐槽道，然后回到寝室将保险箱打开。哇！在箱子打开的那一瞬间，10颗散发着璀璨光华的球状晶体安静地躺在里面。砰！还没等吴凡多看几眼，旁边的妖兽蛋直接爆发出强大的力量，5颗极品灵石瞬间消失不见。妖兽蛋在吞下5颗极品灵石后，本来像化石一样的蛋壳渐渐变得如同晶体一般深邃，仔细看去，隐约可以看见其中流淌的灵压粒子。眨眼间就没了5颗极品灵石，吴凡心都在滴血，但他却没有阻止妖兽蛋的行为。而就在他吞噬掉第7颗极品灵石后，他像是吃饱喝足一样沉寂了下来。随后，吴凡将它收进了面具空间。他应该不会对灵核感兴趣吧？吴凡还是有点担心，万一某天他升到30级，想要用大妖海葵的灵核进行进阶，结果发现和极品灵石一样不见了，那我就只能用你的灵核来代替了。吴凡不带任何威胁的对妖兽蛋说道。当然，说归这样说，吴凡还是打算尽快进阶到地阶。他的修炼速度本来就比不上那些天赋高的同学，能有现在这样的实力，都是在资源获取战中一步步争出来的。我现在的灵压是23200，一阶武者的巅峰是3万点灵压，考虑到一颗极品灵石能提供10万点灵力，然后再进行4倍压缩的话，3颗极品灵石应该是够用的。别看那些天才都标榜自己的实力全靠修炼提升的，其实背后也都是用大量的资源堆积起来的。就像很多成功人士在吹捧他的成功全靠努力一般，而他们丝毫不会提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关系网以及所遇到的机遇和贵人。华夏5大灵气塔，老张啊，
你最近在哪里发财了？居然有学分来灵气塔了！一名华夏武大大二的学长对另外一名同学说道。不过就是多做了几个任务而已，就我那点学分，最多就在灵气塔待2个小时了。华夏武大的灵气塔十分有名，这是建筑学和土木工程2所学院的院长联合修建的，待在里面修炼的武者，吸收天地间灵气的速度会变快好几倍。mwxbj.org。不过想要使用灵气塔，就必须消耗学分。灵气塔根据灵气浓度不同分为了7层，最下面的空间最大，能容纳上千人同时修炼，修炼的速度也就越慢；而最上层空间最小，但修炼的速度最快。魏老头，这灵气塔是你家开的呀？我就超时了10秒钟，你就给我赶出来了。一名学长在和看守灵气塔的老头理论，没学分就去挣啊，和我说有什么用？魏老头年约70岁，头发略微灰白，手上拿着一瓶散装酒，脸上通红，不知道喝了多少。你好，我来刷卡。吴凡恰好看到这一幕，不过这些事跟他无关，刷学生证就行了。灵气塔第1层修炼1个小时10点学分，每往上1层增加10点学分，也就是说第7层修炼1个小时需要70点学分。魏老头将吴凡的学生卡在安保系统上一刷，随后便仰头喝起酒来。他根本就没在意吴凡，毕竟每天进进出出的学生那么多，如果都要记的话，那大脑早就超载了。好的，谢谢。吴凡收起了学生证，径直朝着灵气塔走去。好浓郁的灵气！他刚一进入塔内，就感觉无数灵压粒子扑面而来，体内的灵力流动速度都加快了。塔内的设施也不复古，不是什么古代的青砖红瓦，而是安装了吊灯，内置了充电器、电视、电脑和书架等，很像一座图书馆，十分的现代。同学，我要去第4层，你要去第几层？吴凡刚走上电梯，就遇到一个穿着十分气派的男生。谢了，帮我按下第7层。但吴凡刚说完这句话，只见对方的脸色一变。你要去第7层？那人上下打量了吴凡几眼，随后说道：那你可要小心一点哦。听到他的话，吴凡有些疑惑地问道：第7层有什么问题吗？同学，第1次来灵气塔就敢去第7层，看来你有很多学分啊。V 我50看看实力。这名同学开玩笑般的说道。是这样的，能去顶层修炼的武者都是对灵力需求很大的，所以这群人多半也是华夏武大里面的强者。这群人对于灵气很敏感，上周就有2位大4的学长因为认为对方吸了自己范围内的灵气而大打出手。卧槽，这么离谱！比这离谱的事多了去了，比如学校里面学生会和自律委员会这2个派系的武者十分不对付，有的时候学生会一方的人多，自律会的同学就会被从顶层打出来，而自律会的人多就会把学生会的人给扔出来。这名同学说话间，4层塔就到了。你应该是今年的新生吧？但为什么我看你的脸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对方想了一下没想起来。算了，不过因为你是新生的关系，他们不会直接对你出手，但总之我劝你在顶层修炼低调一点。还有，你最好是选择学生会或者自律会其中一个组织加入，不然你以后的修炼阻力会变得非常大。对方说完后就离开了。学生会和自律委员会吗？没想到在华夏武大里面居然有派系争斗。很显然，这是校方默许甚至支持的，因为学校不允许的话，这2个派系根本就组建不起来。或许有争斗，有竞争，才有更多变强的动力吧。有人为了不受欺负而变强，有人为了保护家人而变强，有人为了不落后于人而变强。吴凡对此倒是没什么意见。mwxbj.org， 只要不惹到我身上就行。在思考间，吴凡就来到了灵气塔的最顶层。相比于第1层的灵气，顶层的灵气只能用海洋来形容。但还没等吴凡仔细感受着磅礴的灵气，好几道恐怖的灵压就朝他压来。轰！地阶武者，这股压力之强让吴凡难以移动分毫，无形的压力使他全身气血激荡，没过几秒钟就全身冒汗了。就这点实力，还敢来最顶层修炼？趁还没晕过去之前，识相的早点离开。在吴凡原地不动抵抗灵压震慑时，一名头发遮住眼眶的学长冷声说道：区区一阶武者就不要来顶层修炼了，简直就是浪费学分。另外一名学姐的声音传来：武者争资源，争名额，争一切能争的东西，因为这本来就是一条弱肉强食的道路，阻止吴凡进来分灵气无可厚非。但这些学长学姐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毕竟这里是武大，而不是武道圣地或者社会。不过在他们看来，吴凡在这么强的灵压震慑下，最多也就只能坚持几分钟，随后便会知难而退。这小子。但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吴凡非但没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狼狈的离开，反而是盘腿坐在了灵气塔顶层的大门口。破军、天煞、运转，B阶武者的实力很强大，吴凡根本无法抵挡。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住压力，然后全力修炼。在体内2团金色星云的加持下，吴凡体内第3团星云开始光速旋转，无数灵压粒子在他的边缘汇聚。渐渐的，在顶层修炼的武者们发现自己周围的灵压粒子居然开始缓缓地朝大门口方向移去。什么情况？我周围的灵气浓度变低了？是那个新生把灵压粒子都吸走了？很快就有人发现，吴凡吸收灵气的速度要比他们这群 C 阶、B 阶武者还要快不少。他就像是一个巨型的抽水泵，快速地抽干了周围几十米的灵压粒子。靠！这哪里来的怪物？一个1阶武者能抗住好几个 B 阶武者的灵压震慑不说，现在更是连吸收灵气都这么霸道。震惊归震惊，但他们能拿吴凡怎么办呢？跟吴凡动手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好歹也是华夏武大的学生，是天才武者好不好？也是要点脸的。所以他们也只能用灵压震慑来影响一下吴凡的修炼效率了。轰！整个灵气塔顶层，一个个 C 阶、B 阶武者开始释放自己的灵压。你们这群王八蛋，老子受不了了！一名大2的D 阶武者怒吼一声，随后径直离开了灵气塔。这里的环境已经处于高压状态，他根本待不下去，而且就算他忍住了，修炼效率也会变得很低。吴凡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在颤抖，
骨头发出咔咔的响声，就像是破旧的椅子那般发出难听的声音。再坚持一下，那个小子就快承受不住了。有几名 C 阶武者冷汗直流，他们不知道吴凡为什么能撑这么久，但他们清楚，如果吴凡再不离开，他们就得被抬走了。而就在这时，吴凡身上的灵压似乎发生了变化。就在这几名 C 阶武者觉得要看到曙光时，吴凡身上的灵压陡然增强了1小节。有没有搞错？他还升级了？没错，吴凡并没有被强大的灵压压垮，而是在这股强高压状态下，从27级升到了28级。升了级的吴凡，抗压能力似乎也变强了一点，本来摇摇欲坠的身体也变得安稳起来。今天水逆，运势不适合修炼，溜了。好几名靠近吴凡的 C 阶武者都站起身，快步离开了灵气塔顶层。等他们离开后，没有了他们的干扰，吴凡吸收灵气的效率加快了很多。25027 25029，只是一个呼吸间，他体内的灵压就提升了2点。按照这样的速度修炼下去，预计半天就能修炼到30级。但显然，吴凡并不想这么快就修炼到30级，因为这些学长学姐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正好可以帮助他压缩4倍灵压，可以省下去压力士的学分了，美滋滋啊！啊，他吸收灵气的速度好像慢下来了，看来是灵压震慑起作用了。这群高阶武者以为是吴凡的修炼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于是一个个都继续对吴凡施加压力。于是灵气塔顶层的氛围渐渐变得和谐起来，学姐学长得到了高浓度的灵气，吴凡得到了4倍灵压。嘿，双方都有光明的未来。随着太阳的移动，华夏所在的北半球气温也在降低，虽然立秋已过，但距离吴凡所认为的真正秋季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国庆节过后的第一场雨，天就开始渐渐变凉了。少女少妇们也不再会光着腿，而是会穿上或薄或厚的丝袜、裤袜。在9月13号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是吴凡最快乐、最悠闲的时间，因为没有纷争，没有战斗，没有恶心的人送上门来被打脸，他可以静下心来修炼。早上7点，吴凡起床，他会沿着华夏武大的校内湖跑上几圈，简单的热身后就去食堂吃早餐。不到10天，什么粤式肠粉、隔离煎、豆浆油条、金汤蟹黄包、米粉、山城小面、鸡杂拌面，从华南吃到华北，从西北吃到西南。当然，吴凡吃的全部都是富含灵气的食物，就连揉面的小麦都是用灵气水灌溉出来的，所以要价十分昂贵。偶尔吃一次还行，但像吴凡这样天天吃、顿顿吃，不是底蕴很深的大家族根本承担不了这个费用。不过吴凡根本不用担心这个的问题，他手中可是有一笔汇集了本届新生30%资源的学分。学分是死的，资源也是死的，只有将学分和资源全部变现为实力，这才是真的。吴凡不怕花钱，只怕提升的速度还不够快。笔下文学。在吃完早饭后，吴凡会在乾隆班所在的别墅里拿出极品灵石进行修炼，在吸收灵气的期间，还会复习一下4项刀法、踏前斩等一些常用武技。中午12点，吴凡同样会去食堂吃一顿大餐，像地阶妖兽神户和牛做的元切牛排，一阶黄河鲤鱼做的糖醋松鼠鱼，补筋的鳝鱼，补气的千年山药，补血的龙涎桂圆。别看这些都是大补之物，但吴凡身体完全吸收得了，因为武者修炼要消耗大量的精气神和灵力，如果营养跟不上，会导致越练越虚。吴凡感觉这几天自己全身都充满了力量，眼神明亮清晰，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宛若雷霆，随意挥出一拳也带有强大的破空声，下肢沉稳，膝盖有力，行走起来步步生风，同时灵压提升的速度也快到飞起。如果不出意外，明天我就能到达30级。吴凡感受了下体内的灵压，第3道星云已经形成，此刻正在缓缓的逆向旋转，散漫的灵压粒子像宇宙星辰一般环绕，只差一颗强大的灵核来激活它们。下午1点到1点45分的时候，吴凡会午休一段时间，在一些玄幻或者修仙小说中，经常见到说强者可以多少天不睡觉。虽然这种说法符合情况，但却不是很正确的。武者越强，的确可以长时间不吃东西、不睡觉，但这对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只有充足的睡眠，才能修复体内受损或者老化的细胞，代谢毒素和废物。根据科学院的研究，他们对同一个武者进行观察，让他在1年内每隔4个月只睡5个小时、7个小时和10个小时。这个实验总共找了100名武者，50名男性和50名女性，从18岁到35岁都有。最后实验的结果是，睡眠5个小时的那4个月，灵压提升速度只有正常的 74.14%， 甚至在高强度的修炼后，肌肉量还掉了。而睡眠10个小时的武者，灵压提升速度超过了 145.13%， 肌肉量、心态还有身体各项指数都有显著提升。7层到了，下午2点，吴凡来到了灵气塔，刚一进去，铺天盖地的灵压震慑就朝他而来。这几天，一些高年级的 B 阶武者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吴凡出现的时候，必须用灵压震慑他，不然他吸收灵气的速度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修炼。还行，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这种高压状态，吴凡的身体已经产生了一种免疫，甚至在那些高年级的学长灵压不给力的时候，吴凡还会加快灵气吸收速度，控制他们，加强灵压的输出。这小子已经连续来了5天了吧？而且每次都要待5个小时以上，看他的样子应该还是个新生，他哪里来的那么多学分？灵气塔顶层每小时需要70点学分，即使是他们这群大3大4的高阶武者，也不敢像吴凡这样连续进来。这小子叫吴凡，是今年新生的第1名。前段时间在武大风云里面疯传的那个一人战3000力挽守南门就是他干的。一名大3的 C 阶武者小声地说道：“我靠，我有印象，说是阻挡1人就能获得10点学分是吧？我去，这届新生可是扩招了，足足有5000多人啊！我拼死拼活的完成一个 C 级任务也才100点学分。”顿时，这名学长就不淡定了。只不过我听说他的灵气只是 N 级，想要赶上其他同年龄的天骄，花费的资源是别人的好几倍。你替别人操什么心？人家耗费的资源再多，也是人家自己挣得。你有本事，你当年新生入学的时候，怎么没敢一人守门？
只怕来10个就给你干趴下了。我哪里是操心啊，我只是可惜了那些资源了。如果这些资源给天赋更高的同学使用，那效果不是更好吗？你这是什么思想？你这是帝兵家族武道圣地那种旧时代思想。我们武大的学生生在新时代，长在春风里，讲的就是一个公平公正。集灵气的人多了去了，凭什么就他吴凡能冒头？他是家族武2代，还是圣地圣子？是有人亲手喂给他那么多资源的吗？肯定是人家背后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才能在一群顶级天赋的同学中脱颖而出。只怕是在生死线上都走过几回了。确实是，什么是强者心态？这便是强者心态。见到厉害的人，不会像小人那样长戚戚，而是肯定别人，赞许别人，然后自己也会以对方为榜样，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好、更优秀。晚上7点，吴凡离开灵气塔，去食堂吃一顿晚餐后，回到了别墅。叮！而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吴凡打开门，发现是定时送货的工作人员。吴凡同学，这是你购买的物品，请签收。对方送来一个冷链运送的大箱子，吴凡签收后就拿到房间里拆开。他刚一打开，就有一股浓郁的草本芬芳散布整个房间。灵气液、千年何首乌、天山雪莲、黑玉灵芝、虫草精粹，这是吴凡在校园网内订购的 C 级植物药浴。随后，他带着这些珍贵的材料走进浴室。他浴室里的浴池有4米长、2米宽、半米深，还附带冲浪、按摩、保温加热功能。吴凡将浴池放满50度的热水，然后将这些珍贵的草本材料全部倒入其中。植物药浴材料慢慢在热水中晕开，清澈的热水渐渐变为了泛着光芒的翠绿色。呼舒服！吴凡脱掉了衣服，整个人泡在了热水池中，辛苦修炼了一天的疲惫瞬间消散，紧张的肌肉开始松弛休息，无时无刻在思考的大脑也短暂的放空。药浴材料在灵气液的混合下，全方位对吴凡身体各处的经脉、血管进行滋补和增强，血液和灵压粒子的流动速度加快，心环的转动速度加快。哗啦！吴凡一头扎进了热水中，仿佛整个人融入在了一片温暖的海洋中。2分钟后，他从水中冒出头，用毛巾擦了一下脸上的热水，随后从旁边的小冰箱中取出了一罐冰可乐。热水浴配冰可乐，简直太爽了！他可不会在意什么冰镇饮料对肠胃不好，如果只是因为喝了一瓶冷饮就肚子疼，那以后武者们在战斗之前偷偷给对方喝冷饮算了。苏杭的亚洲武者运动会开幕了呀！借着泡热水澡休息的时间，吴凡拿出了手机观看最近的新闻。不知道这次家门口作战，国足能踢进小组赛不？华夏在各种大型体育赛事上或多或少都有成绩，但唯独足球这个项目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天天吃着特供的 A 阶品质的海参，一个个体内灵气都溢散出来了，典型的能量过剩，一看就是修炼和运动量不足。吴凡叹息道，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范大将军称，国足10年内肯定能进世界杯，在足球搜索的下面，第一个热搜就是这个。本来吴凡是准备划走的，但网友们的评论实在是太有趣了。多某哥，什么？10年内我大华夏要举办世界杯了？晴天小猫，我觉得这比研究出超导纳米光刻机芯片要难多了。开水不快乐，我是秦始皇，你信他还是信我？又扫了几眼后，吴凡就关闭了娱乐视频网站。如果自控力不够的话，别看一个视频只有几分钟，可等你回过神来后，至少1-2个小时过去了。看看其他人都在干什么吧。吴凡打开了通讯录，看了看最近的朋友圈，但里面空荡荡的，除了神子双偶尔发点修炼小技巧和心灵鸡汤外，其他人根本没有任何消息。看来大家都在潜心修炼啊，毕竟之前都分到了不少学分，这些人都想趁着这个时间尽快的提升自己。时间渐渐来到了晚上8点，热水池里的草本精粹已经被吴凡吸收的差不多了。他擦干身上的水渍，穿上一身休闲服，推开门走进了修炼室。mwxbj.org 灵压已经有29817了，今晚就能达到30级。吴凡不再迟疑，当下拿出最后一颗极品灵石，点灵压粒子快速被吴凡吸收进体内，第3道星云吸收的速度开始变得极其缓慢。不知道过了多久，吴凡眼中金光一闪，一把将手中的极品灵石捏碎，大量的灵气像星河一般荡开。吴凡体内的2道金色星环集体运转，将这团灵压粒子全部吸收，终于升到30级了。吴凡站起身，在原地挥动了几圈，发现隐约间已经有拳浪出现，隔空好几米都能打出空爆声。进阶的话，先不急。吴凡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10点过了。万一进阶的动静太大，引起别人的关注就不好了。明天去任务大厅接个任务，就说闭关太久，需要出门进行实战，然后趁机再用大妖的灵核进阶到地阶。将计划安排好后，吴凡再次看了一眼面具空间里的情况，很好，还在。在确保大妖海葵的金色灵核没有被吃掉后，吴凡心里一松，直接躺床上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吴凡就来到了华夏武大的任务大厅。说是大厅，其实人家有专门的一栋楼，作为学生获取学分的重要机构，这里来往的人有许多。C 级任务，去西宁海采集盐花，奖励学分120点，来一个修炼身法武技或者侦查能力强的同学，实力要求最少35级。B 级任务，绥阳县发现了一头 B 阶的魔血妖兽，当地斩妖队人手不足，需要支援，来2名50级以上的 B 阶武者，任务学分300点。E 级任务，白云山森林发现了一头疑似吸收灵气而变成妖兽的狼獾，需要前去探查一番，任务学分20点。吴凡一进门就看到了几面巨大的电子屏幕，从左到右依次是 A 级任务、B 级任务一直到 E 级任务。你好同学，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吗？一名穿着 OL 工作制服的小姐姐带着淡淡的微笑说道。我想接一个地级任务，最好是斩妖类型的。吴凡想了想，认为还是斩妖最适合自己。你以后接任务可以在校园网的 App 里面接哦，等完成了任务再到任务大厅这里结算，这样会方便许多。小姐姐一边讲述，一边给吴凡检索适合她的任务。地级任务，
苏杭市郊区出现了一头水妖，因当地正在举行亚洲舞者运动会，人手都被抽调到了核心市区，所以需要额外人手处理这件事，任务学分50点，你接不接？我接了。吴凡也不在意去哪里，他这次出去主要是为了进阶的，当然能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斩个妖，那也不错。任务所在的地方在苏杭市和吴兴市2个地级市交界处，一个叫做塘北镇的地方。由于苏杭市在举办亚洲舞者运动会的关系，全亚洲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都在那里，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不光是苏杭市周边的市县，就连这省都抽调了30%的舞者前去驻守。吴兴市动车站，吴兴市站到了，请到站的乘客带好您的行李。一名穿着白色休闲衣、淡蓝色牛仔裤、国货运动鞋的少年从动车站走了出来。帅哥，侬去哪里啊？吴凡上了一辆出租车，的哥用浓重的吴语口音问道。我去塘北镇。啊，这可是要出安全区啊，很危险的。司机大哥为难的说道。吴凡倒是没有劝说，而是直接掏出手机扫了对方的收款码，零钱已到账，3万元。司机先是一惊，随后勉强的说道，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万一遇到妖兽的话。听到对方的话，吴凡直接掏出了自己华夏武大的学生证。嘿，这位同学，您坐好，本次行程总共需要37分钟。在知道吴凡是舞者后，司机大哥直接脚踩离合，右手连环交错，从2档挂到了5档。嗖，出租车像一道闪电一般，直接沿着太湖公路冲出了安全区，全力朝着塘北镇开去。舞者大人，你去塘北镇干什么？的哥一边开车一边问道。要去塘北镇旁的乌江完成一个任务，学校任务而已，这没什么好隐藏的。还有，不用叫我舞者大人，叫我吴凡或者同学就行。那地方妖兽可多着呢，你要小心一些哦。听到吴凡的话，司机也没那么拘谨了，而是出声提醒道。哦，这里不是这省内部，处于地级市和省会之间吗？为什么会有很多妖兽的说法？吴凡来自西南腹地，除了一些吸收天地灵气变成低阶妖兽的动物之外，只要安心待在保护罩里，就没有任何危险。所以当初在阳城保护罩内出现妖兽杀人事件，才会闹得人尽皆知，满城风雨。您是川渝地区的人，当然不清楚我们这边的情况了。啊，你怎么知道我是川渝地区的人？吴凡有些吃惊，对方好像有点东西。您这川普说的这么地道，妥妥的西南人没跑了。司机大哥继续说道，我们这里是沿海地区，水陆交通发达，很多大型河流直通东海海域，所以就有很多海洋妖兽通过这些入海口逆向来到我们内地，袭击周边的村镇。吴凡听着皱了皱眉头，他差点就把为什么不搬进城里这种话说出来了。很明显，傻子都知道城里肯定更安全，没人会不想搬进去，但是没钱没资源的话，就只能是空想。如果他真说出来了，那就成了古代的晋惠帝见到百姓吃不起饭，便说何不食肉糜。mwxbj.org 放到现在来看，那就是所谓专家说的，没钱的人可以把空余的房子租出去。而且前不久，咱们这省不是遭遇了一次双大妖冲击吗？1/4的省区，4、5个地级市直接受到影响，我们这些周边地区也间接受到了影响，沿途很多水路防御关卡都被摧毁了，海洋妖兽来内陆更加容易了。说到这里，司机叹了口气。而且最近苏杭市又在弄什么活动，把周边地区的舞者都抽调过去了，本来妖兽出现就频繁，现在比以前更多了。唉，这样下去我都想要加入邪教了。不过司机刚说完这句话，脸色就忽然一变，因为现在后座正坐着一位来自武大的舞者。凭借刚才这话，吴凡完全有资格将他当场斩杀。你不要担心，这省已经向全国各大高校发布斩妖任务了，相信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武大的同学来帮你们解决妖兽的问题。吴凡就像是没听到司机刚才的话一般。那就好，那就好。经过刚才那惊险的一幕，司机也不敢再多说话，一路狂飙将吴凡送到了塘北镇的旅馆旁。吴凡刚一进入旅馆，就察觉到好几道微弱的灵压，而此时在旅馆1楼的麻将馆内传来了几名年轻人嘻嘻哈哈打麻将的声音。老板，你们这里还住有武者？吴凡指着一旁的鸡麻包间问道。小哥，你别去惹他们，他们可是来自南疆武大的武者大人，动动手指就能收拾我们这些小平民。吴凡没有出示自己的武者证，而是直接用身份证做的登记，再加上吴凡又没有什么武者架子，不摆阔气，不耍威风，所以旅店老板根本没察觉吴凡是武者。啊，南疆武大的武者。吴凡内心有些好奇，他们来这里干什么？说是接了学校的任务，来这里斩杀海妖、水妖的。旅店老板脸上带着担忧说道，可他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天天都在这里打麻将。上个月镇上有户人家的孩子被妖兽攻击，咱们这里有位叫刘老头的一阶武者，拼死将孩子救了上来，自己却被妖兽吃掉了。唉，旅店老板一边说着，一边朝着还在打麻将的那个房间看了一眼，随后便发出了一声叹息。听到这话，吴凡对旅店老板说道，老板，你们这里马上就不会有妖兽了。吴凡的脸色不变，只是眼神认真了许多。希望吧。旅店老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这样无力的回应他。吴凡拿到房卡，在浴室里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闭目养神。当时间来到凌晨3点时，他走出了房间。2筒，砰，5万，嘿，杠。路过1楼的时候，那群南疆武大的学生依然还在战斗。吴凡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直接朝着塘北镇外的大江走去。漆黑的夜路，静谧的夜晚，只有不远处的大江传来奔涌的怒号，仿佛是什么巨兽在嘶吼一般。而吴凡望着这片夜色，静静观看几秒，随后他就从自己的面具空间中掏出了一颗泛着璀璨光芒的金色灵核。当漆黑的夜晚出现一丝光明，那这微弱的亮光将会变得异常耀眼。而吴凡手中的大妖灵核根本不是微光，而是一颗功率超高的大射灯，让沉睡在大江中的许多生物都苏醒了。哗啦，奔流的江水一瞬间变得更加湍急，似乎有庞然大物正在接近。吴凡手里拿着灵核，沿着大江一路朝着远离塘北镇的上游跑去。
好！黑暗中，一双犹如灯笼般巨大猩红的双眼出现，只听他发出一阵嘶吼，随后便冲出水面，朝吴凡杀来。唰！寒光一闪，吴凡手中出现了一把长刀，刀光掠过，这头攻击的妖兽连惨叫都没发出，直接被从眼睛一刀戳进，恐怖的刀气瞬间搅碎了他的大脑。轰！庞大的身躯轰然落入水中，看样子是一头不低于一阶的纯血妖兽。哗啦啦！这头妖兽的倒下没有让其他妖兽退却，相反，越来越多的黑影从四面八方的水域赶来。飞蛾扑火！吴凡丝毫不惧，手中长刀翻飞，只听雷霆一声，3000雷刀！轰隆！一只巨大的爪子被斩成2截，余后刀气不减，直奔着后方杀去。嘶嘶！一条长15米、宽1米的一阶海蛇妖被刀气从中间展开，它的血肉还没落入水中，就被一根长的舌头粘住，然后拉进了一头巨蛙的腹中。而就在吴凡奔跑时，一道水箭从水中射来，速度好快！吴凡来不及躲避，只听啪的一声，水箭穿透了他的透明屏障，洞穿了他的身体。地阶妖兽！吴凡来之前接的是1级任务，说明原本的塘北镇乌江水域只有1-2头1阶妖兽，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金色灵河居然连地阶妖兽都吸引过来了。如果用这个当做鱼饵，不知道能不能钓上来大荒真种级别的大妖。吴凡想归想，但现在的他处境比较危险，大江中的黑影似乎有几十道，其中地阶妖兽就有10多头。砰！吴凡腿部用力朝旁边一跃，在他原本所在的地方冒出了一道地拳。地拳听起来没有杀伤力，但妖兽用出来后效果就很不一般。当水流的速度超过一定程度时，连最坚硬的金属都能切割。而吴凡刚才所站的地方就被好几道地拳切割，此时扎实的土地已经变成了几块巨大的土堆，不规则地滑落进了大江之中。吱吱吱，硬来的水箭躲过了地拳，可水中再次传来刺破耳膜的尖锐摩擦声。你妹的，吵什么吵？大晚上的别人不睡觉了。吴凡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大晚上制造噪音的人，妖兽也不例外。于是骤然间，一道狂风将吴凡全身包裹，他身体浮动像龙卷风的阵眼，周围的灵压粒子开始形成恐怖的龙卷。五戒剑刃风暴，唰唰唰！靠近吴凡近20米的一阶妖兽被狂暴的风刃绞杀成了碎片，漫天的血雨被狂风洒向江河，像雨点一般落下。距离较远的一些地阶妖兽也不太好过，吴凡虽然防御一般，但攻击力是真的强。剑刃风暴的能量锋刃打在他们的护体灵压上时，就像是手雷爆破的铁碎片，疯狂扎在了木板上一样，纷纷刺破了透明的能量屏障，打在了这群妖兽的皮肤上。吼！嘶嘶！咕咕呱！惨叫、惊叫、吼叫，数十道不同的叫声传来，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兽血瞬间洒满了整片水域。一时间，中低阶妖兽死伤不少，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没有退缩的想法。人在面对能逆天改命的机遇时，也会拼上性命。而这些妖兽也同样如此，即使他们知道吴凡占据着陆地的优势，根本不踏入到水中和他们战斗，他们也依然要拼命的去夺取吴凡手中的金色灵核。并不是只有人类才可以吸收灵核，妖兽也可以。只要能吞下这颗灵核，妖兽的血脉里就会产生一颗成为大荒真种的种子，哪怕最后不能成为大荒真种，当一头魔神大妖也足够称霸一方。呵！就在吴凡一刀将一头地阶妖兽砍退时，远处的江河中忽然浮现出一道巨大的身影。他的身姿若隐若现，仅仅露在水面上的躯体都有3-4米那么粗。呱！一头地阶巨蛙似乎感受到了危险，他刚想跳到远处离开，却被一道几10米高的水幕给挡住了去路。咕咕！这头巨蛙发出惊恐的叫声，它庞大的身躯在这道山岳般的黑影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只见黑影张开了血盆大口，不费吹灰之力就吞下了这头地阶巨蛙。其他还活着的妖兽见状想逃，却见这道黑影发出恐怖的灵压。轰！整片江河的河水全部上升，像是电影里水漫金山一般，浮生的水幕将那群逃跑的妖兽卷了起来，随后重重拍向了吴凡所在的河岸。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吴凡惊叹之下，一刀劈开水幕，但却被恐怖的力量拍碎了护体灵压，人被巨浪席卷，推行了上百米远，强大力量将体内的内脏炸得一阵激荡。而在被水幕冲刷的瞬间，他终于看清了黑影的真面目。蛇妖？不对，头上有峥嵘，难道是蛟龙？对方身上传来恐怖的压迫力，吴凡很直接的就判断出对方的实力，一头地阶巅峰的魔神大妖。吴凡睁大了双眼，不说内河地区怎么会出现地阶巅峰的妖兽，就单单是这魔神大妖的血脉就已经很离谱了。蛟龙看着吴凡手中的金色灵核，眼中露出极度的渴望和贪婪。正因为他是魔神大妖，只要吞下这颗金色灵核，他就有概率将他体内魔神大妖的血脉提升到大荒真种级别。好，血脉高的妖兽都有智慧，他看着吴凡，示意他将灵核交出来。而刚才那道恐怖水幕只是提醒吴凡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你想要这个是吗？吴凡举起手中的金色灵核晃了晃，随后在对方希冀的目光中直接激活。唰！吴凡戴上圣徒面具，背后浮现出2道金色的星环。而当大妖海葵的灵核激活后，吴凡体内的第3道星云瞬间被强大的力量刺激，无数灵压粒子开始进行能量跃迁。好！见到吴凡居然敢将灵核用在自己身上，这头蛟龙妖兽直接怒气冲天，他暴走一般的张开巨大的嘴巴，一口朝吴凡咬了下去，准备将吴凡和灵核一起吞了。而就在他距离吴凡还有不到2米时，吴凡的背后出现了第3道金色的光环。蛟龙一口咬在吴凡的身上，预想中被咬成2截的画面没有发生。只见吴凡的身体与利齿接触的部位发出了璀璨的金光，当，就像是2道金属碰撞一般。但下一秒，蛟龙的牙齿便被崩飞了。第3星环天罡，被动技能不灭金身。简介：
在受到攻击时，身体变为坚不可摧的状态，护体灵压厚度增强2倍，免疫所有敌方70%的灵压震慑。吴凡背后3道金色的星环亮起，强大的护体灵压外展出近10米，恐怖的力量将庞大的蛟龙大妖瞬间推开。砰！蛟龙被吴凡的灵压直接按在了水中，他身躯疯狂的扭动，100米长的身躯搅动江河，掀起了一道又一道的巨大水浪。这就是地阶武者的力量吗？吴凡仔细感受了一番，他发现体内那3道星云正源源不断的供给强大的力量，压制一头地阶巅峰的魔神大妖，似乎不再像之前那么困难了。好！就在吴凡还在适应地阶武者的实力时，巨大的蛟龙忽然挣扎着扭动头，嘴里出现了一道暗红色的能量球。如果是在白天，那这颗光球会让天地为之一暗，但现在是夜晚，这颗能量光球便像太阳那般耀眼。妖兽的咆哮，一颗黑色的灵核隐约浮现，恐怖的能量不断坍缩。这股力量相比于武者的武技，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就像是核聚变和核裂变之间的差距一般。这个画面虽然看似很长，但其实就在片刻。只见下一秒，蛟龙大妖嘴里喷出一道暗红色的能量光束，光束经过的地方，连空间都产生了扭曲。就在光束快要轰在吴凡所在河堤的那一刻，吴凡出手了，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轰！一道灵压光束直冲云霄，吴凡将手中的长刀单手高举，随后对着前方用力一斩。长刀被恐怖的灵压笼罩，这一次的刀光和之前比完全不同。地阶武者的特性就是能将灵压粒子外放，形成刀气，所以只见刀气破空，化为近30米长的刀芒。眨眼间，宽2、300米的乌江水域都停止了流动。唰！恐怖的刀光掠过河岸，直奔江河而来。刀气经过的地方，河床被陡然展开，两侧升起了近100米的巨大水幕。100年不见天日的江河深处出现了一片巨大的干涸真空带。大妖的咆哮和天地一刀斩的刀气撞在了一起，然后光束就像是被劈的木材一样，被直接从中间破开。蛟龙大妖显然是很有智慧的，他喷出光束时还在考虑，万一把吴凡轰成飞灰怎么办？那样就不能吃下他的血肉进化了。可是当吴凡拔刀的那一刻，他开始有些疑惑，一个刚进阶的人类在面对他的咆哮时，武者居然不躲避，反而想还手，这是疯了吧？但当吴凡劈出那几10米的刀芒，一刀断江后，他直接傻了。等等，情况好像有些不对。蛟龙感觉自己头上正浮现出一个血红色的 V 字，而他的反应似乎并不足以让他躲过这道刀芒。恐怖的刀气顺着妖兽咆哮的光束，逆向斩过了蛟龙的头颅后，直冲云霄。有没有搞错？我承认人类里面确实有同阶无敌的强者，但不会这么倒霉就让我遇上了吧？这便是蛟龙最后的想法。轰！蛟龙的头颅从中间出现了一道血线，然后从这道血线中爆出了大量的妖兽精血。随后这头近100米长的魔神大妖从半空中摔落，重重地拍在了大江之中。呼！吴凡深吸了一口气，刚才的攻击将他体内所有的灵力全部抽空，不过他敢肯定，周围千里范围内再也不会有妖兽出现。结束了战斗，长刀化为点点灵压粒子融入到了吴凡体内。随后分割两侧的巨大水幕开始轰然落下，被吴凡一刀截江的河床也重新被江水覆盖。漆黑的夜晚重新归于静谧，只有被血水染红的江河和破碎的河堤能述说，这里前不久才发生了一场不算惊天动地的大战。第二天早上，你们昨晚听到什么动静了吗？塘北镇的居民一大早就在镇子的街道上小声的交流着。听到了，好像是妖兽的吼叫声，好吓人，我想去城里躲几天了。吴凡一脸疲惫的从旅馆外走进来，他斩杀蛟龙大妖回到塘北镇时已经是凌晨6点过了。老板，退房。他一走进门就对旅馆老板说道。啊，小兄弟，这就要走了？老板看吴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以为他出去吃早饭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吴凡微笑着说道，比如回学校补觉之类的。我们这里最近不是很安全，早点走也是好事。旅馆老板还是和昨天一样，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在吴凡退了房刚要离开的时候，从旅馆1楼的麻将包间里走出来几名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催什么催啊，一个1级任务而已，以我们的实力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就搞定了。一名南疆武大的学生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道，今天先睡一觉养精蓄锐，明天再去完成任务。几人的灵压不弱，大概有25、6级的样子，应该是大2的学生。南疆武大作为全国排名前10的武大，其招收的学生天赋也是很不错的。老板你慢忙，我就先走了。吴凡给旅店老板说了一声，然后就打车离开了塘北镇。他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悄悄进阶，完成任务只是顺带的，况且他这次还不只是完成了1级任务那么简单。至于南疆武大那批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用正眼瞧过。你们看，那是什么？就在吴凡离开后没2个小时，塘北镇旁的乌江上游忽然流下来一片血红的江水，伴随着这批血红江水而下的还有许多妖兽的尸体。怎么死了这么多妖兽？难道有武者大人出手了？居民们的惊呼声吵醒了奋战了一夜的南疆武大众人，他们依稀间听到什么妖兽的词语，便赶忙穿戴好作战服，召唤出自己的灵气，朝着乌江奔去。等他们到达后，看到的只有海妖和河妖的尸体。这是怎么回事？妖兽呢？而就在他们疑惑时，他们的手机响了，是南疆武大那边发来的任务更新消息。您所接的任务已被完成。坐在回帝都的动车上，吴凡一边闭目养神，一边看着面具空间里的那颗黑色灵核。魔神大妖级别的妖兽，灵核是黑色的，之前用学分兑换要1万点，这是他斩杀那头蛟龙妖兽时爆出来的，不知道能卖多少学分啊？到时候去问问学校的老师吧。除了这颗黑色灵核外，他空间里还装着20多颗黄色和紫色的灵核。如果是在以前，吴凡肯定会把妖兽的尸体也带回来，但现在他发现妖兽的灵核更有价值，也更容易收集，他索性就放弃了搬运妖兽的身体。之前我兑换极品灵石、泡灵植药玉，
在食堂吃大餐，还在灵气塔修炼，学分只剩下不到5000点了。不过等把这些灵核一卖，估计用到国庆节之后也是绰绰有余。从吴兴市坐动车到帝都，总共要花费3个多小时的时间，吴凡刚好可以用这个时间安排一下接下来的修炼计划。今天已经是9月21日，再过几天就是第一次切磋交流赛了，快速提升等级应该是做不到了。前段时间从27级到30级，灵压提升的有点多，接下来必须要沉淀一段时间，为以后压缩5倍灵压打好地基。如果是以前，吴凡根本不会考虑什么5倍灵压的事，因为这意味着要花费同等级武者10倍以上的资源。别看灵压只压缩了5倍，就说要耗费10倍以上的资源很离谱，但吴凡考虑到资源的利用率和压缩灵压的难度，说不定10倍都搞不定。这还仅仅是地阶，那 C 阶、B 阶甚至是 A 阶呢？一想到这里，吴凡就感觉空间里的这些灵核有点不够用了。几小时后，吴凡回到了华夏武大，他来到任务大楼。请问一下，咱们学校回收灵核吗？吴凡交了任务，获得了50点学分，但他没急着离开，而是询问工作人员一些问题。不在这边哦，你要去地区那里，那里是专门处理这方面业务的。工作人员给吴凡指了一个方向。好的，谢谢啊。吴凡顺着他指的方向，看着标识牌走到了地区，还没走进去，他就听到了十分嘈杂的声音。人好多呀！这一幕的场景有些熟悉，有点像之前在阳城的猎武者工会大厅。随后他走到了一个工位前。请问您要出售什么东西呢？我们这里提供现金、金条、学分3种支付方式哦。一名扎着丸子头的可爱小姐姐对吴凡说道。我有些灵核想要出售，请问你有多少呢？丸子头小姐姐在听到吴凡要出售灵核后，语气神态也没什么变化，毕竟她在这里工作久了，平时也见过不少灵核。哗啦啦，吴凡从一个口袋里倒出了20多颗黄紫相间的灵核，因为灵核本身就十分的漂亮，再加上不同颜色的灵压粒子在其中流转，发出点点光芒，一时间吸引了许多人的眼光。这丸子头小姐姐的神情有了一点变化。虽然灵核的数量有点多，甚至还有魔血凶兽的灵核，但其等级都在地阶和一阶，就算用来激活星环、觉醒的武技也不会特别强大。就这些了吗？此时小姐姐的语气已经有些变了。吴凡摇了摇头，凑到小姐姐的耳边说道：我还有一颗魔神大妖的灵核啊！小姐姐在听到吴凡的话后，终于是绷不住了，她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惊呼，随后站起身对吴凡说道：您稍等，我去请咱们的主任过来。没过几分钟，吴凡就被请到了后勤处主任的办公室。这位同学，你真的有魔神大妖的灵核？后勤处主任叫做范小琼，是一名45多岁、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女人，其实力大概有 B 阶。不过由于高阶武者比较富裕，还有灵气的滋润，同时又不像战斗武者那样需要外出与敌人、妖兽厮杀，所以范小琼看起来也就只有30岁出头的样子，皮肤、身材、气质都保养得十分好，十分有韵味。吴凡也不啰嗦，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黑色灵核，放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哦，范小琼眉头微挑，交叠着穿着黑丝的双腿，从旁边取来了专业的检测仪。他小心地拿起黑色灵核，用极束灯照射进去，外表璀璨晶莹，里面的灵压粒子像银河里流动的星辰，外表也没有缺口，是一颗完美的地阶魔神大妖的灵核。范小琼放下蛟龙的灵核说道：我全部兑换成学分，根据规定统一的标准，这颗大妖灵核能兑换8000点学分，其他魔血、纯血加起是1500点学分，总计9500点学分，你认为可以吗？可以。吴凡来之前就了解过相关的规定，算下来基本和这个数字差不多，于是直接同意了。您的校园卡已到账9500点学分，当前学分14328点。收到学分后，吴凡去食堂吃了顿大餐，然后回到别墅，又用灵药泡了个澡后，便上床睡觉了。在塘北镇和一群妖兽厮杀了一晚，最后还耗空了灵力，吴凡早就有些累了。虽然作为地阶武者已经可以连续熬夜10多天，但能尽量保养身体的时候，就不要浪费机会。毕竟吴凡清楚，像这样每天不考虑其他东西，没有凶残的力气，只专心修炼的日子，可能没有多久了。时间过得很快，眨眼便来到了9月25号。今天是其他同学正式开始上课的日子，而吴凡这边则被叫到了沈子双的办公室，与他一起的还有其他3个熟人。mwxbj.org 许风霜、罗显和、文人优越。吴凡，好久不见了，感觉你的实力变强了不少，要不待会我们去训练场切磋一下？罗显和看到吴凡进来，浑身充满战意的说道。只怕你要被人家按在地上打。许风霜撇了撇嘴，对罗显和说道。你这话就离谱了。罗显和明显不信，就在他想要拉着吴凡出去练练手时，沈子双就从外面走了进来，而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一个众人比较熟悉的陌生面孔。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从常规新生中选拔出来的第5名队长，他叫做常征明，你们互相认识一下。沈子双给众人介绍道。各位大佬好。常征明表情很阳光，性格也是外向开朗。尽管在新生大战中失败了，甚至还丢掉了入学的50点学分，但他对吴凡几人并没有敌意，甚至在听说吴凡承诺会在全国大赛上将所有人失去的学分争回来时，他隐隐对吴凡有些佩服。因为每年国家给各大高校分配的修炼资源是根据综合评测来算的，如果吴凡能让华夏武大蝉联一次冠军，那今年华夏武大综合评测的分数绝对会爆表，到那时华夏武大能分配到的总体资源就会变多。难怪感觉有些眼熟，是在南门大战时那个做指挥的同学是吧？文人优越走上前来说道，他今天穿了一身比较普通的水手学生装，看起来和初中生一样，吴凡怀疑他有装小姑娘的嫌疑。学姐，你今天找我们过来是想说交流赛的事吧？听到吴凡的话，沈子双点了点头说道，没错，我校和其他武大的交流赛正式开启，我们这边准备派出5个小队，而你们5人就是各自小队的队长。沈子双说着就拿出了一张表，这是学校给你们安排的对战表，你们先看一下。居然是鹿岛武大，
许风霜看着自己小队要对战的武大，有些意外的说道：“明省最强的武大，全国排名第24名，看起来实力还不错的样子。等打完交流赛，还可以去海边玩一玩。你还敢玩水？上次在这省你没玩够啊！”罗显和一把扯过对战表说道：“哎，黄龙府大学，这是哪所武大？具体地点在哪里啊？”虽然罗显和文化课成绩也不低，但他竟然一时想不起来黄龙府大学在哪里了。真不知道你的地理是怎么学的。黄龙府武大在东北，是全国排名第22的武大，是几省最强的武大，实力比鹿岛武大还强那么一点。你不是不想去玩水吗？这下好了，你可以去打雪仗了。许风霜是一点亏都不会吃的那种性格强势的女生。吴凡同学，你的对手是长安武大哦。文人优越柔声念道。长安武大，长安武大全名长安交通武大，是全国排名第14名的武大，也是本次交流赛中唯一一个全国排名前16强的武大。沈子双在一旁补充道：“吴凡，对方的实力不弱，你可要小心点，不要翻车了呀。”学姐，交流赛的规则是什么？吴凡好奇地问道。纯拼实力他当然不虚，但如果规则限制，那就不好说了。这次交流赛的规则是根据以前全国新生大赛的规则来的，双方各派5名正式队员上场，采用5v5单挑车轮战淘汰制。比如你吴凡第一个上场击败了对方第一位上场的选手，那么第2场战斗依然是你上场对阵对方派出的第2名选手。如果你连续战胜了对方2名选手，在即将对战第3名选手时伤势过重无法战斗，那么就轮到我方第2名武者上场，以此类推，直到一方5名选手全部被击败为止。沈子双在讲解的同时，还在白色的写字板上左右各写了5个数字，通过连线的方式让众人理解得更加清楚。其他人倒是对这个规则比较熟悉，因为家里或多或少都是武者，所以提前了解过，但吴凡还是第一次知道。如果是这个规则的话，比较弱的武大会不会被一穿5啊？不要说以吴凡的实力，就算是官员、王爷上场，就算不是车轮战，哪怕5个对手一起上，都不一定会输。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这是在面对全国100名开外武大时才有可能发生的事。不过你们也看到了，这交流赛的开幕战，你们遇到的基本都是全国32强和16强的武大，咱们华夏武大以前也不是没在这些武大身上翻过车。沈子双表情认真的说道，如果掉以轻心的话，会被打得很惨的。而且我相信你们也知道，今年的全国新生武道大赛的赛制会变，可能不再是这种5v5车轮战模式，所以今年的变数会非常大，我们甚至都有掉出全国4强的风险。沈子双说着说着，就感觉自己身上的压力好大。学姐你放心，交流赛而已，看我不把他们的翔都打出来。罗显和挥动着双拳说道。沈子双摆了摆手，示意他消停一点。你们每个小队都会有1名资深教授和1名辅导员带队，他们会帮你们处理好交流赛的衣食住行，你们只需要好好打比赛就行。下午的时候，吴凡见到了自己的带队教授。嗨，吴凡，好久不见了。光头和教授戴着一个大蛤蟆墨镜，大摇大摆地朝着吴凡走了过来。何教授，这次去长安武大是你带队吗？不是，这也太巧了吧。这让吴凡觉得对方是不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才得到这次带队去长安武大的机会。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好歹也是华夏武大的资深教授，带个队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何教授感觉吴凡看他的眼光不太对劲。有点像在看一颗老韭菜。凡哥，就在吴凡和何教授友好交流的时候，林小璐和张恒几人从远处走来，不一会儿，张之白和官员等人也到了。这就是你小队的成员吗？何教授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看着面前清一色雄性生物，脸色有些怪异。该说不说，阵容还蛮扎实的。何教授毕竟也是一名资深的高位武者，以他专业的眼光来看，虽然吴凡的这个小队没有一武者，但如果和其他小队对战，完全能在交手的一瞬间就团灭对方，根本就不需要续航的能力。交流赛的规则你们都知道了是吧？吴凡，你作为队长，先选出5名出战的正式选手，其余人当做替补，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何教授看着吴凡说道。这本来就是交流赛的常规流程，甚至以前的全国新生大赛也是这样的，选出5名正式选手，5名替补选手。但接下来吴凡说的话让何教授大感意外，我们是去切磋交流，而不是去旅游。吴凡很干脆的说道，所以替补就不用了，我们就去5个人就行，其他人留在学校里修炼。这不太好吧？万一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怎么办？听到吴凡的话，何教授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只能保持沉默了。我本来想自己一个人去的，但因为是首战，所以我又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选队里最强的4人跟我一起去长安武大。吴凡对着众人扫视了一圈后，喊了4个人的名字：张之白、官员、王爷，还有……就在他念到最后一个名字时，他将视线停留在了方天训身上。方天训，被念到名字的方天训有些错愕，他双手一摊，感觉有些意外。我个人的判断是主观的，你们要是觉得自己比入选的4名同学强，完全可以向那人发起挑战。吴凡话音刚落，剩下没入选的同学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方天训这边。靠，有没有搞错？方天训只感觉吴凡在给他拉仇恨，但他更气愤的是，居然所有人都把视线望向他。当下他便站出来吼道 ：“MWXBJ.org， 都看着我干嘛？找打是吧？觉得我是软柿子，想来捏一捏？操！谁怕谁啊！大喊大叫是心虚的表现，你现在的行为充分表明了你的底气严重不足。”留着长发、梳着几缕灰白发丝的毕阳率先站了出来。他为人一向很低调，平时不喜欢抢风头，所以存在感很弱。但交流赛可是有大量修炼资源拿的，就算平时再怎么低调，该争的时候还得出来争，不然就像是蠢了。张之白3人就不用说了，毕阳自忖不是对手，但方天训凭什么可以入选？随后2人便来到了对战室，每人都只有1次挑战的机会。你确定挑战方天训吗？吴凡对毕阳说道。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哟，还玩起顺口溜来了，看我不给你把嘴都打歪喽！方天训放垃圾话的本事和吴凡有的一拼，
虽然两人还没开始战斗，但火药味已经起来了。哼，谁抽谁嘴巴的还不一定呢。碧阳手中召唤出2把弧形短刃，他身影一动，似鬼魅般朝方天迅杀来。方天迅有些吃惊于碧阳的速度，他的动态视力差点就捕捉不到碧阳的行动轨迹了，所以他只能凭借感觉去格挡。枪！呲了，2道声音响起，碧阳的左刃被方天迅的长枪抵挡，右刃却斩在了方天迅的护体灵压上，并且撕开了一道口子。定魂枪！方天迅身上灵压爆开，手中长枪刺出10多道枪影，瞬间布满了碧阳身前的近7、8米的空间。砰砰砰！两人眨眼间便交手20多招，只听各种兵刃交割和护体灵压格挡的声音传来。两名实力相近的中级武者交手就是这样的，激烈无比的同时，又暂时奈何不了对方。碧阳眼中一片冷漠，他将双刃拼接在一起后，身体凌空一跳，随后在空中扔出了自己的双刃。只见拼接的双刃在空中开始剧烈旋转。谕令夺！嗡！双刃发出一阵嗡鸣，本来只有直径1米的螺旋双刃泛起了赤红色的光芒，四周延展出了恐怖的能量刀片，像螺旋手里剑一般朝方天迅杀去。卧槽！方天迅大吃一惊，连忙举枪抵挡。滋滋滋！枪尖在碰到双刃的瞬间擦出大量的火花，让周围的空气都陡然提升了好几度，尖锐刺耳的声音甚至超过了120分贝。呵！在方天迅全力抵挡螺旋双刃时，碧阳居然再次以鬼魅般的身法窜到了方天迅的身后。武技端玉掌！碧阳右手手掌五指并拢，以小拇指为刀刃，其他并排的手指为刀身，泛起恐怖灵压的同时，对着方天迅的肩膀一掌劈下。我去，好狠！围观的林小璐不由得惊呼出声，这还仅仅是在切磋的状态下，而如果是在生死大战中，碧阳一定会斜向劈在敌人的太阳穴处。眼看方天迅就要落败于碧阳之手，就在此时，方天迅身上忽然爆发出一道惊人的灵压，还在剧烈旋转的双刃被长枪一把荡开，崩开双刃的方天迅反身就是一拳，和碧阳的手刀对轰一记。咔嚓！碧阳的手臂发出了一道清脆的骨裂声，方天迅一拳轰断了他半条手臂的同时，还轰碎了他的护体灵压，最后刚猛的一拳狠狠打在了他胸前的琵琶骨上。砰！碧阳的身体倒飞而出，在空中飞行了5、6米后落在地上。碧阳腰肢一用力，直接扭转着起身，最后又后退了7、8步才停了下来。方天迅刚才的那下，我感觉有4倍灵压的样子。不光是碧阳被锤翻了，就连观战的其他人都吓了一跳。方天迅胜，因为是资格挑战，没必要打生打死，所以吴凡及时宣布了结果。呸！碧阳从嘴巴里吐出一口鲜血，他的右臂像面条一样无力的垂下，这种粉碎性骨折的伤势，只怕得休养到国庆节后才能痊愈了。方天迅，你小子偷偷压缩4倍灵压了？林小璐好奇地问道，不然他不可能一拳把碧阳打成这个样子。众目睽睽之下，方天迅也知道瞒不住了，索性直接交代道，这不是4倍灵压，而是4倍暴击。我的本命武技叫做黑暗暴击，一旦使用这个武技，我的攻击将会在 0.4 和4倍之间浮动。说实话，能打出4倍暴击我也很惊讶，因为我平时都在 0.5 到2之间浮动。能将自己的本命武技说出来，方天迅也算是拿大家当自己人了。是暴击而不是几倍灵压，这样的话，罗侯的反应很迅速，他很快就意识到方天迅这个本命武技的恐怖之处。如果是2倍灵压加上4倍暴击，岂不是能打出8倍的伤害？听到罗侯的话，众人也都重新审视起方天迅来。他们没想到灵压等级在小队中吊车尾的存在，其真实的实力居然这么猛。方天迅击败了碧阳后，虽然按照规定他还可以被挑战，但很显然其他人并没继续挑战他的想法。一来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二来林小璐他们也不想趁人之危。那好，这次和长安5大交流赛的出战人员就这样决定了。随后吴凡转身对何教授说道，何教授，我这边已经处理好了，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今天是周6，张勇辅导员已经订好去长安的动车票了，咱们下午就出发，今晚先在那边住一晚，明天上午9点进行交流赛，然后下午就坐动车回来。何教授简单说了一下日程安排，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他话音刚落，随后就一个瞬移消失了。就在众人还没搞清楚状况时，从远处开过来一辆小白龙观光车，此时何教授正坐在驾驶座上按着喇叭，同时他嘴巴里也在模仿喇叭声。滴滴滴，上车！林小璐悄悄凑到吴凡身边问道，凡哥，何教授这么抽象的吗？应该是吧。吴凡模糊地说道，因为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众人很快就登上了去秦西省长安市的动车。现在搭乘动车已经是众人出行的常规方式了，相比于飞机，动车的速度不慢，而且车站一般都是在市区内，交通出行特别的方便。长安市的历史底蕴很深啊，几千年前统一6国的秦皇大帝就是在那里聚拢了灭亡的6国，收集了800年的修炼资源，试图突破到绝巅之上的境界，寻求永生。何教授很健谈，知识也很渊博，一路上都在讲述一些历史典故。还有比绝巅级强者更厉害的境界吗？吴凡和何教授坐在一排，在听到何教授讲到绝巅之上时，他好奇地问道。实力低端或者眼界浅的武者，并不是他们有多无知，而是因为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平台有限。比如吴凡如果依然是在阳城那个小县城，是根本不知道有推优生和特招生这种东西的。而那些没上过武者高中，甚至没上过学的平民，顶多知道一个 A 阶、B 阶武者。而当初在武者中考时，吴凡也是通过课外资料才了解到还有超 A 级武者的存在。后来也是在阳城的那个饭局上，听孟洛熙讲述南极大战和人类境地，他才知道还有90级绝巅武者的这些事情。应该是没有的吧，不然秦皇大帝怎么还会死？不过何教授还是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说道，至少在秦皇那个年代是没有的。历史上寻求突破99级的绝巅级强者多了去了，不止秦皇大帝，像唐明皇、嘉靖先帝都尝试过，但都失败了。这些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绝对的气运之子，但为了突破武道桎梏，追求长生，
轻则收刮天下所有的资源据为己用，导致各地武者纷纷举旗反抗；重则压上了所谓的皇朝气运，直接葬送了千年基业，改朝换代。何教授讲述的时候手舞足蹈，声音抑扬顿挫，让前后几排的众人都听得十分入迷。那到底能不能突破到绝巅之上？谁又能知道呢？别看我们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某些大人物追求长生的想法可是和几千年前一样呢。何教授的眼神被墨镜遮挡住，让人看不清他此时的眼神。说这些都扯远了，他忽然尬笑一声，直接将话题拉开了。长安号称13朝古都，前几年他们城建修地铁的时候，听说还挖出来过一件极道地兵呢。挖出来极道地兵？尊都假都？吴凡觉得何教授不仅抽象，这摆龙门阵、砍大山的本事也很厉害。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坐在后排的辅导员张勇忽然拿着手机走了过来。何教授，吴凡同学，你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张勇是一个干瘦的青年，年龄大约27、8岁，戴着老式黑框眼镜，实力是 C 阶武者，是典型的文职武者。像这种只有等级没有战力的武者，如果不是正面的战斗，吴凡都有信心直接把给他秒了。华夏武大的师资等级大体分为3种：辅导员、讲师、教授。辅导员必须是30岁以下，毕业于全国前10的武大，且实力至少得是 C 阶。讲师必须是华夏武大、帝都武大毕业，同时在国外、前线、野外历练过2年以上的 B 阶武者。当然，对于教授的要求就更多了，其他的都不提，就说最基本的实力，那都是必须达到 A 阶以上。张勇拿出手机，给众人播放了一段视频。不畏艰险，风雨同行。同学们，在视频中，一名校长模样的老先生正在暴雨中演讲，后方还有一位同样年龄的男人在给他撑伞。这人有点眼熟，好像是长安武大的校长王树人。何教授凑过去一看，随后确认道：“王校长这是在干什么？好像很有激情的样子。”这时，后排其他的同学也都凑了过来。这不是要和我们华夏武大打新生交流赛吗？长安武大专门趁着这个机会给全校新生开了一场动员会，结果动员会开到一半下雨了，这王校长直接脱稿，开始给新生们打鸡血了。张勇笑着解释道，只听视频中传来了长安武大校长的声音：“他们是天之骄子，他们是全华夏最有天赋的天才，但在我眼里，你们并不比他们差。武者高考代表着过去，而我们争的是将来。华夏武大又怎么样？他们敢来，我们就干翻他们。你们有没有信心？”台下几千名长安武大的新生被激得嗷嗷大叫起来：“有信心，干翻华夏武大，打得他们不敢进我们校门。天才，老子打的就是天才！”截取的视频也就2分钟，众人很快就看完了。随后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各自心中是什么想法。燃，太燃了！王爷感觉自己的血液都沸腾了。我的评价是不如博人传。方天训不以为意地说道：“他这人一直是这样的，精气神不错，很有自信。”这是张之白的评价，他这人不是不爱说话，只是因为逼格起得有点高。而如果让别人察觉到他其实是个话痨的话，逼格会掉的。凡哥，你有想法？官员已经捏紧了拳头，看样子是准备大干一场了。看着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吴凡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开口说道：“第一场，我上。”众人刚下动车，就被长安武大专门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用考斯特大巴接去了学校。欢迎华夏武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来到我们长安武大，希望本次切磋交流赛能在友好的氛围中顺利圆满的进行。对接吴凡他们的是长安武大的教务处主任，叫做韩鹏杰，和何教授一样，也是一名资深的高 A 武者。友好和谐，我信你个鬼！要不是在动车上看了那段演讲，不然还真以为对方什么想法都没有。众人被安排在了校内专门用来接待外宾的豪华酒店内，这种豪华宾馆每个武大都有，但通常不对外开放。这些内部宾馆的装修和规格都极其高大上，外界什么5星级豪华酒店、世界顶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和他们一比，就像是茅草屋和精装房之间的差别一般。诸位远道而来，可不能让你们白来一次。我们作为本地人，当然要尽地主之谊。等到吴凡等人在各自房间把行李放好后，长安武大的教导主任韩鹏杰又来了。他不光自己来，还带着好几名长安武大的学生。这几位是我们长安武大学生会的同学，待会吃完晚饭就让他们带各位同学在我们古都游玩一番。韩鹏杰十分热情地说道，脸上笑眯眯的，十分好客。mwxbj.org。但华夏武大的众人心里清楚，对方表面上是这样，但其实是不想让他们利用今晚的时间去调整状态。虽然武者间的实力不是这些东西就能决定的，但多多少少是有点作用在里面。你好，我叫王雅欣。就在这时，一名身材高挑、肤白貌美的女生朝吴凡走了过来。你好，我是吴凡。吴凡本来是不想搭理她的，但她穿着灰色的日式小西装、浅灰色百褶裙，修长的双腿，穿着一双邻家的肉色丝袜，脚上穿着5厘米高的扁头小高跟鞋。我听说吴凡同学是今年华夏武大新生第1名是吧？在强者如云的华夏武大也能脱颖而出，好厉害！王雅欣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吴凡，这倒不是做戏，她是真的觉得吴凡很强很优秀。虚名，都是虚名了。吴凡象征性的客套了下后，就直接说道：“我还是第一次来长安，待会请王同学带我去逛一逛。”他吴凡可不是日漫里的亚撒昔日岛废男，也不是什么见到女人就腿软结巴的怂逼，有美女在眼前，他当然是要带出去逛逛了。啊，好啊！王雅欣没想到吴凡居然这么主动。学校给他们安排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拖住华夏武大的人，降低他们的战斗意志，让他们没时间进行赛前训练。他刚才还在想怎么办，没想到吴凡倒是先开口了，这倒是省了他不少事。长安市晋昌坊大慈恩寺，这就是我们长安市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大雁塔了。王雅欣指着远处的7层宝塔说道，这座塔的故事可是深入每个长安人的内心，可以说在这里随便找个本地人，他都能倒背如流。王雅欣美丽的容颜加上姣好的身材和甜美的嗓音，让周围经过的游客和路人频频回头，
甚至还有很多拿着单反摄像机的摄像师对着他不停地拍照。大雁塔，我听说过啊，我玩梦幻西游的时候还在这里练过级呢。这是吴凡11、2岁还没上初中时的事了。龙诀雨季，吴凡说着做出一个呼风唤雨的动作。这，王雅欣顿时就呆住了，他觉得和吴凡聊天真的好困难，这人怎么时不时就要换个画风啊？你知不知道这样很难让人接得上话啊？气死了！王雅欣内心里这样想到。小老弟，玩的龙宫啊！就在这时，一名刚好路过的男子凑过来说道：“我玩大唐的，看我横扫千军。”这人说着就对着前面的空气劈了3下。看着这两人，王雅欣捂住了脸，啊！谁来救救我？好社死啊！大唐老哥，你也来看大雁塔呀？大雁塔，这烂怂大雁塔有什么好看的？我上下班天天从这里过，这也就一翻译经文的地方，编几个故事骗你们这些外地人玩的。这名老哥用地道的长安话说道，随后在王雅欣一脸尴尬的目光中，背着个挎包就离开了。那个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了许多佛门武技，比如超 A 级的如来真言、大乘法咒、掌中佛国等。王雅欣坚强的在一旁补充道，很难想象他是怎么绷住的。随着夜色的降临，两人又去了大唐不夜城。这是盛唐密合，是我们长安市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的答题节目。王雅欣指着大台子上2名穿着唐朝服饰的工作人员说道：“来，3道问题，只要答对2道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名 cosplay 房玄龄的工作人员说道：“不用举手，直接上来就行。”台上刚说着，一名中年大叔小跑着就上了台。嘿，来了一名大学毕业很多年的朋友。另外一名 cos 杜如会的工作人员及时改口道：“好，让我们来听第一题。”就在工作人员拿起答题小卡牌要念时，那名大叔直接开口道：“我能直接合影吗？”可以。随后大叔站在两人中间拍了张照，就开心心的走下去了。吴凡看着这个画面，疑惑的问道：“你确定这是答题节目？”“可能是吧。”王雅欣已经放弃挣扎了，虽然他只陪吴凡逛了3个多小时，但却感觉像是过了1个世纪一般。晚上9点，两人回到了长安武大的校区，这边是我们的外国留学生宿舍。现在华夏强大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我们国家进行深造和学习了。就在王雅欣给吴凡介绍校园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争吵声。只见一名长安武大的学生正隔着一道铁门和里面的工作人员争吵。这名工作人员2根手指夹着1根香烟，另外1只手插在兜里，一条腿撑地，另外1只腿放松，一边肩膀斜着，一边用十分傲慢的语气指着铁门里的垃圾桶说道：“你给我掏出来，这是给留学生专用的，懂不懂规矩啊你？发生了什么事啊？”听到这边的动静，吴凡和王雅欣两人连忙走了过来。只见一名男生脸色愤怒的拿着手机正在拍视频，听到吴凡他们的话后，他伸手指着铁门里面那个中年工作人员说道：“我刚才从这里经过，手里有点垃圾，就顺手扔了进去，但我刚扔进去，这人就跳了出来，说这里是留学生的宿舍，这是留学生专用的垃圾桶，说我不懂规矩，让我把扔的垃圾给掏出来。”这名男生应该是长安武大大2的学生，实力有一阶，在武大学生中算是中规中矩的。我懒得跟你说。铁门里的工作人员把手里的香烟拿到嘴边猛吸了一口，随后一脸不在乎的说道：“我今天只是提醒你，要是下次再发现你来留学生宿舍这边扔垃圾，我直接联系教务处给你下处分。”“你说什么？”这名男生听到对方的话后，瞬间双眼怒瞪，只感觉气血上涌，已经处在了愤怒的边缘。怎么想打我？武者了不起啊，敢随意欺负咱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手，到时候就不是退学那么简单了，裁决所直接把你抓进去坐牢，明天你就得上新闻的热搜。这名工作人员虽然只是个普通人，但明显是个老油条，根本不怕这个男生。我就只是在这扔个垃圾又怎么了？碍着谁了呀？学校里那条规定说了，我们不能在这里扔东西。男生越说越激动，刚想动手，却被后面的王雅欣给拉住了。同学，冷静点。虽然武者在社会上有特权，但武大的学生毕竟只是一群年轻人，素质很高，性格大多是喜欢讲道理，一般不太会用到过激的手段。但是某人就不同了，就在这个工作人员一晃一晃要离开时，砰！阻隔双方的大铁门被吴凡一脚踹开，厚重的铁门径直朝着前方飞去，狠狠地砸在了那名工作人员的身上。噗嗤！这名工作人员嘴里吐出一口鲜血，被厚重的大门带着一起撞向了后面的墙壁。仅仅是这一下，他就断了至少4、5根骨头。救命啊！武者杀人了！这人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这一幕发生的实在是太快，王雅欣和那名男同学人都呆住了，他们根本没想到吴凡居然就这样直接动手了。死不了，这种伤势不到3天就能恢复。吴凡是个很懂分寸的人，他只会在生死搏杀中使用杀伤性武技，这一点在他从不在切磋战中使用天地一刀斩就能看出。可是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动手啊！王雅欣有些为难地看向吴凡，虽然吴凡是来参加交流赛的，但如果这件事闹大了怎么办？你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刚才这人说的话你也听到了。小小的垃圾桶也都有人用来耍威风，那这事你想怎么办？憋着一口怨气离开，然后上报给学校的领导？你自己就可以判断的东西，却要等着别人来判决。不好意思，我做不到。你以为你站着道理，梗着脖子和这种人争辩他就会认错？不会的，有些人你越是这样，他就越是会蹬鼻子上脸。道理是讲给懂道理的人听的，如果对方不讲理时，你还妄图对方会被你的道理折服，那和犬儒有什么区别？人什么都可以失去，但唯独不能失去血性。吴凡眼神变得十分的锐利，在夜晚中也在泛着寒光。王雅欣竟然感觉到了一丝恐惧。而就在这时，听到动静的留学生宿舍忽然传来了许多破空声，嗖嗖嗖，好多名肤色不同的年轻人出现在宿舍楼下。哦，约翰里，你怎么了？一名金色卷发的年轻人看到躺在地上的工作人员，马上上去查看情况。我的老天，你这么善良，
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这名年轻人叫做艾丹，来自欧洲凯尔特地区，是一名灵压等级为35级的地阶武者。是他。这名工作人员指着吴凡说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个凶残的家伙！”此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跑了出来，他们大多都不清楚事情的原委，但看到工作人员那副惨相，在同情心驱使下，他们的正义感爆棚了。你作为一个武者，居然欺负一个平民，这种事情就算是我们国家的勋爵大人都不屑于做。另外一名棕色卷发的蓝眼少女指责道。吴凡在听到这名少女的指责时，直接就笑了。西方的勋爵不欺负平民，你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话，要么是你的脸皮够厚，要么是你数典忘祖，连自己国家的历史都忘了。你们外国人喜欢油画，10迈岁的女人，胸前挂着牌子的女人，自由引导人民，这些著名的油画自己可以去搜搜，看看你们的勋爵是如何欺负平民的。吴凡在修炼武道的同时，也没落下文化课的学习，不光华夏古代历史他很了解，就连西方历史他也了解许多。学习别人国家的历史，第一是为了了解别人的意识形态，尊重和理解对方；第二就是当他们在厚颜无耻标榜自己先进文明，而恬不知耻地指责别人国家的人愚昧无知时，你可以用他们国家发生的事去打他们的脸。你这群人在听到吴凡的话后，明显破防了。这时，吴凡忽然听到耳边有破空声传来，只见一名身高2米的黑人壮汉朝着他一拳轰来。吴凡猛然转身，身上灵压都没怎么爆开，直接一掌拍出，打在对方的下巴。砰！这名大汉只感觉下巴处传来一道巨力，他头颅瞬间朝后一仰，整个人直接凌空飞了出去。Jump！ 看到壮汉被击飞，好多留学生发出惊呼：“你这小子，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这群人本来就因为工作人员的事对吴凡有意见，这下看到吴凡居然打了他们的朋友，马上就有一群人朝着他冲了过来。住手！都住手啊！此时的王雅欣整个人都是懵的，他根本不知道事态会爆发成这个样子。而刚才那名扔垃圾的男同学在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围攻吴凡后，也不忍了，直接撸起了袖子，对周围长安武大的学生宿舍喊道：“兄弟们，外国人打咱华夏人了，都出来帮忙！”随着他这一喊，周围好几栋楼传来了剧烈的动静。吴凡捏紧拳头，猛地朝一名留学生的脸上砸去，刚硬的拳锋带着呼啸击碎了对方的护体灵压后，狠狠地打在了对方的颧骨上。砰！这名一阶武者只感觉天灵盖气血上涌，大脑瞬间宕机，人还在空中飞的时候就已经翻着白眼晕了过去。混蛋！一名日岛留学生大喊一声，身上地阶武者的灵压爆开，他趁着吴凡刚解决同伴的空档冲了过来。中指一本拳，这是日岛空手道的一种强力攻击技法，以大拇指压住无名指和小拇指，伸出中指和食指并拢伸出，将所有灵压汇聚在指尖，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力量。咚！刚猛的一本拳戳在了吴凡的护体灵压上，原本能将20厘米厚的钢板击穿的攻击，仅仅让吴凡的护体灵压起了一阵水纹般涟漪。那你，日岛留学生难以置信，明明自己也是地阶武者，现在居然连吴凡的护体灵压都破不了。中指一本拳，这不就是咱华夏的戳指吗？吴凡扭头看了过来，他朝着对方伸出了一根食指，随后直接点在了对方的胸口。这一指像杆大铁枪，在空气中带起了一阵螺旋波纹。日岛留学生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胸口就被戳出了一道血洞。吴凡没给对方再出手的机会，他从地上抠起了一块板砖，狠狠地砸在了对方的脸上。啪！尽管板砖被吴凡的灵压包裹，但由于拍在脸上的力量实在太大，这块板砖依然被砸得4分5裂，碎石崩飞。mwxbj.org。 而那名日岛留学生则被板砖拍的直接躺在了地上。解决了几名冲在最前面的留学生后，吴凡不退反进，直接朝着后面的人杀去。他没召唤出灵气，只用拳脚攻击，一拳锤翻一个，一脚踢飞一片。吴凡出手时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因为如果对方一开始就不要带有假想的敌意，而是好好询问他事情的缘由，那这场战斗根本打不起来。哦，谢特，这个华夏人怎么敢动手的？有些留学生惊讶地看着吴凡，因为自打他们来到华夏，享受的都是极高规格的待遇，修炼资源是普通武大学生的10多倍，平时遇到的华夏人在看到他们后，也都会十分的尊重。他们在和其他华夏同学出现矛盾时，校方也都站在他们这边，毕竟说什么也不能让外国友人受到委屈，不是吗？可就在今天，就在此时，一名华夏国的武者居然敢向他们这群留学生出手，他难道不怕华夏官方的制裁吗？简直胆大包天，召唤比黄昏还要昏暗的存在。这时，一名留学生拿出了自己的灵气，一根近1米长的法杖，他嘴里念念有词，头顶隐约出现了一道传送门。和华夏的武者体系不同，国外的武者体系名称、战斗方式和灵气都有自己的叫法。比如觉醒法杖的武者被称作魔法师，他们体内的灵力被称作法力值，使用的武技被称作魔法。而觉醒大剑之类的武者会被称作战士，骑士体内的灵气会被称作斗气。听说在日岛武者还被叫做忍者、阴阳师和武士等。虽然每个国家对武者的称呼不同，但本质上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吸收天地间的能量来增强自身。念得太慢了，还没等对方把咒语念完，吴凡就冲到了他的前面，一拳轰在了对方的胸口。啊！这人发出一声惨叫，横飞了出去。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召唤的传送门居然没有关闭。吼！一道恐怖的吼声从传送门里传来，随后从传送门里出现了一颗硕大的头颅。魔血恐狼！有人惊呼出声，因为这是一头实力在地界的魔血凶兽。恐狼，攻击他！远处被吴凡一拳轰飞的魔法师直接指挥道，这是他最拿手的地阶召唤术，花了很大的价钱才从魔法师协会买到的。吼！恐狼再次发出一声吼叫，因为召唤术发动不完全的关系，他从传送门出来的速度比较慢，此时半个身子还卡在里面。
吴凡盯着这头召唤兽，原地站定后，从虚空中抽出了一把长刀。只见他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了恐狼的面前，矮下身子，双手握紧长刀，脚下用力一踩，整个人凌空跃去。唰！一抹刀光从恐狼的腹部掠过。嗷呜！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恐狼发出一阵凄厉的哀鸣，巨大的身体被从中间拦腰斩成了2截。传送门和恐狼的尸体一起化为了点点灵压粒子，消散在空中。这种低阶召唤术召唤出来的妖兽，其实都是用灵压粒子构筑出来的。真正想要达到传送实体妖兽，那必须达到 A 阶以上才行，因为只有 A 阶武者才拥有撕裂空间的能力。好强！虽然很不想承认，但眼前这名华夏武者实在是太猛了，连番作战不说，遇到同阶的武者和妖兽，那也是一样秒杀。狂怒！之前那名叫做艾丹的凯尔特留学生见到吴凡召唤出灵气后，他也手握双剑朝吴凡杀来。唰！他实力很强，只见他在距离吴凡还有30多米时，双刀往后一放，随后瞬间冲杀到吴凡跟前，双刀在地上拉出了一道笔直的直线。枪！他双刀猛然砍向吴凡，吴凡单手握刀和他拼砍了20多刀，双刀的攻击频率非常的快，攻击节奏连绵不绝，很容易让对手产生应接不暇的感觉。吴凡刚要一刀斩在艾丹的身上，结果艾丹身体一侧，居然躲过了这次攻击。身法武技滑步，这个武技可以在近战中与敌人拉开一点距离，然后再躲避敌人攻击的攻击，反击敌人。圣灵狂怒，战斗呼吸，千针。艾丹双刀泛起红色的光芒，似乎是用上了什么增幅武技，随后他的呼吸变得剧烈许多，一口气能吸入平时好几倍的氧气，这让他体内的气血和灵压流转速度提高了2-3倍。随后艾丹看准时机，用力将双刀戳出，几十道刀光像针尖一样戳向吴凡。就在双刀快要斩到他的身上时，一道身影从吴凡身后的迅速窜出，速度之快让艾丹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一脚踢飞。都给我住手！王雅欣全身的灵压爆发，他手持一把2米长的枪戟拦在了双方的中前，地阶武者的灵压斩路无疑。你们华夏人联合起来欺负我们，我们要投诉，我们要去校长的办公室抗议。王雅欣作为学生会的成员，有些留学生还是认识他的，但正因为他是学生会的成员，公开站出来替吴凡出头，这让留学生们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纷纷指责起他来。这件事情比较复杂，我希望在老师们到来前不要再起冲突了。王雅欣憋屈地说道，他是有苦说不出啊。表面上看，他出手攻击留学生艾丹是在帮助吴凡，但实际上他是在救艾丹。王雅欣的观察能力十分敏锐，他在艾丹攻击吴凡的那一刻，清晰地从吴凡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令人战栗的灵压。他要使用武技了，这是王雅欣的直觉。之前吴凡用拳脚就能锤翻一群人，在使用武器后更是无人可敌，一刀就斩了一头地阶的恐狼召唤兽。王雅欣本来就在尽量避免事态扩大，如果让吴凡把武技用出来，这艾丹不死也残，至少也要在医院躺几周。所以为了这群留学生着想，他对艾丹出手了。至于为什么他攻击艾丹而不是攻击吴凡，这个吗？嗨，艾丹被身后的同伴扶了起来，他表情很不服气，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这里的动静已经让周围好几栋的学生们注意到了，但大部分人都趴在阳台上敲锣打鼓的围观，小部分人则是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武大的普通学生住宿条件也是很好的，分为4人、双人和单人宿舍。虽然没办法像吴凡他们这群退休生一样分到独栋联排别墅，但配套设施也赶得上3星级酒店了。此时正有几十名武大学生来到了留学生宿舍前。今年是几年？你们洋人还以为是上个世纪呢，敢在我们的地盘嚣张！靠，老子早看他们不爽了，凭什么他们的修炼资源是我们的10多倍？凭什么？还不是学校要综合评测吗？每年的留学生数量关系到上面给学校的综合评测，综合评测关系到学校从上面分配到的资源，所以这群留学生不是他们想来的，而是某些校方求着他们来的。不好，王雅欣感觉自己有点撑不住场面了。正当他焦头烂额之时，几道身影撕开了空间，出现在众人的面前。韩主任，来人是长安武大的教务处主任韩鹏杰，他旁边还有几名学校的领导，同时华夏武大的何教授也在其中。看什么热闹，都给我回去！韩鹏杰对着周围的同学喊道。嘘！迎接韩鹏杰的是一阵嘘声，因为有了学校领导和高阶武者的出现，这场冲突也就告一段落了。教务处办公室，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王雅欣当着所有人的面，详细的讲述了今晚发生事情的前因后果。啪！听到王雅欣的话后，何教授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喝道：“岂有此理！”就在众人以为他要训斥吴凡的时候，只听何教授说：“你怎么出手这么轻？是我就直接把这人打得几个月下不了床。什么破垃圾桶只能留学生用？你们长安武大就是这样的学风。”何教授不仅没有训斥吴凡，反而是教训起了长安武大的一众领导，这让韩鹏杰等人直接傻了眼。有没有搞错？现在是讨论垃圾桶的事吗？现在应该讨论吴凡打了留学生的事吧？万一这些留学生把这件事告诉各自国家的驻华领事馆，那事情就糟糕了。工作人员的这件事我们并不知情，关于这一点我们会批评他的，后续也会给其他工作人员安排学习和培训。一名后勤部的女主管说道。就在她刚说完这句话后，吴凡就盯着这名女主管说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啊，这女主管有些错愕，她不知道吴凡要说什么，但吴凡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差点暴走。你说话的声音确实很好听，但说出来的内容却十分的恶心。吴凡一脸厌恶地对这名后勤处女主管说道，一句我们不知道就想把自己监督失职的责任给抹平了。吴凡认为那名工作人员固然有错，但相关部门却没有丝毫的反省，反而是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你只是个学生，你懂什么？这时有其他学校领导站出来驳斥吴凡，这就是你打留学生的理由吗？他们挨打只是因为他们的实力比我弱，他们是很多个人一起攻击我，如果我的实力比他们弱，那挨打的就是我了。
吴凡丝毫没有因为对方是高阶武者而示弱，反而是很有气势的反驳道：“可是你有更好的办法不是吗？为什么非要动手呢？”另外一名主任说道：“你可以去掉监控，看看到底是谁先动手的。”吴凡用锐利的眼神盯着这个人，据理力争道：“虽然看起来你没什么错，但是外媒只会报道我们长安武大纵容学生殴打留学生的。”宣传处的处长看起来很是担忧：“怎么，外媒吐口水都是香的吗？要是对方喊你一句 good dog 好狗，你是不是还会摇着尾巴汪汪的叫2声？”你好几名长安武大的主任、处长在听到吴凡的话后，就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炸毛了。吴凡从进门到现在就没给过他们好脸色，因为他知道这群人根本不想处理这件事，他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是根据自己屁股下坐的什么位置来决定的。想要他们某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承认错误，那还不如相信国足能进下一届的世界杯小组赛。砰！这就是你对待前辈的态度吗？就在这时，一名高阶武者忽然爆开自己的灵压，想要对吴凡出手。哼！可他还没起身，就被另外一道恐怖的灵压给镇住了。只见何教授缓缓站起身，用极其严肃的眼神盯着出手的那人说道：“当着我的面欺负我们学校的学生，问过我了没有？”看到何教授爆开灵压，其他几名长安武大的 A 阶武者也都是放了自己的灵压对抗何教授。轰！高阶武者之间互相的灵压震慑，让办公室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王雅欣和几个低阶武者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虽然他们只是被逸散的灵压给波及到了，可依然有些承受不了。相比之下，吴凡就淡然了许多，因为有第3星环天罡的关系，直接免疫掉了70%的灵压震慑。不过，虽然有何教授给他撑腰，但吴凡从来都不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事情是他惹出来的，那他就不能只躲在后面干看着。只见他在充满了高阶武者灵压震慑的办公室里，忽然开口道：“既然这件事大家都不想负责的话，我倒是有个提议。”这小子居然还能开口说话。但是相比于好奇吴凡为什么不受灵压震慑的影响，他们更加好奇吴凡的提议是什么。明天不就要进行交流赛了吗？我的建议是，哪方说了这件事，就由哪方负责。你们看行不行？吴凡的话让剑拔弩张的双方都渐渐消停了下来。教导主任韩鹏杰思考了一下，说道：“不是我们对自己学校的同学没有信心，只是华夏武大的资源比我们多，可能培养出来的顶级武者数量比我们多，以切磋赛定责任，对我们可能有点不太公平。”虽然他话是这样说的，但大家心里都清楚，华夏武大可是排名前2的顶级武大，他们完全没有信心能赢下来。那如果是我1条5呢？吴凡语出惊人，1条5是怎么个1条5？有人觉得吴凡可能在玩文字游戏，略带疑惑地问道：“就是你们交流赛的5个人一起上的意思？”狂妄！听到吴凡的话，有人觉得他疯了，一个人敢同时面对5名顶尖的学府武者，还有人觉得吴凡太狂妄了，敢小觑天下英雄，根本就是不自量力。别以为你是今年华夏武大的第1名就能横着走了，你要知道，你只是今年的第1名而已。每一年都有无数的天才天骄，年轻人过于自信就等于是自负。确实，本来你们就是要输的，被我1条5打赢了，到时候你们只会输得更难看罢了。不接受也能理解。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吴凡的激将法，但不得不从承认，他的话就是能让人恨得咬牙切齿。既然你找死，那我们就成全你。到时候你输了，不仅交流赛的奖励要归我们，你本人还要亲自登门去给那些留学生道歉。吴凡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朝着办公室门外走去，最后只留下一句明天见。呜，他好帅啊！王雅欣看着吴凡离去的背影，虽然他感觉吴凡的赢面不大，虽然他是长安武大的学生，但他真心觉得吴凡真的好有个性啊。第二天一早，华夏武大的众人就抵达了长安武大的竞技场馆。这种场馆每个武大都有，有点像篮球馆和拳击擂台的结合体，不过在赛场四周有和城市保护罩一样的透明屏障，这是为了确保对战的武者不会伤到观赛的人。哎，你们听说了吗？昨天留学生宿舍那边好像打起来了。因为是长安武大的主场，所以此时竞技场的四周已经坐满了人。我听说是华夏武大的人出手打了留学生是吧？由于校方压热度，这件事还没有流传开，仅有一些人知道昨晚的真相。休息室内，张之白等人正围在吴凡旁边。凡哥，你真的确定1条5？就算是去年，咱们华夏武大也是以2比5的比分赢下他们的。方天训有些担忧地说道。虽然他知道吴凡很强，但长安武大毕竟是全国16强的武大，在普罗大众眼里也是一所顶尖武大了，实力真的不弱。吴凡没有说话，只是闭着眼睛养精蓄锐。此时，长安武大主持专业的同学正在念着开场白。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长安武大的出战选手：张一凡，来自战斗学院，灵压是32893， 34级地阶武者；田华，同样来自战斗学院，灵压是32157， 33级地阶武者；李兰洲，灵压32017， 32级地阶武者；严君宇，32级地阶武者；李慕瑶，来自医学院，33级地阶武者。主持人每报上一个长安武大选手的名字，台下的观众就发出一阵欢呼，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主场。接下来是华夏武大的对战选手。当主持人在看到卡片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时，下意识地怀疑自己是不是拿错题词卡了，而在耳机里传出确认的信息后，他才硬着头皮说道：华夏武大出战的选手只有1人。哗！听到主持人的话，全场近7000名长安武大的学生发出了巨大的喧哗声。有没有搞错？只有1个人，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华夏武大了不起啊，敢这么玩就给我狠狠地打！一时间，长安武大的同学们群情激愤，开始自发地给自家选手加起油来。一些艺术学院舞蹈系的漂亮女同学还自发地组成了啦啦队，给选手们加油打气。
华夏武大这名上场的选手叫做吴凡，是今年华夏武大的新生第1名，乾隆班第1小队的队长，灵压是32032级地阶武者，武器是 N 级，传闻压缩了3倍的灵压，星环疑似是1白2黑。因为只有一个人的缘故，主持人介绍起吴凡来就比较详细了。华夏武大新生第1名，乾隆班的，我靠，3倍灵压，星环还有2道黑色的。之前还义愤填膺的众人在听到吴凡的信息后，纷纷惊呼出声，因为吴凡的各项名头和数据确实有点吓人。我听我姐说，华夏武大今年出了一个猛人，你们说这个猛人不会就是这个吴凡吧？说不定还真是。那我们不会翻车吧？你们在想什么呢？他吴凡就算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在他的对面可是有5个顶尖同阶的存在，我们拿头输啊！很快，双方参战的武者就从休息室走上了擂台，啪啪啪，周围闪光灯亮起，秦西省电视台、长安地方电视台、大型自媒体平台都在角落架设了直播设备。一凡，一凡，我爱你！田华，田华，你最棒！长安武大夸夸，华夏武大渣渣！长安武大的张一凡、田华等人一上台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加油声简直要把竞技场馆的屋顶给掀翻了。谢谢。张一凡面色黝黑，身材匀称，但他行走的步伐十分稳健，呼吸沉稳，灵压厚重，一看就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他听到这些加油声后，只是简单的挥了挥手。而另外一名叫做田华的男生就比较张扬了，他面容白皙，不似练武之人，容貌俊朗，身姿挺拔足，有1.85米。欢呼声，田华双手举高向看台四面八方的观众示意，随后又跑到摄像头面前做了一个必胜的手势。这人好爱出风头啊！在台下观战的华夏武大众人纷纷吐槽道：“爱出风头也是一种本事，提前给自己和对手增加压力。如果心理承受能力弱，遭遇失败的打击会更大。”张之白平静地说道。李兰州是一名身高2米的壮汉，但他和王爷的身材还有所不同，他的手臂十分粗壮，王爷站在他面前都只能算个瘦子。严君宇则是一副剑客打扮，他和秦少商一样，将自己的灵气长剑背在身后。而长安武大最后一名参战武者是一个女生，只不过她和一般的女生还有些不同。李慕瑶个头很矮，站在李兰州身边就像霍比特人一样，不过她的模样都十分的可爱，皮肤白皙，眼睛灵动，活脱脱一只合法萝莉。天王盖地虎，慕瑶1.5米。慕瑶，慕瑶，你最美。长安武大参赛的这几人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拥有很高的人气。不过等到吴凡上台时，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之间全场都发出了嘘声和喝倒彩的声音。加油，一定要撑过3分钟啊！希望你别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小子，别逞能了，赶紧把你的队友叫上来吧，别待会被打哭了。听到这些话，吴凡只是掏了掏耳朵，根本不当回事。随后裁判就位，示意双方互相行礼。华夏武大吴凡，长安武大张一凡，长安武大田华，长安。双方各自报上了自己的名称，随后分开站立。吴凡同学，虽然你只有一个人，但我们绝对不会留手的。张一凡认真地对吴凡说道。彼此彼此。裁判左右看了看两边，确认都准备好了后，便用中气十足的声音喊道：比赛开始。砰！在裁判话音刚落的瞬间，6人体内的灵压集体爆开，无形的灵压像2股互不相容的海浪，互相朝对方拍打而去。好强！一些围观的观众惊呼出声，他们本以为吴凡会被全方位碾压，可看场上的局势，吴凡一个人居然顶住了对面5人的灵压。灵压对峙只是片刻，下一秒，喜欢出风头的白面小生田华便手提一杆金属长枪朝着吴凡杀来。唰！枪出如龙，点点寒芒带着恐怖的力量直接刺向了吴凡的眼睛。而另外一边，张一凡、李兰州、严君宇3人从不同的方向攻击过来。C 级武技雷霆双石斩。张一凡手中双刀交叉，2把长刀摩擦发出剧烈的电光，随后他双刀斩出，一道近乎10米雷霆十字刀气朝着吴凡的肩膀斩来。C 级武技日食。卑贱少年严君宇单手拔出自己背上的长剑，在使用武技的那一刻，本来还泛着光芒的灵压粒子瞬间变得漆黑无比，就像是被太阳吞噬后的黑暗一般，一股湮灭的力量附在了长剑之上。长安武大利用人数的优势，想要在一开始就秒杀吴凡。正在观战的何教授说道，他们估计是看过吴凡在华夏武大守南门时的战斗录像了。几千名新生在南门大战的失利，就是因为人数占优，一开始就没有尽全力，最后被吴凡拖够了时间。这次长安武大虽然5人打1人，但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事情也正如何教授所想的，赛前长安武大的几人就看过了吴凡的战斗录像，包括昨晚在留学生宿舍的战斗。迅猛的长枪，炸雷的双刀，湮灭的长剑，再加上李兰州刚猛的一拳，轰！瞬间爆炸，整个竞技场馆小幅度的晃了一下，恐怖的能量冲击波荡开，被无形的保护罩挡了下来。随后竞技场边缘被掀起了无数尘埃。卧槽，太猛了！在场观战的长安武大的同学们发出激动的呐喊，他们认为战斗就在刚才一瞬间就结束了。华夏武大的，你们还拽不拽啊？新生第1名就这种实力，我上我也行啊！不是华夏武大的人不行，是今年咱们长安武大的选手太强了。就在他们高谈阔论之时，只见擂台上突然飞出去一道身影，速度之快让人看不清楚是谁。砰！这道人影狠狠地砸在了透明的保护罩上，随后啪的一声，像一件重物自由落体一般摔在了地上。是吴凡吗？不是田华。呸！田华嘴里吐出一口鲜血，他只感觉胸腔的骨头都快要碎了。唰！一道翠绿的光芒洒在了田华的身上，本来还十分困难的身体马上就恢复了过来。另外一边，吴凡一刀劈在了张一凡斩来的雷霆十字上。滋滋滋！长刀与雷霆十字碰撞的一瞬间，吴凡只感觉半只手都被麻痹了。随后他意识到了一件事，这人
是3倍灵压。而另外一边，严君宇的长剑斩在了吴凡的护体灵压上，就像是重锤遇到了钢化玻璃，长剑将吴凡的护体灵压斩出了一道细密的裂痕。什么？还没等吴凡惊讶，严君宇就震惊地看着吴凡。他这门武技可是专门用来破盾的，就连一些刚晋级的 C 阶武者的护体灵压都能击碎，可打在吴凡的身上，居然只裂了一道缝隙。这人的盾得有多厚？每个武大都有自己最顶尖的学生，不光华夏武大有压缩3倍灵压的武者，长安武大当然也有。吃我一拳！攻击应接不暇，李兰州爆炸般的肌肉球结，手中火红的拳套发出熔熔烈火。砰！吴凡被严君宇斩裂的护体灵压被这一拳轰出了更大面积的裂痕。不好，快躲开！远处的张一凡忽然对着李兰州大喊道，但声音哪有动作快？只见吴凡长刀拉出一道雷霆刀光，3000雷刀。对方不是杂鱼武者，是长安武大派出来的顶尖精英，在1打5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手下留情，直接上武技招呼对方才是最好的选择。轰隆！平地一声惊雷，犹如击碎黑暗的那道雷霆，泛着蓝电光芒的长刀劈在了李兰州的身上。咔嚓！李兰州的护体灵压像塑料盆子，被吴凡一刀劈碎。什么？李兰州大吃一惊，吴凡应接了他们3人的攻击，护体灵压只是出现了裂痕，而自己仅仅只是挨了一刀，护体灵压就这样碎了。可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没有了护体灵压，就意味着武者们要开始真刀真枪的干了。吴凡一刀劈碎了李兰州的护盾，左手捏拳朝着对方的右侧肋骨打去。这一下要是锤实了，李兰州至少得断6根骨头。但令人意外的是，李兰州根本就没有躲避的意思，反而是忽然全身灵压暴涨，朝着吴凡爆了过去。轰！吴凡一拳轰在了李兰州的右腹，强大的力量透过皮肤传递到了身体的各处，只听接连几道碎骨声音传来，李兰州半边的腰腹都凹陷了进去。碎筋断骨，这种疼痛即使是武者也会昏死过去，可李兰州却硬生生的挺了下来。他反手死死抱住吴凡，随后全身的灵压爆发。星环绝力！李兰州的背后出现了3道星环，其中第3道星环赫然是黑色的。嗨嗨！吴凡只感觉身体被一头恐怖的巨熊给紧紧抱住，随后一股巨力袭来，咔嚓！他的护体灵压被直接挤碎，五脏六腑被巨力压迫几乎破裂，胸腔隔膜因为不能扩张，所以根本不能呼吸。趁现在快上！远处被李牧瑶救治好的田华飞一奔而来，他双手握住长枪的末端，然后整个人凌空跳起，长枪被他带到空中，随后他犹如猛虎落地一般，双手借助重力迅速下压，大鹏展翅。长枪的枪尖由于运动的速度过快，在空中拉出了上下2道明亮的半月枪芒。另外一边，张一凡和严君宇也再次杀了上来，他们要趁吴凡没有护体灵压的这段时间予以重创。唰！吴凡艰难扭转着身体，将长刀插了地上。就在4人围攻他的一瞬间，一刀焚天，地面上一道破天火刀直冲云霄，恐怖的暗红色火刃不仅吞没了4人，能量刀尖还刺向了顶部的半球形能量保护罩上。轰！就像是火箭尾部喷射的火焰冲刷地面冷水池一般，保护罩瞬间发出了剧烈的嗤嗤声。卧槽！这场面把竞技场的负责人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虽然这次保护罩的级别是 A 级，但架不住吴凡的这把火刀有点唬人啊！此刻，长安武大观赛的师生们心都揪住了，他们本以为5打1可以轻松拿下，但没想到却被人家压着打。约定！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武者李牧瑶忽然释放了一道医疗武技，自李牧瑶胸口拉出了4道半透明的翠绿灵压能量线，4股浓郁的生命力传递到了张一凡4人身上。噗！在生命线链接上的那一刻，李牧瑶忽然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就如同白纸一样，灵压也变得极其微弱。笔下文学，这道治疗武技就是强行让被连接的几人平分生命力，但由于其他4人伤势实在太重，伤害平摊下来，差点给李牧瑶送走。彩翼！李牧瑶素手一招，和之前的文人优越一样，在地上铺了一道翠绿色的光圈，一只灵压粒子构成的蝴蝶在光圈中心飞舞。原本还重伤的严君宇几人很快就站了起来。以往的交流切磋赛上的基本都是替补选手，可这一次长安武大是把主力选手给派上来了。何教授神情凝重地说道，虽然表面上是吴凡压着其他5个人打，但是实际上也确实是吴凡在压着别人打。嘻嘻嘻！何教授凝重的神情马上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十分抽象的笑声。这次他又要赚翻了。呼呼！张一凡身体前压，左右双刀连斩，却被吴凡一刀荡开，反身一脚将他踢飞。李兰州一拳轰在了吴凡的脸上，吴凡身体后仰了近45度后，腰背用力弹了回来，额头狠狠撞在了李兰州的胸口。砰！李兰州小山般的身体倒飞而出，沿着地面滑行了近20多米，随后撞在了保护罩上，还沿着保护罩的墙壁向上滑了近3米多高。啊！保护罩传来的响声让坐在最近的一群观众发出一阵尖叫。这样下去不行，田华白皙的脸上此时也被刚才的火刀烧得一片熏黑。我们5个人打1个人还输掉的话，以后就没脸见人了。田华忽然把心一横，他眼睛死死盯着吴凡，随后拿出金属长枪的中部，将全身的灵压都汇聚在长枪之上。不好！见到这一幕，好几人的脸色都变了。本命武技贯穿中烟之枪。田华趁着吴凡刚解决李兰州之际，身体向后一倾，右手猛然向后一拉，随后将手中的长枪用力朝吴凡扔出。嗖！多个画面切换出田华扔出长枪的这一幕，长枪在离手的瞬间，枪尖出现了巨大的能量反应，像是破开大气层一样，破开了一层无形的屏障，瞬间杀到了吴凡面前。吴凡察觉到危险，就在他刚转过身时，一道贯穿长枪便穿透了他的身体。片刻后，吴凡回过神，他缓缓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胸口，此时那里正出现了一道比足球还要巨大的空洞。滴答，几滴鲜血从吴凡的胸口滴落，
从贯穿的伤口处可以看到正在无序抽动的肌肉组织和一颗鲜活跳动的心脏。伤口距离心脏的位置不到1厘米，其他内脏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这伤放在普通人身上绝对会当场身亡，但武者超强的身体素质加上灵气的续命，基本只能算是重伤。快救人！现场的裁判反应最快，在看到吴凡的伤势后，马上就要冲上去终止比赛。可就在这时，吴凡的身上忽然涌现出大量的灵压粒子。星环，量子重构，唰！就像是3D 打印一般，吴凡的胸口聚集了大量的灵压粒子，随后破损的肝脏、擦伤的心脏以及断掉的胸骨和化为飞灰的皮肤血肉，全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不好！严君宇距离吴凡最近，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从对方身上传来的恐怖力量。田华的攻击根本没有杀死比赛，反而是让对方彻底认真了。mwxbj.org。 要说此时严君宇的心情，那就是和辛辛苦苦在网游里组团把 BOSS 打成了残血，还以为快要通关爆装备的时候，却发现 BOSS 进2阶段时那样的操蛋，必须抓住他恢复过来前这一丝机会。严君宇将身上的灵压提升到最大，然后单手提剑朝着吴凡杀去。本命武技残剑。严君宇距离吴凡只有不到半米，他双手握住剑柄，从右侧猛然横向一斩，随后凌空跳起3米高，长剑被恐怖的灵压侵蚀，开始渐渐消融，变为一把长2米的能量巨剑。他双手举过头顶，随后身体猛然下落，巨剑狠狠地劈向了吴凡的头顶。住手！有人已经发出了制止的声音。这只是一场切磋交流赛，5打1就不说了，现在居然连本命武技都用上了，而且还是2个。呵，严君宇根本没有停手的打算，他们以为自己是打红了眼，丝毫不顾及会出人命的使用威力强大的本命武技。错了，你们都错了，你们没有正面和吴凡战斗，没有感受到此刻对方身上的力量，使用本命武技是唯一的机会了。严君宇作为3倍灵压的地阶武者，实力放在华夏5大也是比关元和王爷强那么一丝的。片刻间，严君宇的长剑就斩到了吴凡的头顶，没有了护体灵压的阻挡，吴凡要么躲避，要么举刀应接。但让严君宇没有想到的是，吴凡没有退让，也没有横刀格挡，而是就这样站在原地，没有做丝毫的防御。你想死吗？严君宇怕了，吴凡用身体应接的结果是注定的，肯定会被长剑斩成2半，但现在收手已经来不及了，这恐怖的力量他根本收不住。刹那间，长剑斩在了吴凡的头顶，和预料中鲜血飞溅、脑浆崩裂的画面不一样。当！只听金属碰撞的声音传来，严君宇的这一剑在斩到吴凡头颅上的一瞬间，吴凡的头顶直接变得如同玄铁一般坚硬，而且在接触面还变为了透明的暗金色。不灭金身，这个被动技能短时间里只能用1次，以后会随着等级的提高缩短使用时间。吴凡一直就是在等这一刻。唰！别看刚才好像过去了那么久，但其实从长枪贯穿胸腔到挡住严君宇的攻击只有很短的时间，而就是这很短的时间里，吴凡已经痊愈了。不愧是全国前16强的5大，实力确实很强。吴凡的脸色有些苍白，毕竟量子重构基本上要花费他70%的灵力，虽然消耗巨大，但是比赛已经结束了。随着他的话音刚落，一把长刀直接洞穿了严君宇的身体。因为使用本命武技的关系，严君宇处于了虚弱状态，被吴凡轻易地捅破了护体灵压和身体，死了。随后，吴凡将长刀随手一拉，从体内横向切出，严君宇的身体瞬间被斩出了半个身位的缺口。嗨嗨！严君宇还没来得及感受疼痛，就被吴凡一拳砸在了眼眶上。砰！他右边的眼球晶体直接破损，物理上的失明状体要治疗好几周才能恢复，但显然这不是吴凡应该关心的东西。武者间的战斗就是这样残酷，不见血。你以为这是在看喜羊羊？咚！严君宇和李兰州一样，身体凌空向后飞去，狠狠地砸在了透明的能量保护罩上，然后因为失血过多，直接昏死了过去。什么？将自己长枪扔出去的田华此刻半跪在地上，他右手手臂被之前强大的力量侵蚀，此时处于半残废状态。看到严君宇被打成那副惨样，田华忽然心头涌上一阵阴影。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也是一个极度自信骄傲的人。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以他的实力考上华夏5大根本没什么难度。但长安5大承诺给他更多的修炼资源，所以他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风度翩翩的样子。可现在，吴凡可根本不管这些，不管你是天才也好，天骄也罢，只要上了擂台，那就得挨打。砰！田华的脸直接挨了一拳，强大的力量让他瞬间倒地。就在吴凡要一刀戳在地上时，身后传来了破风声。枪！吴凡反手一刀斩在身后。张一凡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吴凡攻击田华。回天术！站在远处的李慕瑶对着昏死过去的严君宇和李兰州施展了一个顶级治疗术。李兰州和严君宇奇迹般的再次站了起来。一定要赢啊！李慕瑶说完这句话后，就虚弱的瘫坐在了地上，庞佛抽干了体内所有的精力一样。一定会赢的！听到这话的田华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此时也不顾自己此时的形象有多狼狈，想赢的心大过了所有。嗖！远处严君宇和李兰州带着浑身是伤和血的身体朝着吴凡杀来。吴凡平静地看着杀来的4人，他没有任何慌张。你们确实很强，说不定今年能杀进8强，但今天也就到此为止了。只见吴凡浑身被狂风包裹，周围的灵压粒子形成锐利的锋刃，正以极快的速度1080度无死角的飞出。武技剑刃风暴！砰！张一凡的护体灵压瞬间出现了10多道缺口，然后在下一秒缺口增加了近1倍。仅仅不到3秒，场上唯一一个还剩下护体灵压的人，他的盾就碎了。噗嗤！这是锋刃切进血肉里的声音。吴凡就是龙卷的最中心，越是靠近他的人，受到的伤害就越大。撑住！但田华在说出这句话没多久，大腿的跟腱就被斩断了，随后手腕、脖子、大腿、身上出现了几10处深可见骨的切口。
吴凡一人压制着4人不能动弹，就连地面都被他搅出深2米的圆形大坑。狂风席卷着碎石，不停地打在能量保护罩上，发出砰砰的声响。而每听到一道碎石的响声，竞技场几千名观众就揪心一次。他们从一开始的摇旗呐喊到现在的偃旗息鼓，就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吴凡真的太强了，这就是华夏武大第1名的实力吗？就这种实力，就算100个，我上去也是送啊！太变态了，只怕是已经能和帝兵家族和武道圣地的天骄相提并论了吧？场中的局势呈现片刻焦灼，但这焦灼的时间也就不到10秒钟。吴凡体内的灵压似乎比他们厚重不少，你竟然是4倍灵压！张一凡等人也终于弄清楚了吴凡的实力，也知道了他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灵压。不行，撑不住了！严君宇只感觉身体一轻，随后就被恐怖的风刃龙卷给带到了空中，他的身体开始随着风刃快速旋转，紧接着就是李兰州、田华、张一凡4个人的身体在空中以每秒50米的限速度疯狂旋转，身上的作战服、皮肤被割出了几百道伤口。几秒后，狂风停止，4人像是破碎的棉絮一般无力地向四周落去。吴凡的风刀就像是滚筒洗衣机一样，无处不在的锋刃就不说了，这剧烈的旋转将张一凡等人的脑浆都要摇匀了。呼！吴凡站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将体内的灵压给稳住。这一场战斗在没有真正使用金色星环的状态下打的还是比较艰难。裁判在不在？吴凡举目望去，长安武大的参战选手全部倒在了地上，战场上除了残留的狂风还在呼啸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动静了。只见风吹动了吴凡的头发，他熬了一个帅气的背影，随后用高深的语气对着摄像头说道：“今天的分儿甚是喧嚣啊！”经过吴凡的提醒，裁判才回过神来，他连忙查看了一下长安武大几人的情况，随后浑厚的嗓音对着全场喊道：“华夏武大，吴凡胜！”这一刻，长安武大静悄悄的，仿佛是变成了图书馆一般。不过片刻后，有人开始鼓起了掌，尽管掌声不是很热烈，但也提醒了在场的观众。随后全场响起了掌声。真是难以置信，张一凡、田华、严君宇他们居然会输得这么惨。是啊，他们可是咱们长安武大最厉害的大一新生了，5个一起上都没打赢人家1个人。今年的全国新生大赛该怎么办啊？我们今年不会连32强都进不了吧？要变成最耻辱的顶尖高校了吗？全国最顶尖的武大有39所，而每年各大高校的学生都把没有进入前32强的7个武大称作最耻辱的武大。而这7所武大的学生在网上会被其他32强的武大学生骑在脖子上拉屎，一旦敢还嘴就会被人疯狂屌一顿，简直不是一个惨字能概括的。所以不光每年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争夺冠军的天王山山顶之战有看头，就连能不能进32强的天王山山脚之战的战斗也很有意思。一些卡在32强边缘的高校每年都打得极为惨烈，是以武者的体质都1个月下不了病床的那种惨烈。恭喜！长安武大教务处主任韩鹏杰一脸勉强地说道，这次长安武大可谓是惨败，没了一些修炼资源不说，光是这个武打一输掉的事情估计都要被笑好几年。险胜！险胜！和教授的脸都要笑歪了。其他学校的人只是看录像分析过吴凡的实力，而他可是亲眼看见过的，对于吴凡他可是十分有信心的。虽然在南大门那次差点输得倾家荡产，但这下又行了不是？人生总是起起落落的，习惯就好。何教授拍着韩主任的肩膀说道：“哎，留学生那边还有一堆的麻烦。吴凡赢了比赛，按照约定，留学生的事也交给长安武大这边善后了。老弟啊，老兄给你一个忠告。”何教授难得用认真的表情说道：“咱们华夏人做事要硬气一点，懂了吗？”交流赛后，吴凡在医院接受了简单的治疗，上午去的，然后上午就出院了。而张一凡等人还泡在医疗罐子里。凡哥，你也太猛了吧！这样下去，我感觉都要被你远远甩在后面了。官员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但这也的确是他的真心话。或许在全国新生大赛之前，吴凡的灵压就会全面超过我吧。吴凡实力提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让张之白都有种自己难以追赶的感觉了。而这一切都要从吴凡成功守下了南大门，然后吃掉了所有新生30%的学分开始说起。修炼天赋再低又怎么样？只要有大量的资源堆，就是废物也能成天才。而更不要说吴凡还是最刻苦的那个。张之白内心叹息一声，他感觉吴凡在武者高校的层面已经脱离了天赋制约，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滚雪球了。mwxbj.org 长安动车西站武者专用候车室。吴凡哥哥，能给个联系方式吗？王雅欣用害羞的语气对着吴凡说道。作为学生会的成员，他和老师们一起在这里给话。武大的几人送行，看着对方期待的眼神，吴凡开口说道：“可以啊。”吴凡拿出了手机，扫了一下王雅欣的2维码。下次你再来长安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哟，这里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都没带你去呢。王雅欣有些遗憾，因为时间很短，他只带吴凡逛了烂耸大雁塔和长安不夜城，像什么秦皇兵马俑、古长城都还没去。在又交流了一番后，华夏武大的众人就搭乘动车离开了长安市。这妹子颜值这么顶，身材这么好，可惜为什么不来要我的联系方式呢？旁边方天迅一脸遗憾地说道。本以为这次交流赛能大展身手，没想到连脸都没露一下。凡哥不考虑交一个女朋友吗？一旁的官员凑过来问道。暂时不考虑。吴凡摇了摇头。交一个女朋友需要长时间的陪伴和情感上的付出，如果用这时间去维系关系，那我还不如去修炼。吴凡望着窗外说道。我们这个年龄的所有人都处在一个无形的赛道上，当你放缓脚步或者暂时停下，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旁边的人超过去。这次交流赛是我获胜了，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会不会也有一天会被更强的年轻强者打败？当你被那些人踩在脚下的时候，你才知道要抓紧时间修炼的话，那就已经晚了。根据数据统计调查，华夏武大里面有87%的学生是武者家庭，剩下的13%里面大多数也是富裕的家庭，所以当年有个很火的标题：
寒门在难出贵子。武者家庭或者富裕的家庭有更多的资源和途径，真正的草根已经很难和他们竞争。像吴凡这样的都是极少数。笔下文学，比如在当初自主招生考试的最后一关，张之白、许风霜等人领先他60公里，就能看出来了。他们或许作为武者经历过生死历练，但是绝对没有经历过考试成绩被顶替，没有被像梅杰那样的人欺负过，也没经历过被那些武者贵族踩在脚下的感觉。但吴凡也不想他们经历这种感觉，因为糟糕的经历永远是糟糕的。就在吴凡望向窗外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远处天空出现了一道黑影，那是一头妖兽。不仅是吴凡注意到了，何教授和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别担心，他没朝这边来。看着对方的行动轨迹，何教授轻松地说道。但下一秒，那头妖兽居然转头朝着动车飞来。短短几秒钟，妖兽就飞过了上千米的距离，径直朝着动车而来。B 阶妖兽，何教授神情严肃，他作为一名 A 阶武者，对付一头 B 阶妖兽还是可以的。妖兽根据血脉的不同，实力也不相同。一头杂血妖兽基本上一名普通的同阶武者就能对付，而纯血妖兽就要2-3名同阶武者，魔血凶兽则需要5名同阶的人类武者出手，而魔神大妖则需要10名同阶的人类武者。所以如果这头 B 阶妖兽如果是一头魔神大妖的话，何教授想要斩杀对方可能还需要一番功夫。因为有妖兽靠近，动车的行驶速度从238千米每小时一下子提速到了350千米每小时。等不到保护动车组的斩妖队来了，就在何教授准备撕开空间前去战斗时，只见那头一斩近20米的猛禽妖兽直接在空中爆开，砰！就像是内部安防了威力巨大的核弹一般，恐怖的能量冲击波在空中炸出了一圈肉眼可见的巨大火光。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强大的能量冲击波就席卷了四面八方，动车外的能量保护罩被拍得剧烈晃动。车厢里还有很多普通乘客，有父母下意识抱住了自己的孩子，有人慌张地躲在了座位下面，当然更多的还是惊声的尖叫。唰！剧烈的冲击波过后是一阵血雨，密集又粘稠的红色液体像绵绵细雨一样打在了保护罩上。各位乘客请不要惊慌，危机已经排除，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不要拥挤，不要走动。广播里传来了乘务员温和的声音，有些经常坐动车的乘客已经安静地拿出手机开始刷娱乐短视频了，当然还有部分第一次遇到妖兽攻击的乘客依然处在惊慌之中。刚才那是怎么回事？普通乘客还好说，他们区分不出来妖兽是怎么被消灭的，总之死了就行。但吴凡他们作为武者当然清楚其中的情况。那头妖兽体内被安放了炸弹，在它靠近我们的时候被紧急引爆了。列车已经驶离了刚才那段路程，保护罩外再次能看到辽阔的旷野，要么是某个大势力豢养的兽宠，要么是科研所的某项秘密研究，应该没什么要紧的。何教授知道的显然要比吴凡他们多，因为他是华夏武大的教授，资深 A 阶武者，权限比较高。还可以拿妖兽来做实验吗？吴凡好奇地问道。虽然他文化课知识很丰富，但上升到科研层面，他所学的那些知识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对抗妖兽和邪教武者可不仅仅是你们战斗系的在出力哦，生物学院、化学院、物理学院、机械工程也有很多武者在出力哦。一些 S 级绝密项目和教授不能说，但是简单领域方面的他还是可以提及一下。比如咱们华夏武大的生物学院，他们有个很成功的案例。何教授给众人讲述到，曾经在豫州省爆发了罕见的超大规模的鼠妖兽潮，他们的实力不强，甚至连 F 阶都不到，但繁殖速度极快，一窝就能生好几百，而且他们的生长周期也短，1周不到就成年了。你们知道豫州省是粮食大省，鼠妖兽潮吃空了大半个省区的粮仓，导致全国的粮食价格直线上升。国家想了好多办法，像什么大面积围剿、陷阱、毒药等都不能彻底解决这次兽潮，最后直到咱们华夏武大的生物学院出手，才解决了这次危机。何教授再次发挥了他的才能，将一段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听得众人十分入迷。他们做了什么？何教授也不卖关子，直接开口道：他们培育出了一种豌豆，然后塞进了鼠妖的屁股。这有啥？众人不解地问道。豌豆塞进鼠妖的屁股就能解决危及半个省区的兽潮了？结。看着吴凡等人疑惑的表情，何教授发出了经典的怪笑声。这种豌豆遇到鼠妖的消化物会胀大，然后死死堵住鼠妖的排泄口，长期下来鼠妖就会被憋疯，然后疯狂的撕咬同类，最后事情就解决了。死！众人在听到后半段的话后，将自己代入了一下，随后直接倒吸一口冷气。真尼玛狠啊！这也就是对付智力低下的低阶妖兽罢了。不过这下你们也知道了，就算不是战斗武者，也能保家卫国了吧？感觉格局和视野一下子被打开了不少。吴凡很诚实地说道。虽然大家都不说，但如今的社会风气确实是战斗武者高人一等，认为去其他院系的武者都是从战斗系淘汰下来的。像机械工程系、物理系和计算机系就有计划在制造战斗机甲和人工 AI 武者，不过这方面都是绝密文件，只能等你们毕业后加入各大官方机构才有权限知道。何教授摸了摸他的光头说道。不过这些都只是旁支，真正的武者还是得修炼己身，突破武道极限，成为绝巅级武者，成为一人镇一国的存在。动车上的这段时间就在何教授摆龙门阵中愉快地度过了。众人在周天的下午就回到了华夏武大。吴凡，这是你本次交流赛获得的奖励。众人在校门口分别前，何教授给了吴凡一个手提箱。其他几人因为没有出战的关系，没有获得奖励，但还是获得了华夏武大补偿的100点学分，毕竟耽误别人修炼的时间。吴凡回到别墅，将手提箱打开，哇，迎面就出现了3颗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极品灵石。一颗极品灵石200点学分，3颗就是600点，光是这3颗灵石，这次出门一趟也算是值了。虽然上次去唐北镇那边斩杀了江中大妖，赚了9500点学分，但那次是运气好，遇到了一头还在成长期的蛟龙。笔下文学。而像这种大妖一般都是有成年大妖守护的，
吴凡遇到后连能不能逃走都是问题，哪像在学校这么资源又安全又稳定。不过吴凡也计算好了，等今年放寒假，我再去妖兽森林斩妖1个月。随后吴凡又看向了另外一件奖励品，6颗核桃。这吴凡不太清楚，但大感意外。随后他看到了旁边还有说明书，盘龙核桃产自一株 A 阶核桃树灵植，普通人食用可明目补脑、凝神安眠，提高记忆力和神经反应速度，降血脂，疏通脑血栓。武者食用可增强精神力，对精神类、幻术类武技有一定抵抗作用。看了说明书后，吴凡觉得这些盘龙核桃可是好东西啊。如果说什么类型的武者最麻烦，那还得是精神、幻术和瞳术类的。曾经有 B 阶幻术类武者击杀 A 阶武者的例子。吴凡记得那个案例，那名外国的 B 阶武者叫做弗莱迪，是一位擅长操控梦境的武者，他能将人拖入梦境中杀死。而在梦境中死亡的人真的会在现实中死去，因为人的大脑是会接受信息的。当你在真实的梦境中死亡时，大脑也会随着死亡。即使你身体各项器官还活着，但你的意识已经消失了，成为了一个植物人。日岛那边也有擅长使用瞳术的忍者。之前吴凡一直在提升自己的硬实力，但忽略了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过几天去图书馆学习一门防御精神类攻击的武技。这次的奖励只有这2样，但与极品灵石相比，显然这6颗盘龙核桃更加珍贵。吴凡当下就拿起其中一颗，单手捏碎，包裹的褐色皮衣也被撕开，洁白的果肉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吴凡一口将整个核桃吞掉，咔嚓咔嚓，脆嫩的口感和浓厚坚果油之味就不说了，居然还有碧根果的香味。哟吼，这颗核桃灵植还是碧根果嫁接的。吴凡越嚼越香，吃下去几分钟后依然还有余味在嘴里。不过比起这灵芝核桃的味道，吴凡更加关心它的作用。再吃下去后，吴凡就感觉自己的眼睛似乎更加有神了，看东西都更加的清晰，大脑反应速度也稍微变快了一点。吴凡当下拿出了一本外语词典，一口气背了100个单词。不错，还真有点作用。当下吴凡也不迟疑，将另外剩下的4颗核桃全部吃了下去。剩下的这颗他准备国庆放假拿回天府送给吴能。因为吴能不是武者的缘故，他的身体不能储存超过100点的灵力，所以灵石对他没有什么效果。而且超过1阶的妖兽食用它的胃也消化不了，甚至还会被食用强大的气血损伤身体。这颗盘龙核桃性质比较温和，他应该可以吸收。吴凡不仅每个月都给吴能打钱，还时不时寄回去一些人参、虫草、燕窝、珍珠粉给他补身体。简单的收拾一番后，吴凡就拿着一颗极品灵石开始了修炼。在不完全动用金色星环的情况下，4倍灵压已经有点不太够用了。经历过这次和长安武大的战斗，吴凡也意识到了其他武大顶级强者的实力也并不弱。虽然是在他没有完全展露金色星环的情况下，但依然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比如田华的贯穿之枪、严君宇的残剑。这还仅仅是全国排名第14的武大，那8强呢？4强呢？甚至还有华夏武大的宿敌帝都武大。我必须要变得更强。吴凡深吸了一口气，将视线注视到自己的第4道星云。第4道星云的规模和能量都非常的小，淡蓝色的灵压粒子在缓缓做着逆时针旋转，其光辉和前3道金色星云相比，直接就被盖了过去。如果不是吴凡注视着，根本察觉不到。吴凡将极品灵石的灵力快速吸收，无数灵压粒子开始沿着经脉、毛孔、血管涌入到体内的第4道星云中。现在开始，5倍灵压。从长安武大回来的那天下午已经是9月27日了，而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是一起放的，所以从9月29日，全国各大中小学和武大就已经放假了。这次假期过后，大一的新生就正式进入学习修炼模式了，有些核心课程必须选修。在正式放假前，沈子双将乾隆班的5个小队长叫到了办公室。因为你们是乾隆班的学生，所以不用跟着学校的教学任务走，学校只给你们提供资源和任务，怎么修炼你们可以自行安排，只要你们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进入全校前100名就行。沈子双说着，便看向常征明和罗显和2人。听说你们2个小队这次的交流赛打得有些艰难，比分分别是3比5和2比5，面对排名20多名的武大，居然还输了2、3场。我建议这个假期你们就不要休息了，抓紧时间修炼提升实力。常征明倒是淡然，但罗显和显然就不服气了。对方5个地阶武者，其中有4个3倍灵压的家伙，一开始我安排上了一个替补，结果我发现情况不对劲，就第2个上场了，一连打败了4个人，差点就能1穿5了。罗显和觉得不是自己的问题，是战术安排的问题。我想强调的不是比分问题，对方好歹也是顶尖武大，即使输几场又何妨？重点是想让你们不要放松警惕。国庆过后不久，全国新生大赛就要开始了，你们这个状态很浮躁啊，我有点担心。沈子双用经典的老师语录说道，但他也知道一味的说教是不行的，所以只能是提建议。随后他又嘱咐了几句，比如不要去什么人类禁地探险，还有不要去跟着邪教做什么违法乱纪的时候就让众人离开了。你们这个假期有什么安排？我组织了一个登山队，准备去登泰山看日出。常征明对吴凡几人说道。登山有什么好玩的？哥哥我带你去做大保健，荤的素的随你挑。罗显和拉着常征明露出一脸社会人的笑容。这常征明一下子就愣住了，虽然一副智者的模样，但遇到罗显和这种浑人，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应对。武者修炼最需要精气神，希望你别在全国大赛上拖我们后腿。许风霜在一旁讥讽道。吴凡觉得如果许风霜不说话的话，他的颜值绝对有95分以上，但可惜的是他长了一张嘴。要不咱俩来干一架，看我不把你打得喵喵叫。罗显和盯着许风霜说道，他可是最喜欢战斗了。哼，许风霜觉得他就是一头肌肉猩猩，他认为再多说一句话都是对国庆假期的侮辱，所以直接转身就走了。别理他，老弟，走。罗显和说着就拽着常征明的胳膊离开了。吴凡隐约间还听到罗显和远去的声音。我跟你说，像他那种女人表面上高冷，其实内心极度渴望温暖。此时就剩下吴凡和文人优越2人了，于是他们并往别墅区走。
吴凡同学，听说你在长安武大一条武成功取胜了，真的好厉害啊！文人优越羡慕地说道。你的实力也不弱，应该也可以。这个吴凡倒是没有说客套话，文人优越的实力确实很强。不一样的，你的灵气是刀，拥有强大的杀伤力，而我的灵气是断带，除了控制强一点外，想要击败一个同阶敌人都要磨好久。文人优越有些无奈地说道。任何一个奶妈都有一颗暴力输出的心，攻击力确实不够。吴凡认同的点头说道。但你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你的护体灵压不弱，而且拥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就算是 C 阶武者想要打败你，都要花费一番功夫。文人优越今天穿了一身淡金色的丝绸轻纱罗衣，身下穿着同样面料的小短裙，脚下是一双带着白色绒球的小布鞋。前几年的时候，日岛 JK 学生制服大行其道，一时间席卷了整个世界。华夏流行的同时，也激发了强大的民族意识，汉服也再次被人捡了起来。通过一些服装设计师的改良，现在的汉服保留了华夏风格的同时，也渐渐向着现代化靠拢。比如文人优越这汉服小短裙，放在古代可是要被说成是伤风败俗的。笔下文学，如果不了解吴凡和文人优越两人关系的情况下，或许会认为是一对小情侣在校园里散步。你10天假期是准备待在帝都，还是去什么地方？吴凡问道。从参加自主招生开始，我已经3个月没有回家了，所以趁这个假期，我准备回家一次。是吗？你老家是哪里的？吴凡有个习惯，对于熟悉的人，他就喜欢查人家户口。南云省文山市的。文人优越说道。文山市虽然不像南云省的丽江市那样以旅游闻名，但它却是许多珍贵药材的出产地，很多医药世家就在那里。我出生在一个医武者家族，虽然不是那种地兵家族，但在当地也算是比较知名的。文人优越有些谦虚地说道。华夏武大里面有很多家境很好的同学，就像文人优越这样，虽然不是那种世家门阀，但在他们当地也是一方豪强。吴凡在听到文人优越来自一个医药家族后，忽然想到了什么。我父亲在1年前被妖兽袭击，经过抢救后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现在还只能勉强走动。你们有没有办法能让他快速康复？华西武者医院是现代科学，讲的是一个表象治疗，偏向于西医，可能会留下病根，所以吴凡想问问文人优越这种偏中医世家的医武者，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您的父亲应该是一名很强的武者吧？高阶武者的恢复力很强的，像这种拖了1年还没痊愈的情况，多半是大妖造成的，就像是这省的李慕云总督，他被大妖海葵吞噬后，到现在身体还没痊愈。听到文人优越误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强者，吴凡没有打断他，只是在他说完自己的分析后，平静地说道：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啊。文人优越一直都是处变不惊的样子，即使当初在这省面对铺天盖地的海妖时也没有慌乱过，但此刻他在听到吴凡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人时，表情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默认吴凡的父亲一定是一名高阶武者，不然是培养不出像吴凡这样强大的人的。既然不是武者，那是在妖兽袭城的时候被波及到了吗？文人优越猜测道。吴凡并不准备将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讲述悲情过往来获取别人同情的人。大悲时不说，大怒时不争，大喜时不诺。其中大怒时不争，吴凡的理解是愤怒时不要与人用嘴巴争辩，等冷静的判断清楚局势后，选择隐忍提升实力后再去动手，还是直接当场就动手。普通人的身体素质确实不如武者，加上骨头恢复起来也比较慢，恢复周期特别的长。不过我知道一种药可以让人体的骨头快速愈合。文人优越梳了一小缕乌黑柔亮的发丝说道。有一种古中药配方叫做黑玉断续膏，曾经有名瘫痪了20多年的普通人就是使用了这门膏药恢复了健康。是吗？效果这么强？吴凡有些惊讶，因为普通人的治疗和武者的治疗完全不同，要困难许多。不过使用的过程有点痛苦，需要打碎病人错位的骨头，然后正位后等骨头重新愈合。这么狠的？能打麻药吗？不能，麻药会影响药效的发挥，也会导致肌肉松弛，骨头粘连不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基本很少被人使用。文人优越说道。那这黑玉断续膏在哪里能买？吴凡还是决定试一试，毕竟上次他去看望无能的时候，发现他走路特别的困难。制作这种药的原材料就在我们当地，它被叫做黑玉花，是一种灵植。文人优越说道。虽然黑玉断续膏在市场上也能买到，甚至你用学分都可以在学校后勤处换到，但我还是建议你去采摘新鲜的黑玉花。是吗？吴凡有些不解。黑玉花的产地有很多，但只有我们文山的黑玉花最有效果，可以大幅缩短你父亲的恢复时间。文人优越解释道。而且新鲜的黑玉花还具有活血化瘀、强身健体的功效，对普通人的身体大有好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当地的黑玉花生长在10万大山里，采摘起来十分困难，当地都不够用，外地根本买不到。吴凡思考了一下，随后对文人优越说道。那要不这样，这个国庆假期我和你一起回你老家，然后再亲自去10万大山里采摘，可以吗？没问题啊。文人优越露出一个开心的笑容。动车一路沿着吴凡来时的方向驶去，在路过川省后就到达了南云省。其实咱俩老家还蛮近的。吴凡看着远处的川省盆地说道。是啊，也就隔了1166公里而已。文人优越附和道。越过了玉龙雪山，越过了洱海苍山，因为回家的缘故，他的心情特别的好，一路上都在哼着小曲。玉龙雪山、洱海这2处是南云省的红色警戒区域，因为这2片区域虽然达不到人类禁地的程度，但因为栖息着大量的妖兽族群和超 A 级大妖，所以根本不允许人类进入。吴凡同学，虽然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但我还是要提醒你，黑玉花生长在10万大山中，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地处大山的边缘，但依然有可能遇到高阶妖兽，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文人优越说的10万大山，吴凡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它是一道北起藏省，途径南云省，最后南边直到赣州省的巨型山脉，同时也是一处人类禁地。华夏和隔壁的天竺国就是以这道山脉为界限划分的国界线。
上次贝斯科德和宗方明的谈话中也提到过，宗方明接手前的上一任第9裁决就是陨落在10万大山。吴凡内心里想到，可见10万大山里面也是有极其恐怖的存在。因为有了杨成的经历，他对于人类境地的理解比其他人要深刻许多。我小时候可是听过许多关于10万大山里的故事呢，像什么上古时期的大妖，存活了几万年的灵芝神药，还有什么不老泉、大地之心。以前我老信了，还想着能不能喝一口不老泉，让我永远长不大，然后当一辈子的小孩呢。文人优越，容貌可爱，声音好听，听他说话完全就是一种享受。说不定这些东西真的存在呢。吴凡没有用疑问句，而是用平白的语气说道：人类境地这种东西。两人关于人类境地的话题又聊了一会儿后，动车就到站了。亲爱的乘客，南云省文山市站到了。刚下动车，吴凡就闻到了一股清晰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淡淡的药材香味。小姐，吴凡和文人优越一出动车站，就有一辆黑色高级小轿车开了过来，司机是一名穿着唐装的中年男人。黄渤，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夏武大的同学，他叫做吴凡。文人优越对着司机黄渤说道。啊，这……听到文人优越的话，黄渤明显有些不知所措。欢迎，欢迎。那个黄渤，你帮我问问最近有没有新鲜的黑玉花卖。文人优越对黄渤说道。随后他转过身又对吴凡说道，咱们先在城里问问，如果有采药队采到了新鲜的黑玉花，咱们就不用去10万大山里了。也好。吴凡觉得这个建议不错，虽然这里地处10万大山的边缘，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是没有概率。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黑玉花。黑玉花我们也在收啊，但已经收了几个月了，都没有收到。两人问了好多个药铺，都说没有，看来只能去10万大山里找了。等一下，我回去问问我老爸，他应该能找到。黄渤一直在暗中观察吴凡和文人优越，他从两人对话的神态、语气中推断，小姐这是趁着国庆节放假，带男朋友回家了。黑色高级小轿车朝着文山市城区的北边开去，因为地势的原因，整个文山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而且南边更加靠近10万大山，所以一般富人区都在北部。小姐，夫人听说您回来，准备了很多您喜欢吃的东西。黄渤一边开车一边对文人优越说道。按照原本的计划，他应该早就带着文人优越回家了，但因为吴凡的事耽搁了好一会儿。是吗？太好了。相比于文人优越的开心，吴凡则是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本来他是不打算跟着文人优越去他家的，但是他说，为什么啊？我家还蛮大的。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文人优越说他的父亲是本地的议员，可以帮忙找一找。吴凡索性就跟着文人优越走了，一味的客气就是不礼貌了。还有多久能到你们家？吴凡发现车子驶进一片园林后，就一直在往北边开。听到吴凡的话，文人优越不经意间的说道，这已经是我家了呀。吴凡一脸黑人问号。这片园林还有那边3座山和2个大湖地区，都是我们文人家的家族领地。文人优越指着远处几座连绵几千米的大山说道。好家伙，虽然吴凡知道文人优越的家族在当地比较厉害，但没想到势力范围这么大。那你家确实挺大的。其实这还只是一部分了，而且这些山虽然都是我们的，但其实和野生区域没什么区别，因为这些山上都种植着灵草、灵药，还豢养了一些野生的妖兽。吴凡点了点头，像之前在阳城，梅家在当地也控制着房地产、灵矿、歌厅、酒店等衣食住行、能源资源等行业。文人优越的家族应该是梅家那种级别的升级版，毕竟文山市比阳城高一个级别，是南云省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城市。车辆又开了半个小时后，几乎就快要到达文山市郊区边界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一处清幽的山谷内。这是映入吴凡眼帘的是一片朦胧的仙境，许多高10多米的巨大紫色棺木看似随意，实则布局巧妙地栽种在山谷中。远处还有从高中落下的瀑布，瀑布总共有3个平台，每一段落下的水幕打在平台上都会扬起细密的水雾，这些水雾再通过阳光的照射，制造出了一个天然的3棱镜，将太阳光里面的7色光折射出来，形成了似梦似幻的场景。而在中央的高台上，则建立起了一座古朴的高楼，高楼占地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高4、5层，雕梁画栋，建造水平十分的高。那瀑布落下的水是灵泉，灵气好浓郁，待在这里修炼1天，能抵得上外面10天。河底铺设的碎石全是杂品灵石，这就是武者家族吗？吴凡之前只是接触过武者家族出来的人，比如阳城的梅杰，自主招生考试时找茬的孙国豪，但今天他真正接触到武者家族的底蕴时，他忽然从心里涌现出了一种十分沉重的感觉。凭借个人的力量，确实很难撼动家族这种东西。吴凡作为草根武者，他的背后是没有家族支撑的，甚至为了治疗父亲的伤残，他有可能还得去人类境地的边缘采摘灵植。而且文人家的实力只能算是一个地级市上的豪强，那些省级的大家族和更上一级的地兵家族就更加的可怕了。如果是在以前，在吴凡刚成为武者之时，他肯定会捏紧拳头，咬紧牙关，用凶狠又凌厉的目光发誓，即使只能依靠自己，即使背后没人兜底，未来也一定会超过那些家族武者。但他吴凡也在成长，被人践踏过，也经历过生死。此时的他在见到文人优越家族时，即使内心虽依然有波动，但已经能做到坦然自若了。强者就应该有一颗能匹配他强大实力的内心。一个光是上台讲话就害怕紧张的浑身颤抖的人，即使你给了他强大的实力，他依然也只是一个拥有力量的小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只会是小人得势罢了。优越。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高楼中快步走出，人未道生先至，不到3秒钟，人就出现在了吴凡面前。来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披着一件雪白色银狐大氅，内衬是一件锦绣玉兰衣，虽然看起来年约20岁，但却不知道为何挽起了长发，流云般的发髻上间插着几只碧玉琉璃的簪子。她眉宇间和文人优越有点相似，特别是胸前那雄伟的双峰，简直就是一脉相承。就在吴凡猜测她可能是文人优越的某个表姐时，只见文人优越就飞奔着朝着眼前的女人扑了过去。
老妈，我想死你了！死！吴凡在听到这个称呼后，眼睛顿时就瞪大了半圈。这看起来只比文人优越大1、2岁的女生是他的母亲。好了好了，衣服都被你弄乱了。白东香的声音十分轻柔，带着微微的延长，听起来就像是在撒娇一样，十分甜腻可爱。而吴凡在听到对方的声音后，他终于知道文人优越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好听了。伯母好，笔下文学。对着一个看起来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女生喊伯母，一开始吴凡还觉得有点不适应，但后来仔细一想，高阶武者有灵气的滋润，再加上对方是武者家族的人，生活富足，资源优厚，没有忧愁烦恼，只要平时注意保养，确实能长期保持青春。你就是优越的大学同学吴凡是吧？白东香上下打量了一下吴凡，不时的轻微点点头，像是在肯定什么。眼睛明亮，眼神清澈，精气神饱满，身姿挺拔，腰背笔直，灵压浑厚，颜值也还不错。吴凡倒是不介意对方打量的眼神，被别人扫视一番就感觉不自在，那是不自信的体现。当初在开学典礼上，他当着几千人的面都没触过。几人没在门口多做停留，随后便进了屋。我听优越说，你这次来是为了寻找新鲜的黑玉花，然后制作成药膏给你父亲治病是吧？白东香双腿并拢端坐在椅子上，左手端起桌子上的一杯普洱茶，右手托住杯碟，在嘴上浅浅的抿了一口。看着对方的行为举止，吴凡只能感叹实在是太优雅了。是的，一方面想为我的父亲治病，另一方面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10万大山历练一番。这也是吴凡亲自来南云省的原因。10万大山可以说是危险性最小的人类禁地了，因为它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直接横跨了3个省区。笔下文学，不愧是能进入华夏5大乾隆班的天才，年轻人就是要多出门闯荡。白东香赞许的说道。过奖了，伯母你也是年轻人啊。呵呵，你可真会说话。听到吴凡的话，白东香将右手放在嘴前，侧头眼眉微微眯起，抿嘴轻笑道，他是越看吴凡越顺眼。你放心，我已经吩咐人去帮你搜寻了，新鲜的黑玉花只要是文山市有，半个小时就能给你找来。白东香对着吴凡说道。就在两人谈话间，吴凡忽然感觉背后激起一阵鸡皮疙瘩，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就在他背后。唰！吴凡猛然转过身，只见一颗硕大的蛇头正距离他不到3米的距离。C 阶的魔蟹凶兽，不对，魔神大妖。眼前这头巨大的蛇妖足足有10多米长，2、3米粗，虽然身体没有很巨大，但带来的压迫感比在塘北镇乌江里的那头地阶蛟龙要大多了。此时，这只 C 阶的大蛇妖正在好奇地打量着他。就在吴凡准备要拔刀之时，一直学着白东香一样端坐着的文人优越忽然激动地站了起来。小黑！文人优越一下子就跑了过去，抱着大蛇妖的头颅不停地抚摸。吴凡，你不要激动，这是我养的兽宠，是一头拥有魔神大妖血脉的鳞甲蛟龙。文人优越转过头对着吴凡说道，它是我从小养到大的，这个时间段它应该在睡觉，可能是感受到了我的灵压，所以寻过来的吧。高阶妖兽都是有智慧的，吴凡也不担心这头蛇妖会突然袭击他。你这头兽宠实力很强啊，如果刚才打起来，吴凡在不使用本命武技的情况下，真不一定能打赢这头 C 阶妖兽。小黑目前只是魔血凶兽，因为有魔神大妖的血脉，将来有一定的概率能血脉进化为魔神大妖。文人优越骑在大蛇妖的头上，想要进化到魔神大妖级别，那得花费不少资源吧。说到这里，吴凡就想到了那颗只吃极品灵食的大荒真种妖兽蛋，花不了多少的。虽然小黑每周都要吃掉一头纯血妖兽，几颗中品灵食，还有各种灵芝灵药，但和花花比起来，它还是很好养活的。文人优越摸着鳞甲蛟龙的头说道，花花那是什么东西？而且这头大蛇妖每周吃的这些东西加起来也有1000多万了吧。花花是一株灵植，本体是食人花，是一只有一丝大荒真种血脉的魔血凶兽。因为花花比较危险，见到什么吃什么，所以我都是把它养在后山里的。文人优越有些担忧的说道，不知道我走的这几个月，他有没有好好吃饭。呼，吴凡吸了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又是蛟蛇又是食人花的，这看起来也挺漂亮的小姑娘，怎么就不能养点符合她少女气质的小动物吗？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不养呢？难道是怕眼泪从嘴角流出来吗？大蛇妖和文人优越腻歪了一会儿，就被白东香赶走了。平时他是不会让妖兽随意来到客厅的。就在这时，黄渤从外面走了过来，回禀夫人，整个文山市都没有黑玉花。白东香有些意外，新鲜的没有，那以前采摘的呢？都没有。黄渤也有些无奈的说道，我问了一下药协那边，他们说这黑玉花本来也不算什么常见的灵植，所以根本就没多少备份。因为去年全国药品价格调整，黑玉断续膏的价格被官方打下去了，再加上黑玉断续膏的销量比较少，所以去年药厂直接把这药给下架了，原来的生产黑玉断续膏的生产线都拿去生产灵气丹去了。没有了销量，采药队的人自然不会去采什么黑玉花，他们进一次大山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为了赚钱当然是那个好卖采什么了，所以纷纷去采摘紫灵花去了。好家伙，吴凡直呼好家伙，文山市没有黑玉花的原因找到了，不是有人大量采购导致断货，也不是黑玉花本身产量降低，而是由于市场供需变化的原因。现在的炼丹制药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什么炼丹炉了，而是全自动化机械生产，什么火焰控温，什么手法压强，从5大化工学院、机械学院毕业的学生武者，各项指数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让一些老神棍再也不能故弄玄虚了。而所谓灵气丹，顾名思义就是吃下去能补充灵气的丹药，武者不论是战斗还是修炼，都需要大量的灵气，所以这灵气丹卖得贼好。所以我就说，药厂这种企业就不能彻底私有化，不然就算国家把药物的价格打下来，又能怎样？厂商干脆就直接不生产了，本来还能吃得上高价药的患者，虽然明面上埋花的钱少了，但现在根本买不到药了。似乎是因为没有帮到吴凡的忙，白东香在一旁生气地说道。
那个夫人黄渤小声地提醒道，药厂那边我们是第3大股东。啊，是吗？白东乡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或许这是因为自家的产业太多了，而他又从来都不关心的缘故。既然知道药厂是自家控股的产业，他随后便对着黄渤说道，给他们的老总打电话，让他们重新上架黑玉断续膏，然后恢复生产，做不到的话，我就让他卷铺盖走人。伯母，不用这样，我自己去采就行。吴凡觉得对方的行为有些太热情了，他不想因为这种事就欠别人人情，况且他本来就打算去历练一番，这下就没有偷懒的理由了。一条药品生产线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对于文人家来说，药厂都是名下不起眼的产业，真就是一句话的事。既然你执意要出安全区历练，那就祝你平安归来吧。白东乡本来还想给吴凡安排采药队伍，但略微思考后也没有开口。我能不能跟着去啊？文人优越在一旁询问道。你父母同意的话，我是不介意的。吴凡以前出门斩妖的时候，总会把自己弄得一身是伤，只血绷带缠得满身都是，很像一个从金字塔里走出来的木乃伊。当时如果有像文人优越这样的义武者跟着他的话，情况应该会好很多。听到吴凡的话，文人优越殷切地看向了白东乡。你这孩子，白东乡叹了口气说道，武者就应该多历练，我和你父亲并不希望你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你想要出门历练，我当然是赞成的，但是要记得注意安全。吴凡在文人优越家里住了一晚，文人优越的父亲好像是去了外地，要过2天才能回来。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吴凡穿好作战服，背着战术背包，就和同样打扮的文人优越一起出门了。富人区在文山市的北边，而离开安全区的地方则在南边。10万大山虽然是人类禁地，但它却是由许许多多的山峰交叠而成的。我们文山市属于玉龙雪山山脉，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了。黄渤一边开着车，一边给吴凡解释道。因为安全区外的灵气比较丰沛，所以滋养了许多独特的灵药灵草。在其他地方进出安全区比较多的是猎武者小队，但我们这里进出最多的是采药人小队。这些采药人小队基本也是由几名实力强大的武者带头的，因为在雪山周围栖息着不少地阶以下的低级妖兽，同时偶尔也有从10万大山深处跑出来的 B 阶和 A 阶妖兽。吴凡看了看手机中的地图，发现南云省外整片大山都被分层涂上了颜色，代表最危险的红色区域在最外层，而他们要去的玉龙雪山支脉区域则是淡绿色的。20多分钟后，黄渤将两人送到了出城登山的索道。吴凡和文人优越将搭乘这根现代化索道进入到雪山之中。现在不正是国庆假期吗？人怎么这么多？本以为没什么人的吴凡被登山索道的壮观场面给镇住了。正因为是国庆节，所以大家都出来旅游了呀。这条索道的终点是一个大型休息区，布置了一个小型的 A 阶保护罩，每年国庆寒假都有好多人去雪山上玩。文人优越对吴凡说道，很显然他以前也经常到那里去玩。虽然人很多，但因为武者有特权的关系，两人直接搭乘了武者专用通道。因为南云省经纬度在东七区，而帝都在东八区，两者差了56分钟，所以虽然标准时间显示已经到了7点，但文山市真正的时间才只有6点。天色微黑，伴随着早晨的寒雾，根本看不见索道的尽头。此时吴凡和文人优越两人坐在登山缆车里，呼，好冷啊！文人优越哈了一口气，因为空气太冷的缘故，无形的水蒸气直接发生物理上的液化反应，形成了肉眼可见的白雾。正常情况下，吴凡应该询问文人优越冷不冷，或者再暖男一点，直接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对方身上。但是毁灭的喷射白光，吴凡在看到文人优越嘴里冒出的白雾后，眼睛顿时一亮，他猛地吸了一口空气，将舌头卷成桶状，然后对着文人优越喷出了一道柱状的白雾。见到吴凡这个模样，文人优越直接就无语了。这是动漫游戏王里青眼白龙的技能。吴凡看文人优越正用奇怪的眼神看向他，他以为对方不懂，所以解释道：“谁问你了呀？”随后，文人优越就一脸大失败的颓废表情，坐在缆车的另外一边，双眼无神地看着周围掠过的树木。其实，造成这种局面也不完全是吴凡的原因，因为在他的常识里，文人优越作为一名地阶武者，其实压缩了3倍灵压的强者，还能被这种冷空气冻到，完全不可能的好吧？两人就这样搭乘着缆车，经过了不到10分钟的车程，就来到了海拔4506米处的雪山休息区。从缆车上看，整个休息区位于一处大型平台上，被一道半球体能量保护罩包裹住，在其后方就是一道大山谷，地段特别的好。您好，请出示武者证。终点处有裁决所和军武者联合守关验证。给吴凡直接递出了华夏武大的学生证，这和武者证的效力是一样的。华夏武大的高材生，这名裁决所武者穿着黑色的制服，吴凡一眼就看出来他是个临时工了，实力只有35级的样子。文人优越，您是文人家的？如果说对于吴凡的身份是惊讶的话，这人在看到文人优越的学生证时，表情立马就变了。您稍等，我马上去通知我们的蓝衣裁决大人。这人脸上带着笑容，一脸讨好的说道。不用麻烦了，我不是来休息区玩的。文人优越马上阻止了对方，语气并没有冷淡或者高傲，而是十分温和。好的，好的，您注意安全。等吴凡和文人优越走后，这名黑衣裁决还是连忙给自己的领导汇报了信息。雪山休息区内部很大，有大型商铺、温泉酒店、圈子酒吧、高端网咖等各种现代化设施。mwxbj.org， 我们直接进雪山吧。正当吴凡在观察周围的环境时，文人优越就催促道：“有什么问题吗？”吴凡能明显感觉到文人优越有些不对劲，而就在两人快要走到保护罩出口时，只见几名穿着打扮像纨绔五二代的年轻人正等在那里。吴凡和文人优越刚走近，对面那些纨绔五二代就走了过来，看着对方的表情，吴凡只感觉有麻烦要来了。优越，你国庆回来怎么都不告诉我们一声？难道是考上了华夏武大就瞧不起我们这些老朋友了？
说话的是一名身高1.85米左右的少年，他皮肤黝黑，体格强壮，身上正散发着淡淡的灵压。当然，随意释放灵压并不是一种强大的体现，相反能说明他的身体很虚，虚到连灵压都快要控制不住了。这人叫做黑日牧歌，父亲是文山市的市长，他所在的家族在川省凉山地区有十分强大的能量。凉山是一个超大型的自治州，级别虽然和地级市一样，但它的面积甚至比某些省区都大。他本人是因为其父亲调任到文山市为官，他才跟着到这边来的。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出生在什么地方，大概一辈子就只会生活在哪个地方。而对于有钱人和官员来说则不同，有钱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安家，因为他们有钱可以买房子，而官员则会随着任职的不同而全国各地到处跑。我没什么好告诉你们的。文人优越用平淡的语气说道，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等一下啊！见到文人优越要走，黑日牧歌想要伸手抓住文人优越的胳膊，但却被吴凡隔开了。你谁啊？见到吴凡出现，黑日牧歌的脸色渐渐就变了，一双眼睛像毒蛇一样盯着吴凡。你长得和我2个朋有点像。吴凡没有回答对方的话，而是自顾自在地说道，他们一个叫做梅杰，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国豪，抱歉，我现在已经记不住他姓什么了。你在说什么？黑日牧歌觉得吴凡的话有些莫名其妙，他表示听不懂。我的意思是，虽然你们长得像，但我希望你的下场不要和他们一样。吴凡善意地说道。黑日牧歌听到吴凡的话后，眼中带着怒火，身上的灵压就要展开之时，你个小瘪三，怎么跟穆少说话的？他旁边的跟班，一名叫做黄少的年轻人立马喝道。唰！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一把长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刀锋嵌入了血肉3分，有丝丝鲜血顺着脖子流下。你在干什么？包括黑日牧歌在内的武二代们纷纷大惊失色地看向吴凡，难道不应该是赤手空拳的对打吗？他们没想到吴凡居然一言不合就拔刀的。我在释放我的善意。吴凡很认真地说道，虽然这话听起来很扯，但这确实如此，因为如果他真的动手的话，明年的今日黑日牧歌几人的坟头就应该长草了。你！黑日牧歌看着吴凡的眼神，作为市长的儿子，他察言观色的本事非常强，知道吴凡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咱们走。黑日牧歌脸色阴晴不定，最后撂下一句话就朝着雪山顶级酒店走去。看着离开的几人，文人优越撇了撇嘴，在内心里说道，这群人还不知道自己刚才捡回了一条命呢。文人优越和许风霜等几名乾隆班的女同学私下聊过学校里的男同学，其中话题度最高的便是吴凡，而他们一致认为吴凡手上绝对是见过血的。这里没有啊。文人优越拿着手中的地图失望地说道，他和吴凡已经按照地图找了2处黑玉花的生长地了，竟然没有找到黑玉花的踪迹。我们去蓝月湖那边去看看吧。随后他又指着地图上某个标记着生长点的湖泊说道，在野外靠近湖泊的地方会很危险吧？吴凡担忧地说道，妖兽会争夺水源，一些强大的灵植也会在水源附近扎根。没事，我们只采摘一个背包就行了，而且蓝月湖很漂亮的。行，那我们行动要快。吴凡曾经在野外斩妖的时候，用一根芦苇杆在水中潜伏了6个小时，才趁着一头狼妖喝水的时候一刀刺伤了对方的眼睛。不知道2人的运气是不是有点好，他们沿着雪山深谷走了2个多小时，愣是没有遇到过一头低阶妖兽。或许对于这些低阶妖兽来说，吴凡可能才是那个致命的生物。这里的土质要比其他地方松软许多，应该是经常水汽充足，再加上许多生物踩踏的缘故。吴凡手里捻着一小撮泥土。到了。文人优越拨开面前的树枝，映入眼帘的是一汪碧蓝如洗的湖水，水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清澈见底。这个就是黑玉花吗？吴凡在蓝月湖的湖边找到了一丛如同黑曜石般的小型花田。对，没错。文人优越在查看了一番后说道，随后2人开始采摘。mwxbj.org 半个背包就够了，剩下的看能不能采到一些珍贵的药材吧。吴凡把黑玉花放进背包后，观察了一番四周的情况，发现没有强大的妖兽气息。哗啦！就在这时，吴凡听到了一声轻微的水声，他立马耳朵一竖，眼神一凛，身体紧绷，全身灵压调动，处于备战状态。结果他回头一看，就发现文人优越脱掉了洁白的袜子，一双小脚正在荡着波光粼粼的湖水。他将裤脚撩起，露出了没有一丝赘肉的小腿。人的气质看脖子和后背，而脚美不美则要看脚踝。很显然，文人优越的脚型十分完美。吴凡，你也来啊，这水很棒的。文人优越一边说着，还一边晃着小脚。不了，吴凡已经养成习惯了，在野外尽量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虽然这湖水看似清澈见底，100米外有没有妖兽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但万一就忽然窜出来一头大白鲨呢？是不是？此时已经快要到中午了，远处的雪山山顶在太阳的照射下出现了日照金顶的景观。虽然这里的雪山只有5000、6000米高，但矗立在晴空万里之下，还是显得那么壮观。就在吴凡盯着远处雪山看的时候，一只足有半个雪山那么高的手臂忽然从雪山的后面冒了出来。吴凡在看到那只巨大手臂的第一眼，就直接朝着文人优越奔去，一把搂起还在戏水的他，随后头也不回的朝雪山休息区跑去。正玩得开心的文人优越身体瞬间悬空起来。吴凡，你干嘛啊？文人优越不清楚吴凡为什么要匆忙离开，可等他抬头望向远处时，瞳孔瞬间一缩，只见刚才还只是伸出一只手臂的怪物，此刻已经露出了半个身体。好！怪物仰天一吼，霎时间以他为中心，方圆千里之内被恐怖的灵压所震慑，树木花草被震得疯狂摇晃，像被台风席卷过一般，细碎的沙石泥土被震到了空中，不少低阶的妖兽被山峰巨人这么一吼，直接七窍流血倒在了原地。文人优越只感觉全身被压在了深海之中，身上是万顷的海水死死将他按在海底，全身只能艰难地挣扎一番，想要逃跑，只怕连路都走不动。不要怕，我们能跑到安全区。吴凡一边说着，一边在山谷里面狂奔。虽然那恐怖人形妖兽的体型确实很大，
但对方能注意到他们两人的概率非常的小，因为有着第三星环天罡的效果，它可以免疫敌人70%的灵压震慑。可即使是这样，吴凡依然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此时的他心里清楚，在面对巨型怪物时，重要的不是怎么跑赢它，而是怎么躲避它的视野。他沿着山谷和遮蔽物走，尽量避开了对方的视线。这里不是10万大山的边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西？这人形巨兽的灵压至少都是1000万级以上。就在吴凡抱着文人优越渐渐跑远之时，晴朗的天空忽然就暗淡了下去，就像是突然天黑了一般。不好！吴凡奇怪地看向后方的天空，这不看还不要紧，只见一块山峰巨石正朝着他所在的位置飞来。这块巨石足有2个篮球场那么大。唰！吴凡二话不说，背后的3道星环直接亮起，他体内的灵压全开，随后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不远处一面石壁奔去。轰！巨石砸在地面上的那一刻，吴凡感觉自己像是站在牛皮鼓面上一样，伴随着这巨石砸地的力量，他竟然被地面弹高了近10厘米。啊！文人优越用近乎于裸脚的力量死死地抱住了吴凡脖子，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惊呼声。轰轰轰！不光刚才那一块巨石，随后又有2块巨石朝着吴凡他们所在的位置砸了下来。好 ，mwxbj.org， 人形巨兽发出一声巨大的嘶吼，它似乎想越过高耸的山峰朝这边而来。可正当它要越过时，山峰后面好像有什么巨大的力量将它往回拉扯。好，人形巨兽用力对抗着身后那股无形的力量，但它越抗拒，身体越往山峰外挤，身后的力量就像是弹力带一般急剧变大，直到它再也无法再朝前移动分毫。随后下一秒，人形巨兽整个身体被往山峰后拽回。好，它的脸是一片静谧的漆黑，就像是虚无的黑洞，根本没有面容，只有眼睛部位露出2团红色的亮光。此时的它身体已经消失在山峰后面，只剩下一只手还死死地抓住雪峰的山顶。咔嚓！只听一声巨响，亘古冰封的坚硬山体被扣下来一大块，紧接着巨大的手臂也消失在了山峰后面。良久后，一切似乎都重新归于平静，只剩下死寂的山谷和雪峰上那巨大的缺口。恢复过来了吗？吴凡掰开文人优越箍在他脖子上的手，幸亏他被巨兽恐怖的灵压震慑的浑身无力，不然现在就应该躺在地上了。还行，虽然文人优越一脸的惊魂未定，但作为武者，他的调整能力还是挺强的。这里不安全，咱们得赶紧走。两人以极快的速度赶回了雪山休息区。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很多在山脉中采药的团队都紧急地赶了回来。嗖，许多架直升机还有高阶武者从头顶上飞过，越过休息区，朝着山脉深处而去。刚才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妖会被神秘的力量给拉回去？吴凡和文人优越两人坐在下山的缆车上，虽然心情依然还有点起伏，但相比于刚才好上许多。这是人类境地的规则吧？超 A 级以上的妖兽好像不能从境地里出来，一旦想要离开就会被阻止。文人优越想了想说道，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刚才所在的蓝月湖只能算是10万大山的边缘地带，而玉龙雪山的山峰后面才是真正的禁地区域，是这样吗？吴凡仔细地想了想，忽然就想到了1年前逃离阳城时的那个画面。当时他正带着孟洛西逃跑，脚踩油门都要飙到180码了，最后冲到德城和阳城边界的绵远河里才逃过一劫。不管是哪里的人类禁地，果然都是极其可怕的地方，以后选择历练的地方要谨慎一点。吴凡认为自己在踏入超 A 级以前，还是不要进入人类禁地比较好，因为逃离的时候文人优越还在戏水，所以在出了索道后，吴凡就在旁边的商店买了一双纯白的棉袜给他穿上。两人在原地等了一会儿，黄渤就开着黑色高级小轿车来了。小姐，我听说雪山那边来了一头超 A 级的大妖，官方已经发了警报，最近3天都不能进山采药了。两人刚一上车，黄渤就担心地问道：知道啊，而且还是我们2个遇上的。回到熟悉的城市后，文人优越心情明显放松了不少。这次的经历虽然比较惊险，但其实对他本人也是有好处的。上次在宁海州有了面对妖兽潮的经历，这次有了面对超 A 级大妖的经历。虽然他被大妖震慑得浑身颤抖，但他相信下一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镇定不少。对了，黑玉花泥。文人优越忽然想到，这次进山的主要目标刚才只顾着逃跑，黑玉花的事情都给忘了，在我包里。听到文人优越的话，吴凡将自己的背包打开，里面正装着几十朵如同黑曜石一般的灵植。因为吴凡之前一个人在野外斩妖的关系，他习惯性的时刻将重要物品背在身上，以便遇到恐怖的妖兽或者危险情况时能够直接逃跑。能拿回来就好。文人优越松了一口气，虽然官方说了3天之内不能去山里采药，但再跑一次未免太浪费时间了，而且说不定还会遇到新的情况。夫人已经吩咐过了，药厂黑玉断续膏的生产线已经恢复，你们直接将材料送过去生产就行。黄渤开着车，眼神望向后视镜说道：现在就去吧。好的。随后车辆就朝着城外而去，在行驶了20多分钟后，几人进入了一个大型的工业园区，这里有几个化工厂、电缆厂、酒厂和药厂。因为工厂生产的废料具有污染性，所以这些工厂都建在远离生活区的地方。这个药厂规模挺大的呀。吴凡本以为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中小型药厂，但没想到光是正大门都足有200多米宽。三七药业不光在南云省，就是在全国都能算是大型的制药厂了，光是员工就有6000多名。这里不光生产的有灵气丹，还有气血丹、凝神丹、3项龙虎丸等。黄渤给吴凡介绍道，因为他看得出吴凡不太像是家族子弟的样子，估计是不太清楚大产业的情况。这位便是负责生产黑玉断续膏的尹主任。你好，我是第3车间的尹华。一名身穿白大褂、1米6左右的光头中年人对吴凡几人说道，他戴着眼镜，体内灵压不强，大约有1阶左右的样子。药膏最快多久能生产出来？吴凡将背包里的黑玉花交给了对方。黑玉花只是原材料，
我们还需要生产一些辅料，比如说珊瑚精、硫酸铁布他林、氨溴索等。药液要进行蒸馏、萃取、超滤等一系列过程，最后还要到 B 级净化车间去干燥压缩。尹主任很详细的给吴凡讲解了一些化工方面的知识，这人就是很纯粹的武者工程师，不像吴凡他们这种是偏向战斗的。不过尹主任不是知名武大毕业的，甚至那所武大连全国前100都进不去，大概需要3天左右吧。尹主任总结性的说道：“3天后我派人送到文人家的府上。”行，吴凡点头说道。随后的几天，吴凡就在文人优越的家里修炼。清晨，当第一缕太阳光照射进文人家的山谷时，吴凡睁开眼，仿佛看到了无数灵压粒子正在苏醒。哗啦，瀑布下水雾正不断的弥漫，吴凡深吸了一口气，呼，浓郁的灵气瞬间进入到了他的体内，他只感觉体内浩瀚的星云又吸纳了许多灵压粒子进去。这地下应该有灵石矿或者灵脉，不然不可能有这么浓郁的灵气。吴凡看着落下的瀑布猜测道。植物在大自然中属于生产者，它们其中一项功能就是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释放氧气，但文人家的植物好像有些不同，这些灵植也有些奇怪，似乎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也在释放灵气。吴凡闭上眼睛仔细地感受了一番，压缩5倍灵压比想象中的困难。吴凡不清楚别人是怎么压缩5倍灵压的，但他花费3天的时间才压缩了不到100点灵压。要知道地阶武者可是700灵压一个等级段，也就是说吴凡想要升1级至少得花20天左右。这样下去，举行全国新生武道大赛的时候，我可能连32级都升不到。任何的等级只是能级的一种体现，不是因为等级到了那个阶段才变得厉害，而是灵压和实力到了某个阶段给的一种区域划分。吴凡同学，药厂那边把药送过来了。就在吴凡正在修炼的时候，文人优越从远处走了过来。这几天吴凡都在瀑布旁修炼，他很容易的就找了过来。好的。吴凡身体一震，轻微的灵压将衣服上的水弹开，湿润的衣服瞬间变得干燥起来。你对力量的掌控太准确了，许多人都做不到你这种程度。文人优越赞叹道。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技巧而已。吴凡拿到了药，就和白东乡、文人优越辞行，准备搭乘动车回到天府给吴能治病。我知道你还有事情要忙，白姨这次没招待好你，下次放长假一定要再过来玩啊。白东乡有些遗憾地对吴凡说道。谢谢白姨，下次一定再过来玩。吴凡，咱们华夏武大再见。文人优越也在一旁说道。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吴凡对着白东乡、文人优越还有黄渤挥了挥手，随后就踏上了回天府的动车。3个多小时后，吴凡在天府东站下了车，他叫了一个计程车就往华西康复医院走去。一想到老爸今后就有可能恢复正常，吴凡就有些激动。不过当他进入病房时，3带1飞机4个 Q。 病房里几个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手臂打着石膏、头上缠着绷带的病友正围在一张桌子前打着斗地主。其中那坐着轮椅的男人就是吴能，和吴凡预想中不能走路的忧郁男子不同，此时他正红光满面的缓缓从手里抽出2张牌，随后用力的拍在了桌子上，嘴里嚣张的大喊道：王炸！吴能刚抬起头就看到了进门的吴凡，随后他指着吴凡对旁边的病友说道：小凡，你来了。老赵，这是我儿子，华夏武大的顶尖武者，厉害吧？几个病友在看到吴凡后都对着吴能竖着大拇指说道：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老吴你也很厉害啊，是吗？听到几人的话，吴能开心的大笑起来。可惜旧时人太呆了，你看别人隔几天就换个女朋友，他都已经成为武者了，可连个女朋友都没找到，唉，真是愁死我了。看到眼前这幅场景，怎么说呢？吴凡觉得他老爸其实活得蛮开心的，这病要不就不治了吧？爸，这几天你应该好好休息才对。吴凡在来之前就和吴能说了断骨治疗的事，因为期间不能打麻药，所以身体状态必须调整到最好。我现在身体好着呢，绝对没问题。吴能自信地说道。2个小时后，手术室外啊，即使隔着一道铁门，吴凡依然能听见里面杀猪一样的叫声。医生，手术情况怎么样？骨科医生从耳朵里取下了耳塞，一脸淡定地说道。病人疼晕过去了，骨骼矫正只做了一半，等他醒了后再做另外一半。好的，辛苦徐学长了。这名徐医生今年46岁，是骨科的大主任，他不光实力强大，是一名资深 A 阶武者，同时也是华夏武大医学院的毕业生。吴凡也是通过华夏武大的关系才联系上他给吴能做手术的。一晃毕业都20多年了，好怀念当初在华夏武大挨揍的日子。徐主任一脸缅怀地说道。当年校内学院比赛，我们医学院可是被你们战斗学院打得老惨了。呵呵，听到徐主任这话，吴凡还能说什么呢？难道说战斗学院的前辈打得好吗？所以只能露出礼貌而不尴尬的笑容。让一让，快让一下。因为是华西武者医院，所以这里经常有病人被紧急送过来。就在吴凡和徐主任聊天的时候，就有2个护工抬着一个担架快速从2人面前跑过。吴凡随意扫了一眼，发现担架上的是一名大约2岁的小女孩。就是这一眼他就看出了不对劲来，有妖兽残留的灵压。很快小女孩就被送入了急症室，开始抢救起来。她的母亲同样浑身是血的待在急症室外面，不过因为伤势比较轻，只是做了简单的包扎。这是什么情况？徐主任叫住了旁边一名普通但不丑陋，只是存在感特别低的普通住院医问道。主任啊，这名住院医被大主任拉住问话，明显有些结巴起来。被别墅区放养的兽虫给咬伤了。旁边一名护士小姐姐回答道。被兽虫咬伤了。吴凡眉头一皱，他原本以为是有妖兽潜入到了天府市内，还在想能让 S 级城市保护罩无效的妖兽究竟得有多强，结果就听到是一头兽虫。兽虫饲养不是有严格的条例吗？兽虫出门必须要有武者主人陪同，而且主人的实力要比兽虫高一个阶位，兽虫伤人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吴凡有些不解地问道。斩妖队、军武等拼了命也要阻止妖兽进城，就是为了保护普通人和低阶武者不被伤害，所以对饲养受宠的人要求十分严格。规定是规定，监管是监管，最近这些年受宠伤人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徐主任在一旁说道，很多人觉得自家受宠有智慧，觉得牵绳、上嘴套很侮辱自己的受宠，所以从来都是放任自由。主任，病人醒了。手术室里走出来一名麻醉师，虽然这场手术并不需要麻醉，但该有的配置也要有，所以他便被使唤过来通知了。来了，来了。徐主任马上就朝着手术室里走去，不一会儿，里面就又传来凄厉的叫声。我弟的尾椎骨啊！另外一边，小女孩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结果。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命能保住，但伤口太吓人了，最长的伤口有18厘米，而且肾小球也有损伤，估计要换一颗肾脏，治疗的费用不下于500万。负责手术的泌尿外科副主任说道。天哪，500万！一开始听到女儿生命无碍时，这名年轻的母亲脸上还露出了笑容，可是在听到手术费要500万元时，她马上身体一软，就瘫坐在了地上。500万，我存款连5万都没有，我哪里去找500万啊？说着她便伤心地哭了起来。她身上的灵压很弱，大概只是3、5级的准武者级别。以她这种实力，不是运气好觉醒成为武者，就是某某家族隔了不知道多少代，血脉已经没落的后代。虽然她满足了华西武者医院制收治武者和直系亲属的要求，但像她这种比普通人稍微强那么一丝的武者，虽然生活不成问题，但也不会太富裕，让她一下子拿出500万，确实不太可能。因为您是武者的关系，加上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医院已经开通生命绿色通道，可以先垫付20万元的治疗费，你有3天的时间凑齐治疗费。外科副主任说道。急救室外发生的这一切，吴凡都看在眼里。晚上，吴能整个人泡在了医疗罐子里，因为他全身骨骼都被打断重续的关系，他估计要昏迷到明天早上才能醒来。天府市2条一阶犬妖咬伤2岁女童，犬妖主人已被裁决所控制。吴凡在看新闻，忽然就看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就上了热搜。在热搜视频中，一名年轻女子带着2岁的女儿走在路上，忽然从别墅区就冲出来2头恐怖的犬类妖兽，其中一头黑色的犬妖性情格外的暴躁，它体长近2米，浑身充满了爆炸般的腱子肉，牙齿和爪子十分锋利，似乎能斩断钢铁一般。只见那头黑色的犬妖扑向了女童，女童的母亲奋力抵挡，但根本没有用，直接被一爪子拍到了墙上。而就在关键时刻，后面的一头白色犬妖冲过来，撞在了黑色犬妖的胳膊上，导致爪子只划伤了女童的腰部。随后2头犬妖就互相打闹着消失在了视频的监控中。好恐怖，我还以为是人家小女孩故意去挑衅妖兽，没想到是走在路上就莫名其妙的就被袭击了。好可怕，这头妖兽的主人跑哪里去了？居然敢放这么凶残的妖兽出来。斩妖队和裁决所的武者都是吃干饭的，一群废物，希望孩子不要有事。吴凡翻看了裁决所和斩妖队等各方的通报，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就站起身朝着病房外走去。北华路银杏华庭小区，此时这里已经被斩妖队给封锁了，因为有一头一阶的罗威纳犬妖逃窜进了这个小区。队长，咱们强攻吧，一直在这里等着也不是个办法。一名胸前挂着铃的斩妖队武者对旁边的队长说道。这人叫做罗勇，年龄25岁，实力是地阶，今年刚考上斩妖队编外人员的岗位，胸前挂着铃的勋章，标志着他就职期间还没斩过一头妖兽。再等等吧，裁决所那边已经在劝说犬妖主人过来了。带队的小队长也是地阶武者，他明显不想强攻，带领着10多个地阶和一阶的队员将犬妖围在一个很小的区域。还等，这都等了4个多小时了，万一这头妖兽跑了怎么办？这可是一头一阶妖兽啊，万一造成普通居民死亡或者受伤该怎么办？罗勇的语气有些激动，犬妖伤人的事情已经发生5、6个小时了，他们城市斩妖队居然还没把肇事的妖兽抓住，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年轻人，做事不要浮躁，如果这里是野外，我早就下令围攻上去了。小队长看着罗勇，示意他稍安勿躁。这里是天府，我们不光要考虑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也要考虑到财产安全。你知道 S 级大城里一套房子得有多贵吗？如果我们轻易开战，说不定一栋房子就要被损坏，到时候你赔还是我赔？能在天府某个区的斩妖队当小队长的人，虽然实力不一定强，但思考东西还是比较全面的。而且他还有句话没有说出来，如果能斩掉这头一阶犬妖，罗勇就能从实习期转为正式队员，所以他才会表现得那么积极。唉，罗勇看着警戒线外那些围观的市民，他们有些是银杏小区的住户，看着那些复杂的眼神，他只能叹了一口气。而就在这时，警戒线外传来了些许嘈杂的声音。同学，你不能进去。吴凡越过警戒线，脚下一踩，直接跳上了2楼的阳台，然后身影一闪，瞬间消失在众人的眼前。刚才那是……卧槽！正在警戒的斩妖小队武者马上就惊了，他们将犬妖围困在这里，就是为了不让他暴走，然后大肆搞破坏。可忽然一个年轻人就跑了进去，这不是添乱吗？尼玛的，都给我上！小队长气得一下子将对讲机摔在了地上。嗖！10多名中低阶武者马上召唤出自己的灵气，全身灵压爆发，气势汹汹地朝着小区里奔去。好！就在他们距离犬妖还有不到100米时，就听到了一声恐怖的吼叫。完了！听到这声嘶吼，众人只感觉要坏事了。犬妖这是被刺激到了。可正当他们准备直接杀过去时，只见刚才那名飞奔进去的少年已经缓缓地走了出来，他的手里还提着一颗硕大的头颅，是犬妖的头颅。这斩妖小队的武者们瞬间就呆住了，他们本以为会经历一番激烈的战斗，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犬妖就被斩了。从这名少年出现到斩妖，总共过去了有多久？10秒都不到，好吧。天府市某区的裁决所，唐鑫，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非法饲养烈性妖兽，至少要被判10年。
审讯室内，一名白衣裁决正对着坐在拘束椅上的唐鑫说道：“但现在有个能减轻处罚的机会，你的受宠正在逃窜，我们想要你去现场安抚你的受宠。”名叫唐鑫的女子大约25、6岁，面容姣好，身材俏丽，颜值十分的高，她就是这次咬人犬妖的主人。听到白衣裁决的话，唐鑫就是闭着嘴不说话，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啪！看到女人这副模样，另外一名临时工黑衣裁决直接一拍桌子，愤怒地喊道：“唐某，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再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你别不珍惜！区区地阶武者也敢凶我？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就敢把我抓进来？那条死狗咬人，关我屁事啊！还想判我10年，少唬我了！哼，大不了赔点钱嘛。”唐鑫的眼球往上一翻，露出白眼，下巴一扬，摆出了一个不屑的表情。他可是知道，前不久在东北那边有个受宠咬死了一个人，才只判了1年多。2名裁决所无者被气得不轻，但他们作为基层的裁决所无者，当然没有什么关审讯摄像头然后暴揍嫌疑人一顿的权利，所以只能憋着。随后经过2人的努力，唐鑫终于同意前往银杏小区安抚自己的犬妖受宠。就在他们正要前往银杏小区的时候，一名身上缠着绷带、脸上带着擦伤的年轻女子拦住了去路。“我是受伤女孩的母亲，我有事情找你。”李梅的脸上正带着郁气。mwxbj.org 有什么事就快说，遇到你们这些人真的晦气。唐鑫不耐烦地说道，他是在和朋友的聚会上被带走的，面子都要丢光了。那个，你能不能给我400万，不，350万就好，我可以给你出具谅解同意书。李梅纠结了几秒钟，用极为不甘心的语气恳求道。他女儿的治疗费用实在是太高了，他东凑西凑也只凑了50万左右，可跟500万比起来还差远了。然后他就想到了来找唐鑫。作为能住在别墅区、养得起一阶烈性犬妖的年轻的街舞者来说，他的家庭绝对是很富有的，说不定还是舞者家族的。哈，350万？唐鑫想了想说道，也不是不行。听到唐鑫的话，李梅心里刚松了口气时，就听唐鑫说道，你得拍道歉视频，说是你女儿挑衅我的受宠在先，然后得知这件事给我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你感到心里十分的愧疚，做不做得到？做得到的话，我就给你打300万。唐鑫用一脸嫌弃的表情看着李梅，对他来说这些都只能算是小钱。就在李梅要说话的时候，吴凡左手提着犬妖的头颅，右手拽着犬妖的尸体从门外走了进来。他将犬妖的尸体扔在了唐鑫的面前，随后指着他对李梅说道，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女儿的医疗费用这个给。咚！众人被犬妖尸体砸落的声音吓了一跳，片刻后才反应过来，竟然有人直接将妖兽的尸体扔在了裁决所的大厅里面。黑龙，你怎么了黑龙？唐鑫一开始还不以为意，但在辨认那是自己的受宠时，整个直接发狂了。他用力的挣扎，想要朝吴凡冲过来，但因为手上戴着压制灵压的特殊手铐，加上2名裁决所无者死死抓住了他的胳膊，导致他只能双腿凌空跃起，只能在半空中朝着吴凡那边踢了好几脚。一头一阶妖兽的身体加上灵核，能卖500万左右，这笔钱应该够你女儿的治疗费了。吴凡根本就没有理会唐鑫，而是将一颗泛着黄色光芒的灵核放在了李梅的手上。谢谢，谢谢。此时的李梅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对着吴凡一个劲的感谢，甚至差点就要给他下跪。我帮你不是想要你给我下跪的，赶紧联系斩妖队那边把犬妖材料处理了吧。对于吴凡来说，斩杀一头一阶纯血妖兽而已，根本就是举手之劳的事。黑龙那么可爱，那么听话，呜呜！就在这时，唐鑫居然伤心的哭了起来。听话？那你能让他给我说段相声吗？吴凡盯着唐鑫说道。不过就算他会说，现在也说不了了。听到吴凡的话，唐鑫哭得更大声了，就像是死了爹妈一样。饲养受宠却不好好看管，害死你受宠的人其实就是你。他说完这句话后，就很干脆的离开了这里，剩下的事由裁决所和斩妖队处理。吴凡刚回到医院，就看到一名身材姣好、穿着透肉白丝和帆布鞋的护士小姐姐待在无能的房间里。吴凡同学，你刚才去哪里了？见到吴凡进来，护士小姐姐关心地问道。我去吃了一顿夜宵。没错，从吴凡看到消息离开病房，到他斩杀妖兽送到裁决所，仅仅过去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您父亲的体态特征都很正常，没什么太大问题。这名护士小姐姐面容熟悉，吴凡对她有点印象，好像是专门照顾无能做康复的，好像叫做康婷。吴凡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11点了，他对着康婷点了点头说道，辛苦了，国庆节还要加班来看护病人。哎，我也想休假啊，咱们打工人就是命苦啊。康婷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随后他就离开了病房。而当他离开房间，走过楼梯拐角后，脸上的表情忽然就变得凝重和严肃起来，眼中似乎还泛着寒光。清晨，当吴凡在医院外面晨练完回来后，吴能已经苏醒，被从医疗罐子里移到了普通病床上，气色不错，看样子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出院了。啊，这就要出院了吗？听到吴凡的话，吴能看着周围的环境，眼中似乎带着不舍的意味，好像是把医院当成家了一样。等你出院后，你想要做生意，我可以给你投资；如果不想做生意，你还可以去天府七中继续去当老师，要么什么都不做，直接出去旅游也行。吴能以前是一名老师，在阳城实验中学教政治。没事的儿子，你不用管我，我自己能给自己找事情做。吴能凝视着窗外，随后静静地说道。吴凡没有一直在医院待着，而是来到了之前临时租的房子里，应该在天府买一套房子。吴凡正思考着，手机就响了起来。他点亮屏幕一看，居然是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熟人。喂，是吴凡吗？对面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打来电话的正是吴凡在阳城舞者高中的同班同学王淑月。是我，有什么事吗？接到他的电话，吴凡觉得有些意外。这不是放国庆节了吗？我们天府七中高三部也有4天的假期，所以我就想把以前阳城高中的同学约上，咱们一起吃个饭。
王书月家境很好，一般在毕业后如果还有同学聚会的话，一般都是年少有为或者家庭富裕的同学发起的。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对了，武林霄也从军武部队回来了，他说想跟你切磋一下。行，我晚上准时过来。通过和王书月的这通电话，吴凡才意外的发现，如果他按照正常的年纪上学，他今年应该读高3才对。不知道武林霄在军武锻炼成什么样子了。吴凡还蛮想知道武林霄现在是什么样的实力。上午吴凡继续修炼了一会儿，将灵压提升了5点，下午就去天府的楼市转了一圈，等快要到6点的时候，他便打车去到了王书月预定的5星级大酒店里。滴滴滴，司机师傅狂暴地按着汽车喇叭，但是堵在前面的车根本就没有动静。真的服气，每天下午这个时候就要堵车，堵得人鬼火冒。司机用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说道。吴凡看了看时间，发现自己如果再这样堵下去，绝对会迟到，所以他决定跑过去。小伙子，你别开玩笑，这里距离目的地可是有10多公里远的哦。司机觉得吴凡有些过于着急了。欲速则不达的典故听过没？在春秋战国时期，某个君王听到自家大臣快死了，想要乘马车赶回去，结果他嫌马车太慢，决定自己跑回去，结果他跑得汗流浃背，根本没有马车跑得快。就在司机师傅给吴凡讲故事的时候，只见吴凡脚下一踩，随后像一阵风一般，瞬间就跑没影了。卧槽！司机师傅当下就震惊了。吴凡没有使用灵压，因为在 S 级大城是不允许在道路、公共区域随意使用灵压的，一来是为了秩序稳定，二来是为了保护普通居民不受到影响。10多公里路跑下来，吴凡仅仅是凭借个人的身体素质，等他跑到酒店时，脸不红气不喘，甚至连汗都没有出一丝，就像是散步走到这里来的一般。吴凡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发现距离约好的时间还有10分钟，还好没有迟到。就在吴凡要进入酒店时，他的背后传来一道声音：吴凡！吴凡转过身，发现来人居然是以前的学习委员陈明阳。嘿，还真是你，好久不见啊！确实，吴凡对此人的印象不好，很久之前在期末考试上还出言嘲讽过他。不过这次在看见他后，吴凡觉得他的戾气和傲慢好像消失了，一脸谦虚老实的模样。难道是杨城的那次事件改变了他？看你的样子，似乎过得还不错，还是那么的骄傲。笔下文学。和吴凡打量他一样，他也稍微打量了一下吴凡。他发现吴凡眉头没有紧皱，面色也没有晦暗，精神面貌十分的健康和阳光。还行。吴凡今天过来主要还是以休闲为主，毕竟平时修炼也很枯燥。两人也没啥共同语言，所以没说几句就一起乘坐电梯上了酒店的高层。在电梯中只有陈明阳和吴凡2个。就在这时，陈明阳忽然小声地说道：吴凡，咱们都是老同学，我还是提醒一下你，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但你作为平民武者，王书月不太适合你。吴凡听到陈明阳的话，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王书月对吴凡有好感，是因为那次在烈日下跑步，他站出来替王书月说话，并且顶撞了班主任李敏，导致他多跑了40圈，可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年轻人的好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彼此分离一段时间，那这份好感就会马上消散，然后只在心里留下微弱的一丝。王书月的叔叔刚当上天府市的市长，是下一届川省副总督的有力竞争者。川省副总督那可是3把手啊，现在不知道多少公子哥、富二代、新兴武者家族的少爷在追求王书月，咱们没机会的。陈明阳说话的时候眼神有些暗淡，他曾经也是喜欢王书月的，毕竟王书月原本就是大小姐，又是颜值身材颇高的小美女，本身灵气也是 S2级。而那些新兴和老牌武者家族最看重血脉，像王书月这样的女生如果能追到手，那结婚后生下的后代灵气级别一定不低。陈明阳的家族在阳城也有点实力，比如他父亲陈道行也是阳城的大人物，所以在阳城的时候他性情十分的张扬。可是在来到天府后，他发现自己的家庭在天府这些世家大族面前连屁都不是，都不用那些真正的大族少爷出手，仅仅是人家的跟班狗腿子都能随手虐他，所以他收起了张扬的性格，眼里的高傲也消失了。你的家庭情况已经超越很多人了，加油做好自己就行。曾经的嘲讽吴凡不会忘记，但也不会再去回忆，所以他不会去帮助陈明阳重建信心，也不会在他遇到困难时出手帮助，但安慰上1、2句也还是能够做到的。叮，27楼到了。短暂的对话后，两人走出了电梯，找到了紫气东来阁，寿绒地毯，豪华的壁纸以及四周通明的灯具，整整1层都被包了下来。吴凡，一名身材窈窕、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少女正站在不远处，正是王书月。陈明阳也在啊。王书月看了陈明阳一眼，客气的打了声招呼后，就带着吴凡进入到了正厅当中。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高中同学吴凡。此时的大厅中坐着40多人，有7、8个人吴凡认识，是以前阳城基地班的同学，还有30多人吴凡不认识，应该是王书月在天府的同学和一些世家公子了。一些人在听到王书月介绍吴凡的时候，纷纷投来了异样的眼光，有好奇的，有打量的，还有略带敌意的。吴凡并不在意这些人的眼神，他扫了一眼就看到了次桌坐着一个熟悉的人。吴凡，你变强了好多，我都有些看不透你的实力了。见到吴凡走过来，武凌霄连忙起身给他打招呼。你也变强了很多，看来你当初去军武的选择十分的正确。吴凡仔细地看着武凌霄说道。和1年多前不同，武凌霄的皮肤变得黝黑了不少，即使有灵气的滋润，皮肤也有些粗糙，眼角旁甚至还出现了一道3厘米的伤痕。让吴凡惊讶的是，他一身的灵压也十分的强大，居然已突破到地阶了。他知道武凌霄的灵气级别不低，修炼速度也很快，但没有巨大的修炼资源加持，是不可能修炼到地阶的。你在军武吃了不少苦吧？吴凡能感受到武凌霄这份实力的后面是数不清的血与汗，侥幸立了个2等功，然后又考上了军校，部队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武凌霄轻飘飘地说道。厉害，当代兵王啊！吴凡没想到武凌霄这么给力，随后他一脸好奇地凑到武凌霄旁边问道：那你过安检的时候，有没有黑丝女警让你扫探测器，然后在你体内扫到金属反应，就在他们举枪一脸警惕看着你，
把你当成邪教武者的时候，你淡漠地说了一句：“那是我立下2等功时留下的弹痕碎片。”这武凌霄在听到吴凡的话，一时间接不上话，在憋了几秒钟后，他对吴凡说道：“少看那些都市兵王的网络爽文，不真实。”王书月坐在正桌，那里坐着好些天府大家族的大少爷和大小姐，吴凡、武凌霄和陈明阳3人就坐在次桌。他们这一桌都是以前阳城基地班的老熟人，比如王阳、梁峰、李瑞3人。没想到王家能在天府爬起来，陈明阳在一旁叹息道：“书月他叔叔已经摸到了临界超 A 的门槛，要是5年内成功进阶，那下一届必定当选副总督。”武凌霄在一旁说道：“因为当初在阳城逃难时，他是拼死带着王书月等几名女孩逃跑的，所以他跟王书月的关系还挺深的。”吴凡倒是不管这些权力和势力，他只关心自己的实力。这菜还挺好吃的。不得不说，王书月确实是个大富婆，桌子上的菜肴都蕴含着超高的灵气。吴凡估计在学校吃这一顿得50多学分。而就在吴凡正专心干饭的时候，王书月忽然从隔壁主桌站起身，来到了吴凡他们这边。只见他语笑嫣然地对陈明阳说道：“陈同学，能往旁边挪一下吗？”“哦，好。”陈明阳先是愣了一下，在确认王书月是在跟他说话后，脸上稍显激动，随后马上往旁边移了一个座位。他离开后，王书月顺势就坐在了吴凡的旁边。“不好意思哈，虽然给大家说的是阳城高中老同学聚会，但没想到他们硬要过来。”王书月有些歉意地说道，虽然他内心里不喜欢应酬的场合，但表面上还是得装一下子。“没事，咱们聊得还挺开心的。”吴凡倒是不介意，他正在听武凌霄讲他的军武生活。武凌霄现在的变化确实很大，实力已经超过我一大截了，我到现在还只是一名1阶武者。王书月有些羡慕地说道。要知道，王书月和武凌霄的天赋都是很高的，当初在阳城都是基地班的学生，可现在武凌霄已经是一名地阶武者，而且还提前考入了军校武大。强大的实力需要经历生死的历练，其实没必要羡慕，你现在的生活就挺好的。吴凡依据事实说道，让王书月去前线厮杀，那是不可能的。光说我了，吴凡你最近在干什么？你好像不在天府新都一中读书的样子。王书月曾经去新都一中找过吴凡，但发现吴凡并不在那里。我去参加今年华夏武大的自主招生考试了。吴凡没打算瞒着，毕竟过不了多久的全国新生大赛，他们就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华夏武大，在听到华夏武大后，两人有些吃惊地看着吴凡，特别是王书月。要知道，他现在所读的天府武者7中，每年考上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的加起来也不过50人，而且这还是在天府这种 S 级大城，放在阳城那种小县城，估计3年都不出来一个华夏武大的。就在王书月正和吴凡他们聊天的时候，主桌那边气氛就淡了下来。这些大少都是为了王书月来的，此时见他正和几名中下层的武者同学聊天，他们纷纷走了过来。“书月，这就是你原来的高中同学啊，也不给我们介绍介绍。”一名额头铮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年轻人端着酒杯对王书月说道。众人不清楚他的名字，只是听别人叫他渊少，应该是天府市某个武者家族的子弟。他年龄和王书月差不多，但灵压却很强大，已经是35、6级的地阶武者了。不过吴凡能感觉到他体内的灵压虚浮根本就不凝练，属于是纯靠天量的资源堆积起来的。虽然吴凡也从华夏武大那里获得了许多修炼资源，但吴凡一直没落下实战，像什么学校斩妖任务、邪教武者、擂台战斗，每一项都是来真格的。吴凡，学生。吴凡干脆简练地说道，他估计大家也就是今天见这一面，以后估计也没什么交集，所以没打算深交。武凌霄，军武者。武凌霄也在旁边说道。听到两人的身份，渊少和周围几名大少眼中的敌意少了几分，但轻视的意味则多了几分，因为吴凡和武凌霄对他构不成威胁。其实说起来，我们也还是学生啊，哈哈哈。渊少手里拿着酒杯，作风做派都像成年人，这是大家族子弟的通病了。他们的家风和平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刚才我听到这位吴凡同学好像参加了华夏武大的自主招生考试，不知道通过了第几关啊？渊少看似关心地问道。其实他心里根本不认为吴凡能通过华夏武大的自主招生考试，所以才故意这样问的。通过第几关都不是重点，要的是要有颗拼搏努力的心。我听说每年去帝都参加2所顶尖武大自主招生考试的武者有几十万人，换作是我是没那个勇气的。王书月在一旁说道，显然他在为吴凡说话。书月，你还用去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天府7中每年都有保送生名额，只要你家里打声招呼，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不是任你选。什么自主招生、武者高考、推优生、特招生，不过只是那些平民们拥挤的赛道罢了。另外一名大少在旁边说道，他语气里充满了优越感。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想吸引王书月的注意，不过很显然他不太懂得合适的方式。呵呵，听到这人的话，一旁有位大小姐揶揄道，只有没本事的家伙才会靠着家里的资源，如果只凭你本身的实力能考进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只怕连隔壁全国16强的天府武大都考不进去。在上层圈里子有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觉得自己有本事的少爷小姐，就越想证明自己的成功不是靠着家族的帮助。切，要不是现在官方规定在地方当主政官需要文凭，你看我稀罕上那些什么破武大不？这名大少不屑地说道。好了好了，大家力气不要那么重。渊少在一旁劝和道。听到他的话，吴凡一脸的失望，他还挺想继续看看乐子的。来，我敬大家一杯酒，祝大家国庆快乐。渊少举起手中的酒杯，对着众人说道。吴凡同学，你的酒呢？渊少看着吴凡手中的冰可乐，眉头一皱。我不喜欢喝酒。吴凡说的是实话，他确实不喜欢喝酒，什么白酒、啤酒、葡萄酒都不喜欢，而且作为武者应该禁欲禁酒，不然体内的精气神会泄掉。所以他拒绝喝酒，并不是端着或者傲慢，只是在这些大少眼里可不是这样的，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敬酒不喝那就是不给面子，而上层家族最看重的就是面子，
所以此时渊少的脸色稍稍有了变化。聚在一起当然是开心最重要，喝饮料也是一样的。王书月站出来缓解了一下气氛，听到他的话，渊少也没再坚持，只是最后深深的看了吴凡一眼。吴凡，别人敬酒你应该喝的，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况且那人还是渊少。趁着王书月回到主桌，陈明阳坐到了吴凡身边，小声的说道：为什么别人敬酒我就要喝？吴凡真的很不理解，真正的礼貌不应该是在听到我不喜欢喝酒后不强求吗？敬酒不应该和礼不礼貌画上等号。陈明阳觉得吴凡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凡哥，待会吃完饭咱们切磋一场。这时一旁的武凌霄对吴凡说道，很久之前在校门口的那场战斗他还历历在目，上次你在阳城武者高中堵门，我被你一刀砍翻，可是被笑了好久，今天我要找回场子，我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我不希望你留下心理阴影。吴凡好心的劝说道，一个武者的武道信念还是很重要的。小瞧我。武凌霄觉得自己在军武历练了1年多，实力已经突飞猛进，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弱小的自己了。行，天晴了，雨停了，有人觉得自己又行了，看样子武凌霄今天是铁了心的想要挨上一顿毒打了。于是在吃完饭后，两人便准备去附近的武者对战场馆进行战斗。你们要切磋？我可以去观战吗？王书月在听到两人要对战的消息后，有些雀跃的想跟过去看看。可以啊，没问题。武凌霄赞同道，他上次可是在全校师生面前被吴凡砍翻的，所以他巴不得多来点人观战。那我们也去看看。一旁几个和王书月关系还可以的大小姐说道，我小舅名下有个武者对战场馆，专门为武者提供切磋的场所，你们可以到那里去。渊少在听到两人的话后站出来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切磋一场，当然我可以压到和你们同等级别的灵压。渊少诚恳地说道，你不用压低实力，就用正常实力跟我们打就行。吴凡不在意地说道，那怎么能行？我等级那么高，岂不是占你们便宜？听到他的话，吴凡只是笑了一下，并没有再说话。随后众人就在渊少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装修豪华的道馆里，这种私人道馆一般不对外人开放，必须是由内部人员领进来才行。首先进行的是吴凡和武凌霄之间的战斗。烈火枪。武凌霄双手放在面前，做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姿势，然后双手分开，从虚空中凝练出一把被火焰包裹的长枪。随着长枪的出现，一道强大的灵压自武凌霄身上爆开，一时间震惊了全场。什么？他居然是一名地阶武者！本来抱着看菜鸡互啄心态的一群大少和小姐，此时也是被惊到了。他们本以为武凌霄只是一名普通的军武者，顶天了也就只是一个刚迈入1阶的低阶武者，但没想到他实力甚至比他们还强。凡哥，亮灵气吧！武凌霄手持长枪，自信地对着吴凡说道。吴凡扭动了一下脖子，随后捏了捏拳头，发出一连串骨头摩擦的声音，然后说道，暂时还用不到。他之所以不召唤长刀，是因为他不想把武凌霄送进医院。凡哥，1年多不见，你是变得越来越狂了。既然你这样说，那就别怪我下手狠了。在部队里，他武凌霄也是一个狠角色，看到吴凡有恃无恐，他瞬间气血上涌。嗖！武凌霄非常迅速地靠近吴凡，一点寒芒仙道猛地刺出。吴凡一个侧身避开，他刚吃过饭，想要先消化消化，而武凌霄一看吴凡避让，马上就追击了上去，想要用极快的节奏干掉吴凡。唰唰唰！长枪在武凌霄手中宛如游龙，攻势十分凶猛，枪尖在空中连出了几十道寒芒。如果是一般的1阶武者，估计早已经被戳得千疮百孔。吴凡接连后退，却并不是一味的避让，他在后撤的空档看准了一个时机，猛地前身一矮欺身上前，对着武凌霄的脸就是一拳。武凌霄看着即将呼在脸上的这一拳，眼中出现了一抹厉色，他居然不避让，反而是提枪朝着吴凡的胸口扎去。我清楚的记得，上次你就是不惜用身体接我的长枪，然后以伤换伤，死死的用腰腹部卡住了我的长枪。既然你敢以伤换伤，那这一次我接你一拳又何妨？随后武凌霄将强大的灵压罐注到了长枪之上，是要一枪结束这场战斗。然后当武凌霄先是感觉自己戳在了一道宛如金属的无形墙壁上，无法寸进一步，随后他感觉自己的脸被一股千钧的力道击中。砰！武凌霄整颗头被巨大的力量击歪，脖子拉得老长，随后身体不由自主地飞了起来，人在空中转了一个3周半，随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此时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的护体灵压为什么那么硬？我的护体灵压就跟没有一样。一般的武者挨上吴凡这一拳多半是爬不起来的，但武凌霄却马上就从地上站了起来，看样子他的实力确实还可以。死！吴凡这一拳直接给周围观赛的众人给打精神了，眼睛瞬间睁大了起来。他们在看到武凌霄这么年轻就能成为地阶武者，而且还是一名军武者的情况下，没有使用灵气的吴凡不得被按在地上打。结果看似猛烈进攻的武凌霄却忽然被吴凡一拳给击飞了，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看你的样子似乎还有顾虑，不用担心，全力出手，不然你连我的灵气都逼不出来，这样下去只是浪费你我的时间。吴凡站在原地，用平静的语气说道，刚才武凌霄的攻击连他的护体灵压都没有破，很显然他还是留手了，怕一场普通的切磋伤到吴凡。呸！武凌霄吐出嘴里的一口血，随后认真的看着吴凡说道，凡哥，既然你这样说，那就别怪我不手下留情了。唰！只听武凌霄话音刚落，他身上的灵压瞬间炸开，强大的压力直接将周围的建筑震得不停晃荡，同时在他的背后出现了3道光环。天哪！围观的人看到武凌霄第3道星环时，猛地惊呼出声。全是一道深紫色的星环在武凌霄的背后浮现，深邃的颜色和普通的淡紫色不同，隐约透着一丝黑光，一头接近魔神大妖灵和所激活的星环。魔神大妖虽然不稀有，但也不是那么常见的，
而且因为世家大族的年轻武者很多，导致魔神大妖的灵核供不应求，很多武者家族的年轻武者就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选择，要么压级，要么选择魔血凶兽的灵核进阶。而选择压级，就要面临落后同龄人的处境。试想在竞争激烈的大家族里，别人已经是 C 阶了，你还为了一个魔神大妖的灵核而待在 D 阶压缩灵压，在彼此武技、战斗技巧和灵气天赋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肯定是等级高的比较有优势。这种情况就相当于在一个升级换装备的游戏中，即使你在69级这个等级段穿上了稀有词条的极品装备，那也打不过一个100级普通装备的玩家，区别就在不会被秒杀。好，武凌霄一枪刺出，竟然有虎啸之声，猛虎啸天枪法，这是他这次获得2等功时军部奖励给他的 B 级武技。尽管他还使用的不纯熟，但当他使用这道枪法时，便拥有了一往无前的气势。mwxbj.org 刷，吴凡从虚空中凝练出了一把长刀，在众人的惊呼声中迎了上去。枪，两人都没有使用丝毫的技巧和花招，刀枪在空中撞击，产生了连绵的金属敲击声，不时有建设的火星迸发。战斗这才开始。此时的武凌霄浑身气血激荡，自从在阳城那次灾难后，他便每日都不敢松懈，即使在部队那么辛苦的训练中，他依旧每天要练枪1个小时，刮风下雨、打雷闪电都不曾停止，为的就是不再像当初被邪教武者追杀的那样狼狈，甚至于差点被杀死。他也想保护其他人不受伤害，为此他放弃了进入武大的想法，以 S2级灵气的天赋进入了军武。杀！武凌霄前脚用力一踏，喊杀声似乎携带着千军万马的气势，仅仅几万的灵压在这股气势的加持下，让人感到十分震撼。如果是武道信念脆弱的人，仅仅凭借这一道喊杀声，便会被震得神魂震荡。猛虎落地式，他这一枪没有任何的保留，根本不考虑能否击穿吴凡的护体灵压，根本不考虑自己是不是还有后手能规避伤害，要的就是这种一往无前、破阵杀敌的气势。一枪过后，不是敌死，就是我死。吴凡到现在还没有亮还，其实力之强已经是武凌霄快要望不到的程度，所以他根本没有留手。卧槽，这小子来真的！他们两个有仇吗？居然直接用上了杀招！尼玛的，他刚才也没喝酒对吧？怎么感觉跟我老子喝多了一样？卧槽！此时围观的一群武二代们都惊呆了，本以为他们是两个老同学间的友谊赛，结果打成了生死战。我去，这人吓傻了，怎么还不躲避？在众人感叹武凌霄杀招强大的同时，他们居然看到吴凡不闪不避，竟然同样全身灵压爆发，手中的长刀在空中展出了一道淡蓝色的刀光。武技3000雷刀，轰隆，宛如寂静的黑夜炸开了一道闷雷，雷霆咆哮的声音让众人瞬间耳膜一震，随后一阵心惊肉跳。咔嚓，吴凡的护体灵压被直接撕碎，猛虎长枪点在了他的胸口，上衣在还没有接触到的时候便被强大的力量给撕成了碎片。就在众人以为吴凡的胸口要被捅成一个窟窿时，只听叮的一声，不灭金身，长枪点在吴凡胸口的位置，以枪尖为中心变成了巴掌大小的金色灵体，而枪尖碰到这金色灵体的一瞬间，就像是撞在了一面坚不可摧的铁壁之上。而另外一边的武凌霄则是忽然喷出一口鲜血，吴凡的长刀在他的胸前拉起了一道半月形的刀光，护体灵压，作战服被一刀斩碎，胸口直接出现了一道近乎半米长的伤口，血浪飙飞出去，近1米高。吴凡自上而下一刀斩落后，在不到半秒的时间里便收刀回身，随后一脚踢出，咚！武凌霄的丹田被一脚踢中，吴凡这一脚力道之大，在武凌霄倒飞而出的瞬间，甚至能看到螺旋般的气流。砰！只听一道沉闷的巨响，武凌霄整个身体撞在了特制的钢铁墙壁上，厚3-4米的黄白色铁墙竟然被他撞出了近10厘米深的凹痕。全场寂静，良久才有一道呼吸声传来，众人竟是在这段时间里紧张的忘记了呼吸，因为吴凡的攻击太过窒息，导致他们根本不敢喘气。呼！袁绍深吸了一口气，连忙叫场馆的医务人员上去给武凌霄治疗。不过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身受重伤的武凌霄居然缓缓地站了起来。凡哥，够劲儿！吴凡收起了长刀，拿出了一颗中品灵石递给武凌霄，让他借助灵石的力量缓缓伤势。你今天找我切磋目的，不是为了因为我当初堵门打败了你，而是想试探我的实力，激起我的战意，对吧？吴凡在他使用猛虎枪法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了。听到吴凡的话，武凌霄神情严肃地说道：凡哥，我们都是经历了阳城灾难的人，所以我希望每个从阳城走出去的武者都不要忘记曾经的苦难，共同努力，不要再让其他人的故乡变成像阳城那样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类境地。不过很多人在来到大城市后，都像陈明阳那样，在更大的武者家族面前，在那些身份更高贵的年轻武者面前，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从而失去了自信和信念。其他人可以，但我不希望你也变得和他们一样。每个能变强的人，内心都有着非常坚定而顽强的信念。武凌霄和王书月便是最好的对比。或许王书月得到的修炼资源会比武凌霄多，但吴凡能肯定，如果以后王书月内心没有像武凌霄这样的信念，那以后两人间实力的差距绝对越拉越远。你的伤势有点重，应该快点去医院。吴凡倒是想给他用量子重构，可惜那个星环武技只能他自己使用，我送他去医院吧。这时王书月走进了对战室，对着吴凡和武凌霄说道：好的，就麻烦你了。随后王书月便走了过来，扶着武凌霄离开了这里。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吴凡莫名觉得有些熟悉，然后他想了想，发现和当初在阳城时武凌霄重伤带着王书月他们几人逃跑时一样。结束了战斗的吴凡并没有离开对战室，而是对着观赛席上的渊少说道：你刚才是不是说过想要跟我打一场？听到吴凡的话，渊少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起来。原本他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同龄人中能达到地阶的也不多，可在见到吴凡和武凌霄的战斗后，他觉得甚至都不用吴凡出手，只是武凌霄都能锤他。怎么办？
此时的他很想说，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但之前话都放出去了，总不可能当作没发生是吧？就在他骑虎难下之时，从场馆旁边走进来一个和渊少模样有7分像的年轻人。渊少在看到这个年轻人后，眼睛瞬间一亮。表哥，我听到这边有很大的动静，是有高手在对战吗？阿峰，你来的正好，下面有个人，你帮我应付一下。渊少快步走到这名年轻人身边，语气急促地说道。渊少姓叶，全名叶渊，来人是他的表弟叶宇峰。对方今年暑假以推优生的身份进入了天府武大，而且还进入了天府武大全国新生大赛的替补队，实战能力比他这个表哥强了不知道多少。叶宇峰顺着表哥叶渊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名没穿上衣的年轻人正朝他们这边招手。这个人有点眼熟啊！叶宇峰觉得自己肯定见过眼前这人。就在他快要想起来的时候，他表哥叶渊猛地一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阿峰，待会下手轻一点，毕竟他是你舒月姐姐的同学。叶渊用自信的语气说道。他是见过他表弟战斗的，家族里那些普通的地阶武者，他一个人能打7、8个。行，叶宇峰思路被打断，随后也不再多想，脸上的神情也随之变得冷漠起来。他进入对战室，随后走到吴凡面前。我叫叶宇峰，天府武大战斗学院红之班大一的学生，我代替我表哥出战可以吗？可以。吴凡点了点头，他倒是没什么意见，而且眼前这人的实力还算不错的样子。这样，我也不想欺负你，只要你接下我3招，就算我输了。叶宇峰作为一名压缩了2倍灵压的地阶武者，实力远超普通的地阶。在他看来，吴凡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地阶武者，再加上对方刚才应该是战过一场，叶宇峰觉得以自己的实力和吴凡战斗，那简直就是在欺负人，所以他这样提议道。甚至他觉得3招都算多了，吴凡可能连他1招都接不了。接你3招，那不是光挨你打了？对于这个建议，吴凡当然不同意，哪怕自己的护体灵压很厚，他也不想站在原地白白挨打。那我先让你10招。叶宇峰语气随意，尽显高手风范。不用10招会不会有点多了？要不1招就行。吴凡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1招？你可能连我的护体灵压都破不了。叶宇峰被吴凡的话给逗笑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是吗？那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吴凡说完，一脸人畜无害的表情忽然就变得认真起来。他手中长刀握紧，身影瞬间一闪，只是眨眼间便出现在叶宇峰面前。虽然刚才2人是面对面站着的，即使是这样，但当吴凡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反应过来。死！叶宇峰倒吸一口冷气，吴凡身上爆发出的灵压让他浑身的汗毛瞬间一立。没有使用武技，没有亮起星环，就是这样普通的一刀，让叶宇峰心里涌现出一种极大的恐怖。挨这一刀，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从疑问句随着长刀的落下而变成了肯定句。唰！长刀停在了叶宇峰的头顶，刚猛的劲风斩掉了他几丝头发。小伙子，你在战场上这么轻敌，是真的会死的。吴凡收起长刀，长刀化作点点灵压粒子回到了他的体内，随后挥了挥手就离开了这里。在他离开后，叶渊赶紧冲到了表弟面前，用力摇晃着他的身体。在发现没有效果后，他忽然对着叶宇峰大喊一声：神光退现！啪！只听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叶宇峰就像是回过神来一般，眼睛瞬间恢复了光彩。只是他在恢复过来的一瞬间，只感觉双腿一软，差点就栽了下去。好在旁边有人连忙扶住了他。表弟，你怎么样了？有没有事？叶渊关心地问道。没事。叶宇峰说话时声音沙哑，他感觉自己的喉咙干涩，嘴唇甚至都有些开裂，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双膝像是没有成为武者前连续跳了10公里蛙跳一样，走2步就要原地栽下去。表哥，刚才那个人是谁啊？叶宇峰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像刚才那样离死亡如此的近。表弟，你脸色好难看啊，对方是不是使用了什么精神类的武技？叶渊觉得自己的表弟就像是中了阅读的卡卡西一样，莫非是在意识海里被吴凡用刀子捅了3天3夜？那个人我也不太熟悉，好像是叫做吴凡。你说刚才那个人叫吴凡，他是不是来自华夏武大？听到叶渊的话，叶宇峰语气变得激动起来。应该不是吧？不过听他说之前参加过什么华夏武大的自主招生考试。叶渊有些狐疑地看着叶宇峰。小老弟，你该不会是纵欲过度导致的肾虚才会膝盖发软吧？你个混蛋，老子要掐死你！叶宇峰双手掐住叶渊的脖子，一脸悲愤地说道。你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吗？人家是今年华夏武大的新生第1名，前不久还在长安武大一条武干翻了5个全国大赛的主力队员。叶宇峰掐着叶渊的脖子，前后来回摇摆。你他妈想要我死就直说。本届亚洲武者运动会圆满结束，华夏的劲儿们总共获得了383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1。电视里正在播放最近的新闻。小凡，如果能在电视里看到你就好了。吴能躺在病床上说道。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大概还有1周左右就能彻底恢复了。全国新生武道大赛每年都不会对外透露，因为这涉及到学生们的安全。如果在大赛上表现出众的话，可能会被邪教或者境外组织盯上，然后实施暗杀，目的就是将华夏新生代的高手扼杀在摇篮里。今年的全国大赛会改革，新的规则在这次国庆节后就会公布。听华夏武大的老师说，这一届很有可能采取网络和电视双直播。吴凡在一旁说道，到时候你身体恢复了，可以来现场观战。两人聊了一会儿，吴凡看了看时间，前往帝都的动车还有2个小时就发车了。爸，那我就先走了，一路上注意安全。等吴凡背起背包离开华西武者医院后，一名年轻的女护士走进了吴能的病房。考虑的怎么样了？康婷走到吴能的身边，抚着上半身贴近吴能，用充满诱惑的姿势说道。她一边说，还一边挑逗的用手指轻轻扣着吴能的手掌心。再等等吧。吴能用充满忧郁的眼神看向窗外，颇有些心事重重。从天府到帝都，无非就是从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到了另外一个更繁华的都市。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动车后，
吴凡回到了华夏武大。此时距离国庆节假期结束还有3天，吴凡本来是想再多陪一下吴能，但中途他就接到了沈子双的电话，让他今天返回学校，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学姐，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的？吴凡刚走进沈子双的办公室，就发现已经有好多人在里面了。不光是许风霜和罗显和这些小队的队长，连徐十一、张之白、秦少商都在，甚至还有一名让吴凡印象深刻的人左山行。这个左山行灵气是2把巨大的手斧，当初在南门大战的时候，将自己的护体灵体厚度提升了将近10倍，硬生生的扛住了吴凡好几秒。吴凡你来的正好，这下人就到齐了。沈子双的办公室不是很大，此时挤了20多个人，显得十分拥挤。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度过这个国庆假期的，但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们把心收回来，因为全国大赛的日期和规则已经定下来了。沈子双的话让在场的众人神情一肃，刷刷刷，就像是动漫里给每个角色的眼神分镜那样，包括吴凡在内的众人眼神都变得认真起来。今年的全国大赛和以前的任何一届都不同，具体规则你们自己看吧。沈子双将打印好的20多份文件分发了下去。关于全国新生武道大赛的规则指导书，吴凡拿起文件看了起来，结果越看神情越奇怪。这是……众人在看到比赛规则后，纷纷露出了不同的表情，有失望的，有激动，还有疑惑的。对战的武大各自派出1000名学生参加战斗，这是要干嘛？打群架吗？林小璐诧异地说道。在以前，是每个武大派出5名正式队员和5名替补，采取1对1车轮战的方式进行战斗。而本次全国大赛是每个学校要派1000名大一新生参加战斗。教育部的新任部长说，全国新生大赛不应该是全国新生强者的大赛，而是应该由大多数学生一起参加，这样既能体现出一所武大真正的综合实力，又能让全体新生都有参与感。沈子双扶着额头说道，他也是今天早上才看到这个规则的。那现在学校是什么意思？叫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学校要怎么选拔这1000名参赛的大一新生？罗侯在粗略扫了一眼比赛规则后问道，他国庆节根本没有回家，而是选择待在灵气塔里修炼。虽然他的学分没有吴凡多，但相比于其他新生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既然这次是1000人大战，那么就不是个人武力那么简单了。我们需要将1000个人分成5个团，每个团分配1名团长和副团长，分别带领100人。沈子双看着众人说道，团长和副团长的人选将从乾隆班和优秀新生里面选取。听到此话，众人都看向了吴凡、许风霜、张之白几人。根据木兰锦副校长的临时安排，5名团长分别是吴凡、许风霜、罗显和、文人优越和常征明。众人听到这个安排，前4个的人选众人倒是没什么意见，毕竟吴凡几人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可是这个常征明是什么回事？他好像还不是战斗学院的吧？学姐，这个团长的名额是学校安排的，还是可以争取的？秦少商站起身，虽然身体是朝着沈子双的，但这话却是说给常征明听的。常征明是指挥学院的学生，涉及到上千人的战斗，那必然是极其激烈和混乱的，我们必须要有一名总指挥。沈子双说道，常征明的实力和乾隆班的几位相比，确实有点差距，甚至连吴凡小队里排名第3和第4的官员王爷都不如。但是木兰锦和刘江华2名副校长在浏览了5000多名新生的资料，又看了南门大战时的录像后，敲定由常征明来当新生大赛的总指挥。常征明的灵气是一副和赛文奥特曼差不多的眼镜，其灵气特点就是精神力强大，而且可以无视距离将声音传递到其他人的识海里，相当于心灵链接了。不过目前来说，这个人选还是暂定的，之后我们会根据交流赛的情况来进行调整。沈子双觉得有部分同学对这个团长人选不满意，于是开口解释道，交流赛和谁打呀？吴凡对交流赛特别的重视，毕竟那是有修炼资源拿的。这次消息来得很突然，所以全国几百所武大此时都在研究对策，所以和我们约交流赛的武大是……沈子双看了看众人，随后从口中说出了一个超级重磅的名字，帝都武大。这4个字从沈子双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空气都凝重了几分。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一直都是彼此最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也就有了决赛之前王不对王的潜规则。以往几十年里，每一届的全国新生大赛，2所武大都没有越过交流赛，所以双方真正交手时，99%是在决赛里。当然，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有几届也是翻过车的，被什么明珠武大、魔都武大、国防武大爆冷击败。其中国防武大是军校，也是全国排名前8的强校。武凌霄就从部队考到了这个学校，目前正在进修中。一上来就这么刺激的吗？张衡摸了摸自己的心脏，发现正在咚咚咚的狂跳。帝都武大了不起啊，这不得给对面上强度。方天训迷之自信地说道。除了一开始的些许错愕，在场的同学对于即将和帝都武大对战没有丝毫的怯懦，反而是一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有信心是好事，但不要太自信，帝都武大的实力非常非常的强。沈子双给众人提醒道，因为还有参赛学生的选拔、对战规则的分析，还有团队的磨合，所以交流赛定在半个月后进行，你们要趁着这个时间再提升一点实力。全国新生大赛的新规则不胫而走，瞬间引爆了全国的武大论坛，刺激！今年这场比赛的血腥程度肯定拉满，我要看血流成河。本来我以为我只能在观众席上当观众了，没想到今天下午导师通知我去试训，也要把其他学校的人按在地上锤。我已经预见楼上的死于不明 AOE 范围伤害5G 了，上千名新生武者打起来，这谁的前排能站得住啊？到时候可是铺天盖地的5G 啊！就在各方武大论坛在激烈讨论的时候，更多重磅的消息出现。爆！8强高校的国防武大和32强的北疆武大约战了，川渝双子星16强的天府武大和32强的山城武大约战了，永远的4强明珠武大和魔都武大约了交流赛。mwxbj.org 一时间，各大高校的约战消息接踵而来，让本来沉寂的国内武大氛围瞬间达到了高潮。
而点燃这条导火索的，便是华夏武大与帝都武大的这一战。压住！压住！你们猜这一场谁会赢？那肯定是华夏武大啊！人家前不久才搞了一场南门大战，已经有了一场几千人战斗的经验。屁！交流赛那是讲团队配合和学校综合实力的。今年华夏武大新生的入学资源被一群顶尖新生强者给瓜分了，那群新生连汤都没喝到，所以论整体实力，那肯定是帝都武大比华夏武大强多了。一时间，各种数据分析师还有战术教练员开始在网上疯狂兑现，从个人实力能否带领团队取得胜利，讨论到派自家学校的漂亮学妹策反对方的主力队员。国庆假期还没结束，所有今年刚考入武大的新生开始集体返校，他们要参加选拔。华夏武大这边直接贴出了硬性要求，那就是灵压等级必须是1阶以上，这一下就淘汰了50%的学生。凡是入选的同学，每场战斗基础奖励100点学分，如果战斗胜利的话，每人再奖励300点学分。在听到相关负责人发布的这条消息后，整个华夏武大都沸腾了。尼玛的，我现在回高中重新参加武者高考行不行？一些大二的学长学姐羡慕地说道，他们累死累活去完成学校的任务，每次也才几10点。吴凡没有管外面的事情，他在回到别墅后，先是洗了个澡，调整了一下状态，随后静下心来准备修炼。半个月后就要和帝都武大打交流赛，对方的实力肯定很强。同阶武者，吴凡在没有戴上面具亮金色星环的情况，打10个8个还是没有问题，但他是不可能在明面上使用金色星环的。而且帝都武大是和华夏武大齐名的顶尖武大，他们的顶级强者实力肯定恐怖。自从进阶到地阶以来，吴凡一直都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除了和魔神大妖级的蛟龙战斗过以外，最激烈的一战就是在长安武大的一条舞了。现在网上已经有留言在叫吴凡吸血鬼了，说是吸干了这一届华夏武大新生的资源，如果在全国大赛上表现不佳的话，一定会被喷到原地爆炸，族谱螺旋升天，父母一天要进500次火葬场。当然，吴凡是不在乎这些的，他的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10多天继续压缩5倍灵压不太现实，而且实力增长也会很缓慢。吴凡思考了一下，决定将4项刀法剩下的最后一刀练会。4项刀法在吴凡强大灵压的加持下，变成了比较特殊的1级武技，威力比一般武者用起来要厉害很多。4项刀法是一门 A 级功法的简化版，等以后有钱了可以将它升级一下。吴凡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土刀的学习视频。雷刀的开头是一声惊雷，而土刀的开头则是浮现出了一个大大的沉字。沉刀以防御反击、位移突围、群体控制为主。视频中出现了一名戴着斗笠的蒙面武者，只见他挥动着手中的长刀，身姿一矮，无数灵压粒子开始在他身上汇集。此时在他的面前有近20名武者正朝他杀来，而就在对方快要杀到他面前的时候，嗖！蒙面武者身体瞬间朝前一闪，在仅不到0.5秒的时间里，长刀带着恐怖的力量席卷了前方近100米的直线距离。唰！地面被带起一片尘烟。而此时在蒙面武者沿途经过的地方，所有攻击他的武者护体灵压瞬间破碎，身体被一道强大的力量给击飞到了空中。本来是被围攻的局面，却在瞬间破局。战斗结束后，蒙面武者将长刀收回了自己的刀鞘，然后视频里出现了一行字：陈道，风尘绝念斩。下课了，走，去训练场。华夏武大除了战斗学院之外，其余的学院都是有文化课的，但由于全国新生武道大赛的改革，让整个全校所有的新生都充满了活力。凡哥，吴凡才刚走出灵气塔，旁边传来了一道粗犷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居然是左山行。对于左山行，吴凡还是比较有印象的，毕竟是少有的几个能正面挡住他进攻的人。而且他现在好像是长征明小队的副团长。找我有什么事吗？长征明团长想要召集其他几位团长和副团长，召开一次私下的战术研讨会。左山行身材高大魁梧，比王爷还要壮几分，充满力量感的同时，浑身灵压也十分强大，很明显已经进阶为地阶武者了。战术研讨会，吴凡倒是有想过会有，但没想到长征明会这么积极和迅速。打个电话就行了，没必要专门跑来跟我说吧。吴凡点了点头，说实话，他现在对帝都武大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毕竟他的时间和别人一样都是24小时，全部用来修炼的情况下，对于信息的获取就只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了。这不是为了表示诚意吗？左山行有些无奈地说道。许风霜、罗显和还有徐11几人对于长征明还是比较不服的，觉得他并不适合担任团长和总指挥。行，待会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队里的其他成员之前就在许风霜那里碰了壁，对方明确表示自己忙着提升实力，不会去什么过家家一样的战术研讨会。左山行本以为实力最强的吴凡是最难应付的，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吴凡居然意外的好说话。下午的时间，吴凡除了稳定提升了1点灵压以外，又把风尘绝念斩又练习了上百次，直到灵压几乎要消耗殆尽时才停下来。虽然自己修炼的武技没有星环武技那么上手，但这种慢慢熟练的感觉还不错的样子。吴凡认为这是一种正反馈，证明自己每一丝的付出都有一些回报。眼看时间要差不多了，吴凡拿出了手机开了导航。华夏武大四周可不是什么荒郊野区，而是特别繁华的商圈，从爱马仕、香奈儿等奢侈品，老凤祥、银河珠宝等顶级首饰金店，再到什么全国连锁的海底捞、小龙坎、洋房火锅，从汤锅、干锅、火锅、香锅到川、湘、鲁、粤等菜系大酒楼，简直应有尽有。日料店，吴凡按着导航来到了一家装修极为精致的和风餐饮店里，大门口挂着2串写着日岛文字的长筒灯笼，木质的格栅门居然用的是黄金金丝楠，这家店的消费水平由此可见一斑。欢迎光临，笔下文学。吴凡一进大门，两侧就跪坐了2排穿着和服的年轻少女，他们见到吴凡进来，就用日岛专用跪式服务给他行礼。随后在侍女的带领下，吴凡来到了左山行发给他的地址雪姬阁。还没进门，
吴凡就听到了里面嘈杂的声音。我今天下午去看了几场选拔赛，不得不感叹华夏武大的人才是真的多啊！你们知道吗？有个使用声波弓的武者，居然从物理实验室带了一个声波放大器来，直接增幅3倍，给对面的人都整麻了。还有一个化工院的新生，用烧杯和混合反应釜，直接给练了一颗禁药爆血丹出来，幸亏发现的及时，不然得留下后遗症。人才都是一些人才啊！就在这时，吴凡推开门走了进来，就看见林小璐和方天迅两人像是在说相声一样，一个抖包袱，一个捧哏，在那里手舞足蹈的聊天。凡哥来了呀！见到吴凡进来，众人纷纷招呼道。吴凡走到张恒旁边，盘腿坐了下来。这种高档日料店，地面都是用席子做的，官方名字叫做榻榻米。我有个疑问。一坐下来，吴凡便好奇地问道：日岛海域污染那么严重，你们居然还敢来吃日料？听到他的话，张恒微微一笑道：日岛那边的污染传到我国海域还要大半年呢，如果现在不吃，那以后就真的没机会再吃海鲜了。而且，凡哥，张恒眯着眼睛凑到吴凡耳边小声地说道：你真的以为这些日料店的食材都是从日岛那边空运过来的？我告诉你，90%都是国产的。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一道身影忽然走了过来。吴凡同学，你父亲的身体痊愈了吗？文人优越今天穿着绿色领巾的白色水手服，下身穿着绿色的百褶小短裙，脚上套了一双洁白的棉袜，一双齐腰的乌黑长发，左右编了2个长长的麻花辫十分，在其左前额的发梢上还戴着一个玉兰花的发夹，整个人显得十分的可爱。他双膝并拢，跪坐在吴凡旁边，吴凡能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百花混合的淡淡幽香。多亏了你的黑玉断续膏，我爸前天已经出院了。吴能不仅出院了，还给吴凡发了一段他100米赛跑和引体向上的视频，可以看出他的身体素质比以前好多了。视频中他还说道：儿子，你老爸感觉可能要2次觉醒了。普通人在第1次觉醒失败后，可以再使用大量的修炼资源进行觉醒，但成功的概率只有第1次的1/1，这代表着几乎不可能。距离2次觉醒最近的一次还是在1952年，美帝的一名叫做肯德基的老爷爷，他在65岁的时候才觉醒了自己的灵气。有用就好。文人优越笑靥如花，容貌更胜3分。不是要开战术研讨会吗？你们的队长常征明跑哪里去了？乾隆班和优秀新生来了一大半，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熟悉了。就在他们疑惑时，雪姬阁的门就被推开了，常征明和另外一位大家都很陌生的年轻武者走了进来。这位是……众人看到常征明倒是没什么，但是在看到他旁边那位陌生武者时，脸上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我叫黄渊慈，是今年滨城武大大一的新生。年轻的陌生男子开口自我介绍道。滨城武大，众人稍微有些惊讶，因为滨城武大是去年的全国16强，实力比长安武大还要强上许多，排名在第10位，换个说法就是全国10强。滨城武大不是在滨省的上京城吗？怎么跑帝都来了？哎，他的脸上还有伤的样子。众人看着名叫黄渊慈的年轻人，仔细看的话，就能看到他的眼角还有脖子等处都有大小不一、还没痊愈的伤口。在我们和长安武大、鹿岛武大、黄龙府武大打交流赛的时候，滨城武大也在和帝都武大打交流赛。张之白在一旁说道，他平时比较安静，但说话时却能让人不容忽视。没错，上个月滨城武大和帝都武大刚交手过，所以我邀请黄同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情报。常征明带着黄渊慈坐了下来。坐下后，黄渊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其实不存在分享不分享的，只是我们被打得太惨了，想要借助华夏武大的力量教训一下对方而已。他的话虽然不够大气，但却十分的坦诚，吴凡对他的观感还不错。黄渊慈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了一个移动 U 盘，见状常征明展开了包间的巨大投影屏，将 U 盘插入了数据接口。这是我们和帝都武大比赛时的录像，我希望诸位在看完后不要笑话我们实力太多。事实上，我们派出的5名选手都是主力队的地阶武者，都是3倍灵压的顶级强者。随后投影屏幕上就出现了第1场对战的画面，开头就是一幕雷击，只见一名手持重型大刀的男生对着滨城武大一名手持长剑的武者一刀斩下，护体灵压被重刀斩成了碎片，随后大刀威力不减，直接一刀劈在了滨城武大那名武者的长剑上。咔！随后只听一道清脆的响声，长剑竟然被一刀斩成了2段。噗嗤！长剑被斩断的瞬间，滨城武大的同学脸色瞬间变得无比的苍白，随后一口心头血喷涌出。可是重刀在劈碎护体灵压和长剑后，余力依然不减，居然重重地落在了这名同学的肩膀上。撕了！就像是破布被撕开的声音一般，滨城武大的这名同学小半个身体被斩裂，人当场就昏死了过去。在大屏幕前看到这场对战的华夏武大众人，神情都变得极为严肃起来。刚才那一幕带来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3倍灵压的地阶武者居然在一个照面之间就被连人带灵气砍成了濒死的重伤，这简直难以想象。这人叫做黄元玉，是帝都武大卧龙班的一个队长，同时也是主力队的队员之一。灵气是一把刃宽15厘米、厚3厘米、长1.5米的金背大刀。黄元慈咬着牙说道：即使这一幕他在现场看过一次，但在看的时候依然忍不住地握紧了拳头。灵气被损毁，有可能危及使用者的生命，如果救治及时，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期。这名同学可能很难在全国新生大赛上上场了。在吴凡身旁的文人优越叹息一声说道：这就是去年全国排名第10的武大吗？水平就这，简直就是浪费我的时间。画面中，黄元玉一脸不屑地说道，从他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他确实十分的不满。随后滨城武大这边第2名上场的武者也被黄元玉一刀就解决了，不仅灵气被斩碎，就连左手的手臂和一条小腿都被斩断，断肢重生加上灵气修复，这人半年之内别想再修炼了。不仅实力差距大，手段也极为残忍，这人的行事作风简直令人不齿。有名华夏武大的学生站出来说道：真的是毫无武德。黄元慈背对着众人说道，他语气十分的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无聊，严伯君，
下面3场你来打。画面中的黄元玉直接收起了重刀，对着休息室喊了一声，随后大步走出了对战的场地。下面出场的人叫做严伯君，是黄元玉小队的副队长，灵气是一把长2.2米的方刃巨斧，灵压很强，是38级的地阶武者。你们要特别注意他的星环武技，简直是强到离谱。黄元慈给自己倒了一杯冰水，让自己冷静下来。mwxbj.org 冰城武大公孙淼，请指教。帝都武大严伯君，请指教。第3场战斗开始后，倒是变得正常了起来，两人你来我往，互有胜负。而战局的变化就在一瞬间，只见严伯君忽然亮出了自己的星环，只见地阶的第3道黑色星环亮起，严伯君双眼忽然赤红一闪。星环武技抬棺四战，唰！冰城武大这边的选手头上直接出现了一个战字，然后严伯君身体突然一个闪现出现在冰城武大这名选手的面前，随后重重的一脚踩在了地面上。轰！只见大地一颤，冰城武大的这名同学瞬间感觉不妙，可整个人却被恐怖的能量冲击力震得浑身难以动弹。随后只见严伯君挥动着巨斧迎面劈下，1斧破盾，2斧破甲，3斧破局。冰城武大的这名武者直接被严伯君3斧头带走。死！众人只感觉脊背发凉，他们将自己带入了进去，发现根本没有信心能扛下对方3板斧。严伯君的这个星环武技可以大幅削弱我们的护体灵压，甚至在我们的护体灵压盾不够厚的情况下，还会增加受到的伤害。黄元慈叹了口气说道：“他应该是今年全国新生，大赛上破盾能力最强的武者了，任何人的护体灵压和护盾类武技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用。”只不过黄元慈在说完这句话后，华夏武大的众人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感到惊讶。怎么了？你们不认同吗？黄元慈有些疑惑地问道。今年大赛破防能力最强的人应该是这位。作为亲身被砍了好几刀的人，左山行指着旁边正偷偷啃着一只大龙虾的吴凡说道。在华夏武大那边正在研究帝都武大的时候，帝都武大商区被淡白色烟雾和灵气笼罩的流云茶社内，被人一条舞。你们可真是废物啊！黄元玉粗犷又带着不屑的语气对着长安武大的张一凡说道。他和穿着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居然是身着铁甲，胸口露出结实的肌肉，仿佛花岗岩一般。听到黄元玉的话，张一凡没有反驳和争辩，只是捏紧了拳头。不知道他是想起了被吴凡一条舞时的无力，还是对于黄元玉嘲讽话语的屈辱。总之归根到底还是实力不如人，没什么好说的。元玉，你不要这样说，对方的实力你也看见了，比长安武大的诸位要强上不少。说话的是一名白发男子，他穿着棕色的休闲服，脖子上挂着一条暗金色的项链。这人叫做黎慧生，是帝都武大5名主力队员中的一人。此时不光是长安武大的人在这里，许风霜去明省的鹿岛武大，还有罗显和去吉省的黄龙府武大的人都在。就他们这样的实力，今年还想跟我们抗衡？他们应该庆幸今年的赛制变成了1000人大战，不然我一个人就能1穿5。黄元玉性格张扬，气焰十分嚣张，这种人其实哪里都有，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禅心姐姐去哪里了？此时一名跪坐在旁边的美丽少女说道，虽然她只有17、18岁的年纪，但已经有种红颜祸水的感觉。青丝瀑布般的长发垂在腰间，一双媚眼带着妩媚的诱惑。她2只玉手正端着玉制茶杯，下颌上扬，红唇微张，充满灵气的淡茶顺着洁白似雪的脖子而下。她的背很薄，体态气质十分完美，娇躯上穿着一身淡红色的露肩汉服，两袖雪白的衣袂下露出了带着金色镯子的皓腕，下身同样穿着淡红色短裙，露出了一双修长的玉腿。此女叫做灵狐天意，同样是帝都武大的主力队员之一。张一凡的心情本来是很糟糕的，但是当他的眼神放到灵狐天意那张脸上时，浑身不由得有些血脉奔张，气血都险些不稳。叶禅心说他修炼遇到了瓶颈，正在闭关修炼。一身身穿青衫的男生开口回答道，他虽然身材不似黄元玉和王烨那样壮硕，但他的四肢极为粗壮，皮肤也不像被灵气滋润过的那般白皙，一头短发显得他十分干练。这人叫做罗中玄，是帝都武大最后一名主力队员。这样啊，早知道我也不来了。灵狐天意伸了一个懒腰，胸前圆润硕大的山峰被顶得老高。叶禅心闭关了，他又要突破了吗？黄元玉有些吃惊地问道。看情况吧，副校长那边说了，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交流赛他都可以不用参加。黎慧生给严伯君、张一凡等人续上了茶水。就华夏武大今年这个实力，我们全派副队长上都能赢下来。现在在这里看1个月前人家的战斗录像有什么意思？别人不可能这1个月内原地踏步吧？听一群华夏武大的手下败将用嘴巴说有什么意思？说完他便站起身准备离开这里。黄元玉虽然下手狠狠，性格也很嚣张，但他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武道信念绝对很坚韧，或许这种看清所有人的态度就是他的武道。你要去哪里？黎慧生察觉出有一丝不对劲，连忙问道。赛前给华夏武大的人一点动力，不然等打起来的时候一碰就碎，那就太扫兴了。黄元玉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日料店，帝都武大的人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群游戏里的 NPC。当黄元慈还在讲述冰城武大悲惨的交流赛时，叮，在场众人的手机纷纷接到了消息、短信和电话。喂，什么？不一会儿，众人的表情就变了。华夏武大南门，此时已经有上千人围在了这里。唰！黄元玉一拳打在了一名战斗学院新生的肚子上，随后双手握拳高举，趁着对方被打的瞬间，用力捶在对方的背部。哇！新生嘴里吐出一大口血，他的身体被狠狠地砸进了地里，五脏六腑都有不同程度的破裂。怎么？你们华夏武大的人就这点实力吗？赶紧把吴凡、许风霜他们叫过来，不然就算来100个都没用。黄元玉站在华夏武大的大门口，高声地对正在围观的华夏武大学生喊道。
而在他的背后，还有几十名帝都武大的新生正拉着挑衅的横幅在一旁加油助威。帝都武大才是最强的，华夏武大别来碰瓷了。听到对方的话，不少华夏武大的学生顿时气血上涌，想要出手教训这群人，但却被旁边的伙伴给拉住了。别冲动，你不是他的对手。难道你想在医院躺半个月吗？有些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也只能看着。根据官方的规定，此时只能大一新生出手。战斗学院大一新生周瑞阳前来领教。前几天周瑞阳刚入选全国大赛1000人名单，正在积极备战之时，就听到了帝都武大派人来堵门了，于是放下手中的训练计划，直接就跑来了。你，黄元玉斜着眼睛睥睨地扫了他一眼，随后摆了摆手说道：你一个一阶武者，我连动手的兴趣都没有，就算打不过又能怎样？如果看到自家武大的大门被堵而还毫无作为，那我就不配拿学校的修炼资源。周瑞阳声音铿锵有力，一脸视死如归地说道。说得好。丁聪华从后面走了出来，崔子熙、钱红在南门大战中表现出色的一群战斗学院武者也都纷纷来到了南门。呵呵，有意思。黄元玉对着前方近10名战斗学院的新生说道：你们一起上，只要能接住我一刀，全国大赛我就不上场了。狂妄！周瑞阳听到对方的话后，瞬间全身灵压爆发。自从被吴反连番打击后，他修炼极为刻苦，现在已经是26级的一阶武者了，比一些大二的学长学姐还要强。轰！见到周瑞阳动手，其他人也都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灵气，朝着黄元玉杀来。笔下文学。嘿嘿，看着瞬息间便杀到面前的众人，黄元玉咧嘴一笑，随后从虚空中抽出了一把巨型的重刀。C 级武技本雷狂刀。黄元玉单手提着巨大的重刀，对着前方众人一刀斩出，强大的灵压汇聚成了狂暴的刀气。只见一道直径10米的圆形金色刀气在周瑞阳面前炸开，唰唰唰，金色刀气团在炸开的一瞬间爆开了几十道3米长的半月刀气。周瑞阳用尽全力想要躲避，却发现刀气毫无死角的将他和众人包围，仅仅是2、3道刀气就斩掉了他们的护体灵压。噗嗤，刀气透体而出，丁聪华和崔子熙等人纷纷倒地，身上到处都是被割裂的刀伤，血流了满地都是。好强！看到黄元玉一招就秒了10多名战斗学院的武者，围观的人纷纷被镇住了。几名医学院的医武者赶紧上前给周瑞阳他们做紧急治疗。我都说了，只要能接下我一刀，我就不参加全国大赛，到时候你们不至于会输得很难看。可惜你们没抓住这次机会。枪！黄元玉挥舞着长刀，在华夏武大南门前斩了几刀，刻出了一个大大的菜字。你躺在地上的周瑞阳咳出了一口血，他挣扎着想要阻止黄元玉，可惜身体已经根本动不了了。被吴凡干碎后恢复的信心再次被黄元玉击碎，他躺在了地上，双眼失去了光彩。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他可以接受在经历了一番苦战后被打败，但接受不了这样3番2次被秒杀。你们华夏武大的那些强者都是缩头乌龟吗？就派一些低阶武者来送死。黄元玉嚣张的在大门口吆喝着。去年你们帝都武大输的时候，我们华夏武大的学长也没你这么跳啊。有人不满地说道，去年华夏武大在全国大赛上是以微弱优势取胜的。哼，那些大二的就是废物，吃了那么多资源却还只是那点实力，如果把那些资源都给我，我高3的时候就能干翻你们了。黄元玉长刀一挥，强大的力量将说话的那人给扫飞了出去。就在这人要狠狠撞在墙上的时候，一道人影出现在他的身后，将他接了下来。敢来我们这里堵门，那你今天就别想走着回去。罗显和指着黄元玉说道。终于来了一个能入眼的家伙，不过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叫吴凡出来。黄元玉似乎有意刺激罗显和，不用吴凡出手，我就能干翻你。罗显和脱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一身坚硬如钢铁般的肌肉，他的双拳出现了一对土黄色的拳套。杀！没有什么再过多的对话，两人见面就是一场彪悍的对战。轰！罗显和全身灵压爆开，6万的灵压将地面都踏碎了。而黄元玉神情也是终于认真起来，在罗显和爆开灵压的同时，他也将灵压提升到了6万。斩！一拳一刀碰撞在一起，随后一道巨大的爆响传来，围观的众人纷纷捂着耳朵之时，恐怖的能量冲击波卷起了地上的尘土，拍在众人的身上。实力稍微弱一点的新生直接后退了好几步，而一些学长学姐也展开了护体灵压进行抵挡。两人在原地对轰了一记，随后身体瞬间消失，在不到半秒的时间里又出现在另外一处。这不是瞬移，而是身法达到了巅峰，让其他人的动态视力跟不上他们移动的速度。罗显和加油啊！罗显和已经是华夏武大实力最强的那几人之一，如果连他都输了，那可能真的就拿帝都武大没有办法了。轰！罗显和一拳打出，黄元玉被击退了近10米，双脚在地上划出了2道深深的痕迹。你也就这点实力吗？嘴上叫的欢，手里拿着的是萝卜刀吗？本质上罗显和和黄元玉是一类人，如果没有遭遇到吴凡的话，罗显和可能比黄元玉还要张狂。听到对方的话，黄元玉面无表情，就像是没有听到一般，他手中大刀一挥，一声雷霆破空声传来。武界本雷狂刀！一团弧形刀气飞来，瞬间炸开几10道金色刀气。看到黄元玉使用这一招的人都替罗显和担心，因为刚才对方就用这一招秒杀了10多个人。就你能使用刀气？罗显和气沉丹田，体内星云爆炸，恐怖的力量汇聚在右拳上，对着斩来的巨大刀气一拳轰出。武界开山拳！一道由灵压构成的巨大拳劲朝着刀气轰出，10多米的拳浪直接将几10道刀气给击成了粉碎。轰轰轰！见到刀气被击碎，黄元玉根本没有意外，直接提着长刀再次杀了上去。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能接下我多少刀！枪！两人将灵压提升到了极限，每一次碰撞都有无数灵压粒子崩飞，太强了！围观的人只感觉心在狂跳，
这种势均力敌的战斗才能激发人们的热血。好，黄元玉在灵气的克制上稍占上风，但罗显和实力强劲，任何一丝小失误都会被对方一套带走。你在想什么呢？就在这时，罗显和抓住黄元玉的一个分神的机会，一招擒龙弓把黄元玉的头给拉了过来，随后重重的一拳轰在了对方的脸上。砰！黄元玉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随后罗显和更加猛烈的攻势袭来，脸、胸口、腹部，短短2秒挨了29拳，黄元玉整个身体都被打得凹陷了下去。罗显和已经打出了一往无前的气势，此刻他的脑海里只有出拳、出拳，不停的出拳。他的背后直接亮起璀璨的星环，灵压再次提升，已经攀登到了7万，可以说此战已经拿出了近90%的实力。好！罗显和气血震荡，发出一阵怒吼。轰！他用尽全力，一拳轰在黄元玉的胸口，身材魁梧的黄元玉直接倒飞而出，沿着地面飞行了近100米，才堪堪停了下来。死！看到这幅场景，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冷气，这刚猛的气势简直无人可挡，笔下文学。可是就在他们以为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倒在100米外的黄元玉却缓缓地站了起来。哈哈哈哈哈！从地上站起来的黄元玉忽然狂笑起来，声音夹杂着灵压，强大的声波刺得周围围观的心生耳膜生疼。我真没想到有人能忍住我的刀气入体，你要是再强撑下去，体内的经脉就会被寸寸绞断，为了争一口气把自己搞成残废，值得吗？黄元玉的话让在场的众人惊觉，他们纷纷看向站在原地的罗显和。队长！何浩惊呼出声，他在暑期训练的时候就是罗显和小队的第3名，开学后也直接进入了罗显和和秦少商的小队。此时他看着罗显和的皮肤，里面不停的有小型刀气从他的血管里破体而出，鲜血四溅。好！罗显和硬憋一口气，身上罡气大振，直接将黄元玉打入体内的刀气给镇压了下去。可以，用蛮力硬扛，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扛多久。轰！黄元玉体内灵压再次攀升，直接达到了接近7万的程度，地阶武者的灵压范围是3万到10万，而黄元玉不像是普通的3倍灵压，似乎已经快要接近4倍了。你他妈废话有点多啊！罗显和根本不在乎身上的伤，就好像不痛不痒似的，直接原地一踩，人直接朝着黄元玉杀过去。砰！枪！眨眼间，两人拳刀便对拼了几10招，两人都是刚猛至极的武者，拳拳到肉，刀刀烈火。为什么要主动进攻啊？对面就一个人，多消耗点他的灵力，然后让下一个人上场秒了他。有指挥学院的同学觉得罗显和有点不理智，这是武者的信念，因为罗显和相信自己能打赢，如果让他玩战术，他未来的成就可能就到此为止了。秦少商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这人旁边。哎，你们这群战斗学院的人真应该去学学哲学，你们已经太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论了。这名指挥学院的同学乐口气，他觉得战斗学院这群武者太过自我，什么武者必争必战都是虚的。轰！两人灵压对撞，互相都被对方的灵压逼得往后退了10多米。黄元玉脸上、胸口还有腹部不知道挨了多少拳，而罗显和身上也中了3刀，体内压制的刀气又开始乱窜。你是真的不要命了？别以为武者受伤就能很快恢复了，伤势过重一样就不回来的。黄元玉觉得罗显和在跟他玩命，他不就是来赌个门吗？怎么会遇上这种疯子？嗨！罗显和咳出一口鲜血，他能感受到体内的刀气正在不断割伤他的经脉和血管，但他没有时间去将刀气逼出来，只能用体内的灵压进行压制。尽管很痛苦，但罗显和却没有吭声。他作为华夏5大顶尖战力，对别人狠对自己要更狠。这样下去不行啊！黄元玉感觉对方不光拳猛，生命力和抗压能力更是强大。如果真被对方拖住了，自己今天真的会被抬走。他眼神开始变得认真，将巨型重刀双手握紧，横举在空中。双手刀！黄元玉的重刀很长很重，身宽刃厚，光是看着就感觉十分沉重，无法挥斩，更不要提之前他还是单手作战。此时他双手握住刀柄，斩击的速度和力量可不是1+1等于2这么简单了。罗显和的灵压很强，但对手似乎比他的灵压更强。嗖！黄元玉双手握刀后，竟然主动朝着罗显和杀来。仅仅片刻间，罗显和的胸口就被斩中一刀，死了。一道近30厘米的巨大伤口出现，血浪溅起2米多高。罗显和瞳孔顿时一缩，他连忙往后退去。可黄元玉不依不饶，双手连斩，直逼而来。罗显和暴退几10步，胸口的刀伤还在不停地滴落鲜血。听说你们华夏5大今年出了好几个天骄。黄元玉胜券在握，他用充满侵略性的眼神盯着罗显和说道：“我感觉是不是言过其实了？如果你们是天骄，那我们就是王者。”黄元玉再次一刀斩出，对准了罗显和刚才受伤的地方。他这一刀想要斩碎对方的内脏。随着血液的流失，罗显和感觉体内的力量正在减弱，但他在听到黄元玉的话后，忽然也哈哈大笑起来。哈哈，王者，就凭你们也配？下一秒，罗显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不再压制体内乱窜的刀气，刀气失去了控制，一下子疯狂在罗显和体内游走。嗖嗖嗖，几10道刀气透体而出，将罗显和染成了一个红色的血人。好！罗显和感受到了一股难以描述的剧痛，这剧痛让他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收回了压制刀气的力量。罗显和整个人灵压再次爆发。71382，73299，78425，接近8万。黄元玉直接愣住了，他见过不要命的，就是没见过这么猛还不要命的。本命武技焚天诀。罗显和整个人像弹簧一样高高跃起，眨眼间便腾云到了100米的高空中。只见高空中以他为中心，周围淡黄色的灵压粒子开始疯狂汇聚到他的拳头上，就像是集气一般，在片刻后将要释放恐怖的力量。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拳法？一名围观的新生对旁边的同学问道。
想学呀你？我教你啊。他旁边的同学接话道。呼！黄元玉抬头看着高空之中的罗显和，身体被对方强大的灵压差点压弯了身体。他用力地做了一个深呼吸，双眼眸光一闪，随后双手举起长刀，双膝下弯，将刀尖对准了空中的罗显和，最后竟然直接闭上了眼睛。好！看似过了很久，但也就在片刻之间，罗显和将所有灵压汇聚到了右拳之上，携带恐怖天威降落，平地惊雷，威震八方。华夏武大里面忽然出现了好几名 A 阶教授，在罗显和砸地之前布置了临时的保护罩。而就在罗显和距离黄元玉还有不到5米之时，黄元玉猛地睁开了眼睛。本命武技，一刀入魂。刀快还是拳快？黄元玉身体瞬间消失，随后罗显和身边忽然虚空展出一道长长的刀气，一刀、2刀、3刀。当他斩到第4刀时，罗显和一拳砸地，方圆100米直接被恐怖的能量炸开。轰！大地颤抖，地面爆开无数大坑，而罗显和拳透虚空，直接将黄元玉从无敌的虚空中给轰了出来。唰！噗嗤！黄元玉只感觉全身上下被轰了无数拳，身体被无形的拳浪疯狂轰击，不停摇摆颤抖，最后以一个十分难看的姿势倒飞而出。这一幕直接惊呆了周围围观的同学，甚至其中还有不少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因为本命武技这种东西，大部分武者是没有的。成功了吗？秦少商脸色有些激动，作为队友兼对手，他知道罗显和在使用本命武技焚天诀时就已经没有后手了。如果这一招不能打败帝都武大的高手，那就只能认输了。不会吧？看到黄元玉在本命武技的对轰中落败，那些拉横幅的帝都武大新生直接哑口无言。在帝都武大无敌的黄元玉，居然倒在了华夏武大的大门前，这怎么可能啊？就在华夏武大众人要发出欢呼之时，唰！虚空中展出了黄元玉的第5刀，这一刀威力绝伦，刀气变为了鲜艳的赤红色，直接一刀抹在了罗显和的脖子上。死了！罗显和在最后关头头一偏，刀气将他小半个肩膀和手臂一同斩了下来，他本人也被强大的刀气带飞，凌空倒飞而出近30多米，随后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什么？这变化来得太快，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不应该是罗显和战胜了黄元玉吗？为什么还有刀气？这刀气连斩太恐怖了，只怕是 C 阶武者都很难挡下来。一些高年级的同学神情严肃，他们从帝都武大的新生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秦少商赶紧冲到了昏死过去的罗显和身边，掏出止血的灵药，赶紧给他止血包扎，然后和几名 A 阶教授一起将罗显和快速送往了校内的医院。他的伤特别严重，除了手臂被斩掉之外，体内经脉和血管尽皆破损，送医不及时的话，可能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噗！黄元玉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他发现自己吐的鲜血里有泡沫，甚至还有点血渣，这是刚才罗显和那一拳击伤了他的5脏6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惨，但其实体内更加糟糕。呼！尽管身受重伤，但黄元玉依然顽强地站了起来。他没有忘了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你们其他的高手呢？难道就只有刚才那一个敢出手和我战斗吗？还是说刚才那个叫罗显和的家伙就已经是你们全校最强的人了？黄元玉说话的时候，肺部像风箱一样发出呼呼的响声，但他根本不在乎。我听说你们学校那个叫吴凡的家伙直接吃了这一届全校新生的修炼资源，想必他的实力应该很强了。那么现在他人呢？有胆子吃学分，没胆子出来战斗是吧？你们这些今年报考华夏武大的人真的有够倒霉的，能碰到这种自私自利的家伙。要不你们赶紧退学，复读1年，参加明年的武者高考，来我们帝都武大算了。哈哈！听到他的话，尽管已经气炸了，但始终没人出声反驳，因为他们也认为黄元玉的话是对的。尽管吴凡曾经说过，他会在全国大赛上把他们失去的东西赢回来，可现在人家帝都武大都堵到门口了，只有另外一个乾隆班的队长出面迎战。众人现在心里觉得吴凡就是那种喜欢说场面话的人，他实力是有的，但他只会为了资源、利益而拼上一切。至于什么荣誉、武道信念和尊严，只怕人家根本不在乎。呵呵，精致的利己主义罢了。黄元玉看着华夏武大众人的表情，知道他本次堵门的目的达到了。从5v5变成1000人大战，要的就是全校整体的实力、动力、信任、团结一心、配合。就算待会吴凡或者其他强者赶到了，把他打败了又能怎样？到时候还不是因为舆论压力而被迫出手？而且对手已经被罗显和打成重伤才出来摘桃子。啧，这是阳谋，这是吴姐的局。他今天就要在华夏武大师生中间埋下一颗不信任、不服气的种子。咱们走！黄元玉大手一挥，带着一众帝都武大的学生离开了。来堵门你还想走？有个华夏武大的新生想要出手将黄元玉给拦下来，但却被帝都武大的严伯钧等人给挡住了去路。寒冰掌！一名修炼掌法的华夏武大学生对着严伯钧一掌拍出，虽然他只有1阶初级的实力，但却仍然不容小觑。但严伯钧根本不在乎，仍有对方的寒冰掌打来。砰！泛着极冷寒气的一掌，竟然连严伯钧的护体灵压都没有破掉，而严伯钧更是不客气的直接召唤灵气，对着前方这名武者就是一斧头。咔！这名1阶武者直接倒飞而出，连1回合都没有撑到。我看谁还敢上前！轰！地阶武者的灵压瞬间爆发，将周围10多名想要围攻上来的华夏武大新生全部震退。作为黄元玉小队的副队长，他的实力是和秦少商、徐十一、莫清武等人一个级别的。此时旁边几名小队成员也纷纷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实力也基本都是接近地阶，灵压压缩了2倍。黄元玉在他们的掩护下火速离开了华夏武大的大门。可恶！眼看着黄元玉等人完好离去，不少华夏武大的新生气的牙齿都要咬碎了。对面都杀到校门口了，我们乾隆班的人在干什么？害怕的躲起来了吗？人家来堵门打同学打成重伤不说，现在居然还安然离开了，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二尼玛，老子要退学！
新生们群情激愤，老生们也格外愤慨。而就在他们吵吵嚷嚷要去乾隆班和校长办公室讨要说法的时候，帝都武大的南门外，一名手持长刀的少年正盘腿坐在大门口。此时他的周围正躺着一地的尸体。这就是华夏武大的第一名吗？太强了！看着躺了一地的新生，帝都武大的一众学生踌躇着不敢上前。之前一口气上了30多人，被对方一招风刃龙卷给打团灭了。吴凡并没有关心他们的想法，解决一群普通学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此时他只是闭着眼睛，在真正强大敌人到来之前，将体力维持在巅峰。对面也太嚣张了吧！直接来咱们正大门堵门的。有帝都武大的学生不满地说道：“是对不久后的切磋交流赛没有信心，所以提前来把我们的同学打成重伤，以此来削弱我们的实力吗？”对方就这种心性，功利心太强了，打又打不过，门也不能出。于是几个心浮气躁的帝都武大学生开始编排起吴凡来。而就在他们正在抱怨的时候，旁边一名同学无奈地说道：“我听说，好像是我们这边先去堵门的。”哼，一群畏首畏尾的鼠辈，就你们这样也配称作武者吗？说话间，一名身高1.9米的魁梧男生拨开众人走了出来。笔下文学，瞧你这话说的，你没看见地上躺了一地的人了？对方可是华夏武大的顶级高手，不是我们可以战胜的。一名文学院的新生说道，他的灵压只有 F 阶，仅仅是感受到吴凡的灵压就已经让他感觉体内气血不畅了。就算实力不如他，就算根本打不过，那也不能像个看客一样置身事外。如果以后在战场上，我们的身后有撤离的群众，而前方是一头实力强过我们许多的妖兽，我们就要抛下他们逃跑吗？你们看他现在正在闭目休养，万一是刚才的战斗让他消耗太大，现在只是虚张声势呢。这名男生叫做李信，是帝都武大战斗学院的新生，前不久刚升到25级，灵压足足有17500点。随后只见他召唤出一把长柄大刀，浑身灵压一震，大喝一声，气势汹汹的就朝着吴凡杀去。李信拖着大刀，刀刃在地上摩擦出了一路密集的火花。就在他即将靠近吴凡的时候，他双手忽然抓住长长的刀柄，然后在原地旋转了360度，沉重的大刀刀头被他猛地提起。随后他脚下一踩，原地腾空近10米，手中大刀对着吴凡的头顶全力劈下。武界力劈华山，好强的力量！不愧是战斗学院的武者，实力就是惊人。虽然他应该打不过吴凡，不过应该能逼出他部分实力吧。看着李信那恐怖的力劈武技，帝都武大的众人不由得佩服起来。尽管知道打不过，但他却依然有着向强者出手的勇气。这就是帝都武大的武者。杀！李信大喝一声，大刀重重地劈在了吴凡的头顶。砰！只听一声沉闷的巨响，吴凡所在的位置直接地面崩碎，强大的冲击波掀起了巨大的尘烟，将周围近50米的空间笼罩。成功了吗？感受到这一击的威力，不少帝都武大的新生面露喜色。他们在自家高手没出手的情况下，打败了死对头武大的新生第一。可没等他们高兴过2秒，一道人影忽然击穿了巨大的尘烟，沉重的烟雾直接被破开了一道真空大洞。砰！这道人影横飞了近200米，随后重重地撞在了校门口那4个大大的帝都武大中的帝字上。下！全场震惊，他们纷纷朝着人影飞过去的地方看去，发现飞出来的人竟然是李信。此时他整个人死死镶嵌进了帝都武大的实质大门内，浑身上下到处是血，人已经失去意识昏了过去。怎么会这样？刚才还气势如虹力劈华山的李信，现在居然变成了这副模样，众人心里极度的震撼。此时尘烟散去，吴凡长刀半截插入地面，右手紧握刀柄，盘腿坐在地上，连眼睛都没睁开过一下。李信是被吴凡的护体灵压弹飞的，有帝都武大高年级的学姐开口说道。此时的他神情凝重，看着吴凡就像是在看怪物一样。什么？一群实力较低的新生惊呼出声，他们本来以为吴凡已经够强了，但很显然，有限的想象力限制了他们的猜测。别动，他全身的骨头都被自己给震断，赶紧叫医武者来现场。一名高年级的学长开口说道。当李信被转移走后，帝都武大的大门前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众人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哼，战斗学院的武者不过只是一群只会打架的肌肉大猩猩罢了，战斗从来不动脑筋思考。就在这时，一名戴着眼镜的偏瘦少年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肤色偏白，皮肤十分润泽，他的名字叫做鹿晗，是一名数学系的一阶武者。显然他的实力并不输于战斗学院的同学，但因为他不喜欢战斗学院那种氛围，所以才选择了数学系。哦，你光嘴上说的漂亮，那你上啊！一名战斗学院的新生怒对道，地上躺着的那些可都是他们战斗学院的人。呵呵，鹿晗冷笑一声，用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随后自信地说道，你看他刚才被攻击也没选择反打或者避开，那就说明他在之前的战斗中出了点状况，导致他现在移动不了，所以我们只需要使用远程武技攻击他就行了。听到他的分析，帝都武大的众人眼前一亮，纷纷拍手叫好道，妙啊妙啊！鹿晗率先召唤出自己的灵气，对着吴凡就是一发爆炎，武界3连射，武界寒冰炫元标。一时间，上百道威力强大的远程武技朝吴凡飞来。面对着这些强大的远程武技，吴凡一把抽出插在地上的长刀。我等的是你们帝都武大的顶级强者，而不是你们这群杂鱼。吴凡目光平静地凝视着前方近1000名帝都武大的学生，随后单手将长刀举在空中，轰！一道冲天的光束出现，恐怖的灵压直接将周围100米范围内的物体全部震飞，那些飞来的上百道武技直接湮灭在半空中。如果今天他们不敢出来的话，我就把帝都武大的大门给轰个粉碎，然后亲自走进去找他们。恐怖的灵压光束直冲云霄，穹顶之上形成了一道盘旋的巨大乌云。本来晴朗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疾风飞驰，飞沙走石，甚至连气温都降低了10多度。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武技？吴凡汇聚着全身所有的灵压，只此一刀，仿佛下一秒就要斩天裂地。别怕，
人家只是在吓唬咱们呢。就在这时，一名身穿白底红边露肩汉服的美丽少女从帝都武大的正门连步款款地走了出来。她语笑嫣然，一语便安定下众人被震慑的心魄。是灵狐天意。看到此女的出现，被堵在大门口的近千名帝都武大新生爆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他们学校的顶尖战力终于要出手了。我还以为是陈天喜、王颖生那几个副队长出手，没想到居然是他要出手了。那这下肯定没问题了，就看对方能撑多久了。现在全国大赛还没开始，这么早就暴露实力，是不是不太好？本来死寂的大门前瞬间热闹沸腾起来。尽管吴凡很强，尽管他此刻的武技很强大，但他们相信灵狐天意绝对能击败吴凡。这就是帝都武大顶级新生强者带给众人的信心。一群帝都武大的普通新生在激烈的交谈着。如果仅仅是实力强大的武者，或许大家只是佩服和敬畏。但如果这名强大的武者还是一位颜值倾国倾城、身材惊鸿照影的美女，那这些敬畏会变成仰慕和倾慕。伴随着一阵风吹来，冲天的光束消失，吴凡散去了汇聚在长刀上的恐怖灵压。他盯着灵狐天意那绝美的脸，仔细地看了一眼，随后开口的第一句话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你不是最强的，让你们最强的出来。听到这话，饶是灵狐天意有着强大的表情管理能力，但依然险些控制不住。他以为吴凡盯着他看是被他的颜值所魅惑，没想到人家只是在判断自己的强弱。听罢，灵狐天意只是捂嘴轻笑一声：想要见禅心姐姐，得先过我这关哦。随后他便朝吴凡抛了一个媚眼，而仅仅只是这一眼，吴凡便只感觉大脑忽然传来一阵强烈的眩晕。精神攻击！还没等吴凡缓过神来，眨眼间两把短刀便斩向了吴凡的脖子。好快的攻击！不光吴凡惊讶，围观的帝都武大众人也十分惊讶。在校内的战斗中，灵狐天意从来都是从容的等别人进攻，玩弄敌人，在轻松写意中结束战斗，身姿灵动，有时还会停下来挑逗对手。可是他在面对吴凡的时候，居然选择先发制人，这让众人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灵狐天意的双刃长约50厘米，刀身带着火云纹，刀刃泛着百炼寒光，一看就不是低阶灵气。吴凡身体微微一侧，避开对方这凌厉的两刀，唰，两把短刃掠过吴凡所在的位置，恐怖的刀气在地面上展出了一道近5米的十字刀痕，偏若惊鸿，宛若游龙。灵狐天意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他双刀分立在身体两侧，像是舞动丝带一般，在空中划过一道满月，一片灵压构成的粉色桃花翩然纷飞。随后在吴凡惊讶的目光中，明明已经躲过了对方攻击的他，腹部赫然中了2刀，咚咚，像是2道击穿厚钢板的声音，短刃将吴凡护体灵压击斩出了一道缝隙，在同一时间能进行2次攻击。唰唰，灵狐天意脚下踩着飘逸灵动的步伐，身姿轻盈，围绕在吴凡身边不停上下翻飞，就像是在跳舞一般。对方果然是帝都武大的顶级高手，不仅灵压强，就连攻击手段都十分特殊。但是他吴凡并不是一个弱者。轰！吴凡脚下一踩，地面直接炸开，崩飞的碎石像子弹一样四溅而出。灵狐天意的步伐节奏瞬间被打乱，趁着这个空隙，吴凡抽刀而出，轰隆！平地一声惊雷，破防之刃，3000雷刀。天地间只见一抹蓝色的直线，这是吴凡长刀拉出的笔直刀光。即使没有亮环，破军星环穿透的威力没有达到极限的时候，吴凡也相信同阶武者根本挡不住这凌厉的一刀。呵呵。让吴凡意外的是，令狐天意根本就没想躲避，只听他嘴里发出一声轻笑，长刀就像是斩在了虚影上一般，竟然直接从他的身体中穿了过去。轰！雷刀一声轰鸣，狠狠地斩在了虚空之中。地阶武者刀气纵横，这恐怖的力量朝着几百米外围观的帝都武大学生而去。砰！虽然刀气距离他们足有几百米，可是空气震荡的余威仍然将众人炸得耳膜爆裂，直接出现了短暂的失聪。呵！灵狐天意娇喝一声，趁着吴凡一刀斩空的间隙，他小跳半米高，伸出笔直的长腿，对着吴凡的下巴一记迅猛的膝顶。武者战斗中最危险的动作，锤击太阳穴，侧击下巴，后方腿边膝盖。如果吴凡被这一击踹中，整个下巴都会被打飞，只留下上面一排的牙齿。他的动作很快，下手也十分狠辣，根本不给吴凡任何反应的机会。砰！只听一声沉闷的顿响，灵狐天意脸上露出惊容。虽然他膝盖顶碎了吴凡的护体灵压，可其厚实的程度直接抵消了他90%的力量。而就在下一秒，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左脚踝。不好！灵狐天意纤腰一扭，身体凌空而起，右脚对着吴凡的胸口一记狠辣的戳脚。普通武者被踢上一脚，胸口一定会留下一个大大的血窟窿。但他的脚还没踢到吴凡的胸口时，他就只感觉身体像坐过山车一样失去了控制，一股超级失重感传来。吴凡抓住灵狐天意的脚踝，就像是几十年前打谷子的篱笆一样，用力将他往地上一摔。砰！灵狐天意直接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地面被砸出一道直径7米的大坑。死！围观的帝都武大众人看到这一幕，心直接抽搐了一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像令狐天意这样柔弱的美女会被像沙包一样扔在地上。可事情还不止如此。吴凡在将令狐天意砸在地上后，手里再次用力，将地上的令狐天意猛地拧起，随后重重地砸向了另外一边。砰砰砰！他左右交替着换边，抓着灵狐天意的脚踝，一连砸了10多下。一名帝都武大的新生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吴凡，撕心裂肺地喊道：“畜生！这简直就是畜生啊！”吴凡是武者，灵狐天意也是武者，武者之间的战斗无关颜值和性别，所以帝都武大新生们的悲愤根本没用。对方是一名实力很强的武者，他根本不可能手下留情。轰！吴凡最后一次将灵狐天意摔在地上，随后举起手中的长刀就要一刀斩下。可是对方诡异的虚影闪避再次出现，吴凡长刀透过灵狐天意的身体，重重地斩在了地上。身法武技惊鸿照影，此武技有30%的概率免疫任何形式的攻击，
但最大不能超过自身灵压上限的3倍。趁着吴凡攻击无效的间隙，灵狐天意并没有趁机拉开距离，反而是纵身一跃，瞬间朝吴凡靠近。他头发凌乱，衣襟破损，漂亮的脸蛋有数道擦伤和划痕，但他丝毫没有在意自己的形象。正如吴凡所想的那般，灵狐天意美丽的外表下也隐藏着一颗疯狂的心。笔下文学。他用力将喉咙里的鲜血和胃液咽下，然后脚下一踩，身体呈现一种前倾的姿势，猛地用肩膀撞击吴凡的胸口。他本身不是力量型的武者，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与吴凡对抗。两者相撞后各自弹开了半米，但灵狐天意却利用自己形体的优势，双手撑住地面，向后一个空翻，在落地的瞬间脚下猛踩，身体以猎豹一般的速度再次朝着吴凡杀去。吴凡这边刚止住身形，灵狐天意便已然杀到，他反手持刀对着吴凡的双眼便插了下去。枪！长刀横空，格挡住刁钻的双刃，但下一秒只听一声沉闷的爆响，砰！吴凡只感觉胸口被一股大力击中，原来是灵狐天意借着短兵相接的力举，一双秀美的玉脚对着他一连踢了10数脚，无形的护体灵压被踢出了阵阵涟漪，虽然没有破损，但却让吴凡接连后退。呀！灵狐天意娇斥一声，弓腰猛然用力，一个倒挂金钩将吴凡的身体踢离了地面近半米高。这家伙可真硬啊！如果是普通的武者，甚至是黄元玉和罗中玄他们，他这一脚也能踢个3、4米高。可吴凡的护体灵压实在是太厚重，用尽了全力，仅仅只是踢飞了半米高。他身体灵压全部爆发，在倒挂金钩后，双刃忽然泛起一抹寒光。武技天女散花，唰！只听一声爆气的声音，灵狐天意将双刀分立两边凌空跳起，然后对准吴凡的身体就开始舞动起来。唰唰唰，双刀在空中转成了一道圆圈，吴凡瞬间挨了30多刀，每挨一刀，吴凡的身体就被往上抬飞几厘米。但灵狐天意的攻击还没结束，只见他在空中再次爆气，灵压陡然升高，75000，2连的天女散花，砰砰砰，长刀艰难地切割着吴凡的护体灵压，在他狂风骤雨般的打击下，这后的令人绝望的护体灵压终于碎掉了。可惜你的灵压还是太低，不然这场战斗胜负很难说。灵狐天意一双狐媚般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而就在他即将挥舞双刀解决掉吴凡时，他看到了一双十分狠厉的眼神，伴随着一阵刀光，死了！灵狐天意的胸口直接飙出了大量的鲜血，半秒后他才瞳孔一缩，用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眼前的吴凡。不管是不是生死间的战斗，都要全神贯注到最后一秒。仅仅只是击碎护体灵压这一刹那的喜悦和松懈，灵狐天意就被吴凡抓到了机会，反手斩了一刀，给我下去！此时两人已经离地足有近3米，吴凡一刀捅进了灵狐天意的腹部，随后双手握刀，用力的往地上一压，轰！长刀在插入地面的瞬间，直接将灵狐天意捅了一个对穿。噗！令狐天意在喷出一口鲜血的同时，双腿从背后夹住了吴凡的脖子，拼命的想要将长刀从肚子里拔出来，但吴凡根本不给他机会，在长刀插入地面的那一刻，一道强大的灵压自他体内升起，一刀焚天，唰！从地面破土而出一道冲天的刀形火刃，随着吴凡灵压的提高，此时的火刃宽度已经足有10多米宽，40多米高。恐怖的温度能将钢铁烧为铁汁，能将岩石烧成熔浆，而待在其中的人，如果实力不够强大，直接就会灰飞烟灭。天哪！快救人！尽管灵狐天意有30%的概率免疫本次火刀的伤害，可这火刀是从他腹部穿过的，他要是结结实实挨上这么一下，只怕全身上下50%以上都得碳化。轰！巨大的火刃将帝都5大大门前灼烧成了熔岩地狱，众人只能庆幸之前被吴凡打倒的同学已经被搬离了现场，不然他们很有可能就此殒命。老师呢？教授呢？赶快救一下呀！不就是面子之争吗？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就在帝都5大众人义愤填膺的时候，在巨大的火刃中忽然出现了一道炭黑的身影。令狐天意没有躲掉吴凡这一刀，此时他全身70%的皮肤已经被烧成了黑炭状。只见火刀中的令狐天意胸前忽然闪耀出一道桃红粉光，难道是那个要来了吗？看见这个起手式，还在围观的帝都5大众人连忙向后奔去，惊慌的想要远离此地。本命武技，倾倒众生！唰！一道直径100米的透明粉色半球体将吴凡和火刀笼罩。在被这巨大的透明半球体笼罩的瞬间，火刃上燃烧的火焰不动，纷飞的沙石也静止在了半空。逃离的人，吹动的风，都像是被时间封印了一般，保持在原地。这是什么情况？有一些不清楚状况的帝都5大学生惊恐得看着眼前巨大的粉色透明半球体，它几乎将大半个帝都5大大门都罩了进去。球体里面的时间都停止了，还是空间被封锁了？眼前发生的情况直接超出了这群普通新生的认知。火刀之中的灵狐天意用被严重烧伤的手臂死死抓住长刀的刀柄，将刀刃从自己的腹部拔了出来。他用复杂而又解脱的表情看着眼前一动不动的吴凡，随后挥动着手中的双刃割向了他的脖子。能逼我使出这一招，你输得不冤。灵狐天意略带遗憾地说道，我本来是打算在全国大赛的决赛上用的，可惜了。刚才的情况十分紧急，如果他不使用本命武技规避吴凡的伤害，只怕现在已经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了。我知道你能听见，虽然你们华夏5大实力不弱，但今年的全国冠军是我们帝都5大的。尽管灵狐天意此时全身焦黑，不复之前的白皙俏丽，但他却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的看着吴凡。没有被他本命武技圈中的人以为他的武技是封锁圈内的时间和空间，其实他只是利用灵压暂时定住了粉色半球体里面的人而已。对方有自己的意识，只是就像是被施展了定身术一样，暂时不能行动。只是他这个武技有点特殊，不仅能定住人，圈里的一切物体和能量都能定住，所以才制造了一副能封锁时间和空间的假象。战斗结束了，
灵狐天意双刃割向了吴凡的脖子，就在他短刀碰到吴凡脖子的一瞬间，预想利刃割开血肉的场景没有发生。枪！只听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双刃在触碰到吴凡脖子的瞬间，他的脖子部位瞬间变为了透明的亮金色。星环武技，不灭金身。灵狐天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震惊到了，他原本以为身处封印之中的吴凡会任他宰割，结果没想到吴凡除了超厚的护体灵压以外，居然还有断修炼体类的防御武技。天女散花。灵狐天意慌了，他的本命武技持续时间有限，他要在封印消失前将吴凡的不灭金身给打破。当当当，双刃像敲击金属乐器一样，不停地斩在吴凡的身上。他每击打一处，吴凡的身体就泛起一丝金光。飞燕回廊。灵狐天意双脚一摆，淡蓝色的寒冰灵压在腿上交替，迅猛无比地踢向吴凡的胸口。哐！只听一阵清脆的响声，吴凡整个身体被冰封住，随后再被他一脚踢碎。当！灵狐天意只感觉踢在了一根超级硬的铁桩之上，不仅没给吴凡造成任何一丝的伤害，反而是将自己的脚骨给踢裂了。他不知道的是，吴凡的不灭金身在短时间内只会生效一次，但因为他本命武技封印一切能量的关系，吴凡的不灭金身一旦触发，在令狐天意本命武技的持续时间内将不会消失。这个情况吴凡大概是清楚的，但是灵狐天意他不知道啊。他不相信有人的炼体类武技会硬到这种程度，任何物体都有承受上限，他相信只要拼命的攻击，就一定能将吴凡的不灭金身给打破。给我破！灵狐天意全身灵压爆发，已经突破到了8万，而吴凡的灵压也只不过才到5万多一点，两者的灵压相差接近1倍。轰！因为之前已经被吴凡火刀烧伤，此时的灵狐天意完全是不留后手的进攻。如果他无法在封印消失前解决掉吴凡，那么他将没有任何胜算。唰！灵狐天意的双眼已经变得充血，他美丽的面容也变得扭曲。为什么还打不破？就在本命武技快要消失之时，灵狐天意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一口精血喷在双刃之上，只见双刃的刀身开始变得如同刑讯时烧红的烙铁一般通红。随后他将两把长刀合并在了一起，因为烙铁烧红的原因，两把短刀发出嗤嗤嗤的响声，像是在哀鸣一般。而就在两把短刀合二为一的瞬间，其刀身散发出的恐怖力量，连封印里的空间都产生了些许折叠。灵狐天意背后亮起3道黑色光环，他燃尽体内最后一丝灵压，随后用火红的刀尖指向前方，人刀合一的朝吴凡的心脏捅去。唰！在短刃戳中的一瞬间，巨大的透明罩子陡然消失，两者碰撞的力量让大地根本承受不了。轰隆隆，地面以两人为中心直接崩碎，巨大的裂痕绵延上百米，甚至将帝都武大的门柱都给震裂了。灵狐天意的杀招无比强大，就算是吴凡的护体灵压还在这一击的面前也如同薄纸一般脆弱。但他遇上的是吴凡，吴凡的心脏处瞬间爆发出璀璨的金光，不灭金身最后一丝光芒依然坚不可摧。枪！火红的短刃戳在金身上时和以往不同，甚至还划拉出了一道剧烈的火花，就像是高速旋转的数据切割钢板时那样。啊！灵狐天意嘴里发出野兽一般的声音，他拼上了一切，今天一定要将吴凡击败。加油啊！帝都武大的学生们纷纷被灵狐天意强烈的战意所感染，一声声发自内心的加油呐喊声传来。而就在众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时，只听咔的一声，短刃的刀尖崩了，刀尖过后紧接着是刀身。噗！灵狐天意浑身就像是遭受了天雷贯体一般，整个人开始抽搐起来，脸色变得煞白，嘴里吐出一口鲜血，身上的灵压骤然消散。吴凡一把抓住令狐天意的脖子，随后一刀捅进了他的体内，一刀接着一刀，在令狐天意彻底失去抵抗力之前，他总共捅了13刀。扑通！吴凡抽出长刀，将已经虚脱的灵狐天意扔在了地上。而就在此时，砰！有几名帝都武大的一阶新生不要命一样朝着吴凡杀来。保护灵狐同学，我跟你拼了！华夏武大，我们帝都武大跟你们势不两立。轰！吴凡一刀斩出，面前3、4名战斗学院的新生强者直接倒飞而出，胸口、腹部被斩出了不同程度的刀伤。而另外一边，好几个医武者正在给令狐天意治疗，他们看着吴凡手提着滴血的长刀缓缓走来，纷纷露出恐惧的神情，将令狐天意挡在身后。你已经赢了，你还想干什么？看到这幅场景，吴凡面无表情的将挡在面前的医武者全部震开，随后他一把抓起令狐天意的头发，将他整个人给提着起来。住手！你这个混蛋！就在帝都武大的众人以为吴凡还要继续对令狐天意下毒手之时，吴凡忽然手起刀落，手中长刀对着令狐天意的头颅一刀斩下，而本来已经快要昏死过去的令狐天意突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啊！我的头发！在三国时期，曹操因为马匹受惊，乘坐的马车压坏了农民的庄稼而削发代首，所以再不是真正厮杀的场合，断发即意味着斩首。当然，对于张之白和令狐天意这类特别在乎发型的人来说，割发简直就是恐怖的精神伤害。我的头发，我的头发！令狐天意被帝都武大的医武者抬走后，他的瞳孔失去了对焦，眼角有晶莹的泪光滑落。太惨了！帝都武大的新生们看到令狐天意这副模样，心里纷纷升起一道彻骨的寒意。这吴凡真的不当人啊！呼！结束了和令狐天意的战斗，吴凡也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对方的灵压比他高，实力也特别强。如果不是他的本命武技固定了他的不灭金身，只怕换一个华夏武大的队长过来，比如许风霜或者文人优越，就算不当场落败，也得身受重伤，失去反抗能力。灵力消耗的有点大。吴凡捏碎了一颗上品灵石，快速的恢复着灵压。他一边恢复，还一边思考着刚才这场战斗的得失。我的灵压等级还是太低了，如今才5万出头的灵压，而灵狐天意这些帝都武大的顶级强者，灵压已经突破8万了。
我能够取胜，全靠正在进行中的5倍灵压压缩和金色星环的属性增幅。对此，吴凡只能感叹，不愧是顶级武大的新生代表，他吴凡也就在压缩灵压和金色星环上超过了他们，甚至连本命武技都开始变得超模起来。不知道天地一刀斩能不能斩碎灵狐天意的倾倒众生？一想到这里，吴凡就特别想试试，因为天地一刀斩的威力实在太大，那是真的会出人命的。看到吴凡再次盘腿坐在大门前，衣服破烂，脸色不似之前红润，有人推测吴凡在刚才和灵狐天意的战斗中消耗巨大。其他的顶级强者呢？全国大赛的团长还有副团长呢？卧龙班的推优生和特招生呢？他们在干什么？就像是黄元玉在华夏武大门前的诛心之眼一般，帝都武大的强者在面对堵门时藏头露尾，根本不见踪影。这新生们对自家的强者开始不满起来。而就在这时，一名南门口的帝都武大新生看着手机上的信息，一脸震惊地喊道：“我们帝都武大的东门、西门还有北门，全都被堵了！”什么？帝都武大西门？一名后背扶着4道钢铁羽刃的冷傲少女，正高高地飞在帝都武大的大门口。她用冰寒的目光看着躲避在保护罩里的帝都武大新生，但凡他们敢走出来半步，漫天的羽刃就会像刀子一般落下。而就在众人被压得不敢离开保护罩时，一名身材魁梧的少年从保护罩中走了出来。嗖嗖嗖，羽刃纷飞，像羽毛又像落花，铺天盖地朝着对方杀来。轰！魁梧少年身上灵压一震，将上百道羽刃全部震飞。他眼神坚定，神情冷漠，似乎根本没把许风霜的攻击当回事。终于来了一个能打的了，你叫什么名字？许风霜高傲地抬着下巴，身体漂浮在空中，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对方。听到许风霜的话，魁梧少年平静地说道：“帝都武大罗中玄，帝都武大东门。”一名黑发如瀑的少年正和吴凡一样，盘腿坐在帝都武大的大门口，他的双膝之上平放着一把流光溢彩的古琴。星环、广陵散诀、五戒、高山流水、五戒、阳关三叠。张之白手指来回翻动，琴声嘈嘈切切错杂，一时如银瓶炸破，一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琴音就像是魔声入耳，让人忍不住捂住耳朵。这其实是张之白的另外一种能力，他的攻击不仅是能量冲击，音乐产生的声波也能对敌方造成精神冲击。轰轰！在张之白犹如法术机关枪一样的攻击下，帝都武大的新生被压制的根本无法迈出半步。实际上，以张之白的实力，如果没有吴凡存在的话，他应该才是本届华夏武大的新生第1名。可惜既生吴凡，何生他张之白？张之白体内的灵力就像是源源不断一般，此时他已经对着大门轰了有10多分钟了，维持大门口保护罩的灵石已经补充了3批了，可依然还不见攻势暂缓。而就在这时，一面山水镜画忽然浮现，张之白的攻击全部被吸入其中。随后，一名身穿棕色休闲服、脖子上挂着一串暗金色项链的古韵少年从山水画中走出，他手持一杆泼墨毛笔，正在虚空中肆意狂草。我听说你只是吴凡手下的一个副队长是吧？怎么也学着他们来堵门？黎慧生身上灵压大放，恐怖的灵力将张之白的攻击全部震飞。随后他画笔指着张之白，用自信和狂傲的语气不屑地盯着张之白说道：“简直就是不自量力！帝都武大北门，文人优越丝带飞舞，不停地在人群之中穿梭，犹如流风之回旋。啪啪啪！10几名帝都武大的新生全部被丝带抽飞了出去。噗！看似轻柔的粉丝丝带拍在了一名异阶武者的胸口，这名异阶武者顿时口吐鲜血，就像是被一榔头砸中一般，胸口直接凹陷了下去。武界缺月斩！背后一名帝都武大的新生想要偷袭，可武器距离文人优越还有30厘米时，便碰到了一面无形的后墙。啪！文人优越身体旋转，环绕的缎带像艺术体操里面的丝带舞一般，在原地拉出了7、8道旋转的圆圈。如果说华夏武大谁的护体灵压最硬，吴凡都有可能比不过文人优越。虽然他的灵气缺少攻击力，但防御是绝对拉满了的，就连吴凡想要破他的防御都需要开破军心环才行，那就更别提这些普通的帝都武大学生了。笔下文学，这次堵门的战术十分成功，华夏武大绝对人心涣散，到时候交流切磋赛绝对如同散沙一样不堪一击。北门外，黄元玉被严伯钧等人搀扶着，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一般，正大声讨论着刚才的战斗。就在他们即将走到大门口时，黄元玉忽然发现了一丝不对，因为在他们的前方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而就在这时，一名帝都武大的新生被文人优越一丝带抽中，凌空倒飞上百米，最后落在了黄元玉等人的面前。此时，众人还沉浸在成功堵门归来的喜悦中，看着躺在地上昏迷的同学，黄元玉一脸迷惑地问道：“这是什么情况？”黄元玉也不是傻子，他很快就明白了过来，在他们堵华夏武大大门的时候，自家大门也被人堵了。枪！他强忍着肺部的疼痛，召唤出自己的重型大刀。队长，让我来！黄元玉在和罗显赫的战斗中受了重伤，而对面的人他们也认出来了，是华夏武大顶尖战力之一的文人优越。说完，严伯钧就召唤出了自己的长柄大斧，将自身灵压提升到极限，随后背后也亮起了3道光环。见面的一瞬间，严伯钧就实力全开，他要趁文人优越不清楚他武技的情况下，将他3斧秒杀。星环武技，抬棺四战，唰！就在严伯钧距离文人优越还有不到3米时，他双眼赤红，嘴里发出一阵怒吼，文人优越头上顿时多了一个战字：武界大地狂怒。轰！严伯钧一脚踩在地面上，恐怖的力量将地面踩出了一道巨大的深坑。文人优越想要移动身体，却发现脚下有股十分强大的拉扯力将他留在了原地。吃我一斧！在战字维持期间，文人优越的护体灵压将大幅度被削弱，而且身上的伤势不能恢复，这简直就是天生克制一武者的存在。通常状态下，一武者的护体灵压都比较厚，
对手想要击败他们，就必须不间断的疯狂攻击，而一武者可以一边自我治疗，一边利用护盾减伤，最后磨死对手。但严伯君的破盾和禁止治疗完美的克制了文人优越的优势，再加上一武者攻击力一向不强，所以严伯君很有机会击败文人优越。砰！巨斧劈在无形护盾上的一瞬间，发出了一阵沉闷的巨响，一股巨大的反震之力袭来，严伯君只感觉双手一阵巨麻，握住斧柄的虎口直接被震出了丝丝鲜血。噗！他胸腔里一口鲜血忍不住的喷出，整个人像击打铁钟时被铁钟的力量震得人都麻了。但他的攻击也不是没有效果，文人优越的护体灵压竟然真的被斩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痕。再来！就在他想要再次攻击的时候，唰！两条缎带一左一右，像刀刃一般，直接插入了严伯君胸前的双肋。随后，缎带在他的体内向上一滑。严伯君的眼睛只是盯着文人优越，他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身体一轻，两条胳膊处就飙出了喷水管一样的血花。吃！在鲜血像高下水枪四溅的背景下，严伯君的两条胳膊从空中落地，巨大的斧头变为点点灵压粒子，回到了他的体内。下！北门前发生的这一幕，直接惊呆了所有人。文人优越不是一个一武者吗？他的击手段不是很温和吗？可现在严伯君的惨状直接让众人感觉不寒而栗。虽然这种伤势对于武者来说也能恢复，可这痛觉和死亡的感觉那是实打实的。严伯君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就在他艰难地用腿撑起身体的瞬间，死了！一条如同长枪一般的缎带直接刺穿了他的胸口，随后带起他的身体飞到了3-4米高的半空中。啪！缎带瞬间从体内抽离，严伯君的身体像破布一样往后快速摔去。伯君！身后几名黄元玉小队的成员悲愤地怒吼道，有人接住了他残破的躯体，有人直接朝着文人优越杀去。噗嗤！文人优越站在原地不动，环绕在手臂两侧的缎带像手臂一般猛地刺出。这几名接近地阶的武者虽然有了防备，但依然被恐怖的穿透力给击穿了护体灵压，随后扎入了他们体内。而就在文人优越想要再次斩掉这几名小队武者时，一只手忽然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你的对手是我。黄元玉强行压下体内的伤势，将灵压提升到最巅峰，而代价就是此战过后肺部可能留下难以恢复的伤势。大家都是武大的学生，擂台只是切磋，没必要将别人的灵气击碎，把他人打成濒死。文人优越语气森幽地说道，他之前对付帝都武大北门的新生时完全只是点到即止，但他在看到黄元玉、严伯君他们小队时便瞬间认真了起来。他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黄元玉对滨城武大的同学下手太狠了。明明只是交流赛切磋，他们居然把滨城武大的主力队员全部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要知道，那可是武者的重症监护室，完全就是濒死的状态，稍微送晚一点就会有生命危险。吴凡同学明明有那么强大的本命武技，可他却从不轻易对人使用。虽然他下手也很重，但伤情却只是在病床上躺几天，最多不到2周的程度。文人优越觉得真正的狠，不应该用在武大的同学们身上。所以，你想要让我们也体会一下重伤濒死的感觉？黄元玉此时的状态很危险，他就像是被逼到绝境的猛虎，肺部的伤势注定不可能维持长时间的战斗。他疯狂地释放着自己的灵压，想要在一瞬之间结束战斗。文人优越没有说话，身上灵压一震，震开了黄元玉抓住他胳膊的手。轰！两人瞬间站在了一起。文人优越娇小的身躯和黄元玉魁梧的身体比起来，简直就像是老虎在搏击羚羊。咔！因为严伯君破盾的关系，黄元玉直接斩碎了文人优越的护体灵压，重刀斩在文人优越的身上。但是，唰！在护体灵压破碎的瞬间，染血的恐怖缎带像利刃一样扎进了黄元玉的眼球，直接刺穿了他的头颅。背景变成了纯白的白幕，两人战斗的画面变成了漆黑的人影。随后缎带抽出，是黄元玉嘴巴大张，死死捂住了左眼，随后笔直的朝身后的地面倒了下去。队长，黄元玉学弟！众人谁都没想到，文人优越居然真的使用了杀招，对着最致命的要害而去。眼球被刺穿，大脑被穿透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空洞，这是直接要人的命啊！一武者，快来救人！一名 A 阶的帝都武大教授惊慌地喊道。虽然每年武者间的战斗都会因为突发情况死几个人，但这件事涉及到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2个顶级武大，弄不好这事就会闹大。快把他控制起来！就在帝都武大的教授和导师准备出手擒住文人优越时，只见文人优越身上忽然亮起淡绿和亮金的灵压粒子，随后以他为中心，脚下铺开了近100米的圆形领域。本命武技流云清风舞。文人优越挽着染血的缎带，在众目睽睽之下，身姿轻盈地舞动起来。伴随着他的舞动，周围竟然出现了4-5名灵压粒子构成的灵体少女。这些灵体以极快的速度靠近受伤的众人，其中一名灵体少女来到严伯君身边，轻柔地托起严伯君被斩掉的双臂，温和地接在断裂处。随后灵体少女化作一团翠绿的光芒，融入严伯君的伤口处。笔下文学，我的手。严伯君眼里露出惊喜的神情，下一秒，他的胳膊竟然开始快速愈合，被斩断的骨头、血管、神经、细胞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连接着。而其他几位黄元玉小队的队员被缎带穿透的身体，也在灵体少女的治疗下开始快速愈合。星环武技出战。文人优越双手手背并拢，做出一个开花状，随后身上翠绿的灵压凝聚，一团生命力极强的能量团自他手中的如同绽放的花朵一般垂直降落在濒死的黄元玉身上。嗨，此时的黄元玉还处在眼球被爆、大脑被洞穿的状态，但他体内的灵压正在疯狂维持着他的生机，感受到充沛的治愈力量。原本昏死过去的黄元玉竟然奇迹般的醒了过来。看到这幅情景，就连帝都武大的学生也不由得感叹黄元玉的意志力和身体素质真的变态。
他可是在和罗显和激战了一番，随后强行压制伤势对战文人优越，最后在受了致命伤的情况下还能维持自身的生命特征，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文人优越的本命武技还在持续，一名灵体少女靠近躺在地上的黄元玉，用手轻轻地抚在他被戳爆的眼眶上。嗡，翠绿色的光芒晕开。这一次的治疗过程持续了很久，一直到文人优越的本命武技快要结束时才完成。文人优越脚下100米范围的领域消失，灵体少女化作点点的灵压粒子消散在空中。而在她消散之后，众人看向黄元玉的眼睛竟然奇迹般重新长了出来。虽然很丑，肉芽也很稚嫩，但虹膜、晶体还有血肉脑神经全部都长了出来。你身上的伤依然很重，这段时间要好好休息，不要战斗和起情绪，不然脆弱的器官组织会2次崩坏。文人优越的脸色十分苍白，说话的时候身体都在微微颤抖，可见刚才的本命武技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你这流云清风舞的治疗范围非常大，而且文人优越也没有区别对待，就连之前因为堵门被他打伤的帝都5大新生也都受到了治疗。此刻他们用复杂的眼神看向文人优越，明明对方是来堵门的，可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就在众人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文人优越忽然再次站到了帝都5大的北门前，对着保护罩内的众人大声地喊道：继续！帝都5大南门。看着盘腿坐在焦土地面上的吴凡，帝都5大的学生一个个面色难看。他们刚才在手机里看到消息，华夏5大把4个大门全都堵了，战况怎么样了？能过来支援吗？一男生焦急地问道。西门的罗中玄和许风霜听说略占上风，但看情况还会僵持一段时间，暂时不能过来支援南门。那东门呢？我听说华夏5大堵东门的只是一名副队长，东门的情况比西门还要糟糕。这名拿着手机正在看消息的同学语气低沉地说道。黎慧生被那个叫张之白的副队长压着打。黎慧生被压着打？这怎么可能？对方只是一名副队长，华夏5大的副队长都有这种实力了吗？此时帝都5大大2、大3的学长学姐正看得血压飙升，如果不是碍于规则，不然他们早就撸起袖子直接上场了。不行，对面是华夏5大的首席，就连满状态的灵狐天意都败了，那罗中玄和黎慧生也拿他没办法。吴凡带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哪怕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他们依然不敢踏出大门保护罩半步。既然对面的全校第一都来了，咱们学校的第1名去哪里了？对啊，叶禅心呢？传闻中他不是特别厉害吗？我听卧龙班的朋友说，叶禅心正在闭关修炼。这个时候闭关修炼，真够巧的哈！就在帝都5大的新生们意志渐渐消沉之时，一名外貌不凡、风神俊朗的少年打断了众人的抱怨。叶禅心不会怯战，也不会避战，如果他害怕和强者交手，那么他不可能拥有现在的实力。说话的少年叫做王隐生，是令狐天意小队的副队长，实力是正在压缩3倍灵压的地阶武者，和严伯君的实力在伯仲之间。文人优越之所以能秒杀严伯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在保护黄元玉离开华夏5大的时候，和华夏5大的一众武者大战了一场，消耗巨大。在他身边有一名身高只有1.55米左右，穿着白色长筒丝袜的可爱小女生，她是叶禅心小队的副队长宝一敏。刚才他也听到了众人对叶禅心的不满，性格善良的他根本无法将指责的话说出口，但他望向吴凡时，眼神却充满了坚定的战意。一所顶尖的5大不可能只有那么几名能战，敢战的人尽管自知实力不如吴凡，虽然结局可能和之前拖大刀的李信一样，但他们依然要站出来，因为他是帝都5大的武者。帝都5大王隐生，请赐教。10多分钟后，王隐生浑身是血的被一武者抬了下去。帝都5大宝一敏，请赐教。同样的10多分钟后，一道娇小的人影狠狠地撞在了透明的保护罩上，随后顺着保护罩外壁缓缓地滑了下去。帝都5大罩，请赐教。在王隐生和宝一敏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新生武者从保护罩里走了出来。夕阳西下，在离开帝都5大的十字路口，没有枯藤老树昏鸦，只有几名衣着狼狈的少年少女从远处走来。他们虽然浑身血污，灵压微弱，但眼神中却带着自信与骄傲。在十字路口的终点相遇后，他们相视一笑，随后一同走向了回华夏5大的道路。在全国大赛即将开始的前夕，许多爆炸性的新闻层出不穷。华夏5大和帝都5大这场互相堵门之战，虽然在当天晚上就上了热搜了，但仅仅只是半天，热度就被其他更劲爆的新闻盖过去了。震惊！川省的天府5大和电子5大准备合校成为西南5大，双方校长放出话来，这次全国大赛至少4强。天府市是川省的省会，其中有2所厉害的5大，全国16强的天府5大和全国第30名的电子5大。卧槽，2所全国一流的5大合并，实力绝对有质的飞跃。我看好西南5大，我觉得他们可能打入决赛。一开始网友们还在讨论帝都5大和华夏5大的堵门事件，转头就在讨论川省2所5大合并的事情了。很快又有一件特别劲爆的事情传来，国防5大准备从全国的军武者中选出1000名特种兵和兵王参加全国新生大赛。西南5大那边的瓜还没消化，这国防5大又来这么大一个重磅消息。咱们国家有多少军武者啊？少说也得有100来万吧，这是不是不符合条件啊？有些军武者年龄偏大了吧？哼，这就是军武厉害的地方了，只要是在部队上愿意进步和深造的，只要不超过25岁都可以考军校。卧槽，这次可是千人作战啊，军武的指挥和纪律性直接无敌了好吧？而且军武者不是一直被诟病天赋最低，实力最弱吗？这次可是挑选的特种部队和兵王啊，其他5大拿什么赢？但是军武这边的热度也仅仅只维持了一段时间，随后又有更加爆炸的消息传出，广府5大、东山5大等5大准备引援外籍武者，在网络上正掀起流量狂欢的时候，帝都协和武者医院内，我不管，我就想吃肉。罗显和全身缠满了绷带，包裹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在病床上蹦来蹦去，
因为他伤势过重，校医院无法治疗，所以就把他送到协和医院这边来了。你体内的食道、胃、大肠、肝和小肠这些器官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医生说你1周内只能输营养液，不然刚长出来的组织细胞会破裂。秦少商无奈地劝说道。黄元玉的刀气依然有部分残留在罗显和体内，导致他伤势恢复得很慢，居然在单挑中输了，你可有够废物的。许风霜直接讥讽道。不过众人已经无视了，因为他说话是这样的，其实只要过滤了他说的话，她就是一个身材超顶、颜值超高的绝美少女。哼，本来还吵着闹着想吃大餐的罗显和，在听到许风霜的话后，居然破天荒的安静了下来。看来许风霜的话对罗显和来说还挺有奇效的。看到你这么有精神，我们也能够放心了。一开始收到你重伤转院的消息，还真挺担心的。文人优越双手一拍，开心地说道。我看了下战斗录像，黄元玉的实力确实要比你强上一点，但差距其实并不大，只要把握好一些细节，你应该能战胜他。吴凡将手放在嘴边，一边思考一边说道。他在脑海里模拟了一下两人战斗的场景，罗显和吃亏就吃亏在一开始没有防备对方的刀气入体，如果防备刀气了，最终的胜负还真不好说。这次是我技不如人，不过等下次再碰到黄元玉的时候，看我不把他屎都打出来。罗显和用力地捏了捏拳头，信心十足地说道。罗显和就是这样一个很纯粹的武者，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输掉后就萎靡不振、自怨自艾、直接自闭，他反而是越战越勇，永远对战斗充满着期待和热情。学姐给我们发消息了，你好好养伤，我们就先走了。文人优越看了看手机，沈子双让他们去办公室一趟。随后吴凡、文人优越、许风霜几人就离开了病房，准备往医院的大门走去。可就在这时，迎面也走来一群人。帝都武大和吴凡他们相遇的，居然是前不久才打了一场的帝都武大一行人，腹部缠着绷带的令狐天意、魁梧少年罗中玄，还有黎慧生和几名副队长。不过为首的那名女子，众人没有见过。她穿着一身很朴素的青褂长衫，眼睛清澈明亮，柳带细眉，薄唇嫣红，皮肤白皙，乌黑的长发被一顶素面扎成了冲天冠的模样。明明容貌妩媚诱人，气质却清幽冷傲，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谪仙出尘的味道。特别是她那一双洁白无瑕的小脚，竟然没穿鞋袜，就那样踩在虚空之上。华夏武大的，既然吴凡他们看见了对方，那对方也肯定看到了他们。一时间，医院走廊上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了起来。如果不是官方规定武者不能在医院、法院等公办场所战斗，只怕双方已经动了。你们也是来看望病人的？文人优越有些好奇地问道。黄元玉大哥也在这里住院，他肺部的伤势有些严重。严伯钧回答道。最近几天，文人优越用缎带切割他双臂的冷血和灵动绝美救人时的舞姿两幅画面交替在他脑海里闪回，他对文人优越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而此时的吴凡正和那名素雅明媚的少女对视着，如果没猜错的话，此女就是帝都武大的新生首席叶禅心。两人眼神交锋，彼此互不相让。吴凡的眼神像利刃，仿佛能斩透一切一般，而叶禅心的眼神却像含冤，平静之下深藏着恐怖与神秘。mwxbj.org。 良久，叶禅心开口对吴凡说道：你很强，但你不是我的对手。他的语气像清冷的月光，划过冰冷的寒窗。华夏武大的众人在听到叶禅心的话后，内心里居然生不出丝毫反驳的念头，就像是他们也打心里认为吴凡不是叶禅心的对手一般。呵，就在这时，一声轻笑打破了这种沉寂的氛围。吴凡伸出手指着帝都武大的众人说道：记住，今年全国大赛的冠军一定是我们华夏武大，记不住的话，我拿刀刻你们脸上。这一瞬间，在场所有人都被吴凡这番话给惊到了。他们没想到吴凡会这么自信的把话说得这么满，万一做不到怎么办？万一被打脸该怎么办？但吴凡根本不在乎，因为少年自有少年狂，语似惊雷，心似骄阳。你说什么？听到吴凡的话，叶禅心背后的帝都武大众人纷纷露出怒容。比赛还没开打就这么嚣张，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华夏武大已经打赢了一样。保持安静。叶禅心情绪很稳定，他朱唇轻启，语气平静地阻止了众人后，对吴凡说道：那咱们赛场上见，希望你说到做到。随后他便带着帝都武大的众人离开了。你们刚才看到没？那个叫叶禅心的女人，她刚才是凌空行走的。徐十一脸色有些凝重，他作为推优生考试的第4名，许风霜小队的副队长，他除了战斗方式被许风霜克制之外，实力并不比其他几人差多。其实像秦少商、徐十一、莫清武等几名副队长，他们的实力都挺强的。除了特殊武技和灵气之外，想要飞行或者凌空站立，必须得是 B 阶武者才行。之前不是说叶禅心在闭关吗？难道他已经突破到了 B 阶？听到徐十一的话，吴凡摇了摇头说道：他能凌空行走，靠的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身法武技，让他能在行走中保持修行的状态，这一点和秦少商很相似。吴凡同学，你的观察力还真是仔细啊。听到动静，秦少商从后面的病房中走了出来，随后他示意众人看他的脚底。只见秦少商的脚底被一层灵压包裹住，每一次行走都需要消耗一点灵力，虽然这样做会对影响整体实力，但在发生突然状况的时候，身体能很快的响应。距离全国大赛还有一段时间，目前来看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提升。吴凡总结了一下之前的战斗，笔下文学。灵狐天意的精神冲击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幸亏有6颗核桃提升了我一点精神力，不然眩晕状态还会持续更久。我应该学习一门精神类的武技，身法类武技也必须再学一门，踏前展示近身突进类的身法武技。我应该还要学一门全方面提升速度的身法类武技，就像叶禅心和秦少商这样的。走在去沈子双办公室路上的时候，吴凡就在想之后的训练计划究竟应该怎么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学姐，你找我们有什么事？一般的小事沈子双会通过手机或者群聊通知，而叫他们到办公室说的事情一般都是大事。咱们和帝都武大的交流赛取消了。
沈子双一上来就给众人来了一个劲爆的消息。什么？取消了？为什么？你们还问为什么？沈子双没好气地说道。这次互相堵门事件导致彼此双方大量的同学受伤，短时间内不能进行激烈的战斗，所以两家校长商议了一下，决定取消交流赛，改为临时集体特训。临时特训？众人对集体特训并不陌生，因为之前在还没入学的暑假期间，他们推优生和特招生就在郊区进行了一场集训，而且还莫名的卷入了一场双大妖的灾难之中。这次的特训和你们上次的集训不同，这一次是参赛的1000名新生舞者和500名替补舞者一起参加。沈子双一边说着，一边将入选名单发给了众人。周瑞阳、崔子熙、杨璐、杨毅。吴凡看到了许多老熟人的名字，有之前自主招生中落选的，也有在南门大战中表现出色的。这次特训应该是最后一次提升实力的机会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沈子双神情认真地说道。今年的对手除了帝都武大之外，像西南武大、国防武大，甚至明珠武大和魔都武大都不容小觑，稍微松懈一下，我们可能连4强都进不了。听到他的话，不少人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学姐，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好吧，我们的实力也不弱呀，前不久我们才把帝都武大的大门给堵了，没必要太过风声鹤唳吧。徐十一笑着说道，他觉得有时候太过谨慎反而抑制了自信。堵门？你觉得你们真的成功了吗？沈子双的话让众人摸不着头脑，随后只听他说道，你问问你的队长许风霜，他真的打赢了罗中玄了吗？突然被点名，许风霜浑身一震，只见众人都盯着他，他脸色一阵变幻，迟疑了1秒后，他艰难地开口道，我没有打赢他。听到他的话，众人的表情都有些惊讶，他们以为本次堵门之战是取得了完胜的，可是他们没想到许风霜居然没有赢。虽然我没有赢，但我也没有输。许风霜争辩道，罗中玄的灵气是一把血刃青龙刀，他的炼体很强，防御很高，特别是恢复能力十分的变态，和他战斗根本打不死他。许风霜回忆着之前在西门的战斗，罗中玄一身血气护盾，浑身浴血的同时，战力越来越猛。前半段战斗，许风霜是占据上风的，很快就把对方打得节节败退。可是到了后半段，他几乎是拿对方毫无办法。还有你张之白，你觉得黎慧生真的用全力了吗？沈子双看着不说话，装高手的张之白问道，对方的灵压上限是多少？本命武技是什么？你知道吗？张之白摇了摇头说道，黎慧生全程都在用灵气毛笔绘制防御山水图，虽然看起来是他被我压制的不能还手，但我能感觉到他是故意防御，然后压制自己的实力观察我，然后收集我的战斗数据。随后沈子双又看向了文人幽月，幽月，黄元玉和你战斗的时候，他已经和罗显和血战了一场，他的灵气是重刀，你的灵气是断带，你们的战斗风格存在天然的克制关系。你认为在黄元玉全胜的状态下，你还能那么轻松的击败，然后重伤他吗？再打一次我依然有信心击败他，但我认为战斗过程会有点艰难。黄元玉在那样重伤的情况下，都还能一刀斩碎他的护体灵压，虽然是在严伯君的帮助下办到的，但即使是这样也十分恐怖了。沈子双看了看众人，随后他将目光移向了吴凡。就在众人以为沈子双要给吴凡泼冷水之时，沈子双却一改口气说道，这次只有吴凡做的最好，不仅重伤了令狐天意，还打出了他的本命武技。学姐，你好偏心哦。对啊，你光说我们，怎么就不说他了呢？区别对待啊。行了行了，我知道在你们刚打了一场胜仗，给咱们华夏武大找回了场子，在这个时候给你们泼冷水有点不合适，但刚才说的那些的确也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沈子双拍了拍手掌，示意众人不要吵闹。学姐说的没错，虽然我们的顶尖战力在目前看来比帝都武大稍微强上一点，但强的并不多，甚至这还是在对方隐藏实力的情况下。一旁的常征明手里拿着平板电脑，一边看着数据一边说道，虽然吴凡同学完胜了令狐天意，可是对方并不是帝都武大的首席，而我这里有令狐天意和叶禅星交手的数据。常征明将平板电脑上的数据投屏到了大幕上，两人总共交手17次，叶禅星总共胜利17次，最快结束的战斗就在2周前，两人总共交战了5分钟，令狐天意就被打爆了。这众人只感觉到了压力骤升。而且你们看这幅数据图表，常征明将平板上的数据切换，帷幕上出现了2幅圆形比例图。我调查了双方参加比赛的1000名新生舞者，将整体实力做了一个百分比图表，具体的情况不容乐观。吴凡感叹常征明收集这些数据肯定也花了不少精力的同时，看着图表数据后表情是越来越凝重。因为帝都武大参赛的1000名舞者中，一阶以上的人数占比是 70.5%， 而华夏武大只有 33.7%。 怎么回事？怎么差距会这么大？参赛的地阶舞者代表的是顶级的战力，而一阶舞者就是团战的基石，是一所武大的中坚力量。因为光靠几名地阶舞者，虽然可能在关键节点能扭转战局，但如果大部队配合得好，地阶舞者是根本没有机会的。就连吴凡、叶禅星他们也不行，之前去帝都武大堵门，那是单挑战，顶多就是车轮战，而全国大赛那可是打团啊，而且还是校内选拔出来的新生精英，同时打几十个还行，一旦超过50人就很难了。差距这么大的原因，其实和你们有关。说着，常征明就看向了吴凡、许风霜等人。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每年发给新生的入校修炼资源是差不多的，而帝都武大则是正常分配给每个新生了。而我们华夏武大在开学的南门大战中，学分全部被你们乾隆班的人拿走了。这办公室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微妙起来，造成中间力量差距的罪魁祸首居然是吴凡他们。说句现实点的，虽然事后你们获得了巨量的学分，个人实力有很大的提升，但咱们华夏武大这一届新生的整体实力甚至还不如一些以往8强的武大，也就是咱们这些考入华夏武大的新生天赋高底子好，在高中阶段就领先同龄人，不然就这种地狱开局只怕早就被人甩在后面了。常征明认真的说道。
所以你们能够堵门成功，也是多亏了开学那笔巨大的学分，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一时间，许风霜、文人优越、张之白等人都被常征明给干沉默了，而且他们还不是南门大战的最大受益者。而此时的最大受益者吴凡同学正在默默地看着投影屏上的数据。同样的话，我不会说第二次，我会让你们知道，把资源优先让给我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情。吴凡偶尔也会看学校的论坛，最近关于他一人我吃三路，强势霸占野区的论调甚嚣尘上，当然这些都是游戏术语，这些话是在隐晦地指出吴凡吃了所有人修炼资源的这件事。距离全国大赛开始的日子越近，这些搞心态的评论就越多，当然这其中肯定有外校的水军在带节奏，毕竟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如果能搞得华夏武大的千人团队面和心不合，甚至出现了心理不平衡的红眼怪，保不齐就会有人在吴凡的背后偷偷放武技偷袭。笔下文学，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其他的武大，拿最近天府、电子两个武大合校的西南武大来对比，他们的一阶武者占比 68.8%， 以往的四强武大、明珠武大和魔都武大一阶武者占比分别是 65.1% 和 66.7%。随着常征明爆出的数据，众人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整体实力差距有点大了，形势不容乐观啊。此时他们也理解了刚才沈子双给他们泼冷水的行为。好了，你们压力也不要太大，如果真要说的话，这其实也是学校领导层的选择，不应该把全部责任都算在你们头上。沈子双看气氛有些沉重，开口替大家开导道：开学大战时的学分分配规则是由学校制定的，你们也只是在规则内行事而已。今天的事就这样了，你们准备一下，临时集体特训3天后就启程了。离开了沈子双的办公室后，吴凡没有回自己的别墅寝室，而是来到了图书馆。他想要兑换一门精神类武技和一门增益类的身法武技。我手上还有7000多点学分，在保持兑换极品灵石、灵气塔、器械食物的同时，还要兑换武技。尽管还有几千点学分，但吴凡依然有着学分很快就会花完的感觉。不过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能在压缩5倍灵压的情况下，灵压数值依然提升得很快。如果没有这些学分兑换修炼资源，他还一边压缩5倍灵压一边修炼，只怕10年内都升不到 C 阶。先看看精神类武技吧。吴凡来到图书馆的公共检索电脑面前，开始浏览起来。果然他一点开，一幅熟悉的画面就跃入眼前。小便力推3D 诡异入梦术 A 级武技，本武技收录了全世界1000部究极恐怖的电影，此武技能让修炼者在睡梦中亲自体验真实的诡异场景。修炼者经历的恐怖电影越多，意志力就会变得越坚韧，对其他精神类武技的抗性就越高。武技评价：我都已经是见过鬼的人了，不怕精神类武技很合理吧？副作用：修炼者有概率会患上精神类疾病。要8000点学分啊！吴凡感觉有些遗憾，此时他手上只有7852点学分了。3D 诡异入梦术在电脑上的显示价格是8000点学分。A 级武技分为初 A、中 A 和高 A， 价格分别是8000、15000和3万点学分。高端武技十分珍贵，根据统计，目前有 45% 左右的 A 阶武者都没有掌握一门 A 级武技，所以 A 级武技就是区别顶级战力的分水岭。如果遇到擅长使用精神类武技的敌人，绝对会非常棘手。吴凡一番思量，决定下血本修炼一门 B 级的精神类武技。他从电脑检索界面选中了 B 级的精神类功法，然后点击筛选，上万的页面一下子就变为了27页。和 D 级、C 级不同，武技和功法的数量在 B 级断了层。吴凡每个武技扫过去，发现都挺厉害的。紫极墨瞳、飞唐篇、简介 B 级精神类武技，这是来自古华武道宗门的瞳术。修炼此瞳术，不仅动态视力将会增强，同时也能看到别人的灵压粒子，有助于分辨强大和弱小的敌人。售价2500点学分，感觉还行的样子。吴凡摸了摸下巴，这门武技还算比较符合他目前的要求。九阴真经、移魂篇、简介 B 级精神类武技，是藏匿于准地兵倚天剑中的绝世武技。完整篇是一门超 A 级的武技，本篇是残本，记载了其中一门叫做移魂大法的武技。修炼此武技可控人心魄，摄人心智。缺点：如果双方实力差距过大，敌人可能反过来控制己身。售价4500点学分。吴凡能肯定，这个移魂大法绝对是一门很强大的武技，但他本身不是专精精神、幻境之类的武者，到时候很有可能被敌人反向控制，所以他根本不考虑这门武技。遁入幻境灵虚篇简介 B 级精神武技，此武技来自佛门真言万字真言解，在5行相克的体系下，将敌人的意识拉入一片金光幻境中，幻境中你的状态全满，灵气恢复速度增快2倍，敌人灵气速度恢复下降 50%。 售价5000点学分。吴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贵。B 级武技的售价范围在2000点和5000点学分之间，这门遁入幻境的 B 级功法已经是 B 级功法里面最顶级的存在了，就冲简介中介绍的那样，属于此消彼长的打法，用来单挑绝对特别猛。这本也不符合他的修炼需求，所以他只能继续翻看下去，但很可惜，他已经翻了15页了，依然没有发现符合他要求的精神类功法。难道我就只能学习紫极墨瞳了吗？吴凡下意识地点开了第16页的页面，顿时一门武技就出现在他眼前。斩赤红之瞳 B 级精神类武技简介，这是一门流传在古代军武之中的战阵武技。2000年前，诸侯争霸，刀兵四起，无数武者杀得血流成河。修炼此武技可以削弱武者对于残酷战场的恐惧，残肢断手将不再变得可怕，无视任何精神控制、幻境、瞳术，心中唯有一片杀意。缺点：长时间使用将会对眼睛造成损伤，心中暴戾之气增加，可能会变得敌我不分。售价3000点学分。吴凡又翻看了后面几页的武技，然后又倒过来仔细看了看这门叫做斩赤红之瞳的功法。就这门吧，虽然3000点学分是有点贵，虽然缺点也是很多，但吴凡看中了其中的一条，无视任何精神类控制等，在功能性方面算是拉满了。如果之前就学习了这门功法，那当初和灵狐天意的战斗我就不会被眩晕那2-3秒的时间了。别看2-3秒并不久，
但对于武者之间的战斗来说，很有可能就是胜负手了。精神类武技已经选好了，剩下还有一门综合性的身法类武技。吴凡现在不缺攻击力，破军星环加持下的惊天一击也不缺破防的能力，天煞星环的量子重构也不缺恢复能力，天罡星环的不灭金身也让他不缺防御力。全国大赛是千人大战，一定需要快速的转移阵地能力，身法类武技只能学 B 级的了。吴凡咬了咬牙，决定身法类也要学好的。相比于 B 级精神类，B 级身法类的武技就多了起来，足足有1157页，真是古今中外7大洲4大洋的武技都有啊！吴凡无奈地感叹道。不过他其实也知道，恐怕只有像华夏武大、帝都武大这种顶级武大，才能有这么多的武功典籍供他挑选和学习。要是换一所排在100名之外的武大，能学习的武技恐怕都不足华夏武大的70%。深吸了一口气，吴凡安定心神，准备好好挑选身法类武技。一苇渡江简介 ：B 级身法类武技源自佛门达摩禅修法，修炼此法后，身姿将会变得轻盈，凭借一根芦苇便能渡过妖兽横行的大江。千年之前的三国时期，东吴大都督吕蒙便使用这门武技白衣渡江，售价2700点学分。差点意思，虽然这门武技已经很强了，但吴凡觉得不太适合大场面的战斗。不过在出场的时候用来装逼绝对很合适。吴凡已经想到那个画面了，在全国大赛上，当着全国所有武大青年少女的面，自己身穿一身白衣，意气风发，浩然风飒飒的穿着一袭仙气飘飘的白衣出现。卧槽，直接人前显圣啊，有木有？幻想一下就行了，继续看吧。吴凡收得很快，直接无缝衔接到下一门武技的筛选中。罗切斯特蝴蝶步简介 ：B 级身法类武技，源自美帝军五路战队的一种高阶战斗步法。这种步法经过美帝科学家的改良，与人类的骨骼契合度高达 98.17%， 能完美的力量、速度、肌肉强度融合，达到零压最效率传递。售价3200点学分。不愧是美帝，连修炼的武技都是这么的数据化和现代化。虽然这门武技的简介看起来没有那么玄乎，但吴凡知道这肯定是一门非常实用且威力强大的武技。可惜只适合单兵或者小范围作战。吴凡是真的有点想学这门武技，但学分又不够，于是只能将它放入收藏夹里吃灰了。2个小时后，吴凡终于在一堆身法类武技中挑选出了一本比较满意的。咫尺天涯简介 ：B 级身法。所谓咫尺，便是在方寸之间便可瞬步天涯，人尽敌国。本武技总共有3重境界：残风、破影、一瞬天涯。修炼到最高境界，便可比拟高 A 武者的瞬移。售价4500点学分。这门叫做咫尺天涯的武技，在速度上已经是极限了，再快的话就要受到相对论的影响了。而且这门武技的第3重境界一瞬天涯，是在物理层面上堪比 A 阶武者的瞬移。A 阶武者是通过撕裂空间来达到瞬移的效果，而一瞬天涯则是物理层面上的移动。由此可见这门武技有多恐怖。斩赤红之瞳的3000点学分，加上咫尺天涯的4500点学分，总共要花费7500点啊！光是2门武技就把他给掏空了。不过吴凡相信，只要将这2门武技修炼好，他的短板将会被补齐不少。随后，在图书馆工作人员震惊的目光中，吴凡拿出手机扫了码，直接将2门顶级 B 级武技抱回了家。开始！一回到别墅，吴凡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加密的保险箱，然后开始修行起来。3天后的下午，3期训练馆的楼顶，身穿轻薄紧身做战衣的许风霜，踩着金属细跟高跟鞋从天台的楼梯走了上来。别看他这副模样十分劲爆妖娆，可一旦被他踢上一脚，绝对会被斩成2段。吴凡，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我呢？许风霜好奇地问道。他正在收拾明天要去特训的行李，结果吴凡忽然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和他切磋练习一下。考虑到吴凡的实力，许风霜特地穿了一身特制的 D 级特制作战服。这种衣服虽然十分凸显身材，但正因为贴身，对于敏捷型的武者来说，可以更加灵活的战斗。因为在我们之中，你的身法是最好的。听到许风霜的话，背对着他的吴凡缓缓转过身来。你的眼睛怎么了？在吴凡转过来的瞬间，饶是一向处变不惊的许风霜也被吓了一跳。此时吴凡的双眼变得如同恶鬼一般的赤红，密密麻麻的血丝从眼眶四周向角膜、虹膜蔓延过去，本来应该是黑色的瞳孔已经变为一片纯粹的暗红色。没事，最近没有睡好而已，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吴凡笑着说道。不过他不笑还好，这一笑直接让人有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许风霜忽然感觉有些凉飕飕的，脊背发凉。这次切磋不使用灵气，纯粹的比拼身法和徒手格斗就行。吴凡提议道，毕竟是自家人切磋，而且明天就要和大部队出发去特训地点，受伤总归不太方便，不使用灵气，只使用身法，你确定？随着吴凡这段时间实力的展现，本来许风霜觉得他应该不是吴凡的对手，可是如果只是比身法的话和近身格斗的话，那你就准备挨打吧。许风霜忽然站直了身体，身上的灵压自他背后爆开，犹如形成了一道蓝色的光翼。只是一眨眼，许风霜的身体便消失在了原地，随后瞬间出现在吴凡的身后。他凑在吴凡的耳边轻声呢喃道，你往哪里看呢？下一秒，吴凡的身体便飞了起来。轰！许风霜右拳狠狠捶在了吴凡的腹部，恐怖速度带动强大的力量，将吴凡的护体灵压直接压迫到了皮肤的位置。随后许风霜拳指张开，5根手指指节爆响，吴凡的护盾、衣服连同皮肤被他用力抓住。唰！吴凡只感觉脚下一轻，整个身体居然凌空飞了起来。许风霜用全身的力量贴在吴凡的面前，将他整个人往天台上的护栏撞去。砰！用特制铁合金制作的护栏被撞出了一个大缺口。随后许风霜带着吴凡从训练馆的顶层飞速跃下。呵呀！两人的身体在半空中高速移动，而许风霜竟然一点也不放过这个时间，手中拳掌交加，不停地击打吴凡的脸、胸和腹部。两者的灵压在半空中不停对抗，
恐怖的能量和拳头抨击声引起了巨大的波动，但由于这里是37训练馆，属于华夏武大的郊区，平时很少有人在这边，而训练馆后面则是还未建好的37实训大楼，目前还是一片种植着大树的郊区。就在吴凡被许风霜带动，后背要狠狠撞在地面的时候，一直被动挨打的他忽然抓住了许风霜的拳头。什么？许风霜一阵错愕，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人的身位就发生了转变。不认真一点，挨打的就会是你。吴凡一只捏住许风霜的拳头，另外一只手用力捏住，随后一记带着螺旋波纹的重拳便打在了许风霜的肚子上。哇！尽管有灵压护体，但吴凡这一拳是大力沉，光是恐怖的冲击力便让许风霜险些承受不了。他嘴巴大张，舌头一颤，竟然有一丝丝胃液从嘴角滑出。鬼眼！他强忍住胃里翻腾的感觉，身上灵压继续攀升，速度再次加快，竟然在半空中出现了残影。许风霜借着吴凡的手，身体倒挂盘旋，头朝下脚朝上，忽然一只锐利的高跟鞋从诡异的角度刺向了吴凡的下巴。唰！不知道这双金属高跟鞋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在许风霜强大灵压的包裹下，竟然直接踢碎了他的护体灵压，鞋跟像锐利的短刺狠狠戳在了吴凡的下巴上。枪！只听一声清脆的响声，不灭金身直接折断了高跟鞋那细细的金属高跟。可就在这时，唰！吴凡的脸居然被划破了一道近3厘米的伤口。光速2连击！许风霜的攻击频率非常快，节奏特别窒息，能在吴凡下一次不灭金身生效前打出上百次攻击。这一次是我胜了。就在许风霜心里刚升起这股念头时，眼前的吴凡忽然消失不见了。呼！许风霜只听到耳边传来一道破风声，他的右手就被一只大手扣到了背后，左手也被吴凡铁钳一样的手从后背死死抓住手腕。什么？两人已经在高速状态下交手，但他没想到吴凡的身法竟然能快到这种程度。放开！这种程度的擒拿当然不可能制服他，只见他一个卷腹，肚子和大腿紧贴在一起，双脚从正面越过头顶，金属高跟鞋尖锐的鞋尖像短刺一样直戳吴凡的眼睛。处于被动状态下的许风霜已经顾不上避开要害了，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吴凡肯定会从身后伸出双腿，将他的下半身锁死，形成十字固。而十字固一旦形成，在不能召唤灵气的前提下，到时候就只能任由他摆布了。许风霜纤细的腰肢爆发出超强的核心力量，大腿带动小腿，脚背像铁鞭般猛地一抽，唰！只听一道破空声响起，吴凡急忙侧头，与金属高跟鞋的鞋尖距离仅有不到3毫米，这身体的柔韧性真的恐怖。吴凡刚才是下意识的躲避，可仅仅是这样也才堪堪躲过，但腿边疾驰而过形成的罡风却像利刃一般将他的头发斩掉一角。呼！周围的乱流将几厘米的短发吹散了在空中，最后一击落空的许风霜被吴凡将双手分开拉到身后，随后对着他的后背就是一记迅猛的膝顶。啊！许风霜被这一顶，喉咙里发出一道抑制不住的呻吟。可恶！虽然是因为胸腔被挤压导致肺部不得不排出气体而引发的，但许风霜依然是暴怒了。羽刃，4把银色的金属羽刃在许风霜的背部浮现，银色羽刃仅仅只是出现的瞬间便解体化作千百道花瓣大小的碎刃，随后像落叶飞花一般将吴凡包围。而以上的这一切都发生在许风霜和吴凡从训练馆降落的那几秒之内。而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凭借各自的身法大战了近80回合。被银色羽刃包围的吴凡依然死死扣住许风霜的双手，两人就这样以超快的速度狠狠地撞在了地面上。轰！大地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颤抖，周围几棵10多米高的大树被拦腰折断，大量的尘土扬起近20米高，地面更是被砸出了一道深5米的大坑。呸！吴凡吐掉啃进嘴里的黄土，还没等他再行动，一双修长的美腿直接踹在了他的胸口。当！可惜这一踹依然没有效果，他再次被不灭金身给挡了下来，拥有完美弧线的脚背停留在吴凡的面前，难以前进哪怕1毫米。战斗结束，点到为止。既然许风霜已经召唤出了灵气，那这场切磋就宣告结束了。他缓缓站起身，同时也将许风霜也拉了起来。怎么样，没受伤吧？吴凡对于这次的切磋还算满意，虽然只修炼了3天的咫尺天涯，甚至连第1层的残风境界都没掌握好，但凭借强大的身体素质，已经能和以身法见长的许风霜打得不相上下了。当然，如果许风霜召唤出羽刃，他的身法和速度将会有质的提升。同时，他也会利用羽刃能浮空的优势，在交战中与对手进行拉扯，在不使用地阶武者的特性刀气、剑气的情况下，就算是实力比他强的武者，也只会被他单方面吊打。我没事。相比于吴凡脸上的伤口，许风霜只是狼狈了一点，毕竟只是切磋，吴凡也没下狠手。看来你又变强了。经此一战，他的心态再次发生了变化。刚进入暑期特训的时候，吴凡的实力甚至还不如他，而现在他感觉吴凡已经大有将他甩在身后的意思了。那么多学分喂下去，就算是头猪也能飞起来。吴凡笑道。不要听论坛里那些人的抱怨，我见过一些武者世家大族的嫡传后代，他们获得的资源比你高多了，但他们要么灵压虚浮，要么毫无战意，论战斗力跟你比起来差远了。许风霜性格是傲气了一点，但对于真正有本事的人，他是非常认可的。听到吴凡的话，他以为对方是被那些吃资源的评论给影响到了，所以才出声肯定道：啊，我被影响了？没有啊。吴凡有些意外，他睁着赤红充满血丝的双眼，一本正经道：你不觉得我刚才的话很幽默吗？猪可以飞起来啊。吴凡一边说还一边做动作。许风霜耳边不停传来吴凡飞呀飞呀的声音，他一点也不想笑，反而感觉很冷。只是咔嚓，在吴凡和许风霜两人战后交流的时候，在特别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道照相机的声音。第二天一早，吴凡就来到了操场集合点，他们要在这里搭乘包车去帝都动车西站，然后前往哈省的省会滨城。
因为吴凡他们堵了帝都武大的门，间接的给滨城武大出了一口恶气，所以这次1500人的集体特训场地由滨城武大提供。虽然1500人加起来的费用是一个特别庞大的数字，但其中的花费对于一个全国排名第10的武大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啊，凡哥，你的眼睛怎么了？没睡好吗？刚一见面，林小璐就对吴凡使用了嘘寒问暖的技能，企图刷高好感度。手机看多了，吴凡笑着随意说道。随后，张之白、关元、毕阳、方天训等人也陆续到来。10多分钟后，参加特训的1500人就到齐了。无论什么时候和一大群同学集体出校门都是一件特别新鲜的事，更别提这还是全国大赛的特训了。一些刚入选1000人名单的新生强者脸上带着强烈的激动与兴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下了大巴，众人登上了在此等候的2列华夏武大专门包车送他们去滨城的高铁。哈哈，快看快看，外面下雪了！文人优越兴奋地看着窗外慢慢出现的雪景，欢呼雀跃的像个第一次看见大海的沙漠人。动车的座位是4人一组，此时文人优越和许风霜坐在一起，吴凡和常征明坐在一起。优越是南云省人是吧？那确实距离哈省挺远的。常征明扶了扶自己的装饰，用黑框眼镜说道，把哈省的黑河市和南云省的腾冲市连起来，直接就横跨整个华夏的版图了。在地理上，这条黑河腾冲线是东西人口密度的分界线。就在众人很愉快的聊天时，一旁的许风霜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风霜，你怎么了？感觉你好像有些不高兴的样子。见到他这副模样，文人优越也收起了看雪的心思，凑到许风霜身边关心地问道，像是在想什么东西却被惊醒一般。许风霜连忙解释道，没什么事。有问题，绝对有问题，看来必须要好好的拷问一番。这一刻，文人优越的眼神忽然像日和漫画里的兔美酱一样犀利了起来。从帝都到滨城，搭乘普通的动车需要12个小时，但吴凡他们乘坐的是没有降过速的动车，仅仅只用了8个小时就到达了滨城。欢迎华夏武大的师生来我们滨城学习训练。一名身高1.95、体态足有240斤的大胖子高声说道，在他的身后还站着近100名学生和老师。此人叫做杨轩，是滨城武大的副校长。杨轩是东山省人，因为东山人特别重视编制和体制内工作的原因，杨轩当年加入了全国巡考队，在川省、粤省、豫西省都参加过不限于斩妖队、裁决所、政府等国家性招聘考试，最后来到华夏地图的北方，终于才考上了滨城武大的编制。杨轩校长，咱们又见面了。木兰锦微笑地说道。作为一名超 A 级武者，他直接无视了北国的冰寒，依然穿着一身极有韵味的黑丝金边旗袍。因为同属教育体系，杨轩和木兰锦也是互相认识的。木兰锦作为华夏武大的副校长，他全权负责本次的1500人特训。训练地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安排同学们上车吧。在滨城武大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吴凡等人坐上了去北国雪乡的大巴车。不愧是北方的 S 级大城，真是繁华呀。在经过滨城的著名景点中央大街时，只见积雪一片的城市被温馨的橘色灯光点缀得无比温馨，有种西方万圣节和东方元宵节融合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下，就连树叶飘零的枯枝在挂满了洁白的细雪后也变得生动起来，有种万家灯火的感觉。看来北地这边的治安和妖兽治理的还不错。因为滨城比帝都的经度还要早，再加上现在已经是10月底，早已过了9月23日的秋分，夜晚的时间要比白昼更长，所以即使现在才下午5点15分，天色已经是一片漆黑了，家家户户都开着柔和的灯光。这么冷的下雪天，这些女生好像不是武者吧？为什么她们敢穿着裙子上街？边境孤狼方天训疑惑地问道。mwxbj.org， 哼，女孩子是不怕冷的。文人优越哼着可爱的鼻音说道。她们可不是光着腿，有一种叫做光腿神器的裤袜，你了解一下？吴凡在一旁拆台道。嘿，还真是。方天训仔细地盯了好一会儿，发现那些女孩在走路的时候，膝盖内侧会有细细的褶皱出现。不愧是凡哥，连这个你也知道。方天训对吴凡释放了拍马屁技能，但技能收效甚微，吴凡只是笑了笑。大巴车在城里逛了一圈后，就驶离了城区，来到了距离市中心45分钟车程的北国雪乡度假村。特训的这段时间，华夏武大的师生朋友们就住在度假村了，特训基地就在雪山里面。杨轩笑着给木兰锦和一些华夏武大的资深教授说道：“北国雪乡，这可是滨城最著名的度假景点，没想到随队出来特训还能住度假村啊！”几名年龄有些大的老教授顿时喜上眉梢。咱们滨城武大的特训生也住在这里，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特训。众人恍然大悟，难怪他们这么热情的招待，原来这才是滨城武大的目的。滨城武大的副校长杨轩在听说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因为堵门大战取消交流赛改为集体特训之时，就嗅到了一丝让自家参赛学生和华夏武大学生一起特训的味道。可以的，有滨城武大的同学一起学习和训练，对我们华夏武大的同学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咱们一起进步。木兰锦点头说道，对方好歹也是全国排名第10的武大，实力真的不弱，比起长安武大、鹿岛武大、黄龙府武大都还要强上不少。虽然这里是被叫做北国雪乡，名义上是度假村，但建筑都是3层的木质别墅，装修特别的豪华，中央空调、壁炉、电路等现代化设施十分齐全。哇，好漂亮的雪景！张恒拉开3楼的窗帘，外面是一片银装素裹的霓虹夜色雪景。因为方便管理的关系，吴凡的乾隆班小队分到了同一间独家别墅。吴凡放下行李后，就召集小队成员在壁炉大厅前谈话。虽然这次特训的住宿环境、娱乐条件很好，但我们要明确的知道，我们是来学习全国大赛的规则，并且提升自己实力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心浮气躁或者放松懈怠。吴凡在来的路上可不是望着窗外在发呆，而是时刻都在练习着展翅瞳这门精神类武技，同时还在体内默默的压缩5倍灵压。知道了，凡哥。官员很有活力的说道，
随后众人便各自回了寝室，该修炼的修炼，该休息的休息。吴凡他们所在的别墅很快就安静了下来，而乾隆班女生别墅这边就热闹了。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吴凡的乾隆班小队没有女生，所以他们也就不存在划分男女宿舍的问题。许风霜、文人优越、常征明、罗显和这4个小队则是合并了起来，女生住一间别墅，男生因为人数较多，所以住了2间别墅。你想要干什么？文人优越的缎带忽然朝许风霜袭来，此时的他刚洗完热水澡，上半身围着一张浴巾，身上什么战斗装备都没有，加上心里有事又毫无防备，直接就被同等级的文人优越偷袭得手。唰！缎带从许风霜2条胳膊的腋下穿过，在手臂的大臂缠绕3圈，小臂缠绕2圈，随后左右手的缎带在许风霜的身后交叉并拢，穿过脖子后的用力往下一拉，许风霜双手被高高吊起，胸口因为缎带的拉扯直接高高挺起，几个呼吸间就被文人优越五花大绑了起来，双腿也被并拢，缠绕2道后从中间拉紧，在大腿、膝盖上下两侧、脚踝处捆了4道，快点把他按住！很快，文人优越小队的副队长莫清武就和几名女同学冲了上来，按住了许风霜的胳膊，控制了起来。放开我，不然我要生气了！许风霜被文人优越的灵气缎带绑住，竟一时挣脱不开。就在他想要召唤灵气的时候，武技花剑！文人优越忽然对着许风霜释放了一道控制类武技，随后许风霜惊讶地发现，他体内的灵压连同灵气竟然被一同封印了起来。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没有了灵气，灵压也暂时被封印，许风霜只能无力地扭动身体，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你一路上都心不在焉，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们，只要你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你放了。文人优越的表情像个小坏蛋，他用手指抬起许风霜的下巴，嘴里发出桀桀的经典反派笑声。而本来还有些愠怒的许风霜，在听到文人优越的话后，居然紧闭着嘴巴沉默了下来。看来不用点手段，你是不会招了。言罢，文人优越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根妖兽特制的软羽毛，他将柔软的羽毛放在许风霜的小脚上，轻轻一挠。哈哈哈！许风霜整个身体忽然像触电了一般，瞬间紧绷了起来，嘴里发出抑制不住的娇笑。你招不招？文人优越拿着软羽毛，不停地在许风霜2只小脚上挠来挠去。尽管许风霜被挠得浑身疯狂颤抖，让莫清武和几名女同学都快要按不住了，但是许风霜除了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以外，对于其他的事，那是一言不发。那坚定的眼神，就像是在说，哪怕你把所有拷问的手段都用上，我也不会说的。威胁线，文人优越的手段实在太过强大，许风霜终究还是将事情说了出来。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用了加密地址，根本查不出来。许风霜一边揉着胳膊，一边打开了手机邮件 app。提前说好，这封威胁信里的图片都是修改和 P 过的，而且故事也是假的，你们不要当真了。随着他的话音刚落，几女的面前就出现了许多张一男一女姿势很暧昧、动作很劲爆的图片。呀！几女顿时心跳加速，羞红了脸，一边用手捂着眼睛，一边露出一丝缝隙偷偷的看。相片上的女生正是许风霜，而男生则是吴凡。文人优越几乎是下意识叫出来的，甚至都破音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和吴凡同学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了？文人优越眼神再次变得如同兔美江那般犀利。你别激动，我都说了这些图片是假的，你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看到对方的模样，许风霜也急了，他是受害者好不好？昨天下午吴凡叫我出来切磋一下，我们就在3期的训练馆打了一场，结果就被人偷拍了，然后偷拍者就用这些图片和网图进行 AI 换脸，将战斗的图片和换脸图片整合在一起，导致如果不认真对比的话，根本区分不出来的程度。许风霜咬着牙齿说道，此刻他已经出离的愤怒了。听到他的话，文人优越和莫清武几女也都冷静了下来，他们继续看威胁信的后半段。震惊！华夏武大参赛选手许风霜私生活混乱，猛料爆出，华夏武大许风霜不为人知的一面。黑历史！冷面女神许风霜背地里居然是这副模样。上个月的苏杭舞者亚洲运动会，就有运动员被举报打德州扑克涉嫌赌博而被踢出国家队。许风霜同学，你也不想网上铺天盖地出现以上的那些新闻吧？所以我们希望你在全国大赛的比赛期间，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不然，嘿嘿，后果自负。可恶，究竟是什么人敢做这样无耻的事？文人优越几人在看完这封威胁信后也怒了，拿女孩子的名誉来威胁人，简直是丧心病狂。更何况这些图片和故事都是假的。文人优越捏着小拳头在空中挥舞着，随后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马上补充道：就算是真的也不行。这件事不简单，对方很有可能是一个想要操控全国大赛胜负的菠菜财阀组织，也有可能是别的武大想要战胜我们使用的盘外招。许风霜觉得对方的来头绝对不小。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告诉沈学姐还有木兰锦校长吗？莫清武抱着自己的命骨鬼渊柔柔弱弱地说道。不行，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到时候敌人撕破脸皮真把威胁信里面的东西发到网上去，那不就糟了？现在的网络舆论环境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吃瓜网友会关心图片是不是真的吗？不会的，他们只会跟风和网暴，真相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他们只会用内心阴暗的一面打出丑陋的文字来发泄在现实里积累的压力和不满。文人优越摇了摇头，暂时否决了莫清武的这个提议。我在来滨城的动车上就在想，既然对方想控制比赛，那么光威胁我一个人显然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控制更多的参赛主力才行。那如果我们主动给他们提供抓住把柄的机会，我认为他们一定会再次行动。许风霜在一旁说道，他愤怒归愤怒，可却一点都没有害怕，对方要发就发，不过是一些网络评论而已，根本不会对他的心境产生任何的影响。他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把始作俑者给揪出来。哦，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有人好奇地问道。许风霜忽然盯着文人优越，
眼中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目光。他嘴角微微向上一翘，做出了一个歪嘴龙王的表情，说道：“咱们就这样。”哎，听到许风霜的计划，众女集体发出了震惊的声音。第二天，正式的特训就开始了。一大早，华夏武大和滨城武大的学生就排成长列，绕着北国雪乡旁的雪山开始做晨跑练习。对于武者们来说，不管到了什么等级，体内灵气有多么充沛，都不能落下对身体的锤炼。而且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有了充足的精气神，才能完成一整天的训练。呼呼，吴凡很有节奏地呼吸着，冷空气顺着他的鼻腔钻入了肺里，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寒意。在雪地里不用灵压跑步，果然要比平时困难许多。此时的他们已经绕着雪山跑了30多公里，一些身体素质差的同学已经开始使用灵压了。不行，还不够。尽管有些人已经开始承受不住，但吴凡却感觉压力还不够，于是他体内灵压流转，将他们汇聚在脚下，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平面，准备学着秦少商和叶禅星那般将灵压身法融入生活习惯之中。有了灵压加持，吴凡顿感身体一轻，微微一踩，竟然就掠过了近5米的距离。不过，虽然这样的修炼方式效果拔群，但对于体内灵力的消耗可一点也不小。现在的每一秒，吴凡体内的灵力都会持续的消耗，短距离来说还能坚持，但长跑下来的消耗量就特别的巨大了。在又跑了50公里以后，饶是近5倍灵压的吴凡也渐渐感觉到吃力起来。呼呼，尽管很累，但吴凡并没有停下来休息，因为他知道，当身体处于极限状态时，每多坚持1秒，那都是新的突破。在吴凡的坚持下，他终于是跑完了晨跑的100公里。此时的他浑身气血蒸腾，在周围冷空气的影响下，身上出现了大量的白雾，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他已经修炼到3花聚顶、武器朝元的境界了。晨练过后，学生们就分为小班开始学习全国大赛的规则，熟悉具体比赛的形式和流程。而吴凡作为乾隆班的成员，当然是和文人优越、常征明等人一起学习。本次全国大赛的比赛形式很有实用性，模仿的是在受潮的进攻下，我们应该怎么守城。沈子双将笔记本电脑链接到多媒体大屏幕上，众人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张大图。这张大图上有很多东西，但其中最显眼的便是2座标记为金色和蓝色的城市，2座城市分别在大图的左右两侧。mwxbj.org， 沈子双指着地图上3条路说道：“每场比赛由2所武大对战，由抽签决定是红色方还是蓝色方。每过一段时间，官方将会在这上、中、下3条路上投放一群一阶的妖兽进行攻城。你们的基础任务就是斩杀这些攻城的妖兽，然后将他们爆出来的灵核收集起来。”沈子双又指了指金色方的上路和蓝色方的下路。在我指的这个地方，金色和蓝色两方各有一个小型城防，里面放置了小型灵气恢复装置，受伤或者消耗巨大的同学可以暂时在这里休养生息。哇，今年全国大赛的改动真的好大，以前只是简单的派5个人上去1v1，现在复杂了好多。林小璐感叹道。不过我觉得这种改动挺好的，要是还是以前那种比赛模式，我连替补都当不了。其实他说的没错，如果是以前，那参赛的主力一定是吴凡、罗显和这几个队长，而替补则是徐十一、左山行那几个副队长。林小璐在吴凡小队只能排第6甚至第7，毕阳、罗侯就不提了，就是关元和王爷这2尊大佛他都越不过去，更别提还有张之白那种神仙了。以前的全国大赛注重形式，就是双方的年轻优秀武者打一场就完事了，官方在实际考察后认为那样的比赛没有意义，所以才改革的。作为导师兼班主任，沈子双其实也觉得这项改革很好，因为这种妖兽守城战就很符合现在武大毕业的武者以后将要面对的实际情况。你们再看这里，沈子双依然指着有小型城防的那条路说道，在小型城防后面有一个巨大的灵石仓库，这里面装着数值总和有近5000万灵力左右的灵石。在其他2条路都有 C 级灵能炮塔哨站，这些哨站和大后方的城市连为一个整体，想要进攻城市，必须最外面的炮塔哨站被摧毁才行。沈子双接着说道，对于这些灵能炮塔，你们要特别的小心，就算是咱们学校的精英一阶武者，也挨不过5下，有些护体灵压弱的武者，甚至3下都扛不了。这么猛！众人听到后不由得暗自吃惊。咱们人类之所以在妖兽横行的世界依然能存活得这么好，除了浴血奋战的武者以外，灵能武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就包括最核心的城市保护罩。常征明在一旁补充道，作为指挥系的武者，他对于灵能武器的研究比战斗学院的要清楚许多。学姐说的 C 级灵能炮塔只是在城市之外，而城门口的灵能炮是 B 级的，其威力输出有20万的灵压，就算是吴凡同学估计也扛不了3下。死！这段时间大家也都对吴凡的护体灵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而那个 B 级灵能炮就连吴凡都扛不了3下，有了这个对比，众人就知道那个东西有多恐怖了。而接下来常征明的话让大家更是错愕，保护城市的 B 级灵能炮在比赛的时候有2座。常征明扶了扶眼镜，语气平静地说道，在光线折射下，众人只看见2片白色的镜面。那这还怎么打？冲上去不是送死吗？一向不说话的罗侯出声问道。本次比赛，官方会给大家发放一个特制的空间手环，这种手环由全国300多个武大的超 A 级校长联合制作，它会随时检测你们的生命体征，如果你们在比赛中被打到濒死状态，手环就会将你们直接传送到医院里。沈子双解释道。这个吴凡觉得能吐槽的点有好多，以至于他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口了。不过你们也不要太担心扛塔的问题，还记得我让你们收集那些定时投放的一阶妖兽灵核吗？这些灵核可以兑换成积分来换取一些策略令牌。沈子双按下了鼠标按钮，屏幕上出现了另外一张图片。C 阶妖兽召唤令，城市保护罩修复令，移动 B 级灵能炮，100万灵力的灵石。C 阶妖兽召唤令，顾名思义哈，就是召唤一只 C 阶的魔血凶兽参与攻城，而城市保护罩修复令则是一次可以修复10%已经损毁的保护罩。
这个保护罩是特别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本次比赛的终极目标。参与对战的2所武大，哪所学校率先打破对面防守城市的保护罩，那哪所武大就胜利。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胜负规定，沈子双语气凝重地说道：“因为在现实里，一旦城市保护罩被破，那就意味着城里的人将会被妖兽肆意的屠杀，能侥幸活下来的人连1%都不到。真是贴近现实的一次全国大赛。”众人再次感受到了这次改革的意义。稍微停顿了一下后，沈子双继续说道：“在对战的2座城市之间，还有一些地阶的妖兽巢穴，官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送一批异阶和地阶妖兽的进去，斩杀这些地阶妖兽也会获得大量的灵核。当然，如果你们没来得及清理，那么那些妖兽巢穴是不会继续传送妖兽进去的。”沈子双说到这里时，方天训忽然指着大图上2座城市交汇处旁边的2团巨大红点问道：“学姐，这对称分开的2个大红点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这张图坏了出现的像素点吗？”听到方天训的话，沈子双摇了摇头后，指着上面的那2团巨大的红点，语气认真的说道：“那是这2处红点代表着 C 阶巅峰的魔神大妖，在每场比赛中只会刷新一次，总共2只。”沈子双说道：“魔神大妖！”众人听到后瞬间来了精神了。以往每年参加全国大赛的武者都有几名实力达到地阶巅峰的存在，一是考虑到魔神大妖的灵核获取困难，二是增加2所武大之间的对抗，所以在本次大赛中，赛事组专门设定了这处魔神大妖的顶级资源点。一旦成功击杀掉魔神大妖，使用其灵核就可以让自家地阶巅峰级的武者当场进阶，而一名 C 阶武者就足以左右战场的胜负了。咚咚咚，沈子双敲了敲黑板：“你们不要光想着魔神大妖的灵核了 ，C 阶巅峰的魔神大妖有多恐怖，你们知道吗？”沈子双觉得很有必要提醒一下众人，免得到时候没被敌方武大的给打败，就只是讨伐魔神大妖就被打团灭了。对付一头 C 阶巅峰的魔神大妖，至少需要10名主力队员和600名以上的普通队员参加，才有可能斩杀掉。沈子双指着大妖周围的地形说道：“魔神大妖所在的地点是一个弧形地区，你们千万要注意敌方的动向，不然被敌方武大堵在里面，然后被大妖和敌人前后包围打个团灭，那基本就输了。虽然有存在有单兵实力强的武者一条摆，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不说能参加去全国大赛的武者都是武大选拔出来的，但是对方就没有顶级强者了吗？所以千人大战拼的就是团战。在上午的晨练和理论学习之后，下午便进入到了实战环节。厉害！在北国雪乡旁边的雪山山谷之中，冰城武大居然修建了一个完全按照大赛规格要求来的战场。这次模拟战我们抽到了蓝色方，虽然为了安全原因没有妖兽的投放，灵能炮威力也只有正式比赛的1/3，战斗的武器也是木质的，但我依然希望大家能将这次模拟战看作是正赛，好好的打出我们华夏武大的实力。在一处高台上，木兰锦当着台下1500名参赛同学做着赛前演讲。这1500人中有1000名是正赛队员，还有500名是替补队员，毕竟是武者间的战斗，其中还有妖兽的参与，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受伤。华夏武大这边总共有5个团，每个团有2个队，一团的团长是吴凡，副团长是张之白，二团的团长是许风霜，副团长是徐十一，三团的团长是罗显和，副团长是秦少商，四团的团长是文人优越，副团长是莫清武，五团的团长是常征明，副团长是左山行。每个团都拥有200名团员，一般情况下由团长和副团长分别带领2人100人，但具体人数每个团的团长可以自行分配。上路的临时仓库非常重要，而且魔神大妖的地点就在上路和中路之间，所以上路我们派罗显和的3团，文人优越的4团这2个团去兑现。作为全国大赛的总指挥，常征明把吴凡几人拉到一起开始商量布局，而中路可以支援全局，所以由我的5团和吴凡的1团这2个团打中路。在分配完4个团的部署后，常征明指着下路绵长的战线，他圈了5处地点说道：下路虽然没有临时仓库，但有大片的一阶、地阶妖兽刷新点，所以需要很强的机动性和抗压能力，所以下路就由许风霜的2团做牵制和抗压。大家对这个安排有什么提议吗？由于常征明的实力很弱，只是勉强压缩了2倍灵压到达了地阶，甚至还不如吴凡小队里面的方天训，这导致他在几名团长之间没有多大的话语权，所以他必须要征询众人的意见。这么小心谨慎干嘛？要我说，就直接把5个团安排在中路，比赛一开始我们就一路冲杀过去，直接把对面给杀翻。罗显和不耐烦地说道，他觉得在实力面前，布局和策略都是虚的，你但凡动点脑子，都不会被黄元玉打进医院。许风霜好看的眉头一皱，他每次在听到罗显和那无脑的发言后，都会想要本能的对过去。我们的整体实力并不强，更何况在正赛的时候，还有威力加强的灵能炮、定时投放的妖兽和积分兑换的策略卡。如果集合5个团在中路发起死亡冲锋，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被人前后夹击打成团灭，光速输掉比赛。吴凡也在认真的思考，他觉得想要获胜就不能太忙，暂时就按照常征明的这个部署来吧，模拟战就是用来查漏补缺的。听到吴凡同意了常征明的安排，秦少商、张之白、徐十一等人也不再有异议。唰，雪山平台，吴凡、许风霜等人傲立悬崖边上，北国的寒风肆意吹动着他们的头发，而在他们身后还站着近1000名华夏武大的新生强者，他们身姿挺拔，目光坚毅，斗志昂扬，战意凛然。而在山谷的另外一边，同样站立着近1000名冰城武大的参赛学生。不要因为对方是华夏武大的武者，我们就胆怯、害怕，失去了自信。真正的强者永远都要有一颗不畏惧强者的心，而且我相信我们冰城武大的人一点也不比华夏武大的人弱。真正的失败是从自我放弃时开始的。加油！我对你们充满了信心，咱们一定能干翻华夏武大，让他们知道冰城的冰有多么的坚固和彻骨。站在1000人面前演讲的是一名身材魁梧、一脸正派坚毅的国字脸男生，
他叫做燕磊生，是滨城武大的首席。因为在交流战中被黄渊玉斩成了重伤，前不久才从医院里出来。单挑是单挑，团战是团战，血缘环境可是我们的主场，只要将对方的进攻节奏拖住，我们就能赢下这场比赛。滨城武大的同学们在听到燕磊生那激情四射的演讲后，一个个激动地捏紧了拳头，齐声呐喊道：“必胜！必胜！必胜！3、2、1！”比赛开始。伴随着倒计时的结束，裁判长洪亮的声音传遍了整座山谷。嗖嗖嗖！2000名武者身上忽然爆发出强大的灵压，纵身一跃，从高高的平台上跳下。由于武者们灵压迸发，气血滔天，直接震散了漫天的风雪。吴凡在下落的过程中，一脚踩在陡峭的山壁之上，被冰雪冻结的山壁顿时被踩出了一道巨大的深坑。轰！在巨大的力量冲击下，吴凡在100米的高空中拉出了一道笔直的流光，一马当先的朝着中路一塔杀去。而跟在他身后的张之白、关元、王爷等人也陡然提升了自己的速度，紧跟了上去。在奔袭了大约30分钟后，吴凡手提一把木刀越过了2塔，来到了1塔的位置。此时他的面前是一处开阔的十字交叉平地，大雪将地面染成白色，一脚踩下去足有小腿深。这片十字交叉的平地纵深有500多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那么大。而吴凡一眼就看见了对面飞奔来的滨城武大学生，和华夏武大这边一样，滨城武大对面中路也是2个团，400名武者身上散发的灵压集合在一起，有种千军万马的感觉。吴凡前脚刚到，后面的张之白等人也赶了过来，两方人马在各自的塔前相隔500米虚空对峙着。来人可是华夏武大的吴凡。燕磊生手提一把木枪从自家人群中走出，枪尖对着吴凡一指喝道：“敢不敢出来和我决一死战？”他全身灵压爆发，38级地阶武者的气势展露无遗。听到他的话，关元怒喝道：“斩你还需要凡哥出手？我一人便足矣。”就在他即将冲杀上前之时，手臂却被人从后面抓住。他回头一看，居然是吴凡。mwxbj.org， 这都什么时代了，还玩三国的斗将？吴凡将头左右摇摆了一下，脖子发出2道清脆的骨骼脆响，随后便手提长刀对着身后的众人大喊道：“一起上！”说罢，他便第一个朝着滨城武大的人群冲了过去。杀！听到吴凡的话，他身后几百名华夏武大的新生强者纷纷爆发出惊人的速度，朝着滨城武大的阵营冲杀而去。居然敢直接冲塔！哼，真是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中。今天我就要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滨城武大的实力。退！燕磊生身形一个猛退，快速的回到了灵能炮塔的范围内。随后他指挥着自己的队伍站在塔前迎击。嗖！只是眨眼间，吴凡便已冲杀到眼前。见状，一名滨城武大的武者立马上前阻挡，可还没等他举起武器，吴凡便一拳轰在了他的腹部。哦！这人顿时像虾米一样弓起了身子，嘴巴里喷出了粘稠的胃液，但吴凡并没有停手，在一拳轰在了对方肚子上后，直接抬腿一脚猛踹在他的胸口。在脚底和胸口接触的瞬间，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波从横截面处爆开。轰！这名滨城武大的学生被瞬间赋予了超高的加速度，随后像炮弹一样朝着身后飞去，最后像炮弹一样砸在了人群中。防御型武者，挡住他！在燕磊生旁边站着一名身高1.75米的高挑女生，她身姿高挑，冰雪玉肌，一头雪白的长发就像是从动漫里走出来的雪女一般。她叫做江雪，是燕磊团队的副团长。她指挥着一群擅长防御和拥有减伤武技的武者，结成了一道人墙，用来挡住吴凡。而就在这时，灵能炮塔从底部开始往上传递能量，最后一道像红警里面光棱塔那样的激光射线朝吴凡射来。好强的能量，敢顶着灵能炮来冲阵，看你能扛住几下！唰！灵能光束炮的速度堪称光速，吴凡只看到一团亮光，随后身上就重重的挨了一发光束炮。轰！恐怖的光束炮轰在了吴凡的护体灵压上，吴凡的护盾像水面泛起涟漪一样，波动了几下便稳定了下来。无事发生，这一幕直接让滨城武大的众人傻眼了，被寄予厚望的灵能塔居然连人家的护体灵压都破不了。百鸟朝凤！在他们愣神之时，张之白等人也杀到了跟前。他捻动着琴弦，一道10多米长的火凤向着滨城武大那边席卷而去，巨力横扫。轰轰轰！在吴凡的抗塔下，几百名华夏武大的新生纷纷一个大跳，像陨石一般砸进了滨城武大的阵营之中。北地金枪！就在这时，一杆金色的能量长枪从天而降，猛然击向地面后，形成了一道直径10米的圆形枪域。之前在帝都和吴凡、常征明几人在日料店见过面，并且提供了帝都武大资料的黄渊慈，手持一把长枪从斜刺里杀去。他气势如虹，带着巨大的枪域一连冲杀了3次，将近20多名华夏武大的同学被他击破。作为滨城武大2团的团长，他同样有着35级地阶的实力。可就在他即将再次冲杀出去之时，一道手持双斧的巨汉从斜刺里杀到了他的面前。战争嘲讽！左山行大喝一声，护体灵压在10秒内提升9倍。他双斧死死扣住黄渊慈的长枪，用全力抵挡住对方的攻击。而就在左山行控住黄渊慈的那一瞬间，一道暗影自背后出现。幽冥破！罗喉的短刃泛着暗绿色的光芒，黄渊慈的护体灵压在短刃面前就像是空气一般，直接让他扎进了后背。但针对他的进攻可不止如此，远处张衡将长弓拉成满月，穿透剑，剑矢的前方带着肉眼可见的螺旋波纹，仿佛要将面前所有的东西撕碎一般。如果黄渊慈被这一剑射中，可能会当场重伤。面对来自4面8方的攻击，黄渊慈忽然全身一震，一道强大的力量自他体内传出。本命武技，乱世无败！轰！只见他原地炸开一团小型核爆，浑身被淡白色的灵压气体所萦绕，一时间来自4面8方所有的攻击全部被他以强大的力量反震了回去。
北风卷地，漫天飞雪。虽然还未到冬至，但气象中心已经发布了红色暴雪警告，预计这冰城将比往年更早的进入冬季。在吴凡和常征明等人正在中路越塔激战的时候，上路镇守临时仓库的罗显和和文人优越还在待命中。别的路已经开始战斗了，我们却还在这里守塔，对面估计也就只有一个团，要我说就直接压过去平推算了。罗显和站在小型城防的合金高墙上，搓了搓双手，嘴里吐出一大口白雾。小型城防建立在一处隘口，周围有好几座1000米高的大山，山上种植许多寒带针叶林，密集的风雪将整座山都染成了白色。小型城防的作用有点像哨卡、关隘，横断了去城市和临时仓库的道路。如果想要越过这里，就必须要绕很长很长的路。在此期间，如果不小心被巡山的对手看见，那基本上就是有来无回了。吴凡他们在蓝色方，所以临时仓库在上路，而滨城武大在金色方，临时仓库在许风霜所在的下路。一般来说，没有临时仓库的那条路都是劣势路，所以罗显和认为对方大概率只有一个团的战力。不行，常征明没有给消息之前，我们只能在城防里待命。文人优越态度很坚决地说道：“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这种时刻就必须要有纪律性。临时仓库堆积着有5000万灵力的灵石，这些灵石是供给城市保护罩最重要的能源。一旦临时仓库被毁，那城市保护罩就会无法继续维持，在城内备用能源耗尽后就会消失。如果在备用能源用光之前没有击破对面的城市保护罩，那么就会输掉这场比赛。当然，正式比赛的时候还可以用妖兽灵和换取的积分来兑换像100万灵力的灵石这样的策略卡。不过很显然，将积分用在这种填窟窿一样的策略卡上，无疑是很得不偿失的。所以临时仓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可以说，一旦临时仓库被毁，基本上就已经输掉一半了。义武者果然都是一群没有魄力的家伙。你只想到了我们小型城防被破，临时仓库被毁的情况，却没有想过对面只有一个团的战力，而我们只要吞下这个团，就可以一路把塔杀上对面高地，甚至还可以在对面来不及回防的情况下直接拿下比赛。在罗显和看来，战术、策略这些东西本来上就是为了获胜而服务的。既然现在就有这种一条可以快速取胜的途径，那为什么还要墨守成规呢？周围人听到两人的对话后，也渐渐分成了两派。咱们可是华夏武大的学生，在比赛的战场上就要打出气势，这么畏畏缩缩的，别人还以为咱是缩头乌龟呢。打魔都武大、帝都武大那些学校，咱们可以守在城防里，但打个滨城武大还不需要吧？武者不一定是好战的，但却一定是不怕战的。能考入华夏武大的，都是全国顶尖的精英，他们天然对下位的学校有心理上的优势。而且17、8、9岁的少年，正是一生中最挑战的时期，压抑不住内心里好战的热血，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看来你是真的迫不及待的想去送人头了。那你带你自己的3团出去打吧，都是一个团的情况下，既然你对你的实力这么的自信，应该能吃下对面，是吧？文人优越感觉无法劝住罗显和，索性便让他去试一试，反正这只是一场交流赛，能现在让他吃点亏，长点记性，总比在正赛的时候犯错输掉比赛要好许多，是吧？你会后悔没有跟我一起出战的。罗显和大笑一声，走下合金城墙，召集秦少商、何浩等自己乾隆班小队的人马，在点齐3团的200名新生强者后，便浩浩荡荡地朝着滨城武大上路的一塔杀去。后悔？后悔没跟你一起去送死吗？看着消失在漫天风雪里的罗显和，文人优越有种预感，这场比赛将会打得异常艰难。嗖！罗显和全身灵压爆发，一马当先的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周围几十米的风雪大雾被他强大的灵压给震散，在他身后紧紧跟着几百人。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罗显和带出来的人不止200。我是真看不惯文人优越那屌人的性格，懦得要命，非要等什么常征明的指挥？哼，就常征明那点实力，够资格指挥吗？说话的是一名4团的武者，虽然他是文人优越团队里的，但他却是一个非常赞同主动出击的人，所以在罗显和的3团出击的时候，便主动跟了上来。和他拥有一样想法的人还不少，此时有将近100名4团的武者跟在后面，对此文人优越是知道的，但他并没有阻止。浩浩荡荡的300人在雪地里疾行着，身影如梭。前方有个人，何浩手持长棍朝前方望去，发现一名滨城武大的斥候正快速地向后方逃去。哪里跑？罗显和大喝一声，脚下猛地一踩，身体瞬间一跃30米远，手中黄色的灵压浮现，对着前方逃跑的斥候就是一拉。擒龙弓，唰！一道巨大的扇形立场出现，本来还在几十米外奔逃的滨城武大斥候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瞬间拉了回来。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体就已然被罗显和抓住，迎接他的就是一记铁拳。噗！斥候的腹部中了一拳，嘴里瞬间喷出了一大口鲜血，随后开始全身猛地抽搐和颤抖，眼前短暂性失明了几秒。说，你们在上路有几个团？团长实力如何？罗显和提着对方的衣领，居高临下的问道。我们只有一个团在上路，团长是柯寻，实力是压缩了3倍灵压的36级地阶武者。这名斥候声音虚弱的说道。你没骗我？罗显和用威胁的语气喝问道。mwxbj.org， 万一你们队伍里面有精神系武者，我说谎不是就被你们拆穿了吗？说罢，这名滨城武大的斥候武者双手一摊，用很无奈的语气说道。拜托，一场交流赛而已，我没理由想要挨一顿毒打，你说是吧？亮你也不敢骗我。罗显和再次一拳轰在了这名斥候武者的腹部，直接将对方打晕了过去。走，速度杀过去。在知道了对方真的只有一个团在手上路后，罗显和1秒钟也不想浪费，10分钟不到就杀到了滨城武大的一塔。遥遥望去，里面果然只有近200人的样子。上！他大手一挥，护体灵压提升到极限，率先朝着灵能炮塔冲了过去。唰！一束灵能炮轰在了他的护体灵压上，仅仅只是让他身体停顿了半秒，简直就是不痛不痒。罗显和捏紧右拳，四周灵压粒子像光线一样在他手中凝聚。武界开山拳，
他怒吼一声，声若雷霆，势若猛虎，一道10多米的拳竟猛地朝防御塔砸去。轰！只听一阵轰鸣，近30米高的灵能塔居然被硬生生打歪了一丝，上面像镜子一样反射能量的晶体也碎了几片。周围冰城武大的学生也被这强横无匹的力量给集体逼退了好几步。好强！这是他们心中最直观的想法。柯寻，你们的团长呢？给我出来！罗显和对着人群大声喊道。看他这个样子，灵能塔的攻击他还能抗个180下。唰！他话音刚落，就有一道身影从鞋子里杀出。此人穿着一身蓝白色的作战服，身负一把近2米长的木刀，有点像唐刀的加长版。你柯寻爸爸在这里！只见柯寻手中巨刀一把，自背后拉出了一道明亮的刀光。五戒满月斩！巨刀的速度极快，就像是电风扇旋转的残影一样，在半空中留下了如同满月一般的刀气。由于他出手很快，罗显和根本无法避开，但是他根本没想过要躲。五戒怒威不动。只见罗显和双脚分开，死死踩在雪地中，双手捏拳分立在胸前两侧，浑身灵压大放。霎时间，透明的护体灵压竟然变为了半透明的暗金色。当柯寻的巨刃斩在了罗显和的护体灵压上时，顿时发出了一阵剧烈的轰鸣，犹如铁棒撞大钟一般，以两人为中心爆开了一股强大的声波冲击。我的耳朵！离两人最近的武者，不论是华夏武大还是冰城武大的，全部脸色痛苦地捂上了耳朵。死！剧烈的震荡从木刀传递到了柯寻的虎口和手掌，顿时一阵剧烈的酥麻感传遍了全身。比在厕所蹲了半个小时后起身的大腿还要麻，巨刀差点就要从他手里飞出。但是比他受影响更大的是罗显和，尽管罗显和在防御武技的保护下没有受任何伤害，但他整个身体却忽然在原地浮空了起来。这是柯寻满月斩的效果，拥有恐怖的硬直能力，能将武者击飞到空中。此时的柯寻眼中金光一闪，他强忍着致命的酥麻感，身体朝前一踏，犹如一道利剑一般笔直杀出。唰！踏雪无痕，柯寻利刃穿过罗显和的身体，随后瞬闪至10米以外。武界凌空斩！唰！只见柯寻像之前那般再次杀回，身影在短短3秒之中穿透了罗显和5次。自从上次被帝都武大的黄元玉击败后，我们几人便进行了地狱般的修炼。人类禁地旁的极寒冰川充满着大妖的大兴安岭，我们在生死边缘游走，终于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柯寻一甩木刀上的鲜血，语气平静地对半蹲在地上的罗显和说道：敢轻视我们，就要做好被清算的准备。轰！一发灵能炮轰在了罗显和的身上，顿时将他击退了半米远。此时他的护体灵压已经被破，浑身都是伤口，鲜血还没流出体外，便被寒风吹成了冰棱子。有趣，真是太有趣了。忽然在柯寻眼里已经快要落败的罗显和，浑身上下再次爆开更强的灵压，连黄元玉都能把你们打成重伤，那我也可以。破！伴随着这声怒吼，罗显和上半身的作战服全部碎掉，用于皮肤上防御的灵压全部收回，变为全攻击姿态。吴凡、许风霜，每个人都在进步，我怎么可能也在原地踏步？恐怖的灵力在他体内疯狂乱窜，这是他在体验过黄元玉体内刀气后想要的战斗方式，在不伤害身体的情况下，让体内的灵压疯狂碰撞，形成恐怖的力量。防御力？那是什么东西？哥只要进攻，疯狂的进攻。嗖！柯寻只是一眨眼，远处的罗显和便不见了。你在看哪里？身后传来了破空声，柯寻没有转身，直接提刀在身后格挡。挡？木刀能挡住？做梦！武界无影拳！罗显和双拳齐出，在空中快速挥击，顿时化作几10道拳影。砰砰砰！犹如暑气下白雨，防烟水帘成线。罗显和密集的拳头疯狂捶在柯寻的背上，木刀、护体灵压、作战服全都承受不住这密集的拳头，被层层击破。轰！柯寻背骨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嘴里喷出一口鲜血，随后整个人像炮弹一样朝前飞去，最后一头扎进了雪地之中。看到罗显和得胜，后面华夏武大的学生爆发出一阵欢呼，随后对着冰城武大剩下的人喝道：你们的团长已经被击败，还想负隅顽抗吗？撤回2塔！柯寻的副团长眼里带着不甘，随后整合剩下的人往2塔撤去，抓紧时间把对面上路1塔拆了，然后就去拔上路2塔。秦少商指挥着众人集体攻击灵能炮塔，因为有能量保护罩的关系，想要攻击2塔就必须把1塔拆毁，而想要攻击城市保护罩就必须某一路的1塔和2塔都拆了。重斩！千钧破！一个个华夏武大的武者挥动着武器轰击着灵能塔的地基和保护罩，而本来还在泛着淡蓝色光彩的保护罩很快就要暗淡下去。而就在众人正集合在一起拆1塔的时候，整个冰城武大的1塔地面忽然传出了剧烈的能量波动。不好，有埋伏！秦少商反应最快，他赶紧拉起旁边离得最近的2名同学往1塔外飞奔。就在下一秒，轰！整个地面直接炸开一道巨型的能量半球，将华夏武大95%的人笼罩在了其中。3分钟后，已经杀到中路2塔的吴凡忽然收到常征明的消息，上路300名华夏武大的武者被团灭了。什么？300多人没了？上路那里不是有小型城防吗？难道对面冰城武大有光武帝刘秀转世，给他们来了一发天降陨石？方天训一脸的难以置信，那可是一个半团的战力啊！罗显和带着人主动出击，在敌方上路1塔中了埋伏。常征明语气冰冷，隐约间带有怒意。冰城武大的柯寻把他们上路2塔的临时反应堆埋到了1塔的下面，最后以自身为诱饵，引诱罗显和率大部队越塔战斗，期间让自家副团长带大部队撤离1塔范围。最后临时反应堆引爆后，冰城武大的副团长率众将我们那300人全歼了。不知道冰城武大中路的实力是不是那么弱？总之，吴凡带着众人在短短10分钟的时间里，已经快要拔掉中路2塔了。但众人在听到常征明的话后，
进攻的速度都放缓了不少。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王爷手持一把蛇矛，浑身上下散发着滚烫的热气。他刚才巨力扫飞了3名扑杀上来的敌人，此刻他明显感觉到对方有反打的趋势，情况不容客观。右侧几名华夏武大的新生被一团巨大的水球击飞，阵型顿时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见状，张之白一个凌波微步闪现到最前方，一套行云流水的弹奏，无数火球、冰锥、锋刃像机关枪一样飞出。轰！10几名正冲杀过来的冰城武大尖兵被张之白强大的火力输出给逼了回去。冰城武大的首席燕磊生应该是知道了上路发生的事，此时他正指挥着后排的武者释放远程武技。落日弓、暗箭伤人、剑轮舞，无数五颜六色的远程武技洒向了华夏武大这边，而华夏武大的人也不客气，也是一大堆远程武技招呼回去。轰轰轰！能量冲击就像是篱笆，直接将白雪覆盖的地面轰得赤野千里。冰城武大的中路2塔燕磊生正在豪情万丈地鼓励冰城武大的众人，对方的上路已经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再加把劲，把他们中路的主力拖住，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之前冰城武大的众人只是被打了鸡血，但华夏武大积危已久，他们其实心里并不认为能打赢这场比赛，即使是交流赛，华夏武大也不是他们能够战胜的。可现在一份真正的胜利即将摆在眼前，他们的眼中绽放出了异样的光彩。团战不是个人战，一旦一个队伍打出了自信，打出了团结，打出了士气，那战斗力会瞬间上升好几个层次。怎么办？现在应该怎么办？此时常征明正双手抱着头，手指紧紧捏着头发，大脑在疯狂的思考此时应该怎么做。围点打援不行，放弃中路支援上路不行。就在他不知觉揪下几根头发时，一只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好好想想，为什么木兰锦校长会选你当总指挥？吴凡的语气平静，有种莫名让人安心的感觉。常征明焦躁的心顿时放松了下来。凡哥，常征明深吸了一口气，从虚空中召唤出了一把红色的眼镜，他飞速将眼镜戴在了脸上，背后浮现出3道璀璨的光环。星环，灵高启明。常征明的视野瞬间拉大，地面快速缩小，很快战斗的雪山山谷变成了一个模型一样。常征明俯瞰着全局，此时在山谷中有无数泛着光芒的小点正在移动，蓝色代表华夏武大的武者，红点代表着冰城武大的武者。实力强大的武者红蓝点就会很大，而普通武者的红蓝点就会很小。而此时透过常征明的观测，冰城武大下路中的2个团，其中一个团正在快速的朝上路移动，这是想要和上路的科巡汇合，然后一起攻击我们的灵石仓库吗？常征明身上灵压提升，眼神神光一闪，武界心灵链接。站在一旁的吴凡、张之白、左山行等20多人，视野瞬间变得和常征明一样，拥有短暂的上帝视角。对方的策略已经很明显了，在守住下路灵石仓库的同时，将我们的灵石仓库摧毁。吴凡看着正在快速移动的红点说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2条。常征明指着山谷说道：第一，游击战术，派一个团去支援上路，将比赛拖进鏖战状态，最后让我们的顶尖武者通过游走的方式一点点蚕食对方。第二，围魏救赵战术，留50人在中路，中路的其他人全部驰援许风霜所在的下路，和冰城武大比谁先摧毁灵石仓库。常征明给出了2个建议。游击战吧，我们整体战力只比冰城武大高一点，可顶尖战力高不止一筹，在损失300名战力的情况下，游击战是最适合我们的法。官员提议道，虽然这样累是累了点，但他有信心能在小范围的团战中击破对手。围魏救赵吧，上路的文人优越可以坚守一段时间，而本次交流赛下路没有妖兽巢穴，许风霜那个团除了进攻就没事干了，而且他一个团估计打下来也得要很久了，不如我们直接压过去。左山行此时全身浴血，不论是正面硬刚冰城武大的主力武者黄渊慈，还是在无数远程武技对轰的时候，他都冲在最前面。如果是攻城战，他一个大跳上去，开启10秒减伤武技，能抗下对面200、300名武者的第一轮攻击。时间争分夺秒，众人又有分歧，于是只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正在凝神观看敌方动向的吴凡。凡哥，你怎么说？游击战还是合围战？看着众人征询的眼神，吴凡指着雪山山谷的地图说道：我还有第3种战术，直接从中路杀过去。不行，太过深入会被对面上下2路从背后包围的。常征明不是没想过这样的办法，但却被他否决了。笔下文学，被包围。吴凡握紧了手中的长刀，对众人说道：那就全都灭了。看来华夏武大也不过如此，名不副实。一名冰城武大的学生不屑地说道：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华夏武大的顶尖新生强者，像吴凡、罗显和这几人还是挺强的。如果今年还是像以前一样打5v5单挑的话，华夏武大应该也能进决赛。另外一名冰城武大的同学感叹道：不得不说，这次全国大赛赛制的改革改的是真好，让一些只注重面子工程、尖子生工程的武大原形毕露。笔下文学。而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忽然感觉前方发生了一些状况，随后他们赶紧朝华夏武大那边看去。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却吓了一跳。嗖嗖嗖！只见100来道狼狈的身影正朝2塔这边奔来。他们仔细一看，为首的居然是冰城武大的首席燕磊生。此时他浑身是血，在副团长江雪的搀扶下勉强支撑着，而在他身后不远处还紧跟着300多名华夏武大的武者。身法武技，踏前斩。只见吴凡手提着木刀，身体微微前倾，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距离他最近的敌人杀去。别以为我好欺负，眼看逃不掉，这名冰城武大的同学握紧手中的木枪，十分决绝地转身反打。啪！短兵相接，木枪直接被吴凡斩成2截。噗！而这名冰城武大的武者只感觉一道凌厉的刀气入体，下一秒，他体内的血管经脉瞬间鼓胀起来，
他一旦再强行使用灵压，血管一定会被刀气撕成碎片。吴凡身影如风，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便穿过一名又一名冰城五大武者的身体，像快乐的风一样收割着一名又一名敌人。无缝踏前斩！一些学过踏前斩的同学纷纷震惊地看着在人群中不断以之字形向前跃进追击的吴凡。他们自己在使用踏前斩的时候，每次都会有 0.5 秒左右的间隙，做不到像吴凡这样行云流水。短短的几秒钟，吴凡便杀入到了燕磊生面前，把他留下来。燕磊生胸口挂着一道巨大的刀痕，那是刚才在战斗的时候被吴凡用雷刀砍出来的。吴凡仅仅用木刀就把他砍成这个样子，如果用灵气的话，后果难以想象。保护燕首席！周围10多名冰城五大的精英武者挡在了燕磊生面前，他们的灵压强大，甚至有一名已经逼近地阶了，但他们根本不是吴凡的一合之敌。唰！吴凡的身影再次加快，在这种速度面前，冰城五大的学生仿佛被施展了定身术一般，重劈、斜撩、横身飞踢、转身抽刀、蹲前扫、对穿直刺。一瞬间，吴凡的身体像是分出了7、8道分身一般，最后面的身影渐渐变淡，前方的身影快速的提刀劈杀。半刻后，只是一愣神的时间，吴凡提刀站在这10几名精英武者组成的人墙之后。大雪飘过，风吹无声。唰！这10多名冰城五大的强者胸口在同一时间飙出大量的鲜血，眼前一黑，身体顿时一轻便倒在了地上。死！这些可都是燕磊生小队的精英武者，可这10几人加起来连让吴凡脚步一顿都做不到，这让一群待在2塔后的普通武者心里顿时一凉。别怕，我们已经在推他们的上路了，只要我们撑住，输的就是他们。黄元慈提着一杆断裂的木枪，身上作战服已经破烂不堪，发动了本命武技的他，之前抗住了左山行、罗侯、关元等8名华夏武大的精英武者。没错，只要我们撑住，胜利就是我们的。听到黄元慈的话，众人本来已经有些被打崩的心态再次调整过来，一刀焚天。就在他们重拾斗志之时，在他们的脚下忽然升起一道暗红色的火刀，炽热的高温将周围100米范围内的雪地升华成了空气，固体变为液体为融化，而液体变为气体叫做气化，而固体越过中间的液体形态直接变为气体的过程叫做升华。而造成升华现象，雪花必须吸收大量的能量，可想而知，吴凡这一刀必然是在瞬间释放了超恐怖的力量。20名躲闪不及的冰城五大武者被吴凡一发火刀送走，而身处火刀边缘的几10名武者皮肤有被不同程度的烧焦。落水3000，搀扶着燕磊生的江雪背后光环浮动，双手对着空中一招，在吴凡火刀的天空中忽然一道巨大的水幕落下，哗啦，犹如天河瀑布飞流直下，瞬间将炽热的高温降了下来。赤，一团团剧烈的水蒸气弥漫开来，像是冬日里从地面冒出的火山温泉一般。水幕不止一道，接连不断的水幕垂落，源源不断，威力巨大。如果他的目标不是火刀而是人群，恐怕只能短时间避开水幕落下的范围，不然一定会被砸成重伤。杀！在吴凡已经在前阵冲杀几轮之后，后方华夏武大的众人终于也杀了过来。轰！关元双拳紧握，身体像人形核弹一样冲进了敌阵之中，随后大地颤抖，包围他的几名敌人被全部震飞。天荡剑气！崔子熙手中长剑挥舞，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 Z 字，随后恐怖的剑气横扫前方的敌人。太乙分光剑！杨毅同样提剑上前，脚下不停变换，剑光一分为2，随后化作几10道数不清的剑光朝着敌人杀去。崔子熙、杨毅这些人都是新生中的佼佼者，虽然没办法进入乾隆班，但已然被列为了优秀新生，加入了常征明的队伍。而像他们这样的还有丁聪华、周瑞阳、钱红、杨璐、黄科等人。在吴凡先行破阵的情况下，随后杀入的华夏武大大部队直接把冰城五大的2塔阵地撕成了碎片。轰！在无数刀劈斧砍之下，冰城五大的2塔连1分钟都没有坚持住，就被轰成碎片。燕磊生、江雪、黄元慈根本无力抵挡，连战连退，最后只能撤到主城之内。等他们清点残部的时候，发现中路总共400人的2个团已经连30人都不到了。老大，对面太猛了，我们根本顶不住啊！主城之上，一名皮肤焦黑、衣衫破碎的同学死死抓住燕磊生的衣角，眼含热泪，一脸悲愤地喊道。随后他脖子一歪，手一松，便昏死了过去。啪！燕磊生一巴掌拍在高地的城墙之上。此刻他终于明白华夏武大的优势是什么了，那便是以吴凡等顶级武者为核心，形成单点突破，杀穿阵营后，后面的大部队再扑上来。华夏武大参赛的普通学生实力其实并不强，和他们冰城武大差不多，甚至还要弱点。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燕磊生以为华夏武大的整体实力其实并不强。但是等吴凡发力后，冰城武大的前排根本挡不住。吴凡的护体灵压后的人绝望不说，关键还刀刀破防，逮着冰城武大的武者就是一刀一个小朋友。防御强，穿透力高也就算了，关键特么的这人身法速度和追击能力也很变态。那什么无缝踏前斩，只要给他一个踏板，他就能在几百人的包围中杀个7进7出，还能顺带洗个澡换身衣服。轰！就在燕磊生感叹的时候，主城那淡蓝色的能量保护罩忽然发生一道剧烈的颤抖。呵！只见高地之下，吴凡手提着一把长刀，周身灵压汇聚成风暴，剑刃风暴，刷刷刷！无数灵压粒子汇聚成的龙卷风刃与城市保护罩撞在了一起，两者之间灵能的碰撞摩擦出了大量的火星。警告！警告！保护罩能量下降过快，当前剩余 97.28%， 当前剩余 96.17%， 95.29%。龙卷风掀起的风浪足有20多米高，影响范围超过了50米。冰城武大的主城每过1秒，保护罩的能量就减少 1%。就在吴凡正在攻击金色方的城市保护罩之时，
2座比城外保护塔还要巨大3倍的灵能炮塔忽然亮起，像红警里面的光棱塔一般，一道道光亮从基座亮起，随后汇聚在头部无数片能量反射镜中，威力1/3的 B 级灵能炮塔。嗡，唰，2道直径半米的金光色光束一左一右朝吴凡射来。吴凡不敢大意 ，B 级的能级在30万到100万之间，而全国大赛没有丧心病狂的使用100万能级的，而是只使用了30万能级的，所以这次交流赛的 B 级灵能炮能级只有10万，相当于巅峰地阶武者的全力一击。哼！吴凡气沉丹田，鼻子哼出一阵低沉的鸣音，体内的灵压疯狂流转，背后亮起了3道璀璨的星环。砰砰，2道光束打在了吴凡的身上，只听一阵沉闷的声音，吴凡的身体沿着地面向后滑行了近30多米，地上被拉出了2道深深的划痕。在脱离了灵能炮塔的攻击范围后，吴凡居然身体一展，安然无恙的从地上跳了起来。卧槽！看到这一幕的燕磊生、黄渊慈直接惊呆了。但让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吴凡居然拍拍屁股又杀了上来。轰！3000雷刀！3000雷刀！吴凡手中长刀化作雷霆电光，1秒3刀，狠狠斩在城市保护罩上。冰城5大的城市保护罩能量再次下降了一截。砰！就在此时，2座灵能炮塔再次发出攻击，吴凡又被击退了50多米。这次没有飞出攻击范围，随后又有2座光束炮射来。轰！只听咔嚓一声，燕磊生只感觉听到了天籁一般，因为这一声脆响是吴凡的护体灵压破碎的声音。当众人以为吴凡没有了护体灵压，终于要消停一会儿时，没想到他居然继续提着长刀杀了上来。3000雷刀！3000雷刀！吴凡一刀接着一刀，疯狂地砍在城市保护罩之上，简直就像个冷酷的拆塔机器。靠！你护体灵压都没了，你还这么跳的？当人家这2座 B 级灵能塔是摆设呀，虽然是削弱版的，但威力也在那里摆着的呀，尊重一下好不好？轰！2座灵能炮塔就像是发出怒吼一般，2道赤金色的光束怒号而来。就在众人以为吴凡会被轰成重伤之时，只见吴凡与光束接触的身体变成透明的金光。当！2道恐怖的能量光束打在了吴凡的不灭金身上后，瞬间化为2团璀璨的灵压粒子，消散在空中。死！此刻，不仅普通的冰城5大学生倒吸一口冷气，就连燕磊生、江雪等人也是嘴巴张得老大。我知道华夏5大今年有个吃了全校新生资源的家伙，也知道可能是个实力强大的变态，但没想到居然会这么逆天。燕磊生捂着上次被黄月玉劈断的肩膀说道：“他光是看吴凡劈保护罩，就感觉伤快要复发了。快把上路和下路的人都叫回来！”看着城市保护罩能量下降的速度不对劲，燕磊生连忙对自家总指挥喊道：“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有了吴凡抗住2座输出巨猛的灵能塔，他身后几百名华夏5大的武者也开始对保护罩展开疯狂的输出。保护罩的能量以每秒3%的速度开始疯狂的往下掉，因为这不是正赛，没有无敌令和修复令，所以燕磊生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保护罩的颜色开始变得越来越淡。阻止他们！上路和下路正在疯狂赶回来，燕磊生带着最后的30多人跳下城墙高地，从保护罩里杀了出去，准备拖时间。可惜他们刚走出保护罩，就被几十道攻击保护罩的武技余波给炸成了重伤。不，最终在冰城5大上路和下路终于赶回主城时，他们刚好看见了城市保护罩被击碎的场景。交流赛结束，华夏5大胜利。裁判员浑厚的声音响彻了整个雪山山谷。燕磊生双眼无神地躺在雪地中，从中路2塔被迫到保护罩被击碎，前后不过15分钟。失败来的实在是太快，以至于悲伤都来不及跟上，只剩大脑还在简单的运转。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要是在正赛里，灵能塔威力增强，我们应该拆不了这么快。吴凡站在燕磊生面前客观地说道：“你们的实力很强，期待在全国大赛能再次交手。”吴凡说完，便提着木刀在雪地中渐渐远去，只留下一道被风雪遮住模糊的背影。真的是，燕磊生苦笑一声，但眼神中的失落却渐渐消失了。我可不想在正赛上遇到你们。交流赛结束后，本次短期特训也要进入尾声了。在将本次交流赛的过程做个总结，吸取教训，发扬长处之后，华夏5大的众人就要搭乘动车回帝都了。而就在他们即将返回帝都的之时，某个晚上，方天训、林小璐、关元等一大波男生忽然集体钻进了吴凡的寝室。正在床上修炼的吴凡看着这群人脸上古怪的表情，心里不由得警惕起来。于是他谨慎地问道：“你们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凡哥，我们在泡温泉的时候被许风霜他们偷窥了。”“噗！”关元刚一开口，吴凡就没有绷住，体内高强度压缩的灵压瞬间乱窜，直接练岔气了。“你们没开玩笑吧？”吴凡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内敛调息，将体内溢散的灵压给稳定下来。“怎么可能？我可是亲眼看见的，不光是许风霜，还有文人优越、莫清武他们。”关元一脸悲愤地说道：“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是啊，凡哥，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林小璐等人也跟着附和道：“可他们都是队长、副队长级别的武者，我们根本无法和他们抗衡。”“可恶！”方天训一巴掌狠狠拍在桌子上，咬牙切齿地说道：“张之白呢？他不出手阻拦一下吗？”吴凡好奇地问道：“按道理来说，张之白出手的话，对方应该不会轻易得逞吧？就他那比娘们还嫩白的皮肤和阴柔美丽的颜值，再加上和女生一样的乌黑长发，哥们儿几个才不跟他在一起泡池子呢。而且他自己也不想，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单独在另外一个温泉池里泡着。”方天训嘴角一抽：“你们说他该不会是女扮男装吧？应该不是吧？不过使用什么特殊的武技也不是不可能。你们是想让我去给许风霜、文人优越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别打扰你们泡温泉吗？”眼看他们的话题逐渐离谱起来，吴凡直截了当地问道：“哈？
听到吴凡的话，众人脸色再次变得怪异了起来，他们纷纷用异样的眼神看向吴凡。你们这是什么表情？那你们想要怎么办吗？打他们一顿？这点小事不至于吧？连大妖、邪教圣徒都没怕的吴凡，被这群人盯得有些起鸡皮疙瘩。靠！凡哥，我们可是被女生偷窥了呀！你不愤怒，你不屈辱，你不感觉到很失败吗？官员唰的一下站了起来，捏紧了拳头，义愤填膺说道：在无数的动漫、小说、电视剧里，从来都只有男生去偷窥女生沐浴，而现在我们却反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反制回去话，不是很失败吗？吴凡捂着额头，他环视了四周，看着其他人都一脸赞同的表情，他无奈的说道：所以你们刚才说的奇耻大辱，不是自己泡温泉被女生看了，而是被人家抢先了。是的。看到他们集体点头，吴凡只感觉他们实在是太逆天了。凡哥，女生那边的战斗力太强，光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无法办到，现在只有请您出手了。请凡哥出手，请凡哥出手。其他人也纷纷请求道，这副模样就像是风云里段浪请无名剑圣出手对付雄霸一样。他们语气恳切，表情真诚，一脸坚定。吴凡也被他们这股精神影响到了，然后将他们赶出了寝室。滚！想去偷看女生洗澡就自己去，别来打扰老子修炼。看着吴凡紧闭的房门，众人只能感叹，不愧是凡哥，无时无刻都在疯狂的修炼，准备内卷死他们。现在该怎么办？只能放弃吗？林小璐一脸的不甘，但没有吴凡，他们肯定会被许风霜文人优越众女按在地上暴打的。就在这时，一直眯着眼睛的张恒忽然睁开了眼睛，表情极为认真的说道：事到如今，只能这样了。罗显和小队的别墅，女生温泉池。罗显和最近很低调，自从上路被冰城五大团灭后，夹着尾巴做人好几天了。这下听到这件事，眼睛马上放出了金光。今晚8点准时行动。方天迅一脸认真的伸出了右手。你们放心，我们肯定准时行动。罗显和也伸出手，和方天迅紧紧握在一起，就像是亲密的战友一样。常征明小队的别墅，拜托了，我们需要你。官员一脸真诚的对常征明说道：你在这次交流赛上的表现真是太棒了。听到官员的话，常征明只感觉心里一阵舒坦。长久以来，他都因为实力较弱的关系被质疑、被无视，现在终于有其他小队的人认可他了，他不由得感觉之前付出的一切都值了。官员是什么人？那可是在队长争夺战中和许风霜正面战斗过的人，那可是在吴凡那个变态小队里面，除了吴凡和张之白以外的最强者，实力比他还要强上几分。今晚8点准时行动，没问题。常征明拍着胸脯说道。普通华夏5大男生的宿舍，还有这种事？叶哥你放心，兄弟们绝对给力。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在北国雪乡这个宁静的度假村之中，正在掀起一道汹涌的暗流。呼！文人优越一双修长的玉腿迈入了铺着青砖的温泉池中，在外界冰寒和温泉微烫的反差下，他不由得发出了一阵放松的鼻音，感觉修炼了一天的疲劳都消失了呢。是啊，莫清武将上半身泡进了温泉池中，嘴里吐气，吹出了一连串的小水泡，水汽朦胧，烟气氤氲，雾色笼罩，将豪华温泉池里的众女半遮半掩的包围其中。但这非但没有减少其魅力，反而是增加了些许神秘感，引诱人更加想要去探查一番。时间也差不多了吧，他们也该行动了。许风霜哗啦一声从温泉池中站了起来，几团浓雾将他身体遮住。这次一定要把偷拍发威胁性的人给抓住。没错，这一切都是许风霜他们做的局，目的就是制造混乱和爆炸性的新闻，让躲在暗处的偷拍者现出原形。北国雪乡的温泉池在北边，中间隔着女生宿舍，所以想要去女生的温泉池，必须要经过女生宿舍。滴答滴答，官员、王爷、方天迅等人看着手中不停走动的秒表，气氛静谧，神情凝重。7点59分58秒59秒，当秒针走到60的那一刻，整个北国雪乡的男生宿舍忽然传出了一道震撼人心的呐喊：兄弟们，冲！嗖嗖嗖！无数道破空声响起，以官员、方天迅、林小璐为首的几人正在快速朝着女生温泉前进。就在他们刚要离开男生宿舍区的时候，几道身影挡在了他们面前。这么晚了，你们一群男生往女生宿舍那边跑，到底想干什么？之前负责吴凡他们去长安5大参加交流赛的辅导员张勇带着几名学校工作人员挡在了众人的面前。轰！一道恐怖的灵压从他体内爆发 ，C 阶武者的实力，镇压全场，好强的灵压！张勇只是站在原地不动，就已经将官员等一大群人震慑后退了半步。而就在这时，开山拳，一道极为恐怖的拳劲从天空砸下，狠狠地锤在了张勇的护体灵压上。两者相撞的瞬间，地面都颤抖了几分。罗显和同学，官员抬头望去，只见罗显和正浑身笼罩着强大的灵压，手中拳套正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他的身后还跟着秦少商、何浩等自家小队的队员。这里就交给我们了，你们快走！罗显和大笑一声，脚下一踩，便朝着辅导员张勇杀去。虽然你是这一届的顶级强者，但 C 阶和 D 阶的差距可不是凭借意志就能抵消的。张勇看着杀来的罗显和，也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一把戒尺，啪！张勇一戒尺打在了罗显和的拳头之上，罗显和只感觉一股巨力袭来，剧烈冲杀的身体竟然在半空中停住了。哼，想要跟我动手，再修炼几年吧。张勇眼里流露出些许傲气，他虽然只是 C 阶武者，但能进入华夏5大工作，天赋和实力也是同阶中顶尖的。但就在他再次挥手想要一尺子把罗显和抽飞之时，上一秒还待在原地的秦少商，只见他脚下一踩，便瞬间移动到了张勇的面前。他眼中蓝芒一闪，背后重剑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张勇杀去。剑荡八荒。张勇心下一紧，他感觉秦少商这一剑威力很大，于是连忙收起了攻向罗显和的戒尺，转而点在了秦少商的重剑上。
秦少商的攻击也瞬间被化解。你的实力也不弱，但还是那句话，你们不是我的。无影拳，罗显和一拳轰在了张勇的脸上，他背后光环闪耀，恐怖的一拳直接将张勇的护体灵压轰成了碎片。重剑不攻。另外一边，秦少商背后也亮出了3道星环，罗显和秦少商两人对着张勇开启了正义的2打1。这怎么会？在两人的联合攻击下，张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本来以为只有罗显和会稍微有点越级战斗的能力，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秦少商实力竟然一点都不比罗显和弱。旁边几名工作人员见到张勇居然陷入了苦战，正准备出手帮忙之时，却被空中无数火红的棍影的给拍在了地上。何浩手持红色长棍，领着其他小队成员对那群工作人员说道：“你们的对手是我们，罗同学、秦同学，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官员用力的捏了捏拳头，强忍着悲痛，一脸坚定的说道。而就在这时，前方忽然射过来了10多道灵能箭矢。果然，男人就是下半身思考的生物。有我们在，休想去女生温泉。几十名华夏武大的女同学挡在了众人的面前。mwxbj.org。好！见状，王爷直接大吼一声，手中召唤出一把丈八蛇矛。呀！这一声怒吼夹着浑厚的灵压，不少实力较低的女生护体灵压被直接吼碎了。巨力横扫，王爷2米高的巨大身躯纵起一跳，轰的一声砸入了女生人群，随后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凶残一扫。啪！啊呀！10多名女同学被直接扫飞了出去，有的狠狠撞在了墙上，有的头埋入了雪地之中。弱者就别挡道了！可恶！几名女生从地上缓缓爬了起来，看着如同战神一样正在清场的王爷，他们眼中露出了强烈的不甘。兄弟们！就在王爷正在大杀四方之时，一道恐怖的灵能水球忽然拍在了王爷的后背。什么？王爷只感觉一道巨力袭来，整个人凌空飞了出去。滨城武大的江雪同学，在女生宿舍之中走出来一名身材高挑的清冷冰寒的美丽少女，她正是滨城武大首席燕磊生的副团长江雪。既然在我们滨城武大的地盘上，你们这群男生就别想得逞。江雪大手一挥，身后近300名滨城武大的女同学纷纷出手。我靠，要不要这么离谱？看着将他们包围的几百名女武者，官员冷汗都要下来了。就在他决心赴死一战之时，北地金枪，一道浑身散发着白雾灵气的少年从官员他们身后杀了出来。黄元慈，林小璐一看，居然是滨城武大的黄元慈，在他身后还跟着200多名滨城武大的男同学。华夏武大的同学先走，这里交给我们了。黄元慈长枪一指，对着前方的江雪说道：“有朋自远方来，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好兄弟，以后你再来帝都，兄弟我罩着你。”官员对着黄元慈一喊，随后便继续朝女生温泉的地方冲去。但是几番战斗已经让整个北国雪乡度假村的人都反应了过来，女生宿舍里剩下的女同学开始对官员等人围追堵截。心灵链接！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官员等人脑海里响起：前方有30人阻拦，10米后右转，然后那里有一名 C 阶的辅导员镇守，提前左转。常征明戴着灵气眼镜，所有武者的动向他全部了解。牛逼！在常征明的指挥下，严防死守的女生宿舍被官员等人轻易突围。祝你们成功！常征明摘下眼镜，短短几分钟的心灵链接和动向分析，让他整个人都虚弱了下去，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喉咙里尝到了浓重腥味。兄弟，功勋章上必有你的名字。听到常征明最后一句话，方天训终于在内心里认可了他。前面就是温泉池了，目标就在里面。兄弟们，我们要成功了！就在官员等人即将要迈入温泉大门之时，一道人影忽然挡在了众人面前。我没想到你们居然能走到这里，你们还真是执着啊！不过荒唐的事就到此为止了。神子双面无表情地看着吴凡小队的众人， A 阶强者的灵压像山岳一般压了下来。窗外大雪纷飞，屋内吴凡盘腿坐在地上，一点点灵压粒子缓缓进入他的体内。67215，今天就只能压缩到这种程度了吗？吴凡睁开眼，压缩5倍灵压给身体带来的负荷已经达到了上限。天煞星环的量子重构只能修复到满状态，而不能用来提升实力。比如吴凡无法用量子重构变为 C 阶或者 B 阶武者，所以在身体缓过来之前，只能暂时停止修炼。自从考上华夏武大后，吴凡的日子就过得舒服起来，除了这省那次大妖事件外，基本就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加上遇到的同学和老实人也不错，导致心中的戾气都减少了许多。但吴凡内心是清楚的，他只是努力加上幸运，才获得了目前暂时拥有的一切。阳城虽然成为了人类禁地，当初中考换他成绩的梅杰也已经被他亲手斩杀，但华夏这么大，还有多少个阳城？还有多少像他一样被武者贵族欺压却翻不了身的人？华夏武大虽然有战斗有竞争，但吴凡不难发现，周围有90%以上的同学家庭环境都不差。相比于从底层走出来的吴凡，他们还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残酷。全国大赛的冠军吗？吴凡比任何人都想要拿到那个冠军，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地位，只是为了拿到冠军后可以获得的奖励。身处温暖的屋中，感受不到窗外的风雪，便会认为这世界上没有冻死的人。所以吴凡会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还挺热闹。听着窗外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吴凡从虚空中拔出了一把破烂的长刀，起身拉开了别墅的大门。呼！肆虐的寒风吹散了屋内的暖气，像锐利的刀子一样拍打在吴凡的脸上，因为屋内热气而潮红的脸颊开始慢慢变得清冷。既然暂时不能修炼，那就开始战斗吧。说完，他身影一闪，便消失在漫天的风雪中。轰！恐怖的灵压将地面震慑得不停颤抖，沙石尘土逆着重力开始上升悬浮。沈子双根本就没有用全力，官员方天训等人就全部被死死压在了地上。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到底认不认错？沈子双语气冰冷地说道，但官员等人却死死趴在地上，一言不发。好好好，如果都是这种态度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听到沈子双的话，官员几人内心正在疯狂的呐喊：你要我们认错，也得让我们开口啊！我们不是不说话，我们是说不了啊喂！似乎是听到了官员的话一般，沈子双恐怖的灵压一收，随后对着地下的众人问道：现在可以认错了对吧？身上的压力解除，官员等人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冷汗已经湿透了他们的后背，衣服在冰天雪地之中已经被冻成了冰块。只见官员抬起头，眼神真诚，言语恳切地对沈子双说道：我不认。轰！沈子双脚下虚空一踩，官员只感觉后背传来了一道巨力，随后他像是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一般，被死死摁在了地上。随后他用杀人一般的眼神死死盯着王爷等人。王爷见状，浑身身子一抖，双手抱拳，对着沈子双说道：俺也一样。轰！王爷也趴在了地上。你们也是一样的对吧？沈子双看向一旁的罗侯、张衡、林小璐等人。不，我们不是。林小璐话还没说完，便又被按在了地上。方天训感受着冰冷的地面，内心在不停地独白：难道我们今晚就要倒在这里了吗？明明已经走到这里了，就差一步了。方天训身上灵压忽然爆开，拼尽全力地抵抗着沈子双的镇压。啊！他嘶吼一声，身体像个毛毛虫一样艰难地朝前方的女生温泉爬行而去，在雪地里拖出了一条深深的痕迹。天训，加油啊！官员、林小璐等人纷纷爆开自己的灵压，艰难地给方天训加油。看着眼前这个场景，沈子双只感觉体内的气血正在翻涌，她漂亮整洁的额头上已经跳起了几条青筋。你们简直够了呀！沈子双觉得这群人实在是太离谱了，他终于按捺不住体内的小宇宙，准备爆发了。就在他想要结束这场闹剧的时候，轰！一道人影忽然挡在了他的面前，一把轰碎了他的灵压震慑。什么？沈子双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虽然他只是一名 A 阶初级武者，但对方能瞬间撕开他的灵压力场，证明实力比他高许多。而等到他终于看清来人后，脸色忽然变得古怪起来。只见来人戴着一个超大的黑色墨镜，稍显臃肿的身材却十分有范，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他那颗铮亮的大光头。何教授！沈子双和官员等人一起喊道：这里就交给我了，你们先走。何教授扶了扶墨镜，侧着脸对官员等人说道：教授！听到何教授的话，官员等人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随后他们便从地上爬了起来，拼命冲进了女生温泉池的大门。在冲进大门后，方天训转头对着何教授喊道：我以后再也不说你秃头了，这个王八蛋！听到这话，何教授从鼻子里喷出了2团热气。何教授，你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什么还要帮他们？沈子双知道自己不是何教授的对手，压根就没打算动手。为什么？何教授抬头看向天空，他摸了摸自己的头，随后缓缓地说道：我被他们这种不顾一切，哪怕挨上一顿毒打，也想要去偷看女生温泉的精神感动到了。因为在我还在念武大的那个时代，要是敢像他们这样做，是真的会死的。沈子双！冲进温泉大门的官员发出胜利的吼声。就在他们快要靠近温泉池子之时，一道锋利的雨刃从天而降，官员赶紧止住了前进的步伐，雨刃狠狠地插进了官员身前3厘米的地面。看着眼前这熟悉的灵气，一个名字在他嘴边呼之欲出。而就在他被雨刃攻击的同时，另外一边，啪啪啪，一条粉色缎带横空出现，恐怖的力量瞬间将王爷、林小璐等人全部拍飞。众人抬头一看，赫然发现文人优月和许风霜两女身上只围了一条浴巾，正一左一右并排站在他们的面前。敢跑来偷看女生们泡温泉，都给我去死吧！我不管你们是不是偷拍，既威胁性的人，总之宁愿错杀1万，也不会放过一个。轰！两女身上爆开恐怖的灵压，官员等人浑身一凉，因为他们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了冰冷的杀意。等一下！就在他们以为今天要交代在这里的时候，他们2个交给我。黑夜中，一名手提长刀的少年缓缓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凡哥！官员等人的心情简直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哼，吴凡同学，原来你也跟他们是一路货色，我简直就是看错你了。文人优越俏脸微寒，优越，男人都是这种德性的，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许风双手里捏着3把雨刃，用力朝正越过他们的林小璐等人射去。当当当！吴凡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林小璐等人的面前，右手握刀举在眼前，刀尖朝下将许风双的攻击给挡了下来。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动静闹得这么大，但如果我不出手的话，那不就显得太假了，不是吗？吴凡像是看透了什么东西一般，眼神直挺挺盯着许风霜和文人优越两女。才不是呢！文人优越身上只裹了一件浴衣，被吴凡那锐利的眼神盯着，他顿时就霞飞双颊，略显娇羞起来。上次在训练馆我输给了你，但我不服气，因为我并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既然你选择替官员他们出手，那今天就彻底分个胜负。许风霜倒是不在意吴凡的眼神，此刻的他身上正散发出强烈的战意。虽然她是个女生，但她更是个武者，如果连世俗的规训都能将她影响，那她干脆就不要战斗了。雨刃，4把金属雨刃出现在许风霜背后，猛然展开后像4道金属翅膀。唰！仅仅只是眨眼间，许风霜便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而真身已经杀到了吴凡的面前。好快！吴凡瞳孔一缩，反应慢了半拍，护体灵压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召唤出灵气的许风霜在雨刃的加持下，速度直接提升了一个大境界。如果吴凡兑换的咫尺天涯有3个境界，残风、破影、一瞬，那么许风霜已经达到了破影的程度，光的速度是3乘以10的8次方。
显然，武者的身法速度是很难超越光速的。那之所以会留下残影，是因为眼球在接受光之后，还要经过神经元的传递，最后到达反应器。你看到敌人在原地留下残影的实质，只是武者移动的速度超过了你神经元的传递速度，而武者的肌肉响应程度和神经传递速度要比普通人快许多。所以，许风霜能够再让吴凡的视觉神经产生残影，那得是多快的速度！许风霜一人化作4道残影，腿边、肘击、膝顶、掌劈，同时朝吴凡杀来。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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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暴雨打在了篷布之上，发出了连绵不绝的爆响。右月，别光看着，一起上！因为上次和吴凡战斗过，许风霜清楚的知道吴凡的盾有多厚，如果不把他的盾破了，再多的攻击也没有用。2道缎带像宽刃，光速斩在吴凡的盾上。枪！在距离吴凡还有30厘米的时候，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挡在了外面。吴凡伸出左手，一把挽住其中一条缎带。是，手心和缎带接触的瞬间，发生了强大的能量碰撞，如同金属碰撞时产生的火星一般，四处飞溅。给我过来！吴凡不顾能量的摩擦，将另外一条缎带也死死抓住，随后用力一扯，将文人优越整个人都拉了过来。在文人优越飞过来的时候，为了躲避许风霜的攻击，他也反向朝文人优越那边奔去。长刀在夜色下拉出一道寒光，黯然。就在长刀即将斩下之时，文人优越忽然双手合十，身上翠绿色的灵压浮现，随后他抬头仰望空中，挺起胸膛，双手猛然分开，像拥抱太阳的灵芝一般绿意盎然。砰！看似轻柔的动作，却带着强大的气浪。吴凡只感觉斩出去的刀速在渐渐变慢，随后他整个身体都被一道无法抗衡的力量给从空中拍在了地上。武技，骤雨狂澜！许风霜看准时机，身影在空中化作万千，雨刃像暴雨一般坠落。唰唰唰！吴凡所在的地面被瞬间插满了几百道金属雨刃，而这些金属雨刃忽然化为了解体的灵压粒子。下一秒，轰！地面炸开了一道小型的核爆。成功了吗？文人优越小心翼翼地问道。小心！笔下文学。许风霜惊呼道。他知道，就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不可能打败吴凡。果然，就在文人优越落地的瞬间，一道人影就从核爆中杀了出来。风尘绝念斩，一道如同雷射光线般的人影，将核爆产生的尘烟击出了一道直径5米的真空。扶风！早有准备的文人优越原地踮起脚尖，以一种优美的姿态躲避奔袭而来的吴凡。可是，真的能躲过去吗？唰！一道强大的吸扯力将文人优越定在了地面，伴随着吴凡一刀闪过。砰！文人优越只感觉被一股巨力击中，身体瞬间失去了控制，整个人凌空飞了起来。见状，许风霜想要赶过来援助，却只听一声空爆，吴凡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来到了文人优越的身边。他长刀反转，以刀背拍向了文人优越的后背。砰！文人优越的身体像一颗被跳杀的羽毛球，飞速朝着某个温泉池落去。而下一秒，又传来一道空爆声，咫尺天涯。吴凡的速度陡然提升，和支援过来的许风霜在空中拼杀了一刀。咔嚓！吴凡的护体灵压被许风霜羽刃凝聚成的剑刃给斩破，而许风霜死了，身上仅存的玉晶被吴凡刀气撕成了碎片。呵！吴凡大喝一声，飞起一脚踢在了许风霜的后背，将他也从空中击落了下去。哗啦！许风霜下降的力量将温泉池炸出一团近7米的水花。在吴凡和许风霜、文人优越两女战斗的时候，官员他们正带着激动又紧张的心情来到了女生浴池前。终于要到了吗？而就在这时，张恒由于太过紧张，体内的肾上腺素忽然飙升，只听扑通一声，他忽然就倒在了地上。张恒，你怎么了？不要停下来啊！官员等人扶起张恒，悲怆的背景音乐就像是在放那首《希望之花》。不要管我，你们快走！张恒伸出手指，颤抖地说道：“终点就在前方。”官员一脸悲痛地说道：“我们不会忘记你的。”随后，他便带着剩下的人走进了女生浴池。而就在他们进入温泉池后，看到的第一眼，便让他们如坠冰窟。哗啦，一只修长的美腿从温泉中半撩起来，透过水雾，隐约可见一名身材倨傲的美女正在沐浴。这样一幅场景，本来应该是让人血脉奔张才对。可是，木兰锦副校长，您怎么会在这里？官员浑身颤抖，连说话的声调都变了。怎么，看到是我，你们很失望吗？木兰锦声音慵懒，有种黏黏糯糯的感觉。不是，没有。方天训、官员等人连忙摇头，开玩笑，这可是一道送命题。木兰锦没有说话，只见他大拇指和中指相交，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轰！官员、方天训、林小璐等人所在的空间忽然被一道究极恐怖的灵压笼罩，几人眼前的画面瞬间变为了黑白色，甚至周围的空气都变为了黑色的线条。几人根本没来得及做出任何抵抗，就被镇压在了原地。这一刻，不论是正在和辅导员张勇战斗的罗显和、秦少商，还是在女生宿舍进行的冰城5大男女生内战，还是正在聊天的沈子双和何教授，都同时将目光转向了女生温泉这边。好强大的灵压，这就是超 A 级武者的实力吗？吴凡抱着长刀背靠在温泉池的假山之上，他目光远远望向木兰锦的方向。虽然他也见识过临界超 A 级强者的实力，但他清楚那都不是他自己的力量。不说是成为超 A 级武者，就算是 D 阶到 C 阶，都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半个小时后，木兰锦的别墅中，华夏5大、冰城5大双方的副校长、管理人员齐聚在这里。吴凡、许风霜、文人优越、燕磊生、黄元慈等几十名在本次事件中表现突出的人员也都被叫到了这里。啊，我在寝室养伤呢，我为什么会被叫到这里来啊？燕磊生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官员他们已经交代了，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全是你们2个指使的。沈子双看向许风霜和文人优越说道：“官员说你们收到了威胁信，
然后想要做个局，把藏在暗处的人给引出来是吗？许风霜根本就没打算否认，事情的原委就是他和官员商量好，以女生偷看他们泡澡为理由，鼓动男生这边也去偷看女生泡温泉。华夏顶级学府的学生竟然作风不正，思想不端，男女生行为不检点，私生活糜烂。你想想，如果有这么好的机会，那个给我发威胁信的人怎么可能会放过？许风霜语气坚定，一脸蜘蛛在握的样子。听到他的话，在场众人的脸上露出了好多种不同的表情。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男人至死都是少年的热血，有的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吗？何教授的心正在慢慢变凉，他感觉自己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威胁信呢？让我看看。木兰锦对许风霜说道。许风霜迟疑了一下，他朝着盯着吴凡看了一眼，随后便和木兰锦还有沈子双一起走到了寝室之中。10多分钟后，三女从寝室中走了出来，只是他们在出来后都不约而同的又看了吴凡一眼。靠！吴凡被盯得有些莫名其妙，随后他想到了一种可能。我去，他们不会以为威胁信是我发的吧？拜托，他连威胁信里面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好吧？那你们抓到人了吗？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如果没抓到人，事后犯人肯定会有所警觉，到时候想要再把他揪出来就难了。沈子双皱着眉头说道，这件事不仅会影响许同学和咱们华夏武大的声誉，也会影响全国大赛的成绩。全国大赛的排名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给武大的资源分配，所以这是一件关乎全体学生的事。我们没有抓到。一旁的莫清武有些委屈的说道，不是说没抓到人，是根本连人影都没看到。许风霜和文人优越他们的安排就是自己只身入局，引犯人再次作案，然后让莫清武等小队成员在暗中抓人。可正如莫清武所说，犯人根本就没有现身，这一下就糟糕了。听到莫清武的话，众人只感觉心里一沉，那现在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作为华夏武大的副校长，木兰锦做事十分果断，他对旁边的沈子双说道，子双，威胁信这件事我亲自给帝都才决所的白焕生打个招呼，让他派人过来查。白焕生，吴凡对这个人有点印象，是当初暑期集训的时候见过的那个代理红衣裁决，当时他还有点担心对方察觉到自己体内的圣徒面具。木兰锦对沈子双说完后，便又转头对许风霜说道，为了你的名声和学校的成绩，你不能再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大赛。听到木兰锦的话，许风霜先是身体一晃，随后整张脸都失去了血色，变得十分苍白。许风霜像是鼓起了勇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校长，我不怕威胁信里的内容，您别把我踢出去，哪怕是让我打个替补。风霜听到许风霜的话，文人优越连忙扶住了他的胳膊，拍着他的后背轻声安慰道。事情的发展有些超乎众人的预料，吴凡他们根本没想到，这全国大赛还没开打，自家居然就要少个大 C。mwxbj.org 虽然你自己不在乎，但我作为老师必须得为你的未来考虑。木兰锦叹了口气，在最近几届学生中，他实际上是最喜欢许风霜的。他相信许风霜是真的不在乎威胁信里那些伪造的黄谣，因为他知道许风霜是一名内心强大的武者，拥有很坚定的武道信念。可是他不知道人言可畏，当千夫所指的时候，就算是一片洁白的雪花也会变成黑色。好了，这件事先这样处理。许风霜的团长位置先由副手徐世一兼任。就在木兰锦安排后续工作之时，一道人影忽然从门外走了进来。张之白。待到众人看清来人后，赫然发现居然是张之白。此时他正全身热气腾腾，头发上还有些许水珠，一看就是才刚泡完温泉上来。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来人，此时他手里还提着另外一个人。张之白环顾四周看了看，随后指着手里的人问道，你们要找的犯人是不是他？这人是。被张之白带进来的是一名男子，他印堂泛黑，眼白充血，眼眶有乌黑的眼袋，不是肾虚就是长期处在压力和失眠状态中。从他体内传来的灵压可以看出，这人应该是一名一阶武者，只是灵压涣散，气血衰败，毫无精气神可言。笔下文学，皮帅。木兰锦有些不确定地对着地上那猥琐男生喊道，我不是。皮帅听到自己的名字，赶紧将脸捂住，矢口否认道，看来就是了。众人从皮帅的反应中就应该确定了，但看到是木兰锦认出来的，在场众人心里不由一紧，如果这皮帅和木兰锦关系不浅，那这事还真不好处理。副校长，这是你熟人吗？吴凡倒是没有任何顾忌，直接对着木兰锦问道，你们在想什么？这人是500名替补里的，我将1000名正赛选手和500名替补选手的资料都记了下来，只是皮帅现在的模样和资料里变化有些大，一时没认出来。木兰锦作为全国大赛的负责人，很用心的将1500名学生的姓名和模样都记了一遍。哦，听到木兰锦这样说，众人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不是校长的侄子、表弟或者亲戚就行。张之白，你怎么确定他就是犯人？许风霜看向地上的皮帅，等待张之白确认的样子就像是一座快要喷发的火山。我单独一个人在泡温泉，感觉到有人在偷拍我，然后就把他当场抓获了。张之白很直白地讲述道。吴凡等人听到张之白的话，眼神不由得朝地上的皮帅看去。有没有搞错？在有文人优越、许风霜还有那么多美女沐浴的情况下，这人居然跑去偷拍张之白了。我从他的相机中翻到了一些修改过的图片。张之白说着，就从皮帅的背包里掏出了一个相机，让我看看。一旁的罗显和手速飞快，一把从张之白手里抢过了相机。当他看到里面的图片后，脸色瞬间变得精彩起来。许风霜，平时你老爱阴阳怪气我，这下遭报应了吧？罗显和对着许风霜大笑道。不许看！许风霜像只被踩了尾巴的小猫，灵压、身法、心环全开，直接冲过去想要把相机抢过来。哼，老子还没看完呢！这么好的图，现在不看以后铁定是看不到了，所以肯定不能让许风霜拿回去。轰！在两人的争夺下，相机直接从罗显和手中脱离，最后落入到了吴凡的手中。吴凡看着相机里的图片，
这不是前几天我和许风霜在训练馆切磋的图片吗？怎么还有小视频啊？看着相机里那些修改过的图片，甚至还有一段劲爆的小视频，吴凡终于知道之前许风霜、沈子双还有木兰锦为什么会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了。你妈妈的，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吴凡一把冲到皮帅的面前，单手抓住他的衣领，直接给提了起来，前后来来回回疯狂摇晃，说：“到底是谁指使你的？”皮帅只感觉脑仁都快被吴凡晃出来了，他眼神躲闪，嘴巴微张，但始终没有说出口。这件事交给裁决所来处理吧。木兰锦虚空一捏，将皮帅从吴凡的手里抓了过来。武者个人是没有执法权的，不能抓人、审问、判罚，甚至连华夏武大都只有行政权，所以遇到这种事情交给裁决所处理才是最合规的。越是大城市、大组织、大机构，才越要遵守规则，而越是偏远、越小的地方就越混乱，越没有原则。杨校长，这次特训给你们滨城武大惹麻烦了，希望贵校能在全国大赛上取得好成绩。木兰锦对滨城武大的副校长杨轩略显歉意地说道：“哪里的话，我们的同学也在这次特训中成长了许多，同时偷拍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要注意一些盘外招。”杨轩客套地回答道：“华夏武大的这件事也的确给他们也敲响了警钟。2天后，华夏武大的师生搭上了回帝都的动车。听说裁决所那边审问出来了，和来时一样，许风霜、文人优越、吴凡还有常征明坐在一起。此时听闻常征明说起皮帅偷拍那件事，几人顿时来了兴趣。吴凡，他背后是谁指使的？许风霜，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文人优越，快说是怎么审问的？是飞机考，还是电击，又或者是皮鞭？”吴凡和许风霜齐齐望向了文人优越，这小姑娘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东西？嗨呀！常征明咳了2下，然后神情认真地说道：“你们知道网贷吗？网贷我知道啊，不就是借钱吗？网贷可不那么简单，有针对平民借钱的，也有针对武者借修炼资源的。”常征明扶了扶黑边眼镜说道：“皮帅借了3000万元，5颗上品灵石，15颗中品灵石，还有1颗纯血妖兽的灵核，2株1阶的灵参，他怎么借了这么多？”听到皮帅借了这么多修炼资源，就连吴凡都惊讶了。虽然这些修炼资源对他来说轻轻松松就能兑换，但要知道那可是全校新生30%的入校学分和1颗魔神大妖的灵核换来的。如果吴凡和普通武大学生一样做学校任务来赚学分，想要兑换到皮帅借的那些资源，只怕都要做大半年以上。所以他才在短时间里修炼到了1阶，但由于实力不稳，连一些 F 阶巅峰都打不过，所以只能打替补。常征明收集信息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们知道的，借了这么多钱和资源，他根本就还不上，所以背后借资源的公司找到了他，威胁他拍了一些客体的照片，还说还不上就要把图片发给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让他社会性死亡。那这和他偷拍发威胁信有什么关系？许风霜不解地问道。你想想，没有一点势力和实力，敢借给武者修炼资源吗？皮帅借钱的那个公司是一家操控全国职业联赛、地下黑拳的超大型组织，同时也是3大菠菜赌钱集团其中一个背后的庄家。最近不是全国武大新生大赛要开始了吗？他们觉得这其中的利益十分巨大，所以用了各种手段想要操控这次的比赛，而皮帅只是其中一颗很小的棋子。在国庆节后，经历了帝都武大堵门事件和北国雪乡特训事件，时间终于来到了11月上旬。帝都武者体育场豪华会议室中，高台上设置了20多个席位，每2个座位之间插着2面国旗，一群穿着青花瓷旗袍的气质小姐姐分列在会议室两侧。在会议室上方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横幅，第 XXX 届全国高校新生武道大赛抽签仪式现场。好紧张，下一周全国大赛就要开打了。常征明环顾四周，看到整个会议室中其他100多所武大的代表武者，感受到那些人体内浑厚的灵压、充盈的气血以及自信的精神面貌，便感觉有些不自信了。怕什么？到时候你给我把全图视野开了，我直接带人杀穿一路。与常征明相反的是罗显和，经历过上次被滨城武大团灭后，他依然还是信心十足。本次全国大赛总共有115个武大在积分赛中获得参赛资格，大赛按照8强分列赛区，上半赛区是 ABCD 4个大区，下半赛区则是 EFGH 4个大区。去年的8强分别是冠军华夏武大，亚军帝都武大，4强魔都武大、明珠武大，8强南疆武大、金陵武大、江城武大、华科武大。由于比赛规则，去年8强的武大今年直接从16强开打，也就是说，吴凡他们今天来主要是为了抽在 ABC 哪个赛区的华夏武大。由于华夏武大是去年的冠军，所以这第一签就由华夏武大来抽。吴凡，加油，争取给我们抽一个好签。凡哥，我愿意抽水神歪100次，也要把欧气借给你。凡圣手，你们在说什么啊？咱们不是第一个抽签的吗？应该是其他对手祈祷，不要抽到我们好吗？吴凡内心吐槽道。但他作为华夏武大的代表，在全场近1600多人的目光中，只能带着自信的笑容，从容不迫地走到了抽签台旁。在吴凡的面前正放了4个红色、4个蓝色的锦囊，里面随机装着8个赛区。就这个吧。吴凡选定了第一排第2个那个红色的锦囊，上半赛区 D 区。很快，会议室左前方的大屏幕上，赛程图中 D 区的空位就写上了华夏武大4个字。看来今年华夏武大真是没戏了，居然让一个 N 级灵气的小草根武者当了新生代表，是不是因为今年帝都武大必拿冠军的魔咒，让他们自暴自弃了？反正去年已经拿了冠军，现在躺平1年又怎么了吗？你说的也是。哈哈。就在吴凡上台抽签的时候，坐在会议室里最后几排的一些武大代表开始嘴碎起来，这些都是排名100开外的武大，比如像潭州武大等，在以往的全国大赛中基本就是一轮游的水平，连64强都进不去。就你们也敢点评人家全国最顶尖的学府？
坐在稍微靠前一点的宁海州武大代表不屑地哼了一声。宁海州武大地处这省排名全国第66名，虽然这省最强的武大是全国8强的南疆武大，但宁海州武大在这省内已经算是排第2、3的武大了。哼！潭州武大的代表悻悻地哼了一声，没办法，武者就是以实力和拳头说话。宁海州武大有着能进全国64强的实力，他们还惹不起。嘿，为什么不能点评？人家就是说的对啊，今年的华夏武大是什么水平？要是在16强遇到我们西南武大，直接让去年的冠军一轮游。一名身穿红袍、脸上印着一道火焰纹章的少年高声说道，他叫做金福展，是今年天府武大、电子武大合并成为西南武大的主力成员。虽然他们前身一个是16强，一个是32强，但由于刚合并，所以作为安排在了比较后面，刚好就听到了潭州武大、宁海州武大武者代表的对话。金福展，你有些浮躁了。坐在金福展旁边的少年语气平淡地说道，他穿着一身绿色玄衣，像一把藏在鞘中的灵体长剑。这少年名叫赵不空，是今年西南武大的新生代表，在双所一流武大合并后，能够镇压所有人的存在。西南武大等人对待华夏武大的态度，只是在场所有武大中的一个缩影。你们不要掉以轻心，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这个吴凡很强的。赣州武大的新生代表表情凝重地说道，少说什么屁话，这个吴凡算什么东西？在我中北武大的秦先锋面前，他连1分钟都撑不了。一名身材高大、头发染成金黄、剪成美式短寸的黝黑壮汉不屑地说道，虽然他今年才18岁，但长相颇显老气，看起来快25、6了，肌肉虬结，一看就是练体流的武者。你还是别出来丢脸了，不是我看不起你，就你这实力，估计连吴凡一刀都接不住。滨城武大腿的燕磊生双手紧握，手肘撑在桌子上，戏谑地对着中北武大的秦先锋笑了笑。老大，你这话说的没毛病。燕磊生旁边坐着的是黄渊慈、江雪等人，他们在听到燕磊生的话后，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在距离华夏武大不远处的地方，魔都武大一群人正在注视着吴凡。mwxbj.org， 那个就是传说中的吴凡吗？看起来确实比较普通的样子。一名黑发少年撇了撇嘴说道，他叫做萧耀南，是魔都武大的主力成员。他面容俊朗坚毅，十分硬派，但最让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双泛着碧蓝光芒的眼睛。哼，人不可貌相，他能成为华夏武大的新生代表，就说明此人绝对有过人之处。一名长相风神俊朗的少年轻笑着说道，一头齐腰的火红长发像火焰一样在背后摇曳着，他就是今年魔都武大的新生代表瞿霄宇。吴凡并不知道，当他代表华夏武大上台抽签的那一刻，已经被无数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了。而就在他刚抽完签，准备走回自己的座位时，嘿，吴凡刚走下讲台，忽然就有一只脚从旁边伸了过来，这一脚很突然也很迅猛，如果是普通的一阶武者，甚至有可能被踹飞出去。吴凡的反应很快，在对方出脚的一瞬间就察觉到了，如果是一般人，肯定会抬脚迈过去。但吴凡是谁？只见他将体内的灵压暗中聚集在腿部，随后像是前方没有任何物体一般走了过去。咔嚓，在短暂的接触后，只听一声清脆的响声，出脚的那名武大武者小腿的骨头直接断了。出腿的这名武者是4强之一明珠武大的一个副队长，他本来想挫吴凡的锐气，虽然有挑衅的意味在里面，但也还算比较合理。虽然这种伤势对于武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在医院住不了3天就可以出院，顶多在战斗的时候影响一点身法和战力，但他没想到没影响到吴凡不说，反倒是自己丢了人，所以虽然有断骨之痛，他却只能强忍着用灵压暂时压制伤势。看着对方痛苦的脸色，吴凡微微转过头，用侧脸斜眼盯着对方说道，骨头不硬就别踢钢板，不然下次断的就不是腿了。作为全场的焦点，这一幕被所有人都看到了。吴凡哥哥还是那么霸气啊！长安武大这边，王雅欣作为学生会成员，跟着主力队员张一凡、田华、严君宇他们一起来的。这才仅只过了2个月左右，这吴凡的实力又变强了许多啊！看着吴凡那轻描淡写的样子，他不由得感叹道，不要因为别人的进步就去否认自己，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保底32强，稳16强，拼8强。严君宇对一旁的张一凡说道，每个人都在进步，自从被吴凡一挑5之后，他严君宇在这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刻苦修炼，实力成功超越了张一凡，成为了长安武大的新生代表。在2楼的贵宾间里，来自全国100多所武大的校长齐聚在这里，这些人体内灵压强大，其中最弱的都是半步超 A 的存在。看来今年的华夏武大也不像传闻中的那么弱嘛，希望不要在8强就遇到了。说话的是去年8强江城武大队的校长江宝林。江城武大作为鄂省最强的武大，过去10年中有3次打进了全国8强，可谓是实力强劲。你不想遇到，那遇到的不就是我们金陵武大了吗？金陵武大队的校长金圣叹没好气地笑道。金陵武大位于沿海的吴越大地，苏省是全国最富裕的省区，教育、工业、武者实力等各方面都在全国前列，所以金陵武大的实力和邻省的南疆武大差不多。别的不管，今年我们南疆武大一定要打进4强。说话的是南疆武大队的校长黄甫山，虽然他年逾50，但全身精气神饱满，看起来和30岁的壮小伙没什么区别。南疆武大作为这省最强武大，曾经在2010年打进过1次全国4强，此后便一直止步于8强，被戏称为4强守门员。虽然这里有100多名武大的校长，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但众人其实心里都清楚，这完全就是那几个顶尖武大校长的装逼会。呸！一个个把自己说的多弱，多不想遇到谁，结果打起来一个比一个猛。其中一所全国64强的武大校长内心腹诽道，这群老装逼犯每年都是这种德性，装了10多年了都。来了，到帝都武大抽赛区了。
全场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因为吴凡抽到的是 D 区，而如果帝都武大抽到了 A、B、C 这3个赛区中的一个，那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就要在半决赛上提前相遇了。如果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其他武大就有概率去争夺那个亚军了。穿着一身素衣的叶禅心连步宽宽地朝台上走去，虽然会场的灯光很足，但众人依然能看到他浑身带着朦胧的霞光。和吴凡一样，在万众瞩目之下，他脚踝上绑着一串银色脚链，赤足走到了抽签台前。哇，那就是帝都武大今年的代表叶禅心吗？这也太有范儿了吧！看到叶禅心那出尘的模样，不需要说明，光看姿态和逼格就知道绝非一般人。和上一位普普通通的华夏武大代表比起来，叶禅心简直完爆。叶禅心将手中的赛区展示了出来，主持人大声地念道：“1区。”唉，伴随着帝都武大被分到下半区，可以听见全场97%的人都发出了一声叹息。这下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只能在决赛的时候遇到了。叹气什么？作为武者，难道没有一点进取的精神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正面干翻华夏武大或者帝都武大吗？一道威严的女声传来，说话的是魔都武大队的校长季玉华。他虽然年纪已经超过了60岁，但在灵气的滋润下，看起来就像是30岁出头的样子，身上皮肤光滑细腻，身材也保养得很好，根本看不出他已经是一名奶奶辈的人。呵呵，听到季玉华的话，南疆武大的黄甫山直接呵呵了2声。无他，魔都武大曾经有1年是在半决赛干翻了华夏武大，在决赛干翻了帝都武大的。正因为魔都武大有这个战绩，所以季玉华才有底气说这种话。接下来抽签的是魔都武大，台上主持人对着魔武武大的方向喊道。一头火红长发的少年站起身，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走上了抽签台。这就是魔都武大的瞿霄宇吗？听说他曾经独占3名 C 阶武者而不败，力斩过一头地阶巅峰的魔神大妖，是不是真的？卧槽，这么猛的！作为继吴凡、叶禅心之后第3个上台的人，瞿霄宇也引起了台下的热议。很快，关于他的传说就被一一传了出来。魔都武大的代表，请抽取赛区锦囊。主持人示意瞿霄宇道：“那就这个吧。”瞿霄宇飒然一笑，抓起了离他最远的一个锦囊。而当他打开锦囊，看到里面的那个字母后，整张脸忽然就凝固住了。C 区，瞿霄宇看着手里的纸片，表情先是凝固了一下，随后便发出狂喜的笑声。我还在想该怎么超越前辈们留下来的成绩，结果这1/6的概率就给遇上了。抽到华夏武大，瞿霄宇一点也不害怕。他之所以愣神了一下，是因为要压抑住内心的狂喜。学长学姐们在4强淘汰了华夏武大，在决赛打败了帝都武大，那我们就在8强淘汰华夏武大，然后一路杀上去，直到拿到今年的全国大赛冠军。瞿霄宇一点也不避讳和掩饰心中的想法，他直接当着全场所有人的面将这番话给讲了出来。哗！听到瞿霄宇的话，全场哗然，有人佩服他的志气，有人羡慕他的自信，有人觉得他不自量力，有人觉得他太过张扬。总之，魔都武大的瞿霄宇算是在众人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8强赛就要打魔都武大，看到这个抽签结果，常征明的内心一紧，特别是瞿霄宇又表现得这么强势，让他感觉压力特别大。我记得许风霜是魔都人对吧？你对魔都武大有什么了解吗？吴凡看着坐在一旁的许风霜问道。对哦，风霜，魔都离你那么近，你为什么要跑到帝都来？以你的实力，魔都武大好歹也是4强，他们给你的修炼资源并不会比华夏武大少吧？文人优越好奇地问道。终究只是4强而已，放着去年全国第1的华夏武大不选，跑去读个4强的魔都武大，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差距，那我也要选择最好的那个。许风霜语气果决地说道。哪怕是错过，我也不愿意将就。真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生啊。虽然华夏武大是去年的第1，我自己也是华夏武大的人，但是我依然感觉魔都武大是一个很强很强的对手。许风霜眼神看向魔都武大的方向，他认出了一些熟人。魔都武大的新生代表瞿霄宇，实力特别强，丝毫不弱于吴凡。外人只了解他的灵气是一对金月，但只有熟人才知道他的灵气还有另外一种双减的形态。上次国庆节我回家见过他一次，实力已经快要达到地阶巅峰，灵压也压缩了至少4倍。笔下文学。而就在这时，魔都武大那边的瞿霄宇就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忽然转过头看了过来。唰！吴凡和瞿霄宇的眼神对撞，在这一刹那间，吴凡只感觉看到了一座从天而降的天尊神灵——展翅瞳。眼前的金光天花背景忽然被漫天的赤血染红，在吴凡对面的瞿霄宇只感觉一道滔天的杀气袭来，两者的对视只持续了1秒便一触而分，两人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实力。不知道吴凡已经和瞿霄宇暗中交手的许风霜继续说道：魔都武大其他人实力也很强，像瞿霄宇的副手岳前山，2团的团长孟泰林，3团的团长萧耀南，还有高颜回、陆林瑶等实力基本和我差不多。哟吼，你们快听听，人家16强还没打呢，居然就在研究8强的对手了，真不愧是华夏武大啊！去年8强的华科武大代表刚抽完签，在回自己座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许风霜和吴凡他们的话。看着华夏武大众人不善的表情，他指了指前方的大屏幕说道：咱抽的可是 B 区，想要和我们打，你们先过魔都武大那一关吧。呵呵，今年有几所新参赛的武大都挺厉害的，小心你们在16强就跪了。文人优越反对了过去。切，吓唬谁呢？年年都有赛前被吹上天的武大，结果连16强都没进就被暴打一顿的也不少啊。华科武大的新生代表毫无顾忌，本来赛前搞人心态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你阴阳怪气我贬低嘲讽你都是常规操作了。很快，去年8强的武大已经抽完分区了。上半赛区 A 南疆武大，浙省苏杭市； B 华科武大，皖省泸州市； C 魔都武大，魔都直辖市； D 华夏武大，帝都首都。下半赛区 E 帝都武大，帝都首都； F 明珠武大，
魔都直辖市 ；G. 金陵五大，苏省金陵市 ；H. 江城五大，鄂省江城市。8强五大抽完分区之后，就是剩下那100多个五大抽序号了。抽到1到16号的就是 A 区，最终和南疆五大打16强战；17到32号就是 B 区，最终和华科五大打16强战；33到48号就和 C 区的魔都五大打16强战，以此类推。吴凡等人并没有着急着走，因为他们还要看看有哪些五大抽到了他们地区。唉，居然是49号！燕磊生现在只想把手给剁了。作为去年的全国第10名，今年他们肯定是要冲8强的，结果给抽到了吴凡他们所在的地区。难崩，真的难崩！江雪和柯寻几人也绷不住了，看来今年注定也是16强的命了。64号地区啊，西南五大的赵不空看着手里的数字，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你们看，西南五大也抽到地区了耶！作为今年上了热搜的五大，西南五大也是备受关注的一所五大，传闻拥有着能打进全国4强的实力。老大，我们和西南五大在32强就要相遇了啊！黄元慈指着序列为63号的西南五大说道。怕什么？西南五大合并之前，一个全国第15名，一个全国第30名，分开之前他们都打不过我们，难道合起来就打得赢了吗？燕磊生没好气地说道。打不过华夏五大，还打不过你西南五大吗？到时候直接给他们再打分校了。和西南五大一样，还有一所五大更加惹人关注，那就是今年第一次参赛的国防五大。和其他五大来了10多个人不同，国防五大只来了一名身穿作战服的军武者。据其他人说，国防五大的其他主力队员都还在执行任务，不方便过来。蓝孝威身体站得笔直，一走一站之间颇有军旅风范。他对着讲台上坐着得高级军官杜云剑敬了个礼后，便开始抽签。杜云剑就是当初吴凡他们参加暑期集训的时候，和裁决所白焕生、斩妖队霍殿阁一起出现的军武高级将领。既然国防五大要来参赛，军方也得派个大佬过来镇镇场子。只见蓝孝威很果断地抽出一个序号来，主持人拿过来一看，随即便大声地喊道：“国防五大，序号3号。”看到国防五大抽到了3号，金门五大的校长人直接裂开了。金门紧挨着帝都，在古代是作为拱卫帝都而存在的，而进入近代化后，金门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直辖市。而金门五大作为全国排名第13的五大，今年刚好抽到了9号。本来他们还以为能不能和南疆五大争一下8强，结果现在国防五大抽到了 A 区，那就意味着大概率要在32强遇上了。黄甫山，你不是想要争4强吗？你们南疆五大要是能把国防五大给啃下来，进个4强不是稳稳的吗？一旁的金陵五大校长金圣叹揶揄道。作为邻居省，前不久他们2所五大才打了一场交流赛，火气旺着呢。哼！黄甫山难得没有反驳。国防五大今年来势汹汹，虽然军武者的整体实力比五大的学生弱，可国防五大不一样啊，里面都是从全国在编部队里选拔上来的人才。听说今年为了参赛，军部还从特种部队里选拔了一群年轻的兵王，目标就是剑指苍穹，直奔冠军而来的。国防五大在上半赛区啊！看到这个抽签结果，不仅是金门五大、南疆五大感觉头疼，华夏五大这边也感觉很棘手。16强要和合校的西南五大打，8强要和有夺冠可能的魔都五大打，4强大概率还要和国防五大打。长征明光是想想这几场对战，他就感觉快要死掉了，这简直就是地狱级别的赛程啊！你别说话，文人优越在一旁呵斥道：“就你压力大，吴凡同学的压力可比你大多了，人家都没有喊一句，你倒在这里哭天喊地起来了。”众人听到他的话，都把目光看向了吴凡。确实如文人优越说的那样，现在整个华夏五大压力和责任最大的就是他了。这个赛程确实有点死亡分组的意思了。吴凡倒是没否认，事实就是如此，不能强行忽略。但他随后又道：“其实咱们换个角度来想想，要是能在这种情况下夺冠，那这个冠军岂不是最有含金量的那个？还有1周，全国大赛就要正式开始了，咱们要抓紧时间提升自己。”抽签仪式已经完毕，吴凡率先站起身，朝着门外走去。他身后的许风霜、文人优越、罗显和、秦少商、张之白等人紧跟在他身后，朝门外走去。1周后，金门国际港口，一艘超大的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哇，好大的轮船啊！罗显和、秦少商是内地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远洋游轮，甚至上次暑期集训去这省，还是第一次看见海。这艘游轮叫做北极星号，长365米，28万吨重，总共拥有18层甲板，比一些星级酒店的楼房都还要高，可以容纳6680名乘客和2200名船员，以4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航行。长征明扶了扶眼镜，不用手机搜索就能随口爆出这条巨轮的资料。1周前，官方给参加全国大赛的五大发来了比赛的地址和详细的赛程，比赛地点在华夏琼省的三沙岛。琼省是华夏第2大岛屿，与粤省的雷州半岛隔海相望。因为五者间的战斗会有很大的破坏力，所以官方把比赛场地定在了南海的某座大岛之上，官方称之为决斗之岛。虽然在岛上，但建造规格完全按照奥运村的级别来建的，选手住宿的地方水电、网络、电视、电脑应有尽有，甚至还有漫画屋、小说馆、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仅如此，岛上还提供灵气室、重力场、武者健身房等训练用的器材。这对于那些128强和64强的一轮游、2轮游五大来说，完全可以当作是一场资源充足的集训来对待。搭乘北极星号的五大有咱们华夏五大、帝都五大、金门五大和扎萨克五大。站在众人背后的沈子双开口说道，他头上戴着一顶淡蓝色的女士圆顶小遮阳帽，帽子口还系着一圈白色蕾丝绑带。虽然现在是寒风呼啸的11月中旬，但沈子双依然穿着一条淡黄色的薄纱连衣短裙，腰部被一根红色细带缠住，勾勒出了她21寸的纤腰，脚下还踩着一双5厘米白色的细高跟凉鞋。哇！看到他这身装扮，周围正等待上船的五大男生们纷纷侧目，因为不仅是他，文人优越和许风霜、莫清武等女同学也是差不多的打扮。
女性武者因为有灵气的滋润，个个颜值超高，根本不需要化妆打扮，加上平时修炼和战斗，身材也超顶。咱们又不是去穷省的三亚旅游，而是去三沙比赛的。吴凡略微吐槽道，但随即被沈子双一根葱白的手指点在脑门上。你这种自以为是、满脑子都是战斗的小男生，怎么会懂这些呢？会不会连女生的手都没牵过？沈子双想仗着比吴凡大那么几岁来调戏一下他，结果只听吴凡道：如果男女之事对武道修炼有帮助的话，我不会像那些因为和谐原因而阳痿的小说男主角一样搞暧昧，绝对二话不说，直接把人按在床上，扛起一条腿就直入主题。你沈子双本来想调戏一下吴凡，看看他的囧样，但没想到对方一顿虎狼之词，反倒给他整不会了。学姐，这扎萨克武大没听过啊，是那个省的。就在这时，很会看眼色的林小璐马上抛出了一个问题给沈子双解了围：是蒙省的第2强武大，因为只招收草原民族，所以只在全国排124名；而蒙省另外一座北凉武大，因为所有学生都收，所以全国排第27名，属于一流武大。沈子双给林小璐递过去一个感激的眼神。对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沈子双看着吴凡等人说道：本次全国大赛将开启网络人气投票，并且在32强的时候还会进行网络直播。哈！听到沈子双的话，众人的脸上露出了不同的神情。而就在这时，背后传来了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哟，这不是华夏武大的沈子双老师吗？今天出门怎么没看黄历？怎么把你给遇上了呢？一名穿着紫色 OL 窄裙、灰色丝袜，脚上踩着一双黑色高跟鞋的漂亮女生出现在吴凡等人的背后。她看起来和沈子双年龄差不多，不过比起沈子双来打扮得更加成熟一点。而在这名大美人背后还跟着一群熟人：叶禅心、黄元玉、灵狐天意、罗中玄，帝都武大的人。咦，谁在跟我说话？吴凡，你有听到吗？沈子双故意装作看不到的样子，一脸好奇地问吴凡。哼，装模作样，明明都是快要到30岁的老女人了，还整天打扮得一脸清纯的，在学生们面前装嫩，真是不得不佩服你的厚脸皮啊！施凤兰捂着嘴讥讽道：啊，有撕逼大战？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两边的学生都察觉到了2名负责人之间的火药味，当下恨不得现场搬把椅子坐下，边嗑瓜子边看。你现在连眼睛和耳朵都出问题了吗？眼看沈子双无视自己，施凤兰一点也不生气，继续开启嘲讽道：哼，我可没那么无聊，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沈子双根本不打算理对方，一边说话一边带着吴凡他们走上了游轮。学姐，刚才那个美女是谁啊？罗显和饶有兴趣地问道。她叫施凤兰，跟我同届，帝都武大的优秀毕业生，现在是帝都武大卧龙班的负责人。沈子双一脸冰寒地说道：我和她从当年的全国新生大赛就认识了，她一直把我当竞争对手，可惜一直没赢过，所以现在心里有些扭曲，见到我就要上来恶心几句。众人心中明悟，原来是老一辈的恩怨。因为是豪华游轮的关系，所以住宿房间的环境都很好，轮船大厅的装修也很豪华，特别是中心区域的大厅缀着一顶金光璀璨的水晶吊灯。游轮在进入常规航行后就会开启灵能涡轮增压，速度会提升5倍以上。我们明天早上就能到目的地了。本次华夏武大共来了50多名老师、15名教授和1位副校长，阵容还算比较扎实，加上还有其他3所武大的人，可以说就算是苏拉、海葵来了，那也能抵挡一会儿，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中午吃完，吴凡便在自己的寝室里修炼了一下午。修炼前天还是亮的，在睁开眼时，外面已经是一片黢黑了。茫茫无边的海洋就像是沉默的怪兽，即使是能搭载近1万人的游轮，在这其中也只是一个小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中的巨口给吞没。这种情况对于有海洋恐惧症、深海幽闭症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顶级折磨。吴凡看了看时间，已经快晚上7点了。他刚走出房门，想要去餐厅吃点东西，就看到了穿着一身休闲紧身衣、白边牛仔热裤的灵狐天意。死！灵狐天意在看到吴凡的瞬间，瞳孔一缩，猛地往后跳了一大步，随后死死抓住自己的头发，一脸警惕地看向吴凡。别紧张，我又不会吃了你。吴凡感觉灵狐天意的反应有些大，虽然之前他堵过帝都武大的门，还捅了对方10多刀，割了人家的头发，但他依然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你别靠近我。但很显然，灵狐天意绝对没有大家都是好朋友的想法。吴凡每前进一步，他就后退一步。行。吴凡看见对方被都抵在船舷的白色栏杆上了，怕是再逼近一步，对方就会掉进海里了，于是转头准备从另外一个方向离开。那个，你等一下。就在吴凡快要转头离开之时，灵狐天意忽然叫住了吴凡。还有什么事吗？吴凡瞬间觉得这女人好麻烦的样子，是好多啊。游轮的第6层是棋牌室，咱们要不去玩一手？灵狐天意眼睛眯了起来，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没兴趣。虽然他看过很多港澳的电影，也很喜欢发哥和陈刀仔，但他现在只想补充一些修炼亏空的气血，然后回寝室继续修炼。从寝室走到餐厅这来回的路程，就当是休息和散步了。跟灵狐天意说话，纯属是拿对方当朋友了，不然他可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我拿我自己当赌注，输了的话，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哦。灵狐天意眼宋秋波，声音嗲嗲的。吴凡瞬间感觉自己置身在一片朦胧的粉色环境中。笔下文学，展翅瞳。吴凡双眼瞬间变得赤红，刹那间，灵狐天意发动的精神武技魅惑便失效了。唰！灵狐天意只感觉铺天盖地的血浪袭来，随后只见一抹刀光闪过，他顿时惊觉的死死捂住了自己的脖子。呼哈呼！令狐天意双腿一软，直接原地坐了下去，穿着热裤的修长美腿摆成了鸭子坐的模样。此时他背后升起了细密的冷汗，雄伟的胸脯随着大口的呼吸不停地上下移动。好恐怖的精神攻击！灵狐天意摸了摸脖子，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距离上次堵门事件只过去了1个多月，他的实力又进步了。灵狐天意很快就从惊魂状态中恢复了过来。不行，得赶快告诉施凤兰姐姐和叶禅心姐姐。就在灵狐天意刚想从地上站起来之时，他的表情忽然一凝，
随后就紧紧捂着肚子倒了下去。我去！看到灵狐天意忽然躺倒在地，嘴里还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吴凡感觉自己可能摊上事了。喂，你碰瓷我是吧？吴凡刚才只用了精神武技斩赤瞳，甚至连灵压都没爆发，最多就是反制一下对方的魅惑，根本不可能把人打成这个样子，更何况还是对方先动的手。肚子好痛。灵狐天意紧捂着肚子，那痛苦的神情不像是装得。见状，吴凡赶紧抄底一搂，一把抱起灵狐天意就直奔医务室而去。而就在他奔向医务室的同时，在整个北极星号游轮上，有更多的人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双眼隐红，面色发黑，腹部疼痛，这是中毒的症状。随传的医务者诊断道：中毒。听到医生的话，华夏武大、帝都武大等负责人脸色一变。你们不要紧张，我们从胃部取出的食材化验出了暗影草的成分，剂量很少，最多让武者体内灵压紊乱1-2周。暗影草对普通人没有什么危害，但对于武者来说影响非常大，因为其蕴含一种物质能让武者体内的灵压失控，但仅此而已，并不会致命。我们知道了，辛苦你李医生了。木兰锦示意其他几所武大的负责人去甲板上聊。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我就去食堂收集线索了，初步推测是有人在晚饭里下了毒。帝都武大的副校长莫金春说道。食堂的负责人和厨师我们也都控制起来了，但是监控被人删除了。金门武大的副校长说道。这件事绝对是有预谋的，邪教、财团、内部集团还是外部势力呢？因为之前才有了偷拍事件，所以木兰锦觉得是财团的可能性要大很多。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唰，在豪华游轮的巨大甲板上忽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一名身穿红色制服的最终裁决带着几名金衣和一匹蓝白衣裁决从空间中走了出来。来得可真快啊！木兰锦看着为首的白幻生说道。4所武大6000多名武大精英，我们要是不重视，岂不是和隔壁棒子国一样了吗？因为没有出现人命，所以白幻生脸上还是带着一点笑容，顺便揶揄了一下棒子国。在几年前，棒子国一艘载有几百名休学旅行的游轮沉没了，在此期间，棒子国的女总统被曝去做头发了，后传闻这几百名学生是被本土邪教拿去当做祭品进行了某种复活仪式。查案都是次要的，先要保证学生还有其他船上的人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白幻生对木兰锦和莫金春几个武大的副校长说道。客舱里好些了没？吴凡看着罗显和、秦少商等人说道。得知灵狐天意没有生命危险后，他就将对方交给了帝都武大的人照看。至于华夏武大这边，大约有1200名同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罗显和、秦少商几人。至于为何是他们几个最严重，无他，因为他们食量最大。与之相对，中毒较轻的是女性武者，甚至剩下300名左右没有中毒的同学中，女生占了97%。根据文人优越的说法，他们为了保持身材，一般都不吃晚饭。我没事。罗显和刚想嘴硬的站起身，马上又萎了下去。你先躺着吧，根据医生的说法，大概1-2周就会痊愈了。吴凡把人给按了回去。你们说这件事会不会和上次偷拍事件有关系啊？许风霜站在一旁说道。毕竟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现在他很容易联想到。有可能。先不要想这些了，幸好我们还要等到16强才开始比赛，完全有时间调整过来。沈子双对大家说道。在明天早上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甚至水都不要喝，知道吗？豪华游轮北极星号出现了投毒事件，这艘船上还载着即将去参加全国大赛的4所武大。这个消息虽然被封锁了，但华夏是什么地方？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全国各个武大、组织、家族、机构中。经过1夜的侦查，裁决所依然没有查出任何线索，于是众人便在这种疑云中登陆上了比赛的大岛。这座决斗之岛非常的大，岛屿的中心是住宿区，能同时容纳30万人，有点像侏罗纪世界里面那个观光乐园了。在岛屿的周围有很多个战斗场地，到时候会随机抽取。沈子双带着吴凡等人在选手签到处办理了入住手续。后天进行的是128进64强的比赛，你们可以选择去观赛，也可以选择待在训练中心训练，但我还是建议32强之后再去，因为能够成为我们对手的武大，就算所有主力都不上，都能轻松打赢。吴凡在把罗显和他们送到自己的宿舍后，便直接前往了灵气室。人好多啊！虽然各个武大都是分区住的，但即使这样，每个分区人也特别的多，特别是后天就要比赛了，临时抱佛脚的人会特别多。好在修炼室都是单间，吴凡找了其中一个就走了进去。我目前的灵压才8万多一点，其他武大那些顶尖强者可能已经是地阶巅峰的满灵压了。不管是身法再好，防御再高，恢复能力再强，灵压都是一切的基础。攻击武技、精神类武技都有了，最近这段时间就全部用来提升灵压吧。一名武者的战斗力体现在综合能力上，灵压强的不一定就强。如果不修炼武技，磨练实战，只顾着天天吸收灵压粒子的话，灵力很容易虚浮。几十分钟后，就在吴凡正闭着眼缓慢吸收灵压粒子的时候，轰！修炼室的大门被人推开，来人一脸嚣张地对吴凡说道：“外面没位置了，老子是东北武大的彪哥，赶紧把这间修炼室让给我，不然没有你好果子吃。”东北武大是排名第43的武大，还蛮有实力的。名叫彪哥的武者，身高足有1.9米，生得膀大腰圆，虎背熊腰，穿着一身修炼背心，露出了爆炸性的肌肉，一身地阶武者的强大灵压肆意的爆开，给人极强的压迫感。你小子没听见是吧？彪哥觉得吴凡无视了他，于是连忙大步上前，想要把吴凡提溜起来扔出去。而就在他刚迈出第一步的瞬间，只听一道沉闷的响声，砰！彪哥的胸口直接凹陷了下去，双手双脚凌空，摆出了一个平行姿态。随后一道空气乱流袭来，他整个身体直接像炮弹一样倒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了修炼室的墙壁上。好强！在修炼室的人很多，彪哥被打飞出去的这一幕被很多人都看到了。由于彪哥自报家门，再加上他强横的地阶武者灵压，在这番映衬下，吴凡的实力显得更加恐怖起来。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连吴凡怎么出手的都没看清。嗨，工作人员很快出现，将彪哥送去了医务室。没有人来找吴凡的麻烦，因为他们看得出吴凡是手下留情了，不然彪哥不会还意识清醒了。没有了其他人打扰，吴凡继续专心提升起灵压来，希望能在16强比赛前将灵压提升到9万。吴凡的修炼速度已经很快了，可以说是在做火箭都不过分。但天赋问题摆在这里，即使他在各种修炼资源的加持下，仍然有那种精彩绝艳的人物超过他。对此，吴凡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浪费任何一点时间，全力修炼。修炼室中，吴凡的眼睛闪亮的像一颗耀眼的星星。虽然他的压力很大，但他从来没有焦虑过，因为当一个在担心未来的时候，那还是他的努力没有达到极限。专心备战修炼的日子过得很快，一转眼2周就过去了。修炼室里的人少了很多，因为现在已经进行到64强进32强的比赛，很多武大已经被淘汰了。你们怎么了？刚回到华夏武大休息大厅的吴凡看到众人的神情不对，目前的情况可能有些糟糕。常征明在笔记本电脑面前，眼镜反射出不透明的光。咱们16强进8强，首战的对手西南武大很强，这是我最近几天收集的资料。他将笔记本电脑转到吴凡面前，这是开头第一眼，吴凡就看到了一个显眼的 C 阶武者，赵不空，西南武大新生代表 ，C 阶初级，灵气，麒麟长剑；金福展，西南武大2团团长 ，C 阶初级，灵气，18道火焰符；申屠家，西南武大3团团长 ，C 阶初级，灵气，雷霆羽扇；李双华，4团团长 ，C 阶初级，灵气，碧水枪；石小雪，石青瑶姐妹，5团正副团长，均为地阶巅峰，灵气，玲珑环。西南武大怎么有4个 C 阶初级的武者？在看到常征明收集的信息表后，就连吴凡都差点没绷住。在正式的比赛中，不是有2头 C 阶巅峰的魔神大妖吗？常征明指着地图上2团大红点说道：“你的意思是，西南武大的人用比赛里的大妖灵和进阶了？”不用对方继续解释，吴凡直接反应了过来：“是这样的。”一旁的沈子双捂着额头，一脸严肃地说道：“西南武大32强战是和滨城武大打，滨城武大胜算不到30%。最糟糕的情况是，西南武大在下一场比赛中又斩杀了2头 C 阶巅峰的大妖，又进阶2个 C 阶武者，应该怎么办？”这种局面是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C 阶巅峰的魔神大妖有多可怕，吴凡多少也了解一点。当初他能斩杀地阶巅峰的蛟龙，靠的是3道金环齐开的天地一刀斩。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消息，常征明接过左山行拿过来的 U 盘，插入后出现了另外一组数据。在上午刚进行的 A 区32强比赛中，国防武大碾压般的击败了金门武大，同时也斩杀了2头大妖。现在他们的队伍中总共有6名 C 阶初级的武者，6名 C 阶初级的武者。A 区的南疆武大不会止步16强吧？南疆武大可是号称有4强守门员之称的，实力非常强劲。8强赛跟他们对战的华科武大，估计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我们极有可能在4强的时候就遇到拥有8名 C 阶初级武者的国防武大。常征明感觉自己敲键盘的手都在抖，大厅里陷入了沉默。就在这时，吴凡却忽然笑道：“怕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对强者拔刀的勇气。更何况他们算得上强者吗？只不过是几个才进阶为 C 阶的武者而已。如果连越级挑战的信心都没有，那以后还怎么战胜那些武道圣地、地兵家族的天骄？”吴凡自己就拥有亮剑的勇气，但他知道光是他自己有还不够。在这几千人的团战中，要的是所有人都要有像骑兵连那样一人举刀拍马，虽知必死但仍毅然冲锋的精神。作为华夏武大的新生代表，吴凡不能当一个感觉自己实力够强就可以超然物外的人。吴凡同学，听到吴凡的话，大厅里沉默的氛围骤然消散。西南武大和滨城武大的比赛就要开打了，我去搜集资料。常征明背着笔记本，带着副队长左山行快步离开了。走，训练去。罗显和和秦少商直奔对战室而去。许风霜本能的想说几句刺话，但他动了动嘴唇，终究选择暂时当一个哑巴，随后转身朝修炼室而去。吴凡同学，我最近修炼了一门武技，想要找你合作一下。看着其他人都走了，文人优越对着吴凡说道：“哦，你想要和我切磋？”吴凡就像是机器人一样，之前还一副其他样子，但在听到有人想要和他对战之后，马上就会切成战斗模式。不是切磋了，是想要跟你合作。文人优越双手手指来回搅动，就像是川省著名小吃搅搅糖一样。合作？吴凡眼中露出一丝好奇，随后2人便来到了对战室。因为涉及到战术的关系，所以每个武大都有自己的专门训练室，以确保自家武者的底牌不会被暴露出去。我准备好了，你开始吧。吴凡和文人优越2人相对站立，分隔不到3米远。听到吴凡的话，文人优越身上浮现出柔和的灵压粒子，随后他便带着这些灵压粒子朝着吴凡奔来。武技风正摇，唰！柔和的灵压化作一条由灵压粒子构成的透光长线，长线一头连在吴凡的背部，一头连在文人优越的胸口。此时文人优越的身体就像是风筝一般被灵压高高托起，缓缓漂浮在吴凡的身后。mwxbj.org。当2人被长线连在一起的那一瞬间，吴凡只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压提升了一大截。吴凡捏了捏拳头，随后一拳轰出，空旷的修炼室被打出了一阵音爆声。紧接着他又对着前方一记膝顶，随后凌空一记抽腿，唰！凌厉的腿边直接隔空将合金地面斩出了一道2米长的裂缝。吴凡将灵压灌注在腿上，身体瞬间像闪电一般朝前奔去。文人优越胸口的灵体长线拽着他和吴凡一同朝前飞去。嗖！吴凡的身影不停地在修炼室里来回奔跑，文人优越就像是飞在天上的风筝一般被吴凡牵着跑。10多分钟后，吴凡终于停了下来，文人优越的身体在空中优美地翻了一个圈，十分优雅从容地将惯性消除。
感觉怎么？文人优越主动解除了风正摇的效果，从空中翩然落下。我现在的灵压是85000，你使用风正摇之后是97500左右，大约提升了15%。吴凡仔细感受了一下前后差距，说道：“灵压的提升量和武技的使用者本身实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我现在的灵压在98000，我就能给你提升1万多的灵压，而换一个灵压在8万左右的，估计只能提升5000，而实力更低的话，甚至只能提升个位数。而且灵压提升也是有上限的，不会超过一定的极限。”文人优越解释道：“那你和我连接后，飞在天上的时候能战斗吗？”吴凡比较关心这个问题。不能，因为辅助共享的关系，我的防御跟你的护体灵压有关，别人想要攻击到我，就必须击破你的护体灵压。文人优越摇头道：“这门武技比较适合小范围团战，然后单兵突破的时候使用，在连线期间，每隔几秒还会少量治疗你的伤势，提升灵压、护体灵压，少量治疗。”听到文人优越的话，吴凡的眼前忽然一亮。冰城武大被西南武大击败了，而且是惨败，双方的战损比是932比127，也就是说，西南武大总共被淘汰了127武者，而冰城武大基本上全军覆没。冰城武大真菜啊！就这种水平，居然还是全国排名第10的武大，不会是花钱买的吧？怂得要死，一点血性都没有。那什么冰城武大的燕磊生，最后带着几个人守城，简直就是无能狂怒，简直就是搞笑嘛！这就是我们华夏新生代的高校武者吗？要是我觉醒了，肯定比他们厉害多了。咔嚓！看着网络上的评论，躺在病床上的燕磊生直接捏碎了手里的手机。冰城武大和西南武大是32强进16强，所以有很多人通过直播和视频看了这场比赛。老大，接我们的船要来了，差不多该走了。门外的江雪对燕磊生说道。比赛是残酷的，被淘汰的武大在学生伤养好后就会被直接送走。码头边，燕磊生、黄渊慈、柯寻等冰城武大的人提着行李登上了远航的游轮。当游轮缓缓驶离的时候，远处忽然出现了10多道熟悉的身影：罗显和、秦少商，华夏武大的人。燕磊生站在栏杆处，对着吴凡他们挥了挥手，随后便转过身，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君子之交淡如水，武者之间的友谊也是如此，无需过多的言语。冰城武大的比赛落幕了，我们的比赛才刚刚开始。沈子双看着远处的轮船说道：“就在这时，罗显和感受到了另外一群人的灵压，他转头看去，发现为首之人穿着一身火红的劲装，脸上贴着一道金色的火焰符文。西南武大的主力队员金福展，哟，这不是华夏武大的诸位吗？怎么，你们也有兴趣来看失败者的落魄嘴脸啊？金福展脸上带着嘲讽的笑意，态度十分的嚣张。啊，难不成你们是来送别的？不会吧，不会吧！金福展根本没等众人回答，便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说道。他身后跟着的一群西南武大的精英武者也都哈哈大笑起来。轰！罗显和全身灵压暴涨。恐怖的灵压像海浪一样朝金福展和他背后的那群学生拍去。砰！金福展身上也爆发出强大的灵压。和罗显和不同的是，对方的灵压已经能看到实质性的场域了。C 阶武者灵压震慑。D 阶武者能在攻击或者使用武技的时候将灵压外放，形成刀气、剑芒，而 C 阶武者便无需武技，直接就可以使用灵压进行攻击。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灵压震慑。罗显和全身一沉，地面已经被他踩得凹陷下去了20多厘米。都给我住手！你们两个想被禁赛吗？沈子双一巴掌将罗显和金福展的灵压击碎，强势分开了正在对抗的两人。官方有规定，严禁任何人私下使用灵压战斗，先动手的一方会被禁赛。我还以为你有多强呢，原来还不是要靠别人出手。金福展用手指着罗显和大笑道：“不过比赛的时候就没人帮你了，是吧？”随后他便带着自家武大的同学离开了这里。靠！看我不在比赛上打爆他的头！罗显和从鼻子里喷出一团浊气，努力将自身激荡的气血和迸发的灵压稳定下来。赛前敌对双方互相搞心态，不是很常见吗？许风霜在一旁说道。对方就随便撩拨几句你就受不了了，那你这心理承受能力真的蛮脆弱的。我不管，比赛的时候金福展这屌人在哪路，我就去哪路揍他。众人也都知道罗显和的脾气，只要没人理他，他很快就消停下来了。就这样，众人一路回到了休息室。而就在他们刚走进门时，却发现很多医武者正在往训练室。这些医武者是华夏武大医学院的新生，因为是千人大战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每5人小队就会配一个治疗伤势和恢复体力的医武者。这是怎么了？难道有人在训练室受伤了吗？看到此情景，沈子双等人连忙往训练室赶去。而当他们在看到训练室里的那一幕时，我靠！饶是一向沉稳的秦少商，嘴里都不由得发出了惊叹。只见训练室中，吴凡正把张之白、官员、王爷等8名小队成员按在地上打。这什么情况？罗显和指着吴凡的背后，一脸震惊地问道。不怪他如此的激动，因为此时吴凡的背后正挂着20多个颜值超高、身材超好的女同学，她们的胸口都连着一根灵体长线，而另外一头集体连在吴凡的背后。轰！吴凡没有使用长刀，而是赤手空拳的和张之白等人对打。嗡！张之白将手中的古琴竖起，双手往后一拉，一道恐怖的空气震荡朝着吴凡袭来。之前吴凡就被这道音浪给击飞过，但此时他不闪不避，径直朝着张之白杀去，手中五指攥紧，对着前方猛然一拳轰出。破！无形的音浪被瞬间击溃，张之白的护体灵压就像是泡沫一样，吴凡的拳头还没到就直接碎掉。凌波微波！张之白瞳孔一缩，马上施展身法拉开距离，但是就在他身体刚离开原地的那一刻，吴凡的拳浪已经产生了实质的空气漩涡，一道恐怖的吸力将他身体从远处拉了回来。空手入白刃，巨力挥击，眼看张之白就要被吴凡重创，官员和王爷一左一右的朝吴凡杀来。随后
张之白、关元、王爷三人便倒飞了出去。谕令，进！毕阳对着吴凡一指，吴凡感觉体内有股外力正在封闭他的经脉血管，让他体内的灵压流通不畅，无法使用武技。不过这股力量对于现在的吴凡来说实在太过弱小，鲜血如汞，像奔腾的黄河一般，直接就将这股劲质给冲散了。八极崩，幽冥破！林小璐和罗侯两人一前一后，正面抵抗住吴凡的同时，罗侯举起短刃就捅向了吴凡背后的某位挂风筝摇的女同学。当！只听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传来，罗侯的短刃根本就没砍到那名女同学，而是在距离对方30厘米处被一道无形的护体灵压给挡了下来。这，罗侯心中震惊，要知道他的幽冥破不是普通攻击，而是一道武技啊！就这都破不了防。穿透剑！张衡在远处拉弓，一道携带着恐惧灵压龙卷的剑矢朝着吴凡的胸口射来。他这道攻击，就连 C 阶武者都要暂避锋芒。什么？只见吴凡对着飞驰而来的龙卷伸出了右手，虚空一点，赤！吴凡的食指与剑矢的箭头碰撞在了一起，只见无数灵压粒子飞溅而出，啪！下一秒，龙卷消失，整根剑矢断成了10多节，消散在空中。吴凡忽然下盘一扫，将罗侯整个人扫到了空中，随后跟上另外一脚，将他狠狠踢飞了出去。哦！罗侯从嘴里喷出一道胃液，整个人凌空飞出50多米远，狠狠地撞在了训练室的墙壁之上。紧接着，吴凡一把扯过林小璐的衣领，对着他的腹部就是一记膝顶。林小璐双手交叠，想要减去部分冲击力。噗！但是吴凡的这记膝顶威力实在太大，林小璐的双手直接发出了一声脆响，随后一股力量透着背部轰出，林小璐身体瞬间像炮弹一样飞出，狠狠地撞在了方天迅的身上。随后两人一同飞出数十米远，最后在地上滚了10多圈才停了下来。好强！秦少商惊叹道：“要知道跟吴凡战斗的张之白、关元等人可不是一般的武者。”哇，吴凡同学好厉害啊！挂在吴凡背后的一众女同学纷纷鼓掌叫好，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场战斗居然会变得如此简单，特别是那武技都轰不碎的护体灵压，简直给了他们浓浓的安全感。你们快下来啊，要换我们了！看到战斗结束，一群站在训练室外的女同学纷纷催促道：“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mwxbj.org 听到他们的话，沈子双总算是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训练室了，他们都是来给吴凡拉风筝摇的。唰，20多道身影如同仙女下凡一般从吴凡的背后翩然落下，在风筝摇解除的一瞬间，吴凡只感觉眼前一黑，身体一软，差点就要倒在地上。不过他还是强撑着身体，慢慢的缓了过来。吴凡同学，你没事吧？看到吴凡脸色有些煞白，周围一群义武者妹妹就把吴凡包围了。没事，身体超负荷运转了，休息一下就好。刚才拉风筝摇的这些人已经是今天的第13批了。本来吴凡的灵压只有85000，但是由于风筝摇强行将实力提上去，大大增加了身体的负荷，导致一旦连线结束，身体就会迎来一波反噬。吴凡，你是准备在比赛的时候使用这个战术吗？看到吴凡刚才的战斗，沈子双已经明白吴凡想要干什么了。以前也不是没人使用过这种战术，但这对身体的负荷实在太大了，就算是顶级强者也撑不了多久。而且这种战术也太孤注一掷了，不允许有任何的容错。沈子双并不赞成这种战术，他觉得吴凡有些太拼了。能以正常的团战取胜的话，我也不希望用到这种战术，因为这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被西南武大逼到了绝境，我不想坐以待毙，哪怕是对身体的负荷再大，我也要试一试。3天后下午2点，16强战对战现场。相比于之前的32强战来说，16强战受到的关注是之前的20倍以上，其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 A 区的国防武大 vs 南疆武大，D 区的华夏武大 vs 西南武大，E 区的帝都武大 vs 东山武大。国防武大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就在32强进16强的比赛中淘汰了全国排名第13的金门武大。兵哥兵姐们简直太帅了，我以后也要去当军武者。西南武大也很刁啊，在32强就淘汰了全国第10的冰城武大，听说战损比低到可怕。东山武大的外籍武者实力也很强，全国新生武道大赛瞬间冲上了热搜第1名，各大直播平台、各大主播解说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开始加入这场流量盛宴。在经过一阵等待后，西南武大 vs 华夏武大的比赛终于要正式开始了。华夏武大加油！地区的赛场外，双方武大的替补成员正发出热情又激烈的加油声，而西南武大那边喊的还有点不一样，一穿四，一穿四。西南武大是从128强打上来的，今天对阵的华夏武大已经是第4场比赛了，所以他们的口号喊的是一穿四。蓝色方的高台之上，吴凡将赛事组发放的传送手环戴在了手上，这个手环能在佩戴者遇到致命危险时瞬间将人传送出战场。呼，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后，便用带着灵压的浑厚声音喊道：“华夏武大，准备完毕！”声音像一道惊雷，传遍了整个战场。西南武大，准备完毕！在吴凡声音响彻全场后，在遥远的金色方高台上也传来了赵不空浑厚的声音。双方准备完毕，倒数3秒后，比赛开始。3、2、1。随着裁判的一字，高台之上的透明屏障瞬间消失。同一时间，1000名武者全身灵压爆发，从高台之上跳下。这一幕十分的壮观，就像是天空中降落下上千颗金色、蓝色、紫色的流星一般。在双方武者进入战场的这一刻，在各大直播间瞬间标出了每个武者的灵压值。吴凡灵压87529，38级地阶武者；许风霜灵压10万，地阶巅峰；罗显和灵压98517，39级地阶武者；文人优越灵压10万，地阶巅峰；常征明79512。华夏武大的实力好强啊！
2个地阶巅峰武者，其他几人实力也很接近。要知道他们才大一呀。呵呵，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待会你们看到西南武大的实力，千万别惊掉下巴。为了确保自家一塔不会被对方提前攻击，吴凡将身法提到极限，率先一人来到了中路一塔。而当他赶到的时候，发现对面也出现了一道火红的身影，网络屏幕上出现了金符斩的灵压值。金符斩灵压105971 ，C 阶武者。我靠，这个叫金符斩的居然是 C 阶武者，这华夏武大还打个屁啊！吴凡看到了对方，对方也自然看到了他。只听一道破空声袭来，唰，一道被火焰包围的金色符纸像利刃一样朝吴凡飞来。好快！吴凡心中惊讶，他马上提刀格挡。只听一道金属碰撞的声音，火焰符纸和长刀摩擦出了剧烈的火花。但金符斩的攻击并没有结束，在吴凡挡下第一波攻击后，瞬间又有5道符纸斩来。当当当！吴凡从符纸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金符斩的攻击十分强大，将他的长刀打得不断震荡。华夏武大新生代表，就这种实力。伴随着他这句话说出，他周身瞬间浮现了18道燃烧的金色符纸。武技凤凰符，18道金色符纸迅速朝吴凡飞来，随后360度浮空在吴凡的面前，将他包围了起来。刷刷刷！火焰符纸忽然射出一道高温火线，将吴凡瞬间笼罩在其中。武技燎原冲击！金符斩身上爆发出强大的灵压，浑身像是被火焰包围了一般，双手对着地面一拍，地面瞬间出现了18道火线，迅速朝着吴凡所在的火龙延伸过去。烈！只听一声清脆的鸣叫，以吴凡为中心，地面的温度瞬间升高，一道金色的火鸟冲天而起。笔下文学，烈火焚天，赤野千里。金符斩的火焰冲击十分恐怖，瞬间就将吴凡和周围100米范围内的物体全部烧成了焦炭。凡哥，身后刚赶到的官员等人看到吴凡被火焰瞬间吞没，脸色瞬间就变了。华夏武大的吴凡，新生代表，难道刚一见面就被秒杀了吗？好恐怖的火焰冲击，这吴凡只怕是被传送出去了吧？弹幕瞬间占满了屏幕，快去救凡哥！就在方天迅正准备提着长枪冲进火海救人之时，轰！一道恐怖的灵压自火焰中爆开，灵压掀起恐怖的风浪，瞬间将包围着的火焰柱给震散。我去！本来以为吴凡被这恐怖的火焰吞没，就算不死也会重伤，但当火焰散去后，吴凡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连一道衣角都没有被烧烂。你的火温度太低了，要不试试我的？金符斩本能的感觉有些不对劲，他想要快速后撤，但就在这时，吴凡将手中的长刀一扬，随后用力插入地面寸许，一刀焚天。赤！空气中传来沙石被湮灭的声音。金符斩连同身后奔袭而来的西南武大的众人，被一把从地面插入云霄的火刀直接吞没。啊！金符斩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他全力爆发自己的灵压，拼命的想要扛住吴凡的这一刀。吴凡脚下一踩，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当火刀消失的那一瞬间，吴凡直接出现在金符斩的面前，手中长刀用力一斩，咔嚓！金符斩的护体灵压被一刀斩碎，紧接着刀势不减，直接斩向了金符斩的肩膀。唰！金符斩的作战服减去了大量的伤害，但尽管这样，肩膀依然被吴凡斩出了一道深5厘米的伤口。圈破防了！感受着肩膀上传来的剧痛，金符斩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一个 C 阶武者，居然被一个 D 阶武者给破防了？开玩笑的吧？我的可是高你一整个大境界啊！上一场比赛，他一个人可是压着对面冰城武大3个 D 阶主力打的，这究竟是什么情况？金符斩的念头刚到此，眼前再次闪过一抹刀光。当！千钧一发之际，18道金色符纸合并在一起，变成了一把金色的火焰符剑。刀剑相交的瞬间，金符斩借着吴凡巨大的斩击力，想要快速后撤。哪里跑？吴凡战斗经验何其丰富！一旦近身，他不可能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只见吴凡左手抓住了金符斩的脚踝，随后将他用力往地上一摔。可金符斩背后着地，顿时将地面砸出了一道直径近3米的深坑。卧槽，这吴凡这么猛的吗？看到金符斩被吴凡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一众网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砰！但就在下一秒，吴凡感觉胸口被一股巨力击中，随后他身体不受控制的后退了7、8步。当最后一脚踩在地面上的时候，甚至连鞋底都塌裂了。真当我是那些路人武者了？金符斩浑身是血的从深坑中站了起来，火焰符纸贴在他受伤的部位，伴随着一阵青烟，正在流血的伤口被烧成了焦黑，暂时止住了伤势。笔下文学，好狠！虽然是对手，但华夏武大这一方的人在看到金符斩将自己的伤口烧焦时，也不由得身上冒出一阵凉气。本来还想隐藏一点实力留给8强战的魔都武大的金符斩浑身狼狈，但脸上却挂着邪异的笑容，看向吴凡的眼神充满着自信。从现在开始，我要认真起来了。唰！画壁，金符斩的背后亮起了4道星环，其中第4道星环最是显眼，因为那是象征着魔神大妖的黑色。轰！金符斩就像个耀眼的小太阳一般，强大的灵压直接逼得人睁不开眼。你们是不是以为只经历一次武者高考就能决定所有人一生的成就了？伴随着星环的浮现，金符斩脸上的火焰符文慢慢从脸上延展到全身。当别人在听到我们想要在全国大赛上击败华夏武大、帝都武大时，他们都会笑着说我们不可能会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武者高考的失败者吗？武者高考后，我曾经也失落过，怀疑过自己，认为自己的上限是不是就是那样了？但是我的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一次武者高考就将我今后的人生也给否决了？所以在进入西南武大后，我拼命的修炼。我不是想证明我有多强，只是为了告诉自己，
不要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死去。我的未来不止如此。金符斩周身的火焰符纸从18道变为了36道。听到金符斩的话，吴凡神情终于变得认真起来。他尊重每个敢于直面命运的人，所以为了表示敬意，他从现在开始要全力出手，然后杀穿这一路。此时，华夏武大的武者和西南武大的武者已经在中路杀成了一片。吴凡没有再等待，眼神直视前方，脚下一踏，片刻之间，眼睛都没来得及眨一下，吴凡便出现在了金符斩的面前。3000雷刀，吴凡双手握刀，长刀之上泛起了阵阵雷鸣电芒，犹如一道晴天炸雷般朝着金符斩杀去。好快的刀！正在场外观战的西南武大替补们惊叹道，以他们的实力，只能看见一道雷霆划破长空。砰！吴凡一刀就将36道符纸组成的防御屏障击碎。炎咒火杖，金符斩在符咒被吴凡劈碎的瞬间，又从地面拉出了一道近10米高的十字火焰屏障。剑刃风暴，吴凡周身忽然掀起狂风，由灵压粒子构成的锋刃向四周散开，狂躁的疾风在触碰到十字火焰墙壁后，瞬间将其撕碎。狂风裹挟着火焰，形成了一道庞大的火焰风暴。周围正在战斗的华夏武大、西南武大的学生，在看到吴凡掀起的这道恐怖的火焰龙卷后，纷纷开始向四周奔逃。金符斩站在原地，身上的作战服被烧成了火星，像纸张化为飞灰一样飞散在天空中。他被吓呆了吗？为什么还不跑？看到火焰龙卷距离金符斩越来越近，不论是正在看比赛直播的网友，还是赛场外的替补武者，都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快跑的声音。锋刃穿透金符斩的身体，将他的皮肤割得千疮百孔，火焰将他的身体灼烧，一片片肌肤先是变成了烤肉一般的金黄，随后再变为像木炭一样的焦黑。一些承受能力较弱的观众不忍心看到这残忍的画面，直接闭上了眼睛，有的甚至直接拔掉了电源。传送呢？为什么还没有触发？难道传送手环失灵了？天哪！要出人命，快住手啊！在一声声的呐喊中，吴凡不仅没有停手，反而身上爆开了更加强大的灵压。终于，在金符斩身上已经开始大面积出现骸骨的时候，传送手环终于亮起。可就在这时，本命武技涅槃重生，金符斩双腿盘坐在地上，地面以他为中心铺开了一道巨大的圆形阵法。什么？这道圆形阵法之大，将中路整片战场都笼罩了进去。而踩到这个阵法的华夏武大学生身上瞬间被一道恐怖的火焰点燃。一瞬间，华夏武大这边就有50多人护体灵压被烧穿，变成了一团火球。快退！张之白衣袖一招，广陵伞诀开启，一手高山流水将前方伞形的火阵给吹灭。碧剑流拳，秦音刮出2道交错的冰拳，将周围一群人身上的火给浇灭。本命武技吗？之前已经被火焰风暴卷成焦黑骸骨状态的金符斩，在开启本命武技后，身上的伤势在刹那间恢复。此时他整个人抱元守一，身上被一道金色光照庇佑，气血、灵压、生命瞬间达到了巅峰状态。剑刃风暴停止，吴凡身体前倾，手中长刀紧握，瞬间朝着金符斩杀去。休想过去！几十名西南武大的武者集体挡在了金符斩面前。C 级武技踏前斩，吴凡前腿一迈，长刀瞬间穿透了一名武者的身体，他的身影像疾风一般，仅仅只是一瞬间便穿透了几十名武者的封锁，来到了距离金符斩不到30米的距离。4象刀法，风尘绝念斩，大地震荡，锐利的灵压在吴凡前方汇聚。只见吴凡将长刀放在身后，随后对着前方猛然一拉，刀光瞬间拉过这30米的距离，刹那间出现在金符斩的背后。轰！吴凡沿途所经过的地面，恐怖的灵压形成了无规则的绞杀，实质性的刀气变成了交错的斩击，密密麻麻轰在金符斩的金色光罩上。咔嚓！金色光罩瞬间被打出了成百上千道裂痕。给我碎！就在吴凡准备转身抽刀，一举斩碎金符斩的金色光罩时，休伤我团长！一道人影忽然从远处杀了过来。一名身穿绿色劲装的少女忽然冲到了吴凡面前，她身材高大近乎2米，一身的肌肉堪比金刚芭比。她叫做团子秋，是金符斩2团的副团长，实力是35级地阶武者，3倍灵压。退！只见她手持一把3米长像鱼叉一样的金光长矛，双手前后紧握金属长柄，对着吴凡就是一插。枪！吴凡举刀格挡，但长刀与金光长矛碰撞的一瞬间，吴凡只感觉一股巨力从相接处传来，手中长刀一歪，居然朝着旁边劈了下去。轰！狂暴的刀气朝着另外一群西南武大的学生斩去。快闪开！眼看着刀气袭来，西南武大的众人想要闪避，但吴凡的刀势极快，刀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前排的10多名武者。十杀！一道震撼人心的呐喊响彻了整个比赛场地。而在华夏武大和西南武大所有参赛武者的手环中，都出现了一条信息：华夏武大吴凡阵斩10人。因为中路是最短的一条路，所以也是爆发战斗最快的一条路。之前吴凡只是和金符斩单挑，没有攻击其他西南武大的武者。保护团长！团子秋并没有因为自家同学被吴凡重伤传送离开而分心，他双眼死死盯着吴凡，身上灵压提升到巅峰。清魂战铠！团子秋深知自己不是吴凡的对手，但是没关系，他现在的任务就是拖时间，拖到金符斩完美涅槃重生，届时华夏武大将被拖入鏖战的深渊。赛前他们就知道吴凡是华夏武大最强的人，所以只要将他拖在中路，那么西南武大的胜率就会提升30%以上。随着团子秋一声大喊，他的周身被套上了一层青绿色的灵体铠甲，看起来防御力特别强。阳关三叠！在吴凡的背后，张之白几道火球打在团子秋的身上，不，这几颗火球就像是滴入大海的水花一样，被清魂战甲轻轻荡开。呵！王爷大喝一声，整个身体被一团淡红色的灵压包围，
他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对着团子秋就是一戳。砰！长矛瞬间将团子秋的清魂战甲戳出了一个大洞，但就在想要再进一步时，却被护体灵鸦给挡在了外面。巨力挥击，王爷浑身肌肉鼓起，手上青筋暴涨，想要用全力破开团子秋的防御。此时，吴凡和金福斩两人所在的战场已经成为全场的焦点。地面上火焰阵法温度越来越高，灵鸦地的武者根本无法踏足其中，因为一旦坚持不住被烧穿了护体灵鸦，那么瞬间就会被涅槃之火烧成重伤。此刻，华夏五大中路两个团中，稍微有点实力的人都齐齐朝金福斩杀去，无数武技和灵气斩在了团子秋的身上。虽然他一人挡住了近10人的进攻，但已经是浑身浴血。嗖！远处飞来一道带着破空声的穿透剑，剑矢像钻头一样钻开了团子秋的清魂战甲，随后又撕开了他的护体灵鸦、地阶作战服和横练强横的体魄。剑矢穿透团子秋身体的这一刻，他的瞳孔猛然一缩，周围的背景变得漆黑无比，就连时间仿佛都变慢了一般。下一秒，团子秋的各身体被剑矢带飞，横穿数十米后死死定在了一棵大树之上。不好！官员猛然发现脚下的火焰开始从赤红变为了金色，温度也在越来越高。快阻止他！伴随着官员的这一声吼，华夏五大的众人纷纷朝着金福斩杀去。平沙落雁、折射剑、顶心肘、回旋斩。金福斩的金光罩本来就被吴凡劈出了几十道裂痕，在又挨了几十道武技后，直接炸开。砰！金福斩本来已经恢复完好的身体，被林小璐一记顶心肘瞬间击碎了胸骨。左山行提着双斧，不停对着金福斩劈砍，血肉四溅。金福斩在这一系列的进攻中，灵压迅速降低，已经又快要进入濒死状态。让我来给你最后一下！方天训手持长枪，对准金福斩的心脏一枪刺去。黑暗暴击！唰！方天训人品大爆发，他身上的灵压陡然提升了6倍。如果金福斩被这一枪刺中，绝对会被传送出去。可就在这时，本来一直紧闭双眼的金福斩忽然睁开了眼睛，赶快后退！就在这一瞬间，吴凡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心悸感，这是自从获得那么多金环后，第一次在同龄人的对战中产生这样的感觉。可是感受归感受，当吴凡喊出来的那一刻，已经晚了。本来再次进入濒死状态的金福斩，竟然再次恢复到了巅峰状态，身上的刀伤、剑伤、符斩碎骨全部瞬间痊愈。而且和之前那次不同，这一次的金福斩身上散发出了鼎盛的威势。都给我湮灭吧！金福斩全身的血管都变为了赤金般的火焰，透过血肉出现在皮肤之上。随后他自身像一颗爆炸的超新星一般，一道究极恐怖的火焰能量自他体内爆开。mwxbj.org 我的本命武技可以让我进入一种元婴状态，之前受过的伤全部恢复，同时护体灵压的厚度提升3倍。而元婴状态会在一段时间后解除，不管在这期间受过多严重的伤，最后依然再次痊愈。金福斩的本命武技有个极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在使用之后完全不能行动，就像个正在孵化的蛋一样。如果在元婴期间被打死，那便真的会死。正因为如此，他的本命武技其实并不强，这要是在生死的战场上没有传送手环的情况下使用，那便是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团子秋和一众西南五大的武者要来拼死守卫他，但即使是这样，金福斩也差点就在最后的时刻被方天训一枪捅死。可惜你们就差一点。金福斩脸上露出大结局一般的表情。他的本命武技还有一个能力，那就是能将在元婴状态下受到的所有攻击汇聚在一起，在涅槃重生后以一道究极能量核爆全部反炸回去。此时金福斩犹如一道人形核爆，以他自身为中心炸出了一道直径高100米的金色光球。轰！大地颤抖，光球所到之处，不论是华夏五大的武者还是西南五大的武者，全部化为了一道白光，被手环传送了出去。续命术，重症监护，快！灵压正在快速降低，快要濒临死亡线。被传送出去的华夏五大众人一个个都送往了重症监护室，全部都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光球总共持续了4秒的时间，但造成的破坏力比一颗小型核爆还要大。能量消散后，高温将空气烧成了扭曲状，周围传来岩石烧成熔岩的声音。不少躲在边缘的武者此刻趴在地上，惊魂未定。白斩！一道响彻天地的呐喊传遍了整个比赛的战场。此刻，无论是上路、下路，还是场外围观的替补，或者是直播间观看的网友，一个个都震惊不已。我尼玛！你给我说这是全国新生大赛，怎么感觉像顶级武者联赛啊？西南五大的实力也太强了吧！金福斩制造的这场小型核爆，其恐怖程度竟让通过屏幕观看比赛的网友都感觉到了窒息。中路的战斗已经结束了，金福斩赤裸了上身，他全身的金色火焰印纹开始暗淡下去，渐渐恢复到了只有脸上刻印的状态。他捏住一张火焰符纸，对着前方趴在地上的华夏五大武者一扔，唰！符纸像一张锐利的扑克牌，在空中拉出一道笔直的轨迹，朝着那人的脖子斩去。当！符纸在半空中被人一刀斩下。嗨呀！吴凡咳嗽了2声，随后一把抄起地上的同学，将他扔到了远处。不愧是华夏五大的新生代表，这样都没有给你送走。金福斩在看到吴凡后，话语虽然在夸赞吴凡，但语气根本没有任何惊慌。此时的吴凡和金福斩一样，全身早已是破烂不堪，脸上、胸口、手臂到处都是烧焦的伤口。你认输吧。此时的吴凡表情十分严肃，神态再无任何情感，在见到金福斩后的第一句话便是让对方认输。啊？你在说什么？开玩笑吗？金福斩一开始还以为听错了，结果他发现吴凡是认真的。你是不是活在梦里？你看清楚场上的局势好不好？该认输的不应该是你吗？虽然金福斩核爆也炸掉了一部分自己人，但和华夏五大这边比起来，那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而且和浑身是伤的吴凡比起来，此时的金符斩还是满状态。我没和你开玩笑，吴凡身上的伤很重，不，就这点小伤，他甚至都不愿意用量子重构来恢复，因为那就是在浪费灵力。而他之所以让金符斩认输，那是因为我怕你来不及传送就会死。唰！吴凡话音刚落，金符斩的胸前就飙出一道血浪。这是金符斩的笑容还挂在嘴角，但他的眼神余光已经看向了身后的吴凡。此时在吴凡的背后亮起了3道星环。此时金符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吴凡亮环了。胸前伤口的痛觉还没传到大脑，下一秒长刀从他的后背将他捅穿，一刀透体，刀速之快，甚至没有沾染上任何一丝血迹。在短短的一瞬间之内，金符斩看似只中了2刀，但真正的伤口没人能够看清。我不可能会被你打败。金符斩发出一阵不甘的嘶吼，本以为手握绝对优势，可没想到形势居然扭转得如此之快。他全身的火焰符纸开始灼烧，想要拉着和吴凡一同火葬。但是当他再次看清吴凡的身影时，对方已经站在距离他100米之外，正眼神冰冷地看着他。怎么会？金符斩想要朝吴凡杀去，但脚才只迈出了一步，整个身体便开始血崩。唰！鲜血像绝地大坝一样从他体内奔涌而出，随后他整个人脸朝下，直挺挺地摔在了地上。团长，队长，感受到金符斩的灵压正在快速涣散，这意味着什么？众人心里都清楚，判断一名武者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时，就看他是否还有灵压存在。而此刻金符斩的灵压，众人已经几乎快要感受不到了。唰！一道白光亮起，在金符斩正式被宣布死亡前，他被手环瞬间传送了出去。随着金符斩被斩杀，华夏武大损失惨重，中路战场顿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静谧氛围中。紧接着，300多名西南武大的武者便看到吴凡一人提着刀对着他们这边杀来。在吴凡正在中路厮杀的时候，西南武大的后方 C 阶魔神大妖所在的区域，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mwxbj.org 还不上吗？万一他们打完了怎么办？那样的话，他们又要多一名 C 阶武者了。罗显和小声地喊道。即使隔着2公里远，他也能感受到前方正在发生超级激烈的战斗。不要着急，我们要在关键的时刻给予对方致命一击，然后接盘他们的大妖。常征明戴着灵气眼镜说道。此时在这片密林中正埋伏着罗显和、许风霜、常征明的3个团。他们在赛前的战术就是让吴凡一个人在中路顶着，然后他们合力去抢魔神大妖，至少将对方一个团堵在大妖巢穴中，然后打个团灭。对方只有1个团。上！常征明全图视角一开，确认对方只有200多名武者，于是一声令下，近600名武者大部队迅速朝着大妖巢穴冲去。敌袭！一名在外围警戒的西南武大武者发出一阵警报。聒噪！罗显和隔空一拳轰出，那名西南武大的武者顿时化作一道白光。哈哈，给我杀！罗显和像条游进沙丁鱼群的鲨鱼，追着一群西南武大的普通武者展开了疯狂的屠杀。而西南武大的武者被许风霜他们3个团近600名武者堵在了大妖巢穴门口，后路被断。面对华夏武大的攻击，他们只能往妖兽巢穴里逃跑。而就在这时，在大妖巢穴深处传来了一声超级刺耳的叫声，声音混杂着恐怖的灵压，一些实力只有 F 阶的武者纷纷被震得七窍流血。后退！常征明对着自家队员喊道，但他依然低估了 C 阶巅峰魔神大妖的实力。伴随着2道急促的嘶鸣声后，一头身高近80米的巨大蜘蛛出现在众人眼前，比奥特曼都还要高20多米。蜘蛛女王浑身漆黑，表皮和猪毛在阳光的反射下发出金属般的光泽。轰！她山岳般的身体看似缓慢，但当她巨大锋利的前爪猛然推开面前的山壁之时，顷刻间天崩地裂，2道瘦小的身体被一左一右打飞了出去，狠狠嵌在了石壁之中。石小雪、石青瑶，众人将这2名倒飞而出的武者认了出来，他们2人才在与冰城武大的32强对战了进阶为 C 阶武者。在罗显和、许风霜他们偷袭之前，正是由他们2女正面抗衡 C 阶大妖蜘蛛女王。啊！我的耳朵！噗嗤！在石家2姐妹被大妖轰飞的时候，华夏武大这边也不好过。华夏武大参加全国大赛的新生中，绝大部分已经成为1阶武者，但依然有很小一部分还是 F 阶巅峰。当初吴凡还是10级准武者的时候，面对实力较弱的 C 阶武者没琛，在对方的灵压震慑下，都只能凭借意志和不屈的信念才挥出本命的一刀。虽然这群新生是 F 阶巅峰，但他们面对的是实力更加恐怖的大妖，尽管没有被压迫的匍匐在地，但也依然浑身颤抖，脸色苍白，战斗力下降70%以上。F 阶的退出大妖巢穴，在外面侦查，1阶以上跟我们一起上，和大妖夹击团灭石小雪、石青瑶的这个团。许风霜身体飘在空中，手中羽刃展开，随后像星河瀑布一般落下。baby， 石小雪将自己从山壁中抽了出来，下一秒直径3米的猪毛就刺了下来。轰！光是身高就有80米的蜘蛛大妖，它的猪毛直接将山体都穿透了。唰！猪妖在攻击石小雪的时候，另外一边忽然飞来2道赤红圆环，当！圆环带着恐怖的力量，狠狠地砸在了大妖的护体灵压上，将大妖巨大的身体砸得竟然后退了半步。青妖，石家2姐妹使用的灵气是相同的，名叫玲珑环，和哪吒的乾坤圈有点相似。前有大妖，后有华夏武大，我们没有退路了。石小雪对着另外一边的石青瑶喊道：“只能殊死一搏了。”2女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想法。随后2道身影一左一右，以顺时针的方式在大妖的身边画起了一个大圆圈。砰！2女前后夹击，猪妖只能攻击面前的一人，而另外一人就在大妖的屁股后面攻击。蜘蛛女王身体强大，力量强悍，
护盾厚实，猪毛锋利，但它唯独有个缺点，那就是扭矩不足。笔下文学，如果把石小雪两姐妹连起来，那中间就是猪腰的位置，而且两女并不是站在原地，而是不停地在做顺时针运动。两女手中的玲珑环在空中拉出了无数道流光，她们两人不准备把大妖留给华夏武大。困兽之斗，罗显和脚下一踏，地面顿时裂开了一道10多米长的裂口，西南武大的龟缩阵营顿时被打出了一道巨大的缺口。一群杂鱼，罗显和像一头蛮荒巨兽一般朝着那道巨大的缺口冲去，企图阻止他的西南武大新生像被铁球击中的保龄球瓶一般向四周飞去。杀！秦少商、王浩等人紧跟着罗显和的步伐杀了进去，西南武大的前排根本挡不住，顿时化为一道道白光消散，被传送了出去。石杀！石杀！一道道石杀的呐喊传遍了周边区域，西南武大的人想要抵挡，但被许风霜的羽刃砍瓜切菜一般戳出了无数道血洞。此情此景，对于西南武大来说无异于一场屠杀。这里是西南武大的半场，要是线上的敌人发现动静不对，一定会快速支援过来，到时候被包围的就是我们了。常征明将视野拉到极限，发现已经有一些红点朝这边靠了，外围的普通敌人已经被清理完毕。徐十一手中拳爪一开，先锋开路，地面被染成了紫色，一道很像徐十一的暗影迅速朝着大妖那边去，是想趁着被我们歼灭之前将大妖斩杀，然后再突围吗？没有其他200名团员的帮助，就凭你们2个 C 阶初级的武者，能办到吗？罗显和像炮弹一样落在了地上，面前就是蜘蛛女王那山岳般的巨大身躯。他们两人交给我了，你们赶紧把大妖的灵盒拿了。许风霜漂浮在空中，手中羽刃一扔，快速朝着石青瑶而去。你一个地阶武者，凭什么敢跟我们斗？石青瑶看着飞来的许风霜，脸上露出怒容。尽管他在和大妖的战斗中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但还不是一名地阶巅峰的武者能轻视的。凭什么？就凭这个？许风霜身影一分为二，竟然直接变为了2人。分身武技？不是。石小雪本来以为是许风霜使用了分身武技，但后来他惊骇地发现，那是许风霜的身法速度已经超过了2人的动态视力极限，这才分出了2道身影。开山拳。猪妖巨大的身体被罗显和一道10多米长的拳浪给轰得后退了30多米。蜘蛛女王在和石家两姐妹的战斗中，护体灵压已经被击碎，身上钢铁一般的皮肤也冒出了大量的绿色汁液。蜘蛛女王嘴里喷出一道污浊的白网，白网上面粘着许多青绿色的液体，2名西南武大的新生躲避不及，半截身子被白网罩住。只是一瞬间，2人的下半身便化为了白骨，然后白骨再化为脓水，直接流了一地。唰！2名武者化为白光，被瞬间传送了出去。可恶！看到在场已经所剩无几的同学，石青瑶不顾许风霜的攻击，对着远处的石小雪喊道：“小雪！”2女对视一眼，就像是明白彼此的心意一般，身上爆发出强大的灵压。本命武技莲华无双闪。石小雪和石青瑶之间相距数百米，而就在他们发动本命武技的瞬间，2女的身体被一道蓝白色的灵压连在一起。许风霜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丝危机，他自身连忙向空中跃去，同时也发动了自己的本命武技星河落魄。许风霜背后的羽刃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他手中汇聚出了一把灵体大弓。嗡！只见他拉动无形的大弓，周围灵压粒子在长空中汇聚出了一道灵能羽箭。随后许风霜松开手指，嗖！灵能羽箭从天空中垂落，像一颗天外陨星般变为了一道清玄流星落下。在流星落下的瞬间，石小雪和石青瑶2女身体忽然向对方所在的位置冲去。唰！仅仅只是一瞬间，2女便互换了位置，而在2人身影移动的交错中，产生了巨大的无双斩击。恐怖的斩击就像是在及时的赛场上忽然拉出的一道钢丝线，任何触碰到它的物体都将被割成2截。快躲开！在常征明的视角里，那不是斩击，那是正在收割生命的死神镰刀。距离石家姐妹最近的10多名华夏武大的武者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莲华无双闪斩成了2截。其中伤势最严重的竟然是从眼睛处斩下，就在即将半颗脑子被削掉时，手环的白光出现，将他传送了出去。好恐怖的攻击！一些实力较低的武者眼看躲不掉，便直接朝地上一趴，想要避开。天真！石小雪和石青瑶2人不停地舞动身体，本来还是一根直线的莲华双斩，竟然直接变为了Sin 三角函数那般的波浪形。操！面对如此情形，那些趴在地上的武者直接爆粗口了。而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就要被传送出去之时，轰！一道清玄流星从天空中落下，地面顿时炸开了一道巨大的能量半球。石小雪和石青瑶身体瞬间飞了出去，2人拉出的莲华无双斩直接改变了角度，朝着大妖巢穴的一座大山飞去。唰！恐怖的斩击掠过天际，那座高几百米的小山瞬间被削掉了半座山头。剑荡八荒！秦少商看准时机，瞬间出现在石小雪的背后，手中雷霆重剑一斩，轰！原地爆开一道巨大的能量冲击。石小雪先是挨了许风霜一记星河落瀑，紧接着又挨了秦少商一招剑荡八荒，身体在半空中就化为了一道白光，被传送了出去。小雪！石青瑶看着消失的石小雪大喊道：“鬼叫什么？我马上送你过去跟他团圆。”在石青瑶背后传来了罗显和的声音。咔嚓！罗显和一把抓住石青瑶的脖子，五指用力之下，石青瑶的脖子发出了一道清脆的骨裂声，随后第8道颈椎被瞬间扭断。唰！在石青瑶瞳孔涣散之前，他被手环快速的传送了出去。伴随着石家两姐妹的出局，大妖巢穴中的西南武大武团被正式团灭。哈哈，漂亮！一众华夏武大的武者纷纷击掌拍手，庆祝着这场胜利，歼灭了对面一个团，自身损失才不到30人，这无疑是一场大胜。
现在只剩下解决这头大妖了。常正明的眼眶已经泛红，长时间的开视野让他消耗很大，但正是因为他能掌握对方其他大团的动向，才能让华夏武大偷袭成功。蜘蛛女王在之前已经被石家两姐妹打出了许多道伤口，此时的她除了尚有一丝威胁之外，只要罗显和能一直顶在前面，后面500多名武者的人海攻击就能将他击杀。斩将杀敌，抢夺灵核，西南武大的损失太惨了。比赛之外，一群中老年装逼犯正在看着这场比赛。华夏武大不愧是华夏武大，这种大心脏的决策简直令人叹为观止。金陵武大的校长金盛叹笑着说道，他们和黄龙府武大的16强比赛要明天才开始，所以现在还有心情说话。哼，如果华夏武大只有这种实力，恐怕今年就只能拿到8强了。魔都武大的校长季玉华说道。洪七童，你怎么不说话了呀？江城武大的校长江宝林看着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的老者问道。这名老者身姿佝偻，肌肉极度萎缩，皮肤也失去了武者应有的光泽，看起来就像是快要入土一般。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的老头，他是天府武大、电子武大合校后2所武大校长联手请他出山来当西南武大校长的。呵呵，洪七童苍老的声音轻笑了一声道，这才到哪里？伴随着他的话音一落，比赛场中在几百名武者的攻击下，蜘蛛女王终于坚持不住，山岳般的身体朝着一旁倒下。好，众人发出一阵欢呼，这意味着华夏武大这边即将诞生一名强大的 C 阶武者。所有人不要逗留，赶紧离开这里。在常正明的视野中，西南武大那边已经集合了一大波人马，正在朝着蜘蛛巢穴这边快速移动。听到他的话，几百名武者开始快速朝大妖巢穴外奔跑，而许风霜则是从蜘蛛女王的身体中掏出了一颗鸡蛋大小的黑色灵核。这颗黑色的灵核并不是纯黑的，它的里面正流转着晶莹的灵压粒子，就像是夜晚的繁星，漆黑夜色中的银河那般。就在许风霜将要把灵核放进口袋，准备回到自家的城市保护罩里进阶时，什么？常正明的看着视野中本来距离他们还有1公里远的一颗硕大红点，竟然直接瞬间移动了700多米的距离。而就在常正明震惊之时，那颗本来距离他们不到300米的红点再次瞬移，这一次直接出现在了大妖巢穴之中。常正明抬头一看，只见一名身穿青色玄衣的少年从遥远的空中笔直跃下。轰！在他落地的一瞬间，众人便认出了他，西南武大的代表赵不空。唰！他手持一把古朴长剑，只见他左手握拳放在胸前，右手举起长剑，从左到右横向一斩。本命武技麒麟天旋剑阵。霎时间，方圆1公里之内的敌人全部被拉入到了这道剑阵之中。唰唰唰！赵不空背后浮现5把长剑，剑柄是实体的青绿色，但剑身却是透明的淡蓝色。5把长剑自他身后冲天起，融入云层。当他们再次出现之时，已然化身成50米高的灵体巨剑。5把巨剑分裂5角，以赵不空为圆心，拉出了一道直径500多米的巨大剑阵。什么？正浮空在麒麟天旋剑阵之外的许风霜，忽然感觉自己被一道强大的力量拉入到了剑阵之中。与他一样的，还有已经快要撤离出大妖巢穴的500多名华夏武大的同学。5把巨大灵剑就像是阵眼，在剑阵之中不断有从天而降的小型灵剑，就像是万千流星一般笔直的落在大地之上，无差别攻击着剑阵里的所有人。噗嗤！一道灵剑从天而降，直接穿透了一名华夏武大新生的护体灵压，随后又是一剑落下，那名新生直接化作一道白光被传送了出去。嗖！从赵不空出现到拉出剑阵，到众人集体化作白光，这仅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破空斩！秦少商举起手中的大剑，在蓄力2秒后，对着麒麟剑阵斩出了一道40米长的巨大剑气。轰！剑气与剑阵碰撞，但剑气却被无形的场域绞杀成碎片。没用的，在剑阵结束之前，你们所有的人都出不去。赵不空手提长剑，背后隐约有5道小型灵剑浮现，他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许风霜面前，手中长剑一斩，灵动9天，5道灵剑瞬间排成一排，像利剑一样同时射出。许风霜想利用身法躲开这道攻击，但当他化身残影之后，却惊讶地发现赵不空斩出的这一击竟然无视了他的护体灵压，直接杀向了他的身体，绝对伤害。许风霜对于这种攻击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他每次和吴凡交手的时候，对方都能一刀破盾，所以他深知面对这种攻击绝对不能正面硬刚，使用身法尽量避开才是最好的办法。武技离弦三顾。许风霜身化3道残影，如同影分身一样，手中同时将羽刃拉出了一道满月，金色的能量羽翼拍打着翅膀，化为璀璨的流光，朝着赵不空杀去。没用的。就在许风霜使用武技应对之时，赵不空的声音便传了过来，他手中的5道灵体长剑在一瞬间便穿透了3道残影。灵动9天是小范围攻击，而且是必中的。噗嗤！许风霜的小腹被2道透明的灵剑击中，鲜血顿时喷涌而出。赵不空趁着这个机会栖身凑到许风霜的面前，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剑刺去。砰！这一次没有灵动9天的5道灵体剑刃，赵不空的这一剑被许风霜的护体灵压给挡住。但赵不空在全国大赛开赛的第1轮时便已经进阶成为 C 阶武者，又经过了3周的修炼，此时早已不是初入 C 阶那么简单了。许风霜硬扛下这一剑后，身体居然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对着赵不空就是一脚踢去。砰砰砰！修长如同长枪的腿刺带着劲风连续戳在赵不空的盾上，虽然没有破开防御，但许风霜已然将对方蹬开了近10米远。好！就在这时，远处跳过来一头远古凶兽，罗显和如同暴龙一样狂野杀来，手中铁拳早已凝聚起了无穷的力量。无影拳！罗显和一拳轰出，拳头瞬间化为数10道，就像是凭空多出了无数只手一般，铺天盖地朝着赵不空砸来。此时的赵不空刚好被许风霜蹬退，身体还未稳定，所以只能提剑格挡。咚！
咚咚，就像是木桩撞大铁钟，罗显和感觉所有的拳头都砸在了一面铁墙之上一般。砰！在罗显和攻击落幕之时，赵不空也是同样一拳轰出，罗显和抬手格挡，却被一拳轰在了地上。在大家都是天才精英的情况下 ，C 阶和 D 阶的差距就凸显出来了。一直没开口说话的西南五大校长洪七童用苍老的声音说道：“赵不空拥有着能在逆境情况下绝地翻盘的实力，任何人敢小看我们，都将付出代价。”他说话的时候就盯着江城武大的江宝林看着。你们江城武大应该庆幸我们没有抽到 H 区，不然以你们的实力，今年恐怕就只能止步16强了。呵呵，江宝林呵呵2声，大家都是装逼惯犯，不可能被2、3句话就给吓到的好吧？赛场中，赵不空一拳将罗显和轰在地上之后，右手大拇指扣住无名指和小拇指，食指和中指笔直对着远处的许风霜一指。百剑诀，赵不空剑指一出，一团锥形剑芒从他指尖飞出，在飞向许风霜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大，渐渐形成了100道灵体长剑构成的锥形剑群。看着胁迫空之力飞来的100道飞剑，许风霜脸色凝重，身上灵压爆发羽刃展开，不退不避地对着前方双翼一拍，骤雨狂澜，无数道金属羽刃也像赵不空的百剑诀一般，几百道利刃破空朝着赵不空杀去。当当，半空中灵体长剑和破空羽刃撞在了一起，霎时间金属交割之声四起，无数火星和灵压粒子四溅。而就在众人以为势均力敌之时，赵不空竟然剑指对着许风霜又是一指，瞬发第2道百剑诀，休想得逞！罗显和一拍地面，瞬间撑地而起，借着这股力量对着赵不空的下巴就是一记升龙拳。这一次赵不空根本没有做任何防御，当罗显和带着恐怖威力的一拳竟然没有破防，唰！赵不空的百剑诀瞬间穿透了许风霜的羽刃，无数道流光穿透了许风霜的身体，将他射成了一道筛子，鲜血染红了他的作战服。怎么会这样？罗显和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拳头，帝都武大的黄元玉都不可能正面挨他一拳而无事发生的。在解决了许风霜之后，赵不空的背后再次出现了5道虚幻的灵体长剑，随后他趁着罗显和震惊之时，灵动9天，破防之剑再次展出。在麒麟剑阵中，我所受到的伤害将随着阵里的武者人数增加而降低。赵不空看着缓缓倒地的罗显和，手中长剑一震，挡开了剑上染的鲜血。当罗显和许风霜倒下后，定在四周的5把巨剑轰然崩碎，化为灵压粒子的海洋，伴随着一阵疾风吹过，灵压粒子渐渐消散在空中。一些被困在麒麟剑阵中没有被淘汰的华夏武大新生还以为可以反打了，结果唰，200多名西南武大的武者忽然从远处奔来，为首一人是一名皮肤白皙、手戴金镯的鹤发少女，她叫杨妍希，是赵不空一团的副团长，同时也是一名38级的地阶武者。武技极阴幻臂，少女全身被灵压包裹，手上的手环发出璀璨的光芒，在赵不空麒麟剑阵消失的瞬间，在大妖巢穴的四周又升起了24道白色透明的冰盾，冰盾围成了一个圆圈，再次将华夏武大的武者围了进去。冰盾上雕刻着各种铭文，几名想要趁着麒麟剑阵消失而冲出去的武者，狠狠地撞在了透明的冰盾上，当场昏厥在原地。本命武技无阴幻境，杨妍希右手紧握着左手手腕上的镯子，随后被冰盾包围的圆圈地面忽然遍布深蓝色的铭文。被困在无阴幻境里面的华夏武大武者瞬间感觉周围的声音消失了，就像变成了一个聋子，只能看着别人的嘴巴在动，自己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怎么回事？我感觉体内的灵压消失了。卧槽，我用不了武技了。星环变暗了，然后他们就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压、武技、星环都被封印了，自身也像困在麒麟剑阵之中一样，每秒都在被一股不弱的能量侵入身体。杀！赵不空率领着自己200人的大团，开始将华夏武大的学生堵在大妖巢穴里面杀。可恶！罗显和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可就在想要使用焚天诀的时候，就被杨妍希暂时封住了灵压。好，他面色潮红，想要撕开神秘铭文的禁锢，但赵不空不可能给他机会让他用出本命武技。唰！一把长剑抹向了罗显和的脖子，就在剑刃即将切入颈椎神经，斩下头颅之时，一道白光闪过，罗显和被手环传送了出去。100斩，200斩，伴随着一道响彻天地的呐喊声，华夏武大3个团600人已经基本上剩下了不到100人左右。常征明嘴角溢出鲜血，此时他正被杨妍希按在地上打，别看对方只是一名副团长，但灵压强度、近战实力都比他强上许多。杨妍希先是一记双推掌拍在常征明的胸口，随后一记回旋踢将常征明的凌空踢飞，最后一个单脚一字马用力下劈，将常征明狠狠踩进了地里。当杨妍希最后一脚戳在他的头颅上之时，他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完了，全完了。此时赛场的上路，西南武大和华夏武大在上路都只有一个团，西南武大这边是3团的申屠家，而华夏武大这边是4团的文人优越。申屠家是一名身高8尺的高大少年，他面容俊朗，神采奕奕，手中拿着一把泛着赤黄玄光的雷霆羽扇。在比赛开始后，他就带着队伍缩在上路一塔，哪里都没有去。此时当他听见赛场上回荡着一声声白掌后，他脸上忽然露出了成竹在胸的笑容。这场比赛基本已经拿下了。漂亮，干得好！赵不空的剑阵拉得太好了，把即将要撤退的华夏武大3个团都给控住了。杨妍希的衔接也很及时，直接杀死了比赛。在赛场外，500名西南武大的替补武者发出剧烈的欢呼，在本来中路和大妖巢穴已经损失了2个团的巨大劣势下，通过赵不空的一波反开，直接歼灭了对面3个团，属于是一波就把华夏武大打炸了。难道我们就要止步16强了吗？我还一场都没打呢。这常征明是什么回事？他不是有全局视野吗？他应该早就知道赵不空来了呀。你们说他是不是收钱了？什么收钱？
他就是个废物，估计是灵压太弱，全局势也不能长时间持续，给了对方可乘之机。和另外一边的西南五大相比，华夏五大替补这边就显得很急躁和不安了。要知道他们可是去年的冠军，以往最差的成绩都是一次全国4强，其余全部进了决赛的。完了，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了，以后放在履历里绝对是一个黑点。操，这下要进不去省级裁决所了。省级、市级都悬，直接去县级或者区级吧。不要急，我们现在还有2个团，只是大劣势而已，又不是输定了，相信吴凡好吧？现在也只能相信吴凡了。相信凡哥。就在所有华夏五大的舞者们纷纷进入到相信吴凡的阶段时，我们的吴凡同学在干什么呢？直播间的导播显然也很有水平，在大妖巢穴的战斗打完后，镜头一下子就切到了吴凡这边。而当众人在看到镜头的一刹那，震惊的眼珠子都要掉了下来。砰！吴凡一拳轰出，对面一头身高近100米的人形妖兽倒飞而出。这妖兽头长双角，背生恶魔双翼，全身露出黄白的骨骼，身上到处都是爆炸般的腱子肉。我 mwxbj.org。更让人惊骇的是他恐怖的灵压，287792， 28万，接近巅峰的 CJ 妖兽。而众人在看清地图后，赫然发现吴凡所在的地区竟然是华夏五大这边的大妖巢穴。这也就是说，被吴凡一拳轰出去的妖兽是一头 CJ 的魔神大妖。死！不光是观众惊骇，就连一些观赛的五大导师和辅导员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他们自身也只是一名 CJ 武者而已。不要说接近 CJ 巅峰的魔神大妖，就算是一头纯血妖兽，他们也不敢轻易单挑啊。当然，吴凡也并不是一个人单挑的，此时在他的身后站着100多名医武者妹妹，刷刷，一刻也不停歇的医疗武技砸在吴凡的身上。刚和恶魔大妖拼杀一记受的伤还没来得及流出鲜血，便在一道道治愈的绿光中瞬间愈合了。凡哥，撑住啊！在吴凡一拳轰飞100米高的人形恶魔大妖后，对面的大妖忽然反手一巴掌将吴凡拍进了黑岩山中。和蜘蛛女王所在的森林巢穴不同，恶魔大妖所在的巢穴四周都是漆黑的黑岩高山，山上除了光秃秃的石头外，没有一点树木和植被。嗨呀，虽然身后有一群医武者在给他治疗，但如果纯拼实力，他接近9万的灵压还是不能和28万灵压的大妖抗衡的。而他之所以能抗这么久，一方面是5倍灵压让他能和大妖战上几招而不至于被秒杀，另外一方面就是不灭金身和量子重构能帮他苟住。在中路解决掉金斧掌后，吴凡并没有急于推进中线，而是召集中路的医武者和上路的医武者跟他一起过来把魔神大妖打掉。如果现在推进中线，完全可以一路平推到高地，迫使对面的上下2条路过来防守。但是我们的目光要放长远，我们打完16强的西南五大后，紧接着就是强敌魔都五大，而我们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 C 阶武者，所以我们必须先打掉一头魔神大妖，获得他的灵核后，让一名地阶巅峰的武者进阶。笔下文学，吴凡的思路很清晰，如果大家都是地阶巅峰，西南五大绝对不是华夏五大的对手。但对方是从128强杀上来的，在每一场的战斗中，不仅要打掉自家的大妖，还要同时抢走对战五大的灵核。如果仔细看的话，现在西南五大替补席上的那500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带伤的，他们已经在之前的3场大战中轮换过好几次了。哗啦，吴凡一把推开身上的石块，脚下一踩，从高耸的山壁中像一颗子弹一样冲向恶魔大妖。3000雷刀，轰隆，一道射人的雷鸣声自高空响起，吴凡爆发出强大的灵压，奔着恶魔大妖的脖子一刀斩去。嘿嘿，恶魔大妖发出一阵嗡声的大笑，白色骷髅的眼眶中黑色虚无，只有赤红色的眼球忽然闪耀出恐怖的光芒。轰！在吴凡距离大妖还有20多米左右时，高空中的吴凡忽然炸开了一道血色能量十字。啊！吴凡强大的护体灵压被瞬间轰碎，身上被恐怖的力量渐渐湮灭，皮肤和脂肪像蒸汽一样褪去，露出下面血红的肌肉和骨头。点将、扶风、出战、采艺、约定，刷刷刷！上百道翠绿色的治疗武技不要钱一样砸在吴凡的身上。恶魔大妖的赤色十字持续了3秒，吴凡就这样在不断的湮灭和新生中硬生生的扛了过来。呵！吴凡一头撞在了恶魔大妖的护体灵压上，他举起右手的长刀猛然斩去。轰！此刻天地间只剩下一抹雷霆电芒。作为吴凡练习最久的武技，也作为破防能力最强的武技，吴凡斩下这一刀时还附带上了第1星环破军的破防能力。咔！惊天一击，笼罩整个恶魔大妖100米身躯的巨大透明保护罩被吴凡斩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痕。吴凡半截长刀插在护体灵压的保护罩之中，就像是电锯正在剧烈摩擦钢管一样，本来是透明的保护罩被不断溢散的灵压粒子映照出了一道半透明的护盾。给我碎！趁着魔神大妖的攻击还未到来，吴凡双手抓住刀柄，利用自己身体的重力收紧腹部，随后用力往下一拉。咔咔咔！吴凡坠着身体，拉着刀柄从100米的高空中垂直降落，半截刀刃像剖鱼肚一样，从头到尾将恶魔大妖的护体灵压撕开了一道大口子。好！恶魔大妖发出愤怒的吼叫，他疯狂地举起拳头朝吴凡砸来。轰轰！堪比足球门大小的巨拳轰在地面上，直接将地面轰成了碎片。好！好！恶魔大妖全身灵压爆发，不停地锤击地面。唰！在他第3次锤击地面时，一道100米高的巨大火刃从地面冲出，直接将大妖的拳头烧透。吴凡浑身是血的从深20多米的大坑中跳了出来，沿着大妖的手臂一路奔袭过去。没了护体灵压，就凭你的血肉能否挡下我一刀？吴凡刀锋微寒，在乌云遮蔽的黑岩巢穴中发出了刺眼的光芒。恶魔大妖想要用另外一只手将吴凡拍下去，却被吴凡一个纵跳给躲了过去。巨人最脆弱的地方当然是后颈肉了，吴凡踩着大妖的肩膀径直一跃朝着后颈杀去。
而就在吴凡快要的长刀快要触碰到大妖的脖子之时，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忽然亮起了一道炸眼的闪电，没有轰雷声，也没有前戏，一道堪比3人和爆粗的巨大雷柱从天而降，笔直地落在了吴凡的头顶。轰隆！在雷霆轰在吴凡身上的一瞬间，一道惊天彻地的轰鸣声响彻整个赛场。西南武大的上路一塔，申屠家站在了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高台之上，雷霆羽扇被他握在手中，身上不停有丝丝电芒围绕。团长，怎么样了？旁边一名扎着细长马尾辫的白毛小萝莉问道。他叫做吴月清，是4团的副团长。中了我的一道天雷，就算不死也应该重伤了。我看着雷霆的轨迹，对方应该是在大妖巢穴那里，你赶紧带人堵住他们。就在不久前，申屠家接到了中路金符斩被干掉的消息，而他见吴凡并没有继续推进中路，便使用了自己的本命武技，召唤了一道天雷。申屠家将雷霆羽扇中的雷光送入乌云之中，然后雷霆会顺着乌云一路绵延直到劈在目标人物的身上，而申屠家就可以根据雷霆前进的方向和落点，判定敌人所在的位置。那你小心点。白毛小萝莉叮嘱了一句后，就带着4团的150人直奔华夏武大的大妖巢穴而去。而此时的大妖巢穴之中，只见恶魔大妖巨大的双拳举在空中，而源源不断的雷霆正被他凝聚在双掌之间。什么？天雷没有落在吴凡的身上，而是被恶魔大妖半路拦截后凝聚在了双手中心。滋滋滋！巨大的电流脉冲将大妖的白骨表皮覆盖，吴凡感觉有点不妙，想要拔腿离开，但脚底就像是有吸铁石一般，将他牢牢锁在原地。好麻！强烈的电流席卷了吴凡全身，此刻他感觉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做深度的电疗。恶魔大妖高举双手，他不仅在收集云层中的离子电流，同时也在用自身的灵压去扩大。渐渐的，他手中形成了一颗直径20多米的巨大雷球。好！恶魔大妖双眼红光一闪，手中的雷球发出不规则的10字雷霆。快跑！吴凡对着下方100多名华夏武大的一武者妹子喊道。大妖也是有智慧的，吴凡一名小小的地阶武者，为什么能跟他一头 C 阶巅峰的大妖鏖战 ？mwxbj.org 除了吴凡本身够硬以外，下面这群蝼蚁才是最大的根源。所以他借助了申屠家远程送来的天雷，再将自身的力量汇聚其中，准备将下面这群烦人的家伙一举歼灭。哈哈哈！人形的恶魔大妖发出瘆人的大笑，他像战斗暴龙兽举起盖亚能量炮一样，用力将雷球扔向了华夏武大的众人。呀！救命！这群一武者妹子都是华夏武大医学院的新生，本身就不是战斗系的。此刻看着光速飞来的巨大雷球，有的欲起护体灵压抵抗，有的朝远处跑去，但更多的则是待在原地，甚至是双腿一软就瘫坐了下去。但是雷球威力太大，这些防御逃跑的一武者，他们的后果其实和那些待在原地的人一样，化作一道白光被传送出去。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咫尺天涯，一道身影迎着雷光忽然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吴凡紧握长刀，对着巨大的雷球一刀劈了下去。轰！比7层楼还高的恐怖雷球砸在了吴凡的身上，吴凡瞬间被雷光吞没。不灭金身，在雷光吞噬他的一瞬间，和以往被攻击后局部化为透明金身不同，这一次吴凡全身都变为了金光璀璨的状态。唰！雷球撞在吴凡身上后，便化为雷霆的海洋，扬起了滔天的雷光。啊！吴凡用力握紧长刀，双脚像大树一样死死扎根在地面。此刻的他就像是迎对巨大海啸的深海礁石一般，任凭雷霆怎么拍打，他就是巍然不动，屹立不倒。但不灭金身的持续时间仅仅只是一瞬，金光消散后，吴凡的身体从金刚透明状态回归到了血肉之躯，血肉比之前承受恶魔之眼的血色能量10字更快的速度变成了飞灰。量子重构，一瞬间，吴凡体内70%的灵压被瞬间抽空，吴凡的身躯恢复成了巅峰状态，本来已经快要亮起的手环再次暗淡了下去。可这也仅仅只是又撑了2秒钟而已。但是就是因为这2秒钟，本来径直奔向一武者人群的雷球，被吴凡从中间一分为二的向巢穴的两边飞去。轰轰！2道巨大的能量冲击以吴凡为中心，一左一右撞向高数百米的黑岩山脉，而下一秒，坚硬的黑岩山脉被斩出了2道巨大的峡谷。嗨呀！吴凡双手握住刀柄，刀身笔直插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的地面中。此时他浑身狼狈，身躯到处都是残破不堪的皮肤，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流不出血液了。吴凡同学！就在这时，一道人影从后面飞速奔跑了过来。当他感觉到吴凡的气息十分微弱之时，只见他胸前雄伟的山峰一抬，素手一招，一道犹如星花绽放的翠绿灵压像泉水落瀑一样拍在了吴凡的身上。本来已经接近濒死状态的吴凡，被文人优越一道治疗武技瞬间给奶了回来。呼嗨嗨！吴凡深吸了一口气，看着正在施展第2道医疗武技的少女从嘴里喷出一团黑烟的同时，心里感叹道：这奶量可真大呀！吴凡哥哥，你没事吧？就在文人优越施展治疗武技后，后方被吴凡保护的医武者少女们也纷纷对他使用了医疗武技。吴凡就在这一道道治疗武技中，身体除了大量的灵力之外，再次恢复到了巅峰状态。这个给你。吴凡对文人优越伸出了手，将一颗像黑色银河一般的灵核递给了他。这是魔神大妖的灵核。看到这颗黑色灵核后，文人优越惊骇地抬起头，只见刚才还大显神威的恶魔大妖，在他的后颈上多了一道2米长的刀痕。此时他正背靠在大山之上，身上已经没有灵压的气息。形势严峻，你赶快拿着这颗灵核进阶。虽然表面上的伤好了，但吴凡体内的灵力因为使用了量子重构而消耗巨大，必须要花时间恢复一下。好。就在文人优越拿过灵石，想要回到上路的小型城防进阶时，远处奔袭来了一名扎着双马尾的白毛小萝莉，而在他的身后还跟着150名正散发着灵压的西南武大武者。一群医武者看到大妖巢穴里面正站着一堆医武者，
吴月清感觉自己抓到了杀死比赛的关键。同学们，只要能把这群一武者解决掉，这场比赛我们西南武大就赢定了。他高呼一声，身影再次加快，直奔一武者妹子们而去。休想得逞！就在吴月清的攻击就要落在最近的一名一武者身上时，从高山之上忽然跳出来一人。唰！这人出现之时还在1000米之外，可下一秒便出现在了吴月清的面前。什么？吴月清瞳孔猛然一缩，他根本没有想到对方居然会有这么快的速度。哦！吴月清刚想迎敌，却感觉腹部已经被对方的金属高跟鞋一脚踢中，鞋尖像刀片一样撕开了他的护体灵压，让他整个人像虾米一样弓起了身子，嘴里喷出了胃液和血液的混合体。轰！这人将吴月清一脚踢飞，随后身影像闪电一般直杀向西南武大的其余人。而此时众人才看清来人居然是许风霜。吴凡从许风霜的身体里感受到了强大的灵压波动，他不由得眉头一挑，这是 C 阶了，千机蝶。许风霜一把将凝聚成飞碟模样的羽刃朝着西南武大的人群扔了过去，羽刃像水中莲一般在高速旋转中绽放。mwxbj.org so 飞进人群的千机蝶360度四面八方的向四周高速散射开，沿途靠近他的武者全部被羽刃扎出了无数血洞。不好，快撤！吴月清的实力只有地阶，他根本就不是许风霜的对手，突然出现的变故把他打得措手不及，再这样下去他带来的150多人都得交代在这里。哪里跑？进入 C 阶后的许风霜实力大幅度提升，身后有一武者的情况下，他一个人都不想放走。骤雨狂澜！许风霜背后的羽刃冲天起，像瓢泼大雨一样向吴月清等人撤退的方向压了下去。看着铺天盖地而来的羽刃，吴月清脸色大变，只是他不退反进，全身灵压爆发，想要为身后的同学争取逃跑的空间。现在只有申屠家团长能和许风霜抗衡了。吴月清的眼神坚定，他已然抱着重伤淘汰的决心。而就在这时，从远处忽然飞来数百道灵体剑刃，百剑诀。灵体剑刃和许风霜的骤雨狂澜撞在一起，像是密集的弹幕大战一般，一身玄翼的赵不空从斜后方杀出，灵动9天，一剑横空，玄翼少年剑气长虹，直接将许风霜给逼退。首席！本来以为死定了的吴月清，在看到赵不空到来后，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是我的失误，让他有时间将蜘蛛女王的灵核吸收了。赵不空脸上带着寒霜，本来当时在森林巢穴那里，西南武大形势大优，结果罗显河就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一直黏着他。好不容易送走了罗显河，结果不知道从哪里又跳出来个秦少商，那人的实力和罗显河不相上下，结果硬是给许风霜逃了。许风霜在逃跑的过程中，半路吸收了蜘蛛大妖的灵核进阶，成为了 C 阶武者。赵不空一路追杀许风霜，从下路森林巢穴一路追到上路黑岩山巢穴，恰好在关键时刻挡下了对方的攻击。首席，恶魔大妖的灵核也在他们手里。吴月清指着极远处的吴凡和文人优越喊道。闻言，赵不空眼神一凛，身影一闪就朝着文人优越奔袭而去。在已经失去了一颗大妖灵核的情况下，西南武大已经不容许再失去另外一颗了，不然就算打赢了华夏武大、魔都武大那一关，大概率就过不去了。唰！想过去，先得问过我才行。许风霜在半空中将人拦截了下来，并且一脚踢向了对方的裆部，至阴至毒撩阴腿。虽然武者不怕断肢和伤残，但如果现在被要害位置，那战斗力基本要下降30%以上，所以赵不空只能向后撤了一步。右月，我会拦住他们，你快趁这个时间进阶。许风霜转头对着身后的文人优越喊道。文人优越双手捏住恶魔大妖的灵核，他体内第4道星云开始急速逆时针旋转，冰冷的漆黑灵核光速升温，变得如同太阳般炽热。黑色固体开始化为雾状，无数浓郁的灵压粒子开始涌向文人优越的第4星云。轰！当灵核和星云开始发生碰撞之时，恐怖的能量态开始跃迁，松散的星云开始光速凝结成固态。进阶的过程其实很短，能级跃迁的过程也就只是一瞬间而已，而最花费时间的反而是灵核与星云接触的过程。就像当初吴凡在宁海州吸收苏拉大妖的灵核一样，身后的星环是像充能一样缓慢出现的。快阻止他！赵不空深知，如果让文人优越也进阶成功，那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负就很难说了。休想过去！许风霜一人身化万千，挡住了想要杀过去的赵不空和吴月清等人。远处传来阵阵雷鸣，一道惊雷闪电忽然直奔许风霜而去。惊雷波！申屠家犹如天雷一般从天而降，脚上带着恐怖的雷霆，狠狠踢在了许风霜的身上。轰！这一脚速度极快，威力极大，但却踢在了残影之上，地面爆开一道手腕粗的雷霆，将地面炸出了一道深坑。没有了大阶段的差距，许风霜就算是以1敌3也完全不是问题。你们西南武大很强吗？不过就是吃了赛制的福利而已。如果你们还只是地阶武者，根本撑不到现在，早就和冰城武大一样被我们平推了。许风霜身上灵压爆发，之前在蜘蛛女王那里受的伤也被后方的一武者给治好了，现在只要拖住吴凡恢复灵力，文人优越再进阶为 C 阶，那比赛的天平将瞬间倾斜。轰！就在双方激战之时，后方炸开了一道惊人的灵压，文人优越的背后出现了第4道星环。当他顺利迈入 C 阶后，一股恐怖的灵压从他体内传来 ，C 阶武者的特性，灵压震慑。操！我感觉体内气血不顺畅了。对方那些普通的西南武大武者，在感受到文人优越灵压震慑的一瞬间，心悸的感觉便影响到了身体。唰！文人优越一步踏出，瞬间掠过100米，缠在双手间的丝带像飞出。噗嗤！正将精力放在应付许风霜身上的吴月清，瞬间被2道如同利刃一般的丝带穿透了身体。这是吴月清看着从背后透体而出的2条血色缎带，眼神空洞，瞳孔涣散，一脸的不可置信。2根长长的缎带将吴月清高高举起，
随后一左一右从中间分开。死了！吴月清的身体被直接斩成了2截。唰！一道白色的光芒出现，吴月清并没有被传送到医武者那里，而是直接传进了医疗罐子中。在解决了吴月清后，文人优越并没有停止攻击，他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申屠家面前。休想得逞！身为 C 阶武者的申屠家自然不像吴月清那样好对付，他手中羽扇一扬，数道雷霆劈落。轰隆！恐怖的雷光打在了文人优越的护体灵压上，毫发无损。文人优越的护体灵压是华夏5大中除了吴凡以外最后的那个，就连吴凡都要劈好几刀才能劈碎。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文人优越看着申屠家，脸上露出一抹含蓄的笑意。你的天雷好细啊！你这忍不了，这真忍不了。申屠见听到文人优越的话后，整个人如同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样。对方说他的天雷很细，这无异于是在嘲讽他是一条细狗一般。那我就让你尝尝大家伙！申屠家灵压迸发，一口蕴含充沛灵力的精血喷在了雷霆羽扇之上。轰隆！天空中瞬间乌云密布，无数道血色雷霆在其间跳跃。神霄天雷！申屠家一甩一摆，大风将他的头发吹散。此刻的他就像是掌控了天地之威一般。小心！就在申屠家要降下雷霆之时，身后的赵不空忽然对他喊道，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文人优越已经瞬间移动到了申屠家的面前。轰隆！一道依然是3人合抱粗细的雷霆从天空中垂落下来，但这道雷霆的威力可比之前要强上数倍，而且再也不是白痴中带着淡蓝，而是煞白中带着一抹猩红。不好！申屠家看着头顶即将落下的神霄天雷，想要急速躲避。花剑！文人优越2道粉色丝带飞出，将申屠家定在了原地。放开我！申屠家用尽全身的力气想要挣脱，却发现丝带越缠越紧。看着天空中降下的血色天雷，他眼中露出了一抹绝望。轰！文人优越和申屠家被天雷一起击中，地面被恐怖的力量离了一道，泥土和沙石崩飞10多米高，青烟更是炸起30多米。申屠家！赵不空想要过去查看情况，却被许风霜再次拦住。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呼！狂风吹来，雷霆炸出的青烟瞬间消散，露出里面2道身影。文人优越站在原地，护体灵压已经碎掉，贴身的紧身作战服也破开了数十道大小不一的烂洞，整个人气息紊乱，狼狈不已。而相比于他，申屠家的状况就更加糟糕了。此时的他已经躺在了地上，不说护体灵压被天雷炸碎，就连半边胳膊都没有了，能撑到现在，全凭武者强大的意志力。点将出战！文人优越对自己使用了2道医疗武技后，身上的伤势瞬间愈合的差不多了。而就在西南武大那边想要给申屠家治疗时，唰！2道丝带从申屠家的背部穿过，将他死死定在了地面。你说让我尝尝大家伙？文人优越嘴角带着笑意，像个雌小鬼一样，对已经处在弥留状态的申屠家说道：“就这。”哦！申屠家在听到文人优越的话后，大脑瞬间充血，体内本来就非常严重的伤势瞬间绷不住了，直接像7省状元对穿肠一样喷出1道30厘米的血雾，昏死过去。唰！申屠家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而那些医疗武技也失去了作用，目标化为了一团团翠绿色的灵压粒子，消散在空中。你们已经输了。此刻形势逆转，许风霜只要拖住赵不空，然后让文人优越去淘汰在场的其他西南武大的武者就行了。可恶！赵不空一剑斩退许风霜，随后身体快速向后撤去。许风霜也不追，反正文人优越正在解决旁边的人，现在就算是在这里站着都是赚的。首席！就在这时，几百道身影从赵不空身后赶，是西南武大的一团大部队和守卫下路的武团都来了。带领一团大部队的是副团长杨延熙，而武团为首的是手提冰蓝长枪的少女，她叫做李双华，是武团的团长。我只能说，不愧是华夏武大，我们领先了6名 C 阶武者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跟我们打成这样。赵不空表情复杂的说道：“可惜了，这一招本来是想留在总决赛对阵帝都武大用的，可现在居然要在16强就要用出来。”听到他的话，一众西南武大的武者俱都神情严肃。为了这次全国大赛，他们准备的压箱底大招，居然现在就要用了。结阵！唰！刹那间，全场500多名西南武大的武者，每个人身上都爆开最强的灵压，而这些灵压凝聚在身后，变为了一道半透明的灵体长剑。这是蜀山剑阵！正在围观这场比赛的一众武大校长纷纷站起身来，看着场中的发生的情况，一个个脸色复杂的看向西南武大的校长洪七童。我早该想到的，西南武大、西南、蜀山不正是在西南的川省吗？这可是全国武者大赛，连武道圣地也出手了吗？面对众人的目光，洪七童苍老的面容依旧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平静地说道 ：“mwxbj.org， 我只是蜀山一个没有悟出剑心的弃徒罢了，这只是我根据蜀山剑阵原版改编的简易版而已，我把它叫做北斗太虚剑阵。当然，老头子也不是守旧的人，按照咱们信息时代的说法，你们也可以叫它蜀山剑阵青春版。”哈哈哈！在赛场中，西南武大500多名武者身后都凝练出了一把灵体长剑。开！赵不空手指掐着剑诀，对着地面大喝一声，一瞬间，地面出现了一道直径1000米的巨大剑阵。这道剑阵明文复杂，分为内圈和外圈。借剑！唰唰唰！伴随着赵不空一声借剑，500多名西南武大武者背后的灵体长剑纷纷朝着赵不空飞去。枪！枪！枪！这些灵体长剑就像是没有实体一般，不断重叠在赵不空的麒麟长剑之上，灵剑每附着一把，赵不空的长剑便越明亮一分。卧槽！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观众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他们真的没想到西南武大还藏着这么一个大招。赵不空的实力并没有提高，
但他手中的长剑却凝聚了500多道灵剑的力量，一剑斩出，必然移山填海，斩天裂地。你在看哪里？哈！许风霜耳边传来了10多道赵不空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只见大阵的外圈正站着12名持剑的赵不空，在内圈中也站着6名持剑的赵不空，而在内圈的圆心依然站着1名持剑的赵不空。唰！就在许风霜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赵不空之时，一把长剑就穿透了他的身体。什么？长剑透过许风霜的身体，从剑端爆发出了几百道剑气，瞬间撕碎了他的所有防御。砰！许风霜全身炸出无数团血雾，这些血雾又在高能的灵压之下被蒸腾成了赤色的空气。仅仅只是一击，许风霜便进入了濒死状态。他的身体化作一团白光，消失在赛场之中，和吴月清一样，没有进入医院，而是直接进入了医疗罐中。淘汰许风霜只是一瞬间，赵不空根本没有给华夏5大众人喘息的时间。只见他对着外圈的一道灵体分身用剑遥空一指，唰！犹如谪仙降世，赵不空身躯迅速飞到了那道分身之上，相隔千米却弹指一瞬，让人惊叹不已。小心！文人优越的副团长莫清武忽然喊道。他刚想召唤傀儡，赵不空的长剑已然杀到，噗嗤，一剑透体。和许风霜一样，数百道剑气穿透了文人优越的身体，护体灵压，作战服在凝练了500多名武者的长剑面前，跟空气没什么两样。团长，优越姐！在漫天赤色空气中，文人优越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好强，太狠了！当赵不空一连秒杀了2名华夏5大的 C 阶强者后，直播间观赛的网友才反应过来，不是他们被震惊到了，而是赵不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到他们的视觉神经已经察觉不了的程度。真没想到西南5大居然还有这种绝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华夏5大和帝都5大并列双雄的时代，从今天起就要改写了。我宣布，我是西南5大10年老粉。此刻的局面已经是西南5大一边倒的情况，华夏5大的败局已定。赵不空长剑一，身影再次飞往6点钟方向的灵体分身。这里正有从小型城防支援过来的华夏5大最后一个100人大团。千剑诀，赵不空手指掐诀，对着那个100人大团就是一指，唰！和之前的百剑诀不同，这一次从麒麟长剑上飞出了1000把灵剑。如果说之前的百剑诀已经是狂风暴雨，那这一次千剑诀就是蝗虫过境，直接将华夏5大这一个100人团啃的精光，一点都没有剩下。此刻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华夏5大场内场外武者的心情，那就是绝望。因为赵不空一人就能将他们所有人解决掉，怎么办？现在根本没法打，对面直接出现了一个 BOSS 级别的强者，不管去几个人都是去送的，更何况华夏5大这边已经山穷水尽，最后一点有生战力都被赵不空灭掉了，唯一剩下的就只有100多名战力弱小，只能治疗的医武者和一个因为单挑恶魔大妖全身灵力消耗巨大正在恢复的首席吴凡。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奇迹的话，众人还能期待一下，可惜这种东西只存在于人们的妄想之中，是失败者在终局之前的一种不甘心的体现罢了。结束了，赵不空的麒麟长剑崩开了一条细细的裂痕，想要获得巨大的力量，那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结束了，就在赵不空想要趁剑体崩碎之前解决掉吴凡和剩下的100名医武者之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吴凡大声对着身后的100名医武者妹子喊道：所有人对我使用风正摇！哈！不仅是赵不空，就连正在观赛的各5大的校长们都不由得吃惊道：他想干嘛？100多人的风正摇，他的身体承受得了？强如赵不空都只能将庞大的灵压签引到麒麟长剑上，因为他自身承受不了那么强大的力量，临死反扑罢了。赵不空长剑一扬，身体飞向9点钟的灵体分身，同时体内爆开强大的灵压，灵动9天。在蜀山剑阵的加持下，赵不空长剑上竟然飞出了9道破体剑气。今天这8强，我们西南5大竟定了！轰！剑气横空，像9条神龙一般朝着吴凡杀去。轰轰轰轰！恐怖的灵爆在吴凡所在的地面炸开，狂暴的灵压四散飞出，将四周坚固的黑岩山炸出了剧烈的山体滑坡，距离爆炸最近的数百米黑岩山直接裂开。夸张，真的夸张！笔下文学，这终结一击真的太炸裂了。就在一些人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了的时候，有人却发现了一丝不对劲，为什么没有白斩的提示出现呢？对啊，而且比赛也没有结束。赵不空眉头紧锁，神情凝重，麒麟长剑上的裂纹比先前密集了许多。轰！冲天的灵压震散了方圆100米的尘烟，一道人影瞬间从里面杀了出来。枪！赵不空连对方的动作都没看清，只是下意识地举起了长剑格挡。长刀与灵剑碰撞的瞬间，赵不空看见了一双赤红的眼睛。什么？一瞬间，赵不空眼前的世界也变为了一片赤红，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恐怖杀意简直要将他撕碎。破！赵不空剑心通明，心手灵台，眼前的赤红瞬间消失，但紧接着迎面来的却是一把长刀。咔嚓！赵不空紧急躲避，却依然被斩中了肩膀，左手直接被斩了下来。团长，首席！他身后500多名正在提供灵力的西南5大新生，在看到赵不空被斩下一条手臂后，纷纷大惊失色地喊道。赵不空强忍着疼痛，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3点钟的方向，那是距离吴凡最远的距离。而此时，众人才看清吴凡现在的状态，只见吴凡上半身的作战服破烂不堪，整个人狼狈不已。但与这狼狈相对的，便是他身后上百道青绿粉蓝红橙的灵体长线，在这100道长线之上，正连着100多名飞在空中的医武者妹子。他们形态各异，但唯一相同的便是正在源源不断的为吴凡加持着自身的灵压。此时，在直播间和观赛间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选手的灵压检测表，而众人在看到吴凡的灵压之时，我的天啊！198721，
接近20万的灵压。要知道 C 阶武者的灵压范围是10万到30万，这100多名一武者拉风征摇，平均每人提升 5% 的情况下，直接给吴凡加了10万左右的灵压，这尼玛也太变态了吧！灵压直接翻倍了，好家伙，直接从 D 阶巅峰到 C 阶终结了是吧？用 D 阶的身体承受 C 阶的力量，他撑不了多久的。刷刷刷！此刻的吴凡就像是超级赛亚人一样，全身被实质性的半透明灵压所笼罩，他睁着赤红的双眼看着剑阵里的赵不空，脚下一踩，咚！脆弱的地面被蹬出了100米长的裂缝，积土岩层像山体滑坡一样向后塌陷下去。砰！千米之距，吴凡眨眼便杀到了赵不空的面前。呲呲呲！恐怖的力量直接带着赵不空向后飞去，两人直接撞在了大妖巢穴的黑岩山之中。啊！赵不空想要抽剑反击，但吴凡就像个蛮牛一样，死死将长刀抵在了他的胸前，长剑差点就要割破他的脖子了。轰！赵不空后背狠狠地撞在了大山之上，伴随着一阵山崩地裂，两人的身体竟然直接砸进了山体之中。噗！赵不空直接吐出一口鲜血。强大力量的载体是他的灵气麒麟剑，而蜀山剑阵给他提供腾挪的身法，但他本身的实力也仅仅只是 C 阶初级而已。在吴凡不要命一般的猛攻下，他根本来不及挥剑，一抹赤红透亮的光芒从吴凡的长刀上亮起，超高的温度将周围黑岩烧成了岩浆。你疯了！感受到吴凡这近距离一刀焚天的威力，赵不空脸色巨变。在山体内这么狭窄的空间之中，如果挨上这么一刀，两人都会被炸成碎片。但吴凡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火红的刀刃已经变成了恐怖火焰。千钧一发之际，在死亡的恐惧下，赵不空一剑斩在了吴凡身上。咚咚咚！数百道灵体剑气打在了透明的无敌晶身上，短暂的无敌后，金光消散，剩余的剑气透过了吴凡的身体，将他的心、胃、大小肠等内脏绞杀成一片血糊。轰！从远处看，巨大的山体像被埋了好几吨开山雷，又像是穿山甲挖开了葫芦山那般瞬间炸裂。从炸开的山体中迸出大量的火光，这些天火随着裂开的山石洒向四周，就像是从天而降的陨石一般。轰！其中一颗直径30米的熔浆火球砸向了西南五大的阵营，此刻众人都在借剑状态。如果被砸中的话，少说也得死伤一片。呵，西南五大的五团团长李双华手提一把冰蓝长枪，独自一人站在了巨大的熔岩火球面前。冰魂枪法，禁咒之术，满月阵。吴凡和赵不空两人之间是神仙斗法，李双华根本插手不了。而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替大家挡住这颗流星火雨。在加持了一堆武技之下，西南五大最后一名 C 阶武者提枪上前，对着挟天威之力而下的火球纵身而去。本命武技紫双白龙枪，冰蓝色的枪尖被一阵寒霜笼罩。李双华一枪刺在岩石火球之上，刷刷刷！枪尖在和岩石碰撞的一刹那，接触面出现了一道白点，而这白点在瞬间便出现了3次，一枪3击，双重内技。虽然表面上李双华只刺出了一枪，但却实打实进行了3次攻击。咔！在李双华的攻击下，以超高速及时降落的火球竟然诡异的在半空中停了下来。下一秒，被枪尖点中的位置出现了细密的裂痕，紧接着裂痕不断扩大，直径几10米的巨大熔岩火球竟然直接变为了齑粉，在半空炸开。呼！李双华从嘴里吐出一口浊气，此时他握枪的手都是微微颤抖的。可是还没等他喘息片刻，他惊恐地发现，又有一颗巨石朝他们这边飞来。呵！李双华决然一笑，他没有后退，继续朝着飞来的巨石冲去。今天就算是死在这里，也要保证赵不空的借剑状态不被打断。砰！山体炸开后，吴凡和赵不空瞬间被火焰吞没。啊！火焰之中，赵不空将灵压提升到极限，麒麟长剑上的裂痕已然遍布全身。呼！山风将火焰吹散，露出里面2个被烧得漆黑的身体。唰！在上百名风正瑶的治疗下，吴凡重伤的身体在缓缓恢复。要输了吗？赵不空浑身焦黑的躺在地上，体内的灵压和生机都在不停消散，只怕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传送出去。陛下文学，我们明明能打进决赛的，可恶，还是太弱了吗？弥留之际，赵不空眼前闪过了走马灯，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刮风下雨，流血流汗的修炼画面一一浮现在面前。喂，你没听见你的剑在哀嚎吗？就在这时，吴凡的声音将赵不空拉回了现实。我的剑在哀嚎。赵不空艰难的扭头看向插在地上的麒麟剑，此时的他因为承受了太庞大的力量，已然处在崩碎的边缘。是我的错，是我太弱了。看见自己的本命灵气碎成这个样子，赵不空愈发痛恨自己的弱小，将实力暴涨的压力全部担在灵气身上。你认为这是一名武者应该做的吗？吴凡站在原地，对着趴在地上的赵不空说道，他眼神十分锐利，像一把尖刀扎破了赵不空的心，哗啦的鲜血淋漓。站起来，像个武者一样，输要笑着输，死也要站着死。吴凡手里握着长刀，眼神死死盯着赵不空，站着死。赵不空忽然一咬牙，一只手握紧了长剑的剑柄，艰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轰！赵不空分担了麒麟剑身上一半的灵压，一股恐怖的灵压从麒麟剑之上传递到了赵不空身上。剑心通明，人剑合一，这样的行为是很帅，但是代价却很大。在接受灵压的一瞬间，赵不空浑身的血管和血肉便随即炸开，一团团的血花将他染成了一个血人。嘿嘿！赵不空看向吴凡，两人相视一眼，同时向对方杀去。相遇的瞬间，以两人为中心炸开了一道冲霄的灵压光柱。恐怖的灵压不光影响了整个赛场，就连整座岛屿都引发了不小的动静。良久，光芒消散，赵不空和吴凡背对着被分立两方。这一刻，无人说话。
下一秒，赵不空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了原地。吴凡身后牵着上百人，硬顶着2门B级的灵能炮塔，一刀一刀的将西南武大的城市保护罩击成了粉碎。比赛结束，华夏武大获胜。很快，华夏武大战胜西南武大进入8强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网络。替补席上，一些西南武大的武者在听到自家被淘汰的消息后，眼泪不由自主的就流了下来。为了这一次的比赛，他们到底付出了多少，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关于西南武大的印象，只会停留在他们在16强就输给了华夏武大这一层面。没有翻过华夏武大这座山，便没人会看见他们的面容，没人会去听他们的故事。此刻他们才明白，原来自己不是这一场盛宴的主角。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响起：今年输了，大不了明年从头再来嘛，毕竟失败总是贯穿人生的，我们要学会面对失败，并永远保持一颗求胜的心。洪七童杵着木质的雕龙拐杖走了出来，相信我们下一次能走得更远。听到他的话，西南武大的武者们脸上失意的神情渐渐好转了起来，随后被坚定的眼神所取代。走吧，我们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同学。西南武大的众人在洪七童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朝着医院而去。与西南武大相对的便是华夏武大这边。此时华夏武大这边正是一片欢腾。本来在见到赵不空一人一剑所向无敌之时，他们已经觉得这场比赛已经输了，但没想到峰回路转，吴凡在百人风筝摇的加持下，直接砍爆了西南武大所有人。刷刷！在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后，吴凡背后的义武者妹子们纷纷从吴凡背后的天空中跳了下来。吴凡哥哥，你好棒啊！吴凡哥哥，么么哒！就在这群妹子兴奋地围在吴凡周围叽叽喳喳之时，砰！吴凡冷峻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前一秒还横推无敌的身体，陡然间炸出了上千道血雾，灵压迅速下降到了一个冰点，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程度。这是怎么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吴凡就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了原地。是力量反噬。木兰锦从观赛室里走了出来，她全程观看了这场比赛。沈子双之前对吴凡说过，以前也有人使用过这种战术，但最后都因为对身体负荷太大而宣告失败。啊！听到他的话，在场的义武者妹子们纷纷表示惊讶，因为吴凡拖着他们战斗的时候，那神勇的状态一点也不像是负荷过重啊。唉，木兰锦叹了口气，身负千钧，举重若轻，他只是没有将重担表现出来而已。就连赵不空的麒麟剑在承受那么大的灵压后都会崩碎，就更别提人了。吴凡这是扛着咱们华夏武大进了全国8强了。而此时，吴凡的身体泡在了充满了灵力的治疗药水罐子中，本来已经微弱的灵压在仪表上已经无限趋近于一条直线了。另外一个观赛口坐着10多年轻的武者，其中为首的赫然便是魔都武大的首席代表瞿小雨。首席在华夏武大和西南武大的比赛结束后，瞿小雨神情严肃地站起身，独自一人朝远处走去。他的副团长岳前山和周围的人连忙跟了上去。魔都武大在16强战做了一个很自信的决定，让首席代表瞿小雨替补，以便保存实力，争取在8强的时候上场一举击败华夏武大。小雨哥哥。就在这时，一名穿着灰色西装小短裙的妹子走到了瞿小雨面前。她身材高挑，颜值超绝，一双笔直修长的双腿并拢站立，没有一丝缝隙，脚下踩着一双棕色小皮鞋，面容带着微笑。唰！就这样一名堪称校花级别的美女，瞿小雨居然连脚步都没有停顿一下，直接便从少女身边走了过去。她这是怎么了？难道身体不舒服吗？少女有些困惑地问道。尽管瞿小雨这样无视她，她依然还是对方的小迷妹。我们刚才看了华夏武大和西南武大的比赛，宇哥他可能感觉到有压力了吧？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岳前山对少女做了一个略表歉意的手势，随后便跟了上去。哈，除了帝都武大的叶禅心，还有什么人能给到小雨哥哥压力？在全国大赛开始后，各武大没有参赛比赛的学生也没有闲着，他们效仿江湖百晓生的兵器谱，自己搞了一个全国武大武者排名。其中排名前10的分别是：1. 叶禅心，帝都武大；2. 瞿小雨，魔都武大；3. 擎天龙帅，国防武大笔下文学；4. 木贺兰道，明珠武大；5. 刘道雄，金陵武大；6. 袁凤鸣，江城武大；7. 苏玉瑶，南疆武大；8. 孙笑来，华科武大；9. 赵不空，西南武大；10. 楚天元，北疆武大。这份排名总共排了100名，而华夏武大的吴凡只排到了第38名。不过，随着华夏武大和西南武大的这一战结束后，这个排名很快就要更新了。华夏北域边境，硝烟弥漫，一名浑身是伤的少年正穿着破烂的作战服，坐在尘土飞扬的战场废墟上望向天空。他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了一根香烟，将烟头伸到一旁燃烧弹的残留于火中。啪！可还没等他抽上一口，就被旁边一名穿着军武者制服的中年人拍飞。小小年纪，别染上烟瘾了。叔，我成年了。少年撇了撇嘴，无奈地说道。成年了也不行，武者吸纳天地灵气，香烟是浊气，吸入体内后会让你的灵压变得斑驳浑浊。中年军武者就像是老爹教育儿子一样，喋喋不休地说道。少年被军武者大叔说的头皮发麻，索性直接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朝着远方走去。别说你几句你就走啊！眼看着少年越走越远，军武者大叔问道：“你这是要去哪儿？”少年头也不回地答道：“去参加比赛。”吴凡睁开眼，看见的是久违的白色天花板，四周是已经快要忘记的消毒水味道。我这是在医院吗？上一次昏迷进医院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记得应该还是苏拉和海葵双大妖那个时候了吧？爹！旁边生理数据检测仪发出了一声轻响，这时穿着白色的护士小姐姐走了进来。哇，那么重的伤势，居然这么快就醒了！看着吴凡居然从病床上醒了过来，护士小姐姐捂着嘴惊叹道：“
他也算见过不少恢复力强的武者了，但像吴凡这样的还是第一个。我昏迷多久了？吴凡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灵压，发现只有巅峰状态的30%左右，应该是透支的身体还没有缓过来。只有5天，居然昏迷了5天。吴凡大感意外，因为他还从来没有昏迷过这么久的。5天你还不满意吗？跟你一起进来的好像叫做赵不空是吧？现在还待在重症监护室里，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呢。护士小姐姐白了吴凡一眼，她以为吴凡是在故意诓他。帮我办理一下出院吧。吴凡掀开床单，一把从病床上跳了下来，他感觉身体已经完全好了，剩下的就是恢复元气了。这我得请示一下咱们主任和你们学校的领导。吴凡所在的病房可是特需病房，是整个医院规格待遇最高的病房，24小时全天候观察的。要不然为什么吴凡一醒来，护士小姐姐就进来了呢？没过多久，接到通知的沈子双便赶了过来，将吴凡接了回去。学姐，距离下一场比赛还有多久？因为16强战的战斗强度很大，很多武大的武者受伤严重，所以下一场比赛还有7天左右。沈子双将吴凡带回了华夏武大的基地。你在和西南武大的那场比赛中表现得很好，学校方面决定奖励你2万点学分，并且如果你在下一场战斗前到达地阶巅峰，将无偿为你提供一颗血脉无限接近大荒真种的灵核。沈子双看向吴凡，语气更加诱惑地说道。当然，如果你能在后续的比赛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学校方面提供一颗大荒真种的灵核也不是不可能。大荒真种的灵核。本来身体有些亏空的吴凡，在听到沈子双的话后，面容竟然变得有些神采奕奕起来。没给我画大饼。吴凡有些将信将疑，大荒真种可是临界超 A 级都觊觎的东西啊。吴凡同学，我觉得你有点小看咱们华夏武大的实力了，只要你能带领团队获得全国大赛的冠军，郑强校长就亲自去国库给你申请。华夏武大没有的东西，难道国家还能没有吗？沈子双骄傲地说道。不就是全国冠军吗？为了大荒真种的灵核，就算是拼了命也要拿到手啊。在经历了16强和西南武大的比赛后，吴凡对自己的地域赛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8强是魔都武大，4强大概率是国防武大，决赛应该是魔咒状态下的帝都武大。可以说，如果最后拿了冠军，校长真的向国库申请下来一颗大荒真种的灵核，那这颗灵核有可能是吴凡这几个金色灵核中拿的最艰难的那个。修炼！刚从医院回来的吴凡连片刻都没有放松，直接就热情高涨地投入到了武道修炼之中。我现在的灵压已经快要到地阶巅峰了，那就在8强赛之前修炼到地阶巅峰吧。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吴凡便在灵气室、食堂、卧室3.1线的进行修炼，灵压在1.1滴的积累中，终于达到了地阶巅峰。而就在这几天中，之前在战斗中受伤的文人优越、罗显和、秦少商等人也都从医院痊愈，返回了基地。可能因为觉得在和西南武大的比赛中表现不佳，众人在回到基地后也都没有休息，纷纷废寝忘食的修炼起来，想要争取在8强赛之前变得更强一点。整个华夏武大的武者都处在一股极强的修炼氛围之中。轰！吴凡一拳轰出，尽管没有使用灵压，但拳风依然将面前的空气轰出了一阵音爆。呼！吴凡做了一个深呼吸，将自身的状态调整了一下，随后便准备离开训练室。而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个沈子双的消息：下午3点在沙滩上集合。吴凡看到这条短信，下意识的觉得会不会又是一个短期的集训，但随后想了想，又发现不可能。下午3点，吴凡准时的来到了沈子双所指定的海边沙滩之上。此时已经有几名熟人等在这里了。学姐，你把我们叫过来干嘛？罗显和一脸不解的问道。他正准备下午和秦少商进行实战训练。对啊，学姐，后天就要和魔都武大打比赛了，现在可是争分夺秒的关键时刻，一点都不能松懈啊。许风霜一改往日的冰冷，脸上露出烦躁的神色，甚至就连一向性格内敛的文人优越也露出了焦躁的表情。大家最近的压力很大，学姐我也知道，但是越着急就越容易浮躁，心态就容易发生变化。如果将这种状态带入比赛之中，那必将会犯很多低级的错误，所以今天下午叫你们出来，就是为了帮你们缓解一下这种急躁的情绪。沈子双说着，便指向不远处的场地。今天我们就来打一场沙滩排球赛。众人听到沈子双的话后，纷纷露出了怪异的表情。学姐，我感觉我的武技还差点熟练度，我要回去修炼了。许风霜刚想抬腿离开，便听到沈子双说道：特殊规则，你们在打球的时候可以使用武技哦。唰！听到他的话，正准备离开的许风霜立马停住了脚步，转而朝场地走去。相当于一场放松性质的团战了呗。那我参加。听到可以使用武技，罗显和也朝着场地走去。哼，无聊，我要回去睡觉。方天迅刚想离开，却见沈子双从行李箱中拿出了一排泳衣。待会比赛的时候，大家要换上泳衣泳裤哟。方天迅刚迈出的脚在空中还没落地，身体便直接一个180度大转弯，狠狠地踩在了前往球场的方向。哼，沙滩排球，鄙人最感兴趣了。光滑的肌肤，匀称的身材，健美的长腿，不愧是被灵气滋养的女武者。方天迅穿着一件骚气的橘红色夏威夷短裤，眼睛不断地在女武者的身上扫来扫去。当然，他也仅限于此了。不光是他，在场的所有年轻男女武者都只能过过眼瘾。因为虽然武者很容易获得权力、金钱和地位，但如果将精力都放在男女之事上，气血会亏空，灵力会涣散，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萎靡，武道修行就会受到影响。赶快开始比赛吧，我已经等不及了。沈子双笑呵呵地看着众人说道：不着急哦，这次排球比赛也有惩罚哦。他说着，就从一个冰镇的蓝色工具箱中拿出一瓶暗绿色的饮料，这是华夏武大特制的营养液，喝了之后可以帮助你们快速恢复体力。不过由于味道有些独特，发给同学们的都是稀释100倍的剂量。沈子双指了指手上的那瓶暗绿色的营养液说道：这一瓶是没有稀释过原汁原味的哦。下！
听到他的话，许风霜、秦少商、文人优越，包括其他乾隆班的人在内，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营养液，我正好有些口渴。罗显和一听这是营养液，还是没有稀释过的，便开心的从沈子双那里要了一杯。别喝！看到沈子双一脸和蔼的递给罗显和一杯营养液后，众人齐声阻止道，但是已经晚了。当罗显和喝下去的那一刹那，他瞳孔猛然一震，整张脸和周围的环境都变为了诡异的暗蓝色。紧接着，杯子从罗显和的手中落下，他双手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像是喝了什么魔鬼毒药一般。砰砰！罗显和开始像上岸的鱼一般，在地上不停地跳动，双腿胡乱地朝外面蹬去，时而又将自己卷成了一个轮胎，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在沙滩上滚来滚去，最后一头扎进了海水之中，变为了一具漂浮的尸体。吴凡的额头上出现了细密的冷汗，他现在十分的庆幸和后怕，因为他和罗显和一样，对这种能恢复体力的营养液很感兴趣，以至于对沈子双嘴里所说的味道奇特没有一点警觉。如果不是罗显和先我一步，恐怕此刻躺尸在海水里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沈子双看了看人数，少了罗显和后，刚好凑够偶数，于是决定两人为一组进行比赛，吴凡、张之白为一组，许风霜、文人优越为一组。很快，众人就将队伍分好了。沈子双、何星星为一组。哎，学姐你也要参加吗？还有这个何星星是谁啊？常征明看着抽签组队的名单问道。唰，一道人影撕开空间，首先露出的便是一个锃亮的光头和一个遮住小半张脸的黑色大墨镜。何教授，喂，你们两个 A 阶舞者参与不太好吧？方天训用质疑的语气问道。你们放心，我们不会仗着灵压高就欺负你们的。比赛的时候，我和何教授会把自己的灵压降到地阶巅峰的水平。沈子双嘴角挂起一个弧度微笑道，偶尔参与一下年轻人的活动，让自己的心态年轻化，也是对修炼有好处的。何教授迎着阳光，语气铿锵地说道，阳光在他头上反射出了一道亮光。比赛就用羽毛球赛的规则，首先赢够21分的队伍就晋级。沈子双念着规则说道。喂，沙滩排球比赛用羽毛球的规则。吴凡已经不想吐槽了，因为简直满是槽点啊，好不好？沙滩上，吴凡和张之白两人左右站立，吴凡在中场将排球高高抛起，随后纵身一跳，在空中五指捏拳，对着排球猛烈轰去。3000雷球，轰隆！沙滩上响起了一道雷鸣之声，只见排球像一道闪电一般，光速砸在对面的沙滩之上。好快！众人只看见吴凡一拳轰向了排球，然后就得分了。百鸟朝凤，轮到张之白后，只见排球化作一道飞翔的火凤，在绕着场地飞了一圈后，最后以一个诡异的角度重新回到了场地内。21-0，吴凡、张之白组胜。在他们对面的徐十一和崔子熙此时正背靠背坐在沙滩上，面对吴凡和张之白的攻击，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办法，直接被林峰带走。就在他们沉浸在失败中之时，沈子双端着2杯营养液走了过来。不，我不喝。徐十一脸色顿时铁青，挣扎着想要从地上爬起来，但却被沈子双捏住了肩膀。乖，运动过后喝点营养液能帮助你恢复体力。此时沈子双的番模样很像为大郎吃药的潘金莲。几秒钟后，在罗显和躺尸的海水旁边又多了2人。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在场的所有人都捏紧了拳头，暗中发誓自己绝对不能输。秦少商和罗显和一样捂着自己的喉咙。水，我要水。何浩挣扎着想要喝一口纯净水，但却被沈子双又灌了一口营养液。1个小时过后，在靠近沙滩旁边的海水中已经泡了有将近20多个人，而比赛已然进行到了半决赛。吴凡同学，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文人优越穿着一件纯白色的泳衣，站在吴凡的面前，极具压迫性。哼，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输的。许风霜双手叉腰，一副决一死战的态度。吴凡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将手中的排球抛起，随后迎着太阳高高跳起，一球焚天。砰！排球化作一道暗红色的火流星，径直朝着许风霜的身上杀去。虽然得21分也能胜利，但解决了对方的人，同样也能获胜。见到吴凡居然一上来就使用这种强势的打法，许风霜也不客气，身上灵压陡然爆发，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将飞来的火流星凭空击飞到了几十米高的天空中。这是吴凡神情严肃，感受着许风霜身上那强大的灵压，他心中已然有了一个猜测。本命武技，星球落魄。轰！火流星化为了一颗更大的璀璨流星，朝着吴凡他们所在的场地落下。沙滩之上，排球化作杀人利器，不停地穿梭在吴凡和许风霜的场地之中。轰！吴凡一记爆锤扣杀，直接将沙滩击出了一道深2米的深坑。102-101。4人都在不停地喘气。作为武者能打到这种程度，这运动量堪比3场生死战斗了。嘿！沈子双拿着2杯营养液，正用友善的眼神看着许风霜和文人优越2人。被这么一瞧，许风霜顿时瞳孔一缩，马上顽强地从沙滩上站了起来。你的精神值得敬佩，但这场比赛的胜者一定是我。吴凡将手中的排球高高抛起，随后再次向着空中跳去，垂直扣杀。见状，许风霜和文人优越连忙拖着沉重的身体往后场奔去。可是吴凡在碰触球体的一刹那，呼！排球软绵绵的从高空落下，直接擦着网的顶端缓缓落下。103-101。吴凡、张之白组胜。完了！文人优越全身早已在和吴凡的大战中失去了力气，此时他的只能无力地瘫坐在沙滩上，被沈子双捏住嘴巴，猛灌了一杯翠绿的营养液。文人优越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但却被营养液塞满，说不出一句话。噗嗤，喝不下去了。粘稠的营养液从文人优越的嘴角滑落，滴在了他雄伟的高峰之上，得到处都是。哦，
另外一边的许风霜则是双眼泛白，舌头长长的伸出，不停地从喉咙里散发出干呕的声音。几秒后，已经有20多名浮尸的海水中又增加了2名。真不愧是华夏武大的首席和仅次于首席的强者。你们一路打上来，体力消耗巨大，我和何教授也不欺负你们，咱们就只打5球，谁先拿到3分，谁就胜利。沈子双穿着一件深 V 款式的泳衣，正双手叉腰站在吴凡的面前。只见他将手中的排球一抛，呵，一道娇喝声响起，排球就像是魔贯光沙炮一般，直接从吴凡和张之白2人的中间穿了过去。轰！球体与地面碰撞后，直接炸开了一团小型的核爆。1比0，这股力量，学姐，你不是说用地阶巅峰的实力和我们打的吗？仅此一击，张之白的额头就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全身肌肉紧绷的几乎颤抖。对啊，我只说了用地阶巅峰的灵压，但是从来没说过要压缩几倍啊。沈子双身上的灵压陡然升起，一股比吴凡体内的灵压还要凝练的力量传来。轰！沈子双再次一球轰出，张之白想要伸手挡住，却被这一球轰在了脸上，直接倒飞了出去，然后就趴在地上生死不知。哦耶！2比0，沈子双开心地跳起了科目3，这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十分流行的一种舞蹈。吴凡，拿出点实力来啊！这样下去根本就不用我出手吗？哈哈哈！何教授居然直接搬了一把沙滩椅，然后插上了一把遮阳扇，手里拿着一杯冰镇莫吉托，悠闲惬意地饮了起来。拿出真正的实力吗？吴凡看着不远处海水里那泡着的20多人，身上忽然被实质型的灵压包裹。展翅瞳，咫尺天涯，唰！吴凡的双眼变得如同恶鬼一般赤红，眨眼间，他的身体便化作2人。想要用同阶的实力战胜我，那就拿命来试吧！吴凡身影一闪，忽然出现在了沈子双击过来的排球面前。只见他沉肩收拳，撤步，随后一拳轰出，砰！一股螺旋拳劲引发了炸响般的空爆，排球以翻倍的速度和力量被反击了回去。好球！沈子双赞叹一声，随后表情极为认真的双手合十，准备正面迎接吴凡这一球。轰！排球像一颗炮弹一般，狠狠地撞在了沈子双的护体灵压之上，恐怖的灵压震荡，直接让沈子双的护体灵压产生了4、5道剧烈的波纹。啊！沈子双发出一声娇喝，想要将球打回去，但吴凡这一球的力量实在太强，直接将沈子双连人带球直接撞出了边线。球出界，比分2比1。余力消除，沈子双抱着球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用惊讶的眼神看向吴凡。此时在他的眼里，吴凡整个人正散发着恐怖的力量，这是5倍的灵压。经过1球的休息时间，张之白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此时用复杂的眼神看向吴凡。暑期集训时，他明明只是压缩了2倍灵压的 F 阶武者，短短小半年的时间，他就成长到了这种程度，我也不能落后啊！由于是采用羽毛球比赛的规则，赢球的一方才能发球，所以张之白接过沈子双扔过来的排球。学姐，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张之白将手中的排球用力一抛，随后身躯微微下压，再猛然跳起。好！排球在巨大的力量拍击下，直接出现了螺旋绞杀般的攻击。球体的速度超快，在沈子双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便已经擦着他的头发飞了过去。我承认你这一球十分的漂亮，但很可惜，你遇到了我。何教授悠然地放下手中的冷饮，下一秒身体便出现在了底线后方。是吗？张之白忽然整个人被强大的灵压托起，他双手垂摆，身体在空中旋转了2周720度。在临近最高点之后，他的身上忽然出现了双白和烈火2种属性的灵压。笔下文学，本命武技灰烬冰河。张之白身体瞬间落下，他双手携带的冰与火直接拍进了大地之中。轰轰轰！霎时间，以张之白为中心，整个沙滩方圆1000米都被极度的冷气所冰封，而又在下一秒被恐怖的火焰所崩碎。什么？何教授刚想去接球，却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居然被冰封住了。于是何教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排球飞过了底线，球出界，比分3比1。沈子双，何星星队伍获胜。虽然躺在冰冷的海水中，但不知道为何，吴凡感觉此前积累在身上的烦恼和焦虑都消失了，大脑也极度的放空，有一种原地升天的空灵感。吴凡双眼坚定地看向天空。8强赛，我们来了！咕噜咕噜咕噜，魔都武大一定行，魔都武大一定赢。当吴凡和华夏武大的众人来到比赛场地后，魔都武大的替补成员已经站好队列，开始给自家武大应援了。魔都作为华夏的经济中心，国家倾心打造的世界级都市，可以说能在魔都安家落户的人都不是一般的有钱。既然普通人都是这样，那就更别提武者和武大了，那可不是一般的有钱。我听说在开赛前，魔都武大直接在湘江的外滩包下了所有高楼的广告牌，24小时轮番播放应援视频，影视界、歌舞界几百位明星为他们加油助威。官员在一旁说道：“是吗？”吴凡稍微有些惊讶。不仅如此，咱们除了网络直播以外，不是还有个人气武者吗？魔都武大直接赞助了人气投票的网站，现在排名前20的武者，有8个都是他们武大的。换个方向想，既然对方花了那么多精力去增加自身的热度，那么如果我们能将他们打败，那岂不是更好？吴凡微笑着将头左右两边扭了一下，颈部因为骨头的摩擦而发出一连串的脆响。魔都武大和我们一样，因为只打了一场16强，所以也只有2名 C 阶武者，分别是一团的副团长岳前山，2团的团长孟泰林。啊，他们的首席好像叫做瞿小雨吧？他怎么没有进阶到 C 阶？官员有些好奇地问道。华夏武大这边是因为吴凡压缩5倍灵压的关系，当时灵压还不到地阶巅峰的10万，照理来说瞿小雨应该是够了才对，因为他的目标是全国大赛的冠军，而拿到冠军的武大会拥有国家大角度的资源倾斜，就有资格向国家申请一颗大荒真种的灵核。
瞿小雨之所以不进阶，应该是想要用冠军的金色灵盒进阶。呵呵，他也心够大的。官员觉得瞿小雨确实挺有胆量，因为这意味着有非常大的风险会被淘汰。既然这次 C 阶武者的数量都差不多，咱们就按照和冰城武大打交流赛的时候的布置。我和吴凡同学的大团走中路，文人优越和罗显和两人去上路，许风霜的一个大团单独守劣势路。文人优越和许风霜都是 C 阶武者，这样既保证了临时仓库的安全，也不会让劣势路在短时间里被攻破。常征明指着地图布置着战术说道：“可以，我没什么意见。”许风霜难得认同了常征明的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中路的对局就非常重要了。中路赢了，那就可以将两头大妖的灵盒拿下，继而一路平推。可一旦输了的话，我们也会陷入同样艰难的局面。秦少商手指在地图上的中路重重点了2下。没错，中路就是胜负手了。常征明虽然实力比较低，但战略眼光是很独到的，他认可的点了点头。那就交给我吧，我一定能将对面的中路打穿的。吴凡一如既往的自信，众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从吴凡嘴里听到一定肯定的话后，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就像是他一定能办到一般。官方直播间的热度已经突破3亿了，全国有1/5的人都在看啊！傻逼，这是热度，热度懂不懂？是根据弹幕数量、礼物值还有观看人数和推荐一起计算的。笑死了，人家钓鱼呢，还真把楼上的给钓到了。我钓你马呢？嘿嘿，急了急了！如果说16强的比赛还有几场毫无悬念，那么8强的比赛简直就是场场爆炸。上半场 ，A、B 区国防武大 vs 南疆武大 ，C、D 区华夏武大 vs 魔都武大。下半场 ，E、F 区帝都武大 vs 明珠武大 ，G、H 区金陵武大 vs 江城武大。我没看错吧 ？B 区的8强怎么变成国防武大了呀？哪里不应该是华科武大吗？还华科武大呢？华科武大已经被国防武大在16强的比赛中给抬走了。地区的16强比赛中，西南武大差点就击败华夏武大进入8强，但终究还是差了一点。可 B 区却不一样，国防武大战胜了老牌8强武大，成功晋级8强。是吗？那这上半赛区就精彩了呀！就在网友们讨论的津津有味之时，华夏武大和魔都武大的人员已经就位了。华夏武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吴凡带着浑厚凌压的声音响彻整个赛场。魔都武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对面也同样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参赛双方确认完毕，倒数3声，3、2、1，比赛开始。随着主裁判的声音落下，阻拦在众人面前的保护罩瞬间消失，咫尺天涯。这一次和以往不同，中路必须抢占先机，吴凡直接施展了身法武技，身体在空中拉出一连串的残影，迅速消失在众人面前。嗖！吴凡的耳边传来破空声，他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中路的一塔前。出乎意料的是，对面也有一道身影破空而来，来不及看清彼此，吴凡便抽出长刀和对方拼了一记。枪！灵气碰撞的瞬间产生了恐怖的能量爆炸，伴随着的火星四溅而荡起了一道近10米的尘烟。瞿小雨、吴凡，来人一头火红的长发，双眼明亮锐利，炯炯有神，面容刀削斧凿，除了十分俊朗之外，棱角轮廓特别分明，能让人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此人一定不是凡夫俗子。你来的可真快！瞿小雨的身体向后一跳，和吴凡拉开了20多米的距离。你也不慢。吴凡嘴上说着，但眼睛却在观察瞿小雨手上那奇特的灵气。只见对方左手提了一把1米左右的短戟，右手握着一把刃长1.2米的长剑。而就在吴凡打量对方的时候，只见瞿小雨身上灵压暴涨，瞬间朝着吴凡杀了过来。轰！对方主动攻击，吴凡当然不怂，当下反身也朝瞿小雨杀去。可就在两人快要接触的瞬间，瞿小雨居然将手中的短戟扔了出来，随后短戟划破长空，径直朝着吴凡飞了过来。枪！吴凡一刀荡开瞿小雨扔来的短戟，回手却发现对方已经挥剑斩了下来，剑芒如虹，瞬发而至。长刀与剑芒碰撞的瞬间，吴凡的双脚陡然下沉了30公分，地面被分开的剑芒斩出了近乎10米的裂痕。呵！在抗下这一剑后，吴凡脚下猛地一踩，瞬间从下陷的地面中拔地而起，对着瞿小雨的头顶就是狠狠一刀。他这一刀刚猛无比，力透千钧，瞿小雨身体瞬间向后撤去。轰！长刀掠过残影，尽管没有肉眼可见的刀气，但长刀斩过的地面被一道无形的力量撕出了近20米的深坑。好机会！瞿小雨趁着吴凡一力用尽，二力未生之时，整个人再次提剑朝吴凡杀来。C 级武技奔雷斩破！唰！瞿小雨身体一个凌云跃，像雷欧奥特曼的飞踢一样，在空中转体了2周半，随后对着吴凡的胸口狠狠踹出一脚。对于瞿小雨的这种武技，吴凡是十分熟悉的，因为这是破绽最大，但同时威力也是最大的攻击。但不管这类型的武技名字有多么花哨，吴凡都统称为飞天大草。用这种武技对付弱势的敌人还行，但用来对付他吴凡，那就是在找死。风尘绝念斩！吴凡将灵力锁定在前方的一条直线上，随后在瞿小雨落下的瞬间，手中长刀从身后猛然斩向前方，长刀在阳光下拉出了一道笔直的流光。C 级武技灵气破风！就在吴凡的风尘绝念斩即将斩在瞿小雨的身上之时，只见瞿小雨手中扔出的短戟忽然又出现在手中，他把长剑和短戟十字交叠在一起，然后凌空的身体倒立着对地面上的吴凡进行了斩击。就凭你这点实力，也想击败我？吴凡早就知道对方有后手，暗地里甚至留了7分的力气。看着瞿小雨从空中斩下来的破空剑气，他身上的灵压陡然爆发。霎时间，吴凡周围的温度瞬间上升，中路空地的泥土瞬间被炙烤成干裂的旱地。4倍灵压！
一刀焚天，轰！地面破开一道惊天火刀，自吴凡头顶斩下的剑气灵气破风，在撞到火刀之后，像玩具车碰到大卡车一样被瞬间碾碎。唰！身体还处在空中的瞿小雨看着即将将他吞没的火刀，瞳孔骤然一缩，仅仅只是一瞬间，他的护体灵压作战服就被烧穿、烧烂，甚至皮肤都出现了大面积的碳化。好恐怖，这就是武者吗？我光是待在屏幕前看着，就快要感觉窒息了。我也是，吴凡火刀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那恐怖的能量波动，就算是隔着屏幕也跃然于纸上，像是在看全息模拟的电影一般。瞿小雨可是在全国大赛武者实力排行中排名第2的，可一见面就被吴凡暴打一顿。这个吴凡的实力排名真的只有11名吗？本来吴凡的排名只在第38的，但因为击败了西南武大的赵不空，所以上升到了第11名。武者实力排行榜，瞎扯淡，我看是 CJB 排行榜吧。但凡上榜的人都是被吹上天的。你们是弱智吗？这个吴凡和赵不空那一场的战斗，你们没看啊？这人可是把借剑500的赵不空干翻的人，能是弱者？但凡是大流量的东西，专业分析和认真看比赛的人比凑热闹的外行人要少得多，所以在罕见的几个说瞿小雨打不过吴凡的言论后，基本都变成了可恶，这个吴凡居然敢打我们瞿小雨哥哥！瞿小雨哥哥的脸都被烧焦了，一定很痛吧？好心疼，这家伙一定在隐藏实力，打个吴凡难道还需要全力吗？肯定是要留着底牌去打国防武大的首席擎天龙帅啊！因为魔都武大的营销，瞿小雨的实力已经在众人的心中神化了。在众人谈论间，巨大的火刀被从顶端撕开，不愧是华夏武大的首席，不拿出点真本事，看来是赢不了你。身披火焰，头顶金光，瞿小雨身处在烈火之中，但整个人却被灵压包裹，外力不能轻气分毫。唰！瞿小雨背后亮起了3道黑色星环，其中第3道黑色星环隐隐有金光在环绕。星环武技血战天穹。血战天穹是瞿小雨的被动星环武技，当对手的灵压、生命和护盾比自身弱的时候，所有的攻击都将造成额外的伤害；而当对手的灵压、生命等比自身强的时候，所有的攻击都将吸收对方的灵压、体力和护盾。长剑和短戟分别被红蓝2股灵压所包裹。嗖！空气中炸开了一道轰鸣声，瞿小雨的身影像闪电一般冲向吴凡。笔下文学。轰！当长刀再次与短戟拼杀在一起时，吴凡感觉到自己的护体灵压竟然被打裂了几分。杀！杀！亮起了星环的瞿小雨神威大振，整个人攻势愈发猛烈起来。仅仅只过去了不到2秒，他便斩出了20件19戟。当当当！灵气交割的声音像打铁似的锤击。吴凡双手握刀，一把荡开了对方的身体，随后反身就是一记侧踢。瞿小雨不闪不避，直接身体硬抗了吴凡这一腿。砰！恐怖的侧踢透过瞿小雨的身体，刚猛的劲风直接扫断了他身后一棵30多米高的大树。噗！瞿小雨感觉内脏已经被踢得产生了剧烈的位移，但他趁此机会，手中的长剑猛然刺向吴凡的脖子，剧烈的冲击速度甚至在剑刃那极小的压强面积前都产生了巨大的空气阻力。胜负已分。就在长剑要刺穿吴凡的喉咙时，吴凡却和瞿小雨做出了一样的行为，他不闪不避，丝毫不管那刺向喉咙的长剑，反而对着瞿小雨反手就是一道狂风刀气。什么？想要1换1？还是想要逼迫我停手？瞿小雨的脸色十分难看，他看不透吴凡这样做的目的，但如果吴凡坚持这样对看，这绝对是一个2败俱伤的行为。仅仅只是片刻间的错愕，瞿小雨便已来不及避让。我瞿小雨又不是胆小鼠辈，想要以伤换伤，那就来，谁怕谁！瞿小雨把心一横，迎着吴凡的刀气，以更快的速度刺向吴凡的喉咙。卧槽！不管是现场围观的替补武者，还是正在观看比赛直播的网友观众，均被两人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给吓到了。可就在下一秒，让他们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不灭金身，吴凡的脖子化为透明的金色，瞿小雨的长剑穿透了吴凡的护体灵压，重重的点在了吴凡的脖子上，竟然分毫未进。什么？就像是鼓舞表演的喉咙顶枪一样，吴凡的喉咙没有一丝伤口，但瞿小雨的长剑却直接卷了起来。而在瞿小雨攻击吴凡的时候，吴凡的刀气也同样斩在了他的脖子上。啊！正在看直播的观众直接惊恐的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因为吴凡的刀气竟然直接将瞿小雨的头颅斩了下来。队长，首席！就在这时，双方中路的大团人员终于赶到，可魔都武大的人看见的第一眼便是自家首席被吴凡一刀剁掉了头颅。这一幕带给他们的震撼，已经足以让他们瞬间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了。可就在这时，在众人眼中被斩首的瞿小雨居然出现在了吴凡的背后。嗖！吴凡只感觉背后传来一阵疾风，他来不及躲避，被瞿小雨一剑捅穿了右胸。噗嗤！长剑透体而出，尽管吴凡极力避开了要害，但他的肝脏依然被强大的灵压给震成了重伤。嗨嗨！吴凡嘴角喷出了一口鲜血，量子重构需要花费大量的灵压，所以吴凡选择强忍着疼痛，直接抓住瞿小雨透过他身体的剑刃，用力往身体右侧一压。死了！长剑斩碎了吴凡5根肋骨，伴随着大量的鲜血和血肉，直接被吴凡推出了体外。松开！看见吴凡如此刚烈的行为，瞿小雨的瞳孔一阵猛缩，他用力的抽动长剑，想要将长剑拔回来，但吴凡被灵压包裹的左手死死的捏住了瞿小雨的长剑，即使剑刃已经将他的手割出了白色的手骨，他也依然没有放手。给我去死！吴凡全身的灵压爆发，他左手捏着长剑，右手反握长刀，用力的对着后方重重一刺。嗖！长刀撕破空气阻力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大妖在怒吼，就连刚赶到现场的张之白都无法看清吴凡这一刀有多么的快。吴凡一刀直插瞿小雨的胸口，没有任何留手的想法，就那样狠狠的捅了进去。噗！
瞿小雨一口鲜血吐在了吴凡的背上，直接将吴凡喷成了一个血人。凭你也配和我争锋？在被吴凡狠狠地捅了一刀后，瞿小雨俊朗的面容也终于变得狰狞起来，因为这一刻他才终于知道，吴凡是来跟他玩命的。作为魔都武大的首席，比肩武道圣地的天骄，傲然屹立于这一代年轻人之上的他，怎么可能比你吴凡弱？他调查过吴凡，一个从小县城走出来的草根武者，估计是凭借这一种不要命的打法，在华夏武大不断的吃资源滚雪球，才达到如今的实力。华夏武大的其他人都是废物吗？为什么会让一个灵气维恩级的家伙成为首席？被这种疯狗一样的打法给打怕了吗？瞿小雨眼中冒着真火，他忽然把心一横，不退反进，迎着吴凡的长刀，身体向前一挺，本来只有半截刀刃插进他的胸腔，这下直接将吴凡的手都吞了进去。啊！瞿小雨双眼血丝密布，嘴角再次喷出一口鲜血，他忽然双手握紧了剑柄，随后嘶吼一声，长剑被从吴凡的左手中抽了出来，随后自吴凡的右腋往上斩去。咔！只听一声筋骨交错、血肉分割的声音传来，吴凡感觉右手彻底失去了知觉。错愕之下，他甚至都没感觉到疼痛，反而是因为右边腾开了空间，转身对着瞿小雨的头颅一脚踢去。砰！瞿小雨连人带剑横飞出去100米远，随后狠狠砸在了魔都武大的大团之中，一连砸倒了20多人才止住余威。宇哥、凡哥，魔都武大和华夏武大的大部队分别朝瞿小雨和吴凡围了过去。点将！当不断有翠绿色光芒打在自己右臂上时，吴凡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肾上腺素快速消退，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传来。吴凡的脸色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极度苍白，但在医武者的治疗下，伤势很快就止住了。只是当吴凡回首看去，在魔都武大的阵营之中，正有一把染血的长刀插在地上，而在长刀之上还有一只完整的右手。瞿小雨刚才拼着重伤，居然斩掉了吴凡的一只手。赤焰红莲！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吴凡的断手之上时，从魔都武大的阵营中飞出来一道烈焰火球。砰！火球直接将吴凡的右手烧成了灰烬。武者想要断肢重生，如果有原来的肢体，那痊愈的速度非常快，可能1周就好了。而如果没有了原来的肢体，那骨头、血管、筋肉和皮肤想要重新长好，在灵药、灵材的辅助下，都至少得需要1个月以上。火焰过后，只剩下一把孤零零的长刀，还倔强地插在地上。有名魔都武大的武者想要上前去将长刀拔出来。嗡！刀身上忽然爆发出一阵刀气，直接将那名魔都武大的一阶武者斩成了一道白光，传送了出去。吴凡伸出左手，对着长刀虚空一捏，唰！下一秒，长刀便化作点点灵压粒子，消散在原地，随后出现在吴凡的左手中。凡哥，你不是有个可以快速恢复的星环武技吗？看着吴凡接下来依然想要独臂作战的模样，方天迅赶紧提醒道。因为上一次在和长安武大切磋的时候，吴凡就被对方的贯穿之枪穿透了身体，然后他就使用了一门快速恢复的星环武技。听到他的话，吴凡只是摇了摇头说道：我要保存灵力。为什么？有人不解地问道。吴凡看着前方魔都武大所在的方向说道：因为对方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吴凡的话音刚落，忽然对面就传来了一道特别恐怖的灵压，众人连忙望去，只见胸口被吴凡捅成重伤的瞿小雨，此时全身正散发着亮白的灵压，无数灵压粒子自他体内沸腾。对面究竟是什么怪物？周瑞阳声音有些干涩地说道。作为长征明小队的主力人员，连他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更别提其他人了。在白光灵压的笼罩下，瞿小雨双腿用力下蹲，随后一瞬间向天空中弹起，嗖！他就像个炮弹一样从魔都武大的阵营高高跃起，然后以云霄之上的姿态重重向华夏武大这边砸落下来。不好，快躲！戴着灵气眼镜的长征明此时看着代表瞿小雨的红点正在急速放大，已经快要覆盖半个华夏武大的阵营了。而众所周知，在他的视角中，红点越大就越代表着灵压的强度。逃什么？你官员爷爷正好会会他。瞿小雨敢一人就冲阵，他官员第一个不服。轰！与他同样想法的人还有不少，毕竟对方只有1个人，赶来就让他有来无回。飞在空中的瞿小雨在最高点滞空了1秒，随后他整个人迎着天空，就像与天地对话一般。本命武技，天神无双。轰！身处最高点的瞿小雨，整个身躯忽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身高变为了3米，这让原本挺拔的身躯变得更加伟岸。亮白色的灵压粒子出现在他的背后，形成了像暗黑破坏神里的大天使一般的金绿色流光翅膀。枪！身上的 C 级作战服被撑破，原本重伤的身躯瞬间恢复到巅峰状态，一道由超厚护体灵压构成的灵体铠甲穿在了他的身上。瞿小雨的长剑和短戟变为了2把2米长的金色巨剪，巨剪的直径足有半米，头部更是有70厘米厚。瞿小雨的眼白和黑色瞳孔变为了天神一般的亮白，并且不断放射着射人的光芒，终于拿出真正的实力了。吴凡望着犹如天神附体的瞿小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那样静静地看着，没有一丝大战来临前的惊慌。为什么吴凡宁愿保持断手，也不愿消耗大量的灵压使用量子重构？就是因为他知道瞿小雨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为什么吴凡会这么笃定？因为当初在抽签仪式上，吴凡曾经和瞿小雨对视过一眼，而就是在那一眼中，吴凡看到了此时瞿小雨这番模样的天神状态。如果不是当时修炼过斩赤瞳，吴凡就要被瞿小雨震慑心神，从而精神萎靡，修炼效率放缓。在完成了天神无双后，瞿小雨3米高的巨大身躯像悬在众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般笔直地落下。快闪变！长征明作为总指挥，他的话最终还是说动了众人，官员、王爷等人纷纷朝着中路一塔后撤去。而此时原地只留下了吴凡一人。轰！只见一道光锥落下，整个比赛场地就像是被投入了颗超爆核弹一般。以瞿小雨为中心，四周卷起了一道近10米的圆形能量冲击波，
这道冲击波范围之广，威力之大，超乎众人的想象。啊！什么？冲击波甚至席卷到了华夏武大的中路一塔之后，几十名实力稍微弱一点的武者被直接扫飞了出去，身体伴随着的冲击波飞向了更远处。卧槽！天神下凡，这还怎么打？人家光是一个登场就秒杀了一片杂鱼。我靠！这就是参赛武者排行榜第2名的实力吗？对不起，刚才是我小看你了，我在这里给您磕一个。这瞿小雨一个人可以打对面2个团了吧？不止，3个团都有可能。而就在众人惊叹瞿小雨华丽登场之时，在扬起的尘土中忽然传来另外一道恐怖的灵压。轰！被海量尘土封闭的中路瞬间像拨云见日一般，众人终于见到了瞿小雨落地后的画面。一个3米高的巨大天神正挥动着巨大的双锏，狠狠砸在面前弱小的人类身上。而更令人惊讶的是，那名小小的人类居然仅仅用一只左手就挡住了那硕大的双锏。不可能！看到如此情形，魔都武大的武者们难以置信地看着吴凡。他们其中某些人曾经和天神状态下的瞿小雨对战过，凡是被他双锏砸中的人，无一不是灵气断裂，胸骨凹陷，狂喷鲜血的倒飞出去。可是吴凡不仅挡下了，还用的是左手。咔咔！吴凡左手握刀，长刀用力抵在沉重的双锏之上。我承认你的实力确实不一般，但也仅限于普通人的极限了。真正的天骄是你永远无法企及的存在。瞿小雨抡动着金色的双锏，一左一右朝着吴凡的头顶砸了下来。就算有吴凡挡着，又能怎么样？他不屑于回避，就是要正面击碎吴凡的防御，用绝对的力量碾压过去。咚！整个比赛的场地瞬间颤抖了一下。瞿小雨一击之下，居然将吴凡脚下的土地打出了一道近30米的大坑。如果他的面前不是吴凡，那这普通的一砸绝对能轰平一座小山。威力这么强大的一击，仅仅只是瞿小雨砸的第一下。紧接着，咚咚咚！卧槽！卧槽！卧槽！瞿小雨每砸一下，屏幕前的观众们心脏都要抽搐一下，一些身体不好的人甚至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这和之前的比赛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好吧？不是一个量级，简直就是超模了。吴凡呢？他人去哪里了？不会被砸成肉泥了吧？有传送手环保护，他应该是被传送走了。就在众人猜测吴凡已经被瞿小雨送走了的时候，尘烟之中再次浮现了一道弱小的人影。不会吧？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吴凡没有被砸成肉饼，也没有被传送离开，而是依然像根钉子一般死死地定在原地。别以为就你会变身。随着吴凡滑落的一瞬间，他的双眼变为了血色般的赤红。5倍灵压！这一刻，不光是那些替补的武者们震惊，就连观赛室里的那些武大校长们也震惊了，因为此前吴凡经历的所有战斗，全部都只使用了4倍的灵压。本以为瞿小雨会天神下凡一波带走吴凡和华夏武大的中路大团，结果没想到吴凡居然正面接住了瞿小雨的攻击。好！不管魔都武大的众人怎么想，反正华夏武大这边观看比赛的学生都沸腾了。在网上看比赛的不光有路人，还有全国300多所武大的学生，从大1到大4，只要没有在外执行任务的8强赛是每年必看的。凡哥牛逼，凡哥威武！此时，那些在南门大战中被吴凡清扫的新生，已经渐渐抛开了对吴凡的不满，开始给他加油助威起来。华夏武大的新生寝室，几名没有入选比赛阵容的新生正围坐在大屏幕前观看比赛。其中一名新生看着弹幕发出质疑后，愤怒地开始回应道：“什么华夏武大历年来最弱的新生首席？这特么要是最弱，那我岂不是废中废的垃圾？”虽然论坛里带节奏的人有很多，导致吴凡的风评变得很差，以至于被极度的唱衰，但大家都是有眼睛和脑子的人，这些不过就是一些网络键盘侠的抹黑和其他武大的水军干的。其实搞别人武大的主力武者心态，早就是稀松平常的事了，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再合得范围内全方位压制敌人，也不失为一种战术。第几武技灵气擒龙。见到吴凡使用5倍灵压后，瞿小雨并没有惊慌，因为对于他来说，像吴凡这种灵气品质低下、天赋不算顶级的人，压缩4倍或者5倍根本影响不了最终的胜负。巨型双锏左右向中心并拢，其间掀起的灵压风暴形成了一道恐怖的内向龙卷，将面前近100米区域内的物体全部抓取到了面前。吴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一股巨力所拉扯，即将快速飞向瞿小雨的面前。轰！睁着赤红的双眼，吴凡并没有反抗，反而是右脚重重一踩，借助这股力量光速朝瞿小雨杀去。哼！笔下文学。瞿小雨没想到吴凡会这么找死的朝他冲来，双锏被他紧紧捏住，朝着面前砸去，瞬间化作千百道棍影，比之前的更快，威力更强。咫尺天涯，破影，残风，破影，一瞬，这是咫尺天涯的3道境界，而如今吴凡已经修炼到了第2重破影境界。唰！只见空中瞬间拉出了3道真实的残影，以正面、左右3个方向朝瞿小雨斩去。轰！轰！瞿小雨的身躯看似高大，却一点也不笨重，手中的双锏看似沉重，却被他舞动得像轻盈的羽毛。只是一瞬间，吴凡的3道残影均被击破。3000雷刀！可就在这时，瞿小雨的背后爆出了一阵雷鸣。这种情况下，正常人根本难以反应。可瞿小雨就像是背后长着眼睛一般，身体猛然一个180度大旋转，将金色双锏交叉着挡在了身前。恐怖的一刀直接劈在了双锏交叉的正中央，2指宽的刀刃和半米厚的巨锏比起来，就像是皮符撼大树一般。可就是这只皮符，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咚！瞿小雨3米高的巨大天神姿态，被吴凡这一刀直接劈退了10米。胸口由护体灵压构成的护盾铠甲也出现了丝丝破碎。奔雷斩破！瞿小雨身体硬直巨高，即使被劈飞出去，身体依然像座山峰一样竖直屹立着，同时趁着吴凡攻击的间隙，反手一个奔雷斩破，朝吴凡撞了过来。
和使用长剑短戟时的不同，瞿霄宇天神状态下的这招奔雷斩破，不再是飞向空中的飞踢，而是像一辆转生意识的大卡车一般正面冲撞过来。砰！吴凡被一道巨力撞飞，身体倒飞出去100多米远。凌空调整，吴凡在半空中调整了自己的身体，左手长刀插入地面，急速降低自己的冲击，最后脚抵在一棵大树后才停了下来。轰！被吴凡抵住的大树从根部开始被踹断，树木倒塌，砸起了一片灰尘。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很有实力，同时也很敢打敢拼，能成为华夏武大的新生首席，不是靠运气。呸！吴凡从嘴里吐出略带胃液的口水，丝毫没有听瞿霄宇那所谓的认同，因为他的语气里依然带着自命不凡者那高高在上的口吻。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靠着所谓的努力，一旦你将自己的成就视为你努力的成果，那么你的个人将会无限的膨胀。瞿霄宇看着吴凡说道，他从吴凡的一些资料中侧面读写出了吴凡的个性：拼杀、热血、努力，很多正面的词语。但瞿霄宇并不认同，因为不管是他还是吴凡，能走到这里都代表着国内新生代武者的顶尖水平，这不是所谓的努力和奋斗能换取来的东西。随着瞿霄宇的话音落下，他整个人身上的灵压陡然提升到了和吴凡同等的级别，5倍灵压。当看到瞿霄宇身上也传来5倍灵压的压迫感时，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真的没有想到瞿霄宇也能压缩到5倍的灵压。虽然大量的堆资源，就算是废物也能压缩到5倍，可那也是有前提的。其他武者达到5倍灵压时，大多都已经是 A 阶了，因为只有 A 阶武者的身体能承受高密度灵压的坍缩。可吴凡和瞿霄宇是什么级别？D 阶巅峰啊！在 D 阶巅峰就达到5倍灵压的水平，这已经不是能比肩武道圣地的程度了，这完全就已经是武道圣地级别的存在了啊！本以为吴凡能凭借5倍灵压抗衡一下，结果瞿霄宇也是5倍灵压，那这下吴凡就难打了。完了，华夏武大要输了。此刻中路这两人的战斗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因为其他路都是军事状态，可以说只要吴凡和瞿霄宇其中一方打赢，那比赛的结果就大概率出来了。能逼到我使用这种程度的实力，你已经是新生代中站在顶端的人物了。瞿霄宇的眼中带着神明审视人类的漠然，说话的语气像是在给吴凡宣告着必输的宣判。吴凡根本不理会瞿霄宇的废话，直接起手一刀劈在对方的面门上，但无形的灵气铠甲像墙壁般挡住了这一击，长刀在瞿霄宇面前30厘米处停了下来。破！吴凡收回长刀，对着瞿霄宇再次斩下，但依然被无形的护盾挡住。你的星环应该带有破防效果，但很可惜，我的本命武技自带额外的护体灵压，就算让你再劈一刀，你也破不了。瞿霄宇就这样站在原地，任由吴凡劈出第3刀。不仅是灵压和灵气，现在连防御也被比下去了。听说这个瞿霄宇所在的瞿家，在魔都是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家族，是吗？难怪能培养出这么变态的天才。战斗进行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吴凡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当弹幕中说出瞿霄宇是来自魔都一个大家族时，就像是给吴凡的失败安了一个理所应当的理由。来自小县城的草根武者输给来自魔都的大家族天才，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甚至在这种对比之下，吴凡能打成这样已经是非常的了不起了，接受失败也并不再是一件很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可为什么感觉心里特别的不甘呢？或许在人们众人心里是希望吴凡获胜的。战术失误啊，虽然吴凡没有瞿霄宇那么厉害，但打其他路应该就能取得优势了。应该让许风霜或者文人优越来中路抵挡瞿霄宇才对，以那两人 C 阶的实力，应该可以和瞿霄宇抗衡一段时间。砰！瞿霄宇反手一砸，直接将吴凡给扫飞了出去。凡哥！官员和王爷等人想接住飞过来的吴凡，却被强横的力量直接撞退了3步。结束，没得打了。这下得看其他路能不能创造奇迹了。就在观众们认为华夏武大已经输掉了中路这场对局时，只见吴凡一只手握着长刀，缓缓站了起来。你在隐藏实力，我又何尝不是呢？看着瞿霄宇流光羽翼后面的3道黑色星环，吴凡一擦嘴角的鲜血，背后也浮现出3道璀璨的星环。一瞬间，吴凡的灵压强度再次拔高，达到了真正的地阶巅峰临界值。轰！以吴凡为中心，自他周身方圆500米范围内的地面开始剧烈颤抖，细小的沙粒开始轻微悬浮。我的天，这是 C 阶武者的灵压震慑！当吴凡亮出星环后，实力已经无限接近于 C 阶，甚至已经触摸到了灵压震慑的范围。距离吴凡比较近的几名魔都武大的新生，瞬间感觉自身的气血凝固，灵压也极度不畅，身体骨架关节因为强大的压迫感不停的摩擦颤抖。轰！瞿霄宇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吴凡便已经提刀杀到了他的面前。等他反应过来时，刀刃已经距离他的瞳孔不到1厘米。瞿霄宇像平移一样，身体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真身已经后撤了20多米。躲得快又有什么用？伴随着吴凡话音落下，瞿霄宇的脸被斩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痕。唰！血洒长空。还没等瞿霄宇接受自己受伤的事实，吴凡直接一刀捅穿了他的身体。咚！吴凡握紧长刀的同时伸出右腿，随着腰部用力一扭，右脚狠狠蹬在瞿霄宇的腹部，借着蹬腿的这股巨力，吴凡用力将长刀从对方体内抽出，随后横向一拉，死了。瞿霄宇巨大如同神明般的身体被吴凡拦腰斩出了一道近乎1米的伤口，就差20多厘米就能斩断脊柱。天神，我还以为你不会流血呢。吴凡双眼赤红的就像杀红了眼一般，不管瞿霄宇身上的威压再重，都被他无视掉了。明明刚才占据上风，却偏要装出一副高手寂寞的样子。出了学校后和社会上刀口舔血的武者战斗，你不死谁死？吴凡跟上被他一脚踹飞的瞿霄宇，对着他的后背就是一记猛烈的膝顶。哇！甚至不用长刀，光是肉身格斗，吴凡就把瞿霄宇背后的灵压铠甲给打成了碎片。虽然吴凡和瞿霄宇两人都在隐藏实力，但如果仔细观察两人的行为，就会发现两人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吴凡在每一个阶段都会用自己最强的实力去快速攻击对手，而瞿小雨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无时无刻不在维护自己武道天骄的逼格。吴凡相信瞿小雨也经历过生死战斗，也经历过无数惊险的实战，但他所谓的生死战斗和惊险实战，在自身所处的大环境中，就像是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时刻都让他保持着大家族武道天才的光环，永远拉不下身段。你觉得全国大赛到底是一场什么比赛？是让你在所有人的面前人前险胜，还是让你的魔都武大获得所谓的冠军？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你是因何而生，因何而战？轰！吴凡一刀捅穿瞿小雨的喉咙，就在他想要用力一脚之时，瞿小雨反手一剪，将吴凡逼退。唰！翠绿色的光芒打在瞿小雨的身上，喉咙处的伤势立马止住了。因何而生，因何而战？站起身的瞿小雨并没有马上反击，而是脑海里一直在回荡着吴凡的这句话：为了自己获得别人的认可，为了家族获得更多的利益，为了学校获得更大的荣誉，还能为了什么？为了打倒眼前的敌人。瞿小雨不甘示弱，被吴凡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后，他已经适应了对方的攻击，在短暂的思考后，他再次举起巨锏朝着吴凡砸去。砰！没有任何意外，瞿小雨的身体再次倒飞而出，这一次速度更快，威力更大，直接将魔都武大的中路一塔给撞断了。吴凡腿部用力，罕见的对着瞿小雨所在的方向一个凌空大跳，拦截他！敢单人冲塔，灭了他！一瞬间，上百道武技打在了吴凡的身上，可这一次的吴凡直接火力全开，身上灵压一震，将所有的武技全部震飞，随后像一个魔神一般重重的砸落在魔都武大的阵营中。轰！当吴凡落地的一瞬间，整个大的直接炸开了一道惊人的地堡。啊！噗！魔都武大中路所在的大团被瞬间团灭了1/4。快后退！中路一塔被瞿小雨拦腰撞断，吴凡又爆发出了恐怖的灵压。见此情形，魔都武大的众人纷纷掩护瞿小雨向后撤退。我的天，这也太猛了吧！是谁说吴凡很弱的？出来挨打！网友们都是属墙头草的，刚才吴凡处于弱势时吹瞿小雨的，现在就像是吴凡的10年老粉一般在为他摇旗呐喊。可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不对劲啊？有什么不对劲？你这人是见不得别人好，还是你买了瞿小雨会赢？你们看哦，瞿小雨灵气等级比吴凡高，灵压和吴凡一样，都是压缩了5倍的地阶巅峰，而且星环也是3道魔神大妖的黑色，同时还使用了本命武技。而吴凡的星环只是白，嘿，从哪个方向看，吴凡都没可能把瞿小雨按在地上打，就算是亮了星环也不可能，更别提他目前还是左手持刀的状态。这些弹幕都是正在看比赛的其他武大学生发出来的，他们比外行的观众更清楚瞿小雨和吴凡的纸面实力。是哦，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有点不太合理。一些网友被说动了，他们觉得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你们这些人就喜欢搞什么阴谋论？万一人家吴凡还有什么底牌没有用呢？人家可是顶级武大的首席，没有点超出常人理解的东西，反而才不正常啊！是不是？确实，出乎意料的，大家好像对于这个观点意外的认同。对啊，人家本来就是顶级武大的首席，如果没有什么秘密，那反而更加令人怀疑，不是吗？而且你们发现没有，人家吴凡他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本命武技。是哦，我才想说这个问题，上次16强打西南武大的时候就没有用过。你们说他该不会没有吧？毕竟本命武技是灵气觉醒的时候自带的，90%以上的武者都没有本命武技，应该是没有。上次和赵不空打都被逼到使用超负荷的百人风筝摇了，如果有的话早就用出来了。就在网友们正在讨论场上局势的时候，瞿小雨居然再次回到了中路一塔，这是不服输啊！瞿小雨的灵体铠甲已经大面积破碎，身上也到处都是破开的空洞，3米高的巨大身躯就像是镂空的一般，伤口处不断浮现一些细碎的瓷片。中路不能退，退一步要输1万步。比起华夏武大来说，魔都武大这一轮的战术更加依赖中路，因为他们的赛前战术是让一团的瞿小雨带着200人打中路，然后让一团的副团长岳前山带着100人守下路的灵石仓库，最后萧耀南、陆灵瑶、蓝佑金等主力队员在2团团长孟泰林的带领下，用700人去围攻华夏武大的灵石仓库。魔都武大和吴凡他们一样，也只有2名 C 阶武者，一团的副团长岳前山，2团的团长孟泰林。笔下文学，岳前山的灵气是火山双刀，他的灵气特性是减伤，曾经在100名武者的围攻下成功反杀了60多人。可以说瞿小雨的中路是绝对不能输的，一旦输掉，那上路的700人只能放弃进攻，退守中路。再拖一点时间，只要再拖一点就行。瞿小雨的天神无双状态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说实话，他到现在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吴凡的底力会那么足。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吴凡已经再次杀了过来。咚！瞿小雨举起双锏抵挡，却被恐怖的力量直接打得失去了重心，两只握住灵气的手一阵发麻，上半身向后仰去。唰！长刀透体，冰冷的锋刃贯穿了瞿小雨空洞的身体。吴凡斜向一拉，直接斩掉了对方半截身体。呼！巨大的神灵身躯从空中滑落，被劲风一吹，瞬间变为了大片的灵压粒子，如烟一般消散在天地间。吴凡没有给瞿小雨任何机会，左手提刀再次斩向对方。剑刃风暴，狂风掀起龙卷，周围瞬间被狂暴的风刃席卷，瞿小雨的身体被几十米高的龙卷风给搅上了天空。唰唰唰！无数由灵压构成的风刃穿透了瞿小雨的身体、腹部、脖子还有双腿，将他整个人在空中撕成了碎片。卧槽！由于画面太过残忍，许多心理承受能力弱的人直接选择闭上了眼睛。疾风肆虐，风卷残，乌云满天，飞沙走石。1分钟过后，之前还是一座小型营地的魔都武大中路一塔已经被狂野的扫成了一片荒地。
咚！一个浑身是血的物体从高空中掉了下来。瞿小雨已经褪去了天神状态，高大的身躯也变回了原来的大小，身上的作战服已经碎完，全身上下都是细密的伤口，鲜血不停地从身体里渗了出来，不到10秒就染红了大地。惨，好惨！在感叹瞿小雨模样凄惨的同时，众人也对他的实力和生命力感到惊叹。在承受了那么恐怖的龙卷撕裂后，居然还没有被手环传送走。唰！吴凡瞬间出现在瞿小雨的身前，此时的瞿小雨还准备从地上艰难地站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再坚持一会儿。”在魔都武大的赛前模拟中，虽然文人优越和罗显和两个大团实力很硬，但只要拼命进攻，就一定能攻下。结束了。吴凡从来都不觉得瞿小雨是个弱者，也不觉得对方没有战斗意志，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打算给对方任何机会。就在他的长刀即将捅穿瞿小雨的后脑时，咻！从几十公里外忽然射来了一支橘黄色的剑气，剑气穿透长空，速度极快，威力绝伦，直奔吴凡的头颅而来。与此同时，一道人影穿梭长空，从遥远的空中一跃而下，在距离吴凡还有300米的时候，手中古定大刀对着地面一斩。哗啦啦！在吴凡的后方，一阵水花跳动，一名身穿蓝衣的男子从地拳中出现。就在这群敌人出现的同时，常正明的声音也出现在吴凡的心里。只听他话语急促地喊道：“凡哥，不好了，我们的临时仓库被毁了！”咔！伴随着一阵电磁分离的声音，一个堪比10层楼高的能源输送枪从城市保护罩的插口掉了出来。由于临时仓库被毁，华夏武大这边主城内的紧急能源开始启动，距离能源消耗完毕还剩29分57秒。此刻，华夏武大所有人的手环上都出现了一个30分钟的倒计时。如果他们不能在30分钟内结束这场战斗，那么当内部能源用尽时，他们就会被自动判负。干得漂亮！瞿小雨被自家医武者从地上拉了起来，身上的伤势瞬间恢复，除了灵力消耗过多以外，他已然重回巅峰状态。回撤！一名身穿锦衣红袍、眉心点了一枚血菩提的少年忽然出现，他手中提着一把橘红色的君子剑。这人叫做孟泰林，是魔都武大2团的团长。在给瞿小雨解围后，他们纷纷朝着自家主城退去。对于魔都武大的人来说，只要30分钟内不被团灭，守好主城的保护罩就行。打架赢了有什么？淘汰的人再多又有什么用？这终究是一个保卫城市的战斗。孟泰林皮肤白皙细腻，比一些女生还要有光泽，行事风格颇有儒将风范。哼，想走？一道流星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了魔都武大撤退的路上。罗显和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血，一看就刚经历过一番大战。你们这群只会拆塔的混蛋，有本事和你爷爷大战300回合！魔都武大的战术从一开始就是全力拆上路的临时仓库，虽然战损比很高，但最后真的成功了。开山拳！罗显和一拳轰出，沿途10多名魔都武大的武者被传送出去。让我来会会你！一名身高近2米、全身肌肉如同钢铁一般的壮汉朝罗显和杀来。他皮肤黝黑，头顶一个光头，双手套着一个钻头模样的灵器。他叫做高颜回，是2团孟泰林的副团长，一身灵压接近37级，虽然与罗显和有些差距，但足以抵挡住他一段时间。别挡路！罗显和的战力和怒气直正相关，他一拳轰向高颜回，直接将对方轰飞了50、60米。嗨嗨！高颜回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随后猛地一阵回旋斩，再次朝罗显和杀来。本命武技，不屈战意！唰！高颜回身上冒出了无数白茫茫的静电，整个人肌肉和块头都大了一圈。擒龙功，无影拳！罗显和一把将高颜回拉到身前，随后对着他的脸、胸膛、肚子一连捶了20多拳。砰！但高颜回就像是没事人一样，反手就给罗显和来了一电钻，无限硬直的防御，100分100减伤。罗显和惊险地避开了高颜回的攻击，但比起这个，他更关心对方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用你最强大的武技攻击他，然后快速摆脱与他的战斗。常正明的声音从心里传来，罗显和没有迟疑，对着高颜回就是一记刚猛的直拳。1级武技，以一贯之！轰！恐怖的拳劲透过高颜回的身体，将背后的山壁打出了一道深10米的深坑。撤！打完这一拳，罗显和急速抽身，快速追杀其他正在后撤的魔都武大新生。笔下文学，给我站住！他的本命武技并不是减伤，也不是超高的防御，而是将短时间内受到的伤害封存起来，等到1分钟后再作用到身上。他曾经用这一招打败过不少灵压比他高的武者。魔都武大赛前调查过，罗显和就是一个战斗狂人，一旦他发现高颜回打不倒，肯定就会疯狂的和他刚到底。情报出错了，可是现在情况有些不对，为什么罗显和居然打了一拳后就溜了呢？在万般疑惑下，他的胸口忽然炸开，身体在化作齑粉之前被传送了出去。没用的，不管你用什么攻击，都无法突破我的防御。一名手持火山双刀的巨汉正背对着许风霜。呼呼！许风霜大口喘息着，他刚才所有的攻击都被对方接了下来，可是连护体灵压都没有击破。C 阶武者之间也是有差距的，别以为我们这些不考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的人就比你们弱了。岳前山语气平静地说道，但隐藏在他体内的力量就像等待喷发的火山一般。作为一团的副团长，他是魔都武大唯二的2名 C 阶武者，他的任务就是所有想要攻击临时仓库的敌人，越过他的背面，攻击他的正面。常正明的声音在许风霜的耳边响起。唰！许风霜在原地化为一道残影，身体瞬间出现在岳前山的正面。落星击、千机蝶、落凤矢、嗖嗖嗖，一连串像机关枪一样的武技打在了岳前山的胸口。什么？许风霜的速度是华夏武大中最快的，岳前山只是一名力量型的武者，尽管他的灵压和许风霜差不多，但他的神经反应速度可差远了。他的灵气特性是背面能减伤 95%， 侧面能减伤 60%，
而正面就会承受150%的伤害。唰！还没等岳前山反应过来，锋利的高跟鞋划过，他的脖子出现了一道血痕。岳前山捂着自己的脖子，在双眼渐渐充血中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势如破竹，在临时仓库被魔都五大击毁后，华夏五大的众人直接3路推进，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就推到了对方的主城外。此时华夏五大这边还剩600多人，而魔都五大就只剩下不到300人了。造成这种悬殊战损比的原因有很多，不惜代价强攻上路，华夏五大疯狂反扑，中路吴凡团灭了一部分，跟这些都有关系。还有20分钟，守不住的。一些有实习经验的大3、大4的学长学姐分析到，快要毕业的他们基本已经锁定斩妖队、裁决所的名额，曾经也有类似守城的经验。别看魔都五大好像有时间优势，但他们的决策太过理想，想要凭借300人守住，除非华夏五大这边集体掉线了。而就在他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只见瞿小雨忽然对着他身后不到300人的魔都五大心声喊道：“都给我上！风正摇！”嗖！仅仅只是一瞬间，瞿小雨的背后就挂满了近300人。好！恐怖的力量不断冲击着他的身体，体内刚被异武者治好的血管再次鼓胀起来，就像是蚯蚓一样不停地扭动。287183，灵压监测仪器上瞬间弹出了瞿小雨此时的灵压级别，接近30万的灵压，已经快要达到 C 阶巅峰了。好家伙，这人难道不要命了？在看到瞿小雨的灵压后，包括观众、网友、其他武大的学生和社会武者在内的所有人都震惊了。我记得上次吴凡拉了个100人的风筝摇，灵压才不到20万吧？牛逼！300人的风筝摇，以 D 阶巅峰的实力负荷 C 阶巅峰的灵压，华夏武大就算不用攻击，他也撑不到20分钟吧？20分钟、10分钟都成问题，而且事后至少要躺医院里3个月以上。在网友们纷纷讨论瞿小雨的行为时，只见瞿小雨以人类的身姿拎起了2把巨大的金色双锏，双锏宽半米，头部甚至有70厘米，长度甚至比瞿小雨还多半个头。呵！而当他提起来的那一刻，双锏瞬间爆发出恐怖的璀璨金光。杀！瞿小雨大喝一声，脚下一踩，直接奔着华夏武大的阵营杀去。他浑身爆发着恐怖的威势，比之前使用本命武技的天神状态还要无敌。砰！刚一接触，华夏武大这边就有20多人被他巨锏扫飞，其中不乏有1阶巅峰的武者。天荡剑气！丁聪华全身灵压爆发，手中长剑凝聚出一道劈链，对着瞿小雨的身上轰去。好！看见剑气飞来，瞿小雨根本没有抵挡，对着那道剑气就是一声怒吼。轰！声音混杂着浑厚的灵压，恐怖的空间波动直接将天荡剑气给吼碎了。噗！丁聪华只感觉全身被一辆卡车碾压过一般，护体灵压、作战服、耳膜，甚至还有内脏血管，全部像崩到极限的弹簧一样断裂。随后他全身经脉破损，耳鼻喉七窍流血，眼前一黑，便被传送了出去，瞬间秒杀！不要怂，一起上！他撑不了多久。官员身后的星环浮动，在开启了本命武技后，光环逆转，全身被一股紫色的灵压包裹着，就朝瞿小雨杀去。呵！和他一起的还有王爷，只见王爷手提长矛大喝一声，背后忽然升起一道5米高的巨人虚影，灵压一瞬间提升了180%。咚！伴随着他每走一步，身后的巨人虚影就会爆发一次，将周围灵压低于 F 阶的全部镇压。黑暗暴击！方天训只感觉手中长枪爆发出一阵恐怖的力量，他有预感这次将是巅峰的8倍伤害。一时间，20多名华夏武大的一流战力朝着瞿小雨杀去。小心！挂在瞿小雨背后的一名男同学喊道。魔都武大在看了华夏武大对战西南武大的那场比赛后，就决定拷贝这门战术，甚至为了效果明显，就连不是义武者的人都临时学习了这门武技。你们这是在找死！瞿小雨的双眼已经泛白，背后源源不断的灵压粒子正在撕碎他体内的每一寸，正如同大家判断的那样，他根本撑不到华夏武大的备用能源用完。你们华夏武大是去年排名第1的武大没错，但我们魔都武大也是排名第3的武大，凭什么你们就认为可以轻松的战胜我们？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冠军，在我还没倒下之前，谁说我们输定了？轰！瞿小雨全身灵压震荡，灵压再次攀升，已经无限接近 C 阶巅峰，逐渐触摸到了 B 阶的层次。一阵阵无形的灵压从瞿小雨的身体中爆开，就像是惊涛骇浪不断冲击着大海一般。隐藏在黑暗中的罗喉在距离瞿小雨还有30多米的时候，就被对方的灵压力场给扫飞了出去。可恶！林小璐双脚扎根在地，已经离瞿小雨足有70多米远的情况下，依然被对方的灵压震慑逼迫着在地上划出了2道长长的划痕。啪！张恒眯着的双眼陡然睁开，他射出的长剑在半空中被瞿小雨震成了碎片。嗡！瞿小雨紧握住双锏，做出一个蓄力的姿势，就像是魔神大妖即将喷出咆哮一般。周围无数的灵压粒子开始化作长短不一的灵压光线，朝他体内汇聚。不好，快退！戴着灵气眼镜的常征明失态的吼道，因为在他的视角里，瞿小雨的灵压光柱已经突破天际了。瞿小雨没有给他们机会，只见他举起金色的双锏，用尽体内积蓄的所有力量，用力往地上一砸。轰！地面先是爆开了一道暗金色的半球体光团，随后一道冲天的光束直冲天际，下一秒地面开始裂开，恐怖的半球体光团像宇宙大爆炸的原点一样炸开，包括官员、王爷、徐十一、钱红在内的所有人根本来不及闪避，暗金色的半球体能量爆破就将他们包裹了进去。卧槽！我去！本来众人以为瞿小雨是坚持不了10分钟，但他们都错了，原来瞿小雨想的从来都不是防守，而是想在10分钟内反向团灭华夏武大。牛逼！向死而生的战斗，笔下文学。不愧是魔都武大，也许我们至始至终都忽略了他们想要夺冠的决心，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他们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都说华夏武大是地狱赛城，要说魔都武大才是地狱赛城。8强赛就碰到了去年的第1名，即使打赢也是惨胜，4强赛一定会被淘汰。魔都武大加油，瞿潇雨加油！瞿潇雨的人气本来就高，再加上为了武大，为了团队的胜利，不惜超负荷承载300人的风筝摇，让守在屏幕前的支持者们瞬间热泪盈眶。他们不由自主地为魔武和瞿潇雨嘶声呐喊着。20多秒后，恐怖的核爆散去，魔都武大的主城前赤野千里，唯独只有瞿潇雨的身影傲立在其间。铁剪双提800斤，威风凛凛震喧嚣，太恐怖了！这就是实力排行榜第2名的巅峰战力吗？华夏武大挨了刚才那一击，估计得遭重了。尘烟散去，瞿潇雨所在的区域出现了一道直径500米的深坑，就算是站在高空俯瞰，也得将视野拉到云端之上才能看得全。凭借一己之力扭转战局，瞿潇雨也配得上他的排名了。就在网友们纷纷感叹之时，不对劲，你们快看！在尘烟散去的刹那，有眼尖的人发现，在瞿潇雨正面的方向出现了一道扇形的高台，那是保存完好的土地。我的天！众人循声看去，在扇形的尖端上看见了一名提着长刀的少年，而此时这名少年的背后也挂着近200人，是吴凡，他也挂风筝摇了。呼！一道猛烈的劲风将战场上的迷雾吹散，露出了吴凡和瞿潇雨的身体。此时他们2人相隔数百米站立，背后各自挂着几百人的风筝摇。罗显河，你带人去我们这边的大妖巢穴去拿灵盒。张之白，你带人去魔都武大那边的大妖巢穴去拿灵盒。吴凡一甩长刀，刀气纵横，瞬间将左手处的地面斩出一道几10米长的裂缝。他深知对于华夏武大来说，仅仅是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是不够的，想要赢下4强赛，就必须让罗显河和张之白也进阶。轰！吴凡脚下一踩，几10米高的锥体高台被瞬间踩踏，就像是瞬移一般，吴凡直接就出现在了瞿潇雨的面前。之前2人就在中路单挑过，现在有了恐怖的灵压加持，吴凡直接一刀将瞿潇雨劈飞了近1000米的距离。轰！瞿潇雨的身体像穿甲弹一样，直接砸在了主城的保护罩上。嗡！城市保护罩能量下降 1.93%。瞿潇雨也不甘示弱，身体被击飞的下一秒，便借着保护罩为基点，脚下用力一踩，反手朝吴凡杀去。啊！他的速度之快，让身后拉着风筝摇的300多人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有些承受能力差的直接就在半空中昏厥了过去。巨剑砸来，吴凡举刀抵挡。砰！只听一声极其恐怖的爆响，吴凡的身体像一颗被击飞的全垒打棒球一般高高跃起，以一个超大角度的抛物线飞向了云端。啊！和瞿潇雨不同，在吴凡背后拉风筝摇的全是1武者妹子，随着吴凡被瞿潇雨轰飞，他们也跟着被吴凡牵引出去，飞向了云端。呀呀呀！啊！如果说瞿潇雨背后的人是在坐云霄飞车，那吴凡背后的人就是在坐宇宙飞船了。吴凡的身体越过了魔都武大的中路2塔，直接撞在了自家的中路1塔上。轰！和之前瞿潇雨被打飞撞断了自家防御塔一样，吴凡直接将中路1塔所在的基地砸成了废墟，太恐怖了！瞿潇雨一剪，直接给吴凡从主城打到了对面的1塔。咚咚咚！吴凡刚从废墟中站起来，只听远处便传来了山岳轰鸣的声音。瞿潇雨每踏一步都是地动山摇，仅仅7步便横跨数千米，杀到了吴凡的面前。枪！吴凡单手提刀，直接架住了凌空砸来的巨剪，在长刀与巨剪碰撞的那一刹那，以2人为中心荡开了一道恐怖冲击波，长刀被巨剪轰飞，巨剪被长刀斩断。吴凡的身躯再次向后飞去，而瞿潇雨则是在灵气断裂的瞬间吐出一口精血，气息瞬间萎靡了1/3。好！瞿潇雨并没有倒下，而是强撑着最后一口气，逆势奔着吴凡杀去。他知道，要是他现在停下来，那便再也站不起来，所以他只能战斗，1秒也不能喘息的战斗。量子重构，吴凡捏了一整场的量子重构，终于用了出来。无数灵压粒子汇聚在他的断臂之上，仅仅一瞬间，他便恢复到了完整的巅峰状态。是，吴凡双脚踩在地上，在地面滑行了数百米后，直接止住身形，随后反向朝着瞿潇雨杀去。咚！2人碰撞的瞬间，便对拼了几10拳，肉体与肉体的碰撞，灵压与灵压的对轰。这吴凡的排名绝对低了，前10，不，前3都有可能。瞿潇雨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天神下凡的无双战力，纵观这次全国大赛，除了吴凡以外，根本没有另外一个人能硬刚这么久。咚！瞿潇雨和吴凡2人在地上和空中不停激战，短短10分钟的时间，2人带着背后的数百人从中路1塔打到了下路野区，随后又从下路野区打到了魔都武大的灵石仓库。笔下文学，不少小型妖兽的巢穴被直接离平，魔都武大的灵石仓库更是被吴凡给一脚踢爆了。啊！吴凡顺身到瞿潇雨面前，右手按着他的头颅，死命的往前面撞去。咚！只听砰的一声，吴凡将瞿潇雨一把按在了魔都武大的主城保护罩上。只见吴凡举起右拳，对着瞿潇雨的脸一拳砸下。轰！2拳，3拳，瞿潇雨的头骨活面骨被瞬间轰成了粉碎。首席，有几名挂在瞿潇雨背后的魔都武大学生实在忍受不了，见到自家首席被吴凡按在保护罩上面揍成这样，愤怒的解除了风筝摇的状态，从背后下来想要攻击吴凡。不要！周围有几人想要阻止，但是已经晚了。只见那群人刚解除状态，就在吴凡恐怖的灵压震慑下，变成了几道白光，消失在了空气中。惊悚！这就是神与神之间的战斗，小爬虫光是呼吸一口空气都会被碾成粉末。啊！满脸是血的瞿潇雨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拼命挣扎着想从保护罩上站起来。坚持，只要再坚持1秒。瞿潇雨知道他每拖1秒，魔都武大距离胜利就会前进1步。结束了。吴凡浑身上下溅着鲜血，有他的，也有瞿潇雨的，
此时他背对着太阳，刺眼的阳光照射在他的头顶，根本看不见他此时是怎样的一副表情。只见吴凡捏紧拳头，高高举在空中，随后用体内最大的力气对着瞿小雨的脸狠狠砸了下去。轰！伴随着城市保护罩发出一道惊天的裂响，瞿小雨的身体连同近300名魔都5大的武者一起化为了白光，消失在了空中。在瞿小雨化作白光消失没多久，罗显和张之白两人便相继赶到，连同吴凡一起推平了魔都5大的主城。尽管孟泰林拼死防守，但仍然挡不住几百人的攻势，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城市保护罩被打碎。比赛结束，华夏5大获胜。当裁判宣布胜利的那一刻，魔都5大和华夏5大两所高校的同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凡哥牛逼，凡哥威武！今年由于不能连续夺冠的诅咒，所以各方都不看好华夏5大，再加上全国大赛的赛制进行改革，让比赛的过程充满了变数。比如去年全国第10的滨城5大在32强就被西南5大淘汰了，常年进入全国8强的华科5大被今年第一次参加大赛的国防5大给干了下去。我在这里宣布，吴凡的华夏5大首席实至名归。吴凡10年老粉前来报道，楼上的滚开，老子是20年老粉。比赛结束后，吴凡毫无意外地被传送进了医疗罐子中，充满了生命力的治疗药水将他淹没。咕噜咕噜，滴答，伴随着一滴水珠的落下，晕开了黑暗空间中的涟漪。刷刷刷，几道漆黑的石板忽然亮起，古朴的石板上只刻了一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石板总共12面，像钟表上的时针一般，顺时针围成了一个圆圈。诸位，你们各自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数字为1的石板里发出了一道合成音。人造神明计划已经进行到第15位了，目前神环的稳定程度已经达到了 92.17%。数字为2的石板率先回答道：众生天平计划还在收集阶段，目前人类的恶要比善众3个砝码，我准备用业火烧掉部分的恶。数字为3的石板开口说道：第7圣徒，你的大妖觉醒计划怎么样了？石板7闪烁了2下，随后说道：前任第7圣徒的理论数据还没找到，华夏这边的监管比较严，目前只到第1阶段。贝斯科德之前说过，大妖觉醒计划总共有3期，1期数据是共享的，2期数据在他的养女孟洛西那里，3期的话应该在他的面具空间中。候补圣徒千羽灵隔着石板说道：那你要抓紧时间了，你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数字为1的石板用冰冷的合成音说道：我知道了。唰，千羽灵熄灭了自己石板上的光，从那个神秘的空间中退了出来。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背部早已是冷汗涔涔。来人！几名戴着金色面具的邪教使徒瞬间出现在千羽灵面前，半跪着听候他的命令。给我全力搜索上次在这省宁海州出现的那个戴着圣徒面具武者的消息。是。吴凡还没睁开眼，便闻到了熟悉的消毒水味道，随后才看到洁白的天花板，还真成了复活点了。不等其他人吐槽，吴凡自己就动手了。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吴凡感觉身体比上次使用风正摇要好那么一些，这不禁让他产生了是不是像打疫苗一样产生了抗体的错觉。应该是我的身体强度和灵压都提高了的关系。上次100人风正摇的时候，吴凡的灵压还没到地阶巅峰，所以对身体的负担要大一些。啊，你又醒得这么快？穿着白丝弹力丝袜的护士小姐姐惊奇地说道。她对吴凡的印象很深刻，因为上一次也是她在看护昏迷的吴凡。上次和你一起进来的那个叫赵不空，他前几天才刚出院呢，你这居然又好了。哇，身体的恢复能力也太强了吧。和护士小姐姐尬聊了一阵后，吴凡就呼叫沈子双学姐来接他出院了。除了体内灵力还没恢复以外，其他应该没什么伤势了。学姐，你的脸色怎么有些不好看啊？坐在回基地的车上，一开始吴凡还在内视自己的身体，看看还有没有暗伤，然后就察觉沈子双的表情有些冰冷。吴凡，我有件事要跟你说。沈子双表情认真的说道，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吴凡瞬间意识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有其他5大的老师向赛事组实名举报了你服用了武者违禁药物，该药物能短暂时间内提高自身的实力。沈子双目不转睛的开着车说道。哈，我服用禁药？吴凡自己都懵了，他又没用禁药，他还能不知道吗？所以呢，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赛事组那边组建了一个调查小组，他们会对你的毛发、血液、灵压、尿液和大便等所有生物样本进行检查，然后在调查结果出来前你不能参加比赛。什么？吴凡瞬间就怒了。谁举报的？西南5大还是魔都5大？都不是，是一个排名80多名的5大，而且那个5大都发声明说了，系该教10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其实不用担心，清者自清，既然你没有服用过禁药，那怎么查都没有问题的。沈子双安慰道，他根本就不相信吴凡会嗑药，所以才会对污蔑的人那么生气。行吧，反正对于这种事情，他吴凡也不是第一次了。在很久以前的一次武者高中期末考试上，他就被人质疑嗑过禁药。举报我吃禁药这事，该不会是和威胁性、游轮下毒的人有关吧？很有可能。沈子双点头同意道。其实我之前也想到了，之前在船上的时候，裁决所那边不是对外公布说没有调查出什么情况吗？但其实他们是查到了国内一个大佬的头上，为了不打草惊蛇，才说没有查出什么，是吗？吴凡凑到沈子双跟前小声的问道。那个大佬是谁啊？这都是绝密消息，我哪里知道啊，捕风捉影而已。不过听木兰锦副校长说，裁决所那边给下毒事件的调查反馈就是，这事还应该和邪教有关。邪教？以前吴凡在听到邪教后，还会下意识的想到自己手里的那个圣徒面具，但随着实力和心态的提升，他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若无其事了。是一个和邪教有关的财团，背地里有很多灰色收入，用各大比赛开设菠菜赌博进行洗钱，然后为邪教提供资金支持。沈子双说道。我们只是学校机构，并不是执法机构，
能够知道这么多，已经是因为我们是当事人了，裁决所才透露了一点，是吗？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沈子双继续说道：吴凡，学姐趁着这个机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像表面上那么美好的，有太多的话术和平等都是假的。你或许会觉得现在全国大赛的战斗很残酷，每个人都为了胜利打生打死，但等你离开了武大，你就会发现，原来学生时代已经是你最后的避风港了。学姐，你说的这些，我很早就明白了呀。吴凡将看向窗外的视线挪了回来，目光平静地看向前方。自从进入了华夏武大，我感觉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舒服了，身上的戾气都少了很多。吴凡的嘴角挂起一抹弧度，看似微笑，实则没有一点温度。没有戾气，就等于少了一种极端的动力。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刀不磨不利，人不怒无力。如果说当初考进华夏武大乾隆班时，吴凡还会激动地以为自己进入了人生中最大的舞台，但随着经历的事情变多，眼界不断的开阔，华夏武大在吴凡眼里已经变成了进入黑暗社会丛林前最后的新手村。你的性格不适合留校任教，虽然你喜欢斩妖，但我并不认为斩妖队适合你。你最该去的应该是裁决所。裁决所。吴凡稍微幻想了一下自己成为裁决所武者的情形，身穿裁决所的制服，然后脸上戴着邪教圣徒的面具，胸前再挂一个万斩勋章，这画面怎么想怎么有趣，好吧。两人就这样一边规划着未来，一边回到了华夏武大的基地。咚！刚一进门，吴凡就听到对战室传来了惊人的灵压波动。他走近一看，是罗显和正在和张之白进行对战。开山拳！罗显和一点都不客气，除了没有亮星环以外，身上 C 阶武者的实力全开。叠印！张之白性格平静，不喜欢出风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争，相反，他的好胜心非常强。乒乒砰砰，两人都是刚进阶到 C 阶，目前正在适应更加强大的力量。罗显和大开大合，张之白轻松写意，两人的战斗更多像是一种热身，就像是在慢跑一样。吴凡刚要离开时，他忽然发现罗显和的攻击十分有力，每一次的攻击都带着无敌的气势。不对劲！随后经过他仔细的观察，发现罗显和的耳边居然戴着一副无线的入耳式耳机。轰轰轰！战场中，罗显和气血激荡，战意昂扬。哈哈，吃我一拳，我是无敌的！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他的背后，罗显和惊觉地向后挥出一拳。砰！吴凡用右手结实地接了一拳，但左手却灵活地将对方的耳机摘了下来。随后一道超大超熟悉的音乐瞬间从耳机里蹦了出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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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腰尾的 BGM。听到这股熟悉的音乐，不光是吴凡，就连周围围观的同学都从心里涌现出一股无敌的感觉。笔下文学，燃爆了，杀爆一切！没有了耳机，罗显和的气势瞬间下降了不少。他赶紧上前夺回自己的耳机，而就在争抢间，歌曲切换了。狼烟起，江山北望，龙旗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卧槽！精忠报国！在听到这激昂音乐的那一刻，吴凡只感觉胸中涌现出一股壮志豪情，有一种想要提刀北上的冲动。你这东西有问题！罗显和将耳机音量关闭后，就被吴凡一直盯着，鸡皮疙瘩都要被盯出来了。这是战歌，能激发我的战力，是我专门花钱找人定制的。罗显和看藏不住了，索性直接给吴凡说明了。咱们学校不是有战斗学院、理学院还有医学院等很多学院吗？那当然就有音乐学院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觉醒出能近身战斗的灵气，而且很多行业都有武者的存在，有猎武者和医武者，那当然就有唱歌的武者了。他们通过演唱歌曲，将灵压蕴含在其中，等到播放的时候，就能给予听歌的人力量增幅。网上不是有句话吗？我觉得用来形容很贴切。罗显和说道。什么话？在我的 BGM 中，我就是无敌的。罗显和用浑厚的嗓音吼道。听到罗显和的话，吴凡稍微沉思了一下，随后眼睛就瞬间一亮。本来他还在愁怎么打4强赛，这下思路不是有了吗？吴凡哥哥，你在笑什么啊？旁边有几个甜甜的医武者妹子柔柔地问道。他们是听说吴凡出院了后，专门赶过来看望他的。平时吴凡会客气地和他们寒暄几句，或者不说话装高手，后者对医武者妹妹们的杀伤力要更大一点。但今天有点不同，吴凡居然上下打量起他们来，那直勾勾的眼神把妹子们看得霞飞双颊。哟，还害羞起来了。一旁的罗显和也学着吴凡盯着这几个甜甜的医武者妹妹看了起来。结果只见这几名医武者妹子脸上忽然挂起了黑线，然后用十分嫌弃的眼神扫了他一眼后，便将视线转移回了吴凡的身上，又重新变成了脸红的娇羞甜妹。操！罗显和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这么壮的体格，这么硬的肌肉，这么刚的身体，比吴凡那小身板要健美多么好吗？就在罗显和愤愤不平，妹子霞飞双颊，张之白吃瓜看戏时，吴凡忽然对几名医武者妹子说道：你们拉风筝摇的时候，能扛得动音响吗？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吴凡正躺在床上玩手机，稍微刷了一下短视频，发现这几天全国大赛的热度超级高，热搜里面10个有5个都是全国大赛的相关资讯。哟，这是谁啊？好帅！吴凡的手机里正显示着一名左手持刀的少年和身高3米的天神巨人战斗的场景。哦，原来是我呀！吴凡满意的将视频退出，然后删除掉搜索栏上面的吴凡帅气战斗的几个关键词后，拨通了老爸吴能的电话。喂，老爸，我打进全国4强了。他之前一直没跟吴能通电话，是因为刚从医院出来，气色和精神状态不好。直播我看了，你表现得很出色。电话那边传来了吴能沉稳的声音，静悄悄的，好像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中。沈学姐说，如果打进了决赛，就可以邀请家长来现场观赛，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啊！吴凡直接忽略了4强有没有可能会输的问题。好，到时候我一定来。
电话那头，吴能结束了通话后，转身对着一名身穿黑袍的女性舞者说道：“咱们开始吧。”第二天，吴凡正在训练室里摆弄着音响，就看到沈子双带着笑容走了进来。吴凡同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药检通过了，毛发体液样本递送了3个实验室，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本来就没有吃过禁药，除非他们栽赃陷害，不然100%没有问题。对于嗑药这种事，吴凡从来都没有想过，因为他自身的武道信念不支撑他做出这样的行为。武者应当是一身傲骨，一名强者不仅要实力强大，心态也要强大，应当对于任何投机、耍滑、作弊等行为都嗤之以鼻。哼，栽赃陷害，他们敢？我们可是华夏武大，是国内的顶级学府，他们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沈子双说话的时候，鼻孔在喷着白气，可把他给牛逼坏了。某实验室，一名戴着黑色厚边眼镜、身穿白大褂的青年正对着电脑观察着数据。样本105号的生物样本带来了吗？带来了。身后一名身穿 A 级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将几个密封完好的袋子放在了隔离箱中。白大褂青年起身去拿袋子，刚好就露出了电脑上面所显示的内容：超级基因融合计划。而此时上面正显示着一张照片，而标记着105号字样的档案上，头像框上面正是吴凡的图片。时间终于来到了4强比赛的日子。上半赛区国防武大 vs 华夏武大，下半赛区帝都武大 vs 金陵武大。嘿嘿，下半赛区比较强的明珠武大在8强的时候就被帝都武大淘汰了，对此金陵武大的校长金圣叹脸都要笑歪了，甚至在8强赛还没开打之前就说出了一段著名的台词：打进4强就算成功。不管怎么样，就算是金陵武大止步4强，也算是取得了近5年来最好的一次成绩。而最让人关注的就是上半赛区国防武大和华夏武大的比赛了。好家伙，还没开打热度就突破20亿了。此时全国上下无数人正守在官方直播间等待着比赛开始。尼玛的，这破主持人能别逼逼了吗？老子等的花儿都要谢了。华夏武大加油，吴凡同学加油，国防武大加油，军少好帅啊！一个名为擎天龙帅的小娇妻的网友开始疯狂的刷屏。操，女频脑残恋爱小说看多了是吧？人家是华夏的军武者，不是什么军阀少爷。军武者哥哥好帅，军武者姐姐好飒，别狗叫了。两所武大的比赛还没开始，网友们倒是先对起线来了。我觉得这场国防武大的胜率要高一些。上一场比赛你们看了吧？南疆武大可是号称4强守门员，常年霸占4强和8强的席位，但就算是这样，也被国防武大给拿下了。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国防武大现在的 C 阶武者可是有8名，所以你们说华夏武大能赢吗？赢不了的是罢了。和直播间弹幕互喷不同，各大武者高校的论坛中倒是充斥着各种比较中肯的分析。要我说，还真不一定。华夏武大这边也有4名 C 阶武者，论灵气强度和整体实力，华夏武大比国防武大要强上一些。而且，你们难道忘了那个男人了吗？看到这条评论，正在分析赛前局势的一众武大学生们脑海里纷纷出现了一个手持长刀的少年，同时还脑补了一句话：我吴凡就是喜欢对那些看不起我的人说不。嘶。众人一想到这个画面，就感觉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没办法呀，在16强之前，不少人都是唱衰华夏武大，并且不看好吴凡的，结果被吴凡狠狠地打脸了。当时被论坛里的人嘲讽了1周多，天天叫嚣着什么白子驾到、黑子说话之类的话。好不容易等到了8强，被压制了1周多的人纷纷跃起反抗，结果吴凡再次打脸，直接把个人实力排行榜排名第2的瞿小雨按在地上打，结果这群黑子再次被吴凡的粉丝起脸输出。所以这次4强比赛，他们发言的时候也变得异常谨慎起来，不仅唱衰的帖子少了，甚至还发现不少曾经的黑子已经叛变了。既然打不过，那就加入咯。之前被吴凡粉丝起脸输出的有多惨，现在变为吴凡粉丝后，就对以前的黑子队友有多狠。喂，你们真的觉得吴凡这个人没有问题吗？除了武被灵压以外，星环、灵气、武技、天赋，甚至风筝摇的人数，哪一样瞿小雨都比吴凡强，怎么瞿小雨就打输了呢？一个设置了隐私的武大学生发了一个帖子，他隐藏了包括真实姓名、武大、地址在内的所有消息。你是不是又要造谣别人嗑药了呀，小黑子？你要不要去华夏武大的官网看看？人家华夏武大直接把吴凡的药检结果第一时间就放在官网首页了，点进去第一眼就能看到。你这种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收钱了是吧？很快这个帖子下面就多了几百条评论，全部都是在骂发帖人的。眼见这节奏在武大论坛里带不起来，这人索性就删了帖子，直接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发到短视频平台上去了。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硬仗，国防武大的实力非常强，而且因为他们是军武者的关系，所以非常有纪律性、行动力、战术安排还有人员调度，不是一般的武大能比的。赛前分析会上，常征明将电脑上的数据分享给众人，除了他们的首席擎天龙帅萧天策和一团副团长之外，其余4个大团的团长和副团长都是 C 阶武者。常征明挨个将对方的照片和信息相结合。萧天策今年19岁，灵气是一把大戟，是秘密特种部队编号绝密的绝对王牌，曾经在全国新兵比武大赛上获得第1名，曾经代表华夏军武者参加世界青年军武者大赛，力挽狂澜获得第1名，荣获1等功，曾经带特种小队阻击过境外武者，被网友尊称为擎天龙帅，当世兵王。关于萧天策获得的个人荣誉，常征明用鼠标滑轮往下滑，整整滑了2页，震惊了众人。虽然我们即将和对方打比赛，但不得不承认萧天策是一名值得尊敬的军武者。许风霜忽然开口说道，他一向不喜欢说话，更别提夸人了，但如果连他都这样说了，那就别提其他人了。萧天策的灵气是 N 级，他的灵压等级是地阶巅峰，武被灵压，星环和凡哥的一样，也是白黑黑。
听到常征明的话，众人先是看了看大屏幕上萧天策的资料，又看了看吴凡，随后表情逐渐变得怪异起来。像，太像了，何止是像，除了经历和灵气种类不一样以外，简直就是凡哥的翻版啊！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资料上的萧天策不仅各方面数据和吴凡一样，甚至连眼神都是一样。国防5大2团的团长蓝孝威，传闻是帝都卫戍部队的，之前参加抽签仪式的就是他，灵气是一把近 1.5 米长的巨刀 ，C 阶武者。3团的团长聂科，学校这边给我们的消息是，对方是行刑部队的人，因为长期执行的都是见血的任务，所以下手很重，你们要小心一点。4团的团长邱秀萍，是今年全国新兵比武大赛女兵组的冠军，听闻其实力强悍，号称勇冠3军。5团的团长叶璇，战术研讨会开完后，众人便起身前往比赛场地。就在他们到达后不久，就听到远处传来了整体的口号声：121、121、1、2、3、4、1、2、3、4。一群穿着军绿色作战服的年轻武者，排着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教官的带领下，一路小跑着来到了比赛场地。稍息，立正，开始报数，1、2、3、4、5。一个个短寸头青年精神抖擞的猛地甩头开始报数，声音嘹亮，气势很足，直接把来观赛的其他5大的同学给惊呆了。这军武者的精神面貌果然不一样。申屠家穿着一身休闲的长袍，对着旁边的吴月清说道：“打进16强的5大可以继续留下来观战，所以西南5大的一伙人就组团来观赛了。华夏5大想要赢，估计很难，就算最后取胜，也只会是险胜。”金福展脸上贴着一个大号的窗口贴，这是因为官方要求学生不能纹身，所以给他脸上的火焰纹路给遮住。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防5大完全是西南5大的 Plus 版、增强版和 Pro 版，再加上军武者自带的纪律性和执行力，华夏5大真的有可能啃不下。不要被对方打乱了节奏，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战术来打。凡哥和我走中路，文人优越和罗显和走上路，许风双走下路。经历过之前的战斗，众人都认可了常征明对于局势的判断力，可以说在前中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因为后期变数太多，由于敌方的底牌太过变态，而导致指挥失去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华夏5大准备完毕，国防5大准备完毕。随着吴凡和萧天策2道传遍整个战场的声音，比赛正式开始。笔下文学，冲！吴凡一如既往的率先杀出。对于华夏5大来说，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战斗，所以就算是1分1秒都要抓紧。嗖！吴凡的在空中拉出无数道残影，瞬息间就越过了1000米的距离。嗖！嗖！但这次和以往不同，身后竟然还有几人能跟得上他的速度。凡哥，来参加比赛的人可不是只有你一个呀！官员的声音在吴凡背后传来。与此同时，吴凡也感受到了张之白、常征明等人的凌压。而当他来到中路一塔时，身后的人已经变为了20多个。他们还没来，赶紧推塔。见到对面中路的人还没赶到，吴凡赶紧率领众人去拆国防5大的中路一塔。可就在他们刚踏足灵气塔的攻击范围时，轰！一道火红的身影瞬间从远处杀来。杀！萧天策双手捏住大戟的末端，浑身灵压爆发，从几百米外光速冲到吴凡等人的面前。吴凡、张之白、官员等人连忙进行格挡。就在大戟与众人接触的一瞬间，好！一股巨力袭来，众人只感觉身体不受控制的开始飞速往后移动。什么？等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萧天策一人一戟居然带着10多人从自家中路一塔冲杀到了华夏5大这边。好恐怖的力量！就在众人惊叹对方居然一个人就能将10多个人顶飞这么远的时候，萧天策根本不给众人喘息的机会。B 级武技横扫千军，唰！萧天策大马金刀，双腿下压，单手握住枪戟，对着面前10多人就是一顿疯狂的猛戳。枪戟前端瞬间化作10多道真实的残影，每一道枪戳出都伴随着恐怖的力量。1下2下，当萧天策戳到第3下时，张之白的护体灵压被击碎，官员、王爷等人被扫得狂吐鲜血倒飞而出，而崔子熙、毕阳、方天训等人则是直接化作了一道白光被传送了出去。卧槽，这也太猛了吧！看到这一幕的人被震惊的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哈哈哈哈！萧天策放声大笑，手中那杆大戟被他舞动的大开大合，八面生风。地级武技平沙落雁。只听一阵急驱，张之白的护体灵压虽然被破，但对他来说没多大影响，因为他本身防御就弱，护体灵压脆的跟纸一样。轰！进阶为 C 阶的他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琴音随着体内灵压的爆发而变得高昂起来。一颗巨大的火球从萧天策的头上垂直降落，火球周围瞬间形成了一片类似星球环的火线，压迫感十足。咚！萧天策手中枪戟一道长10米的半月斩直接穿过火球，砰！只听一道恐怖的炸响，火球在距离他头顶还有3米的地方炸开，但张之白依然捻动着琴弦，散开的小火球像漫天繁星一般轰向了对方的阵营。结阵！已经赶到中路一塔的国防5大军武者们，前面站成一排蹲下，后面交叠在前方站立，随后使用了一门常规武技灵气盾。灵气盾本来只是一门1阶武技，当初吴凡还在阳城的时候，当时获得了期末考试的第1名，严庚尧校长还推荐过这门武技。不过后面吴凡选了4项刀法。嗡！令人惊奇的是，本来只能防御前方2米左右的灵气盾，在100名军武者的配合下，竟然直接连成了一道恐怖的巨型防御盾，将整个中路基地全部包围了进去。砰砰！数百颗足球大小的火球砸在上面，虽然气势很足，但就像是夏日的暴雨打在玻璃上一般，根本无法进入分毫。换防！
一团的副团长王宁指挥道，很快扛过第一轮攻击的军武者就一个标准的3步后撤，将前线留给后面的人。这是一种效率极高的防御战阵，原型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工兵列阵，横扫千军，没有任何退缩。萧天策再次提着大戟朝着吴凡的方向冲杀而去，从始至终他的眼里只有吴凡，刚才连同吴凡一起击退的人都只是顺带的。枪和戟是最难使用的武器，特别是戟，枪还有大枪、端枪、回马枪、游龙枪，而大戟只要求绝对的力量，所以但凡是使用大戟的武者，其实力一般都冠绝3军，足以一骑当千。呵呀！这一次没有其他人阻拦，萧天策再次冲杀到吴凡面前，恐怖的力量像推独轮车一样，直接将吴凡往身后撞。咔咔！面对萧天策巨大的力量，吴凡只能双手握着刀，死死抵在对方的方天月牙钩上，只要稍微一松懈，对方的枪尖就会捅穿他的喉咙。天策，你的任务就是拖住吴凡，剩下的就交给战友去执行和运营。国防5大这次不仅是召集了各路兵王，甚至还遴选了一批参谋部的精英。参谋部的参谋们在分析了华夏5大和国防5大双方的实力对比后，果断采取了类似于魔都5大的战术，那就是派一个最强的人去刚正面，然后其他大团运营取胜。参谋们分析了魔都5大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太过于注重打前期，在摧毁临时仓库这个战略上牺牲了太多人，导致华夏5大反向直接围城，最后被吴凡直接一波带走。团战并不只是拼肌肉和力量，而是要利用空间进行拉扯，要给自己留够足够的战略纵深。军武者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萧天策下定决心，今天就算是死，也要把吴凡按在原地。轰！吴凡的后背撞断了10多棵巨树，又撞穿了几面低矮的土坡，直到背抵在中路2塔的合金上时，才勉强止住了身体。嗨嗨！吴凡只感觉浑身气血激荡，这还是开赛以来第一次被对方打到自家的腹地。凡哥，有几名大团的兄弟想过来帮忙解围，但却被吴凡和萧天策两者激烈碰撞的灵压给逼得一时不能近身。别管我，你们赶紧去正面参团。对方打的什么心思，吴凡还能不知道？既然想来阻击我，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多少本事。这次吴凡一点也不墨迹，背后的3道星环直接亮了出来，随后恐怖的力量荡开了萧天策的大戟，反手一刀朝对方的脖子斩去。这一刀比萧天策的横扫千军更快更猛。好！萧天策背后同样亮起3道和吴凡一样颜色的星环，只见他以极快的速度调整了身体，随后直接朝着吴凡压了上去。枪！长刀和大戟在半空中交割，直接炸开了一团赤红与冰蓝的火焰和雷霆，两者就像是三国无双里面2个武将开大户拼时一样，使用自己最强的力量要压倒对方。棒！在僵持了足足有10秒钟后，吴凡忽然身体猛地向后仰去，长刀和大戟拼力气确实有点困难。就在观众们以为吴凡会被狠狠打一套时，只见吴凡忽然伸出手，不灭金身一闪，手指紧紧扣住了对方的半月化戟。好！吴凡从胸腔里发出一阵怒吼，灵压顺着气血瞬间被调动起来，狠狠一刀劈向了大戟的枪杆。枪！刚猛的刀刃狠狠劈在了枪戟的中间，金属材质的枪杆迸发出了大片的火星。但萧天策不愧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兵王，借着吴凡将枪戟压身的空隙，直接脑袋一个后仰，随后给吴凡来了一记猛烈的头锤。咚！吴凡只感觉眼前一黑，大脑发出一阵嗡鸣，额头上留下了一缕细长的血线。但他在身体后仰的时候，对着前方狠狠踹出一脚。砰！萧天策整个人被吴凡这是大力沉的一脚给踹出去7、8米远。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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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天策每后退一步，脚底就要将地面踩出一道深30厘米的大坑，最后还是用枪戟的末端抵住地面，才止住了身形。噗！而就在他刚稳住身体后，他忽然脸色潮红，嘴里忽然喷出一大口鲜血，随后他惊骇地看向自己的灵气，只见刚才被吴凡劈中的地方出现了一个2厘米的巨大豁口。就在吴凡和萧天策正在浴血厮杀的时候，国防5大的下路野区正有一名带着肩章的军武者拿着对讲机正在讲话。请各小队注意，第一批小型妖兽巢穴将在开局30秒后进行刷新，请确保自己守卫的地点没有敌方踪影。 A 小队收到，没有发现敌人。 B 小队，在比赛中除了有2只超大型的魔神大妖巢穴，还有5处小型的巢穴，能随机刷新 D 阶到 F 阶的妖兽。剿灭这些妖兽，上角爆出来的灵核就能获得积分，而积分可以兑换各种策略卡。吴凡他们之前经历的2场都是快节奏的战斗，而且战术体系上都是打架队，所以没办法花时间来运营。而国防5大和其他的5大不同，因为军武者的特性摆在那里，执行力和纪律性都非常强，能一点一点的积累优势。他们就是通过运营将南疆5大击败的。mwxbj.org 刷！肩章军武者掐着秒表，当时间走到30秒的时候，比赛场地上瞬间出现了5处小型的妖兽巢穴。嗷呜 ！A 处巢穴白光一闪，10多头 F 阶的紫毛恐狼忽然出现，它们身长15米，体格强健，爪子锋利，利齿泛着寒光，一看就非常的不好惹。而在它们中间还站着一头身高20米的白色巨狼，从灵压检测仪上面看到，它竟然拥有15000点的灵压，是一头24级的1阶妖兽。B 处巢穴刷新了2头身高30米的1阶巨型虎妖。C 处刷新了几头浑身漆黑的 F 阶尖牙猪妖，其中更是有一头和白色巨狼实力差不多的金色猪妖。动手！伴随着一声令下，5个战斗小队瞬间向小型妖兽巢穴发起了攻击。嗷呜！10多道半月斩从暗中飞来，狼妖的反应速度很敏锐，直接一个小跳躲开了攻击，随后集体对天发出一阵嚎叫，锋利的爪子瞬间弹了出来。后撤 ！A 小队的作战指挥马上带人往后撤，狼妖见人逃跑，刚想追上来，白色巨狼智慧不低，刚想叫住他们，结果就传来了10多道爆炸声。何为？阵阵硝烟传来，10多头狼妖不是被炸断了胳膊，
就是腹部炸出了巨大的洞口，只能在原地无助的呜咽着。随后军武者们快速合围，干净利落的收割掉它们。这些陷阱都是妖兽在刷新前设下的。国防武大为了这次比赛，专门挑选了一些灵气为地雷、炸弹的特殊武者，其目的就是为了高速清野。嗷呜！最后，白色巨狼也在10多名军武者的围攻下被干掉了。军武者将灵核放在手环上，灵核马上就被传送走了。12颗 F 阶灵核，1颗 E 阶灵核兑换17点积分，2颗 E 阶灵核兑换10点积分，5颗 F 阶灵核。待在下路2塔基地的肩章军武者听着5个小队传来的消息，然后将总积分确认一番，向一团的副团长马国英汇报道：“报告总指挥，第一批妖兽已经处理掉，总共获得积分78点。”收到。在收到积分后，马国英马上兑换了一张 C 阶妖兽召唤券，但他没有马上使用，而是准备集齐10张后一起召唤，然后瞬间冲破华夏武大的灵石仓库。轰轰轰！没了吴凡和萧天策，此时的张之白正驾着秦端坐在路中央，手指不停地翻飞，在广陵伞诀的加持下，一道道火球、锋刃、冰锥像加特林一样不断轰击着国防武大的中路。啊！一名国防武大的武者被3道锋刃击中，护体灵压破碎的瞬间，头颅就差点掉了下，最终还是传送手环及时传送，保住了他的性命。在张之白的压制下，国防武大的人只能缩在防御塔后面，借由灵能塔做掩护进行反击，而灵能塔就在这种对峙局面下被一点点的磨掉。不对啊，华夏武大的一团副团长怎么这么猛啊？感觉他一个人的火力就能抵对面一个大团了。国防武大中路没有大 C， 这下被华夏武大平推只是时间问题了。就在网友们讨论的时候，一名手持巨型重刀的青年正在叠刀，此人正是国防武大2团的团长蓝孝威。只见他将长刀插在地上，用力一震，轰！灵压陡然增加3成。呼！激增的灵压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体内的血管开始鼓胀，青筋直爆。蓝孝威背后的光环大涨，这是他自己的新环武技叠刀法，每使用一次都能在30秒内提升 30% 的灵压。团长，够了吧？你已经叠了3层了。2团副团长甘兴旺担忧地看着对方，他感觉如果再叠一层，蓝孝威可能抑制不住体内的灵压，然后爆成一团血雾。瞬间提升灵压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使用超出自己本身实力极限的力量，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还能再叠一层。之前是吴凡的光芒太耀眼了，遮掉了张之白的光，让国防武大的武者们以为在中路一塔被打掉前就能收集到足够的积分，但现在证明他们小看了对方除吴凡以外的其他人。蓝孝威深吸了一口气，等到勉强将体内乱窜的灵压压制住后，随后再重重一刀插入地下。砰！恐怖的灵压自他体内传来，在灵压暴涨的同时，蓝孝威的身体瞬间像充满气的气球，皮肤外翻，将他的身体撑成了一颗圆滚滚的球。他拼着身体爆成一团血雾的风险，用力地举起手中那近2米的巨刀。本命武技天翻地覆碎地刀。蓝孝威对着张之白所在的方向用力斩下，一道山岳般的刀气自国防武大那边从天而降。轰！一刀横天，恐怖的刀气足有500多米长，挟天地之威遮蔽长空，纵贯了国防武大到华夏武大之间的所有距离。华夏武大的武者们根本来不及躲避，就被这一刀砸中，几十道白光闪烁，华夏武大这边被清出了一小片空地。卧槽！我感觉在看仙侠电影哦，这500多米的一刀是怎么劈出来的？华夏武大那些被波及的武者都被秒杀了，主要攻击对象张之白不得变成一堆碎肉？应该不会吧，顶多就是被传送出去了。巨大的刀气缓缓消散，尘烟慢慢褪去，等到众人再次将目光集中到张之白那里时，只见一个噗嗤，张之白将长剑从甘兴旺的体内拔出，鲜血还没洒出来，便被炽热的高温烧成了赤红色的雾。你！甘兴旺捂着肚子缓缓倒下，随后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张之白紧握着长剑，内心涌起一个念头：用长剑捅人的感觉还挺不错的，就是有点可惜对手消失的太快，没有割点什么下来。唉，轰！萧天策被吴凡一刀劈飞，他用力将大戟戳在地上，尽全力维持住了身体的平衡。大戟尾部的尖端将地面划出了一道近100米的裂痕。呸！萧天策从嘴里吐出一口血，血水砸在地上，直接射出了一个小洞，胸口的郁结顿时减轻了许多。他擦了擦嘴，毫不在意的再次扛起大戟朝吴凡杀去。受伤这种事情，作为武者的他早就习惯了。萧天策承认吴凡的实力很强，因为同为 N 级灵气的武者，对方竟然能够将他的灵气劈出一道缺口。什么擎天龙帅，什么兵王，我只不过是个不愿服输的普通人罢了。淡淡的白色灵压自他身上炸开，3道光环在他背后闪烁着，衣服、头发被无形的气浪掀起，像超级赛亚人一样不停地上扬。星环武技天杀诀！轰！他用灵压将大戟上被吴凡砍裂的缺口包裹住，随后猛地一跺脚，身体像猛虎一般朝吴凡杀去。B 级武技天龙突跃！萧天策枪戟一顶，丝毫不做防御的戳向吴凡的胸口。吴凡举刀格挡，准备挡下攻击后反手一刀。吴凡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挡不开对方的突击。蹭蹭蹭！吴凡被巨力带着后退了3步，随后一道更加恐怖的2段突进袭来，吴凡被连带着继续向后飞去。B 级武技狂龙阵！萧天策双手紧抓枪杆，大臂一抽将吴凡挑飞到空中，随后枪戟化作无数道残影，对着空中的吴凡一顿猛戳。当当当！部分攻击被吴凡长刀拦住，还有一部分被不灭金身抵消，但萧天策的狂龙阵攻击十分霸道，仍然有几枪穿透了他的身体。mwxbj.org 死了！枪戟的尖端穿透了吴凡的腹部，随后化戟的尖钩横向一拉，直接撕下了吴凡一片血肉。砰！
萧天策大戟一拍，吴凡被从空中斜向拍在地上，眼看身体就要重重砸地，吴凡一边用长刀格挡正面刺来的大戟，一边用左手狠狠抓住地面。嘶嘶嘶，五指抓地，吴凡沿着地面滑行了10多米，直角将地面拉出了5道深深的划痕，坚硬的地面差点让吴凡的指甲外翻。萧天策根本不给吴凡调整的时间，在吴凡止住身体后，便再次冲杀了过来。风尘绝念斩，轰！尘土飞扬，大地颤抖。吴凡双手握刀，从左向右猛地一甩，身体瞬杀几十米。萧天策只感觉胸口传来一道猛烈的锤击，下一秒身体便飞向了空中。3000雷刀，吴凡反手抽刀，对着萧天策的脖子就是一记迅猛的斩破刀。身在半空，萧天策根本无法防守，只能眼睁睁看着泛着蓝色电弧的刀光朝他飞来。星环五界，无敌无我！轰！萧天策全身炸开一团恐怖的气浪，身体瞬间从失重的状态中调整过来，虽然依然身处空中，但脚下的空气就像是坚固的大地一般。萧天策挺枪朝吴凡反戈一击，枪！大戟和长刀再次在空中对拼一记，萧天策身体倒飞而出，而吴凡则是后退了4、5步，咫尺天涯。吴凡在后退的过程中，下猛踩地面，身影化作残影，瞬息出现在萧天策的身前。此时萧天策还在凌空飞行。轰！吴凡对着飞行的萧天策就是一记膝顶，萧天策的脊骨发出一道骨裂的声音。随后吴凡双手握刀，对着萧天策就是狠狠的一戳，噗嗤！长刀直接穿透了萧天策的腹部。本来吴凡是朝着对方的心脏，但萧天策在千钧一发之际，身体剧烈一扭，让长刀避开了心脏，对着他的左腰捅去。当长刀穿透萧天策的腰部后，吴凡用力将长刀在对方的体内猛地一绞，萧天策左腹部的肾脏、大肠、结肠都被绞成了一堆碎肉。剧烈的疼痛让萧天策几乎晕厥过去，但他却死死咬着牙，尽管牙齿已经快要被他咬碎，但他依然没有发出一声嚎叫。咚！趁着吴凡绞杀自己时，萧天策双脚猛地朝吴凡的胸口一蹬，顿时将吴凡连人带刀一起踹飞了出去。砰！萧天策身体重重砸地，但他以一个十分狼狈的姿势，原地扭动着，像滚筒洗衣机一般，沿着地面滚了20多圈。这是一个十分不帅气的动作，可以说是难看至极，足以让许多粉丝妹妹心碎。但萧天策不在乎，他是来战斗的，不是来演戏的。战士站在战场上，就是要用尽一切手段击败对手，然后让自己活下来。被动无戒，铁血傲骨，被动无戒，威震九霄。萧天策的硬直瞬间上涨30%，气血和护体灵压随着伤势而增加。好！萧天策拖着重伤的身体，像是浑然不觉一般，依然朝吴凡杀来，威势惊人，气浪滔天，迎面杀来所携带的疾风，甚至将吴凡的脸吹得生疼。快躲开啊！别犯傻，不要刚正面！一些华夏武大的支持者、吴凡的粉丝，还有好心的观众，纷纷下意识地喊道：萧天策来势汹汹，吴凡根本无法正面抵挡。地面颤抖，萧天策周身有无穷的血色光华萦绕。剑刃风暴，吴凡原地拉开一道狂风龙卷，周围瞬间飞沙走石，连3人合抱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砰砰！但萧天策就像是风暴眼中的一座巍峨大山，恐怖的硬直让他直接无视了吴凡的剑刃风暴，挥动着大戟直接撕开了风墙，瞬间就杀到了吴凡的面前。今天就算你是临界超 A， 也要吃我一枪！只见萧天策单手握住大戟，对着飞在空中的吴凡一枪扔出，噗嗤！吴凡的瞳孔猛然一缩，恐怖的枪戟带着无法阻挡的威势，顶着不灭金身那坚不可摧的状态，刺进了吴凡的身体寸许。大戟的枪尖因为不灭金身的关系直接粉碎，但其恐怖的力量却带着吴凡冲入了云霄。好！在国防武大这边的大妖巢穴中，一头身高100米的巨型熔岩巨兽正在用力锤击着地面。轰！比篮球场还大的拳头砸向了国防武大的阵地，由200名军武者构成的灵气盾被砸退了20多米远。五戒行云流水斩！一名身穿军绿色作战衣、手持寒刃偃月刀的女生瞬间出现在熔岩巨兽的背后，她是叶璇，是国防武大舞团的团长。呵！叶璇手持巨大偃月刀 ，C 阶武者的灵压爆发，在行云流水斩的加持下，攻击速度大幅度提升。笨重的偃月刀被他舞动的1秒能斩出2.94刀。mwxbj.org。砰砰！和其他武者给熔岩巨兽刮痧不同，叶璇的大刀每斩出一下，都能把花岗岩般的石块斩出巨大裂痕。好！作为一头 C 阶巅峰的魔神大妖，熔岩巨兽的实力非常强大。只见他黑色岩石般的双拳忽然变为了赤红的熔浆，超高的温度就连周围的空间都扭曲了。熔岩巨兽挥动着双拳，拼命地朝着叶璇锤去，但叶璇直接一个大跳，跳到了巨型石头人的背部，随后双手握刀用力一斩，40厘米长的刀刃狠狠扎进了石块中。哼！叶璇从鼻子里冒出一道冷哼，只见他右脚忽然用力，对着刀刃的末端就是一脚踹去。好！在熔岩巨兽一阵吼叫声中，偃月刀的刀体被叶璇一脚踩了进去，随后恐怖的灵压自刀刃传递到大妖的体内，引爆了他的身体。唰！本来像是镀了层金属的岩石皮肤瞬间失去了光泽，就像是失去了防御功能一般。好耶！正在拉灵气盾的军武者们发出激动的叫声，他们没想到叶璇居然能这么快就把熔岩巨兽给秒杀了。不对劲，相比于其他人的喜悦，叶璇则是一点也没放下戒心。失去光泽的花岗岩皮肤很快就变得极其松弛，像风干又被烈日曝晒的水泥渣，从熔岩巨兽的皮肤上簌簌落下。快退！插入大妖岩石皮肤里的偃月刀在石块落下后便也抽离了出来，在叶璇刚抽刀而回的时候，一股恐怖的冲击波便迎面而来。不会吧，像水泥渣一样脱落的皮肤，仅仅只是熔岩巨兽的一层薄的不能再薄的表皮，根本没有对熔岩大妖造成任何伤害。
熔岩巨兽一拳轰在地面，顿时体内和大地爆开一道超级恐怖的冲击波，冲击波以熔岩巨兽为中心，迅速朝四面爆开。防御，军武者们的执行力还是很强的，即使突发变故，他们依然将防御盾给举了起来。轰！冲击波打在了巨型护盾上，瞬间将巨盾打得凹陷了进去。军武者们坚持了足足有5秒，在10多名军武者力竭之后，才勉强抵住了熔岩巨兽的这道攻击。攻击力不强，但本体力量碾压人类，防御力特别强。随军参谋快速分析着熔岩巨兽的属性，发现这头大妖是偏防御类的妖兽，只是因为本体巨大，天生就拥有神力，所以才将他们的阵型打得这么狼狈。玄姐，让我来！一名手持冰蓝大弓的少年军武者大喝一声，随后他便拉起长弓，冰白色的灵压在他的面前凝聚。星环武界，寒冰封印。作为武团副团长的陈祖德也拥有 C 阶武者的实力，只见这蕴藏着恐怖寒冰力量的长剑像一道璀璨的流星在熔岩巨兽的头上爆开。轰！冰蓝色的白雾瞬间将周围100米范围内的区域都冰封了起来，熔岩巨兽也被冻成了一具冰雕。玄姐，趁现在！物理知识，热胀冷缩。此时熔岩巨兽本身温度超高的情况下被寒冰冻住，自身体质绝对是超级脆弱，就像那些网络劈砖高手里的那些青砖一样，看起来硬，实则内里早就酥脆无比。地级武技，冷焰锯。叶璇双手握住偃月刀的末端，手中大刀泛出青色的灵压，他脚下用力一踩，高高跃起，就像是沉香劈山救母时一样，对着熔岩巨兽的冰雕头部一刀斩下。好！就在他快要斩到之时，熔岩巨兽的头忽然就拧碎了冰封，对着叶璇就是一阵巨吼。喝呀！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叶璇根本没打算后退，趁着熔岩巨兽还在挣脱身体时，猛地一刀斩下。咻！偃月刀落下的瞬间，从云层中窜出一道金色流光，金色流光的速度很快，快到大妖和武者都没有时间反应过来，对方就已经砸了进来。轰！金色流光像一道细密的丝线，但落下后便炸开了一道超级恐怖的半球体灵压球，随后便是飞扬的尘土、崩飞的山岳，砸进山体中的巨兽和倒飞而出的叶璇。谁人召唤的流星？我们这边有大魔导师光武帝刘秀吗？这一幕惊变实在太过震撼，让训练有素的军武者们都看懵了。但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只见一道浑身是血的少年也从远处杀来，是少校。有眼尖的军武者看清那满身是血的少年后，立马认出了是萧天策。强忍着后腰的伤，萧天策用灵压封住了破碎的身体，他憋着一口气，一个纵身跳向了大妖巢穴。他知道吴凡有个霸体无限且无敌针的防御武技，所以尽管已经打到这种程度，他依然没有松掉最后一口气。无敌针又能怎样？你又不是永远无敌的。C 级武技，龙震百里。咚咚咚咚！萧天策从天而降，一脚踏出，整个大妖巢穴顿时发出一阵连环的地爆，就像是有一头地龙在不停地翻涌着地面一般。噗！每当一道地爆出现，吴凡便被恐怖的能量轰出一口鲜血，身体往后飞出一截。地爆一共炸了13道，吴凡就沿着地面倒飞而出了13次，死了。由于战斗太过霸道，萧天策以灵压封住的伤口再也坚持不住，直接撕裂开。见状，后方国防武大的医武者赶紧甩过来几道医疗武技给萧天策紧急治疗，但萧天策根本不打算停歇，他知道如果自己停下疗伤，那之前的努力全部都会白费。如果不能把吴凡一波打炸，那爆炸的就一定是他萧天策。这擎天龙帅也太拼了吧，莫必要为了一场比赛打成这样吧。那伤势换成是我已经疼晕过去了，这不亚于几场酷刑了，还搁着擎天龙帅呢。战神归来的龙王都市小说看多了是吧？人家都说了，不是龙帅，不是兵王，不是军手，人家叫做萧天策，是一名军武者。说实话，一开始大家都只是玩梗，觉得龙帅、兵王、战神之类的词很有意思，但当他们看到萧天策和吴凡的战斗时，便渐渐觉得那些花哨的称呼有点不合适了。他们无法再用轻佻的口吻去调侃一名为了团队、为了集体的胜利不惜一切去浴血奋战的战士。萧哥，叶璇看到萧天策血洒长空，差点就要替他战斗了。给我回去，赶紧把大妖灵盒拿到手去兑换积分，这是命令。萧天策拒绝了叶璇的帮助，因为赛前他们的战术就是这样，拿下大妖灵盒后兑换积分，然后利用策略卡运营比赛取得胜利。是。叶璇拼命眨眼将水雾挤掉。在外人看来，萧天策是流血流汗不流泪的硬汉，但叶璇他们知道，就算外界把他吹得再神，他也只不过是一名 N 级灵气的军武者。为了变强，萧天策执行的都是九死一生的绝密任务，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不断用积累的战功兑换修炼资源，能够拥有如今的实力，全靠他不懈的努力和拼命顽强的精神。D 级武技，天龙扑月。C 级武技，猛虎破。D 级武技，星河倒卷。在普通人眼里，萧天策一直在压着吴凡打，将吴凡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可是，在那些武大校招眼中，萧天策就是破釜沉舟的一战。为什么我感觉萧天策比瞿小雨还要强？感觉如果正面战斗，瞿小雨应该打不赢萧天策。N 级灵气的武者原来也可以这么强啊！是谁说 N 级灵气的人天赋差实力弱的？你们睁大眼睛看看，一个吴凡，一个萧天策，简直能把你们口中的那些天赋绝顶的武者按在地上打。天赋论、数据论、经验论，无论怎样的印象流，在一次次血与肉的拼杀中打出来的战绩，才是对那些不屑最好的回应。好奇怪，为什么萧天策对吴凡攻击了半天，怎么吴凡还那么坚挺？笔下文学，不愧是华夏武大的首席，之前那份武者实力排名表可以扔了，居然一开始把他排到了30多名，这不是瞎扯吗？由于吴凡和萧天策的战斗太过精彩，直播间热度已经攀升到了30亿，
其中双方死忠粉不停在刷着弹幕：吴凡加油，萧天策加油！就在众人猜测最后到底是谁会站到最后时，只听一道爆鸣从大妖巢穴中传来，轰！萧天策身体倒飞而出，直接砸到了正在战斗的熔岩巨兽身上。咚！熔岩巨兽那恐怖的巨型身躯竟然挡不住这股冲击力，连同萧天策一起向远处的山壁撞去。轰隆隆！熔岩巨兽倒下后，将山壁砸出了一道巨型的凹坑，无数巨石从天而降，山势崩碎，大地颤抖。但最让人惊讶的不是熔岩巨兽被地形造成的破坏，而是萧天策手中那杆大戟居然从中间开始断成了2截。之前他的枪戟就被吴凡砍出了一道缺口，现在更是扛不住一刀被吴凡拦腰斩断。噗嗤！与之前不同，萧天策浑身灵压暴走，整个人直接趴在地上起不来了。砰砰砰！体内的经脉和血管统统开始爆裂，鲜血像高压水泵一样不停溅射出来。我的天啊！看到这一幕，不管是观众、武大学生、社会武者还是校长们，都纷纷变了脸色。众所周知，武者和自己的灵气息息相关，自身实力越强，灵气便会越坚硬。而当灵气产生破损时，将会反噬武者自身，轻则重伤昏迷，重则当场死亡。快传送啊！不少观众和军武者们都已经急红眼了，这一个不小心就会殒命的。还没完！萧天策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鲜血铺满了一地。我一定能赢，我肯定要赢，我必须要赢！只见他左手拿着大戟的上半截，右手紧握枪戟的末端，浑身爆发出了恐怖的力量。本命武技，举世无双！轰！萧天策身上炸开一团赤红色的灵压，整个人就像是红色的超级赛亚人一样，进入了一种无敌的状态。好！赤发飘舞，灵压捻动着狂风烈烈作响。萧天策双眼泛着红光，像一个绝世杀神一般朝着吴凡杀来。从战斗开始以来，一直都保持沉稳状态的吴凡，终于变了脸色。轰！仅隔100米，萧天策便瞬间杀到。和以前的冲杀不同，这一次萧天策直接举起了手中的大戟，枪尖对着吴凡狠狠砸了下来，粉碎一切。吴凡举刀抵挡的瞬间，只感觉一团爆炸性的力量从虎口传来，整个人顿时被震慑的停顿了 0.1 秒。而就是这 0.1 秒，吴凡的胸口就被斩出了一道巨大的伤口。萧天策竟然在短短时间内连斩2下，破掉了不灭金身的同时又斩伤了他。3000雷刀，犹如惊雷般的刀光斩在萧天策的身上，但就像砍在了坚硬的铁块上一般，刀刃紧紧切进去了寸许。好！萧天策双眼赤红，对此吴凡非常熟悉，因为那就是他精神武技斩赤铜钉的原型，是真正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人才能拥有的原版武技。对方再次举起大戟砸来，吴凡横刀抵挡，并且将左手也抵在了刀身上。轰！吴凡被恐怖的力量砸飞了出去，并且不由自主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他沿着地面滑行了数百米，艰难地止住了身形，可刚抬头就发现萧天策已经直奔他杀来。看着越来越近的恐怖身影，吴凡心中了然明悟。就在他单手将长刀指向空中，嘴里念叨本命武技时，萧天策的身体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在距离吴凡还有10米的时候，瞬间定在了原地。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观众懵了，期待中的最终决战并没有发生。萧天策就像一根燃尽的蜡烛，在杀向吴凡的最后一刻，燃尽了自己。唰！在萧天策停止攻击的那一刻，一道白光将他包围，随后他就被手环传送了出去。过了好几秒，吴凡才将长刀缓缓放下，疼痛、疲惫、虚脱的感觉瞬间涌来，眼前差点一黑栽倒下去。mwxbj.org。呼！吴凡连忙做了一个深呼吸，努力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虽然表面上他是白黑的星环，但实际上他可是3道金色光环，所以恢复起来特别快。想到萧天策那燃到最后1秒时的神情，吴凡下意识地问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每一个强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信念，只有拥有强烈执念的人，才能在逆境中不断的反抗和战斗。因为在3年前，萧哥的家被一群妖兽潮给袭击了，一名手持偃月大刀的短发少女出现在吴凡面前。作为舞团团长的他，理应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武技行云流水斩，叶璇一个闪身，身影直接瞬移到了吴凡背后，恐怖的大刀攻速提到了极限，自下而上迅猛撩了过来。当！吴凡一刀将叶璇的偃月刀给荡开。什么？叶璇没有想到跟萧天策大战了一场的吴凡，居然还有力气挡住他的攻击。家被妖兽袭击了，然后呢？吴凡没有主动攻击，因为现在是他恢复体力的时候，面对叶璇的攻击，只需要防守反击就足够了。保护罩破碎后，驻扎在当地的军武部队在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与袭城的妖兽群展开了殊死搏杀。枪！叶璇一个凌空劈斩，对着吴凡的脖子用力斩去，但依然被吴凡举刀架住了。当时萧哥还只是一名刚觉醒 N 级灵气的准武者，他和家人正被几头 F 阶妖兽追杀，就在快要丧命于妖兽之口时，几名军武者赶到挡下了妖兽的攻击。而为了能让平民们更安全的逃离，军武者们决定留下来断后。后来是不是那些军武者全部阵亡，萧天策就跑去部队成为军武者了？这个故事还真是老套啊。吴凡一脚将叶璇踢开，随后甩了甩长刀上的鲜血，语气平淡地说道：如果是一个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妖兽袭城、邪教阴谋的少年，或许会被萧天策这种精神所感动，泪眼朦胧，内心澎湃，心向往之。因为这就是正能量，是生命的传递，善意的交接，信仰的延续。但萧天策经历过的，吴凡也同样经历过，但故事的内容却完全不同。没有可歌可泣的牺牲，也没有值得传颂的赞扬，只有名为正义的自私自利和装裱成曙光的漆黑人性。
伟大的永远是人，而不是一个职业。所以，吴凡相信萧天策一定会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因为获得了某个特定身份才成为了所谓的那种人。叶璇似乎看透了吴凡的想法，在被踢飞后，马上又拖着大刀朝吴凡杀来。拖刀斩！叶璇在奔跑的过程中，每踏一步，身上的灵压和威势便加重一分。卧槽！网友们听故事正听着津津有味时，便忽然见到灵压显示器上面的数字跳动了好几下，121732，137278，149834，叶璇的灵压在拖刀斩的提升下，直逼15万了！快躲开啊！一些观众情不自禁地喊道，他们认为刚经历了一番大战的吴凡根本就挡不住这一刀。嗨呀！叶璇双手拎刀，身体在空中竖直旋转了4、5圈，长刀被他抡得像电风扇的扇叶一样，产生了7、8道残影轮廓。真以为我毫无还手之力了？吴凡看着劈过来的大刀，他的眼中金光一闪，就在他即将举刀之时，忽然从天边射过来一道飞羽流星。嗖！只见一道人影瞬间跨过千米距离，直接撞在了叶璇的侧面。叶璇根本来不及反应，身体直接就侧向飞了出去。等到他终于看清来人时，自己的身体已经被狠狠地按在了地上。轰！当叶璇的头被按进地中时，沿途几百米直接扬起了一道高20米的烟尘帷幕。凡哥，我们来了！徐十一挥舞着一对拳爪，带领着2团的人从入口杀了过来。兄弟们，上！徐十一一马当先，率先杀向了国防武大的阵营。此时，国防武大这边已经将熔岩巨兽打成了重伤，眼看就要斩杀掉这头大妖，却没想到华夏武大居然在这个关键时刻杀了过来，时机抓得刚刚好。啪！远在中路坐镇的常征明眼睛忽然裂开了一丝裂纹，但他毫不在意，依然强撑着继续展开心灵链接。好！眼看来了更多的人类武者，熔岩巨兽忽然怒吼一声，身体忽然爆开一股恐怖的灵压。发生了什么事？不好！这头大妖要自爆灵核！熔岩巨兽整个身体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里面正蕴藏着无穷的力量。祖德，快跑！惊慌之下，军武者们直接对着副团长陈祖德喊道，因为他现在是距离大妖最近的一个人。陈祖德面色凝重，随后身影一闪，朝着熔岩巨兽冲了过去。他并没有逃跑，而是想要利用最后的一刻去斩杀这头大妖。本命武技惊天怒涛！陈祖德用力朝天空射了一箭，随后空中垂直落下一道巨大水柱，就像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又像是落9天的银河瀑布。高速冲压的水柱不似普通的流水，而像是一杆恐怖的巨型长枪，携带天地之威，垂直扎在熔岩巨兽的头顶。是！在水与火交融的瞬间，传来了一道绵长的水汽蒸腾的声音，整个大妖巢穴的温度瞬间上升了一大截，就像是蒸桑拿时用冷水淋在高温石块上时，让房间光速升温一个效果。尼玛的，热死了！蒸腾的水汽伴随着超高的温度，让不少武者都被蒸得汗流浃背，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体验了一把烈日酷暑的感觉。就在一片水雾蒸腾中，熔岩巨兽本来火红的身体变成了漆黑潮湿的花岗岩，像沙滩上被海水拍碎的沙雕一样瞬间解体。哗啦！浑身焦黑的陈祖德扒拉开身上压着的巨石，这些都是熔岩巨兽解体时留下来的，如果不是武者身体素质强悍，只怕光是这些落石就能压死一片人。找到了魔神大妖的灵核！陈祖德在一堆碎石中好一顿翻找，终于从里面找出来一颗泛着夜色星光般的黑色灵核。就在一向木讷的他脸上稍稍露出笑容之时，唰！一把长刀直接从背后将他捅穿，穿过身体的半截刀刃被鲜血染红。砰！吴凡一脚踢在陈祖德的后背，在对方飞出去的瞬间抽出长刀，刀身在空中顺势甩了一下，地面被甩出了一道长长的血痕。吴凡的意识非常清晰，他一直盯着这头魔神大妖的灵核，绝不能让国防武大出现第9位 C 阶武者。而就在陈祖德飞出去的瞬间，他抬起左手，将大妖灵核按在手环上，大喊一声：“灵核上交！”唰！只见白光一闪，黑色的灵核被瞬间传送了出去。叮！国防武大上交 C 阶巅峰的魔神大妖灵核1颗，获得积分1万点。一时间，所有国防武大的参赛队员手环上都出现了一条这样的通知：干得漂亮！一团副团长、国防武大总指挥马国英激动地对着空气空挥了好几拳。没办法，张之白给他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中路1塔早就被击破了，现在就连2塔都快要被拆掉了。马国英拥有指挥权限，只见他点开手环，点开积分策略卡选项，然后对着其中的 C 阶妖兽召唤令一顿狂点，刷刷刷刷刷！马国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点了有多少下，他只感觉自己的手都要点麻了。什么？正俯视着全局的常征明忽然看到密密麻麻的红色据点从国防武大的上、中、下3条路出现。我靠，这些红点的体积非常大，而在常征明的视野里，红点的体积越大，就代表着灵压越强。咔嚓！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常征明的眼镜便直接裂开，监测的灵压总量已经超出了他能承受的范围。噗！因为灵气损坏，他口中喷出一口鲜血，人直接化作一道白光被传送了出去。而他在失去意识之前，用最后的力量通过心灵链接将这个信息发给了华夏武大的所有人。此刻，临时仓库正在激战的罗显和、文人优越，中路正在推敌方2塔的张之白，左山行、大妖巢穴正在和陈祖德、叶璇激战的吴凡、许风霜，都将目光看向了国防武大的主城方向，因为那里正有数不清的 C 阶妖兽正朝着他们这边杀来。好！一头身高近40米的火焰妖兽从虚空中出现，它没有实体，身上穿着复杂的铭文铠甲，全身都是由火焰构成，双手孔武有力，下身只有火柱没有腿，像幽灵和魔藤一样。人造妖兽！
这种 C 阶的火焰妖兽并不是真正的妖兽，而是科研所根据真实妖兽的数据人造的妖兽。都说邪教有黑科技，但华夏、美帝这些官方的黑科技也不少。好，不光是火焰巨兽，全身是冰蓝色的纯水妖兽，全身由合金打造的金属妖兽，还有岩土妖兽、藤木妖兽、金木水火土，这些妖兽被合称为五行妖兽。哐哐哐，上百头五行妖兽从国防武大的上中下三路出发，因为张之白推进的关系，最先与 C 阶五行妖兽战斗的便是中路。改变阵营，验阵。见到身后出现了30多头身高40多米的巨型妖兽，马国英直接改变了阵型，从防守姿态切换为攻击状态。兄弟们，大决战的时候到了，跟着我冲！马国英一把将自己的指挥帽给摔在地上，召唤出自己的灵气，在嘹亮的冲锋号号角中，一马当先的朝着华夏武大的阵营杀了过去。杀！看到自家总指挥身先士卒，摆出攻击战阵的军武者们纷纷气血上涌，感觉一腔热血涌在心头，一个个爆发出惊人的灵压，全方面的压了过去。百鸟朝凤。经过连番的战斗，尽管有灵压的包裹，但张之白的手指依然磨出了几道细密的伤痕。阳关三叠，平沙落雁，龙卷，高山流水。尽管如此，但张之白依然手指翻飞，接连不断的武技像加特林机枪一般横扫全场。轰轰轰！每一颗火球都像一颗口径115毫米的炮弹，将战场打出了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感觉。就在张之白的火力压制给国防武大这边带来巨大威胁的时候，一颗火球砸到了火焰妖兽的身上。砰！火焰妖兽身体只是歪了一下，随后一点事都没有的继续前进。什么？华夏武大这边的人有点惊讶，而张之白则是皱了皱眉头，锋刃、冰锥朝火焰妖兽射去。砰砰！一个岩土妖兽和一个纯水妖兽站出来，替火焰妖兽挡下了攻击。好！受到攻击的火焰妖兽嘶吼一声，由火焰构成的双手对着张之白所在的方向用力一挥，一颗直径接近5米的巨大火球瞬间飞了出去。张之白双手抚琴，向前一推，巨大的火球在距离他还有20多米的时候被无形的音浪给震碎。但就在张之白击碎这颗火球的瞬间，铺天盖地的火球、水刀、巨石、金枪向华夏武大的阵地砸了下来。后退！张之白连忙大喊一声，撑起护体灵压，飞速离开原地。下一秒，轰轰轰！伴随着恐怖的攻击落下，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发生了局部性的8级地震，但五行妖兽并没有打算停歇，对着已经后撤的华夏武大等人继续攻击。退到我们的中路一塔！张之白想利用撤退的这段距离进行远程的拉扯，尽量打掉这群 C 阶的妖兽。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要给对方喘息的机会。马国英指着华夏武大撤退的方向喊道。此刻不光是中路，国防武大上路3团的聂科和下路4团的邱秀平都带领各自的大团对华夏武大的阵地发起了总攻击。5个大团加100头 C 阶妖兽对5个大团，就好比80万对60万，优势在我。华夏武大中路一塔，副团长顶不住了，那个岩石妖兽太硬了，根本打不动。男生满身是血，一只胳膊像面条一样无力垂下，这是刚才和妖兽战斗的时候被巨石砸中后留下的伤。萧果巨力挥击。另外一边，王爷和官员2人挡住了5头妖兽，在主力队员都是 D 阶巅峰和 C 阶的情况下，他们这些本来就差距不大的人，实力也都接近 D 阶巅峰了，勉强能对付几头标准实力的 C 阶妖兽。左山行挥舞着2把巨斧，从高处一个大跳，直接跳入了一堆妖兽和国防武大的武者中间。战争嘲讽！只听一声奋勇的呐喊，左山行身上的护体灵压提升了9倍。找死！看到左山行居然敢一个人跳进来，国防武大的军武者和五行妖兽纷纷将矛头对准他。烈火斩、重斩、升龙拳、3连刺，一堆动作简练、杀伤力不俗的武技朝着左山行的身上砸去。这些武技虽然不华丽，但胜在实用。砰砰砰！当大刀、长枪纷纷戳斩在左山行的身上时，只听一连串的爆鸣声，就像是子弹打在了防弹衣上一般。虽然这些武技没有击穿护体灵压，但力道却透过护盾轰在了他的身上，让他的肋骨断了7、8根。回旋斩！左山行一脚踏地，直接无视了自己身上的伤势，双手握着巨斧开始疯狂旋转。刷刷刷！他就像个战斗陀螺一般，凡是之前朝他攻击的人纷纷口吐鲜血倒飞而出。轰！就在周围10多名军武者被斩飞出去后，一头巨型的藤木妖兽出现在左山行的头顶。就在左山行抬头之时，10多个跟像地刺一般的藤条破土而出，而战争嘲讽的时间刚好结束。噗嗤！左山行被360度而来的10多根藤条扎穿了身体，鲜血顺着灰绿色的藤蔓流下。副团长看到左山行陷入危险之中，长征明大团的丁聪华、崔子熙、周瑞阳等人纷纷杀上前去。轰隆！而就在他们刚迈出中路一塔不久，一道恐怖的刀气从天而降，翻天覆地碎地刀。沉寂了许久的蓝孝威用尽最后的力量又叠了2刀，最后斩出了一道300米长的恐怖刀气。唰！蓝孝威体内的灵压直接暴走，体表的皮肤瞬间崩碎，他自己也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而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周瑞阳、崔子熙等20多名华夏武大的武者。太狠了！正在看比赛的观众们只感觉脊背发凉，浑身鸡皮疙瘩冒起来2毫米高。一场比赛而已，有必要这么拼吗？一些普通观众觉得打成这样实在太过了，这只是竞技性比赛，又不是生死斗，万一真打出了人命该怎么办？你可以不理解，但请不要说没必要。一名大3的武大学长打出弹幕说道。
们这不是在境界，而是在正面。不管是国防武大还是华夏武大，但凡来读武大的，除开小部分家里是武者家族或者高官权贵的，剩下大部分都只是家境一般的。全国大赛的名次越高，国家按比例分下来的资源就越多，他们的实力就会越强。那么以后不论是和邪教武者厮杀，还是和妖兽的战斗，活下来的概率会更高。原来武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经过一连串弹幕的讲解，不少普通人都稍微了解了一些武者的情况。原来武者也不是平白无故的享有一些特权，这或许就是本次全国大赛官方选择网络直播的原因之一吧。打破普通人对武者群体的部分偏见，同时也让国人看见新一代年轻武者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和永不言弃的战斗精神。而就在弹幕聊天的时候，战场上的局势已经一边倒的向国防武大这边倾斜了。轰！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华夏武大的中路一塔轰然倒塌。怎么办？退守二塔吗？官员身上到处都是烧伤和钝器击打的挫伤，左边脑袋都凹陷下去了几公分。决一死战吧！听到张之白的话，众人也不再后撤，纷纷将手里的灵气攥紧，准备迎接从对面杀来的10多头 C 阶妖兽和近200名军武者。杀！正当官员怒吼着要朝前冲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道十分激昂的音乐。这个音乐，难道是？杀！此刻，不光是官员、张之白，就连国防武大的军武者和妖兽们也齐齐抬头看向侧后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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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龙八部乔帮主的专属 BGM 中，只见吴凡脚踩虚空，背后挂着近30多名许风霜大团的一武者，以每秒100米的速度朝中路杀来。踏前斩！吴凡身影迅速朝着一名军武者杀去，手起刀落，这名军武者便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刷刷刷！踏前斩无缝衔接，丝滑如风。吴凡每穿过一名军武者的身体，那人便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瞬息之间，就有50多名军武者被吴凡击败，甚至连 C 阶大妖都被斩了3头。我尼玛，这人居然在放乔帮主的 BGM， 这特么的能不能告他作弊啊？一名军武者在被传送前，用悲愤的语气怒吼道：“陛下文学，这音乐应该是增幅类武技，没想到华夏武大在风正谣之后又拿出了音响这种大杀器。我靠，这音乐好魔性啊，听得我斗志都昂扬了，恨不得冲出去和我老爸大战300回合。七匹狼又怎么样？老子打的就是七匹狼！轰轰轰！撤！往上路撤！”起初马国英还想以人数和妖兽的优势反抗，准备把吴凡干翻在地，然后砸烂他的音响。但他没想到，这时的吴凡就像个人形自走炮台，每到一处都是一片白光，杀得百里寸草不生。哼！想逃？吴凡手中聚气1秒，随后对着国防武大撤退的方向展出一道刀气。这刀气平平无奇的，只有100米长，朴实无华，甚至还有点枯燥。华夏武大的上路，相比于中路还能边打边退，上路这里根本退不了一点，因为后方就是临时仓库，一旦退让，那必然是被推平。几十头 C 阶的5行妖兽将小型城防砸了个稀巴烂，他们那40多米高的巨大身躯，城防的墙壁也只能到他们的胸口。伴随着不时飞来的火球、水刀、巨型石块，不断有华夏武大的同学变成一道光，消失在原地。轰！小型城防被彻底击溃，一头火焰妖兽率先走了进来。霹雳刀！见到妖兽攻进来，一名华夏武大的男生脸色坚定，提着大刀就朝妖兽杀来。呵！大刀斩在妖兽身上，瞬间爆发出了一道恐怖的刀气，就像是炸响的轰天雷一般。火焰妖兽拍了拍自己的肩膀，随后随手一拍，就将那名男生打进了地里。几团熔浆从火焰妖兽的身体上落下，将地板烧出了好几个大洞。可恶！不少坚守在阵地上的华夏武大新生，无奈又无力地望向那几十头走进城防里的巨型妖兽。因为全国大赛只和武者战斗，魔神大妖有吴凡他们那群人顶着，所以渐渐的，他们都快要忘记和妖兽战斗时的样子了。而现在，当小型城防被火焰妖兽一脚踢破的那一刻，他们终于回忆起了和妖兽战斗时的恐惧。轰！一道刚猛的拳影打来，刚才还若无其事的火焰妖兽被一拳连腰带城防一起飞出去200-300百米远。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不到最后一刻，永远都不要放弃。罗显和跳上几十米高的城头，抓住一头岩石妖兽的胳膊，以极短的力举将身形巨大的岩石妖兽给抓了起来。好！罗显和拎起妖兽开始原地转圈，在角速度达到接近5档电风扇时，他一把将妖兽扔出，岩石妖兽就像个工程师一样，直接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碾出了一大片空地。团长牛逼！就在一众人给罗显和叫好之时，一头合金妖兽出现在他背后，一颗比砂锅还要大100倍的拳头砸在了他的身上，罗显和瞬间朝远山飞去。扶风点将。另外一边，文人优越不断的给受伤的队友治疗，但是基数太大，受伤的人太多，根本治疗不过来。上路的阵地战已经持续很久了，就连张之白他们都已经从对方的中路2塔退守到自家的中路1塔了，而上路却依然撑着没有后退一步。再坚持一下！文人优越的脸色苍白，这是灵压过度消耗造成的。而就在这时，远处忽然出现了许多身影，等双方定睛一看，发现来人居然穿着国防武大的军绿色作战服。完了！当看到这群人的第一眼，驻守在上路的华夏武大众人便心里一沉，坚持了这么久，援军没有等到，等来的却是对方的支援，士气和战意光速下降。等一下！文人优越忽然喊道，他察觉出了一丝不对，这群人怎么好像在撤退？轰！下一秒，一道恐怖的刀气席卷而来，几十棵参天大树被从根部斩断，露出了光滑的树桩年轮。刀气裹挟着飞沙走石，直接将落在最后面的10多名军武者斩成了白光。在刀气之后，紧接着就有一道激昂的音乐传来，噔噔噔噔噔。
吴凡在乔帮主那无敌般的 BGM 中从后方追了过来。卧槽，是凡哥！就在众人以为陷入绝望的时候，没想到局势居然迎来了反转。原来那群国防武大的军武者是从中路撤退过来的。刷刷！张之白、关原等中路仅剩的50多名队员和许风霜集合后，决定直接从中路分推过去。总指挥，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趁着吴凡去解决城防处的妖兽，一名身材魁梧高大、头上戴着合金头盔的青年掩护着马国英他们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中。这人叫做聂科，是国防武大上路3团的团长。那个人就是华夏武大的吴凡，我们中路被他一个人击溃了。马国英言简意赅地说道。战场上必须要求这样快速爆出有用的信息。什么？他是吴凡？那萧哥呢？听到吴凡，聂科瞬间就想到了萧天策。如果吴凡出现在这里的话，那萧天策、萧哥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全靠我们了。马国英语气凝重地说道。而就在这时，吴凡已经解决掉了城防处的妖兽，正在快速朝他们这边杀来。让我去会会他。聂科浑身上下散发着浑厚的灵压。如果说国防武大里面除了萧天策以外，还有谁能和吴凡抗衡，那必然是他。星环武界，万象剑锋。聂科手持一把金光阔剑，周身的护体灵压凝结成了实质。轰！吴凡和聂科对拼了一记，聂科倒飞而出，直接砸进了100米外的大地之中。两人的能级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因为有圣徒面具做隐藏，所以其他人看到他的星环颜色是白，嘿嘿。但实际上，吴凡那可是3道金环啊！这是跟你开玩笑的。这也是吴凡和萧天策大战后还能继续战斗的原因。轰！聂科刚从土里爬出来，就被吴凡一刀捅穿了护体灵压，随后又被一脚踢飞，整个人沿着地面不停滚动了数十米。噔噔噔噔，激昂的音乐响个不停，就像是在证明在我的 BGM 中我就是无敌的这句话。好，令人惊叹的是，聂科在被吴凡连番攻击后，居然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腹部的伤竟然在没有异武者的情况下开始蠕动愈合了。强大的护体灵压，不错的自愈能力，原来是一个肉盾类型的武者，难怪能抗我那么多下。笔下文学。短暂的交手过后，吴凡很快就判断出对方的信息。虽然能正面抗住他攻击的武者并不多，聂科绝对算是一名顶级防御类武者，但是如果只是防御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听到吴凡的话，聂科从嘴里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星子说道。别以为就你能放歌。随后只听他对着身后仅剩的300多名军武者喊道，让他见识见识，咱们军武者也有自己的 BGM。 兄弟们，唱军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把银归，把银归。在吴凡无敌的天龙八部 BGM 中，忽然响起了一片五音不全但铿锵有力的军歌号子。噔噔噔噔噔噔，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噔噔噔噔，音响中的音乐和军武者的歌声就像是2道不服输的海浪，不是你盖过我，就是我压服你。在背后300名军武兄弟的歌声中，聂科整个人就像是金光战神一般，浑身上下散发出璀璨的暗金色灵压。聂科将灵气收回，然后赤手空拳朝着吴凡杀来。五戒狂龙锁足。就在吴凡准备先手攻击时，双脚忽然被凭空出现的金色锁链捆住，丝毫挣脱不了。军体正拳。聂科左手捏拳放在胸口，右手收在后面，随后笔直的一拳轰出。就在众人以为聂科一个缺乏攻击力的肉盾武者根本破不了吴凡的护体灵压之时，砰！这记刚猛的铁拳直接将吴凡的护体灵压轰成了碎片。五戒霸王举鼎。聂科最擅长擒拿格斗武技，一旦被他贴身粘粘贴靠，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根本不给吴凡出刀的机会。只见聂科一手捏住吴凡的肩膀，一手抓住吴凡的胸口，双手用力一举，直接将吴凡像钢鼎一般举到了空中。啊！聂科双手举高，2秒内在原地疯狂地转了几十圈后，一把将吴凡狠狠砸在地上。轰！吴凡的后背和地面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而拉风筝摇的人也被刚才的旋转摇得七荤八素，差点就要把胃液甩出来了。战争践踏。聂科抬起右脚，对着地上的吴凡一脚踏下，短短半米的距离，被他踩出了彗星撞地球的感觉。呼！脚底和空气产生的剧烈摩擦，甚至将鞋边都烧红了。众人都不确定，如果吴凡被这恐怖的一脚踩中，会不会当场脑浆爆裂？唰！只见一道寒光掠过，一道白刃穿透聂科的脚底，捅穿了整个小腿的腿骨，直接对着他的右眼刺来。什么？痛觉还来不及传递到大脑，聂科的瞳孔就猛地一缩，头快速朝一边侧歪，躲过了能穿透他头颅的一刺。呵！忍着剧痛，聂科右腿猛地一拽，将吴凡的长刀从自己的小腿中剔了出来。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整个小腿被竖直切开，皮肉绽开，神经切断，露出了里面森森的白骨。砰！聂科大腿扭动，小腿侧踢，将吴凡的长刀踢飞了出去。别以为你们赢定了！听着背后嘹亮的军歌，聂科的肾上腺素疯狂分泌，身体就像是机械打造的一般，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吴凡没有说话，回答他的是一记铁拳。砰！攥着螺旋风痕的一拳轰在了聂科的腹部，护体灵压，军绿色的作战服瞬间化作了碎片。没有了长刀的吴凡依然生猛无比，他对着聂科的腹部再次一拳轰出。噗！聂科的腰腹部瞬间后移，但头和脚却上下碰撞在了一起。而就在他因为巨大力量要倒飞而出之时，回来！吴凡一把抓住即将飞出去的聂科，硬生生地拽着他的头发，不给他一丝逃离的机会。一拳，砰！2拳！吴凡就这样左手拽着聂科的头发，右手捏紧，一拳接着一拳地轰在聂科的脸上。我靠！正在屏幕前观赛的网友们纷纷紧紧捏着自己的心脏，即使隔着屏幕，他们都能感觉到吴凡的拳头像是砸在了他们的心脏一般。
吴凡从来不会手下留情，仅仅7、8拳过后，聂珂的脸已经残破的不似人形。只见他右手虚空一捏，被拍飞出去的长刀化为灵压粒子，又回到了他的手中。结束了。吴凡拽着聂珂的头发，将他高高举起，随后对准聂珂的心脏一刀捅去。就在众人以为战斗要结束的时候，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只见远处300多名军武者喊着嘹亮的号子，已经在马国英的指挥下推平了华夏武大的灵石仓库。每一名军武者在唱歌的时候，眼睛里都闪烁着透亮的光，周身爆发的灵压也渐渐融为了一体。之前是武技阵法融合，现在直接灵压共体了。300名军武者就像是同心同体一般，爆发出了恐怖的战斗力。当，本来已经被吴凡揍得昏厥的聂珂，在听见嘹亮的军歌后，下意识地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一把荡开了吴凡刺向心脏的那一刀。眼看长刀被打偏，吴凡丝毫也没惊慌，他左手一扯，将聂珂整个身体都拉了过来，抬起脚对准聂珂的下巴，就是迅猛的一记膝顶。之前也说过，人体有很多脆弱的地方，而下巴就是其中之一。砰！聂珂的下巴连同下面的牙齿一块被打飞了出去，整个下颚被撕裂，只留下皮肉粘连的裸露喉结。卧槽！卧槽！卧槽！虽然之前也有过血肉横飞的场面，也有挫伤面积比现在更多的场面，但不知道为何，众人只感觉这才是最狠的一次。我去，下手这么重的，导播呢？审核呢？死哪里去了？老子平时随便看个番剧，二次元老婆露个胸和大腿都要打个圣光或者组个暗幕，刚才那画面你怎么不打马赛克？是不是只针对我们老色批？别装死，给爷说话啊！受伤的画面对于武者来说其实不算什么，毕竟他们也经常受这样的轻伤，但对于生活平淡、电视剧和番剧都要被和谐的普通人来说，那冲击力确实有点大了。聂珂的身体倒飞而出，先是飞行了上百米，随后又沿着地面滑行，血肉摩擦地面，拉出了一道10多米长的血痕。团长看到聂珂打成这样，正推平灵石仓库准备回防的军武者们瞬间爆炸了，他们只感觉一股气血上涌。别过去，赶紧去主城回防。马国英对着这群军武者喊道。在他们进攻灵石仓库的时候，张之白他们已经从中路打到主城了，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像魔都武大那样守住主城30分钟。总指挥，可是聂珂团长他，一名聂珂手下的军武者红着眼眶说道。服从命令。马国英将军帽压低，用命令的语气喊道。听到马国英的话，这名军武者立马站直了身体，用哽咽的语气坚定地喊道：是。比赛结束，华夏武大获胜。当主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后，不少年龄较小的军武战士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这一路上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在这一刻画上了终止符。努力本身并不痛苦，真正的苦是耗尽了所有心血以后，依然无法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也是当失败来临后，即使是再坚强的人也会感觉到沮丧的原因。啪！就在这时，一只有力的胳膊拍在了一名哭泣的小军武者肩膀上。小战士抬头一看，发现是自家的总指挥马国英。此时的他浑身是血，一身狼狈，手心还有一大片被冰破刀冻死的乌黑皮肤。记得入伍时教导员是怎么对我们说的吗？军武者流血流汗不流泪，输就是输，败就是败，我们没有怯战也没有畏战，打出了军武的风采，所以要坚强点，知道吗？马国英说话的时候，比赛场上还剩下的那100多名军武者纷纷凑到他的面前，虽然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不甘，但他们都倔强地昂起头，露出斗志昂扬的神情。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国防武大剩下的军武者们纷纷跟着唱了起来，他们左右手臂搭着其他战友的肩膀，歌声隐约飞越了整个赛场。身体没啥问题，就是灵力消耗比较严重，建议吃点快速恢复体力的补品。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看了看吴凡的各项指标，说道：好的。吴凡点头回答道，只是他的目光带着疑惑，就好像少了什么环节一样。在他苦思冥想了一番后，终于明白少了什么环节了。我就说刚才怎么不对劲，原来是我进入医院的姿势不对。想到这里，吴凡先是闭上眼，然后抬起头，最后再是缓缓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洁白的天花板，随后他猛吸了一口周围的空气，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还得是这个味儿啊！吴凡他们这次和国防武大打得十分艰难，光是战损比就达到了 0.9， 也就是说华夏武大这边参赛的1000名武者被对面拼掉了900人。不过这次由于张之白、文人优越、许风霜他们都进阶到了 C 阶，分担了一部分火力，所以吴凡受的伤没有前2次那么重。小吴凡，你在想什么呢？依然是沈子双开着车来接吴凡，通过他的语气，吴凡可以判断此刻他的心情那是非常低好。嚯，咱们进决赛了耶！吴凡仿佛是有读心术一般，直接读出了沈子双心里的话。没什么，就是感觉有点累。他先是和萧天策大战了一场，差点被逼到使用本命武技，随后又是扛着音响杀穿了3路。没错，吴凡在去中路之前，先去了没人守线的下路，在那里斩杀了30多头 C 阶5型妖兽后，才去中路支援的张之白。距离下次比赛还有1周的时间，你趁这个时间好好休息。沈子双现在看吴凡的眼神就像是在国宝一样。不一会儿，吴凡就回到了华夏武大的基地。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打给吴能。爸，我打进决赛了。老爸，我打进决赛了。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电话接通前，吴凡分别尝试了高冷型、孝子贤孙欢乐型、谜语人型等语气，看接通后怎么给吴能说。嘟嘟嘟嘟嘟。可是电话在响了好多声后，变成了无人接听的忙音。吴能没有接他的电话。没人接。吴凡又打了2通电话后，还是没人接。想到吴能可能是有什么事，索性直接发了一个短信过去。爸，
我打进全国总决赛了，你记得要过来看哦。发送完这条短信，终于是抵不住连番战斗的疲惫感，吴凡双眼一闭，直接1秒入睡。呵，吴凡一拳轰出，秦少商紧后退了半步。上次和国防武大的比赛，只有秦少商一人进阶到了 C 阶，这几天他罗显河也不找了，专门找吴凡来切磋。凡哥，你的灵压质量太高了，那些普通的 C 阶武者估计都不是你的对手。秦少商捏了捏有些发麻的拳头说道，以他刚踏入 C 阶的实力，都不是吴凡的对手，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压缩灵压或者星环、武技都很低级的普通武者了。笔下文学。别看吴凡打个比赛好像很艰难的样子，但你们要知道，他的对手是来自全国顶尖武大的首席武者，那可是个个都是媲美武道圣地天骄的存在。你们还在切磋啊？学姐叫我们去开会了，说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宣布。就在吴凡和秦少商两人切磋之时，文人优越从旁边走了过来，说道：“紧急的事。”随后三人来到了会议室。此时常征明、许风霜他们已经到了。这次叫你们来是想说一下决赛的事。就在刚才赛事组把我们和帝都武大的副校长拉过去谈话，最后商量了下来几个新规定。沈子双一边看着手中的纸张，一边说道：“第一，决赛禁止使用风筝摇。”本来还很安静的会议室，在听到沈子双说的第一条规定后就炸了。啊，开玩笑的吧？风筝摇可是华夏武大的底库，特别是在16强和西南武大打的时候，如果不是吴凡拉起了100人风筝摇，早就被赵不空的蜀山剑阵抬走了。沈子双没有理会众人，看着手中的 A4 纸张继续道：“第二，决赛禁止使用音响等音量外放的道具。”本来已经很炸裂的会议室，在听到第2条后就直接掀翻天了。针对，这是赤裸裸的针对。帝都武大参赛的人里面，是不是有赛事组或者官方的亲戚？音响可是华夏武大这边的大杀器，就这样直接被 ban 禁用。这下风筝摇不能用，音响也不能用，这要他们拿什么跟帝都武大的人打？沈子双依然没有理会他们，而是继续说道：“第三，允许替补武者中途加入，但总在场人数依然限定为1000人。重要的规定就这么多了，像什么尽量减少血腥程度、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之类的屁话规定就不多说了。”沈子双将手里的 A4 白纸一扔，双手对着面前的桌子重重一拍，扫视着众人说道：“这是赛事组多方面考虑后做出的决定，我们还有帝都武大那边都已经接受了，所以与其抱怨，不如想想接下来该怎么打赢这场比赛。”会议室里气氛一下子就凝重了起来，之前还义愤填膺的几人都压下心中的不满，思考起决赛应该怎么打。之前该怎么打，决赛也怎么打咯。罗显河倒是无所谓，反正他守灵石仓库已经守出经验来了，而且相比于之前，他还是成长了不少，至少不吵着嚷着要和帝都武大的黄元玉单挑了。要知道，他之前可是被黄元玉在堵门的时候砍翻过。不行的，之前有凡哥的风筝摇和音响都抵，但现在决赛已经禁用了，还按照以前的方式打，肯定会输。常征明在一旁否决道：“我倒是觉得国防武大的那个战术不错，可以利用积分换一些策略卡，我们也召唤几百个 C 阶妖兽3路压境。”张之白罕见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之前坐镇中路，在国防武大召唤大批妖兽后，他直接被从敌方2塔差点打到自家的2塔，节奏太慢了。帝都武大实力很强，恐怕还没等到我们攒够积分，就被对面3路推到主城保护罩了。许风霜反驳道：“他很清楚速攻的威力，一旦给机会，那直接就会被带走。”方哥，你怎么看？就在众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官员凑到吴凡旁边问道。听到他的问话，众人也都停止了讨论，纷纷看向了吴凡。吴凡右手抓住下巴和嘴唇，手肘撑在桌子上，略微思考后说道：“我觉得学姐说的第3条挺重要的，每个武大有1000名正式队员，500名替补，也就是说战线会被拉长，很容易陷入持久战。而我们的整体实力确实比帝都武大弱不少，所以我想是不是打一场闪电战？在所有人预料中，2所顶级武大决赛相遇，一定会打得难解难分，十分焦灼，最后经过一番鏖战、持久战，终于坚持到最后的一方取得胜利。但是决赛必须打成这样吗？”吴凡并不这样认为。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文人优越好奇地问道。之前3场比赛他都守在灵石仓库，要他打快攻，他担心一时不能适应那个节奏。决赛开始后，你们所有人都待在主城的保护罩周围，等摧毁了帝都武大的灵石仓库后，只要防守30分钟，我们就能取胜。听到吴凡的话，众人的表情不一。我们所有人都待在保护罩周围，那怎么去摧毁对面的灵石仓库呢？徐十一不解地问道。他怎么也想不到用什么去摧毁帝都武大的灵石仓库。吴凡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继续沉思了几秒后说道：“他们的灵石仓库交给我。”全国新生武道大赛终于进入到了决赛阶段，不管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比赛的，在铺天盖地的流量轰炸下，也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不管是娱乐圈、游戏圈还是什么圈，在武者的流量面前都得往后排。像什么某9月天假唱事件、某欧神获得什么奖项发800元时，某网民20万元买中4.4亿元彩票等热搜，全部加起来都没有全国大赛高。你们觉得这次比赛到底谁会获得冠军啊？哪还有用说？用脚趾头想都是帝都武大了。全国大赛我从头看到尾的了，帝都武大每一场都是碾压啊！一名叫做野生玫瑰人的网友说道：“笑死我了，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还碾压！帝都武大打的那都是些什么臭鱼烂虾？华夏武大那可是从地狱赛城里面杀出来的，16强和西南武大的比赛你看了吗？8强和魔都武大的比赛你看了吗？4强和国防武大的比赛你看了吗？这里面那个一个不比什么明珠武大、金陵武大牛逼。”一名叫做佛系武者的网友强势发言道：“地狱赛城，这是谁规定的？你看把他们分到下半区来，不得被打成狗。华夏武大胜的那几场，不是风筝摇和音响立大功？赛事组今天早上发公文了，决赛禁止使用那2样东西。华夏武大能坚持2个小时，算他们厉害。今年华夏武大输定了，听没听说过不能连续夺冠的这个魔咒啊？去年华夏武大就拿过冠军了，
今年必不可能的了。几百条评论中，除了少数几条相信华夏武大能夺冠之外，其他清一色都是支持帝都武大的。有玄学的，有分析的，有跟风，还有瞎猜的。更离谱的，居然有因为叶禅星长得像他女朋友而支持帝都武大的。你这算盘珠子打的，我在宇宙里都听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网页时代到手机时代，从直播时代再到如今的短视频时代，人们接触的信息是越来越多，在分享欲的带动下，普通人也能通过视频和直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些武者好可怕，一场比赛而已，不是手被砍断，就是下巴被打飞，那蠕动的肉简直看得我反胃。我觉得既然是比赛，那还是得文明点好，这么血腥一点都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搞不好就会养成暴力倾向。确实，以前我还想让孩子觉醒成为武者，但最近了解到武者的战斗和死亡率后，我觉得他还是当个普通人，平平安安、简简单单过一辈子，我就安心了。网络是一个无法之地，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内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就在网友们围绕着全国大赛各种讨论之时，我们的吴凡，包括华夏武大的其他人正在。冬至节当然应该吃汤圆了。许风霜穿着一件棕色的棉绒薄袄，笔直修长的长腿套着一双休闲鞋，此时正一脸诧异地看着吴凡等人。就在刚才，文人优越提议说是冬至节快到了，然后加上大家又打进了决赛，所以想要晚上集体聚餐吃顿好，稍微放松一下。结果在说到吃什么的时候，大家就绷不住了。我靠，冬至节吃汤圆，你们魔都人还真是奇葩啊！冬至就应该吃饺子啊！作为玉溪省人的罗显和直接就跳出来了，他根本想象不到冬至节吃汤圆是什么场景，就像是粤省人让蒜蓉生蚝肠粉滚出广府一样。汤圆、饺子，不是应该吃年糕吗？说到这件事，就连一向低调的张之白都跳出来了。作为苏杭人士，他一直觉得冬至节吃年糕是全国性的。啊，我一直吃的都是胡葱肚豆腐，只保留了葱香和甜味，丝毫没有辛辣，搭配油煎老豆腐，好吃的不得了。一向没啥存在感徐十一说道。作为苏杭龙城人，他的话更加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苏杭的每个市，甚至每个县都是各自玩各自的。搞不懂你们爱冬至难道不是应该吃羊肉汤锅吗？吴凡开口直接更是重量级。作为川省人的他，绝不允许冬至节不吃羊肉，不仅要吃，还要加香菜。就在众人争论不下的时候，文人优越提议道：“要不咱们去吃火锅吧？汤圆、饺子、年糕、羊肉还有豆腐都有爱。”最终还是火锅撑起了这个家。比赛岛屿上某豪华火锅店，道理我都懂，毕竟要庆祝嘛。可是这群人是怎么回事？许风霜指着一旁的赵不空说道，他身边还跟着金福展、杨延熙、团子秋、申屠家、石家姐妹等人。人家西南武大的各位听说我们进决赛了，特地过来恭喜的，聚餐嘛，热闹更重要，多几个人多几双筷子而已。文人优越甜甜的笑道，像一颗南方小土豆一样，温暖的化解了许风霜的不满。那这群人又是怎么回事？许风霜刚坐下，就发现有人在看他，结果他回头一看，就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哟，风霜，你也在这里啊？同为魔都人，瞿小雨热情的和老相识许风霜打了声招呼，在他身后跟着岳前山、孟泰林、高颜回、萧耀南、陆林瑶等人。我们这不是刚从医院里出来吗？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来聚餐喽。萧耀南一脸痞帅的说道，他们可是被吴凡锤得够呛，在医院躺了好久。行，许风霜接受了这个说法，但他忽然朝着最后一桌的人指去，一脸黑线的说道，西南武大是来恭喜的，魔都武大是来聚餐的，那什么国防武大的会在这里？顺着许风霜洁白葱嫩的手指看去，一群绑着绷带、挂着药瓶、杵着拐杖、坐着轮椅的军武者，正襟危坐的坐在座位上，就像是军训里等待命令开饭的一般。我们是来蹭饭的。萧天策直截了当的说道，军武者就是干练简洁，直截了当。好啦，人多才热闹嘛，大家天南海北的聚在一起都是缘分，说不定下次再遇到就会忽然少几个呢，你们说是吧？方天训直接不长脑袋的说道。砰！然后他就被张之白一巴掌扇到墙壁上去了。别管他了，我都饿了。你们吃菌菇锅底还是番茄锅底？张之白拿着菜单说道。就在他即将决定番茄锅的时候，一只有力的手忽然捏住了他的手腕。什么？张之白感觉到从对方身上传来的恐怖灵压，他震惊的抬头望去，发现居然是吴凡。作为川省人，我能接受的最低程度就是微微辣，鸳鸯锅都不行。这个听到要吃红汤锅底，一些人的额头上已经开始冒汗了。吃啊，我还想加点剁椒呢。作为湘江人，秦少商可是一点也不怕辣的，甚至如果纯吃辣的话，湘江比西蜀还要厉害点，因为川省主要是麻辣。怎么了？难道你们从心火爆怂炮啊？因为灵压低，实力弱，一直以来在几人面前不敢硬气的常征明忽然站了起来。作为云贵高原上的前省人，论起吃辣，他可是一点都不怂的。不就是微辣吗？谁不敢啊？就要微辣了。罗显和很大男子气概的说道，一瞬间豪情万丈。这位客人，我们只有微辣，微辣和辣哦，请问你是要微辣吗？一名服务员拿着点菜平板问道。微辣不是辣度最小的吗？我就要微辣。罗显和指着最左边的微辣锅底说道。服务员面容冷静，气场平稳，沉吟3秒后再次说道，这位客人，您点的是微辣，不是微辣，微辣是中间的这个。听到这话，罗显和先是一愣，随后左右看了看秦少商和吴凡，随后拿起手使劲拍自己的脸，啪啪啪。见状，秦少商和吴凡赶紧上前拉住了他，一边拉还一边说道，罗老师别这样，罗老师。最终众人还是点了一个微辣的锅底。等了没多久，服务员就端来几锅冒着红油，里面不停有辣椒和花椒在翻滚的红汤锅底上来了。你跟我说这是微辣，光是闻着这味儿都要辣死人了，拜托，这样吃下去的话，明天就又得进医院的好不喽？
到时候就不是挂武者战斗受伤科了，而是直接挂肛肠科。地阶妖兽雷霆黄牛肉腌制的雪花嫩牛肉，地阶妖兽冰霜灵鸟下的鹌鹑蛋，一阶妖兽爆裂野猪王的腰子做的大刀腰片 mwxbj.org， 快吃快吃！吴凡直接一筷子夹了一片大刀腰片，放在滚烫的红锅里涮了10多秒，就放进了自己香油、蒜末、耗油、葱白调和而成的碗碟里，将烫熟的腰片裹上一层蘸料，随后一口吃下。呼，不错不错，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见吴凡那品尝到美食的表情，罗显和一脸狐疑的夹起了一片嫩牛肉，学着吴凡的样子在红锅里涮了几下，放进了自己的碗碟中。而当他将沾满了红油和香油的嫩牛肉放进嘴巴后，焚天绝！只见罗显和忽然面色赤红，从脖子一直辣到了耳后根，最后直冲天灵盖。好！罗显和全身灵压暴走，双眼怒目圆睁，嘴巴大大张开，恐怖的本命武技焚天绝从他嘴里炸了出来。谁啊！罗显和忽然从座位上蹦了起来，然后身体像皮球一样在楼道里跌跌撞撞，随后直接滚到了楼梯口，最后从大门口飞了出去。哇，有这么夸张吗？这演技略显浮夸了呀！魔都武大的3团团长萧耀南摇了摇头说道，随后他也夹了一块红锅涮羊肉放入嘴中。阿南，等一下！瞿小雨话还没有说完，只见萧耀南忽然怪叫一声，周身的灵压大爆，在灵压灵力的加持下，身体在座位化作一道残影，而人已经飞出了大门，和罗显和躺在一起了。阿伟，你叠刀叠的皮肤都撑爆了，这个废片很有韧性，你多吃点。萧哥，你这是看不起兄弟，你为了大家连灵气都被砍断了，多吃点废片补补身体。你吃？不，你吃。萧天策和蓝笑薇两人互相把碗里的麻辣废片夹到对方碗里，这一副兄友弟恭、战友情深的样子，如果是不了解内幕的人，肯定会看得眼泪涔涔、泪眼婆娑。总指挥，我记得你好像很喜欢吃废片对吧？蓝笑薇将目标转移到了旁边的马国英身上。我今天胃口有些不太好。马国英侧过身，将自己的军帽压下来一截，遮住了眼睛和鼻子，然后咬了一口五香鲜肉馅的军屯锅盔。靠！你胃口不好，你还吃个屁的饼啊！陈祖德无情地指着马国英喊道：“陛下文选。”就在这时，蓝笑薇的副手被张之白飞羽空蝉和火龙卷淘汰的甘兴旺忽然站了出来。让我来吧！他使用了他的分身武技，只见5个甘兴旺出现在众人面前，只见其中一个分身夹起麻辣废片，沾了油碟放进嘴里，蹭！这个分身瞬间化为一片火焰，消失在了原地，而那废片则神奇地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分身的嘴里。啊！哦！操！废片就像是劲的漫武手雷一般 ，Q 技能在每个分身上都弹了一下，而随着每斩杀掉一个单位，废片的伤害就会提升50%。最后，当废片解决了所有分身飞到真身的嘴里后，咚咚咚咚，甘兴旺捂着嘴，像夕阳下逝去的青春一般飞出去了大门，重重地摔在了罗显和萧耀南的旁边。味道不错啊！华夏武大这边，吴凡夹起一团虾滑，一脸享受地吃了进去，还仔细咀嚼了2口。老板，再来2盘干碟子。另外一边，西南武大的金福展对服务员喊道，随后老板就端着2盘混合着辣椒面、花椒面、芝麻面的一堆纯调味料过来了。呼！申屠家直接将一块土豆放了进去，然后裹满了一层厚厚的干辣椒面，一口吃了下去。恐怖，真的是太恐怖了！西南武大的人都来自天府，说起来和吴凡还是老乡，所以他们吃起红锅来就像是回到了天府一样。我们不能丢人啊，颜回！随着瞿小雨的话落，魔都武大的人都齐齐看向了高颜回，就像是日和漫画里唐僧、悟空、沙僧看猪八戒时的眼神。我明白了。高颜回深吸了一口气，随后背后星环浮现，全身灵压提升到了巅峰。本命武技不屈战役。高颜回身上出现了白茫茫的静电，眼中的瞳孔消失，变为了无神的空白。这一门武技他在和罗显和战斗的时候使用过，能力就是短时间内将受到的伤害封存起来，1分钟后再分批次将伤害放出来。吃，我吃。开启了不屈战役的高颜回，在这1分钟之内，他就是无敌的。只见他勺子不用了，筷子也不用了，直接抓起漏勺就开始抄底，像一头饕餮一样疯狂吃着锅里的东西，甚至包括火锅底料。老子吃火锅也吃火锅底料，对你笑呵呵，因为我懂礼貌。高颜回吃到兴致盎然，直接给大家来了段 rap 说唱。国防武大那边，官员惊讶地喊道，只见国防武大将一个麻辣废片在每个人的油碟里都蘸了下，均匀地分担了辣味。岂曰无一，与子同袍。萧天策、蓝笑薇、马国英、陈祖德几人齐声喊道，随后将麻辣废片吃下，在均匀分摊了辣椒后，他们奇迹般地挺住了。这就是军武者，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味道好是好，但感觉还是有点不够啊。就在这时，西南武大的首席赵不空忽然说道，确实，我也是这种感觉。吴凡眼神平静地看着对方说道，随后两人在全场震惊的表情中拿出了一小碗尖尖的红辣椒。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小米辣？小米辣即使是在川云贵这种吃辣的西南片区，那也是极其恐怖的存在，就连一般的西蜀人都会谈之色变。既然这么热闹，怎么可能会少了我呢？见到西南武大和华夏武大两个首席这么出风头，作为魔都武大的首席，瞿小雨当仁不让的加入了。既然他加入，国防武大这边的萧天策也加入了。4个人，4个武大的首席单独做了一个4方桌，东南西北4个方位，后面站着自家武大的兄弟。请赵不空做了一个起手势，随后将一把小米辣撒在了油碟中，随后全身灵压爆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起一片毛肚，光速做了一个7上8下的烫法，飞速送入自己嘴中。3000雷快，吴凡手中长快发出一阵雷霆轰鸣，快影变换出3000虚影，
飞速将嫩牛肉、千层肚、肺片、虾滑堆满了油碟。本命武技天神无双。眼看赵不空和吴凡两人收起快落，瞿小雨直接开启了天神状态，3米高的巨人形态，直接无视任何辣味，抄起一排肥牛秒烫好送入嘴中。而另外一边的萧天策不是川渝人，也没有瞿小雨那种变身武技，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夹了一块牛丸放入了充满小米辣的油碟中，随后毅然决然地将牛丸送入了嘴中。萧哥！半晌，等众人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萧天策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脸上还带着决然的表情，嘴里还保持着咀嚼的动作，但他的大脑意识已经休克了。萧天策他为了国防武大，再一次的燃尽了自己。牛逼！这比赛还没有开始，直播热度就已经到5个亿了。而当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各自的人马出场后，铺天盖地的弹幕直接把各大直播平台的系统都给搞瘫痪了。吴凡，吴凡，吴凡，叶禅心，叶禅心，叶禅心。笔下文学，刷吴凡的弹幕和刷叶禅心的弹幕左右相互碰撞，甚至隐约间可以感觉到吴凡略占一些优势。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即使已经是华夏武大的首席，依然被排在实力榜的第38名。到如今，无数人疯狂的为之欢呼，所有的一切都是吴凡一点点靠着自己的热血打出来的。所以吴凡的表情很平静，因为经得起多少诋毁，就担得起多少赞美。欢迎各位观看全国新生武道大赛的总决赛，我是主持人王乾元。历时小半年的比赛，最终有2所武大从几百所高校中杀出重围，现在就由我为大家一一介绍。因为是总决赛，所以官方搭了一个超级炫酷的主舞台，灯光、霓虹、音乐都拉满了。让我们欢迎去年的全国冠军，华夏武大的舞团团长常征明。在王乾元浑厚的嗓音中，穿着一身华夏武大特制战袍的常征明走上了舞台。他走到舞台中央，召唤出自己的灵气，做出了一个赛文奥特曼变身的动作。哈哈，这就是华夏武大的主力队员，感觉好逊，好中二哦。介绍了华夏武大这边，王乾元继续念道：今年的他们是一群挑战者，但过去的他们曾经也是登上过巅峰的王者。让我们欢迎帝都武大舞团团长黎慧生。同样穿着帝都武大特制战袍的黎慧生走上了舞台，不过他没有做什么奇怪的动作，看起来他的逼格包袱有点重。随着战前仪式的继续进行，华夏武大这边文人优越、罗显和、许风霜3人纷纷出场，而帝都武大那边灵狐天意、黄元玉、罗中玄也陆续登场。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主持人王乾元双手张开，嘴里声音高亢，伴随着他左右手平举后往头上一指，让我们欢迎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的首席吴凡、叶禅心。叶禅心赤足轻点，脚尖微微触碰地面，像涉水而过的谪仙，即使没有灯光照在他的身上，他依然让人感受到了皓首银月般的皎洁，让人不禁感叹，这逼格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论气质和造型，叶禅心就那样随便站在那里都是无敌的存在，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像他这样的人会输掉比赛。等一下，不是2所武大的首席一起出场吗？怎么就只看见叶禅心一人？是不是叶禅心的光芒太耀眼，直接把另外一个人给遮掉了？我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叶禅心身上了，哪有心思看什么吴凡啊？就在这群网友们议论之时，他们忽然发现吴凡竟然没有第一时间登场，而是扛着一杆大旗正绕着主舞台跑圈。大旗上只绣了4个大字：华夏武大。整个主舞台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吴凡将大旗扛在右肩，右手按住旗杆，整个大旗斜向着躺在背后。他绕场后走向了主舞台的中间，用平静的眼神扫视了全场所有人后，将左手指向天空，在全网所有人的注视下，用食指比了一个1。今年的冠军还是我们华夏武大。说完便用那根指向天空的食指指向自己，用四川话说道：这是老子说的。轰！线上线下，网络现实，在听到吴凡那句这是我说的后，直接沸腾了。卧槽，简直帅炸了，好凶，吓到本宝宝了，爱了，爱了。有喜欢吴凡的，当然也有不喜欢的。在看到吴凡这么出风头后，纷纷拿起键盘开始输出，哗众取宠罢了，到时候被打成狗就好笑了。小丑，你鼻子掉了，没有风筝摇，没有音响放 BGM， 你拿什么赢 ？BGM， 我看是 BGM 吧。吴凡不管人们对他是何种看法，他们不会发现这固执又偏执的话语已经将叶禅心制造的氛围泡沫给戳了个稀巴烂。刀是人，人是刀，刀斩万物，而持刀的人也能斩掉一切。短暂的开战仪式结束，双方人马直接进入了决赛的赛场。决赛的赛场和之前很不一样。如果说之前赛场的环境是森林、黑岩、海洋、雪山，那决赛的场地就是一片辉煌的神之战场。整个赛场被一道金色的能量保护罩包围，不时有璀璨的金色磷压粒子从穹顶上掉落，随后消散在空中。而在穹顶之下，还有许多个浮空岛正在做不规则的移动，就连双方的主城和灵能塔都变为了宏伟的璀璨金色。吴凡扛着大旗，深吸了一口气，将状态调整到最好，随后用浑厚的声音喊：华夏武大，准备完毕。紧接着，从遥远的高天之外也传来了一声空灵婉转的声音，就像是昆山玉碎，凤凰啼鸣一般。帝都武大，准备完毕。随后，只听主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唰！从神战擂台般的100米高台上，成百上千名武者灵压瞬间爆发，像流星一般朝着高天战场射去。华夏武大，加油！帝都武大，加油！双方的战役、情绪、专注，在这一刻拉到了巅峰。可是，很快众人就发现了不对劲。在帝都武大那边还在斗志昂扬的奔赴战场之时，华夏武大这边的人从高台上跳下后，竟然就直接待在主城的保护罩外面不走了。这是什么情况？比赛才刚开始，这还没开打就怂了？我去！
比赛前拽得跟什么一样，结果你们华夏武大就这。战场中的许风霜、文人优越等人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网友们的质疑声和嘲讽声的，他们就像一根根钉子般一动不动地守在主城的保护罩前。而就在此时，一名肩扛大旗的少年正提着刀站在帝都武大的临时仓库前。这吴凡想干嘛？一个人去偷塔？我去，他以为他是谁啊？不会是挂了几场风筝摇后，让他产生了自己已经无敌了的错觉吧？裁判，我要举报！这里有人送人头。不仅是网友们不清楚吴凡在想什么，就连正在观赛的武者们也搞不懂吴凡想干什么。玄哥，他就一个人，咱们可是有一个团，整整200人在这里，难道还怕他不成？说话的是2团的副团长齐谢元，在他面前的是2团的团长罗中玄，也就是之前堵门的时候和许风霜战斗的那个。我们的职责就是守好临时仓库，其他的事交给别人。罗中玄气息浑厚，他在16强的比赛中就进阶到了 C 阶，现在已经修炼到42级了，灵压足足有14万。他吴凡是华夏武大的首席，是绝对的战力。既然他选择独自一人来咱们的临时仓库，那就让他在这耗着。罗中玄一点也没有主动进攻的想法，对于他来说，比赛的胜负比好勇斗狠更加重要。但如果他不知好歹的想要用偷塔的方式来毁掉临时仓库，那就在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冰冷之时，只见站在小型城防前的吴凡左手持刀，正缓缓地举向空中。轰！一道冲天的灵压光柱直冲云霄，就像是三幻神降临时的场景一般。本来是一片璀璨金光的高天战场，局部瞬间被凭空出现的乌云所笼罩。咔嚓！以吴凡为中心，方圆100米的地面直接崩碎，裂掉的石块被恐怖的灵压震慑，竟然逆着重力开始缓缓往上飞升。滋滋滋！不少直径2-3米的巨型石块在飞升的过程中，因为承受不住恐怖的力量，像冬日下的雪一般渐渐消融。爹，请报！爹，请报！检测到超高能灵力波动！检测到超高能灵力波动！在冲天光柱出现的瞬间，将整个高天战场包裹住的半球体金色保护罩就发出了红色警报。真的假的 ？A 阶保护罩在发出警报！快，赶快再增加一层保护罩！赛事组的裁判们顿时手忙脚乱。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慌张，是因为自从全国大赛开始，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光柱冲霄，乌云像星云一般高速转动着，周围空气形成的飓风带着大妖般的嘶吼，卷起四面八方。这是什么？即使隔着上千米，罗中玄和齐谢元两人依然能感受到从吴凡身上传来的恐怖灵压。而那些待在小型城防中的普通帝都武大的新生们，仿佛溺水的人一般，快要窒息了。这难道说，罗中玄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吴凡聚气的时间很短，当光柱收敛之时，帝都武大的众人看到了此生最难忘的画面。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一道巨大的刀气行空，如同神威天降，仿佛能荡平3万里尘沙。送人头，偷塔，计谋，拖时间。这一刻，吴凡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通通都不是。吴凡从来不会轻易使用天地一刀斩，因为其威力实在是太大，一般都是在斩妖或者和敌人生死战斗时才会使用。在全国大赛这种切磋性的比赛中，吴凡不确定会不会有人还没来得及传送就被他一刀送走。但现在已经到了总决赛，吴凡相信对方的实力，肯定能坚持到被秒杀之前被传送手环送出去。拜托了，传送手环！唰！当吴凡一刀斩出，只是刹那间，那恐怖的刀气便已经杀到了罗中玄的面前。他甚至能看到小型城防的高墙像雪扔进岩浆中那么快的融化。此时，罗中玄的眼中依然还带冷意，而在0.1秒后，这道冷意便化为了震惊，随后又变为了恐惧，最后变成了虚无。星环！面对这恐怖的刀气，留给他的时间仅仅只能让他亮出背后的星环。轰！恐怖的刀气直接碾过了罗中玄的身体，甚至都没带一丝停留。啊！而罗中玄旁边的副团长齐谢元甚至连星环都没开出来，只能发出一道惨叫。唰唰唰！团长和副团长还能目送刀气透体，而小型城防中的其他帝都武大新生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识还停留在吴凡那恐怖的灵压震慑中，便在恐怖的刀气下化作一团团白光，消失在赛场中。能斩灭一切的刀气吞没了小型城防，速度丝毫不减地朝帝都武大的临时仓库飞去。临时仓库的护盾还想坚持一下，结果像肥皂泡沫一样，刀气还没到，就被刀气撕裂长空所带动的飓风撕裂。轰！占地面积足有一个足球场，5层楼高的临时仓库被直接犁平，连一点零石渣都没给帝都武大留下。叮！灵狐天意正用双刀砍翻一名华夏武大的武者，就收到了手环传来的通知，我方的临时仓库已被摧毁，现在启用备用能源，距离能源消耗完毕还剩下29分58秒。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灵狐天意人直接傻掉了，他带着首席叶禅星和副团长王颖升出了高台，专心致志地砍着人，一鼓作气地推着塔，突然就收到了自家临时仓库被炸了的消息。到现在他都不敢相信，这比赛才开始几分钟啊！他甚至都怀疑是不是中了敌人的幻术，我们的临时仓库被摧毁了。还是旁边的叶禅星确认了这个消息，灵狐天意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中幻术，而是自家的临时仓库真的被炸了。对于其他路来说，收到手环的消息就已经是噩耗了，但对于帝都武大的下路来说，噩梦还未结束。天地一刀斩的恐怖刀气在摧毁了小型城防和临时仓库后，一点也没有消退的意思，依然带着恐怖的威势向着天边奔去。刀气经过一座小型的浮空岛，能容纳几百人的小岛直接被轰成了齑粉。轰！天地一刀斩劈在了金光璀璨的保护罩上，能抵挡 A 阶妖兽的保护罩像一棵海草，不停地在灵压粒子形成的潮汐中随波飘摇。A 阶保护罩像被金属勺子拍过的果冻一般，剧烈摇晃了好几十下，
最终还是撑住了，没有被斩裂，算是勉强保留了一丝颜面，不至于被其他保护罩嘲笑。呼，好几名负责维持比赛安全秩序的边裁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紧绷的身体一松，从肺里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好恐怖的刀气！能在总决赛当边裁的，都是从各武大抽调过来的资深 A 阶武者，连他们都忌惮吴凡的这一刀，那就更别提一群 C 阶、D 阶的学生武者了。可以说，如果没有传送手环，那群帝都武大的学生估计现在已经在准备摇号投胎了，争取下辈子摇去一个没有吴凡的世界。杀！吴凡将长刀杵在地上，左手用力捏紧刀柄，在过度的消耗灵压后，他感觉全身都被掏空了，只能将大半身体的重量撑在长刀上。呼，调息了几秒，吴凡艰难地迈动脚步，朝着华夏武大的主城走去。因为战斗还远没有结束。禅心姐，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由于临时仓库被毁，帝都武大的布局、战术、策略、优势等全部都消失了。现在他们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摧毁华夏武大的主城保护罩。通知所有人，3分钟内在华夏武大的2塔集合。叶禅心面容波澜不惊，内心也是一片平静。即使是这样的局面，依然不能乱他的心境。他对着稍显焦虑的灵狐天意说道：“如果他们老老实实的分线和我们打，那至少还能说得体面一点。但既然他们选择了速死这条路，那我就成全他们。”3分钟后，因为有替补可以参战补强的规则，叶禅心带着1000名帝都武大的武者来到了华夏武大的主城保护罩前。见到对方压境，张之白、许风霜、罗显和、文人优越等全体人员神情严肃，体内的灵压处于巅峰状态，只要开战，瞬间就能爆发出恐怖的力量。没有战前的对话，帝都武大的众人在距离保护罩还有500米的时候，直接亮出了背后的光环，随后集体朝着华夏武大的阵营冲杀了过去。武界，轰天裂地，星环，气吞山河，轰轰轰轰轰！双方人马在碰撞的一瞬间，直接产生了恐怖的能量冲击波，灵气与灵气交割，武技与武技碰撞，星环与星环争辉，天荡剑气。崔子熙刚一剑斩破了对面武者的护体灵压，就被旁边一名敌人用长枪捅穿了身体。噗嗤！还没等崔子熙反击，丁聪华就从旁边一脚踢飞了那名长枪武者，顺手还送了对方一刀裂地斩。轰！刀气破开地面，坚硬的石块变为了地刺分立在两侧。就在裂地斩即将斩到对方身上时，又跳出来一名握着拳套的武者，一拳轰碎了丁聪华的裂地斩。太乙分光剑，阳光闪耀，剑气纵横，杨毅手持长剑凌空一扫，顿时像赵不空一样斩出去了3道强力剑气。强力援助！帝都武大那边，一名手持灵气盾牌的武者光速移动到队友身边，举起手中的大盾，原地坐下。大，3道强力剑气打在盾牌上，发出了暴雨击打薄铁片的声音，声势很大，但却一点威胁都没有。团战丝毫不比单挑，不能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丁聪华、崔子熙他们几人只是这一场大战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唰！黄元玉刚用重刀将一名华夏武大的武者斩成一道白光，转身就被一记炮拳轰进了地里。老子终于逮到你了！根本不废话，罗显和全身的灵压爆发，无形的力量直接将几名围攻过来的帝都武大新生震飞了出去。开山拳！趁着黄元玉身体还嵌在土里之时，罗显和调动体内所有的灵压，一拳朝他轰了下去。因为短时间内灵压集中的太猛太快，灵压粒子甚至从手肘后面溢了出来，形成了一道10多米长的灵压光束，就像是航空火箭助推器下面的火焰一般高速发射。操你妈的，偷袭老子！打出真火来的两人自然不可能好言好语，匆忙之际，黄元玉将重刀横面放在脸上，迎接了罗显和这崩山裂石的一拳。咚！拳头砸在重刀上，发出了剧烈的撞击声。黄元玉的头连同上半身体直接一个反向的90度角凹进了更深的泥土中。砰！但还没等罗显和打出第二拳，一名手持巨斧的壮汉便一脚踩了过来。大地狂怒！罗显和侧身避让，脚面擦着他的鼻尖而过。mwxbj.org。轰！严伯君一脚踩在了罗显和身边的大地上，以他为中心，周围炸起了一圈沙石，仅仅一脚便踩出了盖亚般的力量。罗显和感觉脚下传来一阵波动，将他束缚在地。而此时，黄元玉右拳捶在地上，利用反震的力量从地里弹了出来。此时他的模样十分凄惨，尽管有重刀均摊了伤害，但他的额头、鼻骨还有颧骨都被打得凹陷了进去。奔雷狂刀，这点伤对于武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黄元玉挥舞着手中的重刀，对着罗显和所在的方向展出了一团赤黄色的刀气团。哼，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我？罗显和从鼻子里喷出一团浊气，只见他双拳捏紧，像扎马步般分立两侧，身上的护体灵压从无形变为半透明的暗金色。武界，怒威不动。黄元玉展出的那团赤黄刀气，在碰到罗显和身躯的一瞬间，便炸成几10道半月形的恐怖刀气。他之前就用这一招，在校门口秒杀了包括周瑞阳、黄科在内的众多精英大一新生，而罗显和也被刀气入体，最后不惜引爆体内的刀气，也没能获胜。当当当！然而这一次，这几10道刀气全部被罗显和挡在了体外。哼！罗显和怒音一声，伸出了右拳，对着黄元玉和严伯君一拽。擒龙功！黄元玉和严伯君只感觉身体一轻，身体竟快速地朝着罗显和那边飞了过去。而此时的罗显和正在蓄力，他准备在两人到来的那一刻，一拳轰爆他们。武界，以一贯之！罗显和对着黄元玉和严伯君一拳轰出，恐怖的拳劲掠过地面，甚至撕开了一道直径3米的裂痕。而就在拳劲即将轰在两人身上时，黄元玉已经变形的脸忽然嘴角抽动，隐约间可以看出是在冷笑。我最喜欢和你这样的人交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脑子里没有脑仁，全是肌肉。黄元玉手中的长刀忽然泛起光芒，
只见他模仿着拖着大刀的样子，反手拽住重刀，一把抓住旁边的严伯君，挡在面前。轰！罗显和气贯山河的一拳全部轰在了严伯君的身上。严伯君的整个身躯没有被击得向后退，因为他的腹部已经被轰出了一个大洞，此时无数血肉正在空中飞舞。哦！严伯君嘴里流出大量的鲜血，他眼神空洞，嘴角却带着笑，随后化为一道白光，消散在空中。而就在他消失的瞬间，一把泛着寒光的巨大重刀便出现在了罗显和的身前。这是以牺牲副团长为代价换来的攻击，必将石破天惊。第几武技？破天刀气。黄元玉双手持刀，重刀沿着身后的地面一路摩擦，在不是金属的地面上擦出了一道璀璨的火花。唰！重刀自下而上，从罗显和的身上斩过，能抵挡奔雷狂刀的半透明护体灵压被瞬间斩破。轰！刀刃撩过头顶的瞬间，一道巨型的刀气从地面破土而出，直接带着罗显和朝着空中飞去。都给我躲开！被刀气带飞的罗显和对下面想要过来支援的队友大声喊道，随后他全身星环爆发，灵压像超新星一样炸开。本命武技焚天绝。本来这一招是要从地面拔地而起，然后从空中砸落，但现在有了破天刀气的助，罗显和根本不需要聚气，直接任由刀气将他带向了高天战场的顶端。而在地面上的黄元玉同样死死按住重刀，压制着几乎快要爆开的灵压。就在即将压制不住的时候，本命武技一刀入魂。两人交战的周围已经变为了空地，风吹起狂沙，扬起一片尘烟。上一次堵门之时，两人一上一下用本命武技对抗的这一幕，仿佛又要上演。上一次是我输了，但这一次赢的一定是我。罗显和带着灭绝一切的气势，像灭绝了恐龙的那颗流星般光速朝着黄元玉撞来。轰！人还没有落地，大地便被挤压出了一道天坑，以黄元玉为中心，方圆100米都凹陷下去了20多米，接近4、5层楼那么高。黄元玉被强大的灵压压迫的几乎抬不了头，既然仰望不了，那便索性俯视一切。黄元玉低着头，头顶着从天而降的压迫，眼盯着越来越压制不住的刀气。唰！在罗显和距离他还有不到30米之时，黄元玉身影便遁入了虚空之中。下一秒，一道撕裂空间的刀气凭空斩在罗显和的身上。一刀、2刀、3刀。上一次对拼时，罗显和在黄元玉出第4刀时，便携天降之威将黄元玉从虚空中打了出来，仓促之下斩出第5刀。而这一次，因为罗显和被破天刀气带向了更高的空中，使得黄元玉能完整的斩出第5刀。就算你能斩出第5刀，又能怎样？黄元玉的本命武技每一刀蕴含着恐怖的力量。此时的罗显和已经被前4刀斩成了重伤，但他依然无所畏惧。当第5刀斩出时，罗显和被直接拦腰斩断，血洒长空。虽然他只剩半截身躯，但却已经抗下了黄元玉的第5刀。那这就意味这场战斗是他胜利了吗？在虚空5刀结束后，半空中竟然毫无预兆的出现了第6刀。什么？罗显和的表情急速收敛，他双拳十字交叉，用灵气拳套挡在刀气面前。死了！虚空刀气斩过，灵气拳套像被剪刀剪开了一般，从外到内翻卷了过来，露出了罗显和因为常年打拳修炼留下来的骨节肉茧。噗！灵气损坏，罗显和面色惨白，嘴里喷出一口鲜血，下坠的身影一滞，整个人气息溃散，像深海的鲸落般坠入深渊。好！罗显和发出一声暴吼，下坠的速度比之前还要快上1倍，即使没有半截身躯，即使没有灵气，他依然要战斗到底。轰！大地颤抖，地面炸出一道核爆，恐怖的力量朝4面8方席卷，躲藏在虚空中的黄元玉根本无处藏身，再一次的被罗显和给轰了出来。这一次是我赢了！焚天绝砸在了黄元玉的身上，这一次没有任何反转，黄元玉直接变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了原地。尽管是2000名武者对战的混乱战场，但罗显和黄元玉两人的战斗依然是最惹人瞩目的那几场之一。尽管这一幕众人在华夏武大的门口见过，但当两人都突破到 C 阶后，打出的威势直接分割了战场，让他们那里单独形成了一个禁区。不管是普通的新生武者，还是像丁聪华、崔子熙这些精英新生，一旦靠近，那就是去一个死一个。卧槽，这他妈还是人吗？如果说武者们只是震惊，那正在屏幕前观看直播的普通人就是惊为天人了。他们本来以为能打出这种效果的，也只有那些武大的首席了，但没想到华夏武大和帝都武大的2个团长都能搞出这么大的阵仗，这种实力去到其他16强的武大都能当首席了。笔下文学，彩艺，点将，出战。在罗显和黄元玉战斗结束后，无数医疗武技不要钱一样砸到了罗显和的身上，秦少商甚至捡到了他被斩断的下半身，医疗武技强行给他接上了，满血复活。罗显和动了动身体，但还没走2步，便双腿一软栽了下去，下半身好像面条一样瘫软。医疗武技只能临时急救，你被斩裂的神经、骨头不可能这么快恢复好。在2名医武者小姐姐的搀扶下，罗显和回到了主城的保护罩里，接受更深度的治疗。而就在他刚进入主城的保护罩时，他便看到了许多受伤进保护罩恢复的武者，此时正排成一列盘腿坐在地上，举起双手拍在前人的背部，像老鹰捉小鸡一般形成了长列。从尾部的人开始，点点灵压粒子从他们的体内浮现，随后从双手传递到前人的体内，而前人再将后面传递来的灵力连同自己体内的灵力一并再传给更前面的人。赤橙红绿青蓝紫5颜6色的灵压粒子像彩虹一样源源不断的汇聚到最前端，而最前面的那人赫然就是吴凡。此时的吴凡虽然没有了最开始的那种身体被掏空的透支感，但依然脸色苍白，尽管有10多名同学在给他补灵，但他体内的星云实在太过庞大，补充进来的灵压粒子如同泥牛入海，连一点浪花都没惊起。凡哥，罗显和杵着2个拐杖艰难地挪到了吴凡身边。你打赢黄元玉了？
吴凡闭着眼睛说道。此时的他就如同只剩5%电量的手机，背后正在给他补灵的武者们，就像是用数据线连接网吧的 USB 接口充电，只能勉强让吴凡保持5%的电量不关机。凡哥，你爆掉了帝都5大的灵石仓库后，对面就只剩下不到3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跟疯了一样，全境压了过来。罗显和估摸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心里清楚，30分钟内自己下半身的神经、骨头、血管也不能恢复。于是他像铁锹游戏里被装进罐子里的主人公一样，抡起拐杖一撬，就飞到了补灵队伍的末尾。呵，罗显和双腿盘坐，背后星环亮起，调动起全身的灵压，对着末尾那名受伤的武者后背拍去。轰！那名武者只有1阶，灵压只有2万多，被罗显和 C 阶10多万的灵压拍入，顿时浑身一抖。咚咚咚，精纯的灵力通过层层传递，最后汇入到吴凡体内，就像是干涸百年的大地下了一场雷阵暴雨，酣畅淋漓。嗡！吴凡体内第一个星环终于开始有了点点荧光，如同漆黑的宇宙忽然出现了一丝光亮。灵狐天意姿态翩翩，如一缕青烟般在人群中腾挪跳跃，刀刃每舞动一下，便有一名华夏5大的新生被淘汰出局。百裂脚！一名头戴绑巾、穿着紧身作战服的少年预判到了灵狐天意的位置，直接凌空飞起一脚，朝着对方的背部踢去。呵呵！灵狐天意忽然回头，双眼的瞳孔变为粉色和亮绿色的星形。那名少年顿时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粉色花瓣飘飞的世界，回眸一笑百媚生。这是灵狐天意的精神类武技，他之前对吴凡施展过2次，一次是在堵门的时候被吴凡光速解，第2次是在船上被吴凡的展翅筒反杀。嘿嘿，这名飞踢少年马上调转脚背的方向，对着另外一名华夏5大的武者踹去。卧槽！另外一名武者来不及躲避，直接被踹成了一道白光。干得漂亮！就在灵狐天意发出媚笑之时，从旁边忽然飞来了2条缎带，当当，2把短刃一左一右挡住了攻击，刀刃斩在看似柔软的缎带上，摩擦出了和金属碰撞才能产生的火花。神光退现，只见一名穿着黑色紧身作战服、身材傲绝的少女从旁边出现，随后一巴掌扇在了头巾少年的脸上。啪！少年的护体灵压像可比克薯片一样，一碰就碎，整个人瞬间清醒的沿着地面飞行了10多米远。哟，好暴力哦！帝都5大的进攻压力非常大，灵狐天意说话的功夫就闪身到了文人优越面前，双手环绕，腰肢一扭，上半身在原地扭转了270度。砰砰！2把短刃斩在文人优越的护盾上，发出了沉闷的响声。灵狐天意脸上的笑容略微凝固，他没想到文人优越的护体灵压居然这么厚，不仅没有斩碎，竟然连裂痕都没有。搔首弄姿，惺惺作态，舞技飘血。文人优越素手一抬，将缠在双臂上的缎带抽飞，像鞭子一般朝灵狐天意身上抽去。身法武技惊鸿照影，缎带就像是抽在了空气上一般，惊鸿照影有30%免疫本次攻击。在缎带抽空后，灵狐天意的身体化为一道残影，身影偏若惊鸿，瞬间就出现在文人优越的身后。我就不信你比吴凡的盾还厚。吴凡是灵狐天意见过的最硬的男人。令狐天意身体后仰，肚皮朝上，双手撑地，一双修长的美腿对着文人优越的后背狠狠踹去。砰砰砰！文人优越被巨力顶到了空中，紧接着灵狐天意弓腰发力，腹部核心提供超恐怖的力量，双手撑地也跃上了高空。武技天女散花！灵狐天意左右手正反握着短刃，双臂一展，像画太极一般光速旋转。砰砰砰！咔嚓！文人优越的护盾在后，也经不住对方这么猛烈的攻击，最后在一阵脆响声炸掉了。而令狐天意正要趁这个机会抹掉他的脖子时，文人优越双手捏拳放在自己的胸口，像是葬花惜春的少女，独怜神伤。武技黯然！就在短刃即将触碰到文人优越雪白的脖颈时，他拥在胸口的双手忽然张开，像拥抱太阳一般，背后隐约展开了一道翠绿色的双翼。笔下文学，春去花落又一年。砰！灵狐天意被一股强大的推力直接荡开，身体像高速降落的陨石，狠狠砸在了地上，爆开了一道20多米高的尘烟。嗨呀！灵狐天意一抹嘴角溢出的鲜血，将体内灵压提升到了12万，恐怖的灵压形成了震慑，凡是踏足此间的人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轰！从空中落下的文人优越也将灵压全部爆发，隐约间竟然超过了灵狐天意，达到了惊人的13万。丁，备用能源还剩下15分钟耗尽，强大的敌人、紧迫的时间以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多方压力融合在一起，让灵狐天意收敛了媚态。他的笑容凝成了寒霜，他的灵压散发着战意。只见他将身后的星环亮起，灵压提升到最巅峰，随后右手持刀对着文人优越的前方一指，本命武技倾倒众生。一道直径接近150米的粉色半球体能量罩将文人优越所在的空间封锁，而被定在里面的敌人将会被灵狐天意单方面攻击。目前为止，还没有同阶的武者能打破这个封锁，这一招可以说堪称无解。可就在灵狐天意使用本命武技的同时，另外一边的文人优越也亮起了星环。只见他挥舞着粉色缎带，翠绿色和粉色的灵压粒子四散飞舞，连步轻点也同样展开了一道近150米的领域。本命武技流云清风舞。文人优越右手探月，葱白的手指轻柔的捻动，左手向后，随着伸展着纤细的腰肢摆动，傲人的身材摆成了一个绝佳的 S 型。灵狐天意将空间封锁后，文人优越便成为了如同断臂维纳斯一般的存在。嘻嘻，虽然本身被定住了，但依然有7、8道灵体少女从文人优越的体内飞出，随后步步生烟，在文人优越的周围跳起流云清风舞来。飞燕回廊。灵狐天意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使用本命武技就代表着消耗巨大，如果不能在封锁时间内将文人优越淘汰，那输的人多半就是他。
他双脚踏地，瞬间出现在文人优越面前，交替踢出2团冰蓝色的腿鞭，恐怖的力量，就算是普通的 C 阶武者都无法抗住一脚。砰砰，冰寒彻骨，碎骨断筋。文人优越先是被冻成了冰雕，随后和石像一般被灵狐天意一脚踢成了粉碎。没有血水，因为已经冻成了寒冰，在被踢爆后变为了暗红色的冰粉，漫天飞舞。我的天！观众们在看到这一幕后直接抓狂了，女生打架也这么凶残的吗？此时一条弹幕解答了众人的疑惑，她们是女生，也是武者。就在人们以为灵狐天意和文人优越的战斗已经结束之时，只见原本爆碎程度接近70%的冰雕，竟然以极快的速度正在修复。嘻嘻，一名灵体少女从跳舞的阵营中飘到冰雕面前，随后以拥抱的姿态融入了文人优越的身体。唰，一道璀璨的绿光闪过，文人优越正竟然奇迹般的以超过100倍的速度恢复着残破的身躯。什么？灵狐天意大吃一惊，因为之前文人优越在帝都武大德门口使用流云清风舞的时候，恢复能力还远没有这么变态。可恶！本以为会很快结束，但还是打成了这种焦灼的局面。灵狐天意全身灵压爆发，双手舞动双刃，对着文人优越的冰雕疯狂劈砍。咔咔咔！灵狐天意每斩一刀，文人优越的身躯炸裂一片，随后再以极快的速度恢复过来。啊！天女散花，飞燕回廊，流光飞羽，响铁。短短时间里，灵狐天意斩出了3000多刀，100多道武技，将文人优越轰碎了近80次。但当半球体能量照快消失时，文人优越依然完好如初。最后还是要这样吗？灵狐天意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就像上次堵门时那样，从口中喷出一道鲜红的精血。唰，精血滚烫的像岩浆，将双刃表面烫得像打铁石那般通红。灵狐天意将双刃面贴面的合二为一，吃，融合的瞬间冒出了一道青烟，像烙铁烫在皮肤身上。这一道吃声就像是灵气发出的嘶鸣，灵气与武者连接，同样的伤痛100%传递到了灵狐天意的身上，让他绝美的脸染上了一丝凄然。杀！灵狐天意背后4道光环闪耀，在能量罩隐约要消失的瞬间，他一刀刺穿了文人优越的心脏。轰！短刃炙热如火，在刺透文人优越心脏的瞬间，高温急速蔓延。文人优越雪白的肌肤被烧成了僵硬的黑炭，从远处看去，就像是在心脏处绽放了一朵黑色的莲花。结束了吗？不，你们快看文人优越的眼神！当半球体能量罩消失，封锁定身结束，文人优越像虚脱了一般，身体摇晃了一番后，唰，2条缎带像死神的绷带一般从他的身侧穿过，直接穿透灵狐天意的身体，将他高高扬在了空中。此时的文人优越双眼无神且空洞，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一般，现在的行为全是动物的本能。令狐天意的空间封锁并不是时间停止，身处里面的人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令狐天意砍了文人优越3000多刀，将他不停地斩成碎片，那份痛苦他全能感受到。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文人优越硬生生的受了一番凌迟之刑。意志的极限是什么？文人优越并不知道，因为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将灵狐天意撕成碎片。好，文人优越的2条缎带就像是手臂一般，上下一错，直接削掉了灵狐天意的胳膊，随后再回旋一斩，砍掉了对方的小腿。mwxbj.org。哈！短暂的时间里，灵狐天意只感觉身体一轻，就那样滞空在天上。下一秒，唰唰唰唰，2条缎带就像是大砍刀一般，化作几十道残影，疾风骤雨、暴雨倾盆般斩向了灵狐天意。噗嗤，死了！鲜血飞溅，血肉横飞。再美丽的容颜，再火辣的身材，再动听的声音，在绝对的血腥和暴力前，都将变为最深处的恐惧。荒废的眼球，爆开的内脏，带血的白骨。短短几秒钟内，文人优越总共戳斩了1000多下，将灵狐天意踢成了半具红粉骷髅。唰唰，2道光芒同时出现，一道翠绿色的光芒将原本已经不成人形的灵狐天意修复了回来，而另外一道白光则是将它传送了出去。翠绿色的光芒是文人优越的治疗武技，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治疗对方，而是不想对方因为濒死触发手环被传送出去，他要治好灵狐天意，然后再撕碎他10次。失去了攻击目标的文人优越在原地驻足站立了1分钟，伴随着一阵冷风吹来，他像是被叫魂了一般清醒了过来。哈！看着自己一身的血污，文人优越根本不记得之前发生过什么。而就在他回过神来的这一刻，他忽然感受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在靠近。当他转身回头看去之时，1分钟前，黎慧生全身破烂，他被张之白的火球、锋刃打得狼狈不已。看着手环里所剩不多的时间，他深吸了一口气，呼！他双脚分开，站立下腰扎成了庄公马步，随后将双手放在右腰处，做出一个聚气的姿势。嗡！一颗和鸡蛋差不多大的高能灵压团在他手心里凝聚，就像是大妖的咆哮一般。他全身的灵压粒子光速朝这颗能量球体中灌入，球体迅速变大，几乎要和排球一般大小了。不好！即使隔着几百米远，张之白依然被那团能量球体刺得皮肤生疼。就在他即将要阻止的时候，本命武技雷暴冲击波，笔下文学。黎慧生做出一个开花的姿势，双手将能量球体从腰侧往外一推，能量球体瞬间射出一道直径2米粗的蓝白色光束，撕开面前的一切，朝华夏武大那边射去。轰！光束擦过张之白的身体，直接吞没了他的半边下肢，骨头、血肉都没有留下，而是化为了齑粉，湮灭在恐怖的能量冲击波中。刚才发生了什么？文人优越刚从失魂的状态中清醒，就感觉到了背后有什么东西。而当他转过头一看，一束比他还高的雷暴冲击波迎面来，唰！根本没有反应时间，文人优越便被雷光吞没，
随后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快躲开！啊！意识是意识，动作是动作，就算大脑里想着是赶紧避开，但身体也来不及做出反应。轰！就像洪水冲垮了大坝，激光穿透了钢板，黎慧生的雷暴冲击波横跨3公里，直接轰在了华夏武大的保护罩上。咚！整个主城所在的地面剧烈颤抖，地基都仿佛被撼动了一般。叮！保护罩损坏 5.6%。黎慧生身体往前一送，背后星环亮起，雷暴光束持续了足足有3秒，直接打掉了保护罩 16.7% 的耐久值。不仅如此，包括刚打完大战的文人优越在内，沿途所有的武者都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上！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双方都已经打疯了，没有策略，没有战术，谁被淘汰了不知道。只要在场名额小于1000人，那么待在各自高台上的替补武者就会迅速加入大乱斗的现场。杀！40多名华夏武大的替补武者从高台上跳下，像陨石一般砸出了一片流星火雨，地面被砸出了像月球表面的大坑。冲！帝都武大这边冲杀得更疯狂，因为他们别无他法，必须一鼓作气的攻到底。但凡多喘一口气，那输掉的概率就会呈指数性增高。我的妈呀，我好紧张啊！看得我将呼吸从自动模式切换成手动模式了，这交战频率太窒息了，血腥程度拉满了。帝都武大普通武者的实力是要比华夏武大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帝都武大已经将战线往前推进了300多米，战损比也是1比2，这极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势如破竹，战意无比高亢。顶住，一定要顶住！双方现在就像是在独木桥上厮杀，拼刺刀接白刃，狭路相逢勇者胜。飞羽空禅，火龙卷。张之白弹指一瞬间，便对着黎慧生甩出了几道武技，而使用了雷暴冲击波的黎慧生，因为体内灵力消耗巨大，山水画卷施展不开，被张之白一顿输出台在。赤焰火海，连弩狂涛，火箭天袭，地雷火星。就在张之白解决了黎慧生之时，其他帝都武大的武者便杀上前来，各种武技铺天盖地，就像是英雄里最后的漫天剑雨那般恐怖。以多爻死相，量变起质变，如果这些武技全部打在张之白的身上，他就算是不死也会丧失战斗能力。嗡！张之白双手平放在琴弦上，战场上的琴音瞬间消失，众人迎来了短暂的万籁俱寂。本命武技灰烬冰河。张之白的身体原地升天，蓝色与红色的灵鸦在他身侧旋转徘徊，上演了一幕冰与火之歌。下一秒，张之白左右手捏住环绕在身侧的2团冰蓝与火红，随后身体像使用了千斤坠一般迅速下落。砰！当他把双手拍进大地之时，以他为中心，方圆300米爆出了恐怖的能量波动。轰隆！一团团岩浆和火焰自大地深处爆开，每一团爆炸都堪比一次小型的核爆。而那些想要逃离这片区域的人，惊骇地发现自己的下半身竟然被冰封住了。砰！砰！砰！地爆就像是海浪一样从张之白的身体周围扩散出来，越接近边缘爆炸的威力和范围就越大。唰！唰！刚才朝张之白飞来的武技全部被恐怖的地爆炸成了灵鸦粒子，而那些围杀过来的帝都武大武者集体化作白光消失在原地。你们快看，帝都武大在场人数只有827人了。卧槽！这张之白一个灰烬冰河把帝都武大的替补都打光了，现在连1000人都凑不齐了。作用范围超大，控制超稳，威力超大，这就是张之白，这就是华夏武大一团的副团长。第一是吴凡，第二是我，第三是不关我事。张之白脸色苍白，在罗显和与黄元玉、文人优越和灵狐天意战斗之时，他也在和黎慧生战斗。不仅如此，他还承担了抵御正面战场的任务，也就是说，不管兄弟们怎么打，他张之白都永远在中线迎接最凶最猛烈攻击。呼！他猛地吸了一口气，身后的医武者赶紧给他治疗，但因为雷暴冲击波的关系，下肢是直接消失的，除非像吴凡那样有量子重构，不然短时间内是恢复不了的。没关系，腿断不断无所谓，只要有手就行，只要能守下最后的15分钟。就在张之白准备咬牙坚持撑到最后时，噗嗤，一把泛着寒光的月刃刺穿了他的身体，鲜血顺着月刃上的血槽流出，仅仅几秒便染红了大地。感觉到身体在不断变轻，他用最后的力气抬头朝前方看去，只见一名头顶月辉的少女从远处走来，就如同吴凡使用天地一刀斩时天空被乌云笼罩时那般，当叶禅星出现在众人面前时，金色辉煌的高天战场天色瞬间暗了下来。他背后升起了一轮明月，皎洁的月光洒下，给叶禅星如瀑般的黑色长发染上了一层亮银色。他双手提着2把如满月般的环状月刃，月刃圆环直径有半米，边有3指宽，正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寒光。唰！张之白被月刃穿透了身体，随后化为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战斗进行到这种程度，已经不是车轮战不车轮战的事情了。等的就是你！就在叶禅星收掉张之白的那一瞬间，一道身影瞬间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许峰双手持2把羽刃，对着叶禅星的眼睛、太阳穴、颈动脉、咽喉、心脏等要害瞬间斩出了37刀。许峰双身化重影，不仅手中利刃攻击，周围悬空的羽刃也一并朝着叶禅星斩了过去。本命武技光耀众生。叶禅星的副团长宝一敏，也就是那个在堵门之时被吴凡轰在保护罩上的白丝矮个子女生，对着叶禅星施展了一片七彩朦胧的霞光。叮叮叮叮！许风霜的攻击直接打在了那片七彩霞光上，发出敲击金属的脆响。而让许风霜更加诧异的是，没有护体灵牙。这个念头只是瞬间在他脑海里闪过，下一秒他便出现在了100米之外。但许风霜并没有在攻击，而是捂着自己的脖子，上面正有不少鲜血流出。宝一敏的本命武技可以让叶禅星抵挡物理攻击。笔下文学。常正明的声音在许风霜脑海里出现，
此刻他将所有的分析能力全部用在了叶禅星和宝一敏身上，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的胜负手。有人上护盾，所以连护体灵压都不要，全部转换为攻击吗？这下许风霜知道为什么叶禅星能反手无视护体灵压将他的脖子割破了，原来是将所有的灵力全部用来攻击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不要了。许风霜不再用灵力维持护体灵压，同样将攻击提到极限，背后金属羽刃一斩，速度比之前提升了30%。叶禅星的表情波澜不惊，但手中的动作也很快，挥动着月刃朝着许风霜扔去。嗖！月刃化作一道及时的白色月牙，瞬间穿透了许风霜的身体，但没有任何的实质碰撞，因为这是他的一道残影。五戒离弦三过，许风霜身影化作9道，手中羽刃像长了翅膀一样朝叶禅星飞了过去，在碰到叶禅星身体后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但根本没用，叶禅星没有受到一丝伤害，被他扔出去的月刃向更远处的华夏5大阵营飞去。啊！一名正在战斗的华夏5大武者被月刃瞬间斩成了白光，而且这月刃攻势不减，穿透了一人之后继续朝后方飞去，仅仅一发月刃便斩杀了3名华夏5大的武者。唰！月光洒下光辉，在叶禅星手上凝结出了一道新的月刃，他随意将手中的月刃朝许风霜扔去，如果许风霜躲开，那月刃便会朝着华夏5大那边飞去。叶禅星平时就是虚空站立着的，此时他正漂浮在空中，看起来就像是对着华夏5大那边扔出了无数道月光碎片。剑荡八荒，秦少商身化雷霆，瞬间出现在叶禅星的背后，在所有人中，他的身法是仅次于许风霜的，而此时他手持重剑，目标正对着给叶禅星加护盾的宝一敏。重剑不攻，星环破空斩。秦少商双手握住重剑的剑柄，将它高高举过头顶，随后一道1米长的巨型剑气便朝着宝一敏的身上斩去。宝一敏也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了，在帝都5大内部战斗的时候，他就被针对过，所以他的身法和防御类武技是拉满了的。之前在吴凡堵门的时候，因为必须要和吴凡刚正面，可他的长处是闪避和拉扯，所以才被打得那么惨。唰！宝一敏身影一闪，直接躲过了秦少商的破空斩。轰！100米长的剑气轰在了大地上，将地面斩出了一道深20米的巨大裂缝。而在这道剑气落下后，帝都5大也有10多名来不及躲避的武者被斩成白光传送了出去。一击不中，身后的叶禅星直接甩了10多道月刃过来，秦少商先是躲了2下，随后被预判中了位置，狠狠挨了7、8下。砰！护体灵压破碎，秦少商用重剑挡在胸前，直接被轰得飞了出去，沿着地面滚了5、6圈才停了下来。哪里跑？本命武技十面埋伏。在宝一敏的背后忽然出现了一团紫色的暗影，一双隐藏在暗处的眼睛正盯着他。唰！一道人影忽然从宝一敏的背后出现，徐时一探出利爪，对着宝一敏的后背就是一撕。啊！这种直接出现在背后的攻击，宝一敏根本躲不开。就在他要被利爪穿透身体并且撕开之时，唰！一束月光忽然垂直降落在徐时一的头顶，就像是悬在他头顶上的激光轨道炮一般，瞬间穿透了徐时一的护体灵压，然后贯穿了他的头颅。砰！徐时一身体重重摔在地上，然后化为了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另外一边，许风霜也被叶禅星的月刃打飞了出去。与其说宝一敏家的护盾厚，还不如说叶禅星的攻击力太高，你根本坚持不到打碎他的护盾就会被他击杀。不能等了，全都一起上！如果维持这种局面，与其被逐一击破，那不如联手拼上一场。只要瞬间打在叶禅星身上的力量超过他承受的极限，就算他攻击力再高也没有用。3、2、1，在常征明的心灵链接统一引导下，许风霜、莫清武、秦少商、关元、王爷、左山行等人全部亮出星环，将灵体提升到巅峰后，开启了自己的本命武技星河落魄、神龙9现、碧落凝珠、萧果、霸王无双斩。空中一道银河瀑布般的流星朝着叶禅星砸去，地面上以叶禅星为中心拉出了一道6芒星剑阵，同时一颗犹如黑洞般的超重力黑球出现在叶禅星的脚下，还有逆转星环的武者，背负金色战神虚影的武者，一并朝着叶禅星杀去。轰！叶禅星所在的地方炸开了一道100米高的能量风暴，白色的灵压粒子和黑色的能量潮汐不断的翻涌，像爆发的火山一般升腾起无尽的尘烟。大地颤抖，地面龟裂，4亿的狂风将场上所有人都吹得差点站不住脚，沿着地面不住的滑行，一些实力低甚至被掀飞了出去。好恐怖，不愧是华夏5大。对不起，华夏5大的各位大哥大姐，之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小弟在这里跪了。前几场比赛，吴凡表现得太耀眼，遮掩了其他人的光芒，就像月明星稀一样，月亮的光越皎洁，能看到的星星就越少。所以当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是罗勇。叶禅星应该扛不住这么多大招吧？而且时间就剩下12分钟了，乖乖，这华夏5大该不会打破魔咒，今年就要卫冕了吧？在所有人都认为叶禅星已经被淘汰出局的时候，一道恐怖的灵压震散了升腾的能量潮汐，就像是身处在大雾下的操场中，有一个人忽然震散了整座城市的阴霾，直接拨云见日，重现光明。唰！众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轮高高升起的满月，银灰色的月光铺满了大地，它所照耀的区域笼罩了整座华夏5大的主城基地。轰！叶禅星的衣衫破碎，露出似玉般的肌肤，伤口在月辉的照耀下迅速恢复，但最令人吃惊的还是他身后的星环。卧槽！金色的，黑色的星环代表着魔神大妖，那已经是可以摧毁一座地级市的恐怖存在，而金色星环则是代表大荒真种，那可是真正的一妖灭一国。就算是帝兵家族和武道圣地的人间行走，只怕在这个年纪也无法承受金色星环的力量吧。你们这些人真是够了，天天吹那些隐士家族，他们要是那么牛逼，怎么不敢出来和国家对抗？有传闻这个叶禅星是超武计划的一员，而超武计划就是由国家主导的，
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帝兵家族和武道圣地的圣子圣女人间行走。叶禅星漂浮在空中，他的头平视着前方，眼睛却看向下面，金色星环浮现在背后，以地面上华夏五大武者的视角看去，他就像是一尊神祇。本命武技月神之怒。叶禅星身上金光大盛，他头顶上方的满月吸收了璀璨的金光后，爆发出比之前更亮的月光。唰，月光变为了实质，像地毯一般铺在了所有人的脚下，黝黑、土黄或者金砖的地面瞬间变为银白色。快阻止他！看到对方如此模样，许风霜反应最快，在刚使用完本命武技的情况下，依然快速杀到了叶禅星的面前。羽刃，就在他的金属羽刃即将斩到叶禅星的脖子上时，唰，一束人体那么宽的月光光束从许风霜的头顶降落，速度之快就像是激光轨道炮一般，正常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就会被洞穿，就像是刚才的蓄势衣一样。轰！许风霜瞳孔一缩，他以一个诡异的姿态将脖子后仰，胸部高耸，双峰剧烈颤抖，竟然以左右摆动的姿态躲过了这道垂直降落的光束。枪！月刃和羽刃碰撞在一起，发出剧烈的火花。作为华夏武大二团的团长，许风霜绝对是最难缠的那个，但是，唰！许风霜的头顶居然出现了第二道光束，来不及躲避，许风霜背后的两把羽刃交叠着扛在头顶，随后光束打在了羽刃之上，就像是激光切割钢板，金属羽刃只坚持了不到半秒就被融化掉。噗！灵气被销毁，4把羽刃只剩下2把，许风霜直接狂喷一口鲜血，整个人眼前顿时一黑，随后冰冷的月刃刺进了他的体内。一瞬间，许风霜只感觉世界都安静了，除了大脑还在思考以外，再也无法听见任何声音。就在叶禅星想要将刺进许风霜腹部的月刃拉出来之时，许风霜忽然拉住了叶禅星的手。你在藏东西，吴凡在藏东西，张之白、瞿小雨都在藏东西，那你猜猜我有没有藏东西？许风霜飒然一笑，双手借着叶禅星的手臂，反身一跃，直接抱住了对方的脖子，随后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本命武技寒焰星爆。许风霜的本命武技有2种形式，一个是将羽刃化作星辰陨落，一个是将自身变为星辰然后爆炸。放开！叶禅星波澜不惊的表情也发生了一丝变化，背后的金色星环高速运转，想要拼命挣脱许风霜的禁锢。可嗨嗨！许风霜剧烈咳嗽了几声，口中喷出了大量的鲜血，但依然死死搂住叶禅星的脖子，身体却犹如一颗快要爆炸的超新星一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下一秒，轰！如同老式的黑白电视机忽然关闭，雪白的屏幕字中间出现一道白线，在叶禅星所在的半空中炸出一团刺眼的光球。空中漂浮的浮空岛被恐怖的能量震飞，坚硬的地面在触碰到光球后直接向下凹陷，就像是往雪地上放了一颗烧红的钢珠一般。首席风霜！光球爆炸后，帝都武大和华夏武大双方都紧张地看了过去，他们从匍匐卧倒的状态站起身，抖掉了堆积了一身的沙土。轰隆隆 ，mwxbj.org。爆炸身下的余威依然在肆虐，能量潮汐就像是海浪一般不停翻涌。而在光球爆炸的最中心，此时只剩下了一个人，叶禅星。许风霜已经在刚才的爆炸中化为了白光，被传送了出去。两女的拼刺刀，最后是叶禅星胜了。咳哈！就在帝都武大的武者们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时，叶禅星忽然剧烈咳嗽起来，紧接着他头顶那颗实质球体的满月忽然就裂了。咔！实心球体状的满月被炸碎了将近30%，滚圆的球体像是被天狗咬了一口般不再完美。呼，还好，见到叶禅星只是受伤，并没有重伤濒死，帝都武大包括支持者、武者、老师、校长在内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可就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叶禅星却皱起了眉头，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一名提着长刀的少年正扛着一杆大旗从保护罩里走了出来。看到吴凡再次出战，所有人都热血沸腾了，因为那斩天灭地的一刀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吴凡体内的灵力恢复了不到20%，依然处于红色电量的状态。尽管有包括罗显和在内的几十名伤患武者给他输送灵力，但他是5倍灵压和金色星环，体内灵力干涸的程度就像是星辰大海一般，就凭他们这些人根本不够。吴凡刚一出现，就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锁定了自己。他抬头一看，发现是身处残月之下的叶禅星。还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什么吗？吴凡拿起长刀，刀尖指向飞在空中的叶禅星说道：今年全国大赛的冠军依然还是我们华夏武大，如果还记不住的话，这次真拿刀刻你脸上。全场哗然，众人都知道吴凡喜欢放狠话，他的话就和他的长刀一样尖锐锋利，整个人就如同一把没有刀鞘的长刀，充满着一股锐气。但拿刀刻叶禅星脸上，这也太狂了吧！哇，下头男，真下头！姐姐那么飒，千万不要输给他。mwxbj.org。这吴凡就是一个暴力男，姐妹们擦亮眼睛了，千万不要嫁给他。哎，本来还挺喜欢吴凡的，之前几场比赛建立起来的好感，在他嘴遁了叶禅星之后，瞬间败完，直接由粉变黑，脱粉回踩。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吴凡不仅嘴上厉害，下手也是异常残忍，不管是男是女，在他眼里都一视同仁。比如张之白和灵狐天意都被他割过头发。唰，吴凡将华夏武大的大旗插在了主城的门口，随后身影一闪，便出现在叶禅星的面前，对着他头顶的残月就是一刀。明明是人，还想装成神，给我下去！当，叶禅星举起2把月刃抵挡，却被恐怖的力量直接从空中砸了下去。轰！叶禅星就像一颗垂直降落的炮弹，以超快的速度撞进了地面中，地面瞬间被砸出了一道大坑。紧接着，吴凡再次瞬间从空中杀到地面，对着叶禅星的胸口就是一斩。我去！虽然大家知道在战斗中不分男女，但知道归知道，可是在看到吴凡真敢下手后，也是纷纷握乐了个大草。龌龊！流氓！怎么能攻击女生那种地方？
简直就是下三滥，无耻！不少女性观众直接就炸毛了，声讨吴凡的弹幕已经称霸各大平台。如果这些弹幕能形成攻击，只怕吴凡已经死上100次了。但就在众女为叶禅心打抱不平之时，叶禅心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们：女生并非只能做娇弱的花朵，不是只能在阳光房中盛开的蔷薇，也不是只能躲在金屋里被藏娇的金丝雀。他们敢拼，敢打，敢向面前的强敌挥出拳头，敢承担重任，撑起一切。因为武者的世界没有男人女人，只有强者弱者。枪！叶禅心举起月刃，交叉着架住了吴凡的长刀，随后修长的美腿直接撩起，对着吴凡的裆部就是一顶。太嫩！吴凡早就预料到他会这么做，他也同样伸出腿，将叶禅心的长腿别开，然后死死压住。砰！吴凡一心二用，在压制住叶禅心的同时，长刀荡开对方的双刃，左手五指捏拳，直接一拳轰在了叶禅心的脸上。啊！许多锁武大中正在男生寝室和室友们看决赛直播的男生们忽然耳膜炸裂，浑身一震，就像是挨了一记音波武技一般。尼玛的，要死了，吓死你爹了！这声音是从隔壁女生给宿舍大楼传来的，他们在看见吴凡一拳轰在叶禅心脸上的时候，下意识的惊叫出了声。吴凡和叶禅心两人都不是巅峰状态，一人是灵力还不足2成，一人是经历了轮番的本命武技轰炸，所以只能进行肉搏战。挨了吴凡一拳的叶禅心丝毫没有畏惧，在吴凡挥第2拳的时候，他一个原地卷腹，借着腹部核心那爆炸般的力量，光滑洁白的额头猛地对着吴凡的脸撞去。砰！吴凡的脸上金光一闪，但依然被叶禅心的头锤撞得后仰了30度。呵！只听叶禅心娇喝一声，已经出血的额头再次朝着吴凡的额头撞去。轰！只见两人额头相撞的平面爆出一团阴瘴，无形的气浪掀开，直接将两人所在的地面震出了5米高的尘烟。一名平时在家长、老师、朋友眼中的软软乖乖女，此时正卷着袖子对着屏幕中的叶禅心吼道：干他！男人心中有豪情热血，难道女人没有？难道社会只允许男人拳拳到肉，不允许女人真刀真枪的干？凭什么？禅心姐，加油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吴凡给打趴下！似乎是听到了无数恳切的心声一般，叶禅心一咬牙，身躯第3次猛地向前，狠狠地撞在了吴凡的头上。轰！这一击比之前2次都要刚猛，直接给吴凡撞的往后退了好几步，鲜血像涓涓细流一般从额头上流了下来。呼！吴凡步履踉跄，来回摆了几下头，将眩晕感甩开，才勉强站稳。而和吴凡比起来，另外一边的叶禅心就更凄惨了点，他第1次的头锤就撞在了吴凡的不灭金身上。如果是一般人，光是第1次就足以昏死过去了，但他依然凭借着自身的毅力，趁着吴凡的不灭金身还在冷却，撞了2次、3次。超武计划中的天才，金色星环，帝都5大首席，没有所谓的天骄包袱，没有所谓的强者尊严。众人不禁感叹，即使是这么多的头衔和光芒加身，叶禅心依然为了胜利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姐姐加油啊！姐姐不要说，听说这个吴凡特别喜欢打女人，禅心姐姐一定要为那些被他欺负过的女武者出口气。混蛋啊！我现在气得浑身发抖，大冷天的气血上涌，怒发冲冠。叶禅心躺在地上，只感觉大脑七荤八素。而就在他快要失去意识的之时，只听耳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叮！距离能源耗尽还剩下5分钟，手环传来的声音就像是溺水之人忽然抓住了一条手臂。叶禅心本能的从地上跳了起来。十分戏剧化的一幕，无数电影情节里都有主角被打倒在地，但是因为顽强的信念又站起来的情节。噗嗤！但现实不是电影，刚站起身的叶禅心就被吴凡一刀捅穿了身体，一刀焚天。温度猛然升高，泛着寒光的长刀化为火刃。这一次暗红色的火刃并没有自地面冲上云霄，而是像一把神杀枪穿透了叶禅心的身体后平行斩了出去。唰！叶禅心的皮肤和内脏就像是烧红的铁汁，在重力的影响下大滴大滴的掉落。呀！许多正在观赛的少女已经不忍看下去了，纷纷噙着泪水揉红了眼眶。但即使在这样绝境的情况下，叶禅心依然没有放弃。轰！他将自己的灵压提到极限的同时，双手扔掉月刃，随后死死抓住了握刀的右手手腕，用力往自己的腹部一送。本来距离刀柄还差一点距离的腹部，直接将火红的刀刃全部吞了进去。叶禅心和吴凡两人面贴面不到30厘米。以前有人以伤换伤，那现在就有人以命换命。空中再次浮现了一颗几乎快要破碎的残月，他将一缕残灰聚集，随后化作一道指尖大小的光束，射向了叶禅心的右胸。咻！叶禅心的右胸被月光穿透。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两人相距只有不到30厘米。月光在穿透了叶禅心的同时，也将吴凡的胸口给击穿了。百裂脚！叶禅心抓住吴凡的右手，双脚凌空踢在吴凡的胸口。吴凡没有闪躲，直接拧起左拳对着叶禅心的脸砸了过去。砰！两人齐齐倒飞了出去，各自沿着地面滑行了10多米远。嗨呀！吴凡剧烈的咳嗽了2声。刚才叶禅心的百裂脚踢碎了他的胸骨，导致骨刺扎进了肺泡，现在咳出的血都带着泡沫，呼吸都带有破风箱的声音。尽管体内的灵力很低，但他毕竟是5倍灵压和3道金环，时刻处于一种只能放出1到5记就没蓝，但是稍微等几秒又能放一个的状态。呼！和吴凡相比起来，另外一边的叶禅心就要惨多了，额骨碎裂，胸骨破碎，腹部被火刃融化，内脏大面积碳化和错位，体内灵力也基本见底。刚才听到手环5分钟提示，已经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姐姐，咱们放弃吧，没必要强求自己去打败一个根本无法打败的对手。看到叶禅仍然艰难的扭动身体，还想要站起来的样子，不少小迷妹用哭腔喊道：他们觉得叶禅心已经做到最好了。mwxbj.org 叮！
距离备用能源耗尽还剩下3分钟。手环就像是催命符一般，让快要触发传送的叶禅星直接浑身一颤。他用满是擦伤血渍的脸望向手环，随后对着手环说了一句话：积分兑换零食。刷，就像是用零和触碰手环就会被传送走一般，几颗泛着蓝绿色荧光的极品零食瞬间出现在叶禅星嘴边。都这个时候了，他兑换零食干什么？零食还能干吗？当然是用这些零食缓解备用能源的消耗，毕竟零食仓库被毁后，帝都5大只剩下3分钟了嘛。可是他要怎么将零食送到自家的主城里呢？他现在可是在华夏5大的保护罩门口啊！这个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只见灵压已经降到谷底，随时都会被判定传送出局的叶禅星忽然张开嘴巴，一口将几颗极品零食全部吞了下去。嗷呜！咔嚓咔嚓，就像是口嚼冰冻的旺旺碎冰冰，完整的阿尔卑斯棒棒糖、钻石奶嘴、硬糖那般，叶禅星鼓着腮帮子，3两下将嘴里的零食咬碎，最后一口吞了下去。我尼玛！我去！不要命了！灵石是武者修炼的核心资源，但都是吸收它散发出来的灵气，像这样直接磕灵石的也不是没有，只是灵石里面蕴含的灵力实在太大，短时间吸入人体可能会承受不了，直接爆炸。够狠！此刻就连吴凡也不由得佩服起来，能拼到这种程度，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轰！叶禅星圣雪般的肌肤此时已经变得通红，就像是喝醉了酒一般。他完美傲人的身材此时已经被体内暴走的灵气鼓胀到变形。唰！他背后早已暗淡的星环在灵石的加持下，发出了比平时还要亮几倍的光芒，就像是从月亮变成了太阳一般。飞燕逐月，威名生面，上善离渊。恐怖的月刃化作千百道，其中蕴含着10数种武技。此时的叶禅星长发飞舞，在背后金色星环的照耀下，就像是从9天下落的天仙。轰！无数月刃大面积铺开，无规则的朝着华夏5大的阵营轰去。但看似没有规则的攻击，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地方：主城的保护罩。时间还剩下不到2分钟，帝都5大的其他武者已经压到了保护罩跟前，而华夏5大的已经剩下不到30个人了。吴凡不能赌，也不敢赌对方2分钟内打不破主城的保护罩，于是他也学着叶禅星对着手环喊道：给我也来5颗！刷！白光一闪，吴凡的手中出现了5颗闪耀光滑的极品灵石。凡哥，周围还剩下的那20多名华夏5大武者也学着吴凡那样，用积分兑换了几颗上品灵石吞了下去。好，都是有血性的。这一刻，吴凡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砰！而就在这时，一名磕下几颗上品灵石的华夏5大武者直接爆体，化为一道白光被淘汰。这不是第一个，紧接着，砰砰砰，之前吞下灵石的武者全部被恐怖的灵力撑爆了身体，然后化为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机会，华夏5大给机会了！随着仅剩的20多名武者被淘汰，此刻整个战场，华夏5大这边只剩下了吴凡一个人。不要管会不会误伤了，一起压上去砍基地，砍基地就赢了，兄弟们！看着帝都5大乌压压冲上来的人群，以及远处正飞来的成百上千道月刃，吴凡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决定。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吴凡举起了左手，将扣在上面的传送手环给摘了下来，随后用力一捏，啪！手环被捏成了一团废渣，从他的手心里坠落。卧槽！看到吴凡这个操作，不管文学素养再高，也只能跟着众人发出牛逼、卧槽之类的词语。可是让人震惊的不止扣下手环，只见吴凡一把将兑换出来的5颗极品灵石倒入口中，咯嘣咯嘣咯嘣，就像是嚼冰块一样，吴凡的嘴里发出了一连串的脆响，然后根本不管咽不咽得下，喉咙一滚便吞了下去。好，吴凡很难形容此时的感受，因为在他嚼碎灵石那一瞬间，滚烫而又爆裂的能量便在他嘴巴里炸开了。轰！随后一道恐怖的灵压在他腹部炸开，一部分被吴凡吸收进了干涸的星云轨道中，而更大一部分则是在他体内乱窜。只剩下1分钟了，给我撑住！吴凡摘下手环破釜沉舟，就是逼迫自己断了最后的退路，然后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状态去扛下这最后1分钟。别管他，砍基地啊！吴凡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此刻帝都5大还剩下300多人和一个同样磕了灵石的叶禅星。在联盟、王者、梦三、刀客塔、真三、启凡、平安京、300英雄、澄海等猫败类游戏中，当高地水晶被破、门牙塔全掉时，游戏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在全国新生武道大赛中也同样如此。4项刀法，4项合一，轰轰轰轰！无处宣泄的灵压在这一刻全部被引爆。武者在同一时刻大概率只能一门武技，因为每门武技使用的灵力回路是不同的。mwxbj.org。但此刻吴凡已经炸裂了，他根本不管这些东西，也不管同时使用4门武技会不会让体内已经乱窜的灵压粒子更加疯狂。以吴凡为中心，掀起了恐怖的剑刃风暴，巨大的龙卷狂风将周围几百名帝都5大的武者全部卷起。轰隆！在剑刃风暴旋转的时候，在最外围居然落下了蓝色的雷霆。这些雷霆不似闪电，更像是一缕发丝，从天空中快速垂落，每轰在一处地方，都会将一大片帝都5大的武者轰成白光。咚咚咚！吴凡身体浮在巨大龙卷的中央，正在以超高的速度移动着，以360度无死角的顺着主城保护罩开始旋转。每移动1分，大地都会自内而外的发生地爆，就像是张之白的本命武技灰烬冰河那般，以吴凡为中心，周围直径数百米都不断的发生地爆，而爆开的地面就像是一团小火山，从里面喷发出一道暗红色的小型焚天刀气。呀！正在攻击华夏5大保护罩的帝都5大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要么被从天而降的雷霆劈掉，
要么被地爆和火刃给炸翻，要么被恐怖的死亡龙卷给带到空中，被无数凌厉粒子形成的锋刃切成一道白光。1分钟，45秒，30秒，显示板上仅仅30秒，帝都武大的人数就从350多人变为了119人。但同样的，华夏武大的保护罩也在短短30秒内从 71.18% 降到了 32.59%。砰砰砰！无数月刃轰在保护罩上面，保护罩发出一阵剧烈的颤抖，本来已经暗淡的光罩直接裂出了好几道裂痕。照这个速度进行下去，帝都武大将会以微弱的优势在倒计时结束之前击碎华夏武大的保护罩。此刻，帝都武大所有人的眼里只有保护罩，只要保护罩碎掉，他们就能获得胜利。到时候，以吴凡杀敌速度再快，淘汰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既然这样，吴凡感觉体内的灵压粒子已经有要破体而出的趋势了，他快压不住了。轰！一道光柱直冲云霄，和之前不同，这一次直接顶到了天穹。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仅剩10秒钟。无数高浓度的灵压粒子在光柱中不停地撞击摩擦，像激发态的原子一般，每碰撞一次都爆发出恐怖的能量。9，仅仅1秒，吴凡便完成了蓄力。他将右手举向空中，那道直击天穹的光柱开始自外而内的收缩。8，咔！体内的灵压暴走，因为在半小时内连续2次使用本命武技，长刀忽然发出了一阵脆响，刀身竟然开始崩裂。7，快跑！那是吴凡的本命武技天地一刀斩。不知为何，帝都武大众人的内心里竟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即使有传送手环在，他们挨下这一刀也是真的会死的。6，保护罩 A 级保护罩，3层、4层、5层。一群资深裁判此刻也慌了神，不知道是应该阻止比赛继续进行，还是应该加强保护罩。5，砰！正在观看比赛直播的观众只听一道砰的声音，随后屏幕一黑，彻底失去了比赛的画面。卧槽，这尼玛给我的电脑搞炸了！已经忘记呼吸，忘记思考，忘记所有一切，只准备等待最后结果的观众在这一刻直接炸毛了。带着问号的弹幕直接把全网所有的直播平台都挤瘫痪了。此刻他们才知道，不是自己的电脑被吴凡隔空斩废了，而是比赛现场的直播设备被干碎了。4，叮！警报！检测到超高能灵压105、1729。3，叶禅星感受到了一种生死大恐怖，但他没有躲避，也无法躲避，因为他感觉到了一道气息，像是指向性技能一般将他锁定。这片高天战场再没有一丝他的立锥之地。2，天地无声，一道恐怖的刀气挟天地之威，沿着中路对着叶禅星飞去，仅仅片刻便将叶禅星吞没。月神！叶禅星用尽体内所有的力量去抵挡，最终也没有撑过 0.5 秒，传送手环在接触的一刹那便化为了灰烬，等待着他的将是化为齑粉。就在叶禅星即将化为尘埃之时，一道伟岸的背影忽然出现在叶禅星面前，是帝都武大的副校长于归晚。只见他对吴凡展出的天地一刀斩伸出了右手，轰！恐怖的刀气就像是海浪撞在了分隔岛上一般，被从中间劈开，两团100米高的刀气沿着于归晚的左右两边呼啸而过，横跨数千米，轰在了 A 级保护罩上。咔嚓！只听一道清澈的脆响，能抵挡100万级灵压的 A 级保护罩竟然裂了。良久，烟消云散，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到赛场的中央，被于归晚挡下来的刀气将高天战场展出了一个 V 字形的峡谷。砰！帝都武大的保护罩因为没有了能源支撑早已消失，而此时华夏武大的保护罩还剩下 3.14%， 就差一点吗？噗！没有时间让他来惋惜，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临时灵力的冲击，全身溢出大量的鲜血，在即将像一颗气球爆炸的时候，一道白光将他传送了出去。比赛结束，华夏武大获胜，让我们恭喜华夏武大卫冕成功，感谢他们为我们献上了这么多场精彩的比赛，同时也让我们将掌声送给每一位在全国大赛中挥过汗水洒过泪的武者们，是他们的顽强拼搏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武者，敢打敢拼，勇于奉献，甘于牺牲。最后让我们将最崇高的敬意送给我们华夏武大的吴凡同学，是他在一次次的绝境中带领华夏武大逆风翻盘。在比赛前，吴凡同学受到了全网的看低和轻视，但我想说，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在你看来是平平庸庸默默无闻，可当真正的危机降临后，他们就会爆发出刺眼的闪光，照亮你们前方的黑暗。所以不要带着任何偏见和傲慢去对待你所遇到的每个人，就如同我们的吴凡一样，风雪压我20年，我笑风清雪如棉。熟悉了消毒水味道，睁开眼便是居家装修一般的白色墙壁。吴凡刚一醒来，旁边就传来了欣喜的声音：凡哥醒了。吴凡同学，凡哥 mwxbj.org。 吴凡感觉脑子里一片混沌，就像是发高烧时一样，浑身没有伤，但是到处都不舒服。神学姐、风霜、优越、知白、老何，下一秒吴凡的病床前就围满了人，所有人都带着关切的神情，这一瞬间流露出来的关心让冬日的寒夜都为之衣暖。比赛结束了吗？最后是谁赢了？吴凡连忙问道。看到叶禅星磕零食，他也磕了零食。当最后的天地一刀斩出去后，他便失去了意识。是我们华夏武大成功卫冕了。沈子双开心的像一个外表只有20岁，但实际年龄快要接近30岁的小女孩，她的脸颊潮红的，十分的激动。判定我们胜利的条件其实有2个，第一个是对方的城市保护罩紧急能源耗尽，而我方保护罩没有被摧毁，而第2个便是他们帝都武大的副校长直接出手干预比赛，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被判负。赢了就好。听到沈子双的话，吴凡紧接着问道：我们是第1名，帝都武大是第2名，第3名是谁？
这争第3名的比赛也打得十分惨烈，国防武大和明珠武大从白天打到天黑，双方的实力都很强，本来应该是明珠武大赢面要大一点的，毕竟他们是老4强了，和魔都武大的实力差不多。但因为赛事组取消了风筝摇这个武技，导致对方的主力被萧天策给挡了下来，最后国防武大还是凭借着唱军歌取胜的。啊，这也可以？吴凡听到后大为吃惊，那表情就像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用音响放过音乐 BGM 一般。赛制只取消了风筝摇和音响，但没有阻止人家唱歌呀，嘴巴长在人家的身上，甚至武道里面还专门有音修，比如使用狮吼功的武者，你把这个禁了，人家不就废了吗？说的也是。询问了最紧急的问题后，吴凡开始检查他的身体，发现除了灵力稀少、身体隐痛之外，并没有其他毛病。看样子这里的医武者技术不错。这几天你们就好好休息，颁奖仪式定在3天后，地点是在咱们华夏武大中央竞技场，届时全国300多所武大都会派代表过来，你们也可以邀请自己的父母家人来见证荣耀时刻。3天后，华夏武大中央竞技场作为一个地标性建筑，其设计理念十分超前，它的头顶天窗可以关闭，而且上面还有座位，可以让观众享受观察武大俯视战斗的视角。不过自从设计出以来，头顶的座位还没有坐过人。啪啪啪，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华夏武大、帝都武大、国防武大的各10名主力选手登上了领奖台。他们的校服好干净啊！观众们看着登上台领奖的各大学子，他们的衣服不像武者职业联赛那般印满了广告的 logo 标志。听说顶级联赛武者俱乐部的阿佐3年的转会费高达5000亿，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假的吧？我现在买个大瓶的冰红茶才4块钱，4块？你醒醒吧，人家已经涨到5块了，穷哥们都喝不起了。其实众人不知道的是，豪车、地产、奢侈品等世界顶尖的公司都找过全国大赛的负责人，想要用超高的天价买下一个广告位，为此他们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但赛事负责人却态度坚决地决绝了。他的原话是，他们都是精英武者，在出校园后可以轻松获得豪车、别墅和奢侈品，无数的女人、男人会对他们投怀送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只有学校是最后一片净土。就算有一天他们的眼神因为欲望而变得浑浊，但此时此刻，我希望他们的梦能够更纯粹一些。在领奖台上，吴凡双手接过教育部部长亲自为他颁发的冠军奖牌，然后在无数人的目光中扛起身后的大旗，头顶天，脚踩地，站在万众之巅，挥动着华夏武大的大旗，而大旗上面正刻着8个字：泱泱华夏，谁与争锋。咔嚓，这一幕被一道相机快门永久地记录了下来。等待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冲刷后，当人们再次翻看时，脸上会流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开门了，开门了！早上8点，在某个武大中，一堆学生挤在图书馆门口，就像是大学生期末考试去占位置一样。虽然真实情况不是为了复习，但其实也差不多。只见一名人高马大的少年冲到了工作人员面前，将自己的学生卡往桌子上一拍，然后喊道：“给我兑换一本4项刀法。”卧槽，你一个人就想把4刀都借走？做梦！老师，我不要全套的4项刀法，你给我找本3000雷刀就行。听说凡哥修炼的顺序就是雷、火、风、土，这人明显是做了功课来的。给我，给我，一共有10套呢，你们别抢！乒乒砰砰，图书馆里面，为了能第一时间学到吴凡所使用过的4项刀法，武大的学生连头都打歪了。不仅这个武大如此，全国上下所有武大都是这样，不管用刀的还是用枪的，用不了3000雷刀，还可以用3000雷枪，不是吗？听说凡哥还运用过一球焚天和3000雷块，武者高中更是紧急将3000雷刀列入了必修课教材之一。不仅图书馆里挤成了面团，还有更多人连大门都挤不进去。而就在此时，一名戴着眼镜的瘦弱男生正看着面前一个身穿唐装汉服、仙风道骨的老年人。小同学，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武道奇才。我这里几本武道功法，你练成之后能副手镇压帝兵家族和武道圣地的天骄，成就万古不朽。说着，这名仙风道骨的老人便从怀里掏出了许多本纸质的功法秘籍，像扇子一样排开，像捏扑克牌一样捏紧根部。这其中的功法有4项刀法、踏前斩、咫尺天涯、斩赤瞳等。哎，小同学，你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本压箱底的绝学，见我与你有缘，就10颗下品灵石卖给你了。见到戴眼镜的学生转身要走，仙风道骨的老头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掏出一本武功秘籍。哇！见到这本功法秘籍后，这名眼镜少年只感觉眼前正散发着璀璨的金光，因为老人拿出来的这本功法名字叫天地一刀斩。由于华夏武大获得了全国大赛的冠军，所以官方奖励全校所有大一的新生300万学分。不仅如此，以后的修炼资源分配，华夏武大要占总数额的35%，300万学分啊，分到我们每个人头上不得500点了。此时论坛中，华夏武大的新生们已经嗨疯了。要知道他们整个上半年学分都没有300啊！你们是不是想多了？这300万学分是发给人家参赛队员手里，然后由参赛队员来分配的。难道你们忘了南门大战了吗？虽然事后吴凡分了一大部分的学分，但你看他都分给谁了？不还是他那些乾隆班的同学吗？所以我劝你们别做梦了，省得到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就在华夏武大论坛上讨论的沸反盈天之时，华夏武大校长的办公室，吴凡同学，你在本次全国大赛中表现最为优异，赛事组特意给你增发一个 FMVP 奖。谢谢郑校长。作为华夏武大的校长，郑强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超 A 级武者，甚至已经快要摸到临界的点了。A 阶武者的零压范围是100万至500万，超 A 级武者的零压范围是500万至2000万。
你不用担心，之前承诺过给你奖励大荒真种灵核的申请已经提交上去了，审核都是走一个过场，估计很快就会批下来了。郑强端起面前的一个白色搪瓷茶杯，轻轻地啜了一口。谢谢校长。说实话，吴凡从一开始就没奢望过拿到冠军后能得到金色灵核，以为就是校方给他画的大饼。谢什么？这颗灵核是你一刀一刀砍出来的，你配得上这颗灵核？郑强笑眯眯地说道。说完了金色灵核的事，郑强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看着吴凡说道：“把你的灵气召唤出来，给我看看。”吴凡还在猜测第4道星环会觉醒什么技能，但在听到郑强的话后，迟疑了一下，手中虚空一捏，一把生锈的破烂长刀便出现在他的手中。吴凡的长刀在大赛中因为半个小时内连续使用了2次本命武技，导致刀身碎裂，差点崩解。本来神情严肃的郑强，在见到长刀上面密布的细小裂缝时，表情更加凝重了。你的灵气破损很严重，我估计彻底恢复需要3个月以上。这3个月内你就不要使用灵气了。如果强行使用让长刀碎裂，轻则影响你的修炼根基，重则当场爆体而亡。在长刀修复的这3个月里，你去兑换一把合金长刀，暂时用着。记住了吗？郑校长的建议很中肯，吴凡知道对方很关心自己，于是点头回应道：“我记住了。”呵呵，你也别光想着修炼和战斗，偶尔也要和小女生出去玩玩嘛。青春少年时，别整得跟个老头子一样。郑强拍了拍吴凡的肩膀，继续说道：“全国大赛的奖励当然不止1颗金色灵核，同时还有现金10亿、100颗极品灵石，另外还有3门 A 级武技。另外，学校方面也会给你奖励，比如裁决所总部、斩妖队总队的直接入选名额。你在大3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加入这些大组织的总部。还有自由学习，你不用跟着学校的课程走，想出门历练就出门历练，想在宿舍里修炼就在宿舍里修炼。更加重要的是，学校方面也打算奖励你2门 A 级武技。”郑强的话给吴凡头都砸晕了，金色灵核、A 级武技、上亿现金、极品灵石，这是要2次起飞啊！就在吴凡和郑强在办公室里谈话之时，西蜀天府市第9裁决所总部，金衣裁决桌子上正摆着一张通缉令，在他面前还站着10多名紫衣裁决和一众蓝衣、白衣裁决。金衣裁决看了看时间，随后对着众人大手一挥：“逮捕小队出动！”唰唰唰，一群实力强大的裁决所武者瞬间消失在原地，而现场只留下一张通缉令，只见上面印着“邪教武者吴凡”。第2天一早，吴凡先是来到了图书馆，挑选全国大赛和学校奖励给他的5本 A 级武技。小编利剑，华夏武大专门为吴凡搭建了一个后台，他可以从规定的武技里挑选5本。吴凡仔细看了后发现，虽然说是5本 A 级武技，但给的全部都是 A 级入门的，像什么斩神诀、大力神功这些都没有。就像试点外卖使用红包时只能在规定的店铺使用，也像是在小说网站开了会员免费阅读，却只能免费阅读规定的小说一样。入门就入门吧，好歹也是 A 级武技不是吗？对此，吴凡道还是比较理解，而且 A 级武技不像普通的武技，每一门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和熟练。如果真给了吴凡像长生无敌功那样的顶级功法，只怕要花费大半年才能掌握。先看看吧，档次越高的武技数量就越少。从当初翻看1级武技时的几万页，到 C 级武技的几千页，后来学习 B 级武技展翅瞳和咫尺天涯的几百页， A 级入门武技只有几十页了。就这些吧。在挑选了好半天后，吴凡终于选定了5本 A 级的入门武技，它们分别是无相无定截天指、寸劲开天和魂断掌、飞天断空斩和鞍马剑舞。其中截天指是指法，寸劲开天是拳法，和魂断掌是掌法，飞天断空斩是类似于半月斩的刀器，鞍马剑舞是一套破定组合技。学校的动作很快，上午定的武技中午就送到了，而且这次也不是仅有电子版的 U 盘，还多增加了纸质版的踏本，相当于彩色复印件。一同送来的还有10亿现金、100颗极品灵石和300万的学分。吴凡将武技、现金和极品灵石、作战服、疗伤药等全部扔进了圣徒面具。在将灵石扔进去之前，吴凡还专门警告了妖兽蛋一番：灵石可以吃，但不许浪费。武技踏本、现金、作战服和疗伤药这些不能吃，如果吃了，我就把你煮成水煮蛋，明白了吗？由于吴凡投喂的比较勤快，最近妖兽蛋已经从濒死恢复到了残血的状态，目前已经可以在圣徒空间里散发璀璨的金光，充当小太阳了。刷刷，妖兽蛋闪烁了2下，表示听懂了。因为是大妖的缘故，即使还没孵化，便已然有了灵智。虽然搞不清楚吴凡跟他是什么关系，但他觉得吴凡能喂他吃极品灵石，那吴凡就一定是个好人。mwxbj.org。 而且有了之前被邪教圣徒抽取生命力的经历，他甚至觉得吴凡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不要说吴凡浪费灵石什么的，要知道他这条命都是这颗妖兽蛋给救的。如果当初不是消耗妖兽蛋的生命力，让他走入人类禁区，拔出古代人少女胸口上的那把黑剑，只怕他早就在石壁的诅咒中风化了。人类禁地啊！吴凡想到这个就感觉到沉重，因为他亲眼看到，就连灵界超 A 的第7圣徒和第9裁决都无法走入。难道必须要绝巅吗？吴凡摇了摇头，不要说绝巅，现在就连 A 阶他都距离很远。如果一直幻想自己能成为灵界或者绝巅级的强者，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高骛远的错觉。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实力需要一点点的提升。现在最重要的是，就是拿到全国冠军申请的金色灵核，然后进阶成为 C 阶武者。说着，吴凡便粗略地扫了一遍兑换的5门 A 级武技：无相无定截天指，将灵压汇聚在指尖，其爆发出来的力量能戳天、断海、崩山、裂地。在全国大赛中，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了很多不足，比如右手握刀攻击的时候，是不是左手也可以攻击呢？而且4项刀法毕竟只是1阶武技，4项合一也才只有 C 阶，对于实力已经快要步入 C 阶的他而言，在和高手的战斗中已经占不到什么优势了。
飞天断空斩是天地一刀斩的弱化版，天地一刀斩威力确实大，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旦用了就会进入虚弱期，所以需要一个下位替代版。将几门武技过了脑子后，吴凡便拿出了手机，在华夏武大的论坛上面发了一个帖子：明天上午9点，全体大一新生在南大门集合。第二天早上8点55分，已经有大批人头在南大门口攒动，全校6000名新生，除了一些出任务离校的、受伤住院的，能来的基本上都来了。没办法，现在吴凡可谓是华夏武大的顶级风云人物，他在论坛里发的那个帖子，10分钟没到评论数就破万了。他们虽然在入学时被吴凡锤过，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现在距离大一上半学期结束也就剩半个月了，不满的感觉早就散了。再加上吴凡在全国大赛中表现的确实神勇，许多次拼命战斗，力挽狂澜，那热血战斗的模样让许多新生都视他为偶像。而且更不用说，这群新生中还有那1000名参赛的选手和500名替补的选手。半年前，你们在这里被我和乾隆班的队友挡在了门外，每人50点的入学学分被我们以10点学分吃掉。吴凡站在华夏武大南大门的横梁上，看着下面近6000名的新生说道：有没人还记得当初我在离开的时候说过什么？有人呼之欲出，嘴巴蠕动，有人不敢置信，眼睛睁大，更有人迷惑，或许他们已经忘了，但是我还记得。吴凡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道：我说过，当你们眼中最强的对手变为最强的队友时，我会在全国大赛上把你们丢失的学分给抢回来。今天我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兑现这个诺言。全国大赛冠军发下来了300万学分，我决定均分到每一名大一新生的头上，即使用6000人算，那么每一人也能分到500点学分。吴凡指了指自己的心脏，随后伸出食指，从左到右扫了一圈后说道：欠你们的，一次还清，我不赖账。震惊！天府市第9裁决所总局的裁决，因为左脚迈出华夏武大而被学生们群殴。什么？全国大赛 FMVP 华夏武大首席的父亲居然是邪教武者？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吴凡父亲加入邪教的事，天府市裁决所武者被扔出华夏武大的事都没有过夜，当天晚上登上了各大热搜的头条。看到没？我老早就说过这个吴凡有问题，他一个 N 级灵气的武者，星环只有120黑，凭什么能打赢瞿小雨和叶禅心？要知道叶禅心可是有金色星环啊！查，必须严查彻查，不知道现在这些武大是怎么回事，一出事就5盖子。更离谱的是，他们居然还把裁决所的武者给打了，太嚣张了。因为全国大赛刚刚结束不久，关于他的热度依然很火爆，自媒体、官网、流媒体等网络组织闻着味就凑上来了。一时间，关于吴凡的各种真实的、不真实的消息满天飞，其中最离谱的版本就是吴凡的父亲吴能其实是邪教的圣徒，因为儿子吴凡不愿意加入邪教，选择加入武大，所以吴能只好自曝身份，逼吴凡回去继承邪教圣徒少主的位置。好家伙，连邪道少主走正道，邪道大佬逼其回家继承1000亿财产的剧本都出来了。总之，一堆和吴凡八竿子打不到的人，通过在网上谈论关于他的话题，流量、粉丝、热度、钞票赚得盆满钵满。至于吴凡本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谁知道呢？就算知道，又有多少会在意呢？西南片区的裁决所在追查一件医疗事件的时候，查到了一个叫做康婷的女人。她表面上是华西武者医院的一名护士，暗地里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一名邪教武者，且是一名白色面具的执事。你的父亲之前在华西武者医院接受治疗，康婷就是照顾他的护士，所以你父亲应该是被他拉进邪教。校长办公室内，吴凡、校长郑强、2名副校长刘江华和木兰锦，还有沈子双和光头和教授都在这里。通过刘江华的讲述，众人算是大概明白了事情的经过。mwxbj.org， 吴凡，你放心，你爸是你爸，你是你，只要你还待在华夏武大第9裁决所，就动不了你。看到吴凡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木兰锦语气肯定地对他保证道：这是他和郑强、刘江华还有学校资深教授们商议后做出的决定。虽然资深教授的赞同率只有68%，但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派了何教授过来当教授团的代表。谢谢。吴凡现在的心情很复杂，有震惊，有意外，甚至还有一点惊奇。其实他现在坐在沙发上沉默，不是因为父亲加入了邪教感到愤怒和悲伤，而是在思考，就我爸这样的也能加入邪教，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他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平时就喜欢打点麻将，和年轻的小美女说说话，我每个月还给他寄10万块钱，照理说他没道理加入邪教啊。吴凡疑惑地问道：你爸加入邪教这一点证据确凿，可能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过照理来说，你爸应该是一名普通人，就算加入了邪教，应该也是最低级的黑色面具，但为什么天府第9裁决所会派一名金衣、几名紫衣和几十名蓝衣白衣的裁决武者来抓你呢？沈子双很疑惑，这实力配比抓一个金色面具的邪教使徒都够了，而他们居然只是为了带走一个地阶巅峰的学生。关于这个我倒是知道一点。木兰锦交叠了一下黑丝吊带袜的双腿，语气戏谑地说道：你们都知道我和帝都的代理红衣裁决白焕生关系不错吗？据他跟我交代，说是天府裁决所那边认为吴能可能是一个隐藏的邪教大佬。噗！吴凡刚喝了一口水，结果在听了木兰锦的话后直接给喷了出来。啊，我爸是邪教大佬？我怎么不知道？开玩笑，他爸要是邪教大佬，当初就不会因为要给他买一颗觉醒用的下品灵石身受重伤，差点死掉了。如果不是吴凡1/1000的概率觉醒，如果不是吴凡7天绝命猎杀妖兽换回手术用的钱，他爸早死了。天府那边一开始也不信，但是后来他们还是信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们看了你在全国大赛上面的表现后，认为能培养出像你这样力压同代天骄的人，绝对不是普通人。这个，吴凡放下了水杯，办公室里的氛围变得有点奇怪。校长郑强喝了一口保温杯里的茶，率先开口说道：除了你父亲的事以外，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你申请的金色灵盒目前遇到了一点阻力，上面批下来的时间可能要延长。
对于这个结果，吴凡其实早有预料，只是在真的听到后，心中还是不可抑制的升起了一股戾气。你放心，我们正在给你想办法，这件事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16强挂百人风筝摇逆袭蜀山剑阵，8强临时仓库被毁单挑曲小雨力挽狂澜，4强扛着音响杀遍国防5大3路，决赛更是拼着灵气破碎送给帝都5大2发本命武技压秒夺冠。如果承诺的奖励不给，那吴凡已经不是在吃草挤奶了，而是吃空气挤血，顺带再爆一堆金币。谢谢。吴凡一连说了2次谢谢，因为华夏武大对他好的确实没话讲。如果换作是在阳城武者高中，除了严耕尧校长会帮他说2句以外，只怕像梅杰那种人已经在召集自己的狗腿子帮裁决所把吴凡押出校门了。但是既然别人有情有义，自己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吗？现在的华夏武大可是因为他的事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作为行政机构居然敢违抗执法机构，而且学校里的学生还敢打执法人员，这件事的性质十分严重，真要追究下来，只怕包括郑强、木兰锦、秦少商、罗显和等诸多同学在内都会被追究责任。在于是众人的注视下，吴凡站起身，他在郑强的办公桌上留了一张信封后便离开了校长办公室。这小子和教授不明白吴凡想要干什么，而等郑强拆开信封后，只见信牌头上面赫然写了5个大字：退学申请书。全国大赛结束后，时间便已经来到了12月下旬，再过几天就是数9，届时太阳会彻底照射在南回归线上。而处于北半球的华夏已然是北风彻骨，气温一夜之间骤降20度，大江南北的人们穿上了棉衣棉裤，就连一直叫嚣着冬季只穿短袖的广府，在今年也穿上了长袖。帝都也如同往年一般，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当人们从床上醒来，走出房门，其实也可能走不出房门，甚至连被窝也出不去，便会看到一片银装素裹的美景。某一宿舍中，一名男生小心翼翼地从上铺下来，不想吵醒看似熟睡的舍友时，老三，帮我带份炒肝。三哥，我要大份的卤煮火烧和猪肉大葱馅的大包子。阿三，我要蛋卷饼和豆浆油条。华夏武大训练室内，吴凡将灵压汇集在左拳，随后弓步下腰，侧起身子，右手在前，左手在后，五指捏拳后，拳头隐约间便大了一拳。寸劲开天，吴凡腹部核心用力一甩，肩臂肘同时发力，拳头掠过的地方带起了阵阵空间涟漪，似乎只差一丝力量就能撕开空间一般。轰！距离吴凡只有半步之遥的力量测试器，在接触到他拳头的瞬间，能承受 C 阶武者全力一击的铁板便被轰成了碎渣。砰！庞大的机器没有后退，没有飞出去，而是就那样被一拳轰成了废铁。呼！吴凡深吸了一口气，虽然只是入门 A 级武技，但以地阶巅峰的灵力想要施展出来也会消耗巨大，而且这还是在他压缩了5倍灵压的基础上。低阶武者无法使用高级武技，一方面是因为高级武技威力过大，低阶武者的实力压不住，很容易伤到自己；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高级武技消耗的灵力巨大，比如寸劲开天需要30万灵压来启动，你一个普通的地阶巅峰武者灵压才10万，就算你灵力是满的，这天你都开不出来。截天指和魂断掌目前没有时间修炼了，鞍马剑舞偏向综合，书多读不完，贪多嚼不烂。吴凡决定目前只修炼寸劲开天和断空斩这2门武技。唰！一把带着许多裂痕的破烂长刀出现在吴凡手中。目前摆在吴凡面前最直接的麻烦，不是时间不够，也不是灵核被卡，而是3个月不能使用灵气战斗吗？华夏武大后勤大楼学分物资兑换点。啊，你们看，那个是吴凡吗？没错，就是他。当吴凡走进大楼后，不管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的同学，工作人员还是非工作人员，都将目光投到了他的身上。请问您有什么事吗？一名22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小姐姐语气结巴地问道。能在华夏武大工作的人，一般都是要笔试、面试，能力很出众。她平时做事十分干练，有种女强人的风范，但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吴凡后，就莫名的感觉到了巨大的压迫感。mwxbj.org， 我要兑换300把 A 级合金长刀。吴凡没有在意对方的表现，只是将自己的学生卡递了上去。好，工作人员手忙脚乱的接过吴凡的学生卡，然后在上面一刷，结算完毕，稍后我们会派人送往您的宿舍。谢谢。吴凡说完之后，就直接转身就离开了。啊！见到吴凡转身离开，这名工作人员小姐姐连忙喊道：“吴凡同学，您的学生卡还没拿呢。”听到对方的喊话，吴凡头也不回地说道：“我不要了，强烈要求华夏武大交出吴凡，坚决支持天府裁决跨境执法。”在华夏武大的校门外，几百名头绑红巾的社会人士在拉着横幅喊话，他们是邪教受害者协会的成员，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给华夏武大施压，让他们交出吴凡。他们中有的被邪教摧毁了家园，有的被邪教抓去了亲人、孩子。除了受害人以外，还有纯粹的热心人士，他们本人家庭和家乡并没有被邪教侵害过，但是他们内心里的正义感很强，嫉恶如仇。只要有这种打抱不平的事，他们永远会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打顺风仗。叮！有人按响了吴凡别墅外的门铃。等他打开门后，发现除了有送300把 A 级合金长刀的工作人员，居然还有郑强校长，而且除了他人以外，手里还提着一个十分高级的合金箱子。校长，你这是？吴凡不明白，他都已经递交了退学申请书，郑校长为什么还要找上门？这是我们答应给你的东西。郑强等送长刀的工作人员离开后，他才把手里的高级箱子放在了桌子上，经过一阵复杂的密码输入，最后再用郑强的虹膜以及灵压验证后，唰，箱子打开，露出了里面一颗金色璀璨的金色灵核。这是？看到金色灵核的那一瞬间，吴凡整个人都呆住了，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
在这种局势下，他们真的把承诺过的那颗金色灵盒给他送了过来。这颗灵盒申请下来可不容易，华夏五大、帝都五大、国防五大、魔都五大、西南五大，全国300多所武大中有178个武大的校长和副校长联名给你写了保证书，最后才将这颗灵盒给申请下来。这颗灵盒不仅仅代表着实力，也代表着责任，希望你以后不要辜负大家这份信任。郑强深深地看了吴凡一眼，随后将一张信封递给了吴凡。这是你交给我的退学申请书，意见我已经批复了，剩下的事就只能交给你自己了。说完后，郑强便撕开空间，瞬间消失在原地。外界传闻他是最接近灵界超 A 的武者，但吴凡感觉或许对方已经迈入了灵界超 A 的境界。郑强离开后，吴凡拿出信封里面的信，随后瞳孔一缩，目光便锁定在退学申请书的最后一排。只见郑强在上面批复道：不同意。将信封收好，吴凡立刻拿出了装在箱子里的金色灵盒，他要在第一时间进阶。虽然这里是帝都，是华夏武大的内部，但金色灵盒这种珍贵的东西，哪怕迟1秒发生变故的概率就会呈几何倍数增加。唰，强大的灵压自吴凡体内爆发，他的背后出现了100两黑3道光环。即便身处无人观察的修炼室，吴凡也依旧谨慎，毕竟他不清楚是否有顶级强者在暗中注视。伴随着灵压的注入，灵盒内部开始与吴凡体内的第4团星云产生了共鸣，坚硬宛如磐石般的灵盒从末端开始化为点点金色的粒子，进入到了吴凡的体内。嗡！当吴凡体内第4道散漫状态的星云与金色粒子接触的那一瞬间，就像是微观宇宙中的超新星爆炸一般，自逆时针旋转的星云边缘，淡蓝色的灵压粒子在恐怖能量的冲击下，开始变为了璀璨的金色。好强的力量！吴凡感觉到体内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后虚态的第4道光环也在一点点的凝结成实体。轰！在吴凡别墅的上方，一团亮黑中夹杂着蓝绿荧光的乌云正以漩涡状态逆时针旋转着，不论是在明处或者暗处注视着或者临时注意到的人都纷纷停住了呼吸，停下了脚步。那乌云是灵压粒子构成的。华夏武大校园内，一个个学生抬头注视着远处天空中的异象，很快他们就猜出那是吴凡在进阶。这就是金色灵盒进阶的场景吗？上一次吴凡在大江大河旁进阶，引来了一头地阶巅峰的魔神大妖，而这一次进阶引得千人注视，万人仰望。轰！当灵盒中最后一丝力量被吸收完毕后，吴凡背后的光环发出耀眼的金光，将风雪肆虐下的帝都照耀得如同夏日白昼。100两黑1金，没有选择用圣徒面具染色，因为这一道金色星环是他靠自己挣的，没必要掩饰，也不需要掩饰。进阶为 C 阶武者的这一瞬间，吴凡体内的灵压暴涨，以他为中心爆开了一道射人的领域。从此以后，压迫感将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实打实存在的东西。灵压震慑。遥想很久以前，他吴凡还是一名刚觉醒的准武者时，被 C 阶的梅琛用灵压震慑死死压在地上，被用看蝼蚁一样的眼神看着。而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 C 阶武者。以前那看似不可战胜一般的敌人，如果再出现在他面前，吴凡认为能挺过他一刀，都算对方有本事。第4星环紫薇，被动技能北极地心，能力简介：武者本身的灵力增加灵压上限的1倍，灵力恢复速度增加5倍，总灵力降到 50% 以下后，每降低 10%， 恢复速度增加1倍，上限为10倍。虽然吴凡文化课成绩不低，但对于第4星环的能力，此时此刻他也只能用牛逼这2个字来形容。吴凡的攻击力并不弱，甚至是溢出的，所以续航能力一直都是他的短板。但现在有了第4星环，持续作战能力提升了不说，就连以后使用天地一刀斩都不用顾虑太多，因为如果灵压消耗空的话，他会直接拥有10倍的灵力恢复速度。而且不光是天地一刀斩，就连第3星环的量子重构也不用再担心灵压消耗的问题了。可以说，就算是等级高他许多的敌人，只要不能在第一时间把他给秒了，他就有能力把对方耗死。呼！吴凡收敛了心神，将激动的心情按下，以最快的速度去适应 C 阶的实力，同时也要尽快消除进阶时带来的影响。他拿起旁边几颗极品灵石，以极高的效率吸收着里面的灵力。进阶后的这短暂时间内，是吸收灵压粒子提升等级的最高时机，效率高的吓人。100157 101822 105175，整整1下午的时间，吴凡的灵压从10万提升到了12万。C 阶武者的灵压范围是10万到30万，2万灵压升1级，也就是说，吴凡1下午的时间就升了1级。当然，这种修炼速度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只有每次进阶后才有这么短暂的一下，而且这也只是普通的灵压。之后吴凡还要对他进行压缩，这2万灵压最后可能只提升3000、4000的样子。就在吴凡准备将没用完的灵石和那300把 A 级合金长刀放回面具空间时，里面的变化着实让他震惊了一番。原本只有几立方米的空间，此时已经变大了几十倍，大约和一个3室1厅115平米左右的房子差不多。什么？就在吴凡探查圣徒面具变化时，他突然身体就进入到了这片空间里。退出去！退出的念头在脑海响起的一瞬间，吴凡就再次回到了修炼室内。此时他的心脏砰砰在跳，因为他不确定这短暂的消失会不会引起大佬的注意。这圣徒面具的隐蔽性真的有点逆天啊！不过对于超 A 级以上的武者来说，空间移动这种东西其实也挺常见的，一些大家族、大势力里面基本都会有一些类似于空间戒指、那戒一般的存在。笔下文学。稍微调息后，见到没有发生变故，吴凡一边感叹圣徒面具的强大，一边仔细观察起空间里的变化。空间里除了吴凡放进来的现金、灵石、大妖蛋、绷带、疗伤药之类的东西外，最显眼的就是多出来一面5米高的门形石碑，石碑上面印有灵气的阿拉伯数字，不过仔细查看的话，这块石碑已经破损了。而另外一边则是一个档案柜，吴凡从档案柜上拿出一个密封的档案袋，只见上面写着关于妖兽觉醒计划的第3期数据。深夜，温度骤降，外面正飘着鹅毛般的大雪。华夏武大的校门口，一名少年从远处走来，
前脚刚走过的痕迹，后脚便被大雪所覆盖。少年在校门口回望了一眼，随后便迈开腿，头也不回的一脚踩进了这漫天风雪中。帝都6环老火车西站，一排排绿皮火车像熬不过冬季的老人，安静地躺在生锈的铁轨上，远处不时还传来一声绵长的汽笛。一名少年在夜色下爬上了一辆即将出城运煤的末班车，哐哧哐哧，大雪之下，黑夜之中，北风呼啸，冰冷彻骨。如果不是武者强横的身体，只怕普通人在这种环境中坚持不了10分钟就会被冻僵。而这辆末班车终于驶离了帝都的保护罩，进入到了野外区域时，轰！一道恐怖的灵压忽然出现，顿时整个铁轨都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终于出手了吗？在火车的前方出现了一名穿着白色制服的裁决所武者，此时他看向吴凡的眼神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就像是在看一个行走的一等功。没想到巡夜能寻到一个邪教嫌疑人。这名白衣裁决不是天府市第9裁决的人，而是隶属帝都旁边定城县裁决所的。今夜本该是一个无聊的巡夜，这是一个极其无聊又苦逼的差事，因为靠近帝都的关系，基本没人敢乱来，所以基本上捞不到什么好处。但他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到让第9裁决所吃瘪的吴凡，这要是把他抓住，不得升官发财了。吴凡没有理会对方，他只是淡淡的问了一句：就你一个人？什么意思啊？白衣裁决不明白吴凡为什么会这样说，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他面前。砰！破空声传来，只听咔嚓一声，护体灵压像脆玻璃一样被直接轰碎。啊！吴凡一拳轰在对方的脸上，只听白衣裁决惨叫一声，口中喷出一口鲜血，牙齿崩飞了3颗，整个人凌空旋转向后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了铁轨外侧的山壁上，将山壁撞出了一道直径10米的大坑。就你一个人也敢来堵我？白衣裁决也就 C 阶，吴凡在地阶巅峰的时候就能在全国大赛上干翻一群 C 阶的5大精英，现在进阶到了 C 阶，没有一拳轰死对方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就在吴凡正准备扒在火车的车顶继续闭眼假寐养精蓄锐的时候，轰！一道比之前更加恐怖的灵压锁定了吴凡。B 阶武者。吴凡抬头看去，只见正在行驶的火车上方正有一人虚空站立，裁决所的蓝衣裁决。吴凡没想到刚收拾了一名 C 阶的白衣裁决，这又来了一名 B 阶的蓝衣裁决。吴凡，你的信息已经被上传到了天网，不管你跑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锁定你的位置。我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反抗，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去，交代你知道的一切，说不定还能戴罪立功。这名蓝衣裁决不急不慢地说道。在他眼里，吴凡就像是一个身处牢笼中的野兽，逃不出他的手心。他知道吴凡的实力很强，但是再强又能怎样？难不成还妄想以地阶的实力来和他堂堂 B 阶强者对衡？唰！在他说话的时候，只见一抹寒光划过，蓝衣裁决瞳孔一缩，连忙用自己的灵气长剑抵挡。当！只听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蓝衣裁决整个人被吴凡从空中劈了下来，摔在地上，砸出了一道大坑。什么？蓝衣裁决感觉自己整只手臂都失去了知觉，慌乱中又是一刀斩来。枪！这次有了准备，蓝衣裁决惊险地架住了吴凡斩下来的合金长刀。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地阶武者，实力还挺强的。不过，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吴凡一脚踹了出去。砰！噗！蓝衣裁决嘴角挂了一丝血迹，护体灵压直接被踹出了一丝裂痕。他在虚空一踩，止住了倒飞的趋势，直接在半空中停了下来。随后只见他脚下一蹬，反手以更快的速度朝吴凡杀来。这就是 B 阶武者吗？虽然之前也见过不少 B 阶武者，但真正和 B 阶武者对战还是第一次。和 C 阶武者不一样的是，当武者等级到达 B 阶后，就能凭借自身的灵压在空中站立、飞行。mwxbj.org B 级武技破金之刃。在被吴凡2次击飞后，这名蓝衣裁决也不由得认真起来。他终于知道，眼前这个小子绝对不是可以轻易对付的。蓝衣裁决的灵气忽然发出白光，像是蕴含了恐怖的力量一般。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所使用的武技能让他这一击斩出3倍的力量。小子，游戏到此结束了。就在蓝衣裁决以为吴凡会躲避之时，他却没想到吴凡居然反手提刀杀了上来。这剧情好像有点不对啊。作为裁决所的裁决，平时在遇到邪教武者或者犯罪武者的时候，对方要么是转头就跑，要么就是死命拼杀后转头就跑。但今天遇到的吴凡好像不仅不想跑，反而想把他干翻在这里。轰隆！黑夜中响起一阵雷霆轰鸣，血液中夹杂着一抹亮色蓝光，犹如雷霆落地般的蜿蜒一刀斩向了蓝衣裁决。砰！一碰就碎。蓝衣裁决的灵气被直接砍飞，本来就有一丝裂痕的护体灵压瞬间破碎，蓝衣裁决胸口直接被斩出了一道半米长的伤口，鲜血标射起来3米高。你不是地阶？蓝衣裁决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吴凡。C 阶又如何？ D 阶又怎么样？哪怕只有 F 阶，该干你的时候照样干你。吴凡一脚踹在对方的胸口，蓝衣裁决的身体像一颗炮弹，以仰天45度角的角度抛射出去，最后摔在火车后面的轨道上，沿着地面滚动了10多圈。呼！吴凡深呼吸了2下 ，B 阶武者实力确实很强，至少比 C 阶的耐打许多。就在他再次准备扒在火车的车顶上休息时，在火车的前方，一道人影凭空出现，随后一道无比压抑的灵压笼罩了整片火车所行驶的区域。在这道灵压的震慑下，吴凡感觉自己几乎要窒息了。他抬头一看，发现一名身穿紫衣制服的武者正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而在他身后还站着几名蓝衣裁决和10多名白衣裁决。虚空瞬移 ，A 阶武者。